外来了一位姑娘，自称是相爷的未婚妻。未婚妻？未婚妻？他说是，你就信了？本也不信，只是那姑娘写有信物，老奴一看，竟是与相爷随身佩戴的正好配对的鸾凤佩呀。玉佩呢？他说要等见到相爷以后，再给相爷亲自过目。不难想，那姑娘是怕轻易交出了玉佩以后，相府反悔不认怎么办？那处理一下，带她进来。前半句他是对随从说的，毕竟地上还躺着这么一具尸体。后半句则是对外面管家说的。此时陆瑶正站在相府门前，抬头看了看眼前这座高门阔府。府邸的主人叫苏怀，当今宰相，也确确实实是他从小就定下的未婚夫。本来他想当这婚事不存在的，只可惜如今他有事必须得靠这个地方来完成，所以这个未婚夫捡起来拍拍还能要。姑娘请随我来。早在来的路上，他就听了不少有关他的传闻。据说他是个实打实的佞臣奸相，皇帝格外倚重他，由他揽政批红，没少杀忠臣良将，也没少结党营私，还把朝廷敌党干得七零八落。通常他干掉的朝廷官员一倒就是一批人，所以在朝为官的哪个提起他不是胆战心惊，咬牙切齿，敢怒不敢言呢？他万没想到传说中的奸佞竟是如此年轻的男子。陆瑶甫一踏进厅门，鼻尖一动，隔着几丈的距离，霎时就闻到了他身上的气息，不由脚步滞了滞。他身上有股子悠悠的芳烈的香气，混杂着丝丝血的味道。苏怀将他若有若无一皱眉的动作看在眼里。怎么，你怕我？要不这未婚夫还是别捡了，谁想要谁拿去吧。好看的男人通常都不是善茬。你带来的信物呢？给我看看。陆瑶只好取出那枚鸾凤佩，挂在手指间，玲珑剔透而又温润至极。确是我从前定下的未婚妻。这就承认了？会不会顺利的过头了？带他下去，安排个院子住下。你不怕这玉佩是我捡来的吗？我不怕，你怕吗？我还好。希望我这个未婚夫能让你满意。陆瑶被带去一个普普通通的院子暂行住下。很快，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借着各种名目来看一看这位未婚妻，结果无不失望。还以为是什么落难小姐名门望族，结果竟是个乡下女，也忒寒碜了些。等着看吧，相爷若是对他不闻不问，就晓得他几斤几两了。经理爱慕相爷的郡主公主比比皆是，什么时候轮得到他呀？这一类的言谈话语像是背着陆瑶说的，但又能恰到好处地传进他耳朵里。看来这相府里的人都等着看苏怀对他的态度如何。吃吧。陆瑶还没动筷，就先闻到了一股令人作呕的冷馊腥臭味。只见白米饭上躺着几根发黄的青菜，黏糊糊的。怎么的，还要我喂你不成？就不能有正常点的饭菜吗？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不吃是吧？不吃拉倒，我看你能饿到几时。他边往外走边骂道，一个低贱乡下女，还指望飞上枝头变凤凰，做梦去吧。许嬷嬷这是跟谁发这么大火呢？哟，郡主怎的到这里来了？今日过府是来找相爷的吗？快去前厅上坐吧，可别在这儿脏了您的脚。我可不是来找义兄的，听说义兄家里来了一位未婚妻，我是来瞧瞧他未婚妻长什么模样的。哟，还能长什么模样？乡下来的，一身的穷酸气，与郡主可没法比。正说这话时，陆瑶不紧不慢地走出来，他站在门口，与许嬷嬷口中的这位郡主打了个照面。我初来乍到，不懂规矩，郡主还请见谅。没关系，你就是义兄的未婚妻？正是。可真是稀奇，以前可从来没听义兄说起过。
相爷虽然准他暂住在这里，可后来也半句没提起过他呢。相爷又怎么会把他放在心上？想必义兄是心血来潮吧。只是他知道，从来没有哪个女子能入得了苏怀的眼，更别说是近他的身。他是宰相，他善玩弄权势，可他偏偏不好女色。清月郡主来看过以后，不过尔尔，便没有久留，随后就转身离开了。把这个替我给他，就当是我赠给他的见面礼吧。这是我的随身玉佩，你知道该怎么给他吗？许嬷嬷心里一顿，立马明了。下午时，陆瑶回房里，一眼就发现了自己的床铺枕头被人动过了。她拎开枕头一看，见下面竟躺着一只玉佩，也是一只白玉佩，雕刻着瑞鸟祥云纹。再翻过来一看，背面刻有清月字样。清月郡主的玉佩在她的枕头底下。她拿着那个玉佩，挑眉端详了一下，手一松就掉落在了地上。她若无其事地抬脚踩上去，微微一捻，便听见清脆的玉碎声。郡主的随身玉佩不见了，今日他就只到这里来过，是不是你偷走了？这可是宫里御赐给每位郡主以正身份的东西，你偷别的什么不好，竟敢偷宫中御赐之物。今日郡主是来过这里，但我从未近过她的身，何来偷窃一说？你还敢狡辩？到底有没有，一搜就知道了。说着就带着另两位嬷嬷大张旗鼓地闯进房里，一边佯装到处翻搜，一边啐道：切，乡巴佬能登什么台面？不干不净，还丢人现眼。还说你没偷，那这是什么？现在被抓到个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说的？眼下郡主和相爷正在前厅等个交代，你有什么话就到他们面前说去吧。这府门后宅果然是非多。既然如此，我跟你们走就是了。陆瑶被嬷嬷押进厅时，抬头就看见正座上的苏怀。陆瑶嗅到了他身上若有若无的气息，又在进门后2步定住，无论如何也不肯往前走了。义兄，那玉佩也不一定是准一嫂给拿去了，只是那是御赐的东西，丢了我也不敢不找。不着急，既是在我府上丢的，仔细找找便是。回相爷郡主的话，奴婢在这陆姑娘的枕下果真找到了郡主的玉佩。许嬷嬷连忙恭敬地将玉佩交到苏怀手上。这1回2回见面，可都是因为一块玉佩呀。这是清月的玉佩？正是。既然找到了，义兄就不要怪准一嫂了吧？想来他也是一时糊涂。仔细看看，这是你的吗？清月伸手来接，同样是白玉佩，可一上手时，他动作不由微微一顿。近看这枚玉佩的挂绳颜色要浅一些，并且上面的雕纹也不尽相同。最主要的是背面没有他的名号，这不是他交给许嬷嬷的那一块。不过这般贵重的东西，一个乡下女怎么会有呢？定也是来路不正的。应该是吧，想来是我搞混了。我今日配的不是御赐的那块，而是这块。我记得与我定下婚事的信物也是这块鸾凤佩，是你记错了，还是我记错了？是我记错了。看来这块不是你要找的玉佩，那就再找找。清月郡主再待不下去了，胡乱找了个借口便起身羞愤离去。厅上几个嬷嬷也连忙跟着退下。定亲信物不要了，要不你扔过来？哼，你我未婚夫妻一场，非要这么生疏吗？但始终还没有做夫妻，男女授受不亲。等做了夫妻以后，还得同房就寝，同床共枕，你有必要先熟悉一下我。他说的异常顺口，就好像他俩已经情投意合了好久了似的。过来拿。僵持片刻，陆瑶还是举步朝他走去。陆瑶在他2步开外停下。你屏着呼吸。他手臂往前一带，陆瑶惊了惊，紧接着整个人不受控制的往前一栽，直朝他跌去。他方才还是不慎换了一口气，他身上那股子方烈的气息靠近以后愈加的浓郁了，
要是早知道自己跟他身上这气息不对付，他一定不会贸然上门来认领他这未婚夫的。我不好闻。陆瑶就近看着这张阴邪的脸，深刻的怀疑，恐怕是自己这2次避他像避瘟疫一般，有多远避多远，惹毛了他，所以他正好有着空，专找他茬来了。奸佞果然不过是奸佞，心胸够狭隘的。没有，你很好闻。闻一个我看看。我怕上头。那就继续秉着。陆瑶正了正手腕，奈何苏怀看似云淡风轻，可这手上的力道却不容他挣脱。今儿个他要是不肯吸气，苏怀能抱着欣赏的心态看他当场憋死。欲擒故纵的把戏我见得有很多。你竟然觉得我是在舍命陪你欲擒故纵？那不妨碍我依然喜欢被欲擒故纵。这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陆瑶又怔了怔，他不仅不松，反而又将他往面前带了2分。他的气息若有若无地萦绕在鼻尖，陆瑶抓着他尾巴的手心都开始在冒汗了。后来陆瑶脑子有点透不过气了，实在气不过他这副欣赏着他怎么憋死的态度，突然也有点你不仁我不义的心态，凑上前就在他薄唇上亲了一下。苏怀顿了顿，倒没料到陆瑶竟如此大胆，还从来没有哪个女子敢这样子碰他呢。他的嘴唇温温的，陆瑶片刻不多停留，说道：我已经吻一个你看看了，你看还满意吗？喜欢欲擒故纵是吗？怎么不纵死你？苏怀眼神盯得他发毛。我不满意。进来。怎想这一幕正好叫他的随从莽撞地走进厅来给撞见了。随从叫剑征，雷厉风行的一进来，结果看见的竟是主子被个女人给轻薄了的一幕，顿时脑子都木了一瞬。不过好在他身体反应比脑子更快，人当即就飞快地闪出了厅外，当没看见。苏怀那声进来显然是对他说的。剑征顿了顿，才硬着头皮走了进去。你们有事你们聊，我先回避。说罢转头就赶紧走出厅门。经过剑征身边时不忘看他一眼，他谢谢这坚硬的狗腿子呀，来的可真是时候。陆瑶走后，苏怀坐在椅上不喜不怒，只抬手徐徐试了试自己的嘴唇。剑征垂头站着，却感觉到厅上的气氛冷飕飕的，十分的压抑。哑了吗？是不是要我求你开口啊？剑征感觉头皮都麻了，连忙恭敬地禀话道：主子一直在寻找隐士的医圣，有了新眉目。苏怀掀了掀眼帘看着他，他跟在主子身边多年，怎会不知主子心情越糟糕的时候，眼神就越温和。眼下看他这眼神，就仿佛在说：一口气说不完是吗？那你要不要当场断个气试试？虽还是没能探到其踪迹，但据说他的嫡传弟子入世了。入世了？人呢？主子恕罪，暂时还没能查到。没查到？你在逗我玩呢？属下不敢。老规矩。是。看吧，他就知道得替那个姓陆的背锅。看吧，他就知道得替那个姓陆的背锅。方才在厅上离苏怀太近，他还是不可避免地吸到了他身上的气息。他那股子芬芳辛烈的味道是毒活的香气，以真兽血为引，可以使药效大增。虽然不清楚他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需得用内药，但就气味上偏偏与他相克。毒活非常适合苏怀那种人，只是陆瑶现在的体质特殊，闻不了那种气味。内江先前清月郡主离开前厅之后，陈志脸一言不发的直接走到某处亭子里，许嬷嬷战战兢兢的跟在他后面。许嬷嬷见他转过身来，连忙就解释道：郡主啊，奴婢……许嬷嬷立刻就跪地上了。清月郡主愤恨道：你干的好事，让本郡主在义兄面前丢脸。郡主息怒，奴婢真的将玉佩放到枕头底下了呀，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不是本郡主的东西，你就敢往上递，你瞎吗？一定是那个死丫头，一定是她捣的鬼，把玉佩掉了包，故意让郡主难堪。对，一定是她。你最好先把本郡主的玉佩找到，
否则本郡主剁了你。是，奴婢这就去找。陆瑶歇了一阵之后，准备回后院，不想路过中庭的时候撞见了剑征。好家伙，他正挨罚呢。他跪在地上退了上衣，其他随从正一棍一棍地往他背上杖去。光听那吃肉的棍声就知道负责执行的人是一点没留情啊。陆瑶站在边上看了一会儿，又转到他背后去，看见他满背沁血的棍伤，打他人的力道拿捏得很准，虽然皮肤下面沁血了，但还没有破皮儿。自己人不用打这么狠吧？剑征气息粗沉，冷冽道：没什么事儿就快走吧。我没什么事儿，走那么快做甚？剑征无言以对。准一嫂总算回来了。许嬷嬷到处翻了半天，却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质问：郡主的玉佩究竟被你藏哪儿去了？说是我藏了，翻成这么个样子，怎么也该找到了。或许是你藏了也说不定啊，毕竟这院子里就你和我，清月郡主的玉佩又是在这里不见的。你少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私藏郡主的东西？横竖我的房间已经搜完了没有？玉佩是谁私藏的也与我无关，清月郡主请自便。往隔壁搜。他的两个嬷嬷立刻进了隔壁房里，翻腾了一阵子，忽然传来一道惊呼。清月郡主走到门前一看，然而他仔细一看，顿时火冒三丈。许嬷嬷再一看，两腿一软，就汗涔涔地跪了下去。郡主，不是我，不是奴婢弄的。郡主，就不要怪许嬷嬷了吧，想来她也是一时糊涂。清月郡主紧紧掐着手心，脸都气白了。她那语气分明与方才在厅上自己跟义兄说的语气一模一样。陆瑶又惋惜道：哎，只是可惜了这宫中的御赐之物，许嬷嬷不识货，用来垫桌角，不是给碾碎成了几块，这下拼都拼不回去了。许嬷嬷愤恨至极：你这个贱人，敢栽赃陷害我！先前许嬷嬷认定我偷了郡主玉佩，眼下玉佩却从许嬷嬷房里搜出，到底是谁栽赃陷害谁呢？许嬷嬷浑身是嘴都说不清了，满腹的冤屈，急得满头大汗，最后一屁股墩坐在地上，嚎道：苍天哪，真的不是我干的呀！最后清月郡主命自己的嬷嬷掌过了许嬷嬷一顿，不管是不是她干的，都得先出了这口恶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今天这事儿错怪准一嫂了，就想给准一嫂赔罪。哪里，郡主的玉佩找到了就好。清月郡主一走出院子，眼底里污秽一片，全是阴沉之色。她到了一处凉亭里，很快肿着老脸的许嬷嬷也被带到了凉亭之中。她一眼睨来，许嬷嬷就颤颤巍巍地跪下。清月郡主看着自己破碎的玉佩，看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可许嬷嬷却越加的胆战心惊。突然，清月郡主眼神凶狠，锋利一样将手里的玉佩碎片狠狠地砸在了许嬷嬷的脑门之上。那棱角锋利，突然，清月郡主眼神凶狠，锋利一样将手里的玉佩碎片狠狠地砸在了许嬷嬷的脑门之上。那棱角锋利，在她脑门戳出几道血痕来。许嬷嬷不敢躲，更不敢叫痛，她呜咽道：郡主啊，真的不是奴婢干的，奴婢对天发誓，当时真的将郡主的玉佩放在了她枕下的，定是她毁坏了玉佩，藏回奴婢房里陷害奴婢呀！郡主就是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那么干的。她本以为那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乡下女，要财无财，要貌无貌，还出身低贱卑微，竟痴心妄想的想嫁给她的义兄做妻子，她随随便便就能将她赶走了。可没想到，却反遭了那贱人的道，她岂能咽下这口气？本郡主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办好了。这次既往不咎，办不好，本郡主就拿你来抵。郡主吩咐，奴婢一定肝脑涂地。给我划烂他的脸，看他还能不能在我面前那么洋洋得意。陆瑶甚少出这临时居住的后院，在偌大的相府里走走逛逛。不过他真要走走逛逛时，相府里也没人拦他，那相爷好像没说不准他在府里活动。他要是去找相爷倒也罢了，毕竟是相爷的未婚妻嘛。可没想到他一路上问的竟是剑征的住处。剑征才领完罚回来，擦了满身的汗，换了身衣裳，准备出门。怎料院里的树荫下突然传来一声婉转悠扬的口哨，剑征一震，转头就看见陆瑶正倚在树下。他神色莫名，他什么时候进来的？他竟然没能察觉。他没听错的话，他在对自己吹口哨，逗阿猫阿狗吗？这里不是陆姑娘该来的地方。有一说一啊，和你主子比起来，你就显得正常多了。这话最好不要让主子听到。你怕让他知道我们在这说他坏话？谁跟你我们？你说的任何坏话都与我无关。
陆瑶倏儿笑了一声，似被他的反应逗乐了。然他这一笑，一双桃花眼微弯，盛满芳华。剑铮不由得微微一愣，随之两手就抛给他一个东西。他下意识伸手一接，见是个凉润的瓷瓶。他再抬头一看，陆瑶已然转身走去。不用谢啊，就当是回馈你今日助我脱身。剑铮脸更黑了，什么叫助他呀？搞得他们好像是一伙人似的。他也是运气不好才撞见的好吧？他要是知道这女人在厅上轻薄主子，他一定躲得远远的，或者第一时间拔剑削他，也总比自己挨顿棍子的好呀。剑铮打开瓷瓶，放到鼻尖闻了闻，只觉一股淡药香，闻之沁人心脾，应该是疗伤的药。只是他觉得奇怪，她一个乡下女怎会有这种药啊？正这样一想，陆瑶的声音自院外悠悠传来：可别告诉你主子啊，不然我就说你说的坏话，回头你还得挨顿棍子。虽说陆瑶有回馈剑铮的意思在，可他也不是什么老好人呢。他未婚夫有毛病不好弄，那先跟他的狗腿子打打交道，说不定将来还能行个方便什么的，也不亏。入夜时分，今日你栽赃陷害老娘的账还没和你这贱丫头算。这样吧，你要是吃下这碗东西，我姑且就饶了你。我又不傻，给你吃吗？一句话立刻激怒了许嬷嬷，她当即一巴掌朝陆瑶甩来，那架子犹如白天的时候清月郡主掌过她一般，气势十足。只是这巴掌还没挨到陆瑶的脸上，那粗糙的手指只堪堪碰到了她耳边一缕发。陆瑶忽然踢了一脚桌边的板凳，恰好打在许嬷嬷的膝盖上，双腿都失去了知觉一般。下一刻人就立刻给绊得翻仰在地，摔了个四脚朝天。许嬷嬷怒火中烧啊，看见陆瑶还气定神闲地从茶盘里翻出一个茶杯放在了面前，她立马就从地上囫囵爬起来，恨不得立刻就撕了这人。许嬷嬷早就在袖管里藏好了一块碎瓷片，哪管3七21啊，抓着瓷片就扑过去想摁住他的头。就算郡主不交给他这任务，今天他也必须要撕烂他的脸。陆瑶坐在凳上，神色云淡风轻，微微歪头拔下了发间的一根不怎么起眼的黑色簪子，粘在他素白的手指间。面对许嬷嬷像头熊一样凶神恶煞的扑来，他随手以簪往杯子上敲击一下，那声音端的是清脆，那尾音听似绵软，却像能钻入人脑一般，在许嬷嬷脑中轰然一现。许嬷嬷被那声音钻的脑子都空白了一瞬，紧接着便是整个脑仁发紧。她恶狠狠地瞪着陆瑶，扬起手里的瓷片就朝她的脸划下去。陆瑶骨节分明的手指异常灵活，又信手拈来敲击2-3声，音调不同，却自成旋律，全往许嬷嬷耳朵里钻，霎时撑得她脑仁快要炸开。那种被刺激过后的晕眩疼痛感袭来，许嬷嬷哪还顾得上收拾陆瑶啊，整个人都委蹲在地，双手抱头，难受恶心的差点吐出来。许嬷嬷喘着粗气儿，又惊又怕，更多的是怨恨。她眼看陆瑶，只见他端坐在桌前，坐姿纤直，头上随意挽了个半髻，脑后乌发铺垂至腰际，别有一番无法言喻的淡然气度。灯火下那张侧脸十分的平静，却莫名给许嬷嬷一种胆战心惊之感。你究竟给我使了什么妖法？你管这叫妖法？说着他手指一转，捏着发簪在音调前后不同的敲了2下，许嬷嬷感觉到直敲到了自己脑仁上，让她一紧一抽，露出煎熬的神色。许嬷嬷受不了了，蹲在地上呻吟：别敲了，你别敲了。陆瑶又拿了2个杯子，直接倒扣在面前，3个寻常瓷杯，她支着下巴，手里发簪慵懒的敲击，声音有轻有重，有高有低，听得许嬷嬷痛苦的直求饶。陆瑶拿着许嬷嬷的话闲淡道：这样吧，你要是吃下这碗东西，我姑且就饶了你。许嬷嬷起初不肯，可后来撑不住啊，还是不得不端起那碗来，横下心往嘴里刨。刚吃第一口他就吐了，那酸馊的臭味儿混杂着他自己唾沫的腥臭，简直让他恶心到爆。不要浪费，他吐出来又不得不吃下去，最后硬是一边作呕一边将那碗东西给生生咽了。许嬷嬷狼狈地逃出院子，大喊大叫：救命啊！救命啊！那个人要杀我！陆瑶收了簪子，信手插回了发间。他刚一起身，转头去扶地上歪倒的椅凳，桌上就传来磁裂的声音。
3个他方才敲击的或翻过来或倒扣着的杯子全都应声而裂。这相府的瓷器不经整啊！那厢许嬷嬷跑出去了以后，许是怕了，当晚一晚都没敢回来。第二天一早，相府的后院就率先被一道惊呼打破了宁静。有人淹死了！那后院的池塘内飘着一具尸体，粗布衣服浮在水中，像是一只肥硕的花蘑菇。下人们手忙脚乱地把尸体打捞起来一看，不由震惊道：是许嬷嬷！许嬷嬷不声不响的就淹死了。相府里闹出了人命，很快陆瑶就又和苏怀见面了。他好像难得抽空出来听一听事件的始末。陆瑶不由得怀疑，正因为情况对他不利，他才这么有空。有下人说道：许嬷嬷平时也没有和谁结仇，唯有昨天陆姑娘与许嬷嬷闹得很不愉快。许嬷嬷说陆姑娘偷了郡主玉佩，可事实上玉佩是从许嬷嬷房间里搜出来的。玉佩碎了，许嬷嬷说不是她弄碎的，她说是陆姑娘弄碎的。这些下人你一言我一语，就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全盘托出。苏怀坐在太师椅上，一身青袍，一根玉簪，挽了黑发。陆瑶不得不承认很素，但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素得自成一抹风景。他一边品茶一边听，像听戏似的，手里拨着杯盏，那手指过分修长分明，有文人的风骨，但又没文人的文弱气。昨晚许嬷嬷从院里跑出来的时候就大喊着。苏怀等了等，没下文了，不由掀起眼帘，不温不火地看了一眼那个下人。下人立马一个机灵，连忙继续道来：许嬷嬷大喊着陆姑娘要杀她，我们好些人都听见了。出来作证的又有好几个下人，陆瑶一下子就成了最佳嫌疑人。苏怀又看向陆瑶：你有什么说的？许嬷嬷淹死与我没有关系。你的意思是他们都在撒谎啊？他们说的是真的，也不能证明我是凶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还真没有。昨晚他除了许嬷嬷就没再见过任何人，所以没人能给他做不在场证明。不等他还在说什么，苏怀还很忙，也就不在这浪费时间了。他牵了牵衣角，起身往外走，用最温和的声音说道：先把他关进柴房里，等有了定论再处置。陆瑶揉了揉额头说道：相爷，一罪从无吧。苏怀顿了顿脚，打量他时眼尾若有若无地往上挑着。陆瑶莫名觉得他此刻心情不错，他徐徐道：在我这里是一罪从有，希望你懂。说着就对厅外招招手指，立刻进来2名随从，他慢条斯理地吩咐：把他弄下去。于是都没有陆瑶再辩解一下的余地，2名随从左右各一边架着他，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脚都没动就被连拽带拖的架出了厅门。他看见苏怀就站在门口好整以暇地看着，他心里应该是爽翻了吧。陆瑶转头又看了看架着他的其中1名随从，正是建征，说道：昨天我给的药都喂狗了吗？建征顿了顿，昨天那药他试了一下，没想到药效非凡，仅用了1个晚上，今早起来他背上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痛觉了。他对水一照，嘿，竟连淤痕都消失不见了。药是好药，不过一码归一码。建征还是一脸的刚正不阿。主子吩咐不能不从，陆姑娘得罪了。哼，说他是狗腿子还真是非浪得虚名啊。最后陆瑶被推进了柴房里，门外面落了锁，脚步声渐远，才算是清静了。这厢清月郡主得知从相府传来的消息时还震惊了一下。你说许嬷嬷死了？是呢，听说是淹死的，今早才发现她尸体正泡在池塘里。现在相府是个什么情况？我义兄怎么处置此事的？苏相的未婚妻好像是第一嫌疑人，人已经被苏相给关进柴房了，等候发落。清月郡主闻言心里不由得一阵痛快，就算他收拾不了那个陆瑶，也有的是人不会让他好过的。以为这宰相夫人是那么好当的吗？也得看看别人答应不答应。陆瑶在柴房里被关了1天，看了眼那冷饭冷菜的，感觉还好，起码没馊，但他也没动。他靠坐在墙边闭目养神，饭点的时候从怀里取出一枚药丸子，悠悠然含进了嘴里。他算是想明白了，难怪这奸佞未婚夫轻轻松松就认了他这个未婚妻啊，感情是牛鬼蛇神都在这后宅等着他了。他就是想看看自己怎么死，顺便再送他一程。
待到傍晚将近入夜时分的时候，柴房的门又松动了，而后吱呀一声打开了。陆瑶抬头一看，见一个小脑袋瓜凑进门缝里，与他四目相对。那是个稚嫩的小男孩，惊奇道：“哦，怎么柴房里还关着个人？那你要不要放我出去啊？”小男孩一脸正义：“你肯定是犯了错才被关在这里的，我才不会放走坏人。”陆瑶贤德跟他聊天：“那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是来抱柴火的。”说着他就进了柴房里面来。陆瑶动了动鼻子，不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麝香。他看着这小孩的穿着，一身布衣，不像是主子，身上怎么会带有麝香呢？他进来以后，避免跟陆瑶这个坏人交谈，一心一意的去角落里抱木柴。可他刚起好了几块，弯身去抱，这时有人影从柴房门外经过，随手就把门拉过来，从外面扣上了。他和小男孩都没来得及阻止柴房门合上，小男孩连忙跑到门口去拉拽，只是他使出浑身力气都拉拽不开，急得一边拍门一边大叫，可外面就是没人理。这下好了，你和我一起被关在这里了。小男孩回头看他，急得满脑门上都是汗，似乎很害怕，继续使力去拉门。他气息急促，越来越急，后来有些提不上气儿，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随之他哪儿还有力气扒门呢，整个人缓缓地蹲到了地上去，缩成了一小团儿。陆瑶见状不太对劲儿啊，动了动身站起来，走过去一瞧，只见小孩倒在地上，两手扒着衣领，异常艰难地喘着，发出小兽般绝望的气喘声。这小破孩居然有哮喘，那他怎么还随身带有麝香啊？那玩意儿本身就会刺激到他，再加上他一着急，这发病的概率是10之8九。陆瑶立马动手将小孩翻过来，让他感到顺畅一些。可他衣上松敞之后，立马就有一样小东西掉落了出来。陆瑶一看，是个香囊，麝香香囊。陆瑶从自己的荷包里取出一枚药丸来，捏着他的嘴给他喂一下，心里不由思量，这小破孩来的怕是蹊跷。陆瑶看他脸都憋紫了，如若无人及时救治，恐怕只有死路一条。许嬷嬷的事儿还没个定论呢，就又来一条小命，是想直接把他送到阎王殿吗？这后宅啊，果然是牛鬼蛇神多得很呢。只不过这下套的人估计也料不到他专跟阎王殿抢人呢。陆瑶剥了这小孩的上衣，屈指以指节按压他胸膛上的相应穴位，又把他翻了个面，扣他后背上的穴位，他疼得扭来扭去的，冷汗都下来了。可同时那股喘不过气儿来的劲头也慢慢的过去了。家俊，你在这里吗？他不是来帮忙捡柴了吗？快去柴房看看他在不在啊。结果当一群找来的人打开柴房的门一看，就见小孩赤着上半身，在他的后背上都是掐拧出来的淤痕，而坐在旁边的陆瑶俨然才刚收手的样子，冲陆瑶扑过来又撕又打，厉声道：他还是个孩子，你怎么下得去手？我要杀了你，你这个蛇蝎心肠的贱人！还有气儿，赶紧送去请大夫吧。要是我儿有个3长2短，我定要你偿命！几个嬷嬷看陆瑶的眼神都十分的冰冷且厌恶。你害死一个许嬷嬷还不够，竟然还把魔爪伸向了孩子。相爷怎么会有你这般恶毒的未婚妻呀？相爷对家眷一直很好，这下证据确凿，看你还这么狡辩。这厢苏怀入夜后才回家来，遇到了下人领了大夫进门。谁请大夫？家俊在柴房出了事儿，马氏找到他时听说陆姑娘已经将他掐得满身青紫，晕死了过去。要是再晚些时候，怕是没救了。让大夫先尽全力救醒家俊。下人就带着大夫赶紧去了。然后建征开口说道：陆姑娘初来乍到，与家俊无冤无仇，理应……话没说完，苏怀侧目看他，不喜不怒，却端得让他心底一寒。你在帮他说话？属下不敢。天一早，家俊总算才是迷迷糊糊的醒了过来，马氏立马就带他去前厅苏怀那儿，跪下便哭诉道：家俊是老张家唯一的独苗了，可昨夜险些被害死，还请相爷替我做主。苏怀吩咐建征去把他带过来。主子要见你。陆瑶睁眼睨了睨他，这是要跟我秋后算账了？你既知道还敢那么做？随后陆瑶跟着他一起出柴房往前边去。建征看了看他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由又道：家俊的父亲是相府里的人，当初为救相爷而死，相爷对家俊母子便格外厚待，
你真伤了家俊，相爷可饶不了你。陆瑶也不辩驳什么。到了厅前，陆瑶抬头看见苏怀坐在太师椅上，他今日着一身胡色衣衫，黑发如墨。他低眉间茶盏里袅袅茶气上浮，衬得那双微垂的眼满是柔情。马氏领着昨日那个小孩站在一旁，小不孩脸色还是很苍白，但歇了一晚以后精神头不错，看见陆瑶进来，小孩眼神闪烁，有些害怕他的样子。马氏哄着小孩，恨恨瞪着陆瑶，安抚道：家俊莫怕，相爷定会为你讨回公道。苏怀闲闲看了一眼陆瑶，说道：听说昨晚你又惹出了事儿。我说我不是惹是生非的类型，你肯定又不信。家俊，你别怕，昨晚他怎么对的你，都跟相爷说来。家俊看了看陆瑶，他掐我了，不准我动，把我掐得好疼。马氏怒不可遏地质问陆瑶：你听见了吧？还有什么可说的？可家俊顿了顿，又说道：我喘不过气，疼了以后好像就喘过气了。什么喘不过气啊？娘发现你的时候，他都把你掐得背过气儿去了。我被关在柴房里了，一着急就喘不上来了，然后他就掐我，他还不准我动，好凶。家俊有哮喘的事儿在相府里不是秘密，听他这么说，昨晚在柴房里他应该是恰好碰到哮喘发作了。马氏又道：家俊，你别撒谎，他把你伤成这样，可是想害你啊。苏怀看着小孩，眼神温和，可小孩手足无措，显然更怕他。他掐你，让你喘上来了？家俊哪敢撒谎呀，老实的点点头。随后大夫来给家俊复诊，昨晚在不知家俊有哮喘的情况下，看见他身上的部分淤青，说下手的人也忒狠了一些。而今听说家俊有哮喘之后，再一看全貌，方才反应过来，这些淤青的分布部位正好就是各处穴道，便说道：孩子淤青的地方正好是平喘顺气的穴位处，无甚大的损伤，只是孩子皮肤比较细嫩，留下了痕迹而已。这下事情大致理清楚了，大家这才意识到陆瑶不是要害家俊，相反他还在关键时候救了他。这是小孩昨天落下的香囊，是他的吗？这个不是他的，你哪来的？我在花园里玩的时候捡的。既然是捡的，真要是有些人要落下，必也不会自己来认领。且香囊的料子也不是普通的布料，这府里的下人怎么会有啊？能有的也只有座上那位主，闹来闹去，最后错把恩人当仇人了。相爷在上，陆姑娘，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陆姑娘救了我儿，先前却造成误会，我在这里给陆姑娘赔礼道歉。陆瑶见他态度转变，便也没扭着不放。苏怀听了一阵，神色寥寥，挥挥手又让剑征把陆瑶带回柴房里关着了。毕竟家俊的事情是说清楚了，那还有许嬷嬷的命没说清楚呢。在去柴房的路上，陆瑶叹道：唉，你们主子似乎对这个结果有点失望嘛。剑征不否认：失望肯定是有点失望，陆姑娘运气挺好。没想到下午的时候，下人就到柴房里把陆瑶放出来了。凶手找到了？还没有，但马大娘给陆姑娘做了证。随后陆瑶才得知，这马氏到苏怀面前给他作证，说那天半夜在后厨那边遇到了许嬷嬷，是在后厨歇的，根本就没回这院里。如此，陆瑶那晚也就没太可能和许嬷嬷有接触。如果非要怀疑他是凶手的话，那这相府里其他人都有可能是凶手。推门一进房，扫一眼房里就知道少了些什么。正逢马氏到他院里来，陆瑶便问他：我行李呢？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帮你问问其他人。一问其他下人，打从他被关进柴房以后都没有进过这院子，除了相爷身边的随从剑征。眼下相爷出府了，剑征必然也不在，还是等他们回来了再去问问剑征吧。我这人有恩必报，陆姑娘救了我儿子，不嫌弃的话，以后就由我在姑娘院里服侍。陆瑶一直等到晚上，苏怀才回来。他找去了苏怀的院子里，被剑征拦下。剑征面无表情：陆姑娘到这里来干什么？拿了我的东西，还问我来干什么？剑征默了默，算是默认了，然后引他到苏怀的书房门口。剑征正要禀话，坐在桌前审阅文书的苏怀头也不抬，不温不火的先悠悠开口说道：你拿了他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他的行李包袱。苏怀掀了掀眼皮儿，看他一眼：你还有这癖好啊？剑征硬着头皮说道：是主子前些日让属下拿来看看的。他又不是变态，没主子吩咐，他干那事做甚？只不过苏怀贵人事儿多，显然是不太记得了。有这事儿？
建章耿直的点了点头。属下拿来的时候，主子正忙，就让撂一边，没顾得上看。陆瑶看着建章，又看看苏怀，那神情仿佛在说：“你们是畜生吗？”苏怀闲适的往座椅靠背上靠了靠，说道：“那包袱呢？”建章摸了摸鼻子，应该是在坐榻角落里。去找来。片刻，陆瑶抽了抽眼角，果真看见建章在个犄角旮旯里找出了他的包袱，他还顺手拍了拍上面的尘土。陆瑶伸手要去接，结果这狗腿子真狗啊，悠悠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头就把他的包袱拿去了苏怀面前，盛在他桌上，并且打开摊在了他眼皮子底下了。只见那包袱里面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陆瑶的几身换洗衣裳。苏怀瞧了一眼，然后顺手拿了笔山上搁着的笔杆子，将他的衣服一件件挑开，试图想找出点其他什么他感兴趣的东西。结果除了衣服还是衣服。当他笔杆子上挑着他一件里衣肚兜的时候，他一脸平常，陆瑶则一脸麻木。呸！忒不要脸的狗东西！苏怀冷不防看他一眼，眼神温煦，却异常直击人心。你在骂我？你觉得我在骂你吗？我真要是在骂你，那你有没有想为什么要骂你啊？苏怀徐徐放下他那件肚兜，确实没什么别的可看了，就懒得再多看一眼，淡淡吩咐建章：“拿走。”建章听命上前收走包袱。以前他没收捡过女人的衣物，而且托他主子的福，还被迫看见了女人的贴身衣物，他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了。平时他干事都挺利落稳妥的，可眼下这会儿毛手毛脚的，结果一个脚没提好，他刚把包袱拿上手就漏了，然后女人的衣服便窸窸窣窣的掉出来，掉了苏怀满桌，将那桌上的文书折子都给淹没了下去。那方才苏怀用笔杆子挑过的一抹肚兜，就直拉拉的横沉在苏怀眼下。这主仆二人就是畜生吧？建章一丝不苟的请罪：“属下大意，请主子责罚。”我的包袱是跟你没有仇？苏怀看了眼自己狼藉的桌面：“我还没有不满，你很不满啊？”被偷窥隐私的人是我。苏怀一听，一脸常态：“我只是看见，不叫偷窥。”是，他是光明正大的看，哪有半分偷偷摸摸的心态啊？能像他这么理直气壮的，是得多厚的脸皮啊？奸佞都这么不要脸的吗？紧接着陆瑶就发现他低看他了，他还有更不要脸的，手指捻了捻。陆瑶的眉头就跳了跳。苏怀评价：“料子不错。”“不错你个头！我劝你放下。民间说法，摸了女人的贴身衣物，通常会倒大霉。”苏怀不仅不听劝，他还慢条斯理地将他的肚兜对叠起来，一块块叠，那手指在淡藕色的肚兜映衬下显得洁白又修长。他手指绕转其间，最后将他的肚兜叠成了巴掌大点的小可爱。看见陆瑶脸都绿了，他心情比较不错。“你我很快就是夫妻，不必这么见外。我想看看我能怎么倒霉。”陆瑶快步上前，迅速扫过桌上的衣物塞进包袱里，就一把从他手上夺过肚兜，看了眼主仆二人：“你们俩不是变态，就是脑子有大坑吧？”县长闻言心想，他这不是废话吗？主子变态又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了，这事儿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说罢，陆瑶转身就走。就在他将踏出门口，苏怀的声音分外柔和的传来：“家俊哮喘犯了，你会治哮喘？”陆瑶脚下停也未停，以前乡里有人得过这病，碰巧看见郭大夫怎么弄的罢了。转眼他就走出了院子。苏怀手里空了，他捻了捻手指，方才继续捡了桌上的文书来看。看了一会儿，苏怀忽然出声道：“现在手抖的连包袱都拿不稳了是吗？那我留你还有什么用？”处在一旁像个木头人的建章一听，头皮发麻的解释道：“主子明察，方才只是个意外。”“换个人来伺候。”“是。”陆瑶拿着包袱回到院里，看了眼自己这临时的2身换洗衣服，方才那可都在苏怀手上过了个遍啊，尤其是被他叠成了巴掌方块的肚兜，显得格外刺眼。他又不能丢，因为暂时没别的衣裳了，最后只能黑着脸丢进盆里，打算全部清洗一遍。隔日，整个相府上下都倍感震惊，因为相府让府里的人开始准备他和陆瑶的婚事了，先定下一个婚期。原以为相爷是不待见陆姑娘的，压根不可能会娶她。这下好了，
这个乡下来的女子竟真的要摇身一变，变成府里的主母夫人了。一时间，陆瑶的院里就变得十分的热闹，下人们也一改先前冷漠的态度，对陆瑶相当的殷勤。陆瑶反正是有点后悔的，早知道这个相府后宅里这么多事儿，他在来认领这个未婚夫之前一定仔细斟酌。可现在的情况是，任凭苏怀心血来潮，他要是高兴，今天明天就能跟你把婚给结了；他要是不高兴，先送你去柴房凉快几天。马氏问他有什么要求，陆瑶首先就不客气地提出了给他重新裁2身礼衣。以前的肚兜则被他当废布扔了。苏怀动作搞得快，把订婚的日子就定在10日之后。消息很快散布了出去，陆瑶相当吃惊，搞得好像他就是个迫不及待娶未婚妻的痴情种似的。他是吗？他是个屁！这日苏怀又是入夜后才归，陆瑶在前院里溜达，他一进家门就给陆瑶撞上了。檐下灯火朦胧，他一身墨色衣袍，身影修长挺俊，眉眼五官也些许朦胧，但极有辨识度。尤其是看陆瑶的那眼神儿，还有钩子，眉尾上挑，美得近腰。特意来堵我，却离我这么远。陆瑶离他有2丈的距离，但他不觉得这个距离远，恰好是安全距离。听说你我的订婚期在10日后。苏怀扶完袖摆，抬起头来反问道：惊喜吗？是不是有点赶啊？我不着急，这事儿完全可以从长再议。我着急？你急什么？当然是着急将你娶进门，好名正言顺的做我的夫人。我甚至有些等不及跟你做夫妻了。再聊下去，苏怀能把他俩根本不存在的感情聊得情比金坚，海枯石烂，信不信啊？陆瑶心头发毛，相爷对谁都如此浪荡的吗？苏怀面如和煦，闲聊般的说道：当然不是，不是谁都敢上门说是我的未婚妻的。苏怀边说着边抬脚一步步的朝他走来，那身上的气息一丝丝的飘进陆瑶的嗅觉里。陆瑶很识时务的往后退了退，随后转头就走了，这话题也不了了之，跟他根本就没法聊。苏怀住了住脚步，风平浪静的看着陆瑶的背影道：这就走了？陆瑶脚下走得更快了一些，不走留下来宵夜呢。他走后，苏怀才往自己的后院回，管家小心请示：相爷吃过了吗？晚饭送我院里来。他走到花园小径上，随口问身边的随从：方才说到哪了？随从恭敬的低声回答：吾回门已暗中聚集在京，想必是在等时机对主子下手。把这时机送给他们。陆瑶发现苏怀身边的狗腿子换了，不是建征了。这2天过来走动的又变成了另外一个冷面小生。陆瑶问起他才得知他叫建双。建征呢？怎么不是他在你们相爷跟前伺候了？他在受罚。什么罚要受这好几天呢？去马厩挑大粪。建双过来送完东西就走了。陆瑶一时有点好奇，又多问了一句：建征犯了什么错？听说是手抖。这厢建征挑了几天大粪后回来，正走着，忽然听见有人吹口哨。他转头一看，陆瑶站在那边树荫下，隔着10里8里都能闻到你身上的马粪味。建征脸一黑，也不看看是谁害的，他大步往前走。与其操心别人，陆姑娘不如好好操心操心你自己。你主子果然不是真的想结婚，不然他应该操心自己吗？他应该高枕无忧才对。陆瑶心想，那坚宁要真想结婚，直接结便是，还订婚做甚啊？这么一想，他居然感觉到莫名的踏实。10天的时间眨眼就过，该派的请帖也已经派出去了。消息传出以后，全城都感到十分震惊。这把持朝野的宰相居然要定亲了，对方什么来头？哪家闺秀啊？有何本事啊？就能把苏怀那样的人收入囊中，也不怕降不住吗？这厢清月郡主收到相府的请帖之后，气得脸都绿了。那个女人她凭什么？义兄竟真要与她定亲？订婚宴前夕，婆子送来了给陆瑶量身定做的一身裙裳和一副首饰头面。陆瑶看了2眼就过了。随之他路过花园，却听几个婆子聚在一处唠闲嗑。今日送衣裳首饰过去，他眼睛都看直了。那能不吗？估计他这辈子都没穿戴过这么精致的衣裳首饰了。
也不知道相爷究竟是哪点瞧上了他。马氏跟在陆瑶身边，闻言正要呵斥那群碎嘴的婆子，陆瑶止住了他。婆子们继续聊道：那清月郡主啊，难道不比他有才有貌，还出身高贵吗？陆瑶走到他们身后，脚下真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忽然就接了话茬道：可不是吗？要不你们去劝劝相爷，跟清月郡主订婚得了。婆子们一听，回头看见一脸诚恳建议的陆瑶时都傻眼了，连忙起身赔罪。陆瑶坐在他们方才坐的长椅上说道：我也很纳闷，你们相爷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呀？总不能是少水吧？相爷深谋远虑，他与陆姑娘订婚必有他的考虑。这天一早，马氏就叫了嬷嬷丫鬟来给陆瑶梳妆打扮。陆瑶终于换下了她那身寻常普通的衣服，她抬眸时眉是眉，眼是眼，尤其是那双桃花眼，风华流转，竟让打扮的嬷嬷和丫鬟看愣了去。原以为她一个乡女穿上这般华贵的衣衫，也只是学个不伦不类的模样，却没想到这身裙长穿在她的身上完全不显违和。她腰身纤细窈窕，红衣黑发，清绝艳丽。之前那些暗里有些瞧不起等着看笑话的府里下人们哪儿还敢说什么呀？前院宾客们已经很多了。这时马氏匆忙跑进房里来，对陆瑶说道：姑娘，相爷来接你了。陆瑶眉头跳了跳。陆瑶走至房门口，一抬眼果真看见苏怀正站在院里等。他今日一身紫糖色衣袍，衣襟交叠整齐，纹丝不乱，又修长挺立，留给陆瑶一抹侧影。虽然看起来平易近人，整个人却散发着一种禁欲气息，就好像谁碰了他就是罪大恶极。苏怀眼尾的目光扫到陆瑶，徐徐转头看去，温煦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片刻。陆瑶想，他这张脸大概是老天爷最得意的杰作了。苏怀看着他，眼神深浅不定，只略略动了动眉梢，说道：过来。之前陆瑶都是有多远避他多远，不过今天日子特殊，可能由不得他离他2丈的安全距离了。陆瑶闻言便大大方方地朝他走过去了，还没走近，就见苏怀忽然皱了一下眉头。陆瑶心里瞬间觉得很爽，不过他也只是爽了一下下，因为下一刻苏怀若无其事地牵了他的手。陆瑶暗暗使力正了正，他情深意重似的握得很紧。一定要弄这么香啊？你闻不惯吗？我觉得挺好闻的。幸亏他早有准备啊，配了个浓郁的香料，整个嗅觉里都是这馥郁的香气，闻得有些麻木，但能极好的克住苏怀身上的气息，总比闻到他那股子芳烈味道上头的好。陆瑶心下不乱，反应也极快，他毫不犹豫地顺势往他怀里倒去，整个人惊吓过度又柔弱无力似的直接趴在了苏怀腿上，然后那刀又是直喇喇的冲着苏怀来的。这刀干脆快点定死他吧。眼看着刀锋逼至眼前，苏怀只得单手拿住桌沿，极其利落的往上一掀，顿时杯盘哗啦啦碎了一地，而那锋利的刀也铮的一下定在了被他掀起的桌面上。周遭回过神来，惊慌呼叫不已。陆瑶正抬起头，正对上苏怀垂下来的黑眸，他眸底深浅不定。苏怀的随从拔剑就上前阻杀，一时间原本热闹喜庆的场面真是满地狼藉，惊心动魄呀。不管是朝中大臣还是女眷们，见了满地的血色，吓得抱头鼠窜。女眷们边躲边尖声惊叫。这种时候，陆瑶当然是慌慌张张的往一边躲，顺便看看这奸佞怎么被杀的。只不过通常都是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而且这王八还相当能打。那些杀手只取他性命，结果呢，却没有一个能沾到他身的。他身边的剑征剑霜带着一些随从，在堂上杀得个鲜血淋漓，一个个下手狠辣，都是狠人。陆瑶微眯之眼，看着苏怀那杀人的光景，他没有显露出他的全部身手，但绝对是个高手。他那只白皙的手染了鲜血，分外的妖冶，握住敌人的剑柄，反肘割破敌人喉管时，云淡风轻的就像割白菜一般。这些杀手也非等闲之辈，观其功夫招法，应该是江湖上排第2的杀手组织无回门，派来的恐怕也都是顶尖的杀手。只可惜对付苏怀还是弱了一截儿。
想当初这杀手组织取无回门这个名字的时候，陆遥就觉得不太吉利。虽然他们的宗旨是把目标送上黄泉路有去无回，但容易有歧义，搞不好他们自己也有来无回呢。眼下可不就是这样吗？估摸着杀手自己也觉得今天的行动不太顺当，再杀下去估计要玩完。这时杀手头目瞥见陆遥正站在一旁观摩，他不是苏怀的未婚妻吗？于是当即掠过来擒他，冰冷的刀刃横在他的脖前，推着他从帷幕后面出来。你以为擒着了我能让他心软不成？那是你没看见，方才他还拿我挡刀呢。杀手头目显然不信了，不想他死的就束手就擒。陆遥心想，这头目脑子怕是不怎么好使，他凭什么就认为苏怀就能为了他束手就擒呢？今日跟他定亲不就是用来钓鱼的饵吗？钓的就是这群笨鱼。苏怀将弄死个杀手，回过头来淡淡看了陆遥一眼，又置若罔闻的去弄死下一个杀手。陆遥就对杀手头目说道，杀人不杀无辜，西无侠不是这么教你们的吗？此话一出，那杀手头目微微一震，这世上知道他无回门门主真名的寥寥无几，并且知道门主真名的都是对门主而言重要之人，这人无回门上下绝对伤他不得。陆遥看向苏怀，又悠悠地与杀手头目说道，你看，你们这么多人都找不到他的死穴，他功夫虽好，可右手动作比左手慢，以前至少右臂至肩肋受过重创，那才是他的死穴。要是你试过搞不定他，那就往中庭跑，中庭湖塘底下的暗水口可通往外面。杀手头目一时惊疑不定，陆遥侧目瞥了瞥他，不信。话音一落，他冷不防的抬手把住他拿剑的手，以巧势推挪开横在脖前的剑，自己转瞬就脱离了他的钳制。那杀手头目知道再擒他也无用，而且他给他提供的信息，最后杀手头目还是干不掉苏怀，当机立断一剑斩了帷幕，扰人耳目，他自己转头就撤。苏怀手中拿着剑，转头就朝陆遥走来，他满身血气，明明面目温和，却给人一种阴晴不定的渗人感觉。正这时，突然一把剑从别的方向又射进了堂上来，不过这次不是冲着苏怀来的，而是冲着陆遥来的。陆遥似被苏怀这形容吓得腿软，倏而整个人软了下去，于是乎那剑就直直从他头顶上方咻的穿过。陆遥和苏怀也转头看出去，就看见一名别家随从模样的人站在侧廊下，那随从正想跑，苏怀手里的剑一剑将他钉在了廊柱上，鲜血顺着流了一地。青叶郡主站在不远处看见了，脸色煞白，他原打算趁着场面混乱误杀了那个贱人的，这下苏怀手里没有凶器了，陆遥觉得自己也踏实了一些。苏怀站在他面前，陆遥仰头望着他说道，你还好吗？苏怀弯下身来，那满身腥甜的气息端的是俊狂。你蹲得很及时。我腿软。我不信。说罢，苏怀便一手将他拽了起来，陆遥顺势就抱住了他的腰，这满堂浓烈的血气将他本身的气息都掩盖下去了，那陆遥也无需顾忌什么，毕竟是他的未婚夫，情深意重谁不会呢？你没事就好，方才我差点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苏怀也从没被哪个女子这样抱过，可陆遥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他。苏怀一手握住陆遥的肩膀，微微低头在他耳边温声道，你跟我说说，方才那人刀都架在你脖子上了，为何又放了你？他可能是看拿我威胁你不起作用吧，实际上也确实不起作用。你不愿与我订婚就罢了，我看这婚约就算了吧。怎么不愿啊？我不仅要跟你订婚，还要跟你结婚呢。苏怀看了眼廊柱上钉着的尸体，问花容失色的青叶郡主，是你的人吗？青叶郡主摇头，在他的视线下又凌乱的点头，颤声道，医生，跟我没关系，我是叫他来帮你。你差点伤了你的义嫂。苏怀给陆遥扣下一向拉仇恨的帽子，陆遥又把帽子给他扣回去。我没事，伤的是你义兄的人。最后这场订婚宴惨烈收场，先前那些女眷们还或鄙夷或嫉妒陆遥这个乡女居然能当相府夫人，现在那是一点都不羡慕嫉妒了。相府夫人风险太大了，能活多久都不一定呢。那他跑了。跑了？他跳了湖，没再出来。属下派人搜湖，发现他从底下活水口逃走了。这湖挖的讲究，引的是山间活水来，活水泉眼不小，那相应的出水口必然不能小。只要顺着水流，
不需要游出去也会被水流给冲出去。搞半天死了些小喽啰，这头目却给放跑了。苏怀不高兴，建征也知道这次疏忽犯了大错，原本想借此机会把无回门给拉出来灭掉的，那个头目得活捉，可现在人跑了，没处捉去。属下失职，请主子责罚。想开些，你人没事儿，他们死的还挺多的。苏怀看向陆遥，他们没死绝，你叫我如何想开？至少得弄清楚我的命在他们手里值多少钱。陆遥心里想着，这些身在高位的权臣奸佞有时候就是这么刁钻，自己什么身价他心里没点数吗？建征一时半会儿也无暇受罚了，苏怀一吩咐，他就赶紧带着人出府去继续追。你似乎没怎么吓到。我吓到了。那怎么没像他们那样呕吐哭泣？一定要那个样子才算被吓到吗？在乡下的时候时常杀鸡杀鸭，对血有些习惯，我就当他们是死鸡死鸭了。苏怀看了他片刻，不置可否，还是转身离开了。陆遥回到自己院里，换下衣裳，洗去不小心溅到的血迹，而后在房里补了个觉。到晚上的时候，马氏跑来告诉他，姑娘，相爷回来了，让你过去一起用晚饭呢。今日经历了这么惊心动魄的事儿，我到现在还有些心有余悸，吃不下，一会儿过去，万一你们相爷看见我惊魂未定的样子，也影响到他的胃口，那就不好了。这样吧，你就去跟他说，我受惊过度，正在休息，不能去用晚饭了。那行，跟相爷说姑娘不适，相爷定能理解。马氏说着转头就去。陆遥又说道，另外叫人送几样晚饭到这里来就行。姑娘不是说吃不下吗？可是身体要紧，我得吃。马氏出来便吩咐下人备晚饭送到这里来，他自己则去前边厅上回话。家俊在院子里玩耍，看见有人送晚饭过来，他也就探进半个脑袋往门里瞧。陆遥摆着碗筷，要不要进来一起吃啊？家俊咽咽口水，老实道，可我不能跟姑娘一起吃。他袭他娘，唤陆遥一声姑娘，听起来稚嫩又天真。姑娘邀请你，你也不来。家俊实在有些眼馋，嗫嚅了一下。那邀请我不来的话，就是不礼貌。陆遥笑了笑，于是两人在房里一起吃晚饭。这厢马氏到得苏怀跟前儿，将陆遥的话传给苏怀。苏怀徐徐道，你说他受了惊，吃不下。随之马氏回到院里，见家俊跟陆遥一起吃，还不及说什么，陆遥说道，我请他吃的。谢姑娘垂爱，我跟相爷说了，相爷体恤姑娘受惊，让姑娘好生休息。你们相爷真是善解人意。还有，相爷让先告诉姑娘一个好消息，给姑娘压压惊，也让姑娘高兴高兴，姑娘就能吃得下了。什么好消息啊？相爷说10天以后要跟姑娘成亲，到时候姑娘可就是咱们相府真正的主母夫人了。看来相爷对姑娘当真是与众不同，我在这里这么多年，可从来没见相爷想娶谁进门的。这里就先恭喜姑娘了。那奸佞真的是想给他压压惊，让他高兴高兴吗？可这下陆遥是真的吃不下了，真是给他好大一个惊喜啊。10天来得及准备吗？只要相爷想，别说10天，5天都来得及准备。姑娘怎么不吃了？听着都饱了。于是当晚消息就在全府传开了，说是今天相府遭了刺客，相爷和陆姑娘共经患难，相爷因此十分感动，决定10天后举行婚礼。10天婚期很快临近，这些天苏怀似乎很忙，陆遥几乎没见到他人。想也知道，虽然他没能抓到无回门逃走的那个杀手头目，但以他的心胸，他能让那雇凶来杀他的那些人好过吗？这样一个树敌太多，别人一有机会就想干掉他的人，跟他结婚能有什么好呢？这几天陆遥常溜达到前院去，瞧见相府大门都有府卫把守，且个个训练有素，不似等闲之辈。这日将入夜以后，陆遥终于看见府门口没人把守了，门前点2盏灯，空荡荡的。他当即朝大门口走去。之前他就是自那扇门进来的，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好吧？这未婚夫风险太大，谁来领谁来领吧。他的行李包袱也不要了，
只要出了这扇门，他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眼看大门就在前面几步了，路遥边走边回头瞧了瞧，很好，并没有人发现他。然而当他前脚刚一跨出府门门口，突然一丝锋利的气味袭来，他心头一顿，来不及抽身，甫一回头就与人撞了个满怀。哪去？随便走走。这个时候出门走走，不是想跑吧？当然不是。你是怕我跑吗？你想出去走走，可以叫我陪你。还是别了。你不想我陪啊？你是大忙人，我不能耽误你的时间嘛。我自己一个人出去就行。让他陪，那出门不就是个靶子吗？仿佛在昭告天下，我出门了，还不快来杀我？你是我妻子，陪你不叫耽误时间，只是今天我乏了，改天吧。他都这么说了，那他今天还能走出这个大门吗？改天就改天吧。最终路遥出走失败。后面2天里，府门口一天12个时辰都有人把守着。这相府里不光有明卫，还有暗卫。他要是翻墙走，肯定第一时间就被逮回来。2天一过，就又是他跟苏怀的大喜之日了。姑娘着这身嫁裳，好生装扮起来，可丝毫不输京里那些名门闺秀。相爷真是慧眼识珠啊！姑娘没用早膳，饿了吧？我去后厨给姑娘拿些吃的过来。没多久便有脚步声进了院子里来，来的不是马氏。姑娘，请开一下门，我实在是腾不出手了。路遥起身，提了提这碍事的嫁裳裙摆，往门边走去。他将走到门口，伸手拿住门把，开门之际不由眉头轻轻一动，手下一微微顿了顿，随之还是开了门。结果打开门一看，门外哪有嬷嬷的身影啊？也只有一眼的功夫，突然一道粉末朝他迎面吹来。蒙汗药。路遥当即十分配合的眼皮一拉，身子一软，就倒了下去。紧接着一个麻袋往他头上一套，他被人抬起就匆匆出了院子。等路遥睁开眼时，眼前一片漆黑，而且空间十分狭窄。路遥就知道不会这么顺利，不过这正中路遥下怀呀。待在这箱子里可比出去跟苏怀拜堂成亲安全多了。等到前边临近拜堂吉时了，马氏和嬷嬷们回院里一瞧，才发现新娘子不见了。就知道一个乡下女哪有福气当得了宰相夫人。可苏怀不能就这么算了，毕竟不见的是他的新婚妻子。于是乎他当即下令全府上下搜寻路遥的下落。主子，所有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没有抬进府来的那些香笼还没有找过。医生，准一嫂不会是害怕了，所以不打声招呼就走了？何以见得？毕竟上次一嫂和义兄定亲之际，发生那样惊心动魄的事，一嫂是从偏远地方来的，没见过那些场面，被吓坏了也实属正常。香笼里的路遥配合着点点头，说得很有道理。他很爱我，不会走。真是无敌不要脸。我来看看他是不是躲在箱子里了。苏海走上侧廊，站在第一个香笼前，提着香扣打开了箱盖，里面是一些绫罗绸缎，他有些失望。没有。说罢又盖上，去开另一个。路遥在箱子里明显听见他的脚步声在一点点的靠近，他内心复杂。虽说他是被人用了蒙汗药绑进这箱子里的，可他居然一点都不想被苏怀给找到。光线一丝丝溢进香笼里，叫苏怀看清了里面的光景。只见姑娘一身嫁衣，火红的裙摆将箱底铺得艳烈，青丝堆在箱头，被捆了双手双脚，嘴里还塞着布团。四目相对，没有火花的碰撞，也没有情绪的交流，竟格外的平静。也没有。说罢他缓缓放下了箱盖，只是他完全盖住之前，好像看见路遥对自己翻了个白眼儿。把这个推在上面，腾个地儿。
没有吗？建征面无表情地往路遥箱子上面压了个箱子，这下他连透口气儿都困难了。此前说的比唱的好听啊，这坚宁根本就没想要娶她，只不过是有人不想让他娶，他便顺势借别人的手打发他而已。这种变态的心理，路遥大概能明白，就是他不能允许他自己出走，只能由他主动把自己处理掉。可能如清月所说，我准夫人是真的吓坏了，不告而别了。众宾客表示，又送了份贺礼来贺丞相结婚，结果喝了个寂寞，这婚又没结成，贺礼又白送了。要是还有第3次，还要不要脸了？终于有人又一次打开了箱盖，路遥总算得以长换一口气儿。没想到你这张脸还有几分姿色，你就是靠着这张脸去勾引我义兄的吗？只可惜你以为我义兄会对你高看一眼吗？他要是真的在乎你，方才他明明发现了你，为何却对你视若无睹呢？现在你知道了，义兄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本来清月郡主见苏怀发现了路遥，心里发虚，生怕苏怀追究到他头上，可结果苏怀根本就不在乎，他这是变相的把人交给他，随他处置了。这样一来，清月郡主心里就有底儿了。上次你让本郡主在义兄面前丢脸，本郡主原想着你这张脸也别想要了，但是本郡主现在觉得划烂你的脸倒是可惜了，我要把你卖去一个好地方。路遥眨眨眼，都是他在说，反正自己被堵着嘴又不能开口，便宜他了。知道是什么好地方吗？当然是男人成群的妓院，去了那里，你便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贱人。你用你这张脸这副身子去服侍无数的男人，不论是谁，只要有钱就能骑烂你。说的好像他很了解妓院似的，不过能把自己带出相府，路遥还是表示很谢谢他的。就把他卖去京里最大的妓楼，做个最下贱的妓女吧，卖来的银子给我买点心吃。妙妙，哥哥，你不是说还有2天才回来吗？怎么今天就回来了？今日不是苏怀的大喜之日，特地赶回来喝杯喜酒。喜酒怕是喝不成了。怎么？哥哥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一步。里面是什么？没什么，哥哥快去找义兄吧，我先走啦。骑马的男子回头看了眼清月的马车，方才驱马继续往前。马车在京城里最大的青楼门前停下，宝妈在大堂上等着，一口红色香子入脸。开个价。主子只有一个要求，让他接客。哎呦，到了我这里的姑娘，哪有不接客的？请你主子放心，定让他多多接客。这时，一直躺着的路遥缓缓坐起身来，他自己慢慢吞吞地解了手上绑的麻绳，揉了揉勒得发红的手腕。这会儿宝妈看清了路遥的整张脸，一时表情不定。哎呀，就给他2钱银子，拿回去给他主子买点心吃吧。宝妈还真就只给了侍卫2钱银子。既然你主子只有那一个要求，好说好说。你主子若是对这价钱不满意，再进来咱们商榷。清月郡主本以为怎么也得卖个3、5两的吧，没想到居然只有2钱，这点钱买点心都不够。不过转头想想，他也不是冲着钱来的，把那个贱人送进青楼的目的是达到了。回吧。招募馆里住楼上的一些姑娘听说今儿个进来一位新人，而且还只卖了2钱银子，姑娘们都纷纷出来凭栏而望，看看究竟是什么姑娘只值2钱银子。结果一看之下，只见楼下的红衣女既没缺胳膊少腿又没毁容的，明显是个上乘的姑娘。大家都纳闷了，怎么只值2钱银子呢？姑娘可会什么才艺？不才，会点音律。去，把我的琴拿来给他试试。
花魁在这楼里名叫阿汝，他发现宝妈似乎对这新来的姑娘格外的客气。姑娘试试，是把好琴。只是他连坐都没坐下，紧接着一道音律款款而出。路遥挑了挑眉，音律陡然变调，宝妈听的神色变了几变。楼上一些姑娘们却是越听越难受，赶紧回房去了。这咸鱼她就是如鱼得水。如何，还过得去吗？阿如，带姑娘去锦瑟院暂歇。不愧是招募馆的花魁啊，真是千娇百媚的一个人儿。姑娘随我来。路遥到锦瑟院安顿下来，很快宝妈就过来了，改了称呼，公子。正因为平时自己人这么称呼，故而外面很多人都不知他男女。宝妈极为周到，命人送来了和路遥申齿的新衣裳。师尊他老人家可还好？挺好，就是出门闲逛去了，我也几年没见到他了。那公子这趟到京都来，可是有什么吩咐啊？为何又落到了广宁侯府的人手里啊？说来话长，我要做的事儿你们都替不了，只有我自个儿来，且先在这里落脚，再从长计议吧。所以说他得感谢清月郡主啊，居然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误打误撞的顺利到了这儿。哦，对了，回头你替我留意一下进出这里的达官显贵，最常出入皇宫的那种。这个不难，公子放心，定替公子办妥。哎呀，咱们的琴平时可都是找经理最好的琴师调的，没想到公子调的比琴师更好。那可不嘛，行渊师尊的嫡传弟子，这一手音律，除了师尊本人，恐怕世上没人能胜得过。好了，都干自己的事儿去，别整天来搅扰公子。公子有兴致想给你们调琴的时候，你们再来。姑娘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这位公子极善音律，宝妈竟让他住进了锦瑟院，看样子是将他奉为座上宾了，又怎会让他出来接客呢？说起这广宁侯，在朝中就他与苏怀关系最好，所以苏怀才认了他的妹妹清月郡主做义妹。广宁侯回到家，越想越觉得清月郡主当日的举动可疑，后来就叫了他的侍卫来盘问，侍卫不敢隐瞒，全都招了。广宁侯冷着脸将清月郡主叫到跟前来，声色冷冽：徐淼，你是脑子坏掉了吗？哼，才回来就骂我，你到底是不是我哥？听说徐怀杀了你一个随从。是。那你还敢掳走他的新婚妻子，你是怎么想的？这也不能怪我，谁叫那乡巴佬屡次和我作对。还有啊，那天义兄本来发现他了，却当没发现，不就是不想娶她，要着他自生自灭吗？我只是帮义兄处理了一下碍眼的东西罢了。你还这么理直气壮？即便是他和你作对，你把人卖去青楼，不觉得太过分了吗？来人，带郡主回院里禁足1月，没我的准许，谁都不许放他出来。随即广宁侯就动身出门，亲自去了一趟樟木馆。樟木馆白天虽然不接待客人，但听说他要找宝妈也不能拦着呀。公子，你觉得我弹得怎么样？就见大堂左边有一些莺莺燕燕的姑娘围着一抹背影，她们对着那抹背影唤公子。可广宁侯又见那背影纤细，青丝及腰，分明是个女子啊。广宁侯匆匆走过，到大堂另一边见了宝妈，说明来意。后来宝妈到路遥这里来，广宁侯来了。这大白天的就来嫖了？不是，他是来找您的。找我？说是要给您赎身呢。他想赎我，也不能不满足他。这样吧，让他拿1000两黄金来赎。宝妈这就身姿摇曳的去回话了。方才问过姑娘了，她愿意被侯爷赎走，只是这价格多少？姑娘说得要1000两黄金。我没记错的话，他被送进来的时候才卖了2000银子。哎呦，侯爷，此一时彼一时嘛，姑娘自己开的价，这买卖双方也得讲求你情我愿，不是？广宁侯又不傻，这个价格开出来就是为了拒绝他的。想来也是，他妹妹把人家卖进了这儿来，他又来赎人，他肯定是害怕他，根本不相信他。要不侯爷看看其他姑娘要不要赎啊？你们让他接客了吗？那哪能啊，刚进楼的姑娘怎么也得一番教习培养，再公开竞价才能接待客人的。在竞价之前
最好不要强迫他做任何事。放心放心，侯爷既然吩咐了，那是肯定的。所以没多久，陆瑶就等来了第一次竞价买卖。此前公子让留意京中的达官显贵，眼下常出入楼的都在这儿了，还有一些不常来的，这回也来了。这里边有不少官家公子哥，也有在朝为官的，其中还有个尚书。陆瑶翻到最后2张帖子时，看见其中一个就是广宁侯，紧接着他心里忽然升起一抹不祥之感，挪开广宁侯的帖子，再瞧那最后一张，就有一种被人当头一棒的感觉。公子，这次相爷竟也要来，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要是他出入皇宫都不频繁的话，那就没谁比他更频繁了。公子，要不就去搭上他吧。我宁愿要那个尚书。尚书年纪大许多呢，还是相爷年轻，听说又容貌极佳，还比尚书位高权重。公子，还是就他吧。不，我就要那个尚书。很快，招募管理的盛会就如期举行。大人，今儿个有位姑娘可绝对合您的眼。这位姑娘极善音律，模子也长得美，待会儿您瞧见了，包您满意。听老板娘这么说，那必然是有过人之处。信我的，那位姑娘我专门给您留着，等这里结束以后，我直接带她去见您。苏怀来的比较晚，但他还是如期而至。他是受广宁侯之邀，从公署出来便直接到了这儿。与其他朝中官员不同，他堂而皇之的走正门进来，跟进自己庭院似的。2楼那些官席上的达官显贵们眼见着他一步步的射击而上，不淡定了。苏怀来干什么？他平时不是不逛青楼的吗？连设在这种地方的应酬都没见他出面过，现在居然来参加姑娘竞买的宴会。他们心里骂翻了，狗日的，真是阴魂不散呢。这下还怎么好好的看姑娘啊？本来大家伙都想装作没看见不认识的，反正每个雅座左右和后边都有帘子挡着，一时没看见很正常。可苏怀和广宁侯上楼来以后，存心不想让大家好过似的。去诸位同僚打个招呼。见征直接就去了，挨个给各个雅座的人打招呼呀。难得相爷有这清闲雅致，希望相爷今晚能尽兴啊。后来的过程里，达官显贵们浑身都不得劲儿，遇到不错的姑娘也不敢贸然开价啊。大家都装作只是来凑凑热闹的样子，他们不好色，纯属只是欣赏，也不知道广宁侯是天真无知还是智商欠缺，居然真带着他来，是觉得他能在这里认领回自己的未婚妻吗？啊，真要是这样，那上回他搜箱子时也就不瞎了。啊，算了吧，相爷不喜欢女人，这是全京城都知道的事情。若是能与那样的人春风一度，不要他给钱，我给他钱都行。你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哪里危险啦？男人才貌无双，又位高权重，我们女子肯定都喜欢嘛。可他杀人无数，草菅人命。男人到了床上，那都是风花雪月的事儿，哪还管其他什么事呢？陆瑶心想，还是女人色起来更可怕一些呀，都不要命啊。公子，恐怕您得出一出面了，相爷和广宁侯刚刚问您呢。这相爷和尚书孰高孰低，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要是能搭上相爷，还有尚书什么事儿呢？而且关键是相爷都已经开口问了，还不努力一下吗？当然，陆瑶没告诉他为什么不要相爷，只要尚书，宝妈也就不知道陆瑶前脚才从监宁府上脱身。你就说我不参加活动不行吗？上回广宁侯来过，您又是他妹妹送过来的，这事儿可瞒不了他，相爷那边不好忽悠啊。最后陆瑶还是上台走了个过场，他又没盛装打扮，只一身常服，临时挂了个面纱，黑簪挽着青丝，就出现在众人视野。他敛了功底，刚随手拨了2道弦儿，就忽听2楼传来一道嗓音：我出2钱银子。一听就知道
苏怀对于清月郡主那点伎俩了如指掌，以至于他被卖了多少钱他都清楚。贵人且等等，姑娘都还没谈呢。大家到这里来，难道主要是来听弹琴的？在场的个个都心如明镜，听什么琴啊，都是来买姑娘睡觉的好吧。他一叫价，2楼就没有一个不识时务敢加价的。一时间楼上楼下鸦雀无声。来了来了，相爷终于肯开价了，终于有人能把他收归群下。路遥脸都绿了，2钱银子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吗？这时台下有人弱弱的举手说道：我出3钱。他看这姑娘也不差呀，虽然戴着面纱看不清整脸，可那双眼睛是极其漂亮的。你疯了吧？你知道那上头人是谁吗？但凡坐在上面的可都是权贵，你敢跟他们抢女人，不要命了？这么严重吗？我刚从外地来的，不清楚啊。5钱银子，不能再多了。真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是不是上回自己对他翻了个白眼，又惹到他了？哼，可真是个睚眦必报的小心眼狗畜生啊！他正骂他呢。苏怀最喜欢别人干不赢他，最后只剩下骂他了。他心情不错。这价格会不会太低了？不低，比他进来这里时的身价涨了1倍不止。广宁侯还能说什么呢？路遥被苏怀以5钱银子的价格给敬下了。公子，是要带相爷去锦瑟院过夜吗？过一夜，过他个大头夜！楼上找个房间打发打发就是了。房间里熏浓香，越浓越好。是要引相爷动情的那种？是要熏死他的那种？我立马去准备。相爷要的姑娘已经在房里候着了。苏怀便起了起身，准备动身去。不是该把他赎回来带走吗？要钱2黄金，我没有，你有吗？你去赎与我去赎怎么会一样？他是不相信我，可你是他未婚夫，他肯定相信你。他跟你说过他相信我了。广宁侯一时竟答不上来，然后就看见苏怀信手扶的竹帘往宝妈指引的房间去了。你主子真的喜欢那姑娘吗？那为何不愿给她赎身呢？不知道，以前也没见主子买下过谁啊。5钱银子也能叫买下？反正没人敢抢，为什么不花最少的银子？广宁侯无言以对。死前你发现了，我却当没发现。如今我在这里好好的谋生干事业，你到底想干什么？我人都来了，钱也付了，自然是来嫖的。说的这么干脆直接又这么不要脸的人真是少之又少见。你想听什么曲子？我先弹给你听。随意。路遥便拨动琴弦，琴音款款流出。说他弹得不好吧，琴音又自成曲调，还挺流畅。可说他弹得好吧，听起来实在不怎么悦耳。事实上，这音调曲子要是让一个寻常人来听，肯定会刺耳炸脑，不一定受得了。但苏怀就不同了，他可见过苏怀杀人，知道他功夫底子深，能受得住。他顶多听起来有些不那么顺心。你会弹琴？进了这里以后临时学了一曲。我不想听了。他还难得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呢，结果没让他失望，却是越听越难听。路遥是他今晚花了5钱银子买来的姑娘，这人渣还真是不客气的把他使唤来使唤去，一会儿要他捶肩，一会儿要他捏腿。要是照路遥以前的做派，他能给他肩膀捶碎，给他腿子捏断。奈何当下他这点程度根本干不过苏怀。苏怀瞥了眼他腰间佩戴的香囊，在路遥还来不及阻止的时候，随手就给他丢出窗外了。我不喜欢。路遥表示真想一拳捶爆他狗头啊！去打水来，给我洗漱。这里的水都有股脂粉味儿，你肯定不喜欢，还是回去洗吧。回去洗？
你让我今晚不洗便睡吗？你今晚还要在这里睡？我不是来嫖你的吗？不在这儿睡，在哪睡啊？这狗男人是认真的吗？以他这段时间对苏怀的了解，他府上一个姬妾都没有，更是没见过他对哪个女人有过兴趣。他应该是如传闻中所说不近女色的。这样的狗男人跑到妓院里来嫖，开玩笑吧？他肯定只是想找他不痛快，并不是真的想要跟他过夜。但是当陆瑶被他一把拽入怀里抵在软椅上时，他有些懵了。你是奸臣贼子，不会是真想嫖我吧？我给钱了，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他看见陆瑶青丝堆在软枕上，露出修长白净的脖子，他没客气，斧头便以唇触之。那温热的触感贴上陆瑶的脖颈，他瞬时全身汗毛立起，暗暗抽了一口气。可呼吸里全是苏怀身上的气息，哎呀，真是要了命了。陆瑶本能反应，当即屈腿攻他下腹。他抬腿踢他，被苏怀一手捉住腿，给反身抵在了墙上。两人直视相对。好似你很不喜欢我身上的味道。好像他越是不喜欢，他就越是有兴致。然而怎想这时房门倏儿砰的一声响，被人撞开了。两人听见屋子里有倒砸的动静，怕是出事儿了，才不约而同地往房里冲。哎呦，相爷，有话好说，动手伤和气啊，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建征在前面当场实话，宝妈话还没有说完，抬眼一看，也当场实话。只见苏怀把陆瑶压在墙上，一手挽起他的一条腿，陆瑶单脚有些吃不住，手里胡乱抓着他的衣袍。这哪里是动手伤和气呀？这分明是天雷勾地火，久旱逢甘霖。怎么，要继续围观？你来的正……扰了您们的兴，实在是对不住，这就走。说罢，根本就不给陆瑶解释的机会，宝妈连忙转头就往外走，还不忘把建征一并拉走。建征也是个识时务的，像这种情况，除非他主子自愿，否则没人能跟他主子这般亲近。这个疯子竟是舔舐亲吻了起来。他亲吻中似带着2分吮咬的力道，湿热让陆瑶头皮发麻，他身上那股子腥烈的气味直往他鼻子里钻，他被苏怀身上的味道刺激的眼眶都红了。两人勾勾扯扯间，陆瑶衣着一片散乱，苏怀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另一只手探进陆瑶的衣底，抚弄上她纤细柔韧的腰肢，那手感苏怀觉得比那晚摸他肚兜时还要不错。他顺着陆瑶细腰便要褪去他裙长，这畜生来真了。陆瑶是明白了，这畜生不是不近女色，他是纯粹没有下限。只要他高兴，他就跟你搂搂抱抱；只要他想嫖，他就跟你过夜睡觉。他又轻咬他脖子，咬他锁骨，看见他衣衫下的肚兜时，低声道：“这样式我还没有见过。”说着，他不要脸地握了一把试试手感。他身上的味道与先前的熏香和他佩戴的香囊不同，淡淡悠悠的，他不能说不好闻。陆瑶这会儿是全然发作了，微微喘息着，粉嫩的唇色变得朱红，眼里漫起了一层霞潮。他这个样子压根没法跟苏怀斗，被他压制得死死的。苏怀见他这个模样，尝试性的斧头亲了亲他的唇，陆瑶反嘴就咬了他一口，他笑了笑，似乎非常满意，接着便堵上他的唇，风卷云残地一般吻去，唇齿丝膜间充斥着血腥味儿，半落的帐子里都是他错乱的呼吸。看这架势，他要是不想个对策，今晚怕是得交代在这儿了。他也不是个思想过于保守的人，且就事论事，就苏怀这副皮相睡他并不亏，但关键就是他本人现在不太乐意呀。后来他福至心灵，想起这变态不是说过吗？他喜欢欲擒故纵，好像从开始到现在，他越抗拒他就越来劲儿。怕是有点那个意思了。这样的想法刚冒出头，陆瑶伸手就搂上了他的脖子，仰着下巴主动去吻他。喜欢欲擒故纵是吗？那他就反其道而行，要是恶心不到他，那也不能只让他霍霍自己，他也必须要霍霍一下他。
果真，苏怀微微顿了一顿，陆瑶憋屈了这么久，心里突然就爽了。他吻得更加主动热烈，亲他嘴角下巴，又亲他耳朵脖子，他也习着他那样在他脖子上舔舐轻咬。不过他刚省两下，苏怀就将他放开了，会有些意兴阑珊的样子。陆瑶侧身支着头，神色迷离，伸手就勾住了他的衣襟。怎么不继续了？你再来啊！苏怀抬手摸了摸脖颈，看陆瑶的眼神阴晴不定。你怎么不挣扎了？听其他姑娘说能与你春风一度，就是出钱给你也愿意。我突然也这么觉得，要不我那5000银子就不要了，我倒给你5000，怎么样？怎么样啊？是要与我继续，还是回家洗洗啊？你想哪样啊？陆瑶看他的眼神一时竟捉摸不定，他不能贸然回答呀，因为他不确定他到底想哪样。你是想我继续，还是想我回家？他一边说着，一边拢了拢衣裳。就在陆瑶暗喜他应该是要走的时候，他却又偏不如他的意，在他身侧缓缓躺了下来。两人就这样安静的躺着，一时谁也不多动作，就好像激情过后得喘口气儿。陆瑶那股力不从心之感还在持续发作。你真不回啊？这房里都是脂粉味儿，你肯定不喜欢。这床上不知有多少男女做过事儿，肯定不干净。良心提醒啊，你不适合睡在这儿。我付了房钱。难道你是想让我退房钱你才敢走？苏怀侧头看他，说道：我不仅要睡在这里，我还要睡到天亮。最后苏怀居然真的没走，但他也没了兴趣再乱来，两人就是盖着被子纯躺着。期间陆瑶实在是无法与他相处，侧着身背对着他。苏怀见陆瑶汗透湿了衣背，依稀露出十分曼妙的身姿轮廓。与我一起让你很难受。陆瑶咬牙哑声道：是你的吧？看你这么难受，我倒是有些睡意了。陆瑶也只能硬生生的挨到天亮，而且现在他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外面的天色蒙蒙亮之际，苏怀起身了，他下床，弯腰捡起床边地上的外袍穿好，一边整理金袖，一边看了看里侧背对着他躺着的陆瑶，他整个背影似从水里捞起来一般湿透了。跟你同床共枕，比平时睡得踏实。早知如此，那日就该给你拜堂的。陆瑶一夜未眠，听到这话，他要是信了他的邪，那他就是傻。他声音嘶哑：那不好意思啊，过时不候。只能下次得空再来了。下次我可就跪了。相爷这么早就起身了呀？我正想着要不要送些早点进房间，给相爷和姑娘用呢。给他用吧。他虽然衣着整齐，可到底是在这里过了夜，袍角有几道轻微的折痕，整个人看起来也比昨晚落他个几分，少了2分清心寡欲，多了2分烟火红尘。宝妈眼尖，他经过时，他还看见了他脖子上的吻痕，可想而知昨晚有多么的销魂热烈呀！这再高高在上的男人呐，一旦进了温柔乡，还不是得酥掉一层骨头？公子起了吗？还好吗？昨晚真要是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肯定折腾得够呛。宝妈走到床边一看，床上床下被褥床单还有暖帐都一派凌乱，俨然就是春宵尽欢后的样子呀。可她再一看陆瑶，她身上衣衫湿透，脑后的发丝全是汗意，宝妈一眼就知不对劲儿。公子怎么样？要不要紧呢？给我杯桶水，要冷水。备桶冷水。不多时，陆瑶泡在了一桶凉水里，她像一条搁浅的鱼，煎熬了一晚上，终于才感觉自己慢慢活过来了。陆瑶宽衣时，宝妈在身后见着了她的背影，那纤背薄肩，腰肢盈盈一握，只要是宝妈见过了无数姑娘的身子骨，还是被眼前这一幕给美到了。宝妈见她肌肤干干净净，没有一丝贪欢后的痕迹，唯有她脖子处的淤红，既像是被咬出来的，又像是被吻出来的，十分明显。宝妈也就明白了，恐怕昨晚压根没发生那些事儿。公子，昨儿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呀？怎么弄成这般样子？难不成我撞见的并不是公子你与相爷你情我愿？我话都没有说完，你倒是走得快。对不住啊，公子，我当时真以为公子与相爷真是对眼了，不想坏了好事，所以才相爷欺负为难公子了。他让我很难受，是我疏忽，还请公子责罚。陆瑶睁开眼来，水波的柔光轻轻漾进了他眼底，与昨夜的嫣然飞澈不同，眼神微微湿润，黑白分明而又干净清醒。就算你没疏忽，只要你没他那么厚颜无耻，你就不是他的对手。他让我难受，他应该也不会好受。说着就看了看窗外的天色，问宝妈，从昨晚到今晨有4个时辰了吗？有了。那应该快了。苏怀先回府洗漱更衣，然而他刚走到家门时，在家门前脚步忽然滞了滞。主子。苏怀没作声，抬脚徐徐走上门前几步台阶，就差最后2步时，他突然停下，伸手扶着门边的漆红柱子，微微弯身便溢了一口鲜血。
微弯身便溢了一口鲜血。建征见状不由神色大变，属下这就去请莫大夫。说罢飞快地转身就去了。建征带着莫大夫匆忙到后院时，苏怀已经更衣洗漱好了。他在堂屋主座上落座，抬手请莫大夫坐。莫大夫快步过来放下药箱，一屁股坐下就拿住苏怀的手，皱眉沉吟了片刻，不由看了看苏怀道：你气脉怎么紊乱的如此厉害啊？你干什么了？出去嫖了。莫大夫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你刚说你去干什么了？要我说第2遍吗？真出去嫖了？嫖的男人还是女人啊？苏怀不答，莫大夫就看向建征，建征下意识便回答女人。莫大夫对上苏怀的眼神说道：你也别怪我多嘴问啊，主要是此前没有过这种事，压根儿不知道你喜好是男是女。现在看来喜好是正常的，不过跟女人过夜不应该会使你气脉乱成这样啊。你身上这毛病除了会要你命，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私生活才对，除非是你太兴奋。说着他从药箱里取出一只瓷瓶递给苏怀。苏怀翻了一只茶杯，将瓷瓶里的东西倒进杯盏里，里面是猩红的粘稠浆体，散发着辛冽的气味。苏怀便兑水饮了下去。你现在这情况，要是再找不到一圣一脉的人治你这身上的毛病，你再能撑1年半载都是多的。苏怀俨然没事一般，随后让建征备马车进宫。建征迟疑道：主子身体不适，要不今日这早朝就……你是觉得我今天会死吗？属下不敢。没事，你看他这祸害众生的面相就知道，他今天死不了。苏怀出门早朝去了，只不过因着请大夫耽搁了一些时间。他到朝堂的时候，文武百官们基本都在了，而这时整个朝堂的人都知道苏相昨晚去嫖了，这能瞒得住吗？就算昨晚几个同僚不乱说，可他脖子上还留有明晃晃的证据呢，那可不就是姑娘留下的吻痕吗？这事儿传到了皇帝耳朵里。下朝以后，皇帝就问苏怀：听说昨夜丞相在昭木馆宿夜去了？臣这私事不值圣上费心。真是难得听到一桩丞相的风流事啊。朕就好奇，那昭木馆的姑娘果真销魂，竟能打动爱卿？臣也只是一时兴起，偶然去了那里，随便找了个姑娘。随便找了个姑娘？是个什么样的姑娘？若不是容貌惊人，那就是手段了得。意在提醒苏怀他脖子上的暧昧痕迹，要是他不准，那姑娘能在他脖子上留下痕迹？所以说手段了得吗？是个不怎么样的姑娘。苏怀低着眼帘，掩了眸子的神色，看起来当真是兴致寥寥的样子。很一般，熄了灯都差不多，只是不慎给她咬了一口。本来朕还想瞧瞧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呢，结果你这么一说，可不就跟朕的后宫差不多？那些嫔妃什么模样，朕通常都想不起来。圣上说笑了，一个青楼女子岂能与后宫娘娘们相提并论？皇帝便对这事儿没再追问。皇上，张太医来给皇上诊疗了。朕这失眠之症，太医院的太医治了2年也不见什么效果，一群东西不知道干什么吃的，叫他进来。苏怀便适时的退了下去。属下有药，主子要不要消一消痕啊？毕竟这光天化日之下，顶着这样暧昧的痕迹在外走动，也不太好的样子。虽然主子没什么好名声，但怎么还是要点脸吧？是因为兴奋。建征知道他问的是今早的状况，连莫大夫都没看出原因来，只能归结为是他太兴奋。建征想起昨晚误闯见到的光景，心想他确实没见过主子有那么兴奋过。主子还是身体要紧。苏怀想起昨晚陆瑶的形态模样，稍作停留，然后将昨晚所有的事情整个细过了一遍，暂时还没有发现陆瑶有空隙动个什么手脚。片刻，苏怀朝他伸手，建征反应过来，连忙从怀里掏出个瓷瓶，恭敬地递给他。医圣的嫡传弟子有消息了吗？属下查到他在荣德镇出现过，正顺着线索往下找。没想到建征给的药还挺好用的，到下午就见自己脖子上的痕迹已经淡到几乎看不出了，陆瑶也没好到哪里去，而他脖子上也明晃晃的是苏怀留下的咬痕和吻痕。招募馆的姑娘们瞧见了，兴奋的要死啊！公子，小营功夫怎么样啊？看来昨个晚上定是激烈的很。原来相爷是喜欢女人的，能让他破解，真是想想都刺激。那样的男人，长得俊美，身份尊贵，在床上又十分威风的话，可真是太完美了。就他这副样子，要是跟他们解释他和苏怀没发生那些，别说他们不信了，就连他自己都不信，
虽然最后没成事儿，两人也还没扯下最后一块遮羞布坦诚相见，可那狗男人的狗爪子却将他衣裳底下摸了个遍。吃亏他是一点不肯吃，但占便宜他数第一。昨晚听了他的琴，他若是平心静气，过个1-2日紊乱的气脉归正，倒也相安无事。可他昨晚气血运行的过快，今天就有他好受的了。话说清月郡主被关在家里禁足，但还是有人给他传消息。他得知苏怀竟去招募馆宿夜一事，气得火冒三丈。他义兄平时洁身自好，哪有过这种事儿啊？而且他从招募馆出来时，脖子上还带着吻痕，一定跟那个贱人脱不了干系。没想到人都被他卖进青楼里了，他居然还能够把他义兄给勾引了去。去给我找人，专找那些又丑又恶心的男人。于是好些日子，招募馆里就接二连三的来一些歪瓜裂枣，不缺钱，指明要找陆瑶伺候。可连陆瑶的面都没见到，宝妈依然是笑脸迎人。真是不凑巧啊，那位姑娘怕是不能接待你们了。这青楼里的姑娘不都是给人挑着玩的吗？有什么能不能的？话虽这么说，但那可是相爷专属的姑娘，几位客人确定要找她，你们动了相爷的人，回头他要是追究起来，招募馆可不替你们兜着。几个歪瓜裂枣一合计，相爷他们哪里得罪得起啊？真要是动了他的女人，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有人给钱让他们来嫖，他们也没想到还有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可又见不到人，他们一合计，还是保命要紧，就去找其他的乐子。陆瑶偶尔会到前面来走走，看见几个歪瓜裂枣进了招募馆大门，也不像第一次来时那样指名道姓，直接就寻欢作乐去了。这哥儿几个能遇到清月郡主这样的雇主，估计睡着了都要笑醒啊！毕竟上哪儿去找这么人傻钱多的主啊？铃铛正愁着一张小脸儿，公子，这脸都快皱成苦瓜了。公子就别取笑我了，我家姑娘这几天遇到个难缠的客人，可不愁死了，连着几天他都来霸着姑娘。姑娘的熟客都问起过2次了，姑娘都腾不开身。宝妈让姑娘赶紧打发了他哩，可他就是块粘人的狗皮膏药。那将难缠的客人叫人请走不就是了？也不能直接请走，那可是位金主，约莫外地来的，出手阔绰得很。几日前他第一次来，一见到我家姑娘就要姑娘相陪，还以为是个色欲熏心的家伙。可他叫了姑娘相陪后，又没任何事，就是处处对姑娘以礼相待，只让姑娘给他弹琴、唱歌、讲故事。倒是个奇人。公子肯定想不到，他让我家姑娘唱些什么歌。什么歌？唱他家乡的乡谣。起初我家姑娘不会，还是他一句句教的哩。我家姑娘给他讲故事的时候，他就依偎在姑娘怀里。可姑娘就是再多故事，也禁不住他天天来呀。这几天白天，姑娘空闲时间不是用来练武练琴，光用来看故事书了。公子肯定不知道，他把姑娘当谁了？陆瑶想了想，随口猜想，难不成当他娘了？铃铛面露惊奇，公子怎么知道？他后来说，第一眼见到我家姑娘，姑娘就长得像他的娘。那位客人最喜欢吃米糕了，说是他娘以前经常给他做，我得赶紧去拿。公子，我先去了。陆瑶后来经过阿汝房间时，就听见里面传来了哭声，只不过不是阿汝的哭声，而像是那位客人的哭声。铃铛拿了点心回来，进门时，陆瑶就同他一起进去瞧了瞧。结果一进屋就看见一位衣着讲究的男子，此刻正埋在阿汝的膝头上，是泣不成声。阿汝端坐着是一动不动，还从来没哪个男人在他这儿哭得这么伤心欲绝的。阿汝看见陆瑶，露出求助的眼神。他以往应付各种人多了去了，但那都是欢场里的应酬，可像这种流露真情实感的却是少见。有人来了，你还是不要太伤心了。那男子泪眼朦胧地抬起头来，也看见了陆瑶，擦擦眼睛问：你是谁？陆瑶见他中年模样，五官周正，就是人格有点缺失，这太正常了。有钱有权的能有几个不缺失的？这位还只是缺了点母爱，不像有些人完全是缺个重新投胎的机会。阿如有些累了，可以让他休息一下吧。铃铛连忙用力点头。我们相处得很愉快，是这样吗？阿如也不能明着说不愉快，只说道：
客人思母心切，着实令人动容。客人要是整晚缠着自己的母亲唱歌讲故事，觉得母亲累不累？男子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是我疏忽了，应该让你休息一下的。让他应付这种寄托情感的人，比应付那些慕他才貌而来的人吃力多了。这是怎样的？可否喊来听听？男子便情不自禁地轻哼起来。陆瑶侧身站在琴边，负着一只手，另一只单手挑弦，出来的音调便与男子口中的香谣旋律一样。他那随和的神态里，又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游刃有余的恣意。阿汝在一旁听得正然，明明是一曲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香谣，听起来却如此沁人心脾。他的琴他弹了好多年，也练了好多年，人人都说他琴艺了得，可他自己非常清楚，他的琴却从没有发出过这么悦耳动听的声音。那男子显然完全沉浸其中了。待陆瑶一曲香谣弹完，他便倚着软枕闭上了眼，满是余音缭绕，又寂静不已。铃铛不太懂琴，他也没有融入进男子思母心切里，所以他最先回过神来。公子啊，这人他睡着了，黄粱一梦至天明，今晚你家姑娘可以安生了。随之铃铛赶紧轻手轻脚地走出房间去。阿汝同陆瑶一起出来，能听到公子的琴，阿汝三生有幸。别三生有幸，我的音多半是弹给有病的人听的，对别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结果往往把自己也搭进去。阿汝似懂非懂。公子的意思是，方才我若对那位客人的心情感同身受，此刻我应该也要陷进去了吗？陆瑶看他一眼，你不是还有熟客要招待吗？去忙吧。说罢，他便抬脚离去了。阿汝看见他的背影消失在转角处，心里想，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行冤师尊又是什么样的人呢？才能有这般造诣？那位客人当真是一夜睡到天明。他睁开眼醒来，才知道自己竟然做了一场大梦。虽然梦里梦外两世界，可却全了他的心愿。我梦见了我娘，该说的话想做的事儿都与她说了做了，今早起来才觉得这么轻松。能让我再见见昨日那位姑娘吗？阿汝款款笑道，她不是咱们楼里的姑娘，她是贵客，原是不能接待客人的，还请客人见谅。男子也不勉强，当即心满意足而去。可隔天他又来，这次不是他一个人来，而是带着一群好友来。他的好友们也都是性情中人，一来便出手阔绰，却都不是来嫖的。几位客人耐心的等待，见陆瑶一进去，连忙起身见礼，都是年纪不大的英年男子，大约30几岁的模样。之所以来找他，一位是思念亡妻，一位是自幼与父母失散的孤儿，都想来此寻一丝慰藉。陆瑶看向最后一位，问道：“那他呢？”他是正常的，纯属是陪同我们一起来。我想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还是贺兄被骗了。你千两银子都已经给了，还在乎被骗不骗的吗？哼！结果第二天，四位客人一觉醒来，心满意足的离去。这事儿啊，一旦开了个头，还真就没完了。那四位是生意人，在外人脉广，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于是乎，慕名而来的人很多。实不相瞒，此前我从没逛过青楼。客人比了一只手。我家中有5房小妾。不需要陆瑶接话，他自顾自地说道：“但我从来没碰过他们，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行。我吃过很多药，试过很多法子都不行，我就想知道知道女人是个什么滋味。”陆瑶让他在房中睡了一觉，第二天起来，他神情荡漾，回味无穷。后来的几乎天天都来，排着队也要等陆瑶接待。这消息一经散开呀，人们谈论起知道一些奇闻异事的人，就免不得要揣测几句。能以琴音引人入梦者，放眼天下能有几人呢？在音律上最是出神入化，非行冤是也。莫非这女子跟行冤有关系？这日皇帝在早朝后召见了苏怀。爱卿最近还去那昭木馆吗？未曾再去过。哦，那里的姑娘就不令爱卿回味？你想不起她的音容样貌。可朕近来却听闻昭木馆里来了位奇女子，去找她相看的人都在楼外排起长队了。许是位倾国倾城的美人？非也，是她弹的一手好琴。她的琴声能让人快活入梦，这可不就是朕当下最想要的吗？朕已经好几年都没能睡到一个好觉了。朕有听说她有可能是行冤之后，
这邢渊还是前朝出现过的人物，那时就听说他的音律出神入化，十分了得。招募馆的奇女子真要是他的后人，那朕还真想去见识见识。这样，苏青，你陪朕去见识见识，看看他是不是真有这本事。邢渊早已销声匿迹数十年，空留给世人一个名声。据臣所知，他是没有后人的，只有一个关门嫡传弟子，而他弟子人称银烛公子，并非是个女子。爱卿怀疑是假的？现在冒出个女子说是邢渊之后，不足为信。那等地方鱼龙混杂，圣上前去未免太过冒险。皇帝想了想，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这消息未知真假，也不知究竟是何人传出。如果居心叵测，那他就去不得了。但皇帝也不想放过这么个机会啊，所以皇帝对苏怀说道：这样，苏青，你先去替朕探一探真假。如真那奇女子是个名不虚传，便带她进宫来给朕看看。苏怀出现在招募馆外面时正是白天，宝妈妈摇身扭臀的来到锦瑟院。公子，您猜谁来了？见你这副表情就知道来的不是什么好鸟。是相爷来了。陆瑶一听，哼，果然。要不是宝妈提起，陆瑶本来都快把那玩意儿忘干净了。他来干什么？宝妈笑得花枝乱颤的。相爷说他想您了。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公子可要把他带到这里来，还是带他去平时待客的房间吧？就是这些天日日有人睡的那间房，这恐怕不妥吧？这些日来求姑娘的什么人都有，都在那屋子里睡过，气味杂乱的，会不会冲撞到相爷啊？他不也是客中之一吗？他要是不满意，那就叫他走。宝妈也不能违背陆瑶的意思，反正他是不敢主动去招待苏怀进那样的房间的，就差了个小厮领着苏怀上楼去。那小厮也不清楚是个什么情况啊，到了门前正要请苏怀进去呢，不想房门突然从里面开了，出来一睡眼惺忪但却神情满足的男子。小厮心里一咯噔，昨晚宿在这里的客人竟还没走。那男的看见苏怀就打招呼道：这么早就来找六姑娘啊？苏怀不说话，男的又道：就是眼睛特别漂亮，人越看越觉得美，关键是还特别厉害的那个六姑娘，你是找她吗？但凡进这间屋子的，基本都是来找她的。建征跟在苏怀身边默默地想，听这人的形容，应该就是指陆姑娘吧？这整个招募馆啊，没有哪个姑娘能有她那么厉害，但凡来她这里睡过一回，后面就只想来她这里睡，别处啊想都不想。苏怀看他的眼神莫名瘆人。是吗？男的无所察觉啊，还说道：那可不，不瞒兄台说，在别处别的姑娘使出浑身解数，我都没反应，但到了她这里，一整晚我都快活的要死啊！金无细说。没等男的反应，他就被建征一把给推进了屋子里。随着苏怀一脸温淡的抬脚踏了进去，关上房门，很快屋子里就传来那男的的哀嚎声，他声泪俱下的控诉：你打我干什么？你跟我说说看，他让你怎么快活了？他没叫停，建征就没停手。那男的一边挨揍一边断断续续的道：我阳痿，不知道女人是个啥滋味，但在这里可以做一整晚的那种梦，什么女人都有，能不快活吗？别打了，求求你别打了！小厮赶紧跑到后院来，对陆瑶道：公子，相爷在房里揍人呢。啊？揍谁啊？就是昨晚住在楼里的一位客人。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那客人对公子赞不绝口，先让他进去细说，结果进去就让人给揍起来了。对此陆瑶不难理解，像苏怀那么小心眼的人，估计只能允许别人说他不好，别人要是当他面说他好，他就不高兴。他一不高兴呢，就把人弄个半死，不是常有的事儿吗？我得赶紧去前边瞧瞧去，可别弄出了人命。宝妈风风火火地跑到前边上2楼，正逢房门打开，苏怀闲闲从房里走出来，垂眼间可见双眉修长，眼稍微挑，形容十分温柔而又妖美。宝妈透过门框看见那人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地上依稀都是血。宝妈心下不定，面上和气小心地问：
这是怎么了呀？惹得相爷这般不高兴。苏怀理了理自己的袖摆，抬眼盯着宝妈，他眼神明明温和，宝妈却莫名被他看得心头拔凉。你们六姑娘准备好要接客了吗？他要有时才开始待客，眼下还早，相爷贵人事忙，要不下次来。接客吗？我不接，相爷去找其他姑娘，想怎么接就怎么接。苏怀盯着他白皙的脖子看，听你的主顾说，你能让人快活的要死。莫不是今天挨揍那人说的？哼，那确实该揍。我才入这一行，还不怎么熟悉业务。不骗你，楼里其他姑娘个个人美活好，不仅让你快活的要死，还让你欲仙欲死。我不要欲仙欲死，我只要快活的要死。呸，还快什么活呀？你直接原地死行不行啊？你有什么要求就直接跟前面姑娘提。苏怀置若罔闻，依着自己的喜好问，你打算在哪里接？陆瑶心里想，你这是听不懂人话吗？这里是厨房重地，闲人免进，相爷还是去前边的好。苏怀看了眼后厨那边，说道：厨房没闲人是吗？陆瑶听得心头一跳，他莫名感觉这狗男人要是野起来，可能连厨房都不会放过，所以他连忙说道：你就是那个闲人。苏怀看着他问：那到底是要去房间还是要去厨房啊？陆瑶也瞅了瞅厨房那边，先前人进人出还很忙碌呢，这会儿突然就冷清下来了。他光辨声息就知道窗底下呀躲着一堆闲人看热闹呢。他总不能让苏怀在这儿野吧，后院自己的住处更加不可能回。最终陆瑶脚底抹了油也没能溜得成，没好气的瞪他一眼，去房间。最后两人一前一后的往前边走，陆瑶想尽量离他远一些，所以走得快一些。可他回头看时，坚定还是离他不远不近的。在经过一方池塘边时，陆瑶忽觉腰间一动，他循着一看，苏怀随手就给他丢进了池塘里。你是有病吗？专丢别人东西。我闻着不喜欢。你不喜欢，你可以选择不闻。所以我扔了。我闻着你也不喜欢，要不把你也扔进去？你可以试试。陆瑶想，要是以前他必须肯定要这么干，可现在要是干得赢他用得着这么窝囊吗？两人回到前堂，进2楼房间。阿汝有些不安地坐在琴架前，见征正一丝不苟地看守着。苏怀牵了牵衣角，在软椅上落座。陆瑶赶紧去点香，苏怀便看着他点香的动作。相爷大驾光临，不知有何需求？是想听曲儿，还是想品茶闲聊？我听说六姑娘的琴能让人酣然一梦，梦里还快活的要死。这话一出，房里便是诡异的安静。等陆瑶点完香回过头来，却发现苏怀和阿汝都在看着他。看我做什么？我又不是六姑娘，我初来乍到，只是个打杂的，他才是。你是？阿汝不敢承认，但也不能否认啊，只说道：相爷说的都是外面谬传的，来这里的客人只不过是因为身心放松，所以才能够酣然入梦。听了你的琴能使他们身心放松？小女不敢夸大其词，这个因人而异。那便弹来听听，看看能不能把我听睡着了。若不能使我快活……他话说至一半却又不说了。阿汝平时虽然应酬了许多京城显贵，可对这相爷还真没打过交道，都晓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上午那客人不就被他揍得鲜血淋漓奄奄一息吗？所以阿汝调琴的手一抖，蓦地发出个杂音。苏怀似被扰到了，抬眼看他，那眼神看得他脊背一凉。相爷讲点道理啊，他都说了因人而异。你看我是讲道理的人吗？阿汝本来琴艺了得的，可在苏怀面前发挥的有失寻常水准。陆瑶见他额头上都沁出了细密汗珠，想必是压力很大。苏怀闭目养神，听着听着，打杂的不去帮帮六姑娘吗？她吵得我很不舒服。阿汝脸色白了白，相爷见谅，是小女学艺不精。陆瑶本不想在他面前动手的，怕让他发现出端倪，发现他上回用琴声阴他，便让阿汝随随便便的忽悠忽悠就算了，大不了也就是没传的那么神乎，让他失望而归罢了。可偏偏坚硬逮着不放啊！陆瑶看不下去了，只好走到阿汝身边。阿汝如获大赦，连忙起身让他。陆瑶一边坐下，一边手里挑弦，
弦音跟着轻颤，顿时音律就又是另外一种风骨。苏怀一听就知道是换了个人，像是换了把琴似的，连音色都跟着变了，调子极为舒缓，让人听了身心舒服。一旁的剑征都露出些不可思议的神情来，这陆瑶不是乡下来的女子吗？为何弹得比招募馆的花魁还要好啊？剑征一个俗人，自是不懂这里面的功底深浅，但他耳朵会分辨啊，哪个听起来更舒服。确实没一会儿，他便浑身舒坦的想要昏昏欲睡。苏怀没睁眼，但人清醒着。不是说不会弹琴吗？这里有的是姑娘会琴，我耳濡目染，跟着学呗。一曲末，苏怀终于睁开眼，没有睡着。陆瑶也没指望让他入睡，像苏怀这样的人，功夫越深，意识力便越强，轻易是控制不了他的心神的。他若是强力控的心神，立马就会被他发现。房里余音绕梁，苏怀看着陆瑶，真是洞察力惊人，一语中的。上回听了你的琴，与这回感觉不同。看吧，只要他一动手就容易暴露，是吗？那可能是相爷的心境有所不同。上回相爷一心来嫖，肯定就听不太进去啊。我回去以后身体不适，那肯定是你前晚太兴奋了。苏怀消停了几天，后来又到招募馆来，他来得尚早，正好看见楼里的姑娘们在堂上练琴。彼时有姑娘怀抱琵琶在向陆瑶请教。苏怀一脚踏进大门，抬眸便看见陆瑶正随手往琵琶弦上拨动，他那手指灵活至极，游刃有余又非常随意，指法也令人眼花缭乱，而流泻出来的琵琶弦音却是婉转空灵，悦耳至极。相爷来了。陆瑶一回头就跟苏怀四目相对，紧接着他一边看着苏怀，一边手指一转，就开始毫无章法的乱拨琵琶弦，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这时从苏怀身后走出来一人，面含笑意，看向一众姑娘们。请问哪位是六姑娘？陆瑶见他白粉面，眉喉结，又是个男人模样，只不过没有男人的阳刚气，不难猜，怕是个阉人。阉人那多半就是宫里的太监。他跟着苏怀到招募馆里来，他如是一问，陆瑶没出声，一众姑娘们自是不敢出声，只不过根本就不必陆瑶回答，苏怀就替他说了。他旁边的那位。苏怀的眼神应该是没歪，看的是陆瑶，但他说的是他旁边那位。太监也看向阿汝，问苏怀：相爷，就是这红色衣裳那位姑娘是吗？阿汝见着苏怀点头，他也有些吃惊了。招募馆里的姑娘都不分排行的，之所以多出一位六姑娘，正是因为陆瑶姓陆，先前来找他的客人们换熟口了，就称她一声六姑娘。阿汝迷惑，那天晚上相爷明明弄清楚了的，为何还说她是呢？只不过阿汝经常和陆瑶在一起，慕名而来的客人们都有经常把她叫错的。太监目光往阿汝旁边移了移，重新看向陆瑶。那这位姑娘又是？苏怀捡了陆瑶的话说道：哦，她就是个打杂的。哈，方才听姑娘琵琶弹得极好，怎么转儿又不成调了呢？相爷大驾光临，我那点雕虫小技，心下一慌就上不了台面了。哎呀，那真是可惜了。在相爷面前尚且如此，那要是到了皇上面前，不就更加糟糕了吗？陆瑶跟着进房间，随后听太监一说，他心里就乐了。他这才得知，原来此前苏怀来找他听催眠曲是带着任务来的，不是他要听，是皇帝要听。皇帝都已经失眠好几年了，极少时候能睡个安稳觉。听说招募馆里可让人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才叫苏怀来打听的。招募馆人迹混杂，皇上肯定是不适合在这里宿夜的。那是自然，六姑娘真有那技艺的话，得跟咱往宫里走一趟了。如能解圣上之忧，赏赐自是少不了的。阿汝看向陆瑶，陆瑶点头，能为圣上解忧，我们责无旁贷。啊，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一切交由相爷安排。改明儿就接六姑娘进宫吧。你说阿汝是六姑娘，是不想我在皇上面前立功，阻止我飞黄腾达成为皇上跟前的红人？切，难怪别人都说你是奸臣佞相。阿汝闻之微微色变，谁敢当着相爷的面这么说呀？连忙圆场，相爷必是不想六姑娘冒险，毕竟伴君如伴虎呢。宫里暗潮汹涌，可比这里的三教九流难应付得多。皇上有三宫六院，相爷不想找陆姑娘去，自有相爷的考虑。这弦外之意十分明显，
万一陆瑶去了被皇上瞧中了怎么办呢？他家相爷肯定是要避免这一点的。切，听起来有情有义的。狗腿子，你扪心自问，你家主子是这种人吗？苏怀一看向剑征，这些我跟你说的，属下猜的。那你再猜猜，你这张嘴以后是只想说话，还是只想吃饭？属下猜他还是只想吃饭。苏怀抬眸看向陆瑶，神色温和柔情的很。让你飞黄腾达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你让阿主一个人进宫去，他要是搞不定皇帝的失眠之症，好叫他有去无回吗？他是花魁，就算不能让皇上睡个好觉，也能用其他的办法让皇上睡个好觉。有去有回还是无回，全看他个人本事了。而你……他忽而就笑了一下，笑得十分了然又混账。你比得上花魁？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我麻烦你做个人吧。那是很麻烦啊。陆瑶觉得跟他一间房呼吸的空气都是塞心的，他还想多受呢，带着阿汝就要出房去。主子让你们走了吗？他跟你说不让我们走了？你这狗腿子还是得多听听狗脑子的声音，少做多余的事儿。方才竟看到相爷笑了。你醒醒，你是花魁，什么男人没见过，会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时常听楼里的姑娘们提起相爷，便心情激动，这下是能够理解了。他那副表象最能迷惑人，前一刻对你笑的深情，下一刻他就能将你剥皮抽筋，你信不信？信。能让整个上京闻风丧胆的人，自是不好相遇的。公子，您说他那样的人会对女子动心吗？若是将来有一日他对谁动心了，又是个什么样的？那他肯定会在自己动心之前先将那姑娘搞死，免得留个祸患。听公子这么说，相爷要是爱上谁，就是谁的大不幸了。难不成还是谁的幸？那不等于是昭告天下说，我是苏怀他爱人，你们虽然杀不了他，但是可以来杀死我呀。阿汝冷不防被陆瑶逗的一笑，回头准备一下，随我进宫去吧。随后阿汝去忙了，明天就能进宫了，他的心情能不好吗？一路上都哼着小曲儿，只要进了皇宫，他就有机会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陆瑶在房间里捣鼓些药材，差了几味就自个儿出了锦瑟院去库房里取。可等他出去溜了一圈回来，一进院子就看见院子门边里杵着面无表情的剑征，他顿时整个人就有些不好了。宝妈正站在院中的樱花树下，有些局促的样子。陆瑶看了眼自己的房门，他走的时候有损手关门的习惯，可眼下房门却是半开着的，里面进了什么贼子可想而知了。什么人都往这里带的吗？姑娘恕罪，我也说了您今晚不待客，可那位他不听呢。他说前边房间他待腻了，他还说咱们这行要好好查查，若是发现有强买强卖违背意愿的事情发生，得停业整顿，这可怎么得罪得起？要是不如他的意，就是没有强买强卖，他也能给你整出来，到时候咱们生意都做不下去了。哼，好个以权谋私的奸臣贼子！宝妈想捂他的嘴，可又不敢，只得陪着万分小心，唏嘘道：哎呦，您小声点儿，当心那位主听见了。房里传来一道过分温柔的嗓音：我没聋。你们聊，有什么需要的就让这位侍从小哥来传话。说着，宝妈就赶紧溜了。陆瑶走到房门前，朝半扇打开的房门里一瞧，见他房里的男子正临窗站在一排桌案边，随手拿起他案上的瓶瓶罐罐，放在鼻端闻了闻。这些是干什么的？陆瑶快步走来，从他手上夺过瓷瓶。香料，香烟还是别动的好，免得一会儿一句不喜欢又给我扔了。你会调香？商务馆里这么多姑娘，整天要用多少种香啊？我跟着学呗。见他腰间又配有香囊，随手就给他扯了下来。你可以弄点我喜欢的香。当然得挑相爷喜欢的啦，要不然相爷见我一次就扔我一次香囊，再多的也不够你扔的。苏怀直接把香囊给他丢出了窗外。可这些我都不喜欢。陆瑶知道这些香料香气太浓郁，可要是不浓郁的香，根本就压不住他身上的气味啊。陆瑶看着他的眼神嫌弃的就像看条死鱼，而苏怀全身散发着一种死鱼的腥臭味。狗腿子在劝你身体要紧，不是说上回回去以后就不舒服吗？你不要太过兴奋啊，这对你没好处的。苏怀没说话，直接上手撕了他的裙子。这狗男人又一次刷新了他的下限。
陆瑶算是见识了，他野起来比畜生还不如。狗屎！苏怀听见了，抬起头来盯着陆瑶看，说道：你得当好那条狗。苏怀嗓音里也有钩子，尾音轻轻上挑。在哪儿？陆瑶一时不言语。那便随我喜好来了。话音一落，陆瑶便觉得身子一轻，被他给拦腰打横抱起。他臂弯里极有力道，抱他抱得很稳。大步往前迈时，跑脚浮动，浑身气息倦狂又邪佞。陆瑶裙衫破碎，衣不蔽体，裸露在外的肌肤洁白细腻无瑕。但苏怀就是见不得美好的事物一般。陆瑶倒在床上时，他鬓角有汗。苏怀抱他时，手掌能感觉到他背上也是一股如意。陆瑶急中生智，不能乱，千万不能乱。他这才想起来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他勾下苏怀的头，又主动去吻他。然而这一次，苏怀完全没有意兴阑珊的样子，反而顺势压下他，逢场作戏，也能将他吻得至死方休，极是旖旎撩人。陆瑶脑子里却有些混乱，这厮不是喜欢欲擒故纵吗？怎么这次不起作用了？他骂道：狗男人，你不按常理出牌，老子明天还要进宫呢。怎么，这样明天就不能进宫了？你这样让我怎么进啊？你可以走着进，躺着进，横着进，竖着进。我这是打断你的腿了吗？你是想让我没脸见人吗？苏怀抬起头看他，忽而笑得邪气。那你就把脸蒙上，不要见人。你是不想我见人才这样整我的？你是怕皇上看上我怎的？苏怀没否认啊。不能让他看上你，也不能让有机会飞黄腾达。我爱着你了吗？眼下是没爱着我，但也不能不防啊。你若是爬上龙床，一朝得势，不想整我？陆瑶心想，那还真想。他要是翻身了，首先第一个搞的就是他。但嘴上却说道：哼，相爷真会开玩笑，谁能整得过你啊？苏怀看着陆瑶红肿的嘴唇，如情人般呢喃道：但不可否认，女人的枕边风厉害着呢。苏怀手掌温热，抚上他的腿时，陆瑶当即浑身发毛。我都这样了，肯定没机会去追枕边风，你还想怎么样？苏怀的手十分的修长有力，所至之处，他似乎欣赏着陆瑶的表情。新楼里不就是这样玩的吗？我谢谢你，托你的福，我现在是个青楼女子，接过许多的客，你最好别碰，免得脏了你。苏怀手下没停，眼神诡谲。我看看有多脏。他这人是这样，只要他想摸，管他接过多少客；只要他想要，管他是青楼女子还是良家妇女啊。你起鸡皮疙瘩了。这像是一个让他来兴的因素。说着，他还真抚了上去。陆瑶顿时抽了口凉气，整个身子一僵。既然他全力想动手抬腿揍他，只可惜没两下就被苏怀压制得死死的，再动作不得了。苏怀，等老子好了非弄死你不可。苏怀听他咬牙切齿的话，似乎很满意。我等着。他看看陆瑶那恨不得扒了他皮的眼神儿，又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无限温情道：我这手要么拿披红的笔，要么拿杀人的剑，还没有这样伺候过女人。你这种眼神看着我，是不满足的意思吗？苏怀，我去你大爷的！苏怀起了身，站在床边，手里缓缓整理自己的衣袍，垂眼看他。我妈不在了，要不要送你去她坟头，或者我来替她也行。说着，手里裁理好的衣襟又做事要宽下。陆瑶也不是什么犟骨头，我收回刚刚那句。苏怀多少有些收敛了，毕竟上次从他这儿回去以后就吐了血。他暂时还不确定，到底是因为身体兴奋，还是因为其他。若不然，今晚还能就此作罢。最终苏怀打开房门时，已是一副衣着整洁之态。他容色淡淡，不沾烟火一般，颇有几分清新禁欲的况味。仿佛方才在房间里，他只是跟陆瑶谈了谈人生，丝毫没有发生过其他的。陆瑶看着他背影想，所谓衣冠禽兽，大概就是他这样的。民女阿汝拜见皇上。免礼，平身。你就是坊间传得神乎其神的那位女子？回皇上，坊间传闻多为夸大其词，
民女只是会点琴音，正好合客人胃口罢了。你能让他们酣然入睡，那你能让朕也好好睡一觉吗？民女愿竭力一试，祝皇上安眠。好，你若能让朕睡个好觉，朕重重有赏。后来下午的时候，皇帝在暖殿里休息，就命阿乳助他入眠。他每天下午都要休息，只不过基本上没一天是顺心的。随后几个太监抬着一盏宽大的屏风进了偏殿里。这是何意？不等阿乳回答，太监就禀道：丞相大人说这是六姑娘要的屏风。相爷着实有心了，他这是做个顺手人情。他要是不送屏风过来，阿乳也会向皇上提要求，又不是什么难的要求，皇上还能不允许不成？六姑娘要这屏风作甚？民女弹奏时须得精神专注，通常不相见，这样不管是民女还是皇上都能完全放松，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原来如此。一盏屏风挡下之后，皇帝是一点美人面都见不着了，只隐隐见得个人影一动，觉得有点美中不足，不过还是睡觉要紧啊。苏青来得正好，陪朕一起听听，看看是否真的这么神奇。来人，给苏青搬坐。陆瑶抬头看了一眼，尽管等着看不太见，但凭深吸，陆瑶就知道苏怀就坐在他对面。苏怀一看着屏风上盛开着的荼蘼的牡丹花，仿佛要透过牡丹一眼看穿里边坐着的人。随着琴音缓缓溢出，有股子沁人心脾的余韵。皇帝一听，不由换了一下倚着龙椅的姿势，让自己更轻松自在一些。暖殿里弦音渺渺，大约是这琴声听到心里去了，只觉得无比的舒坦放松，渐渐的竟有些犯困了，头便开始一下一下的轻啄，打起了盹儿来。一曲终了的时候，原本打盹的皇帝恍惚听见琴声断了，便又清醒了过来。可能是方才那昏昏欲睡的感觉太好，所以皇帝感到了巨大的失落。怎么停了？陆瑶心想，当然得停了，真要是给他一步到位，太张扬，在这宫里还容易惹麻烦呢。皇上恕罪，皇上无法酣眠的由来已久，此事不可操之过急，须得慢慢调整。民女只是帮皇上放松身心，真正能引到皇上安然入睡的，还是得靠皇上自己。皇帝一想，也是，这六姑娘又不是大夫，她的琴声又不能治病。虽然没有坊间传的那么神奇，但朕听六姑娘一曲，着实身心通泰啊。这样，六姑娘先在宫中住下，得空替朕鸣琴一二，待朕解了这睡眠烦扰，再送你出宫去。来人，赏六姑娘。皇帝见阿乳举止温柔，又不失落落大方，对着这样一张如花娇颜，岂不龙颜大悦？苏青，这次你可是立一大功。臣不敢。方才苏青听琴觉得如何？臣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宫中邻人善琴者众，如是听琴能使圣上放松，圣上可照他们来奏。他还想赶路遥，不就是怕他有机会成为皇帝跟前的大红人吗？像苏怀那种心胸狭隘的奸佞，恐怕只能允许皇帝的红人就他一个。好在皇帝很清楚自己的感受，先前宫宴朕也没少听，但都不如眼下这般惬意。先安排六姑娘住下。宫人临时给阿乳和陆瑶安排了一处暖阁住下，暖阁不设在后宫里，反倒是离皇帝的居所近，方便皇帝随时召唤。两人才一落脚，先前皇帝赐下的封赏就由太监捧着过来了。阿乳一见，全是绫罗绸缎珠宝首饰，十分的奢贵华美。这些全是皇上赏给六姑娘的。等工人退下之后，阿乳看向陆瑶，这些东西，陆瑶对这些没兴趣，你留着吧。这些绸缎你喜欢哪个就用来裁新衣裳，首饰喜欢哪个便佩戴哪个。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在宫里暂安顿下来以后，陆瑶熟悉了一下这暖阁，随后和阿乳一道出去走走。虽说不能一来就迫不及待地去摸清这宫里的布局，但先附近散散步，熟悉熟悉也可以啊。陆瑶想着，以后那奸佞总不能像去招募馆找他那样想来就来吧。他进招募馆像进自己家一样随便，进皇宫还能像进自己家一样吗？至少晚上他是不能够随便来的。只要想到以后不用跟奸佞打了照面，也不用多周旋，陆瑶心情就很不错。正当他心情很不错的欣赏宫里景致时，阿乳扯了扯他的衣角。相爷在那边。
陆瑶循着阿汝的视线一看，可不就是苏怀吗？顿时好心情就跟他一拍两散了。苏怀与上午送他们进宫时的衣着不同，人渣是人渣，但妖孽也是真妖孽。他身后跟着2名太监，太监都手捧着一沓折子，恭恭敬敬地垂头走着。他往这边过来时，阿汝忙退居一边，垂手服礼。陆瑶作为阿汝的随侍，当然就站在阿汝侧后，目不斜视地跟着行礼。陆瑶只看见一袭紫衣袍角和一双黑靴自他眼皮子底下走过，未做丝毫停留。苏怀自然也未曾多看他一眼，跟之前简直判若两人。陆瑶心里暗暗感到满意。很好，以后在宫里打招门最好都是这样。直到苏怀走远，陆瑶方才缓缓抬起头来，空气里仿若还残留着一丝他衣上独有的芳烈的气息。跟随在侧的小太监便从旁说道：相爷贵人事儿忙，除了皇上，谁都入不了他的眼。他这应该是刚处理完朝中的折子，送到皇上这里来的呢。圣上似乎有些日子没去后宫了。不去，都这么晚了，真要去了后宫，肯定有迟迟不能睡。后宫牵系着朝堂，圣上不可轻疏。圣上若是去那边，可以选择早睡。苏青以为早睡是这么容易的，女人最是缠人了。皇帝摸了摸下巴，照理说苏青都去昭木馆宿过夜了，理应能明白那种感受才是，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恕臣无法体会圣上的感受。上回你在昭木馆宿的究竟是个什么姑娘，竟让你一丁点销魂的感受都没有？大概是她表现得不好，肯定让苏青扫兴了，是不是？说起这个话题，皇帝一时才有了点兴致。这厢暖阁里，要不姑娘先休息吧，一会儿要是来人，我再叫姑娘。你不休息，美人可熬不得夜啊。阿汝抿嘴笑，在声色场里，不熬夜的难找。陆瑶找出一只药瓶，自己吃了一粒药丸，又给了阿汝一粒。阿汝往嘴里一放，只觉得入口清香，便问：这是什么？让你熬夜过后气色不那么差的东西。随之外头就有人叩门，陆瑶作为随侍，自是由他去开门。他走到门边，打开房门，正要开口询问，可哪想迎面而来的是那股让他熟悉又嫌弃的气息。他看都不看，当即就毫不犹豫地砰地把门关上。然门还没有合拢，突然一只白皙有力的手穿入了门缝里，硬是将房门给扒拉开了。陆瑶再定睛一看，得，可不就是奸佞吗？他还是一身官袍，人模狗样的。苏怀抬脚踏进屋子里，陆瑶压不过他那气场，更拦不住他，他还是像进自己家门似的，直直的走了进来。你以为还像在昭木馆吗？你半夜3更的想来就来。苏怀毫不受影响，进门后在圈椅上落座。这里是皇宫。然后呢？一会儿皇上就会召见我们。今晚皇上没空召见你们。那相爷来有何贵干啊？阿汝赶紧圆场，想必相爷是来通知我们的吧？相爷要是不来，咱们不得一直等着吗？陆瑶闻言点点头，也是。明明派个小太监就能传到的话，相爷还亲自过来，真是费心费力呀。相爷操劳国事，想必已经很累了，眼下已经身路重，不如……只是话没有说完，苏怀抬眸看了阿汝一眼，阿汝的话音微微抖了抖，莫名觉得他要是继续往下说，后果很严重，也就及时打住了。不如早点回去休息。有茶吗？相爷稍等。他去沏壶茶来，准备给苏怀斟上。苏怀看向陆瑶，温声对阿汝说道：你不是有侍女吗？怎还劳烦你亲自来？这奸佞手上没闲着，腿上也没闲着，当即勾住陆瑶的腿，屈膝便顶着他的腿弯。可苏怀动作极快，下一瞬直接将他拉入怀中。陆瑶抬头就看见他近在咫尺，而他已被苏怀分腿坐在了他腰腿之际，压根不容他再撤。这一系列动作发生的太快，一旁的阿汝简直都要看傻眼了。陆瑶反应再快，也猜不到这奸佞下一步要做甚呢。于是乎，他又栽到苏怀手里了。苏怀一手握着他的腰，陆瑶刚扭身一动，苏怀便掐着他腰，欲往自己腰腹间压了压。他是个男人，陆瑶这样坐在他身上，还是这样的姿势，显得过于浪荡和暧昧。陆瑶只觉得一股热血上头，
又闻到苏怀的气息，脑子都空白了一瞬。他不要脸，自己还要脸呢。陆瑶又使劲正了正，苏怀压得死，欣赏着他恼羞成怒的样子，迫不及待想动。苏怀看他一眼，然后把他整个腰带都解了。苏怀缓缓掀起眼帘，看脸边上站着目瞪口呆的阿汝。有兴趣观看？我再去沏壶茶来。说着转头就往门外走。阿汝在招募馆里算是跟陆瑶走得最近的了，知道平日里一些慕名而来的客人都进不了陆瑶的身，唯一进他身的就只有眼前这位权贵的相爷，而相爷到招募馆同样也只找过他一个，所以方才陆瑶挣扎间不慎露出手臂和脖颈的一小片肌肤，叫阿汝瞧见了些痕迹，恐怕都是眼前这位的杰作。两人虽然不对付，但也有过肌肤之亲呢。没有这香囊，你是活不了吗？我喜欢香点怎么了？然后陆瑶就看着苏怀把他的香囊也丢一边了。陆瑶忍了又忍，安慰自己，这狗男人算是有点进步了，没有给他丢出窗外。苏怀扣着陆瑶坐在自己怀里，好一阵子什么都不干，只是看着他。起初陆瑶屏着气息，他感觉自己像被他拿捏死了一般，又不好多动。你又发什么疯？苏怀不语，看着他鬓间微微起了汗意，那双眼睛像是一丝丝翠染了的云霞，眼角一点点变得嫣然飞艳。苏怀欣赏着，目光寸寸往下，落在陆瑶脖间高领的盘扣上，他手指来解他盘扣。我这副又粗糙又黑黄的面孔，莫不是也让相爷起兴了？相爷未免也太饥不择食了吧？我起不起兴是看你的脸吗？主要还是看我的心情。他另一只手不知何时滑进他衣底里，一把握住他纤腰。他手指抚到陆瑶脊背骨，陆瑶吸了一口气，紧接着整个人被他扣在怀里。就在这空档间，陆瑶感觉领口一松，有2分凉爽。他已然解开了他的盘扣，露出了他的脖颈。他颈边的肌肤颜色又洁白又细腻，昨晚的痕迹消了大半，还残有一些。苏怀一口咬上去的时候，陆瑶抓着他的官袍闷哼，这是皇宫，这野狗还敢乱来。苏怀的唇贴着他的颈项，低低次呢喃，野狗可是要在你身上扯下一块肉来的。阿汝在外面待了2刻时辰，终于房门应声而开。他回头看见苏怀从门里出来，他如来时一般衣冠楚楚，干净整洁，灯火下那容色妖美，但给人一种难以接近之感。他出来看都不看阿汝一眼，便一脚踏入夜色里，转瞬身影便与夜色融为一体。阿汝连忙进屋里，看见陆瑶青丝散了，衣裙也散乱，他正坐在镜子前，一边蹙眉摸摸脖子间，一边吸气骂人。想他以前也是个文明人，可打从遇到苏怀以来，他的素质就喂了狗。阿汝见之不由怔愣，但凡是他看得见的陆瑶的肌肤上，都是一片狼藉的吻痕，一直从脖子蔓延到脖子根以下。他看得见的便这样了，看不见的定是更多了。左看右看自己的脖子，一时手指沾了药，都不知道该往何处下手。他干脆换个脖子得了。白天见到相爷时，他还一眼都不肯多施舍的样子，晚上到这里却是这般，实在难以想象是同一个人。你也觉得很分裂是吧？不过公子是厉害，这普天之下，怕是没第二人能使他几番惦记了吧？哼，惦记，他是惦记，惦记着不能让我有机会比他发达。公子这痕迹得遮一遮，看来明日还得穿高领子衣裳了。晚上阿汝不能真让陆瑶做侍女睡外室，所以2人一起睡。阿汝，像苏怀那样子的妖怪，你能收了他吗？阿汝愣了愣，摆手笑道，这个我受不了，公子莫要取笑我。你是蛙魁，你要对自己自信一点。什么样的男人我一看就知行是不行，像相爷那样的是真的不行。公子不知，他看我的眼神都让我心里打颤。陆瑶想，苏怀这人心思深得很，要是他对自己一门心思进宫起了怀疑，一定会逮着他不放。他在宫里还时时盯着他，防着他，对他来说也很碍事儿，所以他让阿汝帮他转移一下坚定的注意力也未尝不可啊。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他见了都恨不得有多远离多远的玩意儿，又怎么能推给阿汝呢？不过像相爷那般的人，是会让天下无数的姑娘们心生憧憬。翌日，陆瑶和阿汝又是随时待命的状态。
然后一名叽叽灵灵的小太监到陆瑶跟前来，笑眯眯地说：小的是负责这里的小乐子，两位姑娘有什么要求和小的说，小的一定尽力去办。有劳了。小乐子走到陆瑶身边，弯身悄咪咪地又道：姑娘若是想相爷的紧了，就告诉小的，小的就给相爷传话，相爷便会来见姑娘。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想他的紧了？小乐子笑得一脸谄媚，他就是知道你是他派来的。相爷让小的仔细照顾着嘞。他应该是让你仔细照看着吧，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到了晚上，陆瑶和阿汝又往皇帝那儿去了一趟，这次去的是皇帝寝宫。只见寝宫外面守着一队严阵以待的禁卫军。公公，夜晚皇上这里都是这样吗？这大动兵武的，晚上能睡好了才怪呢。其实平时不是这样的，主要是相爷担心皇上安危，所以安排了这一些。哦，相爷是怕我和我家姑娘对皇上不利？都是相爷的安排，这个得问相爷。寝宫里已经备好了屏风，陆瑶与阿汝坐在屏风后，照例是一边弹琴一边闲聊。没过多久，皇帝就真的睡着了去。小乐子在门外候着，见陆瑶和阿汝出来，便在前引路带他们回暖阁。陆瑶一路走一路观望，便指着一座座宫殿问小乐子：这宫是干什么的呀？那宫又是干嘛的呀？小乐子以为陆瑶是好奇，便一座座的给他讲解。这是御书房，那是朝殿，还有宴群臣的宫殿，还有观景台等等。陆瑶点点头。哦，宫里各处地方都派上什么用处分得这么清楚，真是让人长见识了。他指着小乐子说的宴群臣的那座宫殿，又问：宴请咱们自己的大臣在那宫殿，那要是宴请别国来的使臣，又是在哪座宫殿呢？不管是咱们自己还是别国的臣子，都是在那里的。那别国肯定不会空手来吧，得带很多贡品宝贝来，那要是都往宫里搁，怎么搁得下呀？阿汝心思玲珑，一听就晓得公子这是在向小乐子打探什么，故他路上一路不多言，只听着就是。小乐子未察觉啊，这姑娘就不知道了吧？别国送来的宝贝都有专门的地方存放，那是藏宝楼。哦，原来如此，那这藏宝楼肯定戒备森严。必须的，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陆瑶驻足四下观望了一番，遥遥看去，见那个方向的宫楼屋舍层层叠叠，此起彼伏。这皇宫这么大，这要是进了贼，估计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藏宝楼在哪儿，肯定就藏在那些宫殿中的某一个，才让人难以发现。小乐子一听就笑了，说道：那是后宫呢，藏宝楼肯定不在那里。莫不是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小的在这宫中好些年了，当然知道。正当陆瑶盘算着怎么继续套他的话，前面响起盔甲的声音，还有闪烁的灯光，应该是禁卫军在宫中按时分批的夜巡。陆瑶晃眼一看，小径那头的队伍严谨整齐，走在最前头的人却没有盔甲，只一眼他便眉头一跳，然后昨晚被咬的脖子就隐隐作痛。苏怀让身后的禁卫军队伍分头往各处巡视。你们在聊什么？小乐子立刻邀功似的全部招来。方才姑娘正向小的打听这宫中各处宫殿布局呢，还说起藏宝楼的守卫，又向小的打听藏宝楼的所在。这狗腿子有点机灵过头了吧？小乐子，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们第一次进宫来，难免感到好奇，才一路走一路多聊了两句。你是觉得我们是居心叵测之人吗？姑娘才是误会小的了，眼下相爷问起，小的也没别的意思，就是实话实说而已。回吧。陆瑶一听，立刻跟着阿如准备走。苏怀却对他说道：没叫你回。这话一出，小乐子和阿汝立刻就明白过来了。姑娘，咱们先回吧。阿汝有些不放心地看着陆瑶，就见陆瑶被苏怀一把拉着拽进了小树林。阿汝权衡之下，还是先跟着小乐子回了。天黑了，你不回家吃饭吗？苏怀不接他的话，直接钳着他的身子便拨了他的领子。陆瑶干不过他，被他压在树干上。他衣襟剥落，露出白皙肩头，依稀还有一抹肚兜的颜色。肚兜系带挂在他肩上，仿佛轻轻一扯就断。陆瑶很是恼火，这畜生可能是脱他衣服有瘾吧。苏怀发现他肌肤上的痕迹总是消得很快，从昨晚到今夜已经消去了一大半。用的什么药？与相爷何干？招募管理好药多了去了，毕竟姑娘家得常接客。想快些好了，才有机会去吹耳边风。他一靠近，陆瑶就觉得脖子疼，再让这狗咬两次，说不定就得给他咬穿了。
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狗逻辑会让他觉得自己要去吹耳边风，他吹得着皇帝的耳边风吗？很多事儿连皇帝都循着他的安排，他吹他的耳边风不更好使吗？在他又一口咬下来之前，突然伸手紧紧抱住他的腰，整个人贴进他的怀里。有相爷这样的人在我跟前，我哪还有兴趣去吹别人的耳边风呢？相爷放心，我对皇帝那样的中年男人绝对没有兴趣，想靠爬龙床飞黄腾达也没戏，任阿乳不知比我漂亮多少呢。以后就算是我不小心飞黄腾达了，也绝对不会跟相爷对着干，更不会整你，行了吧？苏怀低头看着他，见他一仰着头看自己，满眼的真诚。怕他不信，陆瑶还道：我发誓，发个破誓没什么的，反正他不需要飞黄腾达，只需要身体恢复就能收拾他。天下女人莫不想上龙床，你没兴趣？主要是有了相爷在前嘛，天下女人恐怕有一大半都想先上你的床。但你表现的不是很愿呢。你不是说你喜欢欲擒故纵的吗？我越是不愿，你才越是起兴嘛。他桃花眼轻轻一弯，有些娇羞的样子。事实上，我心里爱你爱得要死。不知道苏怀有没有恶心，反正他自己是恶心到了。片刻之后，苏怀终于将他的衣衫缓缓拉回来，拢好他的领子。你跟我说，你怎么爱我爱得要死了？陆瑶想暗暗换口气儿，可吸进鼻子里的满是苏怀怀里的气息，他不着痕迹的从他怀里出来，后背贴着树干，心想大概就是爱他就要他死的意思吧，但嘴上不能那么说呀，他就是很爱你的意思。不想爬龙床，不想引起皇上的注意，当皇帝的女人，那你千方百计进宫来干什么？你想知道藏宝楼？不妨向我打听。我真的只是好奇，随口问一句罢了，值得你这么多疑吗？御书房东南方仪真园内有数座藏宝楼，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吗？陆瑶看着他这张脸，有片刻的愣神。这人向来如此，近妖近媚，似寡淡凉薄，似情深意重。能满足。最后苏怀竟没有再纠缠他，理了理自己的衣袍，然后先一步出了小树林。陆瑶也得走那个方向啊，只好跟在苏怀身后，人拉开了不远不近的距离。这个时辰，工人们都在各自主子宫里，甚少有出来走动的，因而一路上都没什么人。不过后来，苏怀和陆瑶遇到几名太监，堪堪往前面经过。太监率先看见了苏怀，连忙停下行礼，约莫是哪个宫里的大太监。见过相爷，这么晚的天儿了，相爷还在忙呢。海公公看起来比我忙。哎呦，相爷可真是折煞奴才了。这不，娘娘夜里辗转，一时兴起，又想看书了，让奴才到藏书阁去取书去。去藏书阁取书也用不着绕这么远的路跑一趟，无非就是听说宫里来了位六姑娘，甚得皇上欢心，所以借着取书的名义来瞅瞅那位六姑娘晚上有没有留宿在皇上这儿罢了。相爷，这位是六姑娘身边的侍女啊。听说六姑娘容貌生得艳美，奴才还想能一饱眼福呢，怎的她的侍女独自在这儿呢？皇宫太大，估计是迷路走散了。太监便上下打量了陆瑶两眼，眼角的鱼尾纹越发明显。那不然奴才就送这位姑娘回暖阁去吧，横竖也顺路。哦，顺路吗？奴才也是想为相爷分忧啊。不用麻烦公公，也不麻烦相爷了，到这里我也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了。说着便上前理了理，赶紧往前走。苏怀没说什么，那太监自然也拦不得陆瑶，只盯着陆瑶的背影多看了两眼。宫里妃嫔和宫女数不胜数，这海公公眼睛也就毒得很。那六姑娘的侍女虽然模子看起来不怎么白净，但那身段却是极佳。他回味了一下，不愧是青楼里出来的，尽管他衣着显得宽松，但那眼神略略一丈量，那腰腿儿走起路来虽不摇曳风骚，却别有一番滋味。苏怀一走，海公公也就收了那陪笑谄媚之态。回吧。陆瑶花了几天时间打探到，苏怀没骗他，靠御书房东南方果然有个仪真园，里面一共有5座宫楼，里面收藏的全都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珍品宝贝。陆
陆瑶和阿汝是从宫外来的，阿汝也就罢了，现在宫里人都知道她是可以助皇帝入眠的六姑娘，而陆瑶呢，身为阿汝的侍女，衣着与这些宫女们不同，也很容易让人一眼就认出来，所以他让小乐子去给她弄身宫女的衣裳来，她扮成宫女再在宫中走动，应该也就没那么容易被认出了。只是先前陆瑶把脸色弄得暗淡，她一解衣裳，脖子和脸就成了两截不同的肤色，而宫长是要露脖底儿的，他得将脖子也抹成暗淡的肤色，只要奸佞不来啃他，2天他脖子上的痕迹就全消了，再扎起一个单髻，他就变成了一枚平平无奇的宫女儿。晚上陆瑶才试了一下这番装束，小乐子就在外叫门。陆瑶甫一开门，就看见苏怀站在门框外，陆瑶一脸麻木的当即关门，这回都用不着苏怀伸手来扒，小乐子便跟鱼锹似的钻到门扉之间卡住了。相爷视察宫中守卫，累了顺路来喝口茶，相爷快请进。这熟忍的程度，仿佛请进的不是他的房间，而是小乐子的房间。阿汝看了看陆瑶的脸色，思及他之前说过的话，看来相爷着实带给他不小的苦恼。阿汝便鼓起万分的勇气，连步轻移着上前，身姿婀娜，风情万种，将自己最拿手最妩媚动人的一面呈现出来。相爷，今日陆姑娘身体不适，不如……陆瑶见状，他都要被阿汝的美所陶醉了，心里同时还有点感动。可阿汝还没走近苏怀，苏怀那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即将命不久矣的人。阿汝心底端的一寒，脚步也就定在了原地。不如什么？不如还是沏壶茶来吧。说着他就回头歉疚地看了陆瑶一眼，然后和小乐子一道出去了。你不是爱我爱得要死吗？难道都是骗我的？切，你骗的还少呢。我没骗你。你这么爱我，见了我应该扑过来。爱是克制，不是放肆。我最恨别人骗我，骗我的人我都不会让他有好下场。不是来喝茶吗？这里正好还有一些。苏怀一把他的手腕往自己这边一带时，陆瑶又是一茶壶荡了过去。这回他不是想泼苏怀了，而是想砸破他的狗头。还好相爷躲得快。很可惜是吗？没有，相爷下次还是不要这么突然拽我了，真的很容易发生意外的。苏怀眼神落在他光着的脖颈上，陆瑶当即觉得脖子隐隐作痛，又怕他乱来。之前那身衣服在宫里不方便，别人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我想着还是这宫女的衣裳方便一些，我颈子都跟脸一样黑了，哪像阿汝那般肤白貌美啊。你放心，我发过誓的，我一心都在你的身上，安分的很。我颈子上都是粉，相爷还是别咬了，吃太多粉对脑子不好。然后苏怀一手就摘掉了他的香囊。陆瑶见状连忙手忙脚乱的来捂，结果刚捂住香囊，又发现自己的腰带被他给撕掉了，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样是更方便，我咬哪里好呢？没等陆瑶回答，他一手便握上了他的肚兜，咬这里，当即就一耳光朝他那张脸上扫去。陆瑶一句话都来不及说，他竟真的一口咬了上去。隔着肚兜的料子，这厮还用牙齿撕磨。陆瑶身子绷得发颤，骂道：苏狗，老子没惹你，发什么疯？苏狗，老子没惹你，发什么疯？苏怀抬起头，盯着他泛红的桃花眼，低声问他：这几日把皇上治得很妥帖，不由得使我想起上回我吐血的事。你跟我说说，我是听了你的情，还是碰了你的人？陆瑶被他眼神看得心里发毛，这茬还过不去了。他要是知道自己阴了他，照他这睚眦必报的性子，肯定不会让他好过。你肯定是碰了我的人，必须是你自身的问题，自己身体不好就不要做这么刺激的事情，好好修身养性才对。你别诓骗我，骗我的人都下去了。苏怀从房里出来时衣冠整齐。相爷慢走。阿汝回房来，陆瑶已经挪好了衣衫。阿汝见他脖子上干干净净，便松了口气道：这回好，相爷没有乱来，只要姑娘与他好话好说，想必他还是讲道理的。陆瑶只是看着还好罢了，你指望他讲道理，还不如指望公公能下宰呢。然后他又开始骂人了，直到和阿汝一起躺下了，阿汝听见他还在把苏怀翻来覆去的骂。阿汝见他揉着胸口，便劝道：姑娘算了，气着了自己不划算。我气自己做什么？我没那么想不开。我见公子一直揉着，担心公子心气不顺。陆瑶默了默，想起那狗男人为非作歹，他脸色就不好。我只是胸痛，他为自己定下目标了，等他恢复了以后，必须第一个弄的人就是他。
藏宝楼的事情得加紧了。只是白天陆遥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近到仪真园去，只有晚上才能行事。这日陆遥又见到了那天晚上那个太监，听苏怀好像称呼他是海公公。海公公是从后宫来的，他身后总是跟着2名小太监。他到短阁来打量了一下阿乳和陆遥，眼神却是在陆遥身上停留一二。早就听闻六姑娘琴艺了得，还能解皇上烦忧，咱家娘娘可是心齐的紧呐，特让咱家请六姑娘过去会会。常贵妃的宫中十分的奢华讲究，庭院宽阔美丽，宫人们众多。海公公是常贵妃跟前的大太监，宫里的宫女太监们见了他都得驻足垂手行礼。此时常贵妃在后院寝宫，只不过在进后院最后一道门槛时，海公公回头给了太监一个眼色，你随我这边来。他不跟我一起吗？贵妃娘娘只见六姑娘，闲杂下人奴才还没有这福分面见娘娘。通常下人奴才都在偏房等候，你跟我走吧。公公，我这侍女胆子小，她从来没离开过我身边，一会儿她不进去见娘娘尊严，只在外面候着，可好？娘娘这里的规矩向来如此，别说六姑娘，便是其他宫里的主子过来，奴才也得到偏房候着。怎么，六姑娘才来就托大，是想让娘娘为你破例吗？姑娘去吧，我去偏房等候便是。最后阿乳跟着海公公走了，陆遥则由太监引着往偏房去。之前在房里陆遥就叮嘱过了，阿乳平时应酬周旋没有问题，只要顺着常贵妃不惹她生气就好。毕竟皇帝还需要阿乳，常贵妃就是再不喜也不能坏皇上的事儿。常贵妃若是想听琴，就照她平时的琴一弹就是了。常贵妃总不会是想借她的琴助眠的，而且海公公也没有提醒阿乳要带琴，所以多半不会让她弹琴。总之就是见机行事，他知道怎么随机应变。娘娘，六姑娘给您带来了。阿乳进殿见礼，抬起头来，本宫瞧瞧。阿乳缓缓抬头，果真是个漂亮人儿，民女当不得娘娘谬赞。她垂着眼帘，不敢抬眼直视，视线里只有一袭裙裳和一双绣鞋，光是这一瞥便极是奢华尊贵。听说你弹的琴能给皇上助眠是吗？皇上日理万机，精神乏累了，民女弹琴只能助皇上放松心情，只是让人昏昏欲睡的琴声，大概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的琴声。常贵妃自是知道皇帝还得用得上她，今日本也不打算怎么地她，就是想招来见见，看看究竟是个怎么个人物。眼下见他还算是识物，常贵妃语气则更加慵懒。你琴不好，可你这人儿比花娇，皇上见了应是高兴得很。娘娘才是千娇万贵之躯，民女只是风尘女子，皇上何等英明，有娘娘金玉在前，又岂会多看民女一眼？像你这般善解人意的，要是出身清白干净，皇上偶尔宠幸一次也不为过。只可惜是个青楼女子。阿乳心里门清，真要是发生了那样的事儿，恐怕她此刻就不能安然无恙的在这儿回话了。民女不敢有非分之想。这厢陆遥跟着小太监走，说是去偏房，可越走越远，也不见偏房在哪儿。偏房有这么远吗？你跟我走就是了。后来总算到地儿了，你先进去等吧，等六姑娘那边完事儿了，再跟着回去便是了。那太监旋即就关上了房门。陆遥抬头一看，见房里有个衣架子，衣架子上挂着的是一身蓝绸太监服，顿时就明白过来，这哪是什么偏房啊，而多半是某个太监的寝房。这屋子里还点了香，香气浓郁而又腻人，但也掩盖不住那股子油腻腻的脂粉味儿。陆遥一闻便知点的是迷香，而且照这浓度，应该是点了有一会儿了，足以迷昏一头牛了。就凭房里这迷香，别说一个女人了，就是10个男人也够对付了。而且打从陆遥进去以后，他就没听见一丝动静，想必是倒了。结果进去一瞧，就见陆遥正睡趴在桌边呢。见他果然昏过去了，太监也就放心了。海公公瞧上了，你也怨不得别人，要怪只怪你自个儿太招摇。一会儿啊，你就等着海公公吧。他说着便要把陆遥往床上一搬，只是刚一碰到他身，冷不防一只手就扣住他的手腕，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被拽得往桌面上一栽。陆遥抬起头来，面色平淡，手里摁着太监的后脑勺，就跟磕鸡蛋似的，把他的头往桌面上清脆的磕了去。咚的一下，他就磕得不省人事了。对他来说，这世上唯一让他敏感的，大概就只有苏怀身上那股子新烈的气味了。其他的不入流的玩意儿，除了有些呛人，还真是没什么其他劳什子作用。海公公把阿乳引到常贵妃跟前以后，再没他什么事儿，他就退出了寝殿。那个小侍女还等着他呢。
一想起那细腰嫩臀的海公公就有些迫不及待。那个什么六姑娘，人嘛是长得漂亮，可身段却不如她身边这侍女儿。他向来不看女人脸，只弄女人身子。这海公公啊，在宫女太监们那儿是出了名的变态。宫女们谁提上他都得抖上一抖，落到他手里的宫女他就没有放过了的，玩的伤残那是常有的事儿。他回到住处，一推开门就看见自己床上趴着个人，身上盖着被子。当然是他吩咐手底下的太监把这侍女迷晕以后脱光了塞在床上的。走到床边掀开被角一看，露出个白生生的臀。他顿时就急不可耐地除去裤子，被子里被蒙着的人奈何被绑了双手堵住的嘴，这正合海公公的意呀。后来海公公想着把那腰翻个面儿，这才留意到这腰比他之前眼神丈量的粗了不少。他一把掀开被子把人翻过来一瞧，脸色不由得一变。只见躺在床上的哪是那六姑娘的侍女啊，而是方才给那侍女带路的太监。太监满头冷汗，脸色惨白，看见海公公总算发现是自己了，不由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人呢？奴才也不知道啊，奴才只是进来看见他趴睡在桌上，正想把他送到公公床上，眼前突然就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狗东西！他满腔怒火没处发泄，索性又收拾起这太监来。太监发出杀猪一般的嚎叫声，到最后奄奄一息，声都再叫不出了。阿汝从常贵妃那儿出来以后，暗暗松了一口气儿。他正想问陆瑶在哪儿呢。六姑娘，您先出去吧，一会儿您那侍女自然会回去的。她在偏房是吗？那你带我去找她吧。哪有主子主动找奴才的？向来都是奴才主动找主子。六姑娘放心，已经让人去知会她了。等走到外门处时，阿汝抬头就看见陆瑶正等在那儿，他不由得彻底放松，嫣然一笑。不过送阿汝出来的太监却是有些愣了，他不是被送去海公公那儿了吗？怎么？他们说一会儿六姑娘准会从这儿出来，别让我到这里先等。那我们走吧。是谁告诉你在这里等着的？就是先前带我去偏房等候的那位公公啊。贾公公，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两人出了常贵妃的宫门，太监就急匆匆地往回跑了。事后海公公总得要知道究竟是谁办砸了事情。这太监回去禀告海公公，说是听那侍女亲口所说，就是海公公房里的这名太监放那侍女走的，给咱家处理了。公公饶命啊！陆瑶和阿汝离开后宫，走在御花园里。他们没为难你吧？倒是没怎么为难，就是那偏房是偏了一些。你呢？常贵妃有为难你吗？我向她低头示弱，她便没把我怎么。后来皇上那边传了话，中午让常贵妃去陪皇上用午膳，贵妃娘娘须得梳妆准备，这才放了我出来。回到暖阁，小乐子正候着呢。奴才就想着两位姑娘也该回来了。想也知道，定是小乐子去报了信儿，否则皇帝那边也不可能掐着时间让人传话给常贵妃。怎么样，贵妃娘娘没为难两位吧？他们常喜宫的太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有没有欺负姑娘啊？你跟奴才说，奴才告诉相爷去，让相爷收拾他们几个。你确定你们相爷会帮我收拾他们？他不鼓掌叫好就已经是良心发现了，好吧？他们果真欺负姑娘了，奴才这就告诉相爷去。说着还真转身往外走。啊，你们相爷帮着皇上日理万机的，你是想累死他吗？那可就太好了。你别去了，姑娘没受欺负。也是，真要是受了欺负，恐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姑娘可真是心疼相爷，生怕他累坏了。往后要是再见到那海公公，两位姑娘可有多远躲多远吧。那海公公怎么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对姑娘家更是不会手软，听奴才的就是了。咱宫里可没少人遭他的殃，奈何他是常贵妃的人，有常贵妃保他，谁也动不了他。下午的时候，阿汝受诏面见皇帝，这次没在御书房，也没在寝殿。皇帝在花园里散步，临时起意，叫人请他在庭中一叙。六姑娘平身，不必多礼。皇上召民女来此，此地虽好，可皇上却是不宜在这儿小憩。若是来风，恐怕着凉了。还请皇上恕民女没有带琴来。朕也不是要在这里小憩，主要是邀请六姑娘来赏赏花。民女受宠若惊。皇帝看到阿汝小口小口地吃着点心，觉得美人吃东西也赏心悦目。朕听说上午你到常贵妃那里去了。娘娘召民女过去坐了一会儿，承蒙娘娘不嫌弃，让民女陪娘娘说了会儿话。你倒是柔善，朕的贵妃是什么姓儿，朕清楚。民女这点事还烦扰皇上用心，是民女之过。不说那些了，六姑娘陪朕坐会儿。阿汝明白，今天皇帝是有心替他解围，
只不过皇帝深思熟虑，他没有直接到常贵妃宫里给他解围，否则才真是让常贵妃记恨在心了。陆瑶跟着太监一起在离亭子10丈开外的地方一直等着。不远处的太监忽然小声哎呦一句，陆瑶抬头一看，只见那海棠树下徐徐走来的可不就是苏怀吗？他身边跟着的那位陆瑶见过，是广宁侯。太监上前见礼之后，苏怀问起皇帝所在，太监答话：皇上正和六姑娘赏花呢，相爷和侯爷可是有急事儿，要不要奴才去传个话啊？去传吧。太监去传话时，陆瑶便直拉拉地站在边上，苏怀就站在离他几步开外的地方，两人不约而同的装瞎，都很能对对方视若无睹，相见不识。只是广宁侯就有些不淡定了，他多看两眼陆瑶以后，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他不是你在昭木馆宿夜的那位未婚妻吗？很像吗？广宁侯无语了一会儿。你都跟人家过夜了，像不像你自己不知道吗？我忘了。陆瑶见广宁侯大惊小怪的反应，心里奇了，他看起来是个正常人啊，奸佞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啊？我也不是很认识他。广宁侯不禁也恍惚了，难道是我看错了？那位姑娘好像是要白血。随后太监请苏怀和广宁侯过去，陆瑶连忙往后退了退，给两人让路。他把路让的要多宽有多宽，一点边都不想跟苏怀沾上。可苏怀自陆瑶身边经过时，偏偏像是知道他怎么想的似的，就是不让他如意。他那一袭袍角堪堪从陆瑶手背上轻轻拂过，他衣料柔滑，带着些微凉，一如其人似的，让陆瑶恶寒了一下。阿汝因着他们的到来得以脱身，路上见到苏怀和广宁侯扶一扶礼，就脚步轻快地出来找陆瑶了。陆瑶等到了他，两人自然离开这儿回暖阁。这些时日让姑娘事事候着我，真是过意不去。不用过意不去，本就是你一直在替我周全啊。能与姑娘一起，也是我一番阅历和造化。你和皇上在亭子里怎么样？没怎样，就是聊聊天。以前觉得皇上就是高高在上，无法接近，而今近在眼前，还有些觉得不真实。皇帝虽然是个中年男人，可他比一般的中年男人保养得好，处事成熟稳重，看起来又气宇轩昂，还是95之尊，惹女子心动那是非常正常的。陆瑶看了看阿汝，在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前，你得稳住啊。姑娘放心，我知道自己什么出身，也知道什么是高不可攀。我真要是一头热了，那惹着的贵人一根手指便能碾死我。陆瑶之所以愿意与他一处，便是因为这姑娘十分通透，能进这宫城面见圣颜，已经不虚此行了，哪还能给自己惹一身麻烦呢？既如此，往后你自己都谨慎一些。今日相爷来与姑娘一同在外面的时候，姑娘可有与他说上话？那坚定报复心强，我不宜明目张胆的骂他，但心里问候了他。只剩下骂他了吗？我若是不骂他，有什么必要跟他说上话？若是只做一夜夫妻的话，其实真正高不可攀的不是皇上，而是……哎，打住啊！好，不说了。皇帝有3宫6院，不会拒绝漂亮女人，可那位阿汝算是体会过了，除非是他想要的，否则再漂亮的女人送到他跟前都不顶用，顶多是给他辣手摧花。何人在此？好，被发现了。他先前没发现高处竟还藏得有守卫，一旦有人出声，其他各处守卫纷纷被惊动，第一时间往这里聚集。陆瑶一看那高处飞腾而来的护卫身法，便知恐怕不是普通的禁卫军，应该是大内高手。这种时候要是被他们拖住，肯定没有好下场。陆瑶当即抽身回撤，往仪真园外跑。御花园里的禁卫军全部出动，搜寻夜闯仪真园的贼。后面杂乱的脚步声甩不掉，陆瑶跑到湖边毫不耽搁，直接就下水。他没有往湖里跳，而是动作快但动静极小的摸下水去。如此湖面没有激烈的水声和浪花，只无声地漾开一圈圈浅浅的涟漪。等禁卫军追到此处时，涟漪已经消散得若有若无了。放眼望去，整个夜色里湖面一派平静。陆瑶整个人沉在水里，离岸边有数丈之远。他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能潜伏这么远，不然再不管不顾的往前游的话，肯定会被发现的。岸上火光明亮，会有夜风拂来，吹皱了湖面，使得他更好的隐藏了。举着火把的禁卫军分让两边，有人徐徐走上前来，那紫袍黑靴看似闲庭信步，却一步步沉着有力。陆瑶耳力好，他潜伏的也不深，隔着几丈距离依稀听见他的话语声。往这边跑了。这声音何其耳熟啊！陆瑶一听，心头就是一跳，
这么晚了，那监宁居然还在宫里，这皇宫是他家怎的？他一天到晚的在这儿摸摸索索的做甚？结果他心气难平，一时不慎就突然撸了个小水泡。那小水泡浮上水面时动静极小，就只是一小圈涟漪。但陆瑶不确定苏怀会不会发现呀？他是不如从前了，他现在一听见是狗男人，心态就容易垮。苏怀看着湖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方才是看见有个人影往这边跑了，让仪真园的人回去守好了，以免让贼声东击西。其余人分两头去搜。是。于是陆瑶就隐约看见火光分开两头，人影也分开两队，往湖边的两个方向去了。可监宁还没走，他临湖而立，像是无限惆怅一般，还望着湖面。陆瑶在水里憋得够呛，心想：你真要是这么惆怅，你怎么不投湖死一死啊？随后他憋不住了，又冒了个小泡泡。苏怀似乎没有发现，终于还是转身走掉了。陆瑶确定他走远了，方才缓缓探出头来，长换一口气儿，看见不远处那火光闪烁，这会儿上岸很危险，万一生性多疑的监宁杀个回马枪，他再想找地儿避身就难了。略一思量，他便转头往漆黑僻静的湖对面游去。便是在夜里，陆瑶的方位感也十分的准确。那对面有座假山，假山背面就靠着湖水，他可以去那儿暂避。便是有禁卫军搜到了那儿，他也可以潜入水中躲过去。等明日天亮，他混入众多宫女们当中，也就比较好糊弄了。陆瑶游到那假山附近，见周遭没有火光和人迹，方才悄无声息地朝假山摸去。他摸到岸边的石头，准备上去到洞里避一避，然将撑着身子准备出水，哪想这时从洞里走出来一人，月下一袭隐隐的紫袍配黑靴，就立在了陆瑶的眼皮子底下。陆瑶娇躯一顿，顺着黑靴和紫袍缓缓往上瞧去。苏怀将陆瑶泡在水里，仰头望着自己的形象看在眼里，看起来是有些狼狈，可湖水洗去了他脸上和脖子上暗淡的颜色，脸上挂着水珠，肌肤洁白莹润，倒像是出水的芙蓉一般。他这双眼生得极美。此时此刻，陆瑶一看见苏怀，心里就明白了，肯定方才在对面湖边时他就已经发现自己了。他是看准了他会往这里躲，所以先一步在这守株待兔来了。苏怀不开口还是人模狗样的，但一开口就显出鬼畜的原形了。逮到一条鱼，是煎了好还是炸了好呢？今日你从这走了，就别想再上岸了。陆瑶身子一顿，片刻不得不转回身来。是自投罗网，还是在水里泡得发烂？你自己选。打从遇到他以后，陆瑶就没顺过。陆瑶一时想不通啊，究竟是倒了几辈子血霉呀，才结了他这么个破未婚夫？回回不顺，回回都有这破玩意儿。苏怀见陆瑶气得脸都绿了，心情分外愉悦。陆瑶也不能光自己一人气啊，突然扬手就掀起湖水朝他泼去。他本想趁他闪避之际立马逃脱的，但苏怀清楚他心思似的，压根就没躲闪，反倒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只听得水声荡漾，立马就把他从水里拎了出来。陆瑶浑身湿淋淋的，虽没能泼到他的脸，但他溅湿了苏怀的衣裳。他又没路可走，就被苏怀堵进了假山漆黑的洞口里。他浑身湿气的朝陆瑶逼上来，男女的气息声纠缠，又很有一种旖旎况味。陆瑶后背贴着石壁，相爷对不住啊，我刚刚是脚下打滑，才本能的挥了一下手，不想让水溅到相爷身上了。幸亏我拉了你一下，不然你岂不要淹死了？是吧？所以你要怎么感谢我？我浑身湿着，相爷还是别靠太近了，不然一会儿你也湿了。苏怀眼神落在他腰间的香囊上，伸手摘了下来，当着他的面捏着香囊挤出水，然后才闻了闻。泡了水后就不香了。这时陆瑶和苏怀两人都听见有脚步声正由远及近的往这边来，显然是各处搜寻的禁卫军。香囊不顶用了，他以为跟苏怀纠扯了这么多次，就是再和他那气味不对付，也应该稍稍适应一些了。可事实上还是很上头，只是他顾不上啊。他心里想着，禁卫军来了，他又被监禁给抓个当场，要是他把自己供出去，那就是出身未捷身先死，全玩完了。禁卫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去藏宝楼找什么？啊？什么藏宝楼？你看着我去了？不说也无妨，等到了刑部，尝遍了那里的刑具，你还不说，那才是本事。切，相爷就这么喜欢屈打成招吗？我就这么喜欢。打又打不过他，眼下还被他拿住了把柄，那要怎样你才肯作罢？换个问题，
要不要去刑部坐坐，就看你的诚意了。你快问，为什么每次都要用这破香囊熏我？陆瑶微微一侧头，便冷不防碰到他鼻尖儿，他身上又开始起了一层汗。是我身上的气味让你不舒服？他早就留意到了。是。怎么个不舒服法？我对毒活过敏。过敏？就是敏感。什么症状？陆瑶抬眼狠狠瞪他。苏怀将他纤腰一揽，手便抚上他的脊背，他感受到一股湿热的汗意。会眼红，呼吸急促，浑身脱离冒汗，就像之前跟我在床上一样，是吗？那岂不是跟吃了药一样的反应？老子没吃过药，不晓得那是什么反应，他就是过敏而已。话音一落，他就听见了脚步声赫然停在了假山外面，他顿时呼吸一敛，不再作声。禀告相爷，沿湖一路全都已经搜过了，没有发现可疑痕迹。陆瑶抬头盯着苏怀，真是想一口咬死这人渣。禁卫军知道他在这儿，说明他肯定事先吩咐了他们都汇聚到这儿来向他汇报，只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在逗外面那群禁卫军，还是在逗他。李指挥使，属下在。你们要拿的人。话还没有说完，陆瑶心头一跳，突然踮起脚就伸手捂住了他的嘴。苏怀低眸看他，说好了我回答你问题你便不将我供出去的。苏怀拿开他的手说道，我说我会考虑，现在我考虑好了，还是得把你交出去。耍赖的人天打雷劈，你能教我，我就不能教你了。他险些忘了，这畜生睚眦必报，比谁都记仇。陆瑶也不能跟他硬拧，遂张口道，对不起。什么？我没听清。对不起。外头禁卫军多，时不时还有脚步声和盔甲声响起。李指挥使自是听不见两人在洞里敛了气息低低耳语，见苏怀迟迟没有下文，便道，相爷，你且再近前2步。这话自然是对李指挥使说的，因为陆瑶已经离他近的不能再近了。李指挥使就一眼往前走了2步，一步不敢多，也一步不敢少。苏怀正要对他发话，陆瑶急眼了，不能让这厮开口啊，于是蹭上去当即就堵住他的嘴。这回不是用手堵的，而是直接用嘴堵的。他身形微微顿了顿，陆瑶豁出去了，双手搂着他脖子一个劲儿的亲他。苏怀垂着眼帘看着他的模样不为所动。陆瑶是铁了心的这次得缠着他了，就算被禁卫军发现，那也是他大半夜的在这儿跟宫女偷情。对，他只是在这儿跟他偷情，这样也能摆脱嫌疑。陆瑶一边盘算着，一边亲了他一会儿，发现他没反应，心下冷笑。每次他都跟狗似的，这次倒是自持了。之前跟他逢场作戏时不是挺能耐的吗？然刚这样一想，他身子骨冷不防被苏怀重重往墙上一推，后背抵在墙上有些钝痛，来不及抽气，眼前男人便面压上来，将他清晰的抽泣声全堵回到了喉咙里。他反客为主，陆瑶一时惊了惊，唇上口中都是他一派席卷的狂乱。陆瑶有些招架不住了，又不能发出丁点声音，因为外头还有人正听着呢。他勾紧了苏怀的头，索性把心一横，做戏做到底，踮着脚尽力地回应着他，唇齿厮磨。陆瑶感觉自己越来越脱力，腰身被他掐在手中，紧紧压在他怀中。李指挥使见又没声了，只好斗胆又道，还请相爷指示。片刻，苏怀从陆瑶口中撤出来，陆瑶紧紧抱住他的腰，大有一副赖定他的架势。苏怀声无起伏说道，你们要拿的人是男是女，看清楚了吗？这倒没听仪真园那边说起，大概他们也还没有看清楚。如此，就在各处搜寻一番，再来报我。是。李指挥使转身一走，苏怀便又吻了上去。陆瑶脑子里有些浆糊，苏怀的唇落在他颈上，他哑声低道，别咬，明日还得穿工程呢。他以为狗男人一意孤行不会听的，然而这一次却是没等到颈边传来痛楚，反倒是肩头一凉。他来不及低头一看，身上湿淋淋的弓长就被他一把撕了去。我不要在这洞里。我喜欢在这里。陆瑶拗不过他，鞋子都蹬掉了，蹭在他衣摆上。他衣袍湿了些许，脚心蹭在上面又滑又凉，那触感却让眼下这状态的陆瑶感觉到无比的舒服。陆瑶气短，扯乱了他的衣裳，一口咬在他肩膀上，低低喘息着，试图跟他讲道理。你上回不是吐血了吗？你再这样肯定会兴奋死，吐血而亡，横尸当场的。你巴不得哪样？
怎会？我是舍不得你那样才提醒你的。他明明感觉才没过多久，外面禁卫军的动静又去而复返了。要是让他们撞见你在这里跟我好，你淫乱宫中，皇上对你肯定不满。苏怀停顿了一下，陆瑶以为这畜生是听进去了，可怎想他的手又突然变了位置。陆瑶神色变了变，连忙两手并用的拦住他的手。可苏怀低头一咬，听得他轻哼一声，陆瑶浑身的力气都被他抽了个干净，身子骨的重量几乎是苏怀一手臂拖着的。苏怀欣赏着陆瑶的眼神儿，是一副想把他扒皮抽筋的眼神儿。你现在这样，我倒比较兴奋。相爷，附近都搜过了吗？陆瑶绷紧身子，心里骂翻了祖宗，奈何又不能骂出声。都搜过了，还是没有。狗屎的，你洗手了吗？那便散了，今晚警醒些，各守各位。是。让你先适应一下。适应你个狗头！哼，还想我用头？那种事儿我可做不来。他看见苏怀挑眉，倦狂邪气。身材不错。别人知道你是这样的畜生吗？相爷可真猛啊，衣裳都给姑娘撕碎了。要是真好心，不妨放我到湖里去。你觉得我有那么好心吗？山洞里一身他湿淋淋的弓长和一双鞋也不要了，陆瑶靠在他怀里就无法避免他的气味。他的衣袍上，他的怀抱里都是。陆瑶持续发作，意识有些模糊不清，浑身汗涔涔的，齿关一松，不禁溢出清晰的呻吟。苏怀听来竟比方才在洞里纠缠时来的好听。你要是难耐，我再找个地方好好的来过。我难耐个锤子！这厢阿汝迟迟等不到陆瑶回来，在房里辗转不踏实。他正犹豫着要不要起身去看看，怎想这时突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阿汝胆战心惊的下床一看，竟是苏怀半夜里来了。相爷怎么？他看见苏怀怀抱里的东西，第一时间没认出来是陆瑶，因为他身上裹着的是他的官袍。他壮着胆子上前，才看清是陆瑶的脸，只是他这个样子一看就很不正常。在招募馆时他是怎么处理的？冷水，每次相爷走后他都要泡冷水澡。苏怀把人放进浴桶里，屋子里没有点灯。第二天陆瑶睁开眼时，人还有些恍惚。姑娘总算是醒了。随之陆瑶才发现她已经回到了暖阁，但她压根就不记得她是怎么回来的。我昨晚什么时候回来的？都子时过后了，相爷送姑娘回来的。一提起奸佞，陆瑶又缓缓地闭上眼，然后一些昨晚的画面很不合时宜地从她脑海里冒了出来。姑娘还觉得不适吗？可要叫大夫来看看啊！要是想让一个男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有什么方法？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他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等以后他恢复了身体，定让那狗男人后悔莫及。阿汝大抵也知道他指的是谁。别的我不懂，我只知感情也能很折磨一个人，若是让他爱上你却又无法得到你，大抵就是一件痛苦的事吧。要是他不可能爱上你，却又能轻易的得到你呢？阿汝闻言也沉默了一会儿。那就只有尽量不要让自己痛苦吧。这次陆瑶沉默的更久了。怡真园昨晚遭贼的事儿宫里已经传开来了，只是让陆瑶惊诧的是，听小乐子说贼已经拿到了，据说是个江洋大盗，敢到皇宫里来偷东西，也不看看怡真园是什么地方，守卫那么森严，留守的全是大内高手，就算他能耐不差吧，能从怡真园跑出去，可他运气不好啊。昨儿正好是相爷在宫中安排禁卫，有谁在他眼皮子底下作乱，还能逃出去的？还没出生呢。看样子这一关他是躲过了，可同时他也有把柄拿在了奸佞手里。他能这么好心的无偿帮他吗？不对，狗屁无偿，昨晚他赔出去的还少吗？一想起昨晚，陆瑶黑着脸，心情又不顺了。今早小乐子给他送了一身新的弓长和鞋子来，陆瑶也记不清自己昨晚回来时是个什么样子了。后来听阿汝说，他身上就裹了一件坚硬的衣袍，便被抱回来了。他是得需要一身新的宫女衣裳，只是小乐子送衣裳时脸上表情未免太欠揍了。相爷可真猛啊，衣裳都给姑娘撕碎了。往后姑娘再与相爷在别地儿相会的时候，还是劝着相爷别太放纵，至少衣服别撕光啊，不然宫里人多眼杂的，相爷抱姑娘回来，要是被哪个瞧见了，可就说不清了。哈，让你当太监真是屈才了，你应该去当个拉皮条的。今日后宫里的主子们都去长喜宫吃茶耍子，咱娘娘让咱来请一请六姑娘，六姑娘情意了得，也好过去给诸位娘娘们弹琴助兴一番。主子们可都听说了，六姑娘对这个招募馆的花魁是期待的很嘞。六姑娘收拾一下，跟随咱去吧。这话里话外皆是充满了轻视。
无非是她一个青楼女子能去给主子们弹琴助兴，已是她莫大的福分。所以最终阿乳带着路遥也没多耽搁，就跟着海公公一道去了。海公公回头多看了两眼路遥，面容有些阴沉，上回给他跑了，真是可惜。不过只要他们还在宫里，迟早跑不了。进了长喜宫，宫人们正忙碌着摆瓜果点心。到了常贵妃的寝院外面，贵妃娘娘召见六姑娘，随咱来吧。今日太监们不得闲了，就没人来领路遥去什么偏房等候了。路遥只能独自在外边等着。阿乳进了贵妃寝宫，阿乳跪下行礼。常贵妃一直没有发话，她便一直跪着，等常贵妃仪容整理妥了，美眸一垂，落在阿乳身上。过来了，娘娘召唤，民女万不敢懈怠。本宫听说这些日你日日在皇上身边作陪，是吗？阿乳心下一沉，她知道避免不了，谨慎的回答：皇上召见民女，与今日娘娘召见民女是一样的，只是让民女替皇上消闷解乏。是吗？皇上夜里去你暖阁，也是去消闷解乏？阿乳连忙俯身磕头：娘娘明鉴，民女不知皇上会去暖阁，也绝无半点非分之想。你跟皇上说你身体不舒服，不就是让皇上去瞧你的意思吗？民女绝无此意。如若皇上需要用得着民女弹琴助眠的，民女责无旁贷。可如若只是因为其他的事，民女便不想去扰了皇上的时间。民女也确实身体有些不适，故才以此辞了皇上。区区青楼女子也敢让皇上亲驾探望，你可知勾引皇上、蛊惑圣心是条什么罪吗？民女此次进宫，纯只为解皇上失眠之烦忧。待完成使命之后，民女便出宫，回来时的地方。贵妃娘娘，民女有自知之明，民女风尘之身，万不敢污了皇宫圣地。你这张脸生的却是狐媚样。贵妃娘娘，妃嫔们陆陆续续都到了。瞧着楚楚可怜的模样，就是本宫见了也心软。带她下去吧。奴才万谢娘娘。路遥一直在常贵妃寝院外面等着，他这一等就等了颇久，直到后来他看见常贵妃在一干宫人的簇拥下从院子里出来，要去往中殿会见一干嫔妃们。路遥见着阿乳并没有跟着一起，等常贵妃走过了，路遥拉着一名宫人询问道：六姑娘呢？六姑娘早就出来了。已经出来了吗？路遥在常贵妃走后往寝院瞧了一眼，没见着阿乳的人影，后又去中殿甚至去宫门口都没有找到阿乳的人。他问了好几个常贵妃这里的宫人，全都告诉他贵妃早就放阿乳离开了。路遥却越觉得不对，不是叫他来给后宫嫔妃们弹琴助兴的吗？这还没有开始就放他走了。紧接着路遥发现一直没有见到海公公，心下一沉，当即就往上次他去过的那偏僻的后院去。阿乳面上镇定，但心下越来越不安。打从上次自常贵妃这里回去之后，他就听小乐子仔细说了说这海公公这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他挟完宫女从不手软，所以要是不得已去长喜宫，一定要避开海公公。若是要让他瞧上，那后果往往一定非常严重。阿乳瞧着越来越不对劲儿，他便停下不走了。海公公见他没跟上，六姑娘，公公见谅，我突然想起来，方才还有一件事忘了和娘娘说，我现在重新回去禀娘娘。说着阿乳便转身急走，可身后跟着2名太监，哪儿准他走啊？顿时上前就把他压住了。阿乳面色变了变，眼下娘娘去宴客了，哪有功夫听你禀事？是重要的事，与皇上有关的，那也得等娘娘宴完了客之后再接你带走。于是2名太监压着阿乳往前走，阿乳挣扎出声，太监见状就一手把他敲晕了去。等他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了一间房里的床上。他睁眼便看见海公公正摆弄着浴室。公公这是要做甚？上回让你侍女逃脱了，这回总不能还让你给逃了吧？路遥一路找到后院，后院里几乎没见几个人。他轻车熟路地摸去了海公公的后院，那后院里也是空空荡荡的。他快步上前，不想房门虚掩着，一推开门进去，路遥眉头就皱了起来，空气里有血腥味。他往那凌乱的床上一看，便见被褥底下躺着个人，依稀可见一头青丝散乱，而被褥下露出一双白皙的小脚和一截小腿肚，十分晃眼。路遥心下狠狠一拧，他脚步清晰地走了过去，再看清楚阿乳那张被打得淤青的脸，他眼神下移，落在胡乱遮掩着他的汗腻被子上，眼神死死盯着，片刻还是伸手揭开了去。他脸上表情沉得骇人，阿乳一丝不挂，浑身淤紫，身上的鲜血染红了床单。后来阿乳动了动眼帘，知道是路遥找来了。我就照你说的，明话跟贵妃说了，可还是没用。
语气里满是无助和委屈。陆瑶捡起地上她的衣裙，将她揽起身来，一件件的给她穿上。对不起，给你出了个馊主意。阿汝靠在她怀里，缓缓抬头看了看她。不是姑娘的错，是这宫里本就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是我没有看好你。阿汝身子一动，不由疼得抽泣。我根本没从前门出，他们把我从后门带了去。陆瑶不再说话，动作温柔的给她穿好衣裳后，又仔细给她拢好发丝，整理好以后，陆瑶便抱着她走出房门。她腿间伤得厉害，陆瑶不能背她，只能抱她。阿汝身子骨苗条，陆瑶力气也不小，她能抱得动她。只是阿汝现在的情况，陆瑶得避开中殿热闹的聚会。好在中途遇到几个长喜宫的宫女，陆瑶向她问路。那宫女有些被陆瑶的表情惊骇住了，又见阿汝伤痕累累，心下就有些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宫女心生同情，眼下贵妃娘娘和其他娘娘都在殿上，要是唐突了主子，你们就走不了了。你们这边跟我来，我带你们避开出去。陆瑶和阿汝回到暖阁，小乐子一见状就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儿，话不多说，赶紧去请大衣。陆瑶头也不回的进门去，给我打水来，然后好好待着，哪里不准去。小乐子微微一震，大抵是没想到她一个六姑娘身边的侍女竟还有这等气势。可是六姑娘的身子，让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小乐子忙去准备温水，只是阿汝谁都不让近身，他自己给自己上药。陆瑶放下床帐，便站在床帐外面等。没事儿，就是伤了些而已，2段日子就会好了。我本也不是冰清玉洁之体，又不是没经历过。可他声音里分明疼得发颤。在长喜宫的房里时，他看见阿汝又是那么的可怜。陆瑶知道，要不是因为自己，他犯不着跟他一起进宫来，也就不会遭这样的罪。陆瑶去取了琴来，盘腿坐在床边脚踏上，将琴置于膝上，抚出悠缓的琴声。阿汝的心境也慢慢的跟着平缓下来。姑娘是为我弹奏的吗？能听姑娘为我奏琴，真是三生有幸。好好睡一觉。听那琴声入了迷，阿汝好像就没觉得有那么痛了。他眼帘渐渐变得沉重，最后安稳的入了梦。那悠悠琴声若有若无的飘出暖阁。彼时苏怀进宫来，正离得不远，忽闻琴声，脚下微微一顿，身后太监还未察觉，他便又继续举步往前走。阿汝醒来以后，就感觉身上的痛意果真消减了许多。姑娘，我做了一个好梦。梦到了什么？梦到我在乡间田野，到处盛开着花，还有许多蝴蝶，空气很清新，有股清香。在阿汝熟睡时，陆瑶照他的情况配了专用的药泥膏子，常备药都是进宫之前他就先治好的。阿汝伤得比较严重，需得调配一下剂量，再重新仔细的上药。这一星过不了2日就能消。他手指轻轻擦过阿汝破了的额头，而且不会留疤。等你好了，又是漂漂亮亮的了。姑娘，今儿这事儿要不要禀告皇上？六姑娘受了欺负，让皇上怎么给六姑娘出气，杀了常贵妃的红人？且不说那姓海的会不会承认，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那总不能让六姑娘白挨这一遭吧？那小的禀告相爷去，让相爷做主。皇上都不可能处死海公公，你让相爷出面，那不是左右为难吗？最好闭上你的嘴。六姑娘不要名声的吗？就算不能处死，也能罚她一罚。光罚有什么用？屋子里的阿汝听见了，出声道：我身份微贱，不值得让皇上和相爷为此费心。这件事要是闹开了，便是皇上能为我做一时的主，他还能一直为我做主吗？彻底得罪了常贵妃，我的境况只会更加糟糕。我不想再徒增事端，就听他的吧。只不想晚些时候，小乐子在宫里遇到苏怀，小乐子欲言又止，苏怀便先开口问：暖阁的琴声是怎么回事？既然相爷问起了，小乐子当然不敢隐瞒，便将陆瑶和阿汝被海公公带去长喜宫面见贵妃后，陆瑶又把阿汝从长喜宫带回来的事儿和盘托出。六姑娘人还好吗？在她侍女的安抚照顾下，已经稳定下来了。只是六姑娘不让禀告皇上，怕得罪常贵妃。她得罪不起常贵妃，好生看着。吩咐下这句，他便离去了。这厢到了晚上，白天的时候睡得沉，这会儿反倒没有睡意了。他是害怕睡，白天在长喜宫里正是被人打昏睡了去。他昏暗的意识里也能感受得到那种快要顶穿肠肺的痛楚，可更让他恐惧的是他没有丝毫的还击之力，只能任由其为所欲为。陆瑶随后又给他弹了一曲，引他安眠。他在床边看了看阿汝，没再上床躺着，而是穿好宫裳，趁着夜色悄然出门，一路往长喜宫去。这个时间点儿，海公公还在常贵妃的寝宫里伺候着，等常贵妃歇下了，他方才退出来回自个儿院里歇着。海公公进了屋子，甫一抬眼就瞧见屋子里竟还站着个人儿，他着实吓得不轻，刚要失声喊叫，却发现来的竟然是六姑娘身边那个侍女。海公公心下大喜，下意识就走到门边把栓子拨上了。你这奴婢好大的胆子，全和在咱家的房里，你是怎么进得了宫门的？我是偷偷溜进来的，实在是有事想求海公公。海公公有些受用。你想求咱家什么？今日我家六姑娘受伤不轻，我知道我家姑娘惹了贵妃娘娘不高兴，能不能求求海公公在贵妃娘娘面前说说好话，
六姑娘真的无意与贵妃娘娘无敌的。你想求咱家，你知道怎么求人吗？我不知道，还请海公公明示。海公公转身去柜子里取自己的东西了。他没想到上次脱钩了的鱼儿，这次居然主动送上门来了。一想到一会儿他扭着那腰腿奉承求他，海公公就畅快的浑身毛孔都要张开了。既然是有求于咱，那你就……然话还没有说完，海公公就感觉到一道女子的幽香从背后浮了上来，他来不及转身，倏儿就撑住了双眼。路遥在他身后，双手端住了他的脑袋，刹那间手劲往一边狠狠一拧，海公公根本就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仿佛听见了自己脖子断裂的咔嚓声，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双眼鼓得跟鱼眼睛似的，整个人就了无生气的往下瘫去。路遥面上神情好似拧了只臭鱼脑袋，端着他的头没放，手上又非常利落的将他的脖子往回一拧，将他的颈骨归位，再一松手，这人瘫在他脚下就是条死鱼样。路遥掐灭了灯，若无其事的走出房门，随手关好了门。只是他前脚一走，后脚就有人闲庭信步的进了院子里来。苏怀推门而入，就着外面别处暗淡的灯火，一眼就看到地上躺着个人，都不用他去查验，光看海公公的形态便知已经是死透了。路遥办完了事儿，准备出长喜宫，可到了宫门口却发现宫门竟然下药了。他先前在海公公的房里等了好一阵儿，错过了宵禁时间，眼下宫门关了，他出不去，所以他只能继续隐藏在这里，等明日宫门打开以后再出去。路遥原是这样打算的，甚至于他隐匿之地都找好了，可哪里知道长喜宫不知何处突然发出一声高呼：有刺客！有刺客闯宫啊！路遥眉头动了动，难道是他被发现了吗？不应该呀，要是发现他，早该追过来捉他了。但动静并不是朝他这个方向来的。随着这声呼喊，原本平静下来的长喜宫突然又像是一锅沸腾开的水喧嚣开来，宫女太监们都没法睡了，提着灯笼到处奔走，路遥混在其中。路遥不得不感谢这刺客来的真及时啊，在这儿引起了骚乱，他趁着人际混乱之时得以成功的从长喜宫脱身。我也想如此，你如的哪个带我去？常贵妃在寝宫里等着结果呢。后来长喜宫的侍卫头领亲自到他跟前来请罪。娘娘恕罪，暂未捉拿到刺客。常贵妃的面色非常难看，你们这么多人，竟让他给跑了？奴才们一路追到那院子，亲眼看见他跑进房间，可等冲进去的时候，已经不见人影，只剩下什么？只剩下海公公躺在地上。他人怎么样？已经没气儿了。一群饭桶，捉个人都捉不到，还不去叫禁卫军来？路遥从长喜宫出来之后，他不着急回，经过湖边时寻了个好落脚的边缘，蹲下身洗手。他动作慢条斯理，将手上那股子油腻感一点点洗去。只是路遥洗着洗着，突然觉得后背有些发毛，然后他便嗅到了来人身上的味道。他如鬼魅一般，丝毫没有声音的就在路遥的指使背后。路遥后脑勺虽然没长眼睛，可他能看见眼前荡漾的水波里隐隐映出个黑影。他顺势回神，就见苏怀果然站在他身后，他正抬起一只脚，大有一副要踢他进湖里的架势。路遥见状反应也快，急忙抱住他那条腿。苏怀面色温淡，可他那双低垂着睥睨他的眼睛里是不高兴的神色，他还真是想一脚把他踹进湖里。于是在路遥抱住他一条腿后，他又换只脚准备踹。路遥眼疾手快，连忙把他两条腿都抱住。看见他，路遥心里也很不爽，他低低咒骂道：你要死啊，无缘无故的发什么疯啊！为了不让他有机会把自己踢下去，路遥还抱得死紧。这畜生什么缺德事做不出来啊？虽然他不怕水，也不是没下过湖里，但他自己下去是一回事儿，被这厮踹下去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无缘无故？无缘无故是什么？有本事你说出个缘过来。你若是无缘无故在这里洗手，那我就是无缘无故踹你。我洗手碍着你了吗？哼！倒是相爷，这么晚了怎么还在宫里啊？这不合规矩。长喜宫闹了刺客，不然你说我为什么这么晚还得留在宫里？我看你就像那刺客。我与长喜宫八竿子打不着，相爷不要乱说。那你洗手做什么？我只是去如了个厕，需要洗手。我也想如厕，你如的哪个？带我去。正这时，不远处火光闪烁，紧接着一队禁卫军正匆匆忙忙地往这边来。要是让人看见相爷跟个宫女在这拉扯不清，有损相爷清誉，我看我还是先回避一下吧。我没跟你拉扯不清，是你抱着我腿不放。路遥方才急于阻止他踢自己下水，没顾忌太多，眼下才发现他这样的姿势着实有点狗腿又谄媚。路遥又怕他使坏，不能就这么放开，
只能顺着他的腿缓缓地站起身来。他手胡乱攀了攀，这死腿还挺长。苏怀将他的小动作都看在眼里，藏域发作，香叶还要去捉拿刺客，忙得很，我就不打扰啦。说罢，他便闪身往浓密的树林里窜去避避。很快，禁卫军经过这里，看见苏怀站在湖边，连忙停下剑礼禀报：长喜宫的刺客眼下下落不明，贵妃娘娘让我们前往搜捕捉拿。苏怀看脸漆黑的林子，说道：方才我看见有可疑人影往树林里去了，你们不妨去那搜搜。此刻躲在树后的陆咬闻言是满头的黑线，这个杀千刀的苏怀就是见不得他丁点好。那你且近前来亲我一下。陆咬这会儿要是跑，肯定会被他们发现，这样就显得他太过心虚可疑了，所以他千万不能跑。禁卫军一步步逼近，火把也将这林子照得比较清晰，眼看着火光就要照到陆咬藏身的那棵树之后了，他反应也快，先一步身子骨一软，就顺着树干滑了下去。下一刻，禁卫军就发现了他，还上前探了探他的鼻息，回头就向苏怀禀报：启禀相爷，这里有名昏迷的宫女。苏怀徐徐走进林子里一瞧，见陆咬合着双眼，确实是一副昏迷相。把他弄醒。禁卫军晃了晃陆咬，不见醒。丢湖里，让他醒一醒。妈卖批！两名禁卫军正要来抬他，陆咬突然长抽一口气，像是终于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一般，随即大口大口的喘气，惊恐的道：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苏怀站在边上问他：你不尴尬吗？禁卫军们都摸不着头脑。尴尬吗？最好尴尬死你！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正走着，突然有个人影窜出来，就将我挟持进林子里。我想大喊，可突然眼前一黑，就不知道了。你可看清那人影长什么模样？他蒙着脸，是个男人。禁卫军们一想，恐怕是从长喜宫里逃出来的刺客。他蒙着脸，你又如何知道他是男人？看身形啊，他长得如相爷这般高大，难道还是个女人吗？随后禁卫军们又赶紧四处去搜寻刺客了。林子里只剩下陆咬和苏怀两人，一到这种情况，陆咬就想有多远离他多远，遂转身往外走。明日我会去告诉常贵妃，你弄死了他手里的大太监，看看他是什么反应。陆咬脚下倏地一顿，他回头看向苏怀，相爷好生会开玩笑啊，我一个弱女子，要是有那能耐就好了。只要常贵妃没觉得我在开玩笑就好。你就是这么诬陷好人的吗？难怪外面总传你残害忠良。不管是好人还是忠良，都跟你不沾边，查你最多只能算是水落石出。正好先前夜闯怡真园一案也全部结了。那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是个江洋大盗干的。结了，我就不能翻案了吗？那你想怎么样？你进宫来找什么？陆咬心下沉了沉，苏怀看他的眼神像是将他摸透了一般，不过他又没把他完全吃透，不然眼下也不会来亲自问他了。我不是你们皇上主动请进宫里来的吗？他要是不请我，我还不会来呢。我能在这儿找个什么？上次顾着寻刺激，倒忘了问你，你是怎么甩开怡真园的大内高手的？其实我没去过怡真园啊，上次我只是在湖里游泳，恰逢禁卫军找来了，我不想惹麻烦才躲起来，你信吗？拧断人脖子这种事儿你也常干。陆咬更加一脸无辜了，可心里却骂翻了。狗男人不是在诈他，他是真的知道今晚的事儿，这种事儿他能承认吗？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今晚上我真的只是睡不着，在湖边走走，恰巧遇到了相爷而已。为什么睡不着？我想你想的睡不着啊。想我哪里？问这话就有点无耻了吧？可狗男人还有更无耻的。想我的手吗？陆咬实在是忍无可忍，翻了个白眼。你不是想我吗？却这般嫌弃的眼神。相爷看差了，我怎敢嫌弃你啊？那你且近前来亲我一下。你亲我一下，我便相信你是想我想的睡不着，今晚的事儿就算了。不就是明知道他嫌弃，还想看他为难的样子吗？最终陆咬权衡之下，还是一步步朝他走过来。他暗暗吸口气，见苏怀好整以暇地站着，他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进他怀里，踮起脚亲了一下他下巴，然后立马像条鱼鳅似的往后闪开。我现在可以走了吧？苏怀不置可否，他便连忙转身往林子外走。又是说爱我，又是说想我，要是让我发现你骗我感情，我这人报复心强，会真将你剐了奸了。陆咬一脚踏出树影外，抬手擦了擦嘴，到时候再说吧。只要等他拿到他想要的东西，到时候谁剐谁谁奸谁还不一定呢。路上陆咬又觉得好笑至极，什么叫他骗他感情啊？说的好像他有感情似的。陆
陆瑶回到暖阁，不想一进内室就看见阿汝正拥背坐在床上，有些惺忪茫然的样子。他看见陆瑶回来，才像吃了颗定心丸，安定下来。姑娘到哪里去了？我睡醒一觉，发现你不见了。他现在还有些虚弱，而且也很没有安全感。我只是出门逐了个厕，今日吃坏了肚子，所以耽搁的久了一些。那要紧吗？已经好了，浑身轻松，快睡吧。我隐约听见外面有些动静。宫里天天晚上巡逻都这样，总是大惊小怪的。如此，宫里闹闹腾腾的又是一夜，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候，才慢慢归于平静。外头天气好，阿如醒来，痛感已经消去了许多。陆瑶端着铜镜给他照照，他脸上的淤痕也消散的差不多了，只是仍旧显得有2分苍白。姑娘的药好生神奇。有用就行。阿汝经历了昨天那遭，好在是有陆瑶陪着他。小乐子送早膳来时，不免要跟他们说一番昨个宫里发生的事儿。海公公死了。阿汝还有些回不过神来，看看小乐子又看看陆瑶。你说什么？昨个晚上长喜宫有刺客，慌乱之下逃窜进了海公公的屋子里，等侍卫进去时，发现他已经被刺客给杀了。阿汝不由得又看向陆瑶，真的这么巧吗？只见陆瑶若无其事的吃饭，全将小乐子的话撂当下饭菜了。那刺客抓到了吗？长喜宫就差掘地3尺翻过来了，也没抓到人。但后来又听说，那刺客逃窜进御花园的时候，打晕了个宫女。据宫女说，刺客是个高大的男人，能翻进皇宫里行刺的，肯定是个男子。一般小女子又怎能做到？说不定是哪个采花贼呢。贵妃娘娘那么貌美，难免惹人惦记。嘿，这次歪打正着，刺客居然杀了海公公，这下宫里得有不少人都松口气，心里痛快了。陆瑶心想，那刺客不仅阴差阳错顺利使他脱身，还帮他背了锅，是个耿直的好刺客。他昨晚比较谨慎，拧断海公公脖子以后又给他复原了，便是没有刺客背锅，也一时半会儿难以知道他真正的死因，除非交给心细如尘的仵作去验尸。这么说来，那刺客还做了件好事儿嘛。这事儿咱们私底下说说就是了，见了旁人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想两位姑娘进宫前，这宫里太平着呢，已经好久都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了。眼下又是怡真园有贼，又是长喜宫闹刺客，可真是太不太平了。之前还好好的，怎么这2日这6姑娘躲着不见朕呢？兴许是想让皇上过去暖阁瞧瞧。后来太监得知了原委，才在皇帝面前说着，前几日6姑娘受诏去了长喜宫一趟，好像自那次回来之后便躲着不见圣上了。皇帝恍然，定是贵妃给了他难堪了。不出一会儿，皇帝那边就传出了信来，往后长喜宫召见6姑娘，6姑娘可不见。常贵妃气得不轻了，好个狐妹子，竟然能煽动皇上下那样的旨意，以为这样他就拿他没办法了吗？皇帝旨意传到暖阁时，阿汝还正松了一会儿。还是皇上顾惜6姑娘，这下6姑娘就不能给长喜宫再欺负去了。通过这阵子接触下来，皇上这人成熟稳重，他还总知道女人最想要的是什么，每每都能雪中送炭。你心动了吗？天底下能有几个女人不心动的？不过我见得多，男人献殷勤的时候，通常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这只是交易而已，其实与心动无关。你想借助皇上来报复常贵妃吗？我还真想过，他越是不想让我接近皇上，我便越是努力得到皇上的恩宠，他心里不好过，我便舒坦些了。可又一想，这样也只不过是为了一时的痛快。听小乐子说，常贵妃家世显赫，族中有权有势，皇上正因为如此才最为宠爱她。我是一时痛快了，可待往后他不想让我活，我也照样只能死。算了，欺负我的人已经死了，像我这样的出身不能奢求太多。出身皆身不由己，但像你这样清醒的倒少。阿汝，谢姑娘。陆瑶抬手扶她起来，有何可谢的？姑娘知道我谢什么就是了。等我办妥了事，咱们就出宫去。阿汝什么也不问，只应道好。皇帝都已经这么维护阿汝了，后太监再来请他时，他若是再不去，那就有些不识好歹了。阿汝在陆瑶给的药治疗下，好得比寻常快很多。他能自如行走时，就带着秦和陆瑶一起去皇帝那儿了。几日不见，皇帝见他消瘦了一圈，脸色也有些苍白，心下便明了了，长喜宫是当真为难了他。这日阿汝和陆瑶半下午让皇帝打了个盹儿，两人正要回暖阁，不想遇到常贵妃竟出自己宫殿来赏花了。想也知道他哪是来赏花啊，分明是来堵人的。阿汝可以不去长喜宫，
但不代表他就不能出来长喜宫偶遇阿儒。六姑娘身子恢复的挺利索，这么快就能行走了吗？托娘娘的福，民女恢复的还好。今日皇上休息的怎么样？民女出来时，皇上正睡着。难为皇上如此袒护你，你可要尽心些，莫让皇上失望。是。常贵妃衣着华丽，堪堪从阿儒身旁经过时，那裙摆忽然有意无意的恰恰在阿儒脚边轻轻挂了一下，回头看向阿儒时却是面带怒意。六姑娘敢踩本宫衣角，民女万不敢踩娘娘华裳，民女未曾挪脚，还请娘娘宽恕。娘娘险些摔倒，大家亲眼所见，你还敢狡辩？阿儒白嫩的脸蛋上霎时就是一道红肿的指痕印。不远处也有宫女太监路过，见到常贵妃尊驾在此，都不由驻足垂手而立。方才你们可看见了，到底怎么回事？奴才们亲眼所见，确实是六姑娘踩了贵妃娘娘的裙角罢了。她是皇上请进宫来的，本宫无大碍，总不能责罚于她。六姑娘快快请起。可常贵妃眼神往阿儒身上一流转，就落到了陆瑶头上。她打量了一下这个皮肤黝黑毫不起眼的丫鬟，踩本宫衣裳，按照宫规，本宫将你杖毙都不为过。只是皇上非常看重六姑娘，本宫自不能罚六姑娘半分。俗话说，主子犯错，奴才遭殃，就让六姑娘这侍女来代为受罚吧。陆瑶觉得莫名其妙，这女人撒起疯来都是无差别攻击嘛。不过她一个当婢女的，一直都是阿儒帮她顶了风头。陆瑶又觉得眼下常贵妃针对她来，总比再让阿儒受罪的好。娘娘万万不可。怎么六姑娘舍不得？是民女之过，民女甘愿受罚，还求娘娘开恩。罚你？哼，本宫怎敢罚你？常贵妃阴阳怪气的笑了一声，说着便对身边的人使了个眼色，立即有2名嬷嬷上前来，左右压住了陆瑶，将她架起来。眼下正好离湖边不远。这婢子没能周全主子，更没有尽到时时提醒主子莫犯过错的义务，就给本宫扔进这湖里喂鱼吧。娘娘开恩。你不要怕，区一个婢女而已，宫里多的是，稍后本宫再给你指个伶俐的伺候你。陆瑶匆匆回头看了阿儒一眼，没事的，你别求他。阿儒抬头看向他，泪眼朦胧，楚楚可怜。阿儒也不是个傻的，说什么奴才替主子受过。他知道常贵妃一开始就是冲着陆瑶来的，常贵妃想除掉她身边的侍女，再重新给她安排一个，好随时监视看管着她。这样一来，她就随时在常贵妃的掌控之中了。一个婢女而已，死不足惜。可是只有阿儒知道，那不是婢女，甚至那才是她的主子。怪就怪你伺候错了人。说罢，就将陆瑶一把猛地推进湖里。陆瑶想，要是不在水里挣扎2下，有点对不住他们这么费劲儿了。于是他配合着挥挥手，拍拍水花。就是看见阿儒哭得拼命的想要扑过来，他心里有些不忍，可是没有办法呀，戏总得演足了去。没扑腾2下，他就缓缓沉下了水。阿儒跪坐在地上，看着渐渐化为平静的湖面，一时再也找不到陆瑶的身影。他神情呆呆的。往后这莲秀就留在六姑娘身边伺候着吧。来人，送六姑娘回暖阁歇息。阿儒被宫女太监架着回了暖阁，小乐子一瞧就知道情况大不妙了，陆瑶不见了，而阿儒身边却多了个长喜宫面圣的宫女儿。阿儒回到房中，想让自己极力冷静下来，好好的捋捋自己的思绪。虽然他不清楚陆瑶究竟有多厉害，但他能对付海公公，不应该就这么沉入湖里了。都说海公公是被刺客给杀了，可阿儒就是感觉是陆瑶给自己报仇去了。阿儒又回想起方才在湖边陆瑶的反应，不慌不忙的，还跟他说会没事儿，会不会他真的没事儿啊？小乐子得知具体情况，神情凝重，不敢耽搁，赶紧寻个空档就偷偷溜出去了。相爷不好了，六姑娘身边的侍女被常贵妃娘娘给扔进湖里了。苏怀闻言脚下停也未停，说出的话却是一点旧情都不念。又不是六姑娘扔湖里了，要不要派人去湖里捞一捞啊？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呢。不过小乐子清楚这样的机会很渺茫，都过了这么久了，要是没人施救的话，肯定早就沉湖底了。等他尸体浮起来再来抱我。小乐子傻愣在原地，看着苏怀的背影走远。啊，
相爷不是与那姑娘相好吗？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呢？继而他又想啊，不愧是权臣啊，做大事的人，区区一个女人说舍去就舍去了。小乐子回到暖阁，阿汝急切地问：怎么样？相爷派人去湖边搜救了吗？相爷忙着呢，没空管这事儿，让尸体浮起来了再去禀报他。阿汝红了眼眶，六姑娘，你想开一些，都过去了这么久了，想必派人去搜救也于事无补了。这厢路遥在湖里摸鱼呢啊！他不是混时间，他是真的在摸鱼。湖水碧绿，他看见水里鱼儿游过，想必味道很鲜美。来都来了，不带点走也有点亏。于是乎，等他从湖里上岸时，是一手拎着一条鱼。在回暖阁的路上，宫女太监们看见路遥湿淋淋的提着鱼，都不明所以。夜幕降临，我劝六姑娘还是好自为之，千万莫与娘娘作对，也莫痴心妄想，否则下次就不是淹死个侍女这么简单的事儿了。阿汝一言不发，莲秀冷眼看着阿汝，心里也有些不忿。她本是贵妃娘娘身边的二等宫女，现在居然要来伺候一个青楼妓子。她看向阿汝的眼神都是一种嫌脏的神情。吃吧，饭菜都摆在这儿了，省得说我没有好好伺候六姑娘。我不吃，你吃，别不识好歹。我就不吃，我就不信我死了你能活得了。皇上夜里难眠，无人能治，我不信你家娘娘还能讨着好。现在皇上好不容易找到可以助他入眠的办法，可你家娘娘却千方百计的干涉阻挠，也不知是何居心，是存心不想让皇上睡个安稳觉吗？你大胆，娘娘乃将军之女，岂会容你一介卑贱肮脏之女泼污水？哼！堂堂将军之女，权贵出身，竟然怕我一个青楼女子给她造成威胁，多可怜！你少自以为是，你岂配成为娘娘的威胁？娘娘只不过是不想你个妓女脏了皇上的身罢了。你说是就是吧，我劝你老老实实的，等皇上的失眠境况一好，娘娘兴许还能放你活着出宫去，否则娘娘有的是法子让你生不如死。说罢，莲秀一摔碗筷便出门去了。只不过刚一走出房门口，就见小乐子一脸骇然，急匆匆地跑进院子里来。六姑娘，你快出来看！阿汝听见小乐子的声音，心下一动，忙不迭跑出房门。结果迎面就看见路遥正提着鱼，跟走家串门似的踏进了院门口。救命！不关我的事，我也是方便行事。要不要吃烤鱼啊？阿汝怔愣过后，便红着眼眶笑了，连连点头说道：我正好饿了，要吃。小乐子，架火，备佐料。莲秀站在屋檐下，神色变了又变，起初以为他是个水鬼，随后反应过来，他哪是什么水鬼啊，分明就是没淹死，自己又回来了。很快院里就架起了火，路遥手脚利索地清理好鱼，小乐子和阿汝便往鱼上撒盐入味儿，然后上火烤着。宫里不准擅自生火。没人理会他。没多久，院里就飘散着一股鱼香。既然六姑娘的侍女回来了，想必我再待在这里也没用了，我看我还是回长喜宫去吧。说罢，他便匆匆地往院外走。路遥抬头看了眼他的背影，拍拍手，起身扶了扶裙角：你们看着点啊，我先回房换身衣服，擦擦头发，烤好了叫我。你去吧，一会儿我叫你。路遥进屋后哪是换衣裳啊，翻了窗就出去了。莲秀出了暖阁，便一路往长喜宫的方向小跑着去。路上也须得经过湖边，只是还没能跑远，忽然侧边林子里响起婆娑的动静，把莲秀吓了一跳。不等莲秀出声，他便看见路遥抄了近路从林子里走出来。你想干什么？你白天推我下去的时候可没这么胆小。我告诉你，我可是贵妃娘娘的人，你要是敢……话还没有说完，只见路遥动作极快，两步上前就轻松把他灌进了湖里去。莲秀顿时在水里扑腾挣扎。到了晚上，这盐湖的小径十分的昏暗寂静，因为这里天黑，要是不小心掉进湖里了，很难叫到人来救。而且每年这湖里不知道淹死过多少人，除非是有急事儿，才不得不抄近路从这儿经过。路遥站在岸边看着，你们贵妃说主子犯错，奴才遭殃，这是你们宫里的规矩吗？救命！不关我的事，我也是方便行事，求你救我！就在莲秀快要沉下去时，路遥又道：不过我们流行的俗话却是冤有头债有主，你没能要我的命，照理说我也不该要你的命。莲秀先前就已经挣扎得精疲力尽了，再没有力气叫喊出声，只能竭力地扑腾着水花。没一会儿，漆黑无尽的湖水便涌没了他的头顶，冒起一串咕噜噜的水泡，动静也由大到小，由小到无。这厢阿汝和小乐子尽心尽力的烤鱼，鱼快烤好了，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六姑娘，你可以叫你的侍女出来吃了吧？我进去叫她。阿汝进门以后进内室一看，
就知道陆瑶根本就没在房间里，房里也没有他换下来的衣裳。他又去窗边看了看，窗户是松动的。六姑娘怎么还没出来？阿汝便出门去将房门关上。他睡着了，让他睡会儿吧。要不要姐？今儿个才泡了壶水，会不会着凉？要不我去叫太医来瞧瞧吧。不要，他身体素来很好，通常睡一觉就会没事儿。那我们要不要等他？我们吃一条，给他留一条吧。结果等鱼完全烤好了，阿汝和小乐子正要开动其中一条，哪想这时苏怀来了。相爷怎么来了？苏怀看了眼小乐子和阿汝两个，又看了看摆着的2条烤鱼。尸体浮上来了吗？问的当然是陆瑶。回来了，他自己回来了。这鱼就是他从湖里摸回来的，眼下他正在房里睡觉呢。苏怀抬脚就朝房间里去。阿汝见状，硬着头皮就往上拦。相爷，他今天很累了，还是让他睡会儿吧。我今天也很累。阿汝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小乐子立马过来一把将阿汝拉开。相爷请进，相爷快请进，让相爷进去，不然你想死吗？光是咱俩在这烤鱼的事儿都吃不了兜着走。事实上，陆瑶动作快，办事效率也快。在苏怀来院里的前一刻，他刚巧翻进了窗户，他正脱衣裳准备换一身呢，冷不防听见狗男人的声音，娇躯就是一震。这畜生可真会挑时候啊！他这衣裳刚脱了一半，这下是要继续脱呢，还是重新穿回来呢？陆瑶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脏衣，又看了看机上刚拿出来的干净衣裳，几乎一瞬间便做好了决定，反正穿回脏衣服是穿，穿干净衣服还是穿。他先前就跟小乐子和阿汝说了，回房是来更衣的，要是不更也显得有点可疑。于是他趁着外面阿汝阻挠的时候，赶紧3下5除2的脱光了自己，又手忙脚乱的穿干净衣裳。然而他好像高估了阿汝的拖延能力了，让他去拖住奸佞，简直就跟小孩拉着大人一起过家似的，根本就没得玩。房里又没点灯，时间又紧迫，他穿得十分潦草。当苏怀推开门时，一掀眼帘就看见他倚在机边，衣着不甚整齐的样子。你来干什么？来给你收尸。哼，现在看见我好好的，是不是感觉特失望？苏怀眼神寸寸将他丈量，既失礼又混账。本来有点，但现在感觉又好了些。紧接着就看见苏怀一脚踏了进来，并随手关门。苏怀回头瞧了一眼，发现门上居然有3道栓。你家的？他边说着边把3道栓都拨上。那门栓是陆瑶家来防他的，而不是要他把门锁死的。陆瑶见状不妙，第一时间准备跳窗遁逃，结果他的手刚扒上窗棂，身后苏怀的声音徐徐传来：长喜宫又死了个人，你猜是谁干的？陆瑶深吸口气，这厮别的事儿不干，就来抓他把柄了是吗？谁知道是谁干的？我看见是你干的。你哪只眼睛看见了？我用脚趾头看见的，也会有人信。陆瑶看着这张脸，真想一巴掌给他呼上去。他们推我下湖，你怎么看不见啊？却只想着来给我收拾。把你推下湖，淹死你了吗？你都能横跨湖里来回游几圈，还能抓上2条鱼。他又不是不知道这条鱼会游得很，搞得陆瑶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怼他了，整天就知道抓着我不放。相爷这么闲，还要来管常贵妃的后宫之事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和常贵妃有一腿呢。我不是跟你有一腿，只是我的腿还没有伸得进去而已。呵呵，在无耻这方面我还真是不能跟相爷比啊。相爷想吃烤鱼吗？要不我们出去吃烤鱼？说罢他便瞅准时机往他身侧的空档溜去，只是还没能远离他，又冷不防被他给拽了回来，后背恰恰撞在坐他的小鸡上，小鸡一下被撞翻在地，发出哐当一声响，吓得外面的阿汝和小乐子2个人冷不防哆嗦一下。好猛啊！小鸡一倒，坐榻边就有什么东西散落开了。苏怀顺手一捻，拿到眼前来一看，居然是件肚兜。陆瑶也看见了，顿时就气不顺，他方才到处都没摸到，时间又紧迫，只得先把其他衣裳往身上穿，感情他是落到小鸡的下面去了。苏怀的目光在他胸前一定，说道：没穿。没等陆瑶回答，他就一手附了上去，还掐了掐，那手感只隔着一层极薄的衣料，一摸便知果然没穿。陆瑶后背痛得慌，不由吸了口气，拉扯推搡间，他不是苏怀的对手，磕磕绊绊的就被苏怀压着一起滚到了坐榻上。陆瑶与他直尺相对，顿时就气短一截儿，他抬腿猛顶在腹下，被他一手捉住膝头，往自己腰上一盘，继而便抵了下来。不要脸！你衣裳穿反了。反了吗？难怪方才怎么记忆带都不太对。是存心勾引我。
谁勾引你？那你衣衫不整的，你搞搞清楚，是我正在换衣服，你突然闯进来的。话音刚落，他衣带就被苏怀给一手扯开了，本就不整齐的裙长这回更加凌乱了。他肌肤很白，那身段若隐若现，竟很有一股子勾人作乱的欺凌美，难怪惹人惦记呢。苏怀眼神晦涩，你想勾引我，应该这样子露骨些。露骨你个蛋！你穿好衣服，看起来平平无奇，也就那样，不知道是怎么惹人惦记的。不等陆遥回答，他的手便抚上了他的腰肢，臂弯将他的身子骨扣得死紧。陆遥双手连忙紧紧抓住他的手，防止他乱来。小的这狗男人野起来又不分地点场合的，见硬的不行就好言相劝来软的。香爷冷静些啊，这是阿汝的房间，我们在这里多不好啊。阿如是这坐榻，你睡床，感觉这是个坑。他若是回答是，狗男人肯定第一时间拖他去床上。我们两个共同睡，一会儿他还要进来休息的，要不我们出去另找一间房，先出这间房再说呀。我懒得走。啊，别，我今天还没有洗澡呢，又脏又汗的，味道肯定不好。苏怀被陆遥抓着扣在腰侧的手，指端冷不防轻轻瞄了一下他的脊背骨。你是开始起汗了。陆遥张了张口想说什么，便被他堵住了唇，顷刻卷入他口中，根本不容他退缩，吻得又狂又深。可是分明有神。苏怀仿佛很满意，手指一点点摸着他皮肤上起的鸡皮疙瘩。陆遥见不得他这么自以为掌控在手的样子，于是横了横心，也不甘示弱，手也往他腰下一探，精准地抓了去。陆遥觉得有些烫手，他这辈子还没抓过这种半抬头的大鱼鳅呢。苏怀当时看陆遥的眼神就变了，好像要么把他生吞了，要么把他撕碎了。苏怀低声道：你待如何？今晚肯定让你扫兴。今晚已经有鱼吃了，下次再煎你这条。陆遥想，下次他就带把刀把他的鱼鳅削下来泡酒。房门吱呀一声打开，苏怀衣冠整齐地从房里出来。阿汝大概晓得他每次和苏怀在一起以后就会身体不适。姑娘怎么样？这次总共没与他独处多久，身体的症状轻得多。随后陆遥泡完冷水澡出浴，重新更衣，胡乱擦了擦头发。陆遥还有些不适，单就不适的程度而言，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可恨就恨在这种不适是苏怀造成的，比他上回用手还要明显强烈，因而他的脸色沉得厉害。姑娘可还要吃鱼？那两位姑娘赶紧出来吃吧，小的把这2条鱼又重新烤热了嘞。结果陆遥和阿汝一出门去，看见院子里不止小乐子一个人，狗男人居然还没走，他还堂而皇之的坐下来打算一起吃鱼的样子。算了吧，听说在宫里擅自生火，罪名是不小，要是向爷爷加入进来，他就成了同谋，这会儿与他闹僵了不好。怎么女人这么善变的吗？方才在房里还火热的紧呢，一出门就翻脸不认人了。两位姑娘快过来，这里坐。最终陆遥听了阿汝的话，还是得顾全大局，那些仇外怨的迟早得报。我抓的鱼凭什么给你吃啊？那我还是该吃之前那条。相爷真厉害，还会抓鱼。抓了一条比较会游还会摸鱼的鱼。陆遥不再理他，他自己挑了块鱼肉，剔去了鱼刺，可还没来得及送进嘴里呢，突然就被苏怀拦截了。苏怀直接握住陆遥的手伸到自己嘴边，张口就吃了鱼肉。你自己没手吗？我没洗手，手上都是你的汗，刚刚还摸了。陆遥眉头抖了抖，连忙塞了一块鱼肉进他嘴里。吃吧你，当心噎死你。可事与愿违呀，鱼刺都被他吐了出来，还整理得整整齐齐的，直到最后也不见他有卡着的迹象。长喜宫那宫女的尸体是第二天早上被发现的，打捞起来的时候都泡胀了。常贵妃听说了此事是又惊又怒，然后她才又得知昨天扔进湖里的那个婢女居然没被淹死，昨天傍晚入夜时分居然又回去了暖阁。常贵妃怀疑是阿汝和陆遥杀了宫女莲秀，正要拿人问罪，不知怎的这事儿却惊动了皇帝。皇帝过问此事的始末，原来是常贵妃先把六姑娘的侍女给推下了湖，侍女大难不死回了暖阁，而宫女莲秀在回长喜宫报信儿的路上落湖溺亡。皇上，昨日民女侍女回来以后，我们便一直在暖阁里，哪里也没去，暖阁的宫人都可以作证，莲秀落湖，民女实不知情，恳请皇上明察。一个宫女而已，皇帝也不在乎，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六姑娘干的。
一个弱小女子哪来的胆子敢杀贵妃的宫女啊？但通过这件事，皇帝知道常贵妃还是在找六姑娘的麻烦，他脸色有些沉。想必连秀是急着回去向爱妃报信，夜里看不清路，慌慌张张，方才失足跌虎，此事就此作罢。既然皇帝都已经开了这口了，常贵妃自当不好再追究，这件事儿便算是告一段落。是夜，陆瑶独自出了暖阁，宫里有座观景台，应该是整个皇宫修的数一数二高的宫宇了。在观景台上，能将皇城乃至整个京都的光景都尽收眼底。陆瑶想进观景台比想进怡真园容易得多，毕竟观景台不是什么守卫森严的禁地，便轻而易举地溜了进去。虽说登楼望远甚有意境，可皇帝一年到头应该也来不了那么几次。陆瑶远眺片刻，从自己的香囊里掏出一枚玉骨箫，放在嘴边吹奏起来。别看玉骨箫十分小巧，可那箫声却是极具穿透力的。起初调子轻缓，转而音调变得起伏不定，又透着一股子诡谲。怡真园上回被他打草惊蛇之后，而今戒卫更加森严，以他现在一人之力根本无法再去探了，他需要个帮手。他吹着箫声，宫中还没有睡下的人兴许能听到，但若不是懂他这个的，只能当作是寻常曲子来听。深宫里哪能没个什么怨妇啊？燕儿宫里的人半夜听到点什么音律，再正常不过了。陆瑶一连3个晚上到观景台上吹了这同一曲，且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怎奈何就在第3个晚上的时候，苏怀在宫里留得比较晚，他刚出宫门坐进马车里，马车还没驶出多远，冷不防就听见那调子，若是不留神很容易就被忽略了去。苏怀让剑征停下了马车，车马一静下来，这回连剑征也听见了。苏怀闭目养神，坐在车里听，听起来像箫声，有点怪。哪里怪？倒像是江湖上的箫音。后宫里的嫔妃善音律的没在少数，但苏怀知道多是善弦音，没有哪个善箫音的。倒回去。剑征立马又驾车折返回去。苏怀询问了夜里的巡逻禁卫，禁卫也听见了那音调，只不过都以为是后宫里传来的，就没多在意。据禁卫说，今晚已经是第3晚了，因为那曲音听起来十分的飘渺，像是从远方传来的，当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宫了。但瞒不了苏怀的耳力，是从远方传来的，却是从高处的远方传来的。他抬头看了眼矗立在夜色中的巍峨的观景台，命禁卫军前往查探。陆瑶刚从观景台上下来，就听见外面有动静，而且听到盔甲声和脚步声，像是禁卫军迅速跑着来的。此地不宜久留了，陆瑶当下脚下生风，飞快地往大门那边跑去。然他刚要出门，结果透过门缝就看见了外面火光重重。他慢了一步，整齐的禁卫军已然围在了观景台的下面，他是出不去了，只得立刻转身往里走，找个昏暗的转角处隐匿身形。陆瑶没搞懂啊，前2晚都是好好的呀，禁卫军便是在附近巡逻也不会到这观景台上来，今晚是怎么一回事啊？不过很快，当他看见一脚踏进大门的苏怀时，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陆瑶顿时有些来气的心想，他跟这狗男人就是八字相冲。苏怀站在火光里，神色过分的柔和，仿佛不是来巡查抓谁的，而是来聊聊天叙叙旧的。他抬头看了看顶上的琉璃屋顶，又四下打量了一番周遭的环形台阶，最后目光就好巧不巧的恰恰精准的落在陆瑶所隐匿的火光照不到的昏暗角落里。相爷，这门锁完好无损，可要我等上去查看一番？其实没人想上去的，这么高，来回一趟耗时不说，还十分费力呢。这就是一个观赏风景的高楼，每天有工人上下洒扫，除此以外又没什么好偷好盗的东西，有什么可查看的呀？而且他们来之前，2扇大门的锁是规规整整锁好了的，要是有人闯进来了，那锁还能从外面锁好吗？私下看看有无异常。是。于是禁卫军们便绕着环形台阶往上走了一段。禁卫军走了一段过后，就靠着外沿的台阶边，举着火把往上照了照，火光能照亮再往上几层的环形台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所以禁卫军又折返下去回禀苏怀，事实上只要他们再往上走一截，可能陆瑶的藏身之处就比较危险了。既无异常，那就撤吧。陆瑶暗暗松了一口气儿，屏气凝神地听着禁卫军的脚步声，井然有序地出了大门。
今晚各处加强戒备，不得松懈。是。随之就是2扇大门缓缓合拢的声音。路遥兀自等了一会儿，终于听见那铜锁下药的声音，但他也没有贸然走出去，而是耐心的听着外面禁卫军的脚步声渐行渐远以后，方才缓缓的从昏暗角落里走出。结果下一刻晃眼一瞟，他一脸惊悚，立马又后悔了，瞬时闪身重新躲了回去。他没看错吧？苏怀还跟个鬼影似的悄无声息的立在1楼的大殿上，路遥一出来就跟他直直的四目相对，他能不惊悚吗？是你自己出来还是我请你出来？不是锁门了吗？你为什么还没走？我为什么没走你不知道？路遥也没想到昨儿前2晚都相安无事，偏偏就今晚这狗闻着味儿就敢来了。先前那消音是你吹的啊？什么消音？苏怀又看向他，没再跟他多说什么，直接上手便摸他的身。路遥顿时火大，瞬时一耳光抽他时，被苏怀给擒住了双手，被他一手反剪在背后。路遥后腰紧紧抵着栏杆，他又抬脚踹他，却被他给顶着膝盖骨欺上而上。于是路遥整个人就被苏怀毫无间隙地压在栏杆上。苏怀空出一手来扯他衣襟，拨他腰带，他也知道苏怀在找什么。你放手，我们好好说。萧呢？路遥不得不怀疑，这次到底是想找萧还是想趁机脱他衣服？有他这么找的吗？可他要是不说，苏怀肯定能在这儿把他给剥光。看着衣襟下那柔嫩嫩的肚兜，随着路遥胸口起伏而别有一番韵致，苏怀便像是掐自家桃似的，十分心安理得的掐了2下。你觉得我身上能藏萧吗？你是不是眼神不好？一看不就知道没有吗？不是眼神不好，再仔细找找，上面没找到就找找下面。苏怀朝他伸手，路遥看了眼那只手，端的是洁白修长，指节分明。只可惜呀，长在这么个畜生的身上，什么罪大恶极的事儿都让他给干过了。苏怀见路遥一直盯着自己的手看，又说道：又想他了？我想剁他，算不算想啊？我赌你2条腿和1双手，看你能不能剁。刚刚吹的是什么曲子？一曲香谣罢了。香谣？香谣跑到这里来吹？想家了嘛，在其他地方吹很容易吵到别人的，说离又高又远的就不会了。可我刚出宫门你就吵到我了。你若是这么想家，明日我便带你出宫，送你回家乡去，解了你思乡之苦。相爷这么忙，就不麻烦相爷了。何况我眼下还有比思乡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什么事？就是让皇上不再失眠。皇上乃一国之君，治理天下，这难道不是更重要的事情吗？苏怀盯着他，路遥又莫名的被他看了发毛。下一刻，苏怀一把拎过他的后颈，路遥眨眨眼，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像拎着一只小鸡崽似的抬脚往台阶上走。一会儿我看看你还有没有这么能扯啊！你发什么疯啊？来都来了，跟我上去看风景。我不去。为什么不去？你不是接连3天都喜欢来这里吗？我才从上面下来，你让我上去，这么多台阶不难走吗？要走你自己走，我反正不走。你可以不走，但这丝毫不妨碍苏怀拎着条咸鱼上楼去。路遥的腿和裙摆便在台阶上一路拖着，他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放开我，我自己走。你不是不走吗？一路磕磕碰碰的到了观景台的顶楼，栏杆外可是绝对的高空啊，就是他先前怕的一掉下去吧唧一下就没了的那种高度。路遥被迫仰身看着苏怀，这鬼畜面容温柔，可他知道他要是狠起来把他推下去也不会眨一下眼的。你跟我说你先前吹的是香谣？这真是香谣，不骗你，我真想家。真要是想家，等送你下去后，我会把你骨灰送回你家乡，也算是落叶归根了。苏怀，我日你仙人！说罢他手上够不着他，可脚尖突然一勾，居然勾住了他的腿，于是当即2腿并用的紧紧勾缠住他。苏怀顿了顿，路遥趁这一空档立马挺腰而起，终于双手也够着了他，霎时就抱住了苏怀。他也顾不上许多了，身上全部的力气都用来紧紧抱住苏怀了，2腿盘在他的腰上，像只小熊一样，只要能拖住他并且死活不松手，他就不信他真的把自己摔下楼去。苏怀低头看着怀里的东西，半晌没言语。路遥埋头在他怀里，你信我，我真的是想家，真的只是吹了个香谣。你不是要与我仙缘，我送你下去日。不了，我更想跟你一起活着。你怕是不能跟我一起活了，照你这处处找死的脾气，你得比我先走。可通常女人比男人更长命啊，谁比谁先死还不一定呢，还是以后再说吧。片刻，苏怀一手握住了他的腰，终还是转身离了那虚晃的栏杆几步。转眼间，路遥后背贴上了一堵墙，他立马松开腿，把头抬起来。
陆瑶也很嫌弃他身上这味道，就算他不说，他也不可能一直把头闷在他怀里，除非他想把自己给憋死。然他刚抬了抬头，不想眼前光影一暗，苏怀斧头下来将他按在墙上，唇捻在他的唇瓣上，肆意欺压。苏怀与他耳鬓厮磨，玩得又深又火热。呼吸纠缠间，陆瑶有一瞬间错愕，前一刻苏怀还想让他死，后一刻他又想跟他好，这是个什么品种的变态呀？苏怀一直半低着眼帘看陆瑶，看着他那双眼渐渐变得水润嫣然起来，不是因为他本人，而是因为他过分靠近以后，他坚持不了太久就又开始发作了。一吻罢后，苏怀离了离他的唇。你的家乡在哪儿？不是去过吗？小时候家长在那边定下你我婚约，你知道还问我？我忘了。事实上啥时候定的婚约陆瑶也忘了，他那时候还小，也根本不记得跟他见过，反正都是听大人们说呗。在渠乡，当真是千里迢迢的来认我这个未婚夫啊！要是我早知道我未婚夫是这么个人渣，打死我也不认。然后他便见得苏怀笑了，简直是迷人眼。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我就把你从这里丢下去。他看着苏怀徐徐整理着衣襟，不由低头又看了看自个儿，自己这衣裙也实在算不上是整齐，连忙动手拢了拢，然后气氛就莫名变得很奇怪，像是他们俩做了个什么，事后各自收拾自己似的。苏怀先转身进了廊门，陆瑶只得黑着脸跟在他身后，两人一起往下走去。陆瑶对那抹背影恨的是牙痒痒，但也知道只要别再惹到他，就这样相安无事，一直走到1楼大殿，等出了那扇门再各自分道扬镳，是再好不过的结果。终于走到1楼大殿了，苏怀立住脚步，回眸看着陆瑶说道：开门。你自己没手吗？门锁着。既然锁着，你让我怎么开啊？这个时候又不会了。这门锁着他都能进来，进来以后还能保持外面的锁没动过的样子，他还不能出去了？我本来就不会。那只好等明早负责打扫的人来开门再出去了。说着他便转身朝他走来。陆瑶心中警铃大作，你做甚？长夜漫漫，不做点其他事情打发时间，那怎么能熬呢？陆瑶赶紧从大殿这头嫌弃的绕开他去了那头。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说不定就会了。陆瑶摸去了大门那边，没好气的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伸手将两扇厚重的殿门往后拉了拉。陆瑶随手摘下发间的一枚黑簪，纤细的手腕正好穿过门缝摸到那把铜锁，然后游刃有余的将黑簪往锁眼里掏去。平时他没耗费这么久的时间，基本上跟钥匙开锁一样好使，可眼下在坚硬眼皮子底下呢，他做贼又不能做得那么娴熟，故意左掏掏右掏掏，就是不太行的样子。不行就算了，不要勉强。你想去几楼跟我过夜？我觉得我还可以再试试。我看不用试了。陆瑶岂能再耽搁呀？只听咔嚓一声，他便惊诧道：火竟然打开了！说着他赶紧从开启的门缝里面就溜了出去，便又道：相爷要过夜，自个儿在这儿过吧，我就不奉陪了。苏怀看着陆瑶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不置可否。随后自己也踏出殿门，随手将铜锁插上，转身离去了。转眼间，常贵妃又要在御花园里办个赏花宴，邀请的是朝中命妇、携官家小姐们进宫赏花。像这种后妃与朝中官宦妻眷的聚会，在宫中时常有。常贵妃特地派人向皇帝传话，听闻六姑娘琴艺了得，故想借六姑娘为大家弹琴助兴。除了花坛林里栽种的花花草草，常贵妃还让人搬了不少争奇斗艳的盆栽花盏到御花园里来供人赏玩。常贵妃见阿汝来了，还指了一侧相当靠前显眼的位置给他，一会儿六姑娘便在这里抚琴吧。阿汝谢礼过后，便带着陆瑶过去坐下。由于阿汝所在的位置太过显眼，命妇小姐们的目光都不由朝他看去，心中有所揣测。这位是六姑娘，六姑娘琴艺了得，是皇上专请进宫里来抚琴的。听说皇上听了她的琴，连多年的失眠之症都见好了。阿汝不卑不亢地向大家见礼。今日常贵妃是不好为难阿汝的，可陆瑶一听常贵妃这番话，越往上夸，怕是越要借在场夫人小姐们来打压阿汝了。后来皇帝得空也过来坐了一坐，常贵妃笑道：以往六姑娘的妙音可都只供皇上听，不知道今日皇上可舍得与大家分享一二。六姑娘，你便弹奏两曲给夫人们听听无妨。那民女就献丑了。她专心抚琴，
单就琴艺而言，其实他的琴艺也是出类拔萃的，在京都远胜过绝大多数会抚琴的姑娘家，所以他一曲毕后余音袅袅。皇帝第一个鼓掌叫好，他心里很明白，今日他之所以会在这儿，无非就是这些王族贵胄们将他当作侍弄人的消遣罢了。不过阿汝也没有什么好自卑或者落寞的，因为他干的本就是侍弄人的这一行。皇帝叫好，众命妇们自然也夸赞不绝。不想今日清月郡主也在场，他听说六姑娘不就是个青楼花魁吗？他是看不上这种肮脏又低贱的女人的。不过他眼风一转，却是不经意间看见了阿汝身后2步开外站着的陆瑶。清月郡主还愣了愣，以为自己看花眼了。彼时陆瑶垂手而立，几乎混在势力在侧的其他宫女们当中，十分的平平无奇。清月郡主也没能看见她的正脸，只觉得她的侧面样貌越看越像，但就是肤色过于黑了一点。在宴会上，清月郡主也不能够歪歪去的看，以免失礼，所以她不得不按捺着，等宴会结束了以后再说。皇帝还有事情要忙，他过来坐了一会儿，听了2首曲子以后便先离去了。要说这人比花娇，在座的还真有一位。大家伙瞧瞧，六姑娘这张脸，可不就是比花还要娇艳妩媚，令人垂怜。阿汝不作声，看起来一副雷打不动的谦卑模样。你们怕是还不知道这位美人的来历，她可是招木馆鼎鼎有名的花魁姑娘。招木馆是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本宫若是没记错的话，在座的夫人们家里的一家之主，可都是这位六姑娘的裙下之客啊。阿汝明白了，这便是常贵妃的用意。她不明着为难她，但是却要在这般大庭广众之下的羞辱她。怎么样，2位姑娘没事吧？陆瑶和阿汝见他独自一人，顿时就明白了，哪有什么相爷呀，是这小太监虚晃一招唬他们的呢。没事，之前在宴会上不见你人，你不是怕遭殃躲起来了吗？虽然小的是躲起来了，可小的也是为了出其不意啊。哼，你确定不是为了贪生怕死？你这姑娘好生不讲理，小的才救了你们呢，你对相爷有怨气也不该发在小的身上呀。他是看出来了，每次这姑娘提到他们相爷，脾气就很古怪。你传什么相爷啊？你怎么不传皇上来了呢？哎呦姑娘，小的哪敢假传皇上圣驾，不想要脑袋了吗？事实证明传相爷也很好使啊，看他们给吓的跑得比老鼠还快了。哼哼，是你们相爷臭名昭著，谁听了不躲呀？陆瑶，廊下3人循声看去，就见清月郡主正从花旦后面走出来。奴才参见郡主。清月郡主来了好一阵子了，先前就在陆瑶和阿汝起身离开宴会时，她也赶紧悄无声息地退了出来，着急想确认一下她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结果遇到一群命妇来找六姑娘麻烦，清月郡主呢也就躲起来看了一会儿好戏，又听说相爷来了，她便没第一时间出去。结果听到他们在廊下说话，才得知居然是这太监作假，他义兄根本就没来。没想到竟真的是你啊！你才被卖去招木馆没多久吧？怎的就变得这么黑了？怎么样，在招木馆当妓女的滋味还好吧？你倒是挺能耐，居然能跟着花魁一起混进宫里来。不过再怎么能耐，也终究只是妓。话还没有说完，陆瑶突然一手扶住清月郡主的头，干脆又利落的往旁边的廊柱子上一撞。只听闷咚一声响，醒耳得很，像磕西瓜似的，磕出些红红的汁水。那清月郡主只来得及撑了撑眼，继而整个人就顺着廊柱缓缓下滑，瘫软了下去。阿汝和小乐子是全没料到，都不禁吓了下，看着顺着廊柱缓缓下滑的还有些粘稠蜿蜒的血迹，陆瑶面色平平，哎，还是安静些好。我的小祖宗哎，这可是清月郡主啊！啊，原来是清月郡主啊！她还是相爷的义妹，我还是你相爷的未婚妻，你信不信啊？听起来忒荒诞了。相爷的未婚妻怎么可能是六姑娘身边的一个侍女呢？可怎么回事呢？她听起来不可置信，但又跟中邪似的，居然有点信了。现在怎么办呀？要不要去叫太医啊？我要是你，就像之前在御花园里那样，赶紧躲。稍后问起来呢，你就说不知道，没看见，否则你就是跟我们一伙的。小乐子看着陆瑶的背影，气呼呼地跺了跺脚。这都什么人呢？明明帮了他，还得被他拖来。清月郡主在廊下睡了好一阵儿，后来还是她的侍女找到此处，才把她唤醒的。清月郡主靠着廊柱坐了一会儿，整个人还晕晕乎乎的，抬手一摸，居然满手是血。她恨得咬牙切齿，陆瑶这个贱人居然敢撞她！郡主，奴婢这就去叫太医。
清月郡主一肚子火气没处发，看了看自己的侍女儿，突然一耳刮子就甩了过去。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本郡主？不是郡主让奴婢先去长公主那儿的吗？还不扶我起来？她的头还在流血，侍女只能搀扶着她尽快往太医院走去。去，赶紧去找我义兄，告诉他我在这里。清月郡主便一直在太医院里等，将近午时，才终于等到苏怀忙完了事情到太医院里来。郡主伤势如何？回相爷，郡主头部有磕伤，失血有些多，大抵是受到过撞伤震荡，可能会有一阵子的眩晕，得好好休养才行。随着苏怀也抬脚踏进诊室的门，一掀眼帘便见清月郡主坐在里面，头缠着绷带，一张小脸白白的。看见苏怀进来，清月郡主霎时间眼里兜着两汪水，楚楚可怜，委屈地说道：我等了义兄许久，义兄总算来看我了。今天上午有些忙，头怎么弄的？清月郡主梗了梗，终于是压下去满腔的怨恨，应道：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他何尝不想抖出路遥那个贱人来啊？可后来他思来想去，又不能，要是让义兄知道他就在宫里，万一他又趁机缠上他义兄了怎么办呢？绝不能让他路遥有那个机会，他还是得回去做他的青楼妓女。就算不禀义兄，难道就没人能收拾得了他了吗？他要是以为他能在宫里独善其身，那他就是太天真了，也不看看这皇宫是什么地方。是以清月郡主不得不忍下瞒了这事儿，与其让义兄收拾他，还不如让另一位来收拾。那位要是知道他就在宫里，想必动动手指头就会让他生不如死的。我已经叫你兄长来接，下次小心点。清月郡主有点失落，义兄就不能送我回去吗？说着他便试着伸出小手去拉苏怀的衣角，可还没有碰到。在他眼神的注视下，清月郡主又无端的心里一慌，好像被他这么一看，他心里所有的想法都摊开在他眼皮子底下了一般。清月郡主就没有勇气碰到他的衣角了。义兄，我头晕，你送我回家吧。还能撒娇，看样子脑子没问题。我公主还有些事项忙，等你兄长来了，你向他倒好撒娇些。义兄就知道取笑我。苏怀来看了看他，没多坐一会儿就起身离开了。看着苏怀远去的背影，他又生气又不甘。拥有这样一位义兄，让他觉得是件自豪而又满足的事情。可事实上，每每在苏怀这儿又感受不到多少特别之处。大抵唯一最特别的就是他允许自己叫他一声义兄吧。才想起路遥，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未婚妻，竟然还使得他愿意跟他订婚结婚，还勾着他去逛了青楼，真是想想都咽不下这口气呀。傍晚的时候，小乐子就到内院里来禀报路遥和阿汝说相爷又进宫了。路遥没什么反应，倒是小乐子和阿汝两个有点心神不宁，毕竟他们撂倒了相爷的义妹呀。虽然都是路遥干的吧，但阿汝自动把自己归为同伙，而小乐子则被迫做了同伙。小的去打听了，今儿个清月郡主在太医院里治伤，中午的时候相爷还过去瞧了呢。完了，相爷肯定知道肯定知道姑娘干的事儿了。此事总归是清月郡主先出言失礼，要是相爷来问起，还是得尽量跟他说清楚吧。相信相爷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你竟然觉得他明事理？这个时候还是希望他明事理，比不明事理要好吧。夜里，苏怀果然来了暖阁。相爷来了。相爷这般人物，光看样貌还是极佳的。切，就这人模狗样的，皮囊之下简直黑的不能看。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会儿姑娘还是不要与他硬碰硬吧。我看相爷对姑娘还是上心的，姑娘若是态度软和一些，想必他会受用的。对他上心，路遥心想，那只是因为这尖劲还没玩够而已，就像猫玩老鼠一样，等玩腻了就会连着肉跟骨头一口吞了。路遥最后还是请教道，他都怎么软和？我之前还不够软和？要不姑娘对相爷撒个娇？路遥兀自揣摩了一下那样的场景，然后抖了两抖。怎么了？不能想，想想都能给自己整吐了。苏怀走到屋檐下，屋子里的光吹到他身上，显得他整个人温润极了。这么说来，我倒想看看你撒个娇，再吐一吐。两人在房里小声嘀咕，阿汝没想到也能被他给听了去。小乐子在院子里挤眉弄眼的对阿汝招手，大概意思阿汝懂，他们两个的事情还是得让他们两个关起门来才能说清楚吧。所以阿汝轻车熟路的说道，我去沏茶。今日你砸了清月的头。我砸了吗？你砸了吗？我说没有。相爷信吗？你觉得我信吗？那我肯定没砸，他头又不是核桃，我砸他做甚？苏怀靠在椅背上，一时不言语。他今日有些忙，
这会儿才忙完，眉间有些淡淡的倦色。我知道你们义兄妹情深，他是郡主，又是相爷义妹，我看在相爷的面上也不能那么干。我看相爷每天这么忙，到现在都没有得到休息，还是该早些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以免累出了毛病。相爷这脸色多半是有点操劳过度，还是天黑了就该睡觉，少在外面晃，少熬夜，少动怒生气。苏怀抬眼看着他，眼神满是柔情。听你说的这么深明大义又善解人意，我突然又想跟你结婚了，我们肯定也会很夫妻情深的。这奸佞总能让他一招破防，他想什么陆瑶怎会不知道？结劳什子婚呢，好让那些仇恨他的人都来收拾他吗？陆瑶立时黑下脸，我看你是脑壳昏。小乐子，小乐子心里虚着呢，也不敢走太远，听见里边叫他，连忙应声：奴才在呢，相爷吩咐。清月郡主的头谁砸的？让我听到一字虚假，你也不用待在这了。小乐子一听，瞬时心里那一丢丢的犹豫都给扫得干干净净，立马两腿一软就跪在了地上，把今天白天发生的事儿，不光是清月郡主的，还有那些命妇来找阿汝麻烦的，一概不漏的全都详细的禀来。方才小乐子说的你都听清了？相爷应该也听见了，小乐子说了，是清月郡主先出言挑衅。那你更该清楚，我们义兄妹情深，不管他有没有错，现在他受了伤，我这个义兄都是要给他找场子的。陆瑶沉默，今日是有点草率了，他怎么能砸清月郡主的头呢？他应该把小乐子那个小太监一并灭口了呀。你义妹今天真的有点吵，这是你砸他的理由。而且我突然又觉得你们义兄妹的感情其实也没有那么深。为什么突然又觉得不深了？和我们未婚夫妻的感情比起来还是差了点。哼，连撒娇都不愿意对我撒，你有什么脸说我们感情好啊？宫里殴打郡主是大罪，还是先拖出去打个50大板再审吧？不是我不肯，是我真的会吐。我就是想看你吐。相爷到底什么口味啊？看我吐除了会熏着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看你吐了之后再看你吃进去。陆瑶心里门清，他哪是来给他什么义妹找场子的呀？分明是臭毛病又犯了，专门来找他不痛快的。苏怀看着陆瑶那恨得磨后槽牙的样子，好像倦意就不那么浓了。去给清月赔罪，还是撒娇给我看？你自己选一个。那我还是去给郡主赔罪吧。赔完罪挨完板子再进大牢吗？我不会，麻烦相爷教教我怎么撒。过来些。陆瑶像个无情的木头人一样朝他走几步。坐我腿上，我教你。陆瑶站着没动，苏怀便对着门外说道：小乐子，去叫内廷司的人过来一趟，把人拿去好好审审今日的事。话音一落，小乐子还没答呢，陆瑶就出声道：啊，等等。他吸了口气，2步走过去就一屁股坐在了苏怀腿上。那就再等等。小乐子也跟着一惊一乍的，阿汝就抓着小乐子不放，生怕他去叫内廷司似的，小声说道：下次相爷再叫你，你就别答应，装作没在。陆瑶与他指使相对，我知道了，撒娇嘛，首先肯定是要小拳拳捶相爷胸口的。说着他就捏着拳头往他胸膛上一通捶，边捏着嗓音说道：相爷你好坏呀。虽然也不能太明显的往死里捶，但力气绝对比普通姑娘家大。这个时候陆瑶就好想捶爆他胸膛，就算捶不爆，捶他个粉碎性骨折也好啊。约莫是想得太带劲儿了，使得他手上的力道也失了准，突然给苏怀来了2记重的。只不过这奸佞底子厚，很抗揍，气儿都没喘一下。你想捶死我是吗？说着他屈着手指，冷不防也往陆瑶的胸口闷了2下。陆瑶感觉胸前肋骨都被这畜生给闷脆了似的，他不由捂胸闷闷咳嗽2下。你告诉我，这是撒娇吗？我都没你这么心黑用力。那是你不敢。苏怀不满陆瑶这么侧身坐着，一把提着他的腰，膝头顶着他的另一只腿，便迫他分腿坐在自己腿上。陆瑶心想，一会儿他要是真吐出来，肯定拉开苏怀的领子吐他满怀。还是我教你，先求我饶了你。陆瑶知道了，这畜生就是想把他的脸面踩在地上来回的摩擦，他自己不要脸，也不准他要脸。变态的心里，陆瑶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相爷，我求你饶了我呗。苏怀见他能忍，便说道：抱我。陆瑶机械的俯身去抱了抱他的腰，说你爱我。你有这么缺爱吗？你说是不说？陆瑶忍无可忍，他想他还是直接吐吧。结果刚干呕了2下，还没来得及抓苏怀的衣襟，苏怀提着他便反身将他抵在椅背上，吻住他的唇。
后来胸口被他一手握住，他抽了口气。苏怀抬头看了看陆瑶，见他呼吸凌乱的样子，他竟觉得还是这种想弄死他但又弄不死他的语气听着顺耳一些。苏怀唇贴着他白皙的耳朵，低低道：说你这辈子只爱我一个，这事儿就算了。陆瑶顺手就勾上他的头，声音又酥又软的，也贴着他的耳朵，恶心他道：香爷，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苏怀顿了顿，苏怀抬头看着陆瑶的脸，与他太过靠近，陆瑶总是会发作。清月的事我且饶了你，皇上夜里辗转难眠，照六姑娘呢。阿若回应了两句，然后刻意扬凉声音说道：那请公公稍后，容我回房更衣吧。这话自是对房里的陆瑶和苏怀说的。陆瑶看向苏怀，都要见他换衣服，你还不滚吗？苏怀看着他有些红肿的嘴唇，什么也没说，只是俯身下来拉开他拢好的衣襟。陆瑶惊了惊，还来不及阻止，就又被他亲上一口。陆瑶轻哼一声，等苏怀停下时，略略掀了掀眼皮儿，看了一眼，见他肌肤上被他留下一道十分嫣然旖旎的吻痕，且醒目极了，他方才满意了。陆瑶知道他不就是怕自己有机会接近皇帝，防他去爬龙床吗？他带着他留下的痕迹，自然是衣服都不敢脱，还得把自己捂得严严的。但陆瑶搞不明白啊，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鬼逻辑，觉得他要那么干呢？我进来了。进房里一看，就见陆瑶一人。阿汝下意识看了看窗户那边，暗暗松了一口气儿。相爷走了，他不走留下来宵夜吗？可没人招待他。那今日清月郡主的事，相爷算了吗？算了。两人很快收吵，今晚受皇帝召见的时间比之前都要晚。这个点儿若说皇帝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才召见，也说得过去。到了皇帝寝宫，皇帝穿着一身寝衣，着实有些伤神的样子。六姑娘不必多礼，就不安屏风了。今儿个白天朕听六姑娘弹奏的琴，与平时助朕安眠的琴音不同，倒是令朕回味。不如六姑娘为朕再弹奏一曲吧。阿如一听只好应下。陆瑶站在他身边，他端坐在琴架前，神态举止皆是温柔。一曲罢后，皇帝仍还如痴如醉。朕听着听着就有些舍不得睡觉了。今日在御花园里，你可有受委屈？不曾。没有就好。贵妃这人跋扈惯了，朕在的时候她还会顾忌几分，朕就怕朕顾不上的时候她欺负你。往后若是长喜宫那边有什么动作，你便叫暖阁的太监速速来报朕。民女万谢皇上恩许。朕突然有些饿了，六姑娘要不要陪朕吃点夜宵啊？陆瑶是看出来了，今晚这皇帝哪是睡不着啊，而是美人当前，他无心睡眠。民女谢皇上。阿汝小口吃了两口，皇帝见他形容，不觉赏心悦目。都退下吧。太监都下去了，但陆瑶还站着没动。今夜你先回去吧。陆瑶便明白了，这是阿汝自己的选择。既然如此，他也没什么好阻拦的，所以陆瑶便跟着太监一起退了出去。你怕朕吗？阿汝摇摇头。随着床帐缓缓落下，阿汝被皇帝放在了床上。他见着阿汝楚楚动人的模样，有些情难自禁地吻了上去。阿汝擦了擦眼帘，以往他遇到的男人都是急不可耐的想要得到他，可没想到皇帝竟有如此耐心，活色生香，仿佛软媚如春水，又仿佛温腻如流沙，忍了好久才终于等他情愿的女子。他手臂紧了又紧，生怕他溜走了似的。陆瑶知道今晚阿如恐怕一时半刻是出不来了，他便没再候着，自己先回了暖阁。他前脚一走，后脚便有人把消息传到了苏怀耳朵里。此时苏怀正在出宫的路上，听不晓得哪儿冒出来的太监禀道：今夜六姑娘留宿皇上寝宫了。她身边的侍女呢？回了暖阁。苏怀挥挥手，太监就退了下去。他将将走出宫门，忽闻夜空传来一道忽远忽近又飘渺的沥沥声。苏怀驻足，抬头看了一眼，一时没看见发出这声音的东西，但他没有听错，宫里来了鹰。虽有这想法，苏怀还是出了宫门去。而此时陆瑶当然也听见了叫声，他当即驻足，仰头观望，眼里神色波动，目光所及之处不由四下寻找。他望了一会儿，终于看见一抹黑影往头顶的上空极快地一闪而过，转瞬又与夜色融合，速度快的一般人不经意间根本难以发现。陆瑶挑唇笑了起来，十分高兴，不枉他往观景台去吹了3晚的箫啊，还险些被监禁给推下楼来。
现在看来没白吹，他的帮手这不就找来了？陆瑶当即循着那黑影闪过的方向追去，没追多久，夜空盘旋的黑影似在给他引路一般，时不时就自他眼前低飞而过，更好的让他辨别方向。陆瑶一直跟到的一处漆黑的花园角落里，这个时间点四周了无人迹，安静得很。夜里的风声婆娑，月光淡淡，可见随风飘落的零星花瓣洒在了寂寥的地面上。姬无暇，给我出来！片刻，一抹惊鸿影从宫墙树影间一跃而下，衣袂翩翩，那足尖往枝桠上轻轻一点，荡得枝头繁花碎碎。来人一袭夜行黑长，飘然移至跟前，陆瑶便嗅到他身上一股子悠悠花香。下一秒，他迎面就抱陆瑶个满怀。这人高梳着长发，体格修长，但并不十分高大，眉眼似画里走出来的少年一般，生得极为清秀。他蹭着陆瑶的肩窝，出口时却是一把娇娇的姑娘嗓。我的瑶儿，可真是想死我了！你怎么出谷了？怎么混到这宫里来了？我还以为是我消息有误呢。你那么忙，半年几个月都见不着你人，要不是这次在京城里有你的狗腿子，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联系到你。这个我听我小弟说了，要不是有人给他提个醒儿，他都不一定能逃出来。我猜是你，但又不敢相信，居然真的是你。结果视线一接触到他的脸，清秀脸庞立马拉了下来。瑶儿，数月不见，你怎么变得这么丑啊？这京城的水土就这么不养人吗？你怎么黑的跟个猴子似的？数月不见，你还是很欠。这时，夜空盘旋着的黑影一个俯冲而来，姬无暇抬起手臂，黑影近到一定距离时又缓和了冲势，最后稳稳停在姬无暇的手臂上，俨然是一只无比英气的黑色海中青。黑虎，头一次进宫来，自己玩去吧。黑虎得到主人的许可，又斗志昂扬的一飞冲天，在上空盘旋两下，然后就飞不见了。说吧，你到这宫里来干什么？就叫我来干什么？我要进一真园。那是什么地方？专门装宝贝的地方。话音一落，果不其然，见他眼神贼亮，但哪有大内高手看守？凭我现在的能力，一个人还进不去。你要去找什么宝贝啊？这个就无可奉告啦。抢，我不跟你抢，但怡真园这名字一听就是有很多宝贝的地方，我顺便弄点其他的，成吧？除了我要的，其他的随你，能顺走多少算多少。那咱们今晚就动手。怡真园的守卫部署还没有摸清楚呢，上次打草惊蛇了，而今必然守卫更加严格，就是还没进去又被发现了，又是功亏一篑。这次等我探清楚了，你我再动手，行吧？在那之前，今晚倒是有件事请你做。啥事儿？宫里有个贵妃欺负我。姬无暇一听，撸了袖子说道：走，带我去干他。陆瑶挑了挑唇，就往前带路。走了一会儿，姬无暇才反应过来，不应该啊，一个贵妃又没有三头六臂的，居然能欺负到你头上。还有啊，大内高手怎会是你的对手？你还怕他吗？陆瑶沉默，说来有点丢脸。你又练功走火入魔啦？要是让你师父知道你这徒儿这么不成器，估计得拿条子抽你。我师父已经走火入魔10几年了。也是，那疯老头上次还想杀我呢。陆瑶虽不能像他那样飞檐走壁的，但脚程也很快。横竖今晚没啥事儿，先去干一票呗。两人很快到了长喜宫，这回完全用不着什么破腰牌了。两人到了处宫墙外的树丛，姬无暇搂着陆瑶的腰，往上几个翻腾，就轻轻松松的带他翻入了宫墙，避开这里的宫人也轻而易举。他怎么欺负你的？他推我下湖，还教唆人来折磨阿汝，把阿汝的衣裳。姬无暇也不问阿汝是谁。成，我知道了。姬无暇带着陆瑶上了常贵妃的寝宫屋顶，让陆瑶坐在屋铃上瞧着，他自个儿抽出一根蒙面巾，将那张招摇的脸遮一遮，人便轻巧地翻进了寝宫去。常贵妃今晚也无心睡眠，早前阿汝受皇帝召见时，一出暖阁，她就收到了消息。后来她让人盯着，回来禀话给她，倒是六姑娘在皇帝那儿留了宿。皇帝果然还是宠幸了那个青楼女子，这一结果让常贵妃大为恼火。这会儿也才睡下不久，而且她还没有睡熟，因而姬无暇抬脚跨上她的床时，很快常贵妃就惊醒了过来。她睁眼看见自己床上居然有个黑衣人，顿时吓得大叫：这宫里的贵妃果然都是美人啊，就是不知道玩起来带不带劲啊！常贵妃剧烈挣扎，拂落了床头机上的瓷器，立马惊醒了寝宫外面的人。娘娘有何吩咐？回应的是布料被撕裂的声音。来人，有刺客！能搞一搞皇帝的女人也不亏啊，就是这皮肤不够水嫩，身材也有点走形，也就勉强凑合吧。陆瑶在屋铃上听到的是一把变了声又粗又野的男性嗓音，不由揉了揉额头。这货呀，别的什么没学好，
就这些道上学的贼精，那声音、语气和调调，听起来真是采花贼本贼无疑了。快来，都来瞧瞧贵妃娘娘这身子骨。常贵妃彻底崩溃了，嘶声哭嚎怒骂，俨然是个疯妇一般。采花贼一路把常贵妃揪去了湖边，见禁卫军重重围了上来，他玩够了，一把将常贵妃推进了湖里。禁卫军见状，立刻蜂拥而上捉拿他，他足下一点，整个人便掠上了湖面，衣袂翻飞，径直踏水而去，只留下一串张扬又猖狂的大笑声。湖边的工人和部分禁卫军手忙脚乱的连忙下湖去救贵妃。常贵妃在水里挣扎着，他们想要把她救上岸，就不得不碰到她的身子。等终于把常贵妃救上岸时，也不知她是惊吓过度还是刺激过度，已经昏死了过去。陆瑶从长喜宫到湖边，一路跟着瞧热闹去了。姬无暇被禁卫军到处追，估计一时半会儿是没法回来找他叙旧了。陆瑶也就回暖阁准备洗洗睡。六姑娘今夜辛苦了，你得好生伺候着。好的好的，小的一定好生服侍。随后房门打开，阿儒以为陆瑶已经睡了，怕吵到他。那皇帝对你好吗？阿儒吓了下，发现他竟然没有睡，一时有些局促。陆瑶拍了拍床榻，示意他躺下说话。阿儒便动作轻缓的在他身边躺下。姑娘，对不起。你有什么是对我不起的？最后还是让姑娘失望了。大抵我心里终究是不甘的，与其为我没有做过的事负责，倒不如实实在在的做了，不然就白让别人欺我辱我了。我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可笑啊？明明知道不该让自己卷入这是非漩涡里，但我还是这么做了。你这样的想法很实在啊，不用说的那么难看。再者了，天天跟皇帝周旋，身不由己占大多吧。他想要什么你清楚，你能拒绝他一次两次，还能次次拒绝他吗？当皇帝的人对哪样不是势在必得的？所以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水到渠成，对你而言反倒是不错的选择。这样他能对你保留好感，至少你在宫里也多2分倚仗。阿儒怔了怔，他说中了自己内心深层次的想法。没有我失不失望的，只要你不觉得委屈就好。阿儒一直微微揪着的心随着陆瑶的话而慢慢松开，他摇了摇头。我不委屈，能与95至尊一掌瘫痪，有什么可委屈的？陆瑶侧头看了看他，他也看过来，不由相视而笑。那你今晚过得怎么样啊？皇帝让你还愉快吗？阿儒抿着唇笑，也不扭捏。说真的，比以往经历都要好。年纪稍长有年纪稍长的好处，为人处事成熟稳重，又温柔体贴。皇上体格还保养得甚好，比较有力气。那有伤着你吗？可需要上药？反正就他目前的经验来讲，他也就被那狗男人啃过，没一次有过好体验的。而且力气大对他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儿，那就意味着他干不过，最后往往需要上药。没有伤着，力气大还没伤着你啊？力气用在该用的地方就不会伤着，就是有点什么？现在还有点腿软，皇上让他的轿子送我回来的，不然我自己恐怕没法走好路。陆瑶哦了一声，完全无法明白他的感受。你舒服了就成，说明今晚不亏。今晚我回来的时候，好像长喜宫那边出了事，皇上着急过去看，才放我回来的。什么事啊？听人禀报，好像是长喜宫遇到采花贼了。那常贵妃运气够好的呀。我回来的路上听见动静闹得挺大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等明早一打听不就知道了吗？你都有黑眼圈了，还不困吗？快睡吧。一日一早，阿儒刚起身，皇帝身边的太监就又过来了。太监身边还跟着一位嬷嬷，嬷嬷手里端着个托盘，托盘内有一碗药。阿儒心思玲珑，大约猜到是何来意了。昨儿个六姑娘受累了，皇上心里惦记着呢。这药是给姑娘消除疲乏、补养气血的。宫里边娘娘侍寝过后都会服用一碗。阿儒伸手端来，谢皇上挂念。说罢，他便捧着碗喝尽。那六姑娘好生歇着，咱先回皇上去。阿儒扶了扶底，等太监走后，阿儒回头看了看陆瑶。刚刚那药是避子汤吗？阿儒一闻那气味便知了，他点了点头。阿儒也不消极失落，这样倒免了许多麻烦。男欢女爱一场，过后互不牵挂，在招募馆里也是这样例行公事的。用早膳的时候，阿儒不忘问小乐子昨个夜里宫中发生的事儿，小乐子也憋得难受。两位姑娘可别对外说呀，昨晚是有个采花大盗进了长喜宫里，找上了贵妃娘娘，那可叫劲爆。采花大盗在寝宫里撕了贵妃娘娘的衣裳，把她剥了个精光，外头都是侍卫和禁卫军，他也不能坐以待毙，便挟持着贵妃娘娘出来。贵妃娘娘不着寸缕，被挟持着一路从长喜宫走到了湖边，那么多的禁卫军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说的你好像亲眼看见了似的。当时常贵妃都要疯了，她那白花花的身子
不晓得给多少双眼睛看去了呢。虽说宫里不得私传，可从昨晚到今日，恐怕已经人人皆知了。对于昨晚的采花大盗，皇帝也甚是恼火，敢堂而皇之的对他的贵妃下手，简直是胆大包天。皇帝一早就召了苏怀入宫，命他全力追拿采花大盗。苏怀询问了长喜宫的工人，那采花大盗是何体型外貌？工人能将贼人体型形容个大概，但是外貌却一无所知，只知他蒙着面巾，嗓音粗犷，听起来像是个粗鄙的糙汉。是夜，大晚上的睡什么觉？走，跟我去浪。我还没在宫里看过月亮。瑶儿，你陪我看。大晚上的不睡觉就看月亮啊？我遇见你高兴吗？都兴奋的睡不着了。这几日宫里查得正紧，你不躲躲，还敢顶着风声在这走动？他们查他们的，我走动我的，这又不妨碍。陆遥想，所谓技高人胆大，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吧。宫里禁卫军奈你不何，但你得小心啊，皇帝把这事儿交给那宁相来查了，你别被他逮到就好。宁相？姬无暇也不甚在意，忽听见黑虎在某个远处传来的笑声，他便捏了声口哨。陆遥揉了揉额头，啊，别这么张扬，你是生怕那监宁听不见吗？毕竟上次自己吹玉骨箫都能引那厮过来，眼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还在宫里。我要是不吹哨子，黑虎他肯定找不到我。喂，你什么时候胆子变得这么小了？要是叫你师父乔建隐这么怂，肯定都不让你认师门了。此一时非彼一时嘛，他现在人在屋檐下，能不小心谨慎点吗？事实上，苏怀此刻确实在宫里，陆遥是越怕什么往往就来什么。早前苏怀就听见了宫里有鹰啸，今晚他又听见了。他驻足抬头望去，整个皇宫里3000明灯渲染之下，他眼力也好，看见远处果真有只鹰影，正平稳飞掠而过。他看了眼那鹰所去的方向，抬脚跟了上去。姬无暇看见黑虎回来了，远远的就冲他招手。陆遥扭头去看，眼角不由抽了抽，只见那傻鹰兴高采烈的很，平稳的滑翔而来，两只爪子逮着的，他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只鸡。黑虎到近前，爪子一松，姬无暇就接住了那只鸡，外皮油光油亮的，香气扑鼻，很是可口的样子。姬无暇撕了个鸡头鸡屁股丢在屋顶上，黑虎就兴冲冲的吧嗒吧嗒的迈着爪子扑着翅膀去叼。陆遥表情也难尽，你让他去御膳房偷鸡了？御膳房的东西是比外面的好吃些。实在是陆遥这2天在暖阁，没听到御膳房那边的消息。御膳房这2天不是少鸡就是少鸭少鸽子少鱼鹅什么的，只要是整只的那种，御膳房的人稍不留神就不翼而飞了。你吃不吃？没等陆遥回答，他就塞了个鸡腿给他。陆遥吃了2口，也没觉得多诱人啊。可再看旁边这一人一傻鸟吃得津津有味的，烤得像饿了几顿没吃似的。堂堂无回门门主，至于吗？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外头的饭菜没这里做的讲究。对了，你刚刚说宁相是哪个宁相？是个厉害角儿。他厉不厉害你不知道啊？我都很少来京城，我怎么知道？那次你派出的杀手被他干个精光，只剩下个没咽气儿的逃走了，你会不知道？姬无暇一顿，就是你救我小弟的那场，原来是他呀。他叫什么来着？哦对，叫苏怀。他奶奶的，一提他我就来气。你别大意啊，那东西不是个好惹的，杀我那么多人，结果还搞得任务失败了。我无回门在江湖上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失手过了，结果被他给破了个例。要不给你们组织还是改个名字吧？你这提议都提了好几回了，我也不是没回答过你，改名是那么容易的吗？好不容易在江湖上打响了名声，再改不得从头来过？那个什么苏怀是吧？他送上门来倒好，杀我这么多小弟，看老子不亲手弄死他！哼，你这志气不错，但我还是劝你莫冲动。他不禁好奇，他这条命值多少钱啊？姬无暇叼着个鸡腿，2个食指交叉，这个数10万两，孔命是真值钱呐！眼看着要到手的10万两，任务前只收了30%佣金，结果任务失败后还得退还回去一部分，是真亏。两人正聊着，宫里的禁卫军巡逻都不看屋顶的，于是乎两人就看着一队禁卫军从屋檐下整整齐齐的路过。就这，要是都能抓到贼，那贼得多垃圾。陆遥心有所获，目光不经意间往禁卫军来的方向一扫，然只一眼，他娇躯倏地一震。陆遥连忙推姬无暇，坏了，不好，有情况，你和你的鸟先走。什么情况？边说着，他边顺着陆遥的视线往那边一看，只见小径那头徐徐走来一人，身量端的是高而挺拔，步履随意从容，习武人眼神都好。姬无暇远远就看清了他的脸。娇儿，
这个长得好不错啊。哎呀，你听我的，赶紧走！长得不错的，通常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姬无暇越发来了兴趣。他是什么妖魔鬼怪啊？居然能让你慌成这样！姬无暇，你不听我的是不是？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他微微一抬头，透过斑驳树影就精准地捕捉到屋顶上正拉拉扯扯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陆瑶，另一个一身黑衣，没蒙面。苏怀微眨了眨眼帘，眼神略一丈量，便知与长喜宫的采花大盗身形相差无几。哟，他发现我们了嘞！陆瑶脑壳痛啊，伸手捧着头低低道：“让你走你不走，不被他发现才怪呢。”苏怀站在树下盯着陆瑶问：“他是谁？”陆瑶揉着头，像极了一只鹌鹑，很想回答他不认识。要是让苏怀知道眼前站在他身边的就是当初刺杀他的杀手头头，照这厮睚眦必报的属性，估计会把姬无暇连带着自己一起大卸八块。只不过还没等他说出口呢，姬无暇便用一副男人粗犷的声音道：“我是他相好，你又是谁啊？”相好？我是他相好，你又是谁啊？相好？你赶紧走吧，别添乱了行不行？他是谁啊？你猜刚刚我们在说谁啊？哦，他就是苏怀。信我的，你不是他对手。什么时候害过你啊？本来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可哪想这家伙非但不，他还迎刃而上。只见陆瑶话音将将一落，姬无暇脚下便猛地一蹬，身形极快地飞窜了出去。转瞬，他便跟苏怀斗了起来。陆瑶头大，可能在姬无暇的脑子里，苏怀不是苏怀，只是写着个杀我小弟和10万两这两个标签的人头。于是乎，两人身法皆是极快，赤手空拳，没有兵器，但是打架打得异常狠，寻常人根本就看不清他们俩是怎么出手的。陆瑶在屋顶上都能感受到那股凛冽而来的杀气。姬无暇以为这人虽杀他众多小弟，但只要他出手必定能取他人头，可动上手了才发现，他一个朝廷当官的居然功夫如此了得，他要是不使出全力对付，可能遭他反杀。陆瑶在屋顶上紧张的观战，他没估算错的话，上回在相府看见苏怀杀人时就已经身法了得了，可上回他根本就没使出全力，眼下再一看，果然是姬无暇略输2招啊！就算眼下姬无暇还没有显出劣势来，只要持续打下去，他显出败势那是迟早之事，所以拖下去对他不利，只会被苏怀给擒杀。这样的想法掠过心头，陆瑶也不能只眼睁睁地看着。刚这样一想，神仙打架，小鬼遭殃，那两人也不晓得是谁射的树叶，更不晓得是谁拂袖一挥，使得2片树叶歪了个方向，直逼陆瑶面门而来。亏的是陆瑶身体本能反应还在，他闪得够利索，瞬时错开身，再低头一看，那2片叶子深深嵌进了瓦缝里，跟刀片似的尖锐。他要是慢了一点，不被射穿脑袋也得被射瞎眼吧，这屋顶是没法再待了。这时姬无暇显出弱势了，险些被苏怀给擒拿，但姬无暇堪堪避过。陆瑶静待时机，就在苏怀将姬无暇逼退，一手要将他拿住脖子时，这奸佞人狠心黑，下的都是死手，一旦被他拿住，那定然没有姬无暇活命的机会了。陆瑶当即扬手投出一块瓦片，正正的朝着苏怀的手射去。苏怀感知到了，手里动作微微一滞，也就在这一瞬间，姬无暇当即抽身退开。苏怀避开了瓦砾，手虽拿住了姬无暇的脖子，但速度慢了一瞬，使得姬无暇偏头一闪，居然跟只鱼似的脱钩了。苏怀手里拿住的是一块从他颈子上撕下来的假皮，皮上凸起的是类似于喉结的东西。姬无暇退开2丈，看了看苏怀手里的皮，又摸了摸自己凉飕飕的脖子，脖子上哪儿还有喉结呀，光滑又纤细。我操！他骂人时没变声，不是又粗又野的男人声音，而是一把又娇又俏的女子声音。他跑路的速度比他杀人的速度还快，苏怀岂能让他跑啊？当即动身要去追。陆瑶见状，立刻跑上前，从苏怀身后一把抱住他的腰。苏怀神情顿了顿，结果导致失了先机。姬无暇转眼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陆瑶不能让他去追啊，没办法啊，只能顺着他的后背安抚道：“别气，别气了啊！”苏怀气血有些翻腾，随着陆瑶的手在他背上游走，就能使他渐渐安定下来。他低头看了眼环在自己腰间的那只手，眼里杀意未退，一手握住自己腰上的手，随后一扯，便将陆瑶扯到眼前来。陆瑶将他形容，那神情不动声色，可那眼神倦狂得很，仿佛方才没有打尽兴，需要杀一杀他来助兴。他手捏上陆瑶脖子的时候，陆瑶心里想的是完犊子了，他放跑了姬无暇，这畜生要拿他泄愤了。你相好？陆瑶顿时背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绝对不是。采花大盗？可能是吧，我就是被他踩来的。话音一落，脖子上苏怀的手指收紧，霎时一股窒息感传来。陆瑶被迫仰头望着他这张脸，他一直非常清楚，之前的纠纠缠缠在这男人眼里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他要杀自己也丝毫不会手软。陆瑶缓了一口气儿，苏怀，苏怀盯着他的唇，你怎么？陆瑶眼神落在他心口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只要自己动作够快的话，能不能一下子捅死他。嘴上却也是柔情蜜意的，我好些天没见你了，想你。苏怀眼里没有波动，这种时候想跟我撒娇？陆瑶对他笑了笑，桃花眼里灼灼其华。啊，你不是想看我撒娇吗？苏怀看了他片刻，倒有些腻了。话音一罢，陆瑶突然抬手往发间一扶，正准备抽出发簪，便出其不意地往他心窝子里捅去，却在同一时间，苏怀捏着他脖子的手竟然突然松开了。陆瑶呼吸一畅，手还摸着发间黑簪，在苏怀的眼神注视下，他很识时务地挠了挠自己的头。哎，这几天没洗头了，呵呵，头皮痒。你是皮痒也罢，等我拿住了人，送你们一起走。看见苏怀衣袍冷清的扬长而去，姬无暇跟他一见面就是要他命的那种，两人打得你死我活的，还能像以前那样得过且过吗？陆瑶有些伤神，草率了，不该跟姬无暇提苏怀这个人的，说了他又不听，可不就只剩下吃亏的份儿吗？那坚定说要送他俩一起走，那只要姬无暇别被他给抓住，自己应该暂时还是安全的吧。陆瑶对姬无暇逃命的本事还是很有信心的，只要那货别主动送上门来就成，他得暂且躲一阵子了。再说皇帝沾了阿汝的身后是食髓知味，没两日还想着在夜里召他，只不过被阿汝休养为由给拒了。皇帝深知不可操之过急，但又实在是心痒得紧，以至于处理政务时都有些心不在焉。苏怀在御前见皇帝不得劲儿，身上有何烦恼？朕这次的烦扰，苏青解不了。苏怀不再多问，但皇帝呢，又乐于与他分享。早前听苏青说这女人熄了灯都是一个样，这话着实说的不对。朕后宫的女人兴许如此，可有的女人就是熄了灯，也知道她与其他的不一样。圣上是说六姑娘？什么都瞒不过苏青啊。不过朕想念她，她却是不怎么想念朕的样子。圣上若是想，臣找个法子让她日日想念圣上。苏青还是不懂，这强扭的瓜不甜，还是你情我愿的更好。是吗？可我就是比较喜欢强扭的，甜不甜得尝了才知道。成了以后要是真的不甜，我也能蘸蘸糖，让它必须甜。对，参见公主。长公主淡淡看了他一眼，平身吧。我听说前几日你在宫中不慎磕着了，可有好些？好多了。是时宫女捧着香炉进来，在香案上焚了一炉香。清月郡主闻到那悠悠的香气，心有戚戚。这些年长公主就没换过香，一直只用这一种，不过她也觉得确实很好闻。今日你进宫是特地来陪我闲聊的？有件事，清月得禀告公主，我上次在宫里是被个宫女磕破了头。哪个宫女敢有这样大的胆子？就是那六姑娘身边的婢女。六姑娘，这我倒是听说过，听说是最近进宫来给皇上解忧的。她身边的婢女不是普通婢女，是前不久才被卖进招募馆的，她叫陆瑶，正是之前要与义兄成婚的那个。义兄的未婚妻。是她呀，缘何又被卖进了招募馆？她一个乡下女，居然敢说是义兄的未婚妻，如此庸脂俗粉，岂能配得上义兄？能配得上义兄的必然是……所以清月就擅作主张把她给发卖了。可没想到这次她居然混进了宫里来了，她敢磕我的头，照理说我该好好处置她，可我又怕这事儿闹到了义兄那里，万一义兄又因此与她纠缠，就……长公主听着不置可否。清月郡主悄悄看了看她，又道：公主有所不知，那个女人就是被卖进青楼以后也不安分，竟引得义兄到青楼里去宿夜了。这消息长公主早前也听说了，毕竟宰相苏怀夜宿招募馆可是满朝文武都知道的。宿的就是他？肯定就是他，要不是他，义兄以前可从不去那种地方。你这么说，我倒有些好奇了，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能让苏相破例。从流云宫出来，清月郡主长长舒了一口气。别人不知道，但是清月郡主知道，她义兄是长公主的底线，谁若是犯了这底线，必定不会有好下场。之前陆瑶住进相府的事儿，长公主肯定早就知晓了，略施小计就能让她在相府的日子不好过。现在长公主知道陆瑶在宫里了，还可能会放过她吗？今日死过一次，且让她缓口气，明日再死。说着又吩咐自己人：带回去
每天都让他死一回，再每天拔他一撮毛，看他最后是先死还是先没毛。这话陆遥知道是说给自己听的，想必是想让他带消息给姬无暇，让姬无暇去他那儿救鸟，顺便领死。最后陆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黑虎救走。黑虎在笼子里扑腾着望向陆遥，你快救救我呀！陆遥表示偷鸡偷鸭吃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有今天呢？前2天姬无暇不晓得躲到哪里去了，就仿佛他根本没来过似的。可黑虎才不见一日，他就又冒着危险进宫来找陆遥了。两人在黑漆漆的小树林里碰了面。瑶儿，你看见我家黑虎了吗？陆遥无语了片刻，哼，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怎么问我呢？他生性放荡不羁，爱自由，怎么能随时随地跟我在一起？他不见了。既然他这么爱自由，说不定他自己飞出去浪几天就又回来了。不，他一定是遭遇了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姬无暇郑重地看他一眼。因为他今天没有带鸡回来给我。陆遥忍不住揉额头，真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能养出什么样的鸟啊！唉，就是为了给你带鸡，他被抓了。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被谁给抓了？还能有谁啊？是苏怀，他妈的感动我的东西。那你要去跟他拼了吗？姬无暇叉着腰，恼恨的来回踱了2步。我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拼又拼不过，现在怎么办？我跟你说了，叫你不要冲动，你不听。现在知道他厉害了，一来就打草惊蛇，后面还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合伙弄到他想要的东西呢。陆遥也是头大，呸，这10万两银子真不是人赚的。哼，不仅不好赚，还得赔上个黑虎。黑虎怎么的也值个18000两的吧？苏还说了，黑虎在他手上每天都得死一死，不死也得掉撮毛，直到把它拔光为止。姬无暇一听，这还得了？不行，我这就去把他救回来。你去吧。你去了以后呢，得死一死的就会是咱俩了。上次你倒是跑得利索了，就不怕他迁怒于我，把我干掉了？你没看他那副鬼样子，我要是慢一步，就直接被他给弄没了。你放心，他要是敢杀你，回头我无论如何也要替你报仇的。呵呵，我真谢谢你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不然眼下在你面前的就该是我的尸体了。那你太低估他了，是你先要杀他的，还指望他留你尸体啊？切，照他的属性，不把你挫骨扬灰，就得把你剁碎了喂狗。上回我走了以后，你是怎么脱身的？他想等我俩凑一双再杀，所以暂且姑息我。黑虎落他手里，他正等着呢。你要是这个时候送上门去，他笑都要笑醒了。真是可恶！那我的黑虎怎么办？我不管，瑶儿，你得帮我救他。我也不管，我救不了。我就是来找你商量此事的，你肯定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黑虎毛多，应该耐得住几天拔。虽说他耐拔，可他脾气有点暴躁，会不会比较容易惹火呢？难道？会吧。不过你放心，狗男人不会让他死得太快的，大不了一天多拔他几撮毛呗。你叫我怎么忍心啊？那你叫他进宫给你偷吃的的时候，你怎么忍心啊？陆遥一脸面瘫的挪了挪腿，姬无暇就跟外皮狗似的抱得紧。反正目的很明确，要么今儿个他拖着自己走，要么今儿个他也别想走。要点脸啊你，我的姬门主！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可要可不要。你到底帮不帮我救黑虎？阿如，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好啊。皇帝下午闲时，太监便进殿细声细气的禀道：皇上，六姑娘来了。皇帝精神一振，自上回以后，他就没能再见到她，心里正惦念着呢。快请他进来。不多时，阿汝便带着陆遥进殿，规规矩矩地向皇帝见礼。不必多礼。民女谢皇上。皇帝眼下看见他，觉得他比之前还要楚楚动人。怎样，身子可好些了？好多了。你不愿见朕，朕还以为是朕那碗太鲁马让你不好受了。阿汝闻言难免有些赧然，毕竟陆遥还在他身边呢。没有的事。陆遥跟个木头人一样杵在后面，心想当皇帝就是不一样，说隐私话也这么不见外。民女听说前2日相爷在宫里捉住了一只黑鹰，民女话还没有说完，这时殿外就有太监禀道：皇上，相爷来了。请他进来。阿汝表情有点僵硬，陆遥更是一脸麻木。本想让阿汝帮忙给皇帝吹吹耳边风的，这倒好，监念回回都能闻着味儿赶来。苏青不必多礼，方才朕听六姑娘正说起苏青，不想苏青就到了。说着他又看向阿汝。你继续说吧。苏怀一转眼看向阿汝，那眼神不温不火，眼梢上挑，只看他一眼就让阿汝心头一紧。阿汝一时说不出话来。六姑娘说什么？说起前2日苏青在宫里捉了一只黑鹰，是有这事吗？
有这事儿，那只鹰跑到御膳房偷吃鸡鸭，被臣给逮住了。捉只偷吃的飞禽这种小事儿，自然不用上禀皇帝，苏怀自行处理了便是。皇帝又半是安慰，半是鼓舞地拍拍阿汝的肩膀。莫怕莫怕，不是有事相求吗？你说起那只黑鹰，眼下相爷也在，你说来听听。阿汝还是有些怕苏怀的，但想着陆瑶拜托他的事儿，他不能不办。就是民女还没见过那黑鹰长什么模样，有些好奇，不知道相爷方不方便把它给民女瞧瞧。原来是这事儿啊，苏青，你就把那黑鹰给六姑娘吧。陆瑶心里暗搓搓的高兴，果然还是这耳边风好使啊！这对皇帝来说小菜一碟，压根算不上什么事儿，而且还能哄美人开心，他何乐而不为啊？既然皇帝都发话了，那狗男人能抗旨吗？看来这事成了。不想他微微一瞟眼的动作，恰恰撞进苏怀微微一侧目的眼神里。苏怀看着他隐隐上翘的嘴角，陆瑶意识到他在看，当即把嘴角一收，又变成面无表情的样子了。他不能表现得太过高兴。六姑娘如果感兴趣，自是可以给，只是那黑鹰尚在臣的府上，总不能让六姑娘去取，不妨就让六姑娘身边的婢女随臣去取吧。我知道相爷忙，只是我婢女胆小又不识路，能不能麻烦请一位公公随相爷去？那可能不行。为什么不行？那鹰有些怪癖，着男不着女，得女子去拿才行。陆瑶本就乔装的有些暗淡的脸，此刻更是黑中带绿。且看他那一副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嘴脸，真是比鬼都还能鬼扯。皇帝再一听啊，那是不能让阿汝去。尽管苏怀说那鹰不着女，万一他要是控制不好着女子呢，岂不是伤了阿汝？那就让这婢女去取鹰吧。阿汝回头愧疚地看了看陆瑶，苏怀也看了看他。那就先请六姑娘这婢女殿外候着，我禀完圣上再带你去。去你妈的！真要跟相爷一起去拿那鹰吗？拿个屁！他要是真去了，别说黑虎拿不回来，他也得跟着栽进去。我觉得你要是好好跟相爷说想要那只鹰的话，他应该会给你的吧。哎呀，坚硬的狗性你是还没有了解到，他越要是说想要黑虎，他只会越让他得不到，而且还会好好的欣赏他求而不得的戏码。正说这话时，苏怀从殿内走了出来，一身官袍，人模狗样，还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现在怎么办啊？走吧，给你家六姑娘拿鹰去。陆瑶也不怕他听见，回阿汝道：你拒绝他。苏怀看向阿汝，阿汝怂了怂，但还是壮着胆子扶了扶身。对不住啊，相爷，听相爷说那鹰要啄人，我有些害怕，便不敢要了。不要了，你不是没见过黑鹰，感到好奇吗？阿汝别怕，这是在皇上的殿前，他不能为难你。突然又不怎么好奇了。不想要就算了。说罢，他已经走到两人跟前儿，继而错身走过了。陆瑶看着苏怀那抹林间行走的翩翩背影，磨了磨后槽牙。要不是他突然来搅和，通过皇帝营救黑虎这条路肯定已经行通了。结果现在又被他给阻了回去，黑虎只能另想办法去救了。陆瑶和阿汝回到暖阁，远远就看见小乐子正攥着手来回踱步呢。小乐子也看见了他们，连忙快步跑来。哎呦，六姑娘可算回来了！你这么着急，是有什么事吗？刘英公刚刚来人了，姑娘还不知道吧？那是长公主的宫殿。长公主为何派人来？说是也有些好奇六姑娘，想见上一见呢。毕竟有常贵妃在前，阿汝一听这事儿便心下一紧，又一头雾水。她应该没得罪长公主吧？一进流云宫的大门，立刻就让陆瑶和阿柔感觉到与进长喜宫时不大相同。只是陆瑶甫一进殿，闻到了殿上燃着的熏香，她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沉了沉。以毒活为主的熏香，乍一闻起来，她下意识的就想起那狗男人身上的气味。她的身体唯一敏感的就是那个东西。陆瑶跟着阿汝有模有样的见礼，不必多礼，平身吧。随后又给阿汝赐座。皇上受此事困扰了好些年，眼下倒好了，找到了可以助眠的法子，还有这么一位温柔体贴的美女子相伴，他是高兴了。天底下真有情能引人入梦吗？我听闻普天之下能有这般出神入化的情谊者，非行冤莫属。民女岂能与那样的传说人物相提并论？民女的情也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不过是让皇上感到放松，自然而然就有了些睡意了。长公主点了点头，眼神落在阿汝身后的陆瑶身上。是我这殿上热吗？怎么六姑娘这婢女满头大汗的？阿汝回头看了看陆瑶，见她形容再熟悉不过了。不过阿汝一时也不清楚是因什么而起，只知道这种情况不可耽搁，得赶紧回去处理才行。平时他就比常人更易流汗，这副模样也着实惊人，还请长公主准许他退下。长公主却没松口，终于打量起陆瑶来，
我以为招募馆的姑娘，即便是个婢女，虽不要求貌美如花，但至少该清秀才是。实不瞒长公主，招募馆的姑娘没几个愿意身边带个清秀丫鬟的。长公主温婉一笑而过，说不清她笑容里什么含义。你且进去候着吧，长公主稍作就来。陆瑶站在门口往里面看了一眼，见这偏殿空荡荡的，并没有多少摆设，可见平时应该甚少派上用场。可是需要咱请你进去？长公主召见，她人在屋檐下就不能不守这里的规矩，眼下到了这儿又有侍卫和太监守着，这门她进也得进，不进也得进。陆瑶便说道：不劳烦公公了。她抬脚踏进了这偏殿，安静候着。不一会儿，外面响起了重重的脚步声，殿门半开半掩着，只见一对整齐婀娜的宫女儿手持球形提炉鱼贯而入。随着他们进殿，一股子悠悠香风扑面而来。陆瑶盯着那一只只球形提炉，那是香炉，香炉里正焚着香，是毒活香。今晚来都来了，哪有一帆风顺的？这些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长公主惯用的香，长公主在宫里都会用到它。一会儿长公主要来，便先将这殿上熏一熏。一股毒活特有的香气在殿上弥漫开来。陆瑶转身往殿外走，还没出门口就被侍卫拦下。他们熏殿，我出来等候。既已进殿，在长公主来之前，哪里也不得去，还不进去？这流银宫是什么地方？岂容你随意走动？这里的人不知道他闻不得这样的燃香，只将他的行为当作是不识好歹。随后太监就让侍卫把殿门关上。渐渐的，他浑身就起了汗意。他不由得想起之前素怀那狗男人在他那儿睡了一夜，他不也硬生生的扛了一夜？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偏殿的门缓缓打开了。他缓缓回头看去，长公主经过陆瑶身边时侧头看了他一眼，见他鬓角汗意。今日我这殿上也还觉得热吗？如六姑娘所说，民女是易寒体质。长公主点了点头，她坐进来坐下之后，约摸着是着实喜欢这毒活香，殿上的香炉也没撤，香气愈加的馥郁。尽管陆瑶身上佩戴有可以干扰的香囊，可量十分有限，也只不过是她用来干扰素怀一人身上的气味的。不知长公主召民女来，所谓何事？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宫里年年如一日，无甚差别。眼下你和你主子住进了宫里，倒有些新鲜。且不论出身，只要能给皇上治病，那都是好的。只是我对你不仅有些好奇。见此女乍一看肤色暗淡无光，有低眉顺眼，十分普通。六姑娘是招募馆的花魁，却一心护着你这丫鬟，这是为何？陆瑶不得不承认，这长公主的观察能力很强，不然她也不会察觉到她的不适是来源于她殿上的燃香。陆瑶可以肯定她已经察觉到了，否则不会这般大张旗鼓的满殿的都熏香。六姑娘心善，一直十分关照我。我见你面貌虽黑了些，这眉眼五官却是耐看的。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吗？公主请讲。六姑娘眼下帮助皇上助眠有功，又得皇上心头惦记着。我若是频频召她来，皇上怕是得怪我为难她了，所以召你来说说话也是一样的。回头你转给你家六姑娘便是了。宫中无后，因而常贵妃平日里是嚣张跋扈了一些，但那也无可厚非，她是有着资本和底气的。她兄长镇守南怀，是南怀一方的大将军，所以皇上也格外的宠爱她。但似乎自打六姑娘进宫以后，常贵妃宫里就频频出事。说你在招募馆已经开始接客了，总共接过多少客啊？多的我都记不清了。听你这语气，似乎不以为耻。毕竟招募馆是开门做生意的，我也得混口饭吃。我还是第一次听人把这一行当说得这般理直气壮。长公主能通过这毒活香猜到陆瑶可能身体不适应，陆瑶同样也能通过毒活香猜到她在计较什么，或者说她想问她接的客人中具体的某一位，只不过碍于身份，她不能直接问出口，只能沾些边边角角。不过彼此都心知肚明。常贵妃这次受的委屈不小，多多少少有些你家六姑娘的因素在。皇上还需六姑娘，六姑娘不能有差池，便由你来替你家姑娘在此思过一夜吧。她漫步走到偏殿门口，等明日宫门打开，你再自行回去。说罢，她抬脚踏出了门去。好生看着，有什么情况就来禀报长公主。是，外面有人守着，那今晚要是闯出去，这事儿可就没完没了了。
这偏殿一目了然，除了那扇殿门，殿上连一扇多余的窗都没有。长公主应该是想看看她在这种熏香下待一个晚上是个什么结果，她只能用衣料捂住口鼻，屏着气息，四肢像是抽筋伐髓一般抽走了力气，缓缓坐在地上，浑身热汗的喘着气儿。陆瑶从怀里掏出一只瓷瓶，倒出一枚药丸含在嘴里，一股浓郁的药香在口里蔓延开，都是用来克制毒活的药材。陆瑶坐在地上，她心里想着，今晚这剂量那么多炉香，估计得10个狗男人凑在一起了。他才想起来自己的玉骨箫呢，挨千刀的苏怀还没有还给他呢，黑虎也在他的手上，姬无暇为了躲他都不晓得藏去什么鬼地方了。他想叫个帮手跟他里应外合都不行，口实的苏怀现在作孽太多，将来迟早是要还的。陆瑶念经一般的把苏怀翻来覆去的乱骂，也不知道什么时辰，寂静的偏殿大门随着吱呀一声被人缓缓推开，紧接着一抹人影快步进来，走到几步外的一座木雕旁，素白的小手抱着那木雕就旋转半周，苍老的击阔声响起，是从头顶上方传来的。上方一道压迫感瞬时兜头照下，下一瞬只听哐当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阴影子从屋顶装饰的帷幕中一冲而下，重重撞击地面，恰恰将陆瑶罩在其中。当陆瑶缓缓抬起头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关进一个铁笼子里了。他似没睡醒一般，身体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导致他的反应变慢了，以至于当有人从铁笼侧面拿铁锁套住他双手时，他也没有丝毫动静。那锁他双手的铁链就是与铁笼子连在一起的，一旦被锁上，即便笼子打开，他也出不去。陆瑶醒了醒神以后，看都没有看一眼自己被镣铐锁住的双手，而是直直看着站在铁笼外一身华裙一脸俏丽的清月郡主。由于过度虚脱，陆瑶鬓发浸着汗意，眼底还有一股子赤红。清月郡主脸上挂着甜甜的笑，见着她此时此刻的形容非常满意。你没想到吧？确实没想到。她一开口，声音嘶哑不堪。难怪长公主只是把她关在这儿，原来是等清月来啊。这傻子倒也乐在其中，到明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当然也得清月兜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还有现在关你这笼子以前是用来干什么的吗？以前这里可是看斗兽的地方，别国送来的珍奇猛兽都是关在这里供人鉴赏的。他们打架也好，斗个你死我活也好，只有站在外面看才能看个淋漓尽致。清月郡主看着陆瑶，忽然皮笑肉不笑，显得分外阴毒。哼，眼下这笼子终于又派上了用场，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长公主赐的，喝下它吧。侍卫们没有多疑，就端起了那汤。我等谢过长公主。我等谢过长公主。说罢，仰脖一饮而尽。太监送完汤以后就退了下去，将殿门关上。你们全部进笼子里去。侍卫就依次入内，清月郡主又亲自上前把铁笼的门锁了起来，这样他就又能关系又能避免被误伤了。就这样的好戏，他可舍不得就这样走掉。他要看看今晚这陆瑶有多惨，又是怎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侍卫在喝那汤的时候，陆瑶就闻到了汤里的东西极具催情之功效，所以清月郡主才要让他们全部进笼子，再把笼子关起来。没多久，就有侍卫开始发作了，脸色和眼神都渐渐变得不对劲儿。这个女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好歹也是个女人，她今晚就是你们的了。她是从青楼出来的，本就是专门干这个的，就让她好好服侍你们，这也是长公主对你们的一番体恤。你敢勾引我义兄，早前把你卖进青楼里都是好的，没想到你进了青楼还要千方百计的勾引我义兄，这么喜欢男人是吗？今晚就让你喜欢个够。等明日所有人都知道你被人玩烂了，看到时候义兄还能不能再多看你一眼？想必他多看你都嫌脏。陆瑶盯着他，眼里赤红一些更明显了一些。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你装什么？之前在招募馆，你不是每天都接客吗？只要是个男人就能玩弄你，今晚这么多人，还怕满足不了你吗？你们在等什么？再等下去，只怕你们自己也会被憋坏。那汤里加的药要是不发泄出来，那就会损及自身，何况这些侍卫根本忍不住。陆瑶抬了抬眼，看着率先有侍卫忍不住朝他走过来，陆瑶抬手绕上他的脖子。清月郡主都没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听得一声闷哼，随之陆瑶一松，便可见锁他手腕上的那铁链已经扭断了那侍卫的脖子。他人虽然没有恢复，但借铁链又耗不了太大力气了，
那侍卫直接就瞪着眼瘫倒在了地上。清月郡主始料未及，着实被惊吓住了。你好大的胆子！路遥把头歪向自己被锁的一只手边，手从鬓发里不紧不慢地抽出一根黑簪。你们全都一起上，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就在那侍卫急不可耐地来撕他衣裳时，路遥手里的黑簪冷不防就从他的一只耳朵里穿了进去。伴随着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叫，路遥面不改色地将黑簪往里狠送一记，直至从另一只耳朵里缓缓抽了出来，鲜血沾得他手上都是。清月郡主约莫是没见过这样的画面，吓得小脸白白的。杀了他，快杀了他！转眼间地上就躺了2具尸体，其他侍卫们也终于醒了醒神儿。只是侍卫们刚一有动作，只见路遥手里的黑簪一挑，他手指一转便往铁笼上敲去，当的一声，空气都为之一颤，伴随着他手上的铁链声相互呼应，极其刺耳，使得殿上的所有人的耳膜都锐痛得如针扎一般。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路遥手里的黑簪又自一排笼子铁栏上划过，玄铁击撞的声响谱出一串浑厚的曲调。侍卫本就服了药物，再在这声音的激荡下，有人率先鼻孔出了血，也有人头晕目眩，站都站不稳。让他停下！快给我杀了他！鲜血溅湿了路遥的衣衫，他动了气，体内气流乱窜，使得他双眼瞳仁渐渐变得猩红，眼底里杀性渐起，手里黑簪一击穿透侍卫的头颅。他也很喜欢从他们的脑后一点点拔出黑簪的感觉。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满地鲜血。路遥亦是满身的鲜血，他红色瞳仁直勾勾地盯着清月郡主，看得还让你满意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手里的黑簪手指一挑，调转个头，十分轻松地往自己手腕上的镣铐锁孔里掏去。咔嚓一声响，他就打开了一只手的镣铐。清月郡主脸色惨白。义兄你来了，他要杀我！路遥意识缓缓抬头看向门边，他一看清了殿中光景，看了清月郡主一眼，目光便停留在那边的铁笼里。路遥一只手还仍被镣铐套着，满身是血，笼子的地上也满是鲜血和尸体。几名还活着的侍卫看见相爷来，本就对路遥心生惧意，这下子是再不敢轻举妄动了。他抬脚一步一步地朝铁笼走去。义兄不要去，他会杀人！又是拿来。苏怀把锁打开，抬脚走进笼子，他踩着满地尸血走到路遥面前，那如狼似虎的眼神紧紧盯着苏怀，丈量着他离自己的距离越来越近。苏怀看了一眼他仍被套着的那只手，路遥不动声色，可那双红色桃花眼却仿佛在引诱他。来，救我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的。空气里都是血腥气。苏怀终于是拿住了锁他的那只镣铐，说而用力猛地一扯，带着雷霆万钧之势，将铁锁镣铐给生生震断。路遥获得自由的那一瞬，杀性突然暴涨，当即对苏怀狠下死手。苏怀立即闪身回击，两人在铁笼里大打出手。因着身体情况十分混乱不稳定，使得路遥出招也跟着凌乱。可他的身法动作快极了，斗起狠来苏怀就慢他一步，而且还是在路遥此刻不甚清醒、身系大乱的情况下。他要是清醒的，苏怀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殿上回荡着的是铁链和铁笼的晃荡声，两人缠斗10数招，路遥一脚踹在苏怀的胸膛上，苏怀抬手格挡，卸去他脚上迅猛的力道。路遥转而一拳击在他带有旧伤的那处肩膀上，苏怀身形一滞，路遥瞬时绕他身后扣他后肩胛骨。苏怀要是动作慢那么一点儿，就会被路遥像抽那些侍卫骨头似的将他的肩胛骨给抽出来。所幸苏怀避开他这一击，但路遥的身体应变能力惊人，转而又是下一招，反身一勾拳，又狠狠落在他那张脸上。苏怀避开他狠辣的一招，但没能避开他直接挥来的一拳。他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也就在弹指一挥间完成。路遥把苏怀抵在龙门上，手臂横在他胸膛上，手指扣着他的胸骨。一番打斗下来，气息是暴乱的。苏怀身息也张狂，拿捏住路遥的手腕，看看他这副模样，他要是敢动手扣断他胸骨，那苏怀立马就会卸掉他这只手。他舌头顶了顶被他方才一拳打到的嘴角，有些发麻。苏怀被路遥打破了嘴角，一股子腥甜味蔓延在口里，还从来没有人有这般能耐往他脸上招呼。你待如何？当然是弄死你。话还没有说完，微微弯身将他打横抱了起来，一步步的徐徐走出铁笼。
清月郡主方才看得傻眼了。义兄，他……苏怀又一步步的朝清月走来，浑身杀意未退。他怎么了？他杀了人。清月，他是我的玩具，你敢动我的东西？义兄，我……清月不敢看陆瑶满身是血，吓得不禁步步往后退。苏怀便将他步步紧逼。义兄，我知道错了，您别生气。到最后，清月郡主再无退路，竟是给他逼进了笼子里。既然错了，就得受罚。清月郡主瞪大了一双泪眼，这才意识到他进了笼子，笼子里都是尸体，他害怕极了。义兄，我错了，你原谅我吧。苏海挽在陆瑶腿弯的那只手顺手将笼门关上，将锁插上。清月郡主不可置信，苏怀把锁上的钥匙拔下来，随手扔出了几丈开外。义兄，你别走，我害怕，我是真的害怕。苏怀恍若未闻，转身朝殿外去。陆瑶抿着嘴角，歪头靠在他怀中，任由他抱着自己出去。一脚踏出殿门，两人都沐浴在洁白的月光里。陆瑶窝在他怀里，没有多余的精力动弹。你把你姨妹关在笼子里，她今晚会很惨。苏怀行走间低头看了他一眼，他也有所感应一般，缓缓半睁开眼睛。月光落了些许进他那双桃花眼里，将他那双还仍是红色的眸子映照得如妖如媚，美得惊心动魄。你倒还有心思担心别人，上回我吐血确实是你害的，你敢骗我？陆瑶真的急了，没松口，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今晚我听见了，想害我，你也会过得很惨。当初他弹琴乱他内息一事，在今晚苏怀亲耳听到偏殿里的声音后，实锤无疑。陆瑶弄出来的声音能治人，可以往好的方面治，也可以往坏的方面治。不过陆瑶没搭理他，很合时宜的昏了过去。这江偏殿里，清月郡主被关在铁笼里以后，面对满地的尸血，他是恐惧至极。可不管他怎么叫喊摇晃笼子，都没有人答应，更没有人来救他。后来他发现笼子里的其他人的意志力开始不行了。清月郡主惊恐道：快避开这笼子！他六神无主，侍卫耗尽了理智之后，身体感官就变得异常敏感，闻到笼子里女人的气息，浑身气血翻腾不休。他们一步步朝清月郡主拥过来，清月郡主开始大声挣扎，可没有人回应她。清月郡主声音渐渐小了下来，大抵让她最绝望的事儿，就是她被她最敬重最喜爱的义兄给送到了这等地步。她义兄为了那个女人不顾她的死活，他把自己关在这笼子里任人欺辱，他根本就没有把自己当妹妹一样爱护，甚至还比不上那个才没来多久的女人。主子，属下这就去叫莫大夫来。我暂时没空，叫人去留阴宫善后。然后见征就眼睁睁地看着苏怀抱着人进换洗室去了，他内心起伏不已，到底发生了什么？谁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居然能伤主子至此？我要泡冷水澡。还想泡冷水澡？你当时还享受的？我就要泡冷水澡。苏怀盯着他，眼神让人不寒而栗。要我伺候你是吗？随即苏怀一说完，他就提起一桶水从陆瑶的头顶兜头泼下，一桶水从头淋到脚，中间没个渐停的，流水阻隔了空气，使得陆瑶连呼吸都不利索。苏怀你个畜生！说完，苏怀又提了桶水从他头上淋来，除了憋气憋得难受，那凉意袭遍全身，多少是让陆瑶感觉到好受一些的。我还是想泡冷水澡。我没把你丢进油锅里，算我心善。苏怀知道陆瑶在看自己嘴角的伤，说道：心里很爽是吗？有点遗憾。遗憾什么？当然是遗憾打得太轻了，不然你还以为是遗憾打花了你这张脸吗？应该打落你几颗牙。苏怀盯着他的嘴唇，没等他说完，突然就气了上去，一口咬住他的唇。陆瑶脑子都麻了一瞬，苏怀舔了舔陆瑶唇上的腥甜味儿。让我怎么？让你以后吃粥漏水，说话漏风。说完，苏怀照着他的嘴又咬了一口，两人就像过家家似的。陆瑶不甘示弱，逮着他也反咬一口，还专咬他淤肿的嘴角。苏怀看了他一眼，下一刻斧头就欺压上他的唇瓣，风卷云蚕一般，又亲又啃又咬。见陆瑶突然变得很服帖，苏怀说道：你怎么不挣扎了？打我的时候不是很起劲吗？你应该还在流血吧，不先处理处理吗？你都要杀我了，还在乎我流不流血？难道你没想过杀我吗？你之前还捏我脖子差点掐死我。那我掐死你了吗？我让你掉气了，
还是让你掉了一滴血呢？说话间，陆瑶湿透的裙摆被撕了个碎，他几乎整个人是挂在苏怀身上的，咬着他肩膀骂道：苏怀，你混账，生儿子没屁眼儿！那我倒有一些迫不及待的，让你给我生个儿子，看看到底是不是没有屁眼。你断子绝孙！你不能生养。你不是玩完我就弄死我吗？谁要给你生养？那就生完再弄死。不是说你对我腻了吗？素了几天，又不腻了。苏怀，将来我一定要你死！去怡真园要找的东西，就是助你恢复正常的，是什么？我若告诉你是什么，你会帮我取来？我会帮你毁掉，以免你恢复了以后真的弄死我。莫看陆瑶平时骗人骗鬼，真要是下起狠手来，绝对会把他往死里整。今晚不就是那样？只可惜他没能坚持得了多久而已。要是再让他得意一会儿，估计苏怀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两个平日里都是腥风血雨里面不改色的人，眼下从没碰过异性的身子，从没有过亲身经验。苏怀便斧头亲吻陆瑶，他吻得又紧又深，手里抚过她的肌肤，指腹下陆瑶还是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脸颊泛起潮红。不知道是因为苏怀的吻，还是因为他的抚摸，还是因为身体对他的气味在持续性发作。在他的印象里，这狗男人做畜生时对他多半是猖狂而又势在必得的，做人时他又是禁欲寡性的，却从不曾展现出像现在这样欲的一面来。随后两相思谋盘桓，既然反抗不了，不如换个角度去想。苏怀的人渣属性暂且不提，光他这副容貌和身材也够够的啦。他不是无数女人所幻想的最佳床上对象吗？又是当朝权相，呼风唤雨的，能睡一睡他貌似也不太吃亏。黎明到来，主子该去上朝了。苏怀起身披衣出房冲澡。建征看见主子肩背上的血迹，说道：属下请了莫大夫来了，眼下正在前厅，要不要叫他来看看？我没空，叫他晚上来。眼下确实已经不能再耽搁了，否则得误了朝时。他就很匪夷所思，主子顾着快活，连自己的伤都不管了吗？苏怀冲完了澡，回房更衣，衣襟袖摆惯常整理的十分整洁，纹丝不乱，全然看不出来在床上时有多野。陆瑶窝在被褥里，侧着身子朝里，一头青丝散在他的枕上，早已拉下厚重的眼帘，沉沉睡了去。顺着他脖子往上，可见满是深浅不一的吻痕。彼时莫大夫还在前厅里很不见外的吃着相府里的早饭，偶然一抬头看见熟悉的两道身影，赶紧端着饭碗出来。喂，不是叫我来瞧瞧吗？建征都说你不好了，你这就要走了？他说我死了吗？建征在后面挠头，他也不是说主子快死了，还不是担心主子的情况吗？可显然主子并不领情啊！莫大夫连忙端着饭碗快步走近了一些，瞧清了苏怀的面容，震惊道：我还以为我看花眼了呢，相爷嘴角怎么了？是被谁打的？怎么，你要去帮我打回来吗？能打相爷脸的肯定本事了得，我可打不过。你昨晚干什么去了？没睡觉吗？怎么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你还能治我纵欲过度？我可以开点补肾的药，但最主要的还是得靠相爷自己节制。是哪家姑娘能把相爷缠成这样？相爷这嘴角还是擦擦药的好，好好的一张脸，伤得这么明显，实在有损形象啊。苏怀也没说什么，接了药瓶就出了大门上马车。等到了宫里，上朝的文武百官看见苏怀脸上带了伤，也都十分震惊，并且十有八九还感到非常的喜悦。今天是个黄道吉日吗？苏怀那贼人居然带伤上朝，怎么弄的？在哪儿弄的？谁弄的？怎么就只嘴角淤肿了呢？怎么不直接把他给打死呢？皇帝也非常好奇，苏青这脸是怎么了？满朝文武都竖起了耳朵。回圣上，夜里起夜时没看见，撞到了床柱子。一部分朝廷官员们是这么想的，床柱子真是好样的。另一部分朝廷官员们是那么想的，夜里还起夜，身子得多虚啊，坏事干多了，虚是正常的。今日一早，长公主那边就宣广宁侯进宫了。昨晚清月郡主没有回府，广宁侯是知道的。清月郡主说要在宫里跟长公主作伴，所以他才没有阻止。广宁侯心下沉了沉，长公主这么早召他来，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儿。此事广宁侯还需要有个心理准备。长公主，清月怎么了？昨个晚上，长公主召见了六姑娘身边的一个婢女，罚她在偏殿思过。可清月郡主不知怎么的，半夜里偷偷跑到那里去了。结果怎么了？结果今儿早洒扫的人发现清月郡主被关在了偏殿的笼子里，而且她还伤得不轻。是被谁伤的？笼子里只有她一个人，被谁伤的也未可知。但值守偏殿的那对侍卫和思过的那名宫女
却是不见了。我这宫里素来人少，有些地方夜里也疏于把守，但这件事不会好好调查清楚的。眼下唯一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也就只有清月了。广宁侯，你且带清月好好回去养伤。你是他兄长，想必他是愿意跟你说的。随后广宁侯进内室，就看见清月郡主躺在床上，这会儿是安定下来睡着了。不过他看见他脸上、裸露在外的脖子上还有小臂上都是伤痕，他不好过多查看他的伤况，可见此情形，他大概猜到了他遭遇了什么。苗苗，我来带你回家。此事有关清月名节，不好宣扬。太医我也嘱咐过了，对此会守口如瓶。那些侍卫呢？找到了吗？要是找到，定送到广宁侯这里，任凭处置。他们也只能低调处理这件事儿，否则闹开了，清月郡主失了名节不说，对流云宫总归是不好的影响。长公主，可要着人去暖阁那边拿人？眼下尚不知人被谁带走了，你去问六姑娘拿人。奴才多嘴。何况清月郡主的伤，最主要的是丢了身子，失了清白，岂是那婢女一个女子所能造成呢？今儿一大早，长公主就宣了广宁侯进宫，还有太医往那边出入，好像是清月郡主出了什么事。清月郡主出现在流云宫，绝不是为什么好事儿，说不定正是因为知道姑娘在那里才去的。甭管了，只要出事的不是侍女姑娘就行。江路遥睡了一个长长的觉，在睡梦里也有一种虚脱无力感。他似乎听见了黑虎的笑声，时而急躁，时而暴躁。后来长梦将醒，黑虎的声音越来越明显。路遥睁开眼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斜前方的一排门扉。路遥看着，一时间还有些恍惚，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他慵懒地动了动眼帘，扫了一眼这间房，不是暖阁，而是一处陌生的房间。再看了看自己所躺的这床上，凌乱的不成样子。床上有种狗男人身上独有的气息，还残留着事后旖旎的气味。路遥抬手拢了拢亲背，惺忪的歪了歪头，在枕上和舒软的亲背间蹭了蹭，试图换个比较舒服点的睡姿。结果一动，路遥便吸了一口气，也不晓得是哪处牵扯出来的，浑身都酸痛。以往他连一天一夜的工都没这样累过。回想起昨晚上的事儿，他好像昨晚跟狗男人在床上相互争讨了半晚，眼下的这身体的状况就属于争讨过后的后遗症。虽然想想不亏吧，他还炸到了一点他的元气平息内乱，可还是有种日了狗的心情。这床上的气味也挥散不去，他躺在床上就像吸了毒似的，始终浑身乏力，精神不起来。他得起身了，然刚撑着身坐起来，路遥低头一看，脸上的表情就有点麻木了。狗男人是不见外，这是恨不得把他啃得只剩下骨头吧？他浑身上下就没一处好的。紧接着，路遥又听见了一两声鹰叫，这回他听得分外真实，就在门外。他连忙就下床，然后问题来了，昨晚的衣服在盥洗室里就被撕掉了，他没衣裳穿啊。路遥抬头又扫视一番这房间，看见衣架子上挂着一身男人的衣袍。他现在回想起来了，难怪昨晚一到这院子就有点熟悉，原来这是苏怀的院子。只不过他的寝居路遥是第一次进，衣架子上的男人衣服自然也是苏怀的。衣袍够大，袖摆完全遮住了手，衣角也拖在了地上，衬得路遥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似的。路遥十分嫌弃，但凡他要是还有别的选择，他也不会套他的这身狗皮。打开了门，顿时外面的暖绯色的斜阳翠亮了他的身姿。一看天色，路遥也有点头大了，他居然不知不觉睡了快一整天了。他循声看去，果不其然，屋檐下挂着个鸟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只黑鸟。黑鸟见他终于注意到自己了，在笼子里蹦跶的欢实不已。黑虎，是我。路遥走进笼子边，仔细看了看他，要不是认得他的叫声，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那只雄赳赳气昂昂的极品海东青黑虎。一些天不见，直接差了几个品种啊！他仿佛变成了一只毛发凌乱又邋遢的乌鸦，身上漂亮的毛都给拔得差不多了。鸡还好吃吗？好吃，还是好吃。嘿，为了口吃的你都快秃了，还不服气啊？你快救我，快救我！眼下他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了，没有道理不救他，遂习惯性的歪头拔头上的黑簪，结果没摸着，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头发是披散着的。他没有作案工具，也不能徒手打开啊，所以他先转身回房间去找自己的发簪。黑虎见他要走，哦叫两声，没工具我怎么给你开锁啊？安静点。
回到房间，他看了眼凌乱不堪的床上，还是抬脚走了过去，爬上床，掀被子翻翻找找。他掀开被褥时，看见床单上落下点点朱红，有他身上流的，也有狗男身上流的。他可顾着刺激啊，昨晚肩背上的伤一整晚都没处理，只可惜伤口还不够深，流血流得不够凶。后来陆瑶把床上翻来覆去都找遍了，床上居然没有，难不成是掉在半路上了？不应该啊！陆瑶又动作轻缓地下床，拢着衣袍出门去了盥洗室找，结果只在角落里找到一身被狗畜生撕得惨不忍睹的弓长，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那黑簪是他用的最趁手的一只簪子，不能丢，怎么的也得找着。陆瑶郁闷地出来，满院子的溜达。黑虎急得不行，你还在等什么呀？他扑腾着翅膀，娘，我的娘，救我呀，我的娘！嘿呀，你这副死皮赖脸的德行，真是深得你主子的真传。一时找不到黑簪，陆瑶也不能错过这个解救黑虎的绝佳时机，便先去掐了根纤细的木枝，走到廊下，拿着锁头看了看，然后用木枝伸进去掏。木枝有一定的软韧性，不太好操作，结果锁没打开，木枝先弄断了2根。你以前开锁那么厉害，你是不是不想救我？我都说了，先找我的簪子，你不听，没硬东西我怎么给你开锁呀？我不管，我不管。你赖定我了是吧？信不信我也不管了。你不能像你主子那样死皮赖脸，你是鹰，你的骄傲和尊严呢？不要了吗？黑虎歪了歪头，那是什么东西啊？我本来应该有吗？苏怀回府来，一脚踏进自己院子里时，抬眼就看见陆瑶正在廊下一边掏锁，一边跟黑虎讲道理。他身上套的很明显就是他的衣裳，裹得紧，将他身子骨勾勒得十分曼妙。手里动作下意识一顿，木枝啪嗒一声断在了锁孔里。眼下一见到他，就不由得勾起昨晚疯狂的那些画面。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我觉得不早。可以往这个时候，你不是还在宫里霍霍吗？宫里没惹事的东西，我也清闲些啊。陆瑶沉默，他的意思是，他就是那个惹事儿的吧？陆瑶看了看他的嘴角，还有淤青。哦呦，这对他来说可真养眼呢。他压了压快要忍不住翘起的嘴角，相爷流了不少血吧？怎么看起来像没事人似的呢？他应该失血过多猝死啊！你也弄出了不少血，怎么不见你有事儿？只要话从他苏怀嘴里说出来，就跟他这个人一样，显得很禽兽。你想救他？我没想，我要是想，他早飞走了。你只是没有趁手的工具。我那根黑色簪子呢？你用来穿人脑的那根。呵呵，相爷真会开玩笑，那发簪是我用来挽头发用的，哪穿什么人脑子呀？你张口就知道骗我。那发簪上的白浆是什么？难道是豆腐脑吗？就是豆腐脑。要不要我拿来给你舔干净啊？你恶不恶心啊？还让不让人好好吃饭了？豆腐脑有什么恶心的？明早的早饭就吃红油豆腐脑。豆腐脑就豆腐脑，还红油豆腐脑，这狗男人就是存心恶心他。我簪子呢？你总得还给我吧。苏怀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随手往桌上一放。陆瑶就看见自己的黑簪正稳妥地躺在桌面上，他暗舒一口气，没丢就好，真要是丢了，找起来还比较麻烦。只是陆瑶正要伸手去拿，那黑簪就又被苏怀给收进了自己的袖中。什么意思啊？我只是让你知道，在我这里，我有说要还给你吗？不还给我，你留着有什么好处啊？怎么没好处？难道你不想用它来穿我的脑子？陆瑶沉默了，诚然他确实想过，不仅想穿他脑子，还想捅他心窝呢。相爷真会开玩笑，我哪能那么干呀？要是给你机会，你不干，我现在这个样子也干不过。但也不能不妨我寻求刺激的时候，你趁我不备，突然往我脑子上来一下，那种时候防备弱，很容易就叫你得逞了。这狗畜生说话根本就没法跟他交流。我总得要一根簪子挽头发呀。飞艇用玄铁打造的簪子挽，你这头发丝是铁丝做的，外头那笼子里锁的，是不是还等着你用这簪子去掏呢？那还用说吗？他的簪子掏锁可是最好使的，那本来就是我的东西，你管我头发丝是不是铁丝做的？再说了，你那屁锁就那么点小，我簪子头塞都塞不进去，怎么掏啊？不信你自己拿出去比比看。掏，一天就知道掏。苏怀放下碗筷，重新把黑簪取出来观摩一番。这根黑簪簪身是细长笔直，也没有特别细，
那锁笼子的小锁他确实插不进去。陆瑶趁着他观摩之际，瞅准时机，突然扑过去就动手抢，结果苏怀扬手避开，陆瑶抓住他手臂就伸手去够，可这厮就是不让他如意，陆瑶始终够不着，怒从心起，反手操起桌上一菜碟子就从苏怀面门上砸去。苏怀抬手挥开，那碟子落在地上摔成几块，他刚一挥开，陆瑶动作忒快，第二碟又砸来了。这厢见证利落的大步进了院子，一来就听见房里瓷器碎裂的声音，他忙快步上前，结果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迎面就是一张桌子夹着雷霆之势朝他飞来，那速度快的桌子杯盘都没有来得及全部落地，见证也没能躲得过去。见证实在是来得不凑巧，这种事儿都能给他赶上。他再抬头一看，见主子将陆姑娘拽到腿上，两人不知道在抢个什么东西，正拉拉扯扯的扭在一处。何事？莫大夫来了。这时陆瑶好不容易两手绕到苏怀椅背后面，抓住他的手，正使劲从他手上拧自己的黑簪。此时要是不趁着坚定的注意力被分散之际拿回东西，那稍后就更加不可能了。后来苏怀手一松，终于被他抢了回来。陆瑶竖着根手指在唇边，他会意，立马安静了下来，还来回张望打量着，似在帮忙看有没有人发现。此时不放他更待何时啊？他手里拿着黑簪，簪子尖端确实塞不进锁孔里去，可随着他扭动尖端的螺旋纹，这黑簪就一圈圈的从里面拉了出来，且愈加尖细。陆瑶手指及时捏住锁头，以免发出开锁的声音。还等什么？还不走？别乱叫啊，小心那狗又给你逮回来。陆瑶站在屋檐下看着，陆瑶把笼锁归位，发簪也拨回原样，随手挽在了发间。听见书房里继续在说话，闲着也是闲着，就敛了声息，稍稍靠近去听一听。建庄早上就来找我，你要等到晚上才让我看，想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结果一诊，好像比不严重又有点严重。相爷跟人动过真格的了，怎么体内气这么乱？以相爷的脾气，也不能任由人打脸，必然是动了真格的。我背上旧伤裂了。你旧伤复发怎么不早说啊？居然还从今早拖到了晚上。今天忙。宽衣，我瞧瞧。苏怀便宽了上衣，露出上半身来，只见他前胸后背竟是许多挠痕，肩头还有几排带血的牙印。你主子这是忙了一晚上公务的样子吗？我只知主子是在忙公务，又不知他具体是干什么，还说不是纵欲过度。我看你脸色就知道了，什么时候伤成这样的？昨晚你为什么不叫我来？昨晚没空。忙公务是吧？命都不想要了。我不是还能活2年吗？照你这么长，要是伤势再恶化，最多还能活个半年至1年。不是我跟相爷开玩笑，必须得尽快找到医圣，否则等你毒入心脉以后，怕是连医圣都难救你了。医圣不知在何处，但是他的嫡传弟子已经有些眉目了，那就尽快找到他。陆瑶抓住了那个什么莫大夫说的话的重要信息。狗男人被他打的旧伤复发，还本身中了毒，要是找不到医圣或者医圣的嫡传弟子，他最多就只能活2年。陆瑶嘴角就翘了起来，连他都找不到他师傅，他们又怎么可能找得到呢？果然呐，这就是报应。莫大夫先给苏怀施了针，抑制毒血蔓延。昨晚相爷是在家吧？没去招募馆吧？相爷竟把姑娘带回了家里。在外面睡不好，带回家里好睡一下。到底是什么姑娘能让相爷带回家里来的，而且还这么的激烈？这种事不激烈点有什么意思？相爷玩的野，这我没话说。不过相爷这情况还是能省精力元气就省一些，消耗过度没有好处。你要是不加节制，原本2年的活头肯定大大缩水。那不是挺好的吗？这时就听苏怀吩咐见证说道：去把外面的人弄进来。陆姑娘请吧。上你给我拿的衣服呢？没衣服我怎么去啊？主子，陆姑娘说她没有衣服，你都不让人家穿衣服的吗？你这样会不会太禽兽了？让她自己找。相爷让陆姑娘自己找。穿好了就滚进来。偷听有风险，他都那么小心了，结果还是被苏怀给察觉到了。我不进来又怎的？皇宫也不想进了。陆瑶冷着脸踏进书房，抬头就看见苏怀正坐在榻边，身上披着衣袍。莫大夫回头看见他，一时又震惊又惊奇。相爷还真是留了姑娘在院里，不过这姑娘脸色也不太好啊。给她看看，看她还能活多久。哼，肯定活得比你久。不必了，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这位大夫看了也无济于事。你要死是不是啊？我要死，你也要死，人都得死。莫大夫觉得自己平时言行就已经放得很开了，但显然不及相爷1/10。我都给你按住了，你却只顾着咳。莫大夫一脸感叹，还是相爷生猛直接，我等自愧不如。他一看这姑娘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呀，可惜遇到了相爷，是位强取豪夺的主，
姑娘体内乱气竟比相爷来的还要凶猛，且姑娘脉象异于常人。如若是没有功夫底子的人，这种情况早就爆体而亡了。有功夫底子的人，就是不经脉寸断，也得走火入魔。陆瑶心想，这不废话吗？不然他大老远的跑京城里想方设法的进宫找药引作甚？那大夫能治吗？这个我不擅长，确实无能为力。他能活得比我久吗？这个说不准。要是姑娘体内乱气失控，很容易伤及筋脉啊。你放心，我绝对活得比你久。就算我伤势比你重，但我情况可比你好得多了。我知道什么东西能治我的伤，但你找医生的事儿还没影呢。你不可能活得比我久。哼，那是你能决定的吗？我死前先把他送进我棺材里陪我。穆大夫和剑正都无语了，两个都有伤的人纠结的竟不是怎么治，而是谁比谁活得久。这种事儿也可以拿来做比较的吗？相爷的伤还有待处理吧，我看我还是先出去。穆大夫便在药箱里配备药物和绷带，给苏怀的肩背上上药包敷一下。相爷得多狂浪人，姑娘才能把你挠成这样。等包扎好以后，苏怀把今天早上莫大夫给的瓷瓶又丢还给了他。相爷不用了吗？可嘴角的淤青还没全散呢。一天都散不了，我还用它做甚？2、3日可全消，这已经很快了。上回你那种药呢？县城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过来主子说的是上次他颈上有咬痕那回事儿。那个用完了。你没痛没痒的用完了？是被你吃完了吗？偶尔有磕着碰着，所以常在用。什么药啊？相爷这么稀罕，便是能1天消瘀散痕的药。莫大夫便唏嘘道：这么好，你怎么不交给我瞧瞧啊？说不定我能照着配出来呢。那药是陆姑娘给的。苏怀穿衣的动作顿了顿，回眸看他。他还给你药？上回属下领罚受伤，他给的。我也受伤了，怎么不见他给我？你跟他很好是吗？属下不敢。你是不敢还是不想？属下不敢，更不想。相爷怎么知道我们这么要好啊？陆姑娘不要乱说。陆瑶看着他着急的样子，笑得甚是愉快。监正立马就觉得主子有点不高兴了。主子明察，除了主子吩咐，属下和陆姑娘绝无半点往来。那他为什么送你药？对啊，没往来，我为什么送你药啊？那是因为上次属下领罚受伤，陆姑娘正好看见了才送的药。我也受伤了，怎么不见他送我药？这个监正是真不知道，还不是因为我跟他比较要好呗。是吗？下去领罚吧，你们这么好，他应该还会给你药的。是。东西呢？只见廊脚下挂着一只孤零零的空荡荡的笼子。方才属下跟主子都在书房，好像只有陆姑娘在外面。啊，黑虎什么时候跑的？我竟然一时没有发现。莫不是我方才进书房去时，他趁机跑了？他怎么跑？自己开锁跑的吗？会不会是监正喂他的时候没有关好笼子呀？今晚就他喂食的时候碰了那笼子了，这锅都能甩到剑争头上，是剑争压根儿就没想到的。你在一边，让剑争带你去挨一顿棍子，要增进一下你们的友谊。说着，他冷不防抬手就抽掉了陆瑶头上的黑簪。相爷莫不是真以为这能开笼子的锁吧？你瞎吗？一看这簪头就要比锁眼大得多。来来来，你给我试试，你看看能不能套得进去。苏怀看着黑簪观摩了一下，来，你教我，这锁要怎么开啊？苏怀的手指寸寸捋着这簪身，然后就在陆瑶话音一落，他就摸到了玄机之处，顺着簪头上的螺旋纹一圈圈的把隐藏的部分簪身给扒拉了出来。到最后那簪头尖的跟什么似的，别说锁孔了，那就是针眼都扎得进去啊。苏怀看向陆瑶，陆瑶无语了。我瞎吗？要不要教你这锁怎么开啊？说罢不等陆瑶回答，他突然手指一转，将那簪头掉了个转，然后直就朝陆瑶的脑门上扎来。相爷冷静一些，有话好好说嘛。你私自放跑那东西的时候跟我好好说了吗？你说明天叫那东西引它主人来给我杀，都是骗我的。说实话，他主人又不傻，怎会来给你杀呢？那且让我撬开你脑子看看，都装了些什么骗我的鬼话。哼，见识，以后总有你求我的时候。主子，需要属下帮忙吗？你是不是觉得我办不了他呀？属下不敢。这狗脾气也是怪，前一刻狂风暴雨，后一刻好像又雨过天晴了。说你爱我，我就不生气了。我爱你，爱得死心塌地。你亲我一下，今晚我就饶了你。先前主子不是还要撬开他脑子吗？大概他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是这么个发展。你狗腿子还看着呢，这样好吗？我觉得好。属下这就去领罚。
然后陆瑶就出其不意的突然往苏怀嘴角亲了一下。好啊，簪子还我。这个危险我怕戴在你头上，不小心戳穿了自己的脑子。不会的，我戴了这么久都没有过。说不定今晚会。本来我就有内伤，跟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没有什么区别。世道又这么险恶，宫里更是人心叵测，我有个东西防身也好啊。要是连这个簪子也没了，那下回再有人对付我，我连还击之力都没有了。他本以为坚定是很难被他给感化的，可没想到他说完以后，苏怀居然十分通情达理的把发簪顺着他的衣襟塞进了他的衣怀里，搞得陆瑶一时都震惊了。就在陆瑶震惊的时候，低头就吻他唇瓣。老色批，又不是没摸过，我昨晚不是还亲了？你昨晚怎么没有骂我？我不仅这样摸，我还伸进去摸了。陆瑶吸了口气，还没来得及骂出声，就又被苏怀斧头堵住了嘴。苏怀将他压在身下，私缠亲吻，两人衣衫都交在了一处。后来床帐里都是陆瑶起起伏伏的喘息声。你给剑争那药怎么来的？关你屁事啊！以前不是说过吗？招募馆的姑娘们都得用那样的好药。那时候你还没进招募馆。给剑争的那个是我来之前问街上的大夫买的，那大夫说那种药专供招募馆的姑娘们用，效果很好，我就买了来试试嘛。苏怀没再说什么，收手睡去了。后来苏怀的气息绵长，陆瑶觉得约摸他是睡着了，便轻手轻脚地坐起身。哪去啊？陆瑶娇躯一震，如厕去。苏怀一坐起身，眉眼间尽是疏懒。我也去，我们一起。怎么不动？我又不急了，要不你去吧。苏怀也躺了下去。狗东西！等陆瑶睁眼醒来，陆瑶一看，一大早的就倒胃口。苏怀在桌边坐下，说道：来，吃红油豆腐脑。这人究竟有多恶趣味啊！那红油熬得跟血浆似的猩红，豆腐脑还做成了脑子的形状。哼哼，我不饿，相爷吃吧。吃不完，今日也别回宫了。陆瑶黑着脸过来坐下，无比嫌弃的咬了一条羹吃进嘴里。嫩吗？陆瑶一会儿还得靠他进宫门呢，遂违心道：嫩。口感像不像真脑子？像。这就是真脑子。陆瑶差点就把勺碗扣他脑子上。相爷大清早就吃这等逆物，也不怕得病。我这碗是真豆腐脑。苏怀，你这个贱人！他哕了两下，脸色发绿。你他妈给我吃人脑子呀！想吃人呢？那我中午现杀一个掏给你。我谢谢你，别人的我不吃，要吃就吃你的。那你就有点得寸进尺了。要不要我把你脑子掏出来，再喂给你吃啊？跟他刷下线，谁能刷得过他呀？给我拿碗粥来。我也要吃粥。你不吃，你就吃豆腐脑。他只想快些回宫，离这畜生越远越好。陆瑶愣了愣，见苏怀记的是他平日里佩戴的香囊。陆瑶觉得香囊的分量有些不同，果真里面有他的玉骨箫。下回你需要帮助，就把你同伴招来，叫他帮你。哼，然后好给你杀吗？我可以留他个全尸。到了地方，苏怀从马车上下来，牵了牵衣摆，去招募馆问问他们常用的伤药是哪个配置的，把人和药带来见我。说起清月郡主，昨日被广宁侯带回家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也不见人。苗苗，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你若不肯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又怎么为你做主呢？清月郡主还是不作声，但就是眼眶红了，不知不觉就蓄满了泪水。师兄，他做什么了？他把我关进笼子里，和那些臭人在一起，他任由他们欺负我。他不是我义兄吗？是哥哥的好朋友，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那些人呢？长公主说今晚一个人影都没有。我不知道，好像他们是一个一个的被水拖走了。当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只隐约感觉有人在笼子里移动，又哪有力气抬眼多看一眼啊？我该怎么办？哥，我以后该怎么办啊？你不是进宫跟长公主作伴吗？为什么又会去那空置已久的偏殿？清月郡主只是流泪。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才让苏怀把你关进笼子里？苏怀这个人他多少有些了解的，他这个人虽然疯，但一定不是没有来由的疯。清月郡主还是不答话。你不说是吗？
不说我怎么帮你？不管我做了什么，有人这么欺负我，难道哥哥不是应该先找人算账吗？为什么却要来质疑我？我都已经这样了，难道你还想要逼死我吗？找人算账？不见的那些侍卫估计全都被苏怀的人善后处理了，我找谁算账？找苏怀算账吗？清月，你不要忘了，我们是从南怀到这京城的，京城里没人真把我们当回事，此生能不能回得去，还得要靠他，你懂吗？清月郡主有些被他的眼神震慑住了。我不管你动了他什么东西，但他的东西一定轮不到你去动，知道吗？现在告诉我，你在流萤宫都干了些什么，又是怎么惹到他的？清月郡主不敢隐瞒，一五一十的道来。暖阁六姑娘身边的那位侍女，果真是她的未婚妻。广宁侯沉吟着，看样子他那个未婚妻在他那儿还是博得了个特殊啊。事已至此，难过也无用，只有先养好身体。可我以后怎么办？我这辈子都毁了。这件事没有传扬开，以后的事以后说。就只是这样吗？不然你以为你还能怎么样？找苏怀报仇，还是找长公主泄恨？你在那么做的时候有想过以后？你以为长公主在那空置的偏殿召见的姑娘，又留你在流萤宫过夜是何用意？你一股脑冲在前面，有的是人在后面看个热闹。以前我提醒过你，你不听。既然这样，便也只有你自己来承担苦果。这项剑征效率高啊，下午就带着人到苏怀跟前复命了。这些都是招募馆常用的药，这人也是专门给招募馆配药的大夫。小人参见相爷。苏怀打开这几只药瓶，一一闻了闻，那药味儿比莫大夫给的还要粗糙苦涩，显然与之前陆瑶给剑征的那瓶药差别更大。就这些了。供给招募馆的伤药全在这了。之前有人在你这买的药，膏体雪白，闻之芳香，你是不舍得拿出来给我看是吗？相爷，小人真的所有的药都在这里了，招募馆的姑娘们也都是用这些，千真万确，小人绝不敢隐瞒，小人也绝对没有卖过相爷说的那般药啊。剑征大概是听出来了，主子是在追查陆姑娘药的来历，约摸陆姑娘说那药是招募馆的姑娘们常用的，所以主子才让他去把给招募馆供药的大夫弄来。结果眼下一盘问，陆姑娘在撒谎。这日，陆瑶正在仪真园附近溜达，就遇到一名宫女儿也在附近溜达。陆瑶打算上前去与她搭个话，然走近一段距离以后，陆瑶再定睛一看，看清了宫女的模样，就不由得面上一瘫。宫女也看见了他，裙角如飞地朝他走来。姬无暇，你还敢在宫里这么招摇？不知道奸佞正到处找你吗？那他定然是想不到我也进了宫当宫女，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哎，咱们找个僻静处说话。瑶儿，我这身打扮咋样？他已经知道你是个女子了，你要是乔装成禁卫军可能会更安全点。我无回门的杀手凑一堆儿就已经很味儿了，要是跟群人数更多的禁卫军凑一堆儿，岂不是要熏死我？瑶儿，没想到你真有办法帮我把黑虎救出来，我就知道你出马就没有不行的。哼，他主人丢下他不管，我不救他能怎么办啊？眼睁睁的看着他被拔光毛炖一锅吗？我怎么没有管？我不是求你去救他了吗？我要是不舔着脸来求你，他也脱不了险啊。你还有脸了是不是？哎呀，别气别气，以后等我找机会把那10万两赚回来，再分你一半。姐们儿也不是白让你帮忙的。趁你营救黑虎这段时间，我已经把仪真园里的情况给探清楚了。找个时间机会，我们就可以动手。这还差不多。你是不是要找药材啊？藏那些极品药材的藏宝楼就在进仪真园左边第2座。谁说我要找药材了？也是，我就有些疑惑。你在药谷的时候什么药材没有？咱们不缺那玩意儿。那你到底要找什么？找藏那珍兽鳞角的楼。那就在第4座楼里。你找珍兽鳞角能治你的情况吗？能做药引啊。成，那就去找那个。哎，是不是找到以后不仅能治好你走火入魔，还能治你师父的走火入魔啊？啊，但愿如此。姬无暇撸了袖子，干劲十足。那怎么的？咱们今晚就动手吗？不急，上回仪真园打草惊蛇以后已经加强了守备，苏怀又知道我要去那儿找东西，定是等着我们自投罗网呢。如此，只有分开行事。我替你引开守卫，你进去找到赶紧出来。怎么，不想进去掳宝贝了？那只能你出来的时候帮我也带2样呗。我
我先把消息透出去，让监宁以为我要找的是药材，那重兵呢，应该就会被他安排在藏药楼的那边，如此我俩就能轻松一点。成，那你那里安排好，在你住处屋檐下挂块红布，我就知道你万事俱备了。两人商量好，姬无暇再学着宫里人那般对陆瑶行了个公礼，然后就先一步出了小树林儿。陆瑶回到暖阁，姑娘想去仪真园的藏药楼里找东西。上回仪真园闹出了动静，惊动了禁卫军到处搜捕。听小乐子说，那边的守卫也一再加强，这会不会太危险了？我会想办法的。要不，姑娘想要什么，我去跟皇上说，求他赐我吧，别的赏赐都不要，等治好皇上的失眠之症，咱们就要那一件赏，怎么样？没你想的那么容易，但凡皇帝能轻易赏出去，必然是他不缺的东西。倘若我要的全天下只此一件，那就不一样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费力气了。我明白了，姑娘到时候需要我做什么，吩咐我便是。两位姑娘，相爷过来了。就好像在说，你继续编，编不出来，我把你头拧下来。你告诉相爷，就说我们已经歇下了。说罢，阿汝就赶紧熄灭了灯。相爷，六姑娘说他们已经歇下了，但往常他们绝对没有睡得这么早，要不要小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睡死了吗？不能够啊！方才相爷来之前，房里的灯还是亮着呢，一听相爷来了，就立马熄灯了。我来传圣上口谕，相爷携皇上口谕而来，两位姑娘若是还不出来相见，那可就是藐视君王，是杀头的大罪啊！我看我还是去开门吧。敢问相爷，皇上是何口谕？圣上夜里难眠，让你过去陪宴。阿汝一时无言。皇上若是宣阿汝，以往都是让身边的贴身太监来接的，怎会让相爷传话？今晚我正好在。阿汝发现相爷来了以后，好像目光就只落在陆瑶一人身上，再没转目看过其他。相爷亲自来传话，阿汝今晚不去怕是不行。那我先去准备一下。收拾收拾我们就去吧，别让皇上久等。我们？皇上叫你去陪宴了？我是六姑娘的侍女，当然得我陪着她去了。皇上只让她一个人去，你非要跟着去，什么居心啊？啊？莫不是想让皇上注意到你，多看你两眼？你想去跟他争宠？陆瑶不知道这奸佞脑子里都在脑补什么狗血大戏。阿汝去内室更衣时，苏怀就问陆瑶：我再问你一遍，你给剑争的药哪来的？不是说了吗？在外面买的。在外面专给招募馆供药的人那里买的是吗？对啊，我上次不是说清楚了吗？需要把供药的人弄来，你们比比看谁唱得更好听吗？这狗男人的疑心病果然比谁都重，连这种屁大点的小事都要怀疑摸查一番。招募馆供药的大夫多了去了，相爷说的是哪个？招募馆供药的人就一个。那相爷就有所不知了，官方供药的虽然就一个，可招募馆楼里多少姑娘啊，哪个没有自己的小金库啊？有钱当然就想买更好一点的药啦。就好比阿汝，他是花魁，能用那些粗制滥造的药吗？他要用就用好的。是时阿汝换好衣裳从内室出来，显得温柔又娇媚，漂亮极了，是吧阿汝？是的。这么说来，你那药就是藏在他供药的那人那里买的。阿汝瞅着相爷的眼神怪让人胆战心惊的，就好像在说：你继续编，编不出来，我把你头拧下来。可不是嘛。所以说这就是缘分呀。哦，是这样吗？阿汝便尽量维持着淡定。是吧？你的药是向谁买的？他就是个行踪不定的贩夫走卒，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穿街走巷，从招募馆旁的小巷贩货，我就是在那里买的。那下次你见到卖药的人，替我也买点。好的，民女一定谨记。我要100瓶。陆瑶一听就有些炸毛了，100瓶，你拿回去下饭吃吗？到时候我请你一起吃，不仅给你下饭吃，还给你下面吃。阿汝在旁莫名听出了点别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他想得太污了。陆瑶脸都气绿了，死不要脸的狗畜生。相爷还是自己下面吃吧。我自己下面不喜欢吃。这是再无耻的话从他狗嘴里吐出来，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稀疏平常。阿汝表示他听的都有点不好意思。100瓶，1瓶都不能少，少1瓶我都不会原谅你。缺多少你就给我吞多少只空瓶。你吓他有什么用啊？
又不是他不替你买，也得看那卖药的人有没有那么多呀。他可以现做，那种药很贵的，阿汝都买成10几两银子一瓶呢，你要100瓶，岂不是1000多两银子？照这厮逛招募馆啥都嫌贵的狗属性，1000多两银子无疑是在抠他的肉。这样，你把那卖药的人给我，我跟他谈谈价格。可我也不知道他何时会再来，又家住在何处。他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我叫人回去问问你那丫鬟，总该知道吧。阿汝感觉到压力了。陆瑶听着这狗男人就是咬着不放了，便说道：阿汝不是还得要去皇上那陪夜吗？不好让皇上久等吧。那我的100瓶药。陆瑶磨着后槽牙，眼下他在宫里怎么能买啊？至少得出宫以后再说吧。那就出宫以后交给我。他是花魁，你跑了，他跑不了。贱人！带六姑娘去皇上那边。六姑娘，咱们快走吧。侍女姑娘这么大个活人，你还怕相爷吃了她不成啊？阿汝便只好先出门去了。小乐子及时的关上了房门，房里的气氛莫名的诡异。陆瑶觉得他不能轻举妄动，可他又不能跟苏怀久待。吃点什么？不想吃什么？但我想吃点什么。说着他便转身往门那边走，真一副想去弄点什么东西吃的样子。陆瑶本能的抓他的手腕，下意识狠狠拧他的手腕骨。前一刻还和风细雨呢，后一刻立马就大动干戈。从敌不动我不动到干架干得你死我活，基本上不需要任何过渡，只需要一句话一个动作作为导火索就足以了。于是乎陆瑶败于下风，就被狗男人拖着反手一把丢在了椅子上。骗我？你一天到晚张口闭口就知道骗我，你当我是这么好骗是吗？我真要去吃东西，我问你了，你自己不吃还不扔我去吃吗？你要去吃什么？你管我吃什么？吃什么我叫人给你弄来，要是吃不完我鼻子眼睛给你塞进去。说想吃什么？他才吃过晚饭不久的，能吃得下什么呀？这畜生也晓得他不过是想找个借口开溜，他真要是说出个吃的来，照他的作风真能给他塞鼻子眼睛里。鸡鸭鱼鹅吃哪样？看见你我就饱了，说我成天开口闭口的骗你，也不照照你自己，跟疯狗似的，逮谁就乱咬。我拿什么照？当然是撒泡尿照了，难不成还用镜子照吗？我现在没尿，你撒泡尿给我照上，要不要我给你脱？你现在给我撒呀！陆瑶第一时间捂紧了自己的腰带，跟苏怀刷下线，他显然又一次失败了。你说我乱咬？苏怀不等陆瑶回答，身上的衣裙被苏怀撕扯得松松垮垮。陆瑶下地走去浴桶那边时，腿都在打颤。这厢小乐子狗腿的送苏怀出了暖阁，路上小声禀道：相爷，小的今晚听到2位姑娘在说怡真园的事儿了，好像他们要去藏药楼找什么宝贝。是藏药楼？小的没听错，是藏药楼。他前脚刚一离开暖阁，后脚消息就送到了流云宫，今晚相爷又去暖阁那边了，这会子才离去。那六姑娘呢？六姑娘今夜在皇上那儿侍寝。原来如此。随之他挥挥手，大宫女便安静地退下。自上次过后，皇帝心里想了许久，眼下美人在侧，他岂不想尽情地跟她好啊？还是苏相知他心意，不需他派人去请，六姑娘就自个儿过来了。皇帝知他累得不轻，身子骨娇弱，怜惜道：真派轿子送你回去。谢皇上体恤，以女自行走回去便是。真要是坐了皇帝派的轿子回去，不知道得多招摇呢。他受不受得起不说，那不是在向后宫的嫔妃们炫耀吗？等天亮以后，就有皇帝那边的太监过来了，又送了碗汤药过来。太监还是和上次一样，本要亲自看着阿汝服下汤药的，可临时不知道什么事儿被小乐子给岔开了。只不过就算没人看着，这碗汤药阿汝也是要喝下去的。给我也留半碗呗。阿汝身子一顿，昨晚相爷就在这儿，除了他还有谁呀？阿汝什么也不多问，只要姑娘不嫌我喝过的就好。陆瑶接过来一头喝干净。等太监来拿空碗时，看见阿汝正拿着手帕试了试嘴角，也就无所疑虑地退了下去。我是没有办法，可姑娘也没有办法吗？阿汝明显感觉得到，相爷对陆瑶和对别人是不同的。若要是最后陆瑶能与相爷在一起，组建一个家庭，育有3、2个孩子，那不是很幸福的事儿吗？要是不防患于未然，以后会很麻烦的。
你不也清楚这点吗？他才不想给狗男人生狗崽子呢。可是姑娘与我不同。哼，有什么不同啊？无非就是自己的选择，你选择独善其身，而我嘛，江湖那么大，等这里的事一了，何处去不是逍遥快活？其实我比较想看看相爷爱而不得是个什么光景。你指望他爱而不得？他那种人没有爱，顶多只有占有，等他烦了就随手可弃。这可说不定。陆瑶又想起上回在苏怀府的那一次，他都没有机会做防范措施。不过他眼下这种身体情况，能中标才怪了呢。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得再防一防。朕听说近来苏晴可是频繁出入暖阁那边，难怪他昨晚能请得动六姑娘到他这儿来。真要是这样，难不成他也与六姑娘有个首尾？虽说那六姑娘是出身青楼，可皇帝只要一想到君臣共享一女，心里便十分的介怀不舒服。圣上听何人所说？朕听何人所说不打紧，朕也不会盲目轻信。朕着人问了问，苏晴确然常去那里，难不成苏晴也为六姑娘而神魂颠倒？圣上误会了，臣虽有去，却不是为着六姑娘。哦，那是为着谁去？臣之前有位从小定下的未婚妻找上门，不知圣上可知道？这朕倒是有所耳闻，可后来她不是在你们大婚之日不见了吗？正是，当时臣搜遍了府邸，都不见她踪影。那事与朕今日所问之事有何关系？莫非苏晴是找到她了？臣后来才发现，她竟是进入招募馆。苏晴的未婚妻总不能是六姑娘吧？不能，她是六姑娘身边的侍女。难怪早前苏晴去招募馆宿夜，而今又往暖阁频繁去，竟是去会你那未婚妻的。是的，臣一直想劝她从良，她竟不愿意吗？她说宁愿从妓，也不愿跟臣。竟还有不想跟苏青的女子。她既然不跟你，为何当初又找上门来？可能是她来找臣之前不谙世事，找上臣以后呢，又发现臣与她想象中的未婚夫相差甚远吗？有这么严重吗？苏青虽然不怎么招朝臣们待见，但京中的姑娘们应该还是会很喜欢你这类型的。她总归是一个乡下来的女子，能见过什么世面？那就是她不识抬举了。不过朕见她也没什么特别的，苏青竟然喜欢。也谈不上喜欢，只是婚约在身，总归不好亏待她。那简单，朕一道圣旨，给你二人赐婚便是了。只是这就有些委屈苏青了。堂堂相爷竟娶一名其貌不扬的乡下女，说出去是容易叫人笑话的。强扭的瓜不甜，还是顺其自然吧。这话之前皇帝也对他说过，不过一听心境却不大相同。你有红布吗？有红衣裳可以吗？小的有红裤衩。陆瑶看了看这屋檐下挂件红衣裳，委实太过诡异，还是用你的红裤衩吧。用来干什么？那可是小的私密之物。挂这里避避邪啊。挂在这里那得多羞人，小的不干。去拿吧，拿回来以后好好跟我们说说刘云宫那个陈太监的事儿。那好吧，小的就勉为其难奉献一下吧。不一会儿，小乐子就去捧来了自己的红裤衩，扭扭捏捏的样子。陆瑶要给他挂上，还是小的自个儿来挂吧。小的这裤衩可从没让姑娘给碰过。何况要是相爷知道这姑娘碰了他的私密物，还不知道会不会生气呢。这是要避什么邪呢？避奸人吧，最好让他一来这儿就浑身哪都不舒服。我看我还是取下来吧。你是奸人吗？小的当然不是奸人。那你取下来做甚？小的是担心。你担心什么？咱们这儿有谁是奸人吗？有他也不敢说呀。小乐子看了看自己迎风飘荡的红裤衩，嗯哼一声道：小的向来听说什么符一类的东西才是辟邪的呢，像这样挂着倒像是某种讯号似的。我还以为会是瑶儿的红肚兜呢，没想到居然是条臭裤衩。黑虎一听，当即打着摆子干呕了两下。瑶儿，快进来，我等你很久了。陆瑶快步一闪进林子，迎面就看见姬无暇正坐在树下，以及他旁边蹲着的一只傻鸟，一人一鸟正在分食一只鸡，吃得不亦乐乎。你还敢让他去偷鸡啊？冤枉啊，这鸡可是我亲自去偷的，他完全没出力，属于吃白食。嘿，吃现成的感觉真好。上回黑虎好不容易才虎口脱险呢，你就不怕轮到你自己被奸佞抓去受死吗？他抓不着我，虽然我打不过他，但我绝对跑得比他快。哼，听你这语气，你还很自豪啊？哼，这也是我的本事，我能不自豪吗？来，吃个鸡腿。我不吃。
那你等等啊，等我们娘俩吃完这顿就干事儿去。哎呀，这宫女的伙食也太差了，就我们这种要干大事的人，就那点清汤寡水的，根本就不顶饿。你吃点啊，现成的。自己吃吧。黑虎狼吞虎咽的吃下去，那眼神充满了不理解。现成的居然还有人不喜欢吗？哎，自己找个地儿待着去吧。我和你二娘要去干事情了。那剑足有手指那么粗，锋利之际又充满了张力，真要是射到陆瑶身上，那股冲劲儿能直接把他钉在对面的墙上。这楼里有机关，方才他一进门时就已经触动了机关，头顶轰隆一声巨响，紧接着哐当一声，一只巨大的兽龙从上而下，将他困在了笼子中。后来又一轮更加猛烈的箭雨尽数朝兽笼里的陆瑶全无死角的射来。苏怀回头看了眼怡真园所在的方向，随后还是转身一步步的往怡真园的方向去。后来离怡真园不远的小径上，迎面一道夜风拂来，苏怀蓦地就停住了脚步，空气里有股极淡的血腥味。片刻，就见这条小径所在的尽头正缓缓走来一人。苏怀定定地看着他，他一步一步走得十分缓慢，尽管一身黑衣，隔着那么远的距离，陆瑶也认出了苏怀。陆瑶也知道，对面那人一旦盯上了自己是不会放的。随着距离逐渐被拉近了，夜风拂过陆瑶身侧，送来的血腥气息更浓郁了几分，足够近了，可见月光下将陆瑶的脸映照得十分惨白。然一个字还来不及说，便是满口鲜血再也包不住溢了出来。下一刻他身子再也支撑不住，整个人便往前栽倒了去。苏怀就站在那儿，任由陆瑶一头栽到他怀里。苏怀抱着人站在阴暗处，招来自己的眼线，应道：把剑征叫回来。眼线转头就消失了。没多久，剑征动作快，便回到了苏怀身边。把他带回去。是。莫大夫在自己的药炉里都已经准备歇下了，殿征这么晚来求他，你家相爷又不好了，他又干什么不听医嘱离经叛道的事了？莫大夫赶紧去瞧瞧就知道了。前两次都是因为他又嫖又睡的，伤势给拖重了，我也劝过不止一次，叫他节制节制。估计他全当耳边风了。也是，你家相爷以前没碰过女人，大概是没想到女人能把他缠得这么狠，别到头来身上的毒还没解，就先给女人掏空了。多带些药吧，都是外伤，又是给女人抓的挠的，还好意思让我多带伤药？这得给抓挠多狠！你们相爷玩起来真是不要命了吗？剑征也不好多说，他要是说让莫大夫去看的不是相爷，莫大夫还是得逮着他一通询问。等到了后院，剑征一打开房门，莫大夫才站在门口就动了动鼻子。这是流了多少血？莫大夫再往床上一瞧，愣了愣。感情你不是叫我来给相爷看的？相爷呢？主子今晚有事，眼下还在宫里。是相爷叫我来看他的吗？剑征沉默。不是相爷叫的，你干嘛来叫我呀？他伤得不轻，主子让我把他带回来。我想主子的意思应该不是要我带个死人回来。万一你主子就是想你带个死人回来呢？又或者他叫你带回来就行了，管他是死是活呢？你家主子什么个德行你还不清楚吗？剑征沉默。话虽如此，但这陆姑娘毕竟是跟主子同床共枕过的，你擅自揣测你主子的意思，回头他说不定还得治你的罪。要是主子回来见他没得救了，又得知莫大夫过来却不救，还不知会怎么样。主子什么意思目前我都不清楚，何不先治他，等主子回来还是想让他死的话，再杀了也不迟。把活人弄死简单，把死人弄活比较难。我觉得你说的甚有道理，这样相爷怪不着你，更怪不着我。可这姑娘家我怎么给她上药啊？毕竟是相爷的露水情人，相爷要是知道我看了他的身子，别等他要死要活了，首先把我弄死怎么办？你先配药。宫里忙了整宿，这厢苏怀房里的灯也亮了整宿。等苏怀来家时，已是天清旭日将升的时候。苏怀进自己内院，抬头就看见自己床上正躺着的人。苏怀走到床边，见他身上穿的是自己的衣衫，该包扎的伤口也都包好了。谁来处理的？属下叫了莫大夫来处理的。苏怀回头看向剑征，剑征头皮一麻，感觉自己是不是又做错了？莫大夫给他换的衣裳，上的药？不是，莫大夫给配置的伤药，属下叫了个嬷嬷来给陆姑娘更衣上药的。苏怀没再说什么，看了眼睡得正沉的陆瑶。陆瑶躺在他的床外边，
苏怀还是抬腿跨上床，在里边接被躺下，合眼补一会儿眠。他倒是会给他找事情，一回比一回整得大。等我找到你那同伙刺客，我就把他在你面前剐杀了。你要想随他去，我也可以考虑成全你。他一边温柔地说着，一边随手给他掖了掖被角。你同伙在哪儿？陆瑶没反应。不醒了是吗？陆瑶想，他当然不能醒了，就当他是重伤醒不过来好了，不然醒来不就得面对着奸佞了吗？得受他盘问，说不定还得受他严刑拷打。陆瑶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骗他。苏怀伸手来解他衣裳，就跟解自己衣裳一样平常。陆瑶眼下穿的也确实是苏怀的衣裳，对此陆瑶十分坦然，反正又不指望他能做个人喽。见他跟条咸鱼似的挺尸，照这架势，哪怕是把他脱光了，估计他也不会抖一下眼皮子。这会儿睡死了不打紧，你要能一直睡死过去，才算你厉害。说，同伙在哪？陆瑶闭着眼睛不搭理他，然后他就听苏怀对剑征说道：拿2根竹签来。剑征十分利索的拿着竹签就回来了，交到主的手上。苏怀一手捏着竹签，一手就来剥陆瑶的眼皮儿。陆瑶眉头跳了跳，看向这鬼畜的狗男人：你作甚？给你撑开来，好好见见，想见多久就见多久。陆瑶感觉自己死了都得被这个狗男人给气活。你同伙在哪儿？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但他现在应该知道你在哪儿。要不要我把你挂起来，让他来救你？哎呀，就是挂不了多久，你可能会浑身伤口崩裂流血而死。别说我了，先前黑虎被你挂了那么多天，毛都快拔光了，怎么见他来救啊？哼，不试试怎会知道呢？他躲处多了去了，他又没跟我说，他不就是跟你打了一架吗？还没能打赢你，你又不吃亏，用得着带着不放吗？不就跟我打了一架？哼，他想要我的命。你树敌那么多，谁不想要你狗命啊？打架不都是这样吗？要么我杀你，要么被你杀，难不成你跟人打架只是玩玩啊？当时要不是他跑得快，估计早被你给杀了。要不是你，我也不必这么费力。是，当初呢，是他及时拖住了他，才放跑的姬无暇。哎呀，相爷，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在劝我，对要杀我的人大度一点是。没等陆瑶回答，他突然欺身破镜，把他压在床头，整个气息就变得有些张狂。你跟你的同伙一样该死，你来找我就是想要利用我进宫，你不仅进宫盗宝，你还伙同贼子弑君。你这有点子虚乌有了。我们什么时候弑君了？我要是弑君，早先和阿汝一起的时候机会多的是，要下手早就下手了。那就是他弑君，把你蒙在鼓里，背叛你们的友情，拖你下水。他根本没把你当朋友。也不用说的这么严重吧。算他前脚替你引开守卫，后脚便潜入乾兴殿行刺，你觉得不严重是吗？不可能。不可能，他犯完事就逃之夭夭，宫中掘地3尺也要捉拿住他。要是拿不了他，就得你死活替他兜着。苏怀见陆瑶端碗喝药，然后拿筷吃饭，也没说什么。拿到你要的东西了吗？这一提，陆瑶顿时就觉得眼前的饭菜没那么香了。香爷知道仪真园里有机关，是一门心思等着我去送死是吧？仪真园里就真寿楼有机关，但你要去的不是藏药楼吗？这就是你骗我的后果。他想，这奸佞要是知道他去的是真寿楼，估计会敞开大门让他和姬无暇进去，再把他俩锁在里面受死吧。我要是告诉相爷我去的是真寿楼，难不成相爷就会提醒我里面有机关？我会撤走真寿楼外面的守卫，放你和你同伙一起进去。果然，能指望他什么好呀？晚饭之后，苏华也没得歇，又往宫中去了一趟。他临走时吩咐剑征，院子里加强人手，一旦陆瑶的同伙摸来，就立刻把人拦杀了。你们相爷这么晚还要去宫中吗？相爷是替谁善后，陆姑娘心里应该清楚。你不说我怎么清楚啊？除了陆姑娘还能有谁？宫里大家伙要抓的闯仪真园的贼又不是我，要抓的刺杀皇上的刺客更加不是我，你们相爷替我善什么后啊？原本是陆姑娘说的这样不错，可那刺客昨晚行刺时就暴露了，是个女的，还遗落了一根宫女发簪，由此可见刺客都半是伪装成宫里的宫女行事的。
眼下那刺客受伤遁逃，宫里正挨做宫殿的搜查所有宫女，但凡有受伤者，皆是重大嫌疑者。等搜查到暖阁，也不过是近2天的事。要是这期间再找不出刺客，到时候搜查到陆姑娘身上，就陆姑娘这身伤，相爷都保不了你。监正说完以后，等了一会儿，不见陆瑶有下文，不由回头往门缝里探了一眼，就见他居然靠在床头，安然合着眼睡着了。主子在外为他惹出来的事奔波劳碌，他倒好，居然还能睡得着。等苏华回来时，已是半夜时分。陆瑶嗅到身侧有道新冽而又有些清润的气息，下意识地皱了皱眉头。你跟长公主还真是天生一对。我跟她怎么天生一对了？切，你们臭味相投。那怎能比得上我跟你水乳交融，彼此契合呢？真不愧是狗男人啊！这话一听进耳朵里就满满一股子混账劲儿。事实证明，越担心什么越来什么。陆瑶连养个伤都没得清静。第2天姬无暇就找来了，当时陆瑶正在房里休养，听到外面有打斗的声音，他真是瞬间清醒，然后从床上惊坐起来，紧接着就听见了姬无暇的叫喊声：瑶儿，瑶儿，听见你就应我一声，我来救你了。陆瑶抬手扶额，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突的跳。啊，这会是生怕自己死得太慢吗？坚定可就等着他送上门来呢。陆瑶开门出去，抬头就看见苏怀也站在屋檐下。陆瑶赶紧出声道：我没事，你速速离去。切，奸贼果然就是奸贼，这么下三滥的招数，亏他想得出来。妈的，气死我了！这奸贼找了个体型跟你差不多的人挂在阁楼墙上，我以为是你，妈的，差点遭他暗算。你来干什么？当然是来救你啊！要不是黑虎找到了你，我都不知道你被这狗贼囚禁呢。瑶儿，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狗贼折磨你了？我没事，这里是相府，岂容你乱闯？冒犯了相爷，你担待得起吗？还不哪里来的去哪里去？这奸人不是李府了吗？我是看着他李府我才来的，结果他怎么又没走啊？这不明摆着的吗？他当然知道是你来了，所以他又回来了。你到底有没有事啊？你再待下去，我就要有事儿呢。那你的意思是我走？再不走，我俩一起死。行吧，你且忍辱负重，我再寻时机救你。陆瑶生怕苏怀突然就动手，连忙挪到他身边，若有若无地勾着他的手臂，看似亲昵，实则满是防御。姬无暇瞪了瞪眼：瑶儿，你什么时候跟这贱人这么要好了？我问你，宫里行刺皇帝是你干的吗？我干的啥？行刺，你有没有去行刺啊？我行刺谁？行刺皇帝，是不是你干的？你再废话一句试试。我就是感到不可置信，确认一下嘛。你就说你有没有干，我也是有原则的，没钱的事儿我怎么可能会干？那你听见了，不是他干的，而且我可以作证，他的确是个拿钱办事的人。拿钱办事儿？那我的命他又拿了多少钱？这厮还真是会往自己身上对号啊！他没收钱，他完全是为了给我找场子。姬无暇看着陆瑶那一本正经胡诌的样子，是这样吗？他不是为了10万两银子吗？搞得他差点都要相信了。哎，相爷，干什么去啊？姬无暇瞪了瞪眼珠子：瑶儿，你居然拉着死人头的手！这话一出，苏怀扶开陆瑶的手，深吸倦狂，直接冲姬无暇极快的掠来。今日他是打定了主意，非要弄死这姬无暇。陆瑶见状也非常的眼疾手快，立马从身后使出仅有的力气，用力抱住苏怀。不能打，不能打，他现在就形同废人一个，帮不上什么忙。坚宁真要是跟姬无暇打起来，又有剑争这帮狗腿子助阵，姬无暇一个人会十分吃亏，说不定今个真得交代在这儿。别生气，别生气啊！你自个儿也有伤，别跟他一般见识。苏怀低头看了一眼腰间扣着的手，又看着目瞪口呆的姬无暇，放手！陆瑶是坚决不能放，一放这俩货就得拼命的撕咬起来啊！我要是亲自动手把你掀开，你可能会被我摔到墙上摔死。相爷有话好商量嘛，他也不是坏人。那你觉得我是好人吗？你还想干什么？还不快走！姬无暇见陆瑶不是开玩笑的，转头就要从剑争和影卫们那儿闯出个出路来。苏怀回眸看着陆瑶那张脸，苍白虚汗，那双眼睛也暗淡。痛归痛，
但他面上却硬是没有流露出半分痛楚的神色。痛吗？说实话有点。那你还不松手？松手你就得去杀我朋友了，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不能跟你杀。最终苏怀一把将陆瑶提起，却是没把他扔出去，而是径直转身回房，便命令见证一行人说道：追加人手，今日务必把他给我剐杀了。陆瑶被他压在身下时，不由得蹙眉轻轻闷哼了一声，手里抱着苏怀的腰硬是没松。陆瑶眼前一阵天旋地转，人也一阵恍惚，等他意识过来的时候，苏怀仍还压在他身上，已欺上他的唇。陆瑶顿时感觉自己半个嘴都没有了。苏怀的霸道让陆瑶莫名觉得他的吻充满了报复性和泄愤的意味。算了，且让这狗男人啃一会儿吧，只要他在房里，姬无暇就能脱身。就在他意识有些飘忽之际，外面姬无暇的声音又把他拉回到了现实，有些愤愤然。瑶儿，你们在房里干什么？他这一呼喊，陆瑶没法回答他，倒是把坚宁给喊醒了。苏怀才似回过神来，他还有人没杀，立刻便要抽身而起，打算先去把人杀了再回来继续。陆瑶见状，立马伸手勾住他的头，不等他反应，抬了抬头便亲他的唇角。你告诉他我们在亲热。你这是什么恶趣味啊？你不说，我这就去杀了他。变态的癖好就是异于常人，陆瑶不准他去。我们在亲热。姬无暇都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你说你们在干什么？剑征和一干影卫表示，这很难听清吗？可他们都听得一清二楚啊。我跟你说不清，你还不赶紧走，你再不走我就管不了了啊。姬无暇实在是有些好奇，要是可以，他肯定想靠近门边往里瞅瞅的，可现实不允许。他再不走，等奸贼出来，那就真走不了了。最后硬是被他拼出个缺口，他绝不恋战，动作飞快地逃出了院子。陆瑶听着外面的动静，晓得姬无暇总算是顺利走了，他绷着的脑筋松了松。等苏怀离了他的唇，抬头看陆瑶时，这回他人是真的晕了过去。等陆瑶醒来时已是晚上了，然后陆瑶才发现他是枕在苏怀腿上的，身上衣衫被他剥得七七八八，一些伤处的绷带也被他给拆掉了。香爷是在给我换药吗？苏怀处理完一处，又动手解他另一处气血的绷带，继续给他处理另一处伤。你要是死在我这里，宫里的刺客这事儿不好解决，要死还是该把你交回去再死。香爷真会开玩笑，香爷只手遮天，神通广大，哪有你不好解决的事情？那也抵不过你一门心思找死，你放跑了同伙，那就只有你替他去死了。都说了不是他干的。哼，谁干的重要吗？相爷应该去找真正的刺客。你在教我做事？我只是建议一下。瑶儿，这是奸贼的院子没错吧？这是奸贼的卧房没错吧？你怎么会躺在他的床上？姬无暇一脸严肃，快步走到床边来。他此刻这脑思维啊是十分的活跃，联想也非常丰富。莫非他抓你做他的痉挛？我就说昨天他把你困进房里关起门来很不对劲，才过2天，看看你给他掏空成什么样子了，那王八羔子！从姬无暇进房来，陆瑶一句话都没有机会说，他什么都不用说，姬无暇就能自行脑补出一场劲爆的伦理大戏。瑶儿，你怎么都不吭声啊？你都说完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这一身的伤，他能怎么掏我？你受伤了？陆瑶撩起衣角给他看，他神色不由变了变。怎么弄的？怎么这么多伤？医生园里有机关。所以是那奸贼救了你？你以为他是好心救我吗？还不是为了引你来。他还给你处理过伤了，你叫我来干什么？去给我拿药，这儿的大夫的药迟迟好不了。成，药在哪儿？你去宫里的暖阁，药在一把不常弹奏的琴的暗格里。姬无暇也不耽搁，转身就利索地消失在房门外。陆瑶感觉自己只是打了个小盹的功夫，他人就回来了。那藏宝楼里的机关有那么厉害吗？竟然把你伤成这样？对于现在的我来讲，
确实是厉害，大意了。外面把守森严也就算了，没想到里面还有机关。他给陆瑶把原先的药粉残余给清理了，手法十分娴熟，又重新抹上陆瑶自己的药。那座藏宝楼无非就是收藏一些兽类的玩意儿，能比那些稀世珍宝还值钱吗？怎么就那座楼设了机关呢？能收藏在里面的大多都是稀世珍宝吧，就我要找的那一件听说已经绝迹了，这世上唯一的最后一只脚只有那楼里有。看样子这次你是没能拿到喽。啊，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那你告诉我找什么，我下回进去给你找。你连虎骨狼骨都分不清楚，怎么给我找兽脚啊？你必须得回宫里去。必须回去。阿汝还在宫里呢。宫里正在搜查，你这伤就是用了上等好药，一时半刻也不可能恢复如初。你回去不是送死吗？用这药至少能止血结痂，剩下的还得要你帮我。要我帮你什么？给我弄点好东西，你擅长的。今日苏怀回来的早，他傍晚就来家了。苏怀进院子时收敛了声息，而此时陆瑶和姬无暇又在房里忙活，压根儿就没空闲留意到。于是当苏怀站在房门边，就听到里面传来的话语声：瑶儿，感觉如何？这样你舒服吗？还好，你弄便是。那我就照我的手段来弄了啊。是当苏怀站在房门边，就听到里面传来的话语声：瑶儿，感觉如何？这样你舒服吗？还好，你弄便是。那我就照我的手段来弄了啊。你们在干什么？当然是在干我们要干的事啊。陆瑶默默地把衣裳拢了拢，十分佩服姬无暇这货总能越描越黑，一下就把仇恨值拉到最大了。正好我也有一件要干的事情。还等什么？还不快从窗户跑？他要干的事情除了杀姬无暇还能是什么？姬无暇好歹也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小的高手越是和风细雨，越是能出其不意的一招干死对方。这房里空间有限，窗户又那么大点儿，这回姬无暇没能逃脱，就被苏怀给截住了。两人一句话不说，直接就打起来。这架打得很呐，都使了全力想要取对方的命，所至之处犹如狂风过境，一片狼藉。这时陆瑶就抽下发间黑簪，在苏怀对姬无暇下死手之际，倏而扬手朝苏怀额心一掷。陆瑶虽身体不行，动不了武，可支根簪子不在话下。姬无暇得此空档，赶紧开溜。靠，他个疯批！苏怀看着姬无暇跑了，看了看墙上的黑簪，又转头看着陆瑶，然后抬脚朝陆瑶走来。你们干什么事情得脱了衣服干？陆瑶一时没反应过来。你敢背叛我？我没有背叛你。那你跟他脱衣服干什么？他除了帮我弄伤口还能干什么？你不是要他把你弄舒服吗？难道我没把你弄舒服？这狗玩意儿的狗逻辑一来，又开始说混账话了。陆瑶晓得姬无暇没走远，正叉着腰在屋顶上喘口气儿呢。你脑子里能想些干净的东西吗？我们两个女的能怎么弄舒服啊？两个男的都可以，你骗我两个女的不可以？姬无暇听着就问剑征：这奸贼怕不是脑子有病吧？大家都是习武之人，能听得一清二楚。有本事你上来啊！剑征和影卫们没有主子命令，哪敢轻易上主子的屋顶去啊？要是一会儿打起来把屋顶给掀翻了，可怎么了得？先生，看清楚，他在给我贴伤口。只见他锁骨下方原本的一道剑伤此刻消失了，乍一看肌肤是完好无损。苏怀探指抚上他肌肤，约摸是想找点贴合的痕迹，可陆瑶就发现他手指摸在他锁骨处，显然没摸对地方。我没伤着骨头，相爷不知道吗？骨头有什么好摸的？苏怀看他一眼，然后手就伸进他衣襟里了，摘了一把他肚兜下的桃。是没有肉好摸。顿无耻，谁能比得上你啊？昨天你还说想跟我在一起呢，刚刚却又想杀我。我哪能杀得着相爷啊？相爷不是好好的躲过去了吗？我没有说过爱你爱得要死，可你天天把爱我挂在嘴边。瑶儿，你什么时候爱他了？你不是最爱我吗？一切不还都是为了生存吗？连你身上几颗痣都知道，
你倒是吃得开啊，男人女人你都来。好你个淫贼！瑶儿，他在对你做什么呀？哎，帮我贴伤口。这奸贼疯了吗？一切都由着他心情来，他什么时候正常过呀？我劝你还是自觉点，下来，不觉得自己煞风景吗？你们奸贼囚禁了我的人，你们还有理了？囚禁？我囚禁你了吗？有一说一啊，这次要不是他带自己回来，这陆瑶可能还真不太好收场。也不算吧。奸贼，就算你救了我家瑶儿，可男女授受不亲，同处一室，你觉得对劲吗？我觉得对劲。你说说哪里对劲啊？我是他未婚夫。你说啥？你是谁未婚夫？苏怀不再说了，差点急死姬无暇。除了陆姑娘还能有谁？这门亲事是陆姑娘亲自登门认领的，你问问她就知道了。瑶儿，这奸贼真的是你的未婚夫？是吧？我知道你有个未婚夫，可你没说是他呀。我在来之前也不知道是他。虽说光线昏暗，可他眼神好啊，大概能看见奸贼还在给他家瑶儿贴伤口的动作。狗贼，你不点灯，是不是怕我看了瑶儿的身子？你放心，他身子我早就看光了，我们经常一起洗澡，他身上有几颗痣我都姬无暇捂脸闷哼一声，总觉得自己半边脸都快没有了，不由长抽一口气，破口大骂：狗贼，我去你大爷的！苏怀吩咐剑征把他堵住。他这儿快弄完了就去收拾姬无暇。等他弄完出去，姬无暇早就脱身而逃了。哎呀，算了，他的轻功也不是一般人能追得上的。你跟你同伙平时怎么玩的？什么怎么玩的？他连你身上几颗痣都知道，你倒是吃得开啊，男人女人你都来。相爷，你是不是想得太过龌龊了？姐妹之间平时一起洗澡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一起洗澡，他还专门数你身上几颗痣。陆瑶发现呀，跟他的狗逻辑讲道理那是讲不通的。你放心，他不像你这么野。我看你能不能次次都救得了他。听他这语气，人他还是一定要杀的。在相爷眼里就只有打打杀杀吗？要杀我的人不杀了，难道还要把他供起来？相爷完全可以换一种平和一点的方式去处理事情吗？平和一点，那能让我再多活2年吗？陆瑶大概懂，无非就是他若是找不到治他的人，就只有2年活头，可能连2年都不到。那他不使劲折腾，当个奸佞魔头，还指望他做个菩萨，把爱传播人间吗？侍女姑娘倒是乐得清闲，躲在房里2天，六姑娘可把小的差遣坏了。你哪儿坏了？小的真是操心坏了。谁叫你是个操心的命啊？侍女姑娘还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侍女姑娘就不想知道这2天都发生了些什么吗？啊，我不想知道啊，你可千万别说，然后小乐子就跟作对似的。长公主搜遍了全宫上下，都没能搜到刺客，你猜怎么着？皇上就把这事儿交给了咱们相爷来处理。结果相爷当晚就去搜了流萤宫，搜出2个嫌疑犯，其中一个还是长公主身边的宫女。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长公主定是从什么渠道知道他受了伤，所以才有了这出等着他呢。那宫女落到相爷手里如何了？那当然是不掉块肉也得脱层皮呀。听说长公主去接人的时候，人从审讯室出来，浑身上下都没有一处好的。竟然还有人落到你们相爷手里还能被送回去的。那宫女咬死了不招认，倒是另一个嫌犯供认不讳。这一来刺客有人挡了，他就没那么大压力了。能让你们相爷待着了又松口的真是难得。那狗男人毒得很，还有他看走眼的时候吗？这也不能怪相爷，是皇上让他还人的。还有一点，那个宫女听说挺符合刺客的特征，唯独就是手臂上该有的伤他却没伤，所以才逃过这一劫。刺客伤了手臂？照交手的侍卫说，刺客确实应该伤在手臂上，但他就是没有。刺客也不一定是真受伤了。怎么不是啊？侍卫亲手伤的，地上都是他的血。侍卫亲眼看见掉的是他自己的血吗？小乐子噎了噎。这个小的怎么知道？如果真的是祸水东引，
刺客必须掉血才会让人误以为是受伤了，然后才会查到他头上。可刺客要是真伤，不也给自己增加隐患，招惹祸端吗？到时候查起来洗都洗不脱呀。所以在行刺现场，刺客血要掉，但也不能真伤，随便弄点什么狗血不是一样吗？晚上的时候，陆遥听见窗户那边有动静，便缓缓坐起身来，转头往窗边看去，只见窗户被打开了，紧接着人影就轻车熟路地从外面翻进来，紧随其后的还有只傻鸟停在窗棂上，然后一人一鸟摸进了屋子后就往床榻这边来。你大晚上的不睡觉坐着干嘛？坐着吓人吗？切，你一个做贼的还怕被吓吗？还好意思问别人为什么大晚上不睡觉？我还不是想来看看你。姬无暇走进来就坐在陆遥床边，从怀里掏出药丸子给他吃下。黑虎飞过来停在几步开外的桌上，对着陆遥兴高采烈的左右打了2下摆子。陆遥一瞅见他，顿时就有些面瘫，他嘴里叼着一只鸡仔，大约一路上叼累了，嘴壳子一松，那鸡仔就啪嗒一下掉在了桌上。瑶儿，饿不饿？吃不吃鸡？黑虎专门弄来孝敬你的。我不吃。那我就说，你二娘不吃你这玩意儿，你还是自个儿消化去吧。真的不吃吗？我想不通你为什么不吃。晚上吃这个，后面还要不要睡了？吃归吃，睡归睡，我不明白为什么吃了还不好睡。你自己吃吧。你胆子不小啊，这2天宫里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你就敢到处乱走。他们要抓刺客，我又不是刺客。你是不是记性不好啊？仙宁一直想抓你去顶刺客呢。他不是没抓着吗？肯定不能再浪费时间，所以忙着抓真刺客去了。你这未婚夫真是个血腥暴力狂啊，简直比我们江湖人还狠。他要是不狠，地位能这么稳吗？也是，难怪这么招人恨，出10万两高价也得取他人头。哎，瑶儿，你跟他什么感情程度？你以后要跟他成亲吗？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主要是想知道，以后他的人头钱还能赚吗？你要是真喜欢他，喜欢的不行，那我以后肯定不能让你守寡，那10万两就只能算了。有钱为什么不赚啊？意思是下次有机会，我还是可以杀他的，是吧？只要你杀得了。男人算什么东西啊？还是咱俩好。以后我要是赚了这笔，我分你一半。那我岂不是白白赚了5万两？你死了个未婚夫，怎么是白白赚的？这可是你死男人的钱。你要是拿你整天偷鸡的精力来好好提升一下你的功力，说不定那10万两能早点赚到。我倒是想，可到了咱们这种程度，越想往上提升，就得担越大的风险。我可不想像你和你那疯子师傅一样，动不动就走火入魔。我师傅又不是因为练功才走火入魔的。我知道，你师傅为情所困嘛。那你呢？你难道也是为情所困？姬无暇眼神瞥了瞥陆遥。我还不知道你，山盟海誓都没一本武功秘籍来的实在。是，你最知道我。那你到底找的什么东西啊？你告诉我，我去其他地方帮你找。我要找灵犀角，你去哪儿帮我找啊？灵犀？听说这玩意儿已经绝种了呀。最后一头是由别国进贡到这宫里来了。哎，那别处还真就没得找了，怎么办呢？哎，要不要找你的奸贼未婚夫帮帮忙？要是有那奸贼帮忙，这事儿肯定手到擒来。那你觉得他凭什么会帮我啊？他不是你未婚夫吗？他都不关心你为什么要去藏宝楼，弄得一身伤回来吗？他倒是问过我要去找什么。那你告诉他了没？哼，告诉他好让他给我毁了嘛，他肯定不会让我如愿的。还未婚夫呢，他怎么是这么个烂人？我们不也在合计着杀了他分赃吗？这么说，我们完全是在为民除害，我们都是好人。姬门主是好人。两人聊完，夜色已经很深了。姬无暇带陆遥下去。这阵子苏怀很忙，宫里的刺客才告一段落，他又在筹备云金国的事儿。筹备云金国什么事儿啊？当然是云金国来使的事儿。按照国约，又到了他们送贡品宝贝的日子。这次听说还要送个质子过来。你们知道云金国在哪里吗？我们不知道啊。云金国就在咱们南怀以南，
这几十年来一直都是本朝的附属国，到了时间就往咱们这边运送贡品。送的都是宝贝吗？那当然了，要不是宝贝，敢随便拿出来糊弄咱们？既然是宝贝，到时候岂不是要收入仪真园？为什么还要送个质子来呢？这可不能乱说啊！不说便算了，我们又不在乎这些。还是别勉强他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你问他也没用。他要是知道，岂有不说的？谁说小的不知道？小的知道可多呢。你要是知道，怎么会说不出个名堂来呢？还不是因为云金国近来好像不老实，所以才要求他们送质子来。这次来的好像还是云金最受他们皇上喜爱的王爷。没想到你一个小太监知道的还挺多的嘛。那不是当然的吗？想要在宫里混得开，首先消息得通。这样的话，那我考考你啊，你知道这次云金国都送来些什么宝贝吗？侍女姑娘又想干嘛？你看，这回你不知道了吧？就是小的知道也不能说呀。不过云金国自称送来的最令人骄傲的一件宝贝，就是他们的靖王爷了。那位王爷很厉害吗？小的听说他容貌无双，惊为天人，才高八斗，善治国策略。云金国正是因为有他，这几年才国力增长相当迅速。既然是云金国的宝，怎么还舍得送来当质子呢？再怎么厉害，能有我们家相爷厉害吗？当然是相爷要把他弄来当质子了。要是不送他来，那就是云金国有异心，到时候咱们可不放过他们。那质子来了，照奸佞的做派，肯定不会让他全身而退回自己国家去啊。你说他惊为天人，如何个惊为天人法？就是他长得极好呗。跟你们相爷比如何？侍女姑娘又想给小的挖坑是吧？得罪相爷这种事儿，小的是不会轻易干的。是吗？你要是觉得你家相爷比那个王爷长得好，你肯定第一时间就说那个靖王爷不如你家相爷了。可你却拐弯抹角的说这些，说明在你心里，你家相爷是不如人家的。侍女姑娘休要挑拨离间，相爷当然是最好的，不然云金国王爷怎么会在他的谋划中不得不来当质子呢？我问的是两人容貌，你怎么又东拉西扯的呀？不跟侍女姑娘说了，小的忙其他的去了。相爷最近不是忙吗？怎么有空到这里来了？我可以抽空来。抽空不妨回家吃饭，多多放松休息啊。到这里也能使我放松。既然来了，那就一起吃晚饭吧。先前小乐子传膳去了，我去看看他怎么还不送饭来啊。还没等陆瑶出这扇门呢，苏怀就不疾不徐地把房门给关上了。陆瑶一看这厮就明白了，小乐子怎么可能会传上来呢？他还故意把阿如给他支走了。这狗男人的狗腿子们能是什么好东西啊？对云金来的质子有兴趣是吗？有兴趣吗？我怎么不知道？你觉得他比我好？陆瑶一听就明白了，肯定是有人在他耳朵边吹了什么邪风。哼，这人除了小乐子还能有谁啊？我连他人都没有见过，怎么觉得他好啊？肯定是小乐子跟你说的是吧？这个小太监真是长了张胡说八道的嘴，可见这小太监心思深重，搬弄是非，不能轻信，更不能重用。我这就去找小乐子，让他来把话说清楚，他到底说的是真是假，一对质就知道了。下一刻，陆瑶就被他按在了房门上。我要找小乐子，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找什么小乐子？我这有大乐子。跟个畜生说个屁！你要是觉得他长得比我好，是随时准备见异思迁是吗？相爷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吗？就觉得他一定长得比你好？是我在问你。苏怀一手握着陆瑶的膝盖往自己这边一勾，越发长着他腰肢一收，陆瑶腿就勾在他的腰上，身子紧紧压在他怀里。两人顷刻就将距离拉到最近，毫无间隙地依偎在一起。你刚刚想干什么？伤了我以后就不能再满足你，你最好名正言顺的去找下一个。下个目标你都物色好了，就是云金来的质子。你想跟他回去做王妃，将来说不定能坐上皇后。陆瑶就不明白了，这狗男人哪来这么多脑补大戏呀？你发起疯来逮什么咬什么，不能正常点吗？
我都还不认识这个人，就能计划好这么多吗？等你认识了，是不是就计划这么多了？两人嘴上说着，手上也相互抗衡着。陆咬棋差一招，寻常散乱，被他把着腰肢往下压。陆咬轻轻蹿眉，不禁低哼了一声，两人都十分艰涩。可苏怀不是个轻易撤退的，再艰难也要一点一点摸索着前进，直至到达让他满意的地方。他斧头便吻上他的唇，他吻得狂溜，就像个好久没沾过荤腥的穷凶极恶之徒。后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滋润了谁，那股艰涩感消了去，苏怀便将陆咬压在门上，来得凶猛又猖狂。姑娘是先用饭还是先沐浴？小乐子呢？他传膳去了，一会儿他来，把他给我捆起来。没多久，小乐子就送晚膳过来了。侍女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哼，你猜猜看呢？小乐子心想，这还用猜吗？肯定是报复他来着。陆咬不慌不忙的一竹条扫过去，看似温和的扫到他脚踝，实则这条子吃肉的紧。小乐子当即痛得跳脚，然后就看着陆咬游刃有余的抽的小乐子跟个蚂蚱似的满地乱跳，那光景让他莫名的觉得好笑。侍女姑娘，你抽小的作甚啊？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在你家狗主子面前都进了什么谗言了？冤枉啊，小的可不进什么谗言，向来就是相爷问什么，小的就答什么。哼，是我对云金质子感兴趣吗？是我觉得他比你狗主子好吗？你都是怎么给我添油加醋的？最好给我如实招来。小的没有添油加醋，是相爷问起这些日姑娘的情况，那姑娘确实打听了云金将军要来的质子王爷，小的只是照实说而已。哈，你要是没添油加醋，那你的狗主子是怎么认定我对那什么质子感兴趣，觉得人家比他好呢？那肯定是相爷自己悟出来的呗，像相爷那般的人领悟能力超强，姑娘又不是不知道。岂止是领悟能力强啊，他想象力特丰富，只需要给他一个出场人物，他就能脑补出一出情感大戏了，一场恩怨情仇了。姑娘快别打了，小的真的是冤枉的。呵呵，你以为我信你？相爷真是的，今晚怎么这么保守，竟然让姑娘你还有力气打人。他一说完就又挨了一番陆咬的连环抽。哼，下次你再进谗言，你进一次我就抽你一次哦。瑶儿，你听说过云金来的靖王没有？怎么了？恰，这2天光听他的名字都听到耳朵起茧了。民间不是有句俗话说吗？书中自有颜如玉，但在他们云金，这句俗话就变成了书中自有颜永记，可见这个人被传得有多么的神。陆瑶也听了不下180遍了，这颜永记就是靖王的名讳。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忒不吉利，永记永记，这咽气了不就永记了？切，半斤8两，你还无回呢。嗨，算了，不说名字这事儿了。听说那是个绝世美人，就是不知比你的未婚夫如何。既然被说成是绝世美人，那必然是世间少有的，这有可比性吗？那确实，你未婚夫虽然长得很不错，但还没到绝世美人的程度啊。别张口闭口我未婚夫，你还是继续叫他奸贼，听起来顺耳一点。我就知道你兴致不高，什么漂亮人你没见过。要说这世上的绝世美人，那肯定非你的美人师傅莫属啊。以往你日日同他朝夕相处，再看别人肯定就眼光挑。切，我看云金这次送来的宝贝也没有特别出挑的。你说灵犀角是产自他们国家的，可这回没有那个角。都已经绝迹了，想来也难再送来了。他们送来了12个云金的美人，想必是要给皇帝的。我看哥哥长得倒是水灵，身材好。那个王爷，我倒是特意去瞧了2眼，运气好。去的时候正好碰上他洗澡，不过没能瞧得特别仔细，没想到小样还挺警惕，我被发现了，于是我就偷了他的衣裳。你偷他衣裳做纪念吗？我怕他有本事站起来追我。确实是江湖无赖的做派。结果不成想，在他衣裳里倒是找到个好东西。说着姬无暇就伸手一摊，这玩意儿看成色有点值钱啊，可比那些贡品宝贝好。这个应该是他的贴身之物吧？是吧？不然怎么能在他衣服里找到的？说着他就往陆咬手里塞。
陆瑶眉头跳了跳，你给我做甚？姬无暇理所当然。啊，好东西当然要给你了，来，快收着。啊，别给我，我不要。我可是有好事都想着你的。哎，你休想我给你销赃啊！这玩意儿价值不菲，别人想要都没有。陆瑶可不想接着烫手山芋。瑶儿，你俗气一点行不行？这么漂亮的值钱玩意儿，哪个不喜欢呢？你喜欢你留着呗。两人在小树林里还拉扯了2下，结果姬无暇眼尖，冷不防瞥见小径那头有个熟悉的人影，说道：真是说不动你。狗贼来了，我先走一步。陆瑶循着抬头看去，见那树荫下徐徐走来的可不就是苏怀吗？陆瑶下意识也脚下抹油开溜，结果还没能溜出这条树荫浓密的小径呢，就觉得后颈突然一紧，然后他双脚就不听使唤，眼睁睁看着自己在倒退。陆瑶心想啊，今天跟姬无暇碰头真是没看黄历，遭这狗男人撞个正着。你刚刚在树林里干了些什么？就仿佛方才他跟姬无暇在树林子里面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似的，只是说会儿话。说话？说什么话得在树林里说。切，姑娘家凑在一起还能说什么话？你们在说云金之子？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在说他？姑娘家凑在一起还能说什么？还真不是，我们只是在讨论当宫女有多么的不容易。云金之子叫什么名字？我问你，他叫什么名字？我没关注，不知道。全宫都在讨论，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是在糊弄我吗？我真的不知道。不说实话，要不要把你挂在树上，等你肯说实话为止？啊！我麻烦你能不能当个一天的正常人啊？苏怀低头看着怀里的人，你老想着骗我，还希望我对你好。那你挂吧，把我俩一起挂上去。我再问你一次，知不知道云金之子叫什么名字？知道。怎么不知道？书中自有严永记嘛。然后这狗男人就更不满意了，心情也更差了。还说你没去打听？相爷不是说全宫都在讨论吗？他们讨论是我顺便听到的。你可以不听，你为什么要听啊？陆瑶脸都气绿了，这疯子有毛病吧？他说不知道，他觉得是在骗他；他知道，他又觉得他不该知道。横竖就是他不对是吧？相爷究竟想要什么答案啊？只能我玩腻了，我玩腻不要的，也轮不到别人。那相爷什么时候腻啊？多玩几次就腻了。话都说成这样了，陆瑶察觉出苏怀不对劲儿，正想脱身，可又被他给捞了回来，栖身就抵在树干上，斧头吻他的唇，手里掐的腰肢，腰带松松一扯，陆瑶不禁吸了口凉气，就被苏怀得逞了。苏怀，你疯了是不是？你要疯到别处疯，老子不陪你。话没有说完，就又被他吻住了唇。后来陆瑶再没有说话的机会，这狗男人不分地方场合也能野，就不怕一会儿有人来撞见吗？随着衣衫松松垮垮，怀里方才那枚玉佩冷不防从衣间掉落，只不过苏怀再没有空闲去理会他。苏怀似乎很喜欢他唇上的味道，反反复复地吻他，又停留在最深沉的地方与他火热厮磨。陆瑶咬着牙，除了凌乱的呼吸，不发出任何声音。后来陆瑶把心一横，横竖都已经这样了，不能每次他都做咸鱼任他为所欲为吧？而且每次他撒野于他来说也是一次机会，能不能踩到他的精元气儿，全看他自己的本事了。就算暂时拿不到药引子治他走火入魔，踩他的气补补自己也是有益无害的嘛。所以陆瑶突然反客为主，缠住他的腰，勾上他的脖子，极尽热烈的厮缠。这次陆瑶是使出浑身解数，让他没能忍得住，将元气泄给了他。陆瑶歪头靠在他肩上，全数将他的元气纳入体内，顿觉丹田浸润，十分舒泰。而苏怀似乎被他惹毛了，休整片刻又重新上阵，他是发狠地掐着他的腰讨回来。有本事你再炸我一次试试。你自己没忍得住，怪得了谁啊？不过后来这野狗又狂力气又大，苏怀你要死啊！我要死，我要欲仙欲死。
也不知过了多久，苏怀狂浪个彻底之后方才平息下来。他整了整衣袍，衣着整齐，然后不疾不徐地弯身去捡地上躺着的那枚玉佩。他什么也没说，就收走了。本宫不在这些时日，听说都是六姑娘在替皇上分忧解劳，这阵子多亏了六姑娘的照顾了。民女不敢。皇上都准你来参加宫宴了，你不必如此谦虚。这后宫的一众姐妹们确实不如你有经验，也不如你温柔体贴。在场的后宫妃嫔们嘴上虽不语刁难，可看向阿柔的眼神儿都充满了鄙夷。那回头得向六姑娘好好取经了，看看我们怎么才能讨得皇上的欢心啊！再聊什么？这么热闹，再向六姑娘取经，怎么哄皇上开心？这阵子宫里发生了许多事，皇上焦头烂额的，好在有六姑娘给皇上解忧，伴皇上左右。再者，六姑娘是皇上请进宫里来的，自从她来以后，皇上的睡眠确实改善了不少。她本身才貌双绝，皇上看中2分，无可厚非。没多久，太监便来请各位主子进殿了。阿乳的位置被安排在妃嫔的后面。这时皇帝到了，满殿的官员女眷们全都起身参礼相迎。陆瑶看见皇帝步履稳健朗阔地踏进殿门，身后跟着奸佞。奸佞一身紫衣官袍，端的是人模狗样。皇帝上座以后，命众人平身，苏怀便也到侧殿百官之首的位置落座。皇上难得让六姑娘也来这宫宴上，六姑娘却坐得那么靠后，岂不埋没了去？不过是来见识见识，坐哪里不一样啊？当然不一样，六姑娘可是皇上的贵客，当然得坐在前头。六姑娘来这里坐。民女身份微贱，不敢逾矩。贵妃娘娘让你来，怎会是逾矩？你不来才是逾矩失礼呢。倒没有那么严重。阿如只能谢恩，然后换了位置坐到了前面去。陆瑶便也尽职尽责地跟着往前挪了挪。皇帝便命云金使臣入殿，几名使臣率先走在前面。打从他一进殿，殿上时不时窃窃私语的女眷们顿时全都安静了下来，使得整个宴殿出奇的安静。来者便是大家盼了好久的质子王爷严永济。陆眼瞧着，大家的眼睛都似乎看直了，他也百无聊赖地转头往殿门看了2眼。他果真模样生得极为俊美，长眉入鬓，不染琼华，一身衣袍素雅整洁，整个人犹如从9天玄境而来，而非属于这皑皑尘世。陆瑶表示，这真是一个看脸的朝代啊！连苏怀那种贼子奸佞，只要长了一张还不赖的脸，依然能有不少的姑娘排着队想与他染上一段风月。不过大家盼了这么久，云金来的靖王果真仪表堂堂，名不虚传呢。既然贵妃让你弹奏一曲，你便弹奏一曲吧。何况朕听来，你的琴确实比朕宫中那些个奴才好得多。听皇上这么说，我等又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见识见识了。我知道六姑娘弹琴有个条件，得以屏风遮挡，她才能心无旁骛地弹奏出最好的琴声。听说先前在皇上那里也是如此的。阿汝不知道常贵妃是何用意，但这样也好，至少有事儿她能和陆瑶商量。今儿个满殿文武朝臣还有云金使臣在座，给六姑娘一展才艺的机会十分难得，六姑娘可不要让大家失望。民女自当竭尽全力。阿汝端坐桌前，双手抚在弦上，然还没有拨动。陆瑶倏而按了按他的肩膀，陆瑶摇摇头。这琴，阿汝是没有看出什么异常来，不过他知道陆瑶造诣比自己高得多，他若是阻止了，说明这琴必有什么猫腻儿。陆瑶2步上前，随手抽出发间黑簪，将其中一根琴弦一挑，都没用什么力，那琴弦却砰的一下被崩断了。陆瑶手指极快地捏住那根断弦，才不至于发出突兀刺耳的声音。阿主一看便明了了，这弦动过了手脚，是翠弦。难怪常贵妃这么好心的要让人抬屏风过来，就是要让外面的人看不见他这里的情况，只凭他的琴音来揣测。阿主迟迟没有动作，这时外面已经有了些等得不耐烦的声音了。六姑娘还不准备开始吗？现在怎么办？换琴。不是民女不准备开始，只是一架断弦之琴，
民女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始。乐师连忙跪地请罪：“是奴婢失职疏于检查，求皇上娘娘恕罪。”稍后再罚你，先给六姑娘重新再换架琴。于是乐师又立马送了第二架琴入内。这架琴的琴弦没有问题，可弦底却另有玄机。只见弦底借着光线不同，偶有锋芒闪现。他定睛一看，心下不由一沉，弦底竟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薄如蝉翼的细刃。怎么了吗？要是不想弹奏，便不弹奏吧。乐师继续奏乐。话说得如此大度，可今日阿汝真要不弹奏，那便是扫了皇帝的颜面。阿汝心知不能再要求换琴了，所有人都看着，如若断弦是意外，那这次他再换琴，那就是挑明了有人在琴上做手脚。请皇上恕罪，民女只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宴会，宴请的又是王公大臣、各位娘娘，还有别国的来使，民女着实受宠若惊，很是紧张，一直在努力调整，想努力表现得更好一些。无妨，随意弹奏一曲，给大家听听便是。阿汝深吸一口气，准备拨弦，这双手不想要了。他真要是弹一曲下来，双手手指肯定被削得不成样子了，以后也别想再弹琴了。形势所迫，莫要担心，我轻点弹。他的琴就如同他的人一般，令人回味。先前不愉快的前曲顿时烟消云散，几番美妙的音色流转出来，阿汝的手指尖凝着一抹艳丽的血红。他忍着痛继续弹，陆瑶却是一把握住他的手腕，琴声戛然而止。姑娘让我继续弹吧。怎么停了？至少得把当下应付过去。别急，我来替你弹。陆瑶一边落座，一边将黑簪重新撑在琴弦上。他随手往弦上一拨，琴音乍然而泄。阿汝坐在他旁边，听到这缕音时，心神都跟着蓦然一荡。殿上重归寂静。坐在殿首的苏怀正拿着茶杯饮茶，闻声时，饮茶的动作微微一停顿，面上是惯有的风平浪静之色。与此同时，云津使臣那边在座的那位靖王先前一直无所表示，而这道音色一出时，他亦正了正身。阿汝睁大了眼睛瞧着，他方才可亲手弹过了。这琴弦被绷紧且挑离琴身的情况下，他每拨一次琴弦都异常艰难。而眼下弦到了陆瑶手上，仿佛就变成了服帖又乖顺的小宠，只顾着往他手指尖上舔，即刻想讨他欢心一般。那从他手上流出来的音色，没有琴身的依托，竟与他那黑簪撞击出一抹浑厚。待一曲终了，殿上仍是安安静静。率先有人鼓起了掌，众人循声看去，见鼓掌的是云津的靖王爷。今日能听六姑娘一曲，实为荣幸。这六姑娘果真是才华横溢，妙音绝伦呐。不过我听说，靖王爷在琴艺上也造诣颇高，整个云津都难逢敌手，一曲琴音令人回味3日不绝。如今靖王爷对六姑娘的琴声不吝赞扬，这也是六姑娘的荣幸。就是不知今日可否有幸能听一听靖王爷的琴音。皇上想听，我便也竭力献上一曲。既然靖王造诣高深，六姑娘也琴艺高超，不妨比比，那肯定十分精彩。那便请六姑娘赐教。既然靖王爷愿意与民女切磋，民女自当竭尽全力。长公主和常贵妃的目的哪上他跟那位靖王一较高下呢？而是要让他今日弹废了这双手。输还是赢？阿汝看见他眉目间平淡而笃定，输就是输，赢就是赢，只不过是他翻手覆掌就能决定的事儿而已。打个平手行吗？不然赢的话风头太盛，往后他自己不一定能压得住。输的话呢，又有些扫皇帝的面子，还是不输不赢比较稳妥。输就输，赢就赢，你这让我半输不赢的，是在为难我。我知道，姑娘一定能做到。六姑娘先请。陆瑶没动，叫他先请。陆瑶当然不想先奏，他还得先听听这靖王怎么弹，才知道什么程度能达到半输不赢的结果。王爷请。
靖王没再推辞，率先抚弦奏出一段琴音。因这抚琴人不同，琴声也千差万别。同样是宫中乐师用的琴，曲子也是乐师方才弹奏过的曲子，可琴声自靖王手上一出，如游龙潜吟一般，绕上殿梁，悠悠旷远，令人精神一振，继而又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然琴声一进入到下半阙，倏儿势头一转，靖王的琴声突然起伏如浩瀚山海，气势磅礴，手指在根根琴弦上纷繁拨弄之际，他微微掀了掀眼帘，往那屏风后看了一眼。坐在那屏风后与他共奏此曲的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先前那3两声世弦音随意逍遥得很，使得他回味无穷，而眼下却锋芒尽敛，循规蹈矩地随在他后面。他想引他出来。陆遥本想平平顺顺地跟着靖王合作完这支观神曲便罢了，他赢得不明显，他也算不上输，彼此和平共赢，谁也不掉面，这是最好的结果。可哪晓得这家伙说翻脸就翻脸，他的琴声波澜不休，变化诡谲，不容他再平稳地跟着他。陆遥不得不卸下循规蹈矩的做派，丝弦浮动间暗潮汹涌，渐渐显出他的本相。靖王若有若无地挑了挑嘴角，如玉之音，弦上愈加素质翻飞。姑娘，够了，就这地步，咱们虽败犹荣。说了半输不赢，就是半输不赢。他不抽簪还真不行，一抽黑簪以后，顿时就犹如解了禁制一般。靖王神色微凛，那股阴弦中夹杂着的气势几乎瞬间将他压倒。屏风里，阿汝听着琴声，转头望着陆遥的侧颜，满目都是崇敬之色。自打他习琴入行以来，从未有过今日这等视觉盛宴。他不知自己何时才能达到这种程度，或许不管他怎么努力都追赶不上。高手之间的较量，能听上一次都何其幸运。阿汝不由又想，行渊师尊的弟子就已如此出神入化，那师尊本人应是神仙般的人物吧。陆遥一边抚琴，一边耳朵忽而动了动。先前还觉得他们身后是一片侧殿帷幕，理应不会有人从帷幕后面出来呢，眼下就有脚步声按捺不住的过来了。下一刻，他就被陆遥拉过来坐在身边。阿若顿时明了，是有人来了，而且听动静还被一名太监给拦住了。春梅姐姐哪出去？我奉长公主之命来给六姑娘送点点心，她辛苦了。哎呦，春梅姐姐，眼下还是别进去的好。这六姑娘与靖王正比琴呢，你这一去要是扰了六姑娘，六姑娘输了，皇上不高兴，你可讨不着好。那个叫春梅的宫女心知，要是再不抓紧机会进去瞧瞧，等曲子奏完再进去，可就没什么好瞧的了。我送完点心便出来。还是等六姑娘弹完再送吧。别慌。说罢，他便缓缓站起身来，站在阿汝身后。尽管是带着阿汝的手在弹，可起落间仍是一股子游刃有余，并且依旧行云流水，听不出任何停顿异常。宫女势在必得，陆遥和阿汝在屏风里听得一清二楚，太监拦不住他。当宫女利索地掀开帷幕走进屏风内，就听见阿汝忽细细地惊呼一声。陆遥微微探身，站在阿汝身侧后，捻着的一根琴弦，弦上染着血色，倏地被他径直捻断了去。弦上发出一道粗嘎的声音，那断弦一头带着一股子张力，直直往边上迅疾地弹开。他捂住脸痛叫一声，吓得摔倒在地，琴声戛然而止。于是乎，宫女还来不及看清楚状况呢，那根断弦就猛地弹向宫女的面门。你在干什么？秦氏没听到一丁点的脚步声。是不是听着你二娘弹琴，鸡都比平时好吃些？那可不是，平时可难得听她正儿八经的弹，以往她比哪个都逍遥自在，而今为了个破灵犀角，不得不在宫里小心做人，还得发挥才华，真是便宜了那帮狗贼的耳朵。
后来他听见殿上的琴声嘎的一声，不用猜，他这个外行人都知道肯定是断弦了。而且琴弦于他而说那是可以杀人的，当然是由他自己随意掌控了。怎么回事？回皇上，六姑娘正在弹琴，这宫女突然从帷幕后面闯了进来，惊吓了六姑娘，结果导致琴弦断了，无法再继续抚琴。你是哪个宫的？皇上，她是我宫里的。我见六姑娘弹琴辛苦，让她送点心过去。不成想这奴才这点事都办不好。送点心为什么不等弹完了再送，非得要正弹奏的时候送？像今晚这样的曲乐，在场的诸卿包括朕能有几回闻的？朕听得正尽兴，结果全被你这狗奴才给败坏了。你到底是何居心？是真想给六姑娘送点心，还是存心给朕找不痛快？那宫女吓得瑟瑟发抖，一个劲儿的求饶。奴才不懂事，皇上切莫因此动气伤身。陈华，你来说，这狗奴才该当何罪？皇上处置他便是了。来人，把这奴才拖下去，重则50大板。破坏了皇上的宫宴，民女实属有罪，恳请皇上准许民女告退。六姑娘也累了，回去歇着吧。随着阿汝就和陆瑶一同离殿了。六姑娘断了弦，曲子没能弹完，这一场是靖王赢了。这场若算我赢，那也是胜之不武。六姑娘断弦是意外，且六姑娘琴艺了得，实在算不上输。那就当是各有千秋，打成平手了吧。随着皇帝圣驾就先离去了。你在干什么？秦氏没听到一丁点的脚步声，所以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得他差点瘫倒在地。把琴给咱家吧。琴断了弦，等带回去修理好以后再给公公吧。你以为是咱家要着琴吗？等回头苏怀送走了皇帝，随后宫宴也散去了，才有人把那琴送到他面前来。相爷，这是今晚六姑娘所弹的那架琴。只见灯火下那根断弦全曲，其他的琴弦完好无损，琴弦下方亦是血色一片，洒在密密麻麻的细薄刃片上。在刀刃上弹琴，还能弹出那等恢宏大气的曲子，太监光是想想都觉得疼。这六姑娘确实是厉害。皇上，相爷差人传话来了。什么话？还是今儿个晚上的事儿。相爷发现有人在六姑娘弹的琴上动了手脚，怀疑是云京那边混进来的奸细，特意于空宴上使我方在云京使臣面前闹出笑话，失了国体。那就让苏青去查，务必把云京奸细给朕揪出来。是。话传到苏怀这里时，他人已经坐到乐司的正堂上了，脚下跪着一干今夜殿上奏乐的乐师。相爷明察，奴才这些年一直在宫中，从未与外界接触，跟遑论与云京有联系，奴才绝不是奸细。那就是你们自己的意思了。将琴带去，在牢里也能弹，把这辈子的琴都弹够。太监会议，带的不是别的琴，正是那布满刀片的断弦琴。后来关押乐师的大牢里，不分白天晚上，都有断断续续的琴声传出，哪怕是双手被削得鲜血淋漓，露出森森白骨也不能停。跟云京质子弹琴弹得过瘾吗？没你昨晚回去睡大觉过瘾。那你弹什么琴？怎么不去睡大觉啊？哼，我们这些小人物得处处为处境考虑，哪比得上相爷啊？晾着那么大一帮子人，想回去睡觉就回去睡觉。小人物还想偷偷的进怡真园，怎么不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让我看看你这个小人物是怎么跟云京质子琴瑟和鸣的。苏怀扯开陆瑶手上的绷带，就看见他手指艳红，那原本葱白的指尖此刻是血肉模糊，无一丝完好之处。看来那质子很对你胃口，你才不惜废了这只手，也要跟他谈到底是吗？苏怀，你脑子有尿是不是啊？你怎么不去追究是谁在琴下面放刀片啊？我跟他比个不输不赢，也给你们找回了面子不是吗？
是不是突然发现遇到知音了？陆瑶心想，单纯就情上来讲，有点那种感觉的，但他又不能说，不然又得刺激这独占欲惊人的狗男人了，产生惺惺相惜的感情了。不得不说，相爷着实会自编自演。既然这手你不想要了，我可以帮你废了。谁说我不想要了？抽别人手你比谁都积极，你怎么不抽自己手啊？这是老子上辈子欠了你的。哪想下一刻，苏怀拿着他的手指就一口含进了嘴里。陆瑶还有点懵，直到他指尖传来湿如软热的触觉时，他才反应过来，那种感觉莫名其妙地从指尖蔓延到心头，然后瞬间扩散到全身。你个疯子！苏怀似乎听了很满意，他抬头，一手握着陆瑶的后颈，偏头就吻上她的唇。他怔了怔，却被苏怀更紧地压在树干上。陆瑶心知，越跟他对着来，他还越兴奋，所以陆瑶后来都由着苏怀去了。等他撒野撒够了，他自然就感到无趣了。可这时间未免也太久了一些。一大早的，侍女姑娘哪儿去了？肯定是去私会相爷了吧？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那侍女姑娘的嘴都肿了，要不是相爷，谁能对侍女姑娘这样呢？哼，意思是除了你家相爷，我就找不到其他人了是吧？还想找其他人？要是让相爷知道，你还要不要活了？昨个殿上弹琴的那几名乐师，全被相爷当作云金奸细给打入大牢了。听说啊，过2天就五马分尸，以儆效尤。这又是哪一出啊？听说是因为他们在琴上做手脚，才使得六姑娘拜琴于云金王爷，有损国体颜面，所以他们有奸细的嫌疑。不愧是相爷，还能以这样的名目。奸细这罪名这么大，他们能承认吗？不承认也没办法呀，相爷出手，岂容他们不承认啊？云金送来的人大都千篇一律，朕觉得无甚稀奇，看久了都一个样。苏青看这些人该如何安置？圣上若不喜，充作宫中连人即可。皇帝看了眼阿乳及他身后规矩站着的侍女，便临时起意吩咐道：且将云金送来的美人都宣来，苏青且挑2个回去。恕臣不知圣上何意啊？朕赏苏青的，这些女子带回府上暖暖房，总好过苏青还要去招募馆里宿夜，看看朕当朝的丞相，觉得如何？美人们无不心动，也含羞涩。若是让你们去侍奉朕的丞相，你们可愿意？丞相大人风华无双，能侍奉大人是奴们的荣幸，皇上之命莫敢不从，奴们自当竭尽全力。苏青，你可听到了？放眼京都，这哪个姑娘见了苏青不喜欢的？若真有姑娘瞧不上你，那是她没这眼光，也没这福分与苏青处下去。想跟苏青相处的姑娘，算起来恐怕得排到京城门外去。陆瑶听着听着，总觉得这皇帝的话有那么些含沙射影的意思。苏青挑吧。臣谢皇上美意。然后他还真就挑选起来的样子。皇帝也看了看陆瑶，越发饶有兴味。最后苏怀点了2名美人，皇帝就大方地赐给了他。他走的时候也是带着那2名美人走的。怎么了？这么丑？皇上赐了相爷美人，相爷还接受了，带走了。那不是挺好的吗？想着以后这狗男人要是对他失去了兴趣，不再来缠他，他顿觉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姑娘还真不着急吗？相爷身边真要有了别人怎么办？应该让皇上多给他几个，伺候的他找不着北。最好呀，让他迷恋上其中某一个，每天除了上下班就立马滚回去跟他的美人如胶似漆。这样的话，没他在宫里妨碍，那他和姬无暇就好办事多了。很快有宫人到流盈宫里，在长公主面前小心翼翼地禀道：云金送来的女人，皇上赏了2个给苏相。我这皇兄这是在故意恶心我。苏相要了吗？要了，他带着出宫了。那人素来不喜欢莺莺燕燕的，最近倒是越发转性了。六咬半夜被姬无暇吵起来谈谈人生。哎呀，
你晚上都不睡觉的吗？我跟黑虎刚宵完夜才来找你，我有正经事儿跟你说。什么事儿啊？快说。我有一单大生意，你帮我分析分析，这业务我是接还是不接？什么业务啊？就是美人王爷的命。云金的质子王爷？是他呗。之前你接奸佞的业务也就罢了，横竖想弄死他的仇家多。可这个质子王爷涉及到两国恩怨，江湖儿女还是少沾染那些事儿，不然回头全推到你无回门头上。他们搞政治的继续举杯畅想未来，你无回门就得把这个锅给背稳喽。我们本来就是专业替人杀人背锅的，我倒不在乎这些。对方打算给多少钱啊？8万两。会不会有点少啊？我也觉得，怎么的也该比狗贼再贵个2万两才对。这点钱不值得你冒这么大风险啊！你知道是谁要买他的命吗？你们干这行的不是不过问买家信息吗？是不过问，可上门谈生意的人，我小弟说之前在相府行刺的时候见过，所以这背后买家多半是你那狗贼未婚夫。哎呀，男人何苦为难男人？都他娘的是2个长得不错的男人，这好看男人都这般勾心斗角了。姑娘，我因为我的事还让姑娘去别处睡，实在过意不去。没什么过意不去的，昨晚我在隔壁睡得也不差。这床上不能让姑娘睡了，今日让小乐子好好收拾，准备一下隔壁的房间，专给姑娘睡吧。苏怀回到府中，往自己的后院回，还走在花园里，没到得后院，忽听娇娇妹妹的声音唤道：“相爷。”苏怀这才想了起来，他府里是有这样2个人，是皇帝赐给他的姬妾。在等我。奴随相爷回来，便是服侍相爷的。那就我来吧。说罢，他就径直往前走去。建征便只在院中止步，不免有些担心。主子今晚心情不好，一下照2个女人，哎呀，也不知道这身体能不能吃得消。毕竟莫大夫说了，还是少折腾的好。不是要伺候我吗？是不是不知道怎么伺候人呢？美姬脸色苍白，对上苏怀的眼神时，一时间肝胆俱寒，连话都忘了说。苏怀一把扯了这女人的腰带，群肠顿时散开来。女人都是一个样，该有的都有，那应该滋味也都差不多。只是苏怀眼神往下略略一扫，看见她那烟紫色的肚兜、白皙的肌肤，还有因为惊恐而起伏的胸膛时，他突然竟什么兴致都没有了。但他也试着缓缓靠近那张女人的唇了。苏怀盯着那红唇，女人的唇不也是一样的触感吗？可他在这么想时，又发现气味和唇脂的颜色都让他反感，着实下不去口。相爷饶命，求相爷饶命！苏怀手里摩挲着这截脖子，他眼里杀意未退，显然也在考虑，留着他是用不着，但也没多大害处。改天再来伺候我吧，回吧。美姬手忙脚乱地爬起来，顾不上整理衣着，连忙就转身逃也似的跑了出去。主子今晚兜着股邪火呢，还没找地儿发泄呢。建征再三犹豫，最终还是决定悄悄地退下去。哪去？属下不敢打扰主子休息。你觉得我今晚睡得着吗？属下有罪，属下这就去领罚。来人，主子吩咐。把他弄去，给我吊着他。今晚建征啊，是撞刀刃上了，让手下看着他被吊打，他这脸还是要不要的呀？苏怀拭干了手，把金子丢回盆里，他转身就出了房门。陆遥上半夜才送走了一个西无暇，辗转睡了一个小觉，到下半夜时又有人来撬他的窗了，只不过这回不像姬无暇那般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而是跟阵狂风似的突然闯破窗扉，转瞬便掠至他床头。陆遥还没睁开眼看，就先嗅到一股子方烈的味道，还隐隐夹杂着血的冷腥气。他都不需要睁眼看就知道来的是谁，也懒得看他。相爷，您这是怎么了？你不知道我怎么了？我好端端的在这儿睡觉呢，反倒是相爷大晚上的不睡跑来这儿。
我怎么会知道相爷到底是怎么了？相爷莫不是遇到什么不顺来找我撒气的？我今晚是不顺，你感到很高兴是吗？哪有？那你在笑什么？当然是看见相爷我高兴啊，好些天没看见相爷了。苏怀今晚辗转了大半晚，眼下见着了陆瑶，才发现还是他这副不知死活的样子更令他顺畅一些。我今晚被人骗了钱。相爷这么吝啬的人，竟还有人能骗得了相爷的钱？等我逮着他，我会扒了他的皮。苏怀话语一罢，手上一松，就将他丢回到床上。结果陆瑶刚倒回枕上，他便欺身俯下，吻住他的唇。陆瑶的唇温温润润，又异常柔软，吻得久了，乱了他的呼吸。他凌乱的吸气喘气里，听来又是一种惹人的频率。苏怀窜了一晚上的邪火，终于找到了个发泄口。你当时间还早吗？陆瑶拗不过这狗逻辑啊，他的意思是时间不早了，所以要紧赶着来。时间晚了，你怎么不在家睡你的大头觉啊？回来跟你一起睡大头觉。这后半晚陆瑶都没个歇口气儿的机会，这男人就跟条狗似的缠着他死命折腾。床榻因着苏怀的力道而不住地发出吃力的声音。陆瑶攀着他的后背，又掐又挠，沙哑道：你妈的，床要垮了！垮了就垮了，垮了不能睡了。垮了怎么睡啊？滚地上睡。不知不觉黎明将近，这野狗还不罢休。天都亮了还不滚，一会儿让人过来撞见好看吗？话音刚一落，只听这床突然咔嚓一声。陆瑶望着苏怀，紧接着下一刻床居然真塌了。陆瑶被他压着动弹不得，顿时整个人往地上滚去。苏怀顺手扯过床单，翻身一把将他捞在自己身上。苏怀裹在床单里，就着余韵又跟他厮缠了一番。那你还不滚？激烈的翻云覆雨之后，房间里全是旖旎的气息。后来苏怀打开床单起身更衣，陆瑶则用床单把自己紧紧裹起来。他一时半会儿无力起身去床上了，而且床都是斜垮着的，根本躺不住人。苏怀理好衣着，浑身浸着汗意，别有一番韵味。他垂眸看了看陆瑶，走之前还是弯身将他从地上抱起来。陆瑶眼皮都没掀一下，压根懒得搭理他。苏怀把他放在坐榻上。你腻我了？我腻得不能再腻了。是找上了云津质子做下一个目标了是吗？你又扯他做什么？要是让我知道你们有了私情，我让你俩做鬼都能天各一方。陆瑶看着他从窗户离去，一脸日了狗畜生的表情。有了私情？他都没跟那云津王爷有过任何接触，哪里来的什么私情啊？再让苏怀编下去，是不是下次他跟那劳什子王爷就该有个私生子了？侍女姑娘起了吗？没起。侍女姑娘要沐浴吗？小的给送了浴汤来。陆瑶走到门边，拨开了门栓。不过小乐子目不斜视，提着水进屋里来，要往浴桶里灌去。等备好了浴汤，正要退下时，床榻那边实在是太过显眼，想不注意到都难。哎呦，床都坏了呀！还是相爷。话没说完，哪晓得陆瑶突然捡起地上的鞋底板，转头就朝他扔过来，正中他面门。小乐子一手捂着脸，一手赶紧关门。又不是小的弄他的，侍女姑娘这么大火气做甚啊？陆瑶沐浴完，阿汝也起身了，到隔壁来看看，见床塌了，很是惊讶。这是怎么弄的？六姑娘猜猜。你脸上的血印子又是怎么回事？阿汝你猜猜。侍女姑娘可真会看人下菜，怎么不找相爷撒气去啊？阿汝一听顿时就明白过来了。你一个小太监还这么嘴碎，不就是自找其手吗？说不过两位姑娘，小的还是再去准备个结实点的床吧，不然万一睡不了2晚又塌了呢。晚上你我还是睡一间房吧，省得让狗男人钻了空子。那房里皇上来过，姑娘不介意吗？
招募馆里还人来人往呢。倒也是，不过要是相爷想来，便是我与姑娘睡一间房，我也会被赶去沏茶吧。事实是这样的。一个妓女而已，还真把她当回事了。我的长喜宫你不来，偏偏隔三差五就去那个人尽可夫的妓女那里。常贵妃想不通，一股气性上来，当即就要去暖阁那边。结果才出长喜宫的宫门，就被流盈宫那边来的人给止住了。贵妃娘娘，这又是何苦啊？长公主听说了这事儿，差老奴来无论如何也要拦住贵妃娘娘。娘娘今夜要真是去了，除了能惹怒皇上，还能落着什么好啊？只怕往后皇上更加不会往长喜宫踏一步了。难道就任由那个贱人如此得意吗？皇上对那六姑娘也只是一时的新鲜，哪比得上与贵妃娘娘的同床共枕之情啊？等这阵新鲜劲儿过去了，就没事儿了。凭那六姑娘的出身，皇上是万不会给她名分的。再者，一个继子死不足惜，而贵妃娘娘何许人也？皇上还会顾这个继子而与娘娘为难吗？最终常贵妃被劝了回去。她回到寝宫里左右回想，也是一个妓女而已，死不足惜，皇上还会为了个妓女而跟她为难吗？以往宫中姐妹有个聚会，皇上都是来坐一会儿就走了，今儿个却是留得长久。怎么的？是不是因为六姑娘在这里啊？朕今晚恰好得闲罢了，爱妃是不想让朕久留在这里，还是如何？怎么会？皇上在这里，我们大家还求之不得呢。皇帝今晚在观景台一直待到宴结束，天色不早了，都早些回去休息吧。众妃嫔们闻言也不敢再耽搁，便陆陆续续的收了场。下楼的时候，皇帝和常贵妃走在一起，身后便是按品阶等级跟着的妃嫔们，而阿汝自然而然的就排到了最后面去了。就在阿汝经过一处楼道时，突然窜出一道黑影。阿汝没看清，只觉得有道风拂到身后来，下一刻整个人却失去了意识。那人动作非常利索的把他搬进了楼道口的阴影里。后来阿汝中途醒了醒，他迷迷糊糊，头脑晕胀，好一会儿才渐渐反应过来，他竟是被人在黑暗中给拖走的。方才的帕子上定是用了药，他吸了过后，浑身瘫软的提不起一丝力气。他被人搬起，半斜在栏杆上，顿时他一个机灵，这人竟是要把他从这儿推下去。皇上，敢问我家六姑娘人在何处？方才众位娘娘们都出来了，唯独不见六姑娘。打从皇帝第一个出来开始，路遥可就一个个留意着，直到所有妃嫔都出来完了，他还是不见阿主出来。六姑娘没有下来吗？怎么会没下来？她是跟大家伙一起走的。正是。六姑娘，六姑娘，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吧，别躲了。皇帝怒的是，他没有想到，他都已经出面在场了，竟还有动作，这是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来人，封锁此楼，进楼去给朕挨层楼挨层楼的找，务必找到六姑娘，有可疑人等，给朕拿下。然而所有人都还没有来得及走到大门门口，突然伴随着一声惊恐的吼叫，一道人影犹如一只蝴蝶一般，在层层楼廊的灯火下衣袂翩翩，直直凌空而下。陆遥当时抬头看见了，脚下一蹬，极力往前冲去，试图想要接住他。然而他的速度不如从前，终究是赶不上那只蝴蝶凌空而落的速度。就在他以为可以接住时，那蝴蝶却堪堪从他手外2-3尺的地方砰然落地。陆遥被那道落下来的风震得颤了颤眼帘，脸色煞白。去请太医。是你姑娘，小的去请太医来。你不去，你去他房间里把另一把琴拿过来，快些。阿叔，别怕，别怕啊！你相信我，会没事的。好，不要动他，他现在动不得。太医怎么还不来？小乐子比太医更快到来，他满头大汗的跑回来，就跪在阿汝身边。是你姑娘，你要的琴。
陆瑶拿过琴，就打开里面的暗格，取出药瓶来，倒出药丸子，一手微抬起阿汝的头，喂进他嘴里。这是什么药？能救他的命吗？是六姑娘常备的救心丸。阿汝脸色极具苍白，嘴角的血触目惊心。他气若游丝，合着眼没有动静，去找块木板来，先将他抬回太医院。只是还不等太医踏进门口呢，陆瑶就一把夺过太医的药箱，先一步跨进了屋子，从里面把门给拴上。小乐子瞪了瞪眼，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眼前就是紧闭着的屋门。门前的太医也全然没料到他会有这样的举动。小乐子连忙拍门：是女姑娘，是女姑娘，还是让太医进去看看吧，六姑娘实在太危险了。门里压根儿没有人回应。太医见状也不强求，他们见到六姑娘，心里就想到了多半是没救了。现在有人进去把门关起来也好，这样即便是六姑娘救不回来，罪名也不会落到他们头上。眼下陆瑶解了阿汝的衣裳，歪头抽出黑簪，手法飞快地打开一边簪头，一根根的针落在他手上，他手指绕转，又快又准的一根根捻在阿汝身上。别怕，他先护住阿汝心脉，再给他把脉时神色顿了顿，眼里意味不明。外面的太医全然不知道陆瑶在里面干什么，就只听见砰砰砰砰的捣鼓声。阿汝伤得极重，陆瑶不指望这一时半会儿能治好他，只要先吊着他的命就行。相爷，属下先去查清楚，这是哪个宫里的太监？他是太监吗？侍卫闻言立即检查他的身体，结果还真不是个太监。先排查宫中所有的侍卫、禁卫军，看看是否缺人。宫中各宫门值守处严加盘查，这些日有哪些人进出宫？还有，既然不是宫里的太监，那他身上这身太监服是从何而来？小乐子听说相爷进宫了，就慌里慌张地跑到苏怀这儿来禀道：相爷，六姑娘摔得那样重，是女姑娘把门关起来，也不知道在里面做些什么，太医怕担责任，要是六姑娘救不回来，恐怕都往侍女姑娘头上推脱啊，这可怎么办啊？苏怀哪有空理会这个呀？他趁热打铁，让今晚禁卫军把各宫都围了，并且派发各宫的太监服，内务府都有记录。基本上各宫太监一人2身，禁卫军去清点各宫的太监服，若谁缺了，则有嫌疑。不用证据摆在眼前，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常贵妃在长喜宫里哪能睡得着觉啊？她也没想到这苏怀一出手，没要半晚上就找到了纰漏。他竟然从太监衣服上着手查到了长喜宫。不过转念他又想，六姑娘是个青楼女子，皇帝便是知道了也犯不着为了个继子跟他犯难，毕竟利害关系在那儿嘛。将此结果通告六宫，把那丢失太监服的太监送去严刑审问。苏青，你替朕前往太医院看看。这厢阿汝安安静静地躺在小床上，处理完这些，陆瑶方才起身去开门。不想刚一开门，门框外就立着一人，正要往里进的样子。明明上次相见还抵死纠缠，眼下却如同10万8千里不相关一般。六姑娘想出宫去，还请相爷转达皇上，行个方便。出宫？他亲口跟你说他想出宫？是他亲口说的。苏怀站在床边，看了看此刻的阿汝，几乎与死去无异了。他就这样亲口跟你说的？先前醒着的时候说的。宫里太医都被你赶到门外，也是他说的吗？那麻烦相爷去问问外面的太医，看看能不能救得好他。方才他一来，在门外自是问过太医的，太医果真第一时间往陆瑶头上推。你是要让他回去自生自灭的意思？他是我带进宫里来的，也理应由我带他回去，就让他最后过得清静一些，这也碍着相爷了。你是这样有求于人的吗？陆瑶抿了抿唇，这狗男人还真是不分地点场合，不放过任何可以搓磨他的机会。当时我求相爷。当时我求相爷去备辆马车。姑娘如何了？回圣上，情况不乐观，太医们也束手无策。六姑娘最后说只想出宫去。对皇帝来说，如若太医也救不好的话，那六姑娘继续留在宫中也不好处理。苏青看着办吧。哎呦，阿如怎么回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啊？陆瑶无暇跟他多说，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宝妈。宝妈打开一看，上面全是记载的药名，这是陆瑶需要用到的药材。
先前在太医院等待皇帝放行的消息时就提前写好的。公子要的这些，库房里有一部分，可有些药材我听都没听过，市面上也不一定有啊。这里有云断绸庄吗？有，就开在西城。像这京都繁华之地，想当然怎能没有他的铺子呢？这会儿应该还没有关事，找个靠谱的自己人，现在立马去云断绸庄，跟他们说你要买10根红蜡烛，他们若答没有红蜡烛，你就说买10把镰刀，他们自会带路去买。宝妈一头雾水，可咱不是要买药材吗？现在市场我想要的药材都有，再给我弄一套江湖黑衣郎中所持的医疗用具。什么是江湖黑衣郎中所持的？去那里一问便知，我要全套。宝妈立即去准备银钱，多少钱都得把药材买回来。天还没亮的时候，派出去买药材的人就回来了，将陆瑶所需要的药材全部悉数带回，并且还带来了一只箱子。今夜出去的人，叫他管好自己的嘴，不得对任何人声张，否则回头查到他头上，别怪我没提醒。公子放心，他是自己人，定守口如瓶。阿汝身边伺候的铃铛是个什么丫头？从小就被卖进来的，一直跟在阿汝身边，乖巧伶俐，也忠心耿耿。那把他叫来，他缺个帮手，而且阿汝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伺候。公子回来了呀，我家姑娘呢？床上躺着，铃铛连忙过去看，一见阿汝形容，怎么叫都叫不醒，铃铛就吓傻了，泪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我家姑娘怎么了呀？见了人就收拾一下情绪，过来帮我忙。铃铛，你好好听公子差遣，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总不会害了你家姑娘。任凭公子吩咐就是。先把头发盘起来，再去把手洗干净。陆瑶备好药，药分许多种，有熬成的汁儿，磨成的粉，所有药物他都按照比例调制好。公子用这些做甚？给阿汝脱衣盘发，用我熬煮的药水擦身。铃铛闻言赶紧去做。公子是要给我家姑娘动刀子吗？她内脏破损，不动刀子不行，不然活不过这2日。就见陆瑶手持薄刃，抹了麻醉药汁，先往阿汝的侧胸和侧腹处开了一道小口，顿时嫣红的血水争尖恐后的从里头涌出来。而后陆瑶又换了把刀刃，刀片上抹过药之后，手指一寸寸的往阿汝的腹部捋过，下刀精准而又利落。娘娘，他都招了。都招了？皇上知道了吗？皇上已经知道了。那他往本宫这里来了吗？皇上去早朝了。这个档口还去早朝，说明那6姑娘委实没什么分量，只是昨晚苏怀将搜查的结果6宫通报，现在恐怕不止后宫，就连前朝都知道昨晚观景台的可疑人是他宫中安排的了。死了个继子是小事儿，但毕竟是条人命，说出去名声也不好听，皇帝这是存心不让他好过。有他兄长在南怀坐镇，皇帝即便是知道是他做的，也不会把他怎么样。他也知道皇帝对他没什么感情，无非就是利害关系维持着，那以后也继续这样维持下去好了。皇帝一下早朝，顾不上处理折子，便第一时间往长禧宫来。你的太监都招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招什么了？一个太监受不住严刑拷打，一些屈打成招之言，皇上也信吗？臣妾也没有想到昨晚会发生那样的事，臣妾也受惊不小。皇帝突然发作，扬手一耳光狠狠甩在常贵妃脸上，脆响极了，带着莫大的怒气。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窝藏男子进宫，还伪装成太监，身上的太监服就是你长禧宫的，你如此淫乱后宫，还有什么可说？常贵妃原以为皇帝是为了那个继子而来，却没想到一出口竟又是另一番罪名。诚然，为了个继子掌过贵妃，这事儿皇帝做不出来，可若是窝藏男子淫乱宫闱，那就另当别论了。臣妾没有，臣妾绝没有做这种事。前有采花大盗对你旧情不忘，今又有宫外男子伪装成太监窝藏你宫中，你这淫妇就这么耐不住寂寞，少了男人你就活不下去了吗？他是丝毫没想到，他竟一字不提6姑娘，就把他罪名定得死死的。朕念你兄长于国有功，
所以对你百般纵容恩宠，而你却恃宠而骄，对朕不贞不忠，如此荡妇毒妇，如何配统领六宫？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不是这样的。你以为仗着你兄长撑腰，朕不敢动你是吗？今你这淫秽龌龊之事传到你兄长耳中，明日他不仅不能替你撑腰，他还得弯下腰向朕请罪，你信不信？你不能这样！来人，从即日起封锁长喜宫，没有朕的旨意，这淫妇不得踏出他的请愿半步。长喜宫宫人减半，将淫妇身边这些包庇窝藏的狗奴才全部杖毙。这厢陆征带着莫大夫进了招募馆的大门。这京城最大的销金窟啊，果真名不虚传，就是气派。要不是相爷差遣办事儿，还有机会来见识。两位爷，赵姑娘在前面呢，这是不是走错了地方啊？我奉相爷之命前来，你敢阻拦，就别怪我不客气。招募馆有招募馆的规矩，这后边的院子是不接客的。以前就接。哎呦，那也只接过相爷一位主啊。眼下我来也正是相爷的意思。相爷让我带莫大夫来瞧瞧阿汝姑娘，阿汝姑娘可是在陆姑娘这里。哼，今日你狗主子不在，你这狗腿子的腰杆都挺直了不少呢。人命关天，还请陆姑娘行个方便，让莫大夫进去看一看。宫里的太医都没辙，这莫大夫能行吗？行不行，总归还是要看了才知道，都是相爷的意思。我不让，你也要对我不客气吗？你倒是过来啊！他还真不敢碰到陆瑶的身子，毕竟是主子的女人。陆姑娘请让开。你对我不客气看看呢？陆姑娘，我真是来给那位阿汝姑娘瞧伤的，绝对没有坏心思。陆瑶可不能随便让她摸到阿汝的脉象，大夫的好意我心领了，只是阿汝现在不需要别的大夫。哦，已经有大夫给她诊治了吗？请了大夫开了药，他现在情况暂时稳定。听建征说他也是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太医说没救了，不知道哪位神医能把他的情况稳定下来，要不还是让我进去看两眼，毕竟是相爷的吩咐。这我要是空手回去，不是让我难做吗？我看两眼就走好不好？他的情况我说了，你转达给你们相爷就是了。这居然还有不给相爷面子的女人！我真的不是来害人的，我是来救人的。哟，这里怎么还有两位爷？你们来的正好，这两位爷可是相爷的人，你们无论如何得给他俩伺候好了。话语一出，姑娘们当即分两波蜂拥上去。哎，别，你们别这样，我是正人君子啊，我不搞那一套。建征则面无表情，又拔出他的剑鞘，试图吓退这些女人。下一刻，陆瑶径直挥手把他的剑给他打飞了。这玩意儿吓唬谁呢？好好招待他。于是乎，大家伙也是左拉右拽，恨不得把他当场就地正法了。最后建征和莫大夫当然是没能见得了阿汝，他俩顶着满脸的红唇印儿灰溜溜的走了。莫大夫边走边擦，唏嘘道：真是要了命了，这哪是销金窟啊，这分明是缠人的妖精窟，再待下去啊，我都得晚节不保。爷，下次再来啊。还有下次再说吧。彼时苏怀正在书房里，两人还没有进书房的门，他就先闻到了脂粉味儿。玩得挺尽兴。属下不敢，这招募馆的姑娘可太厉害了，谁能招架得住啊？你玩了几个？我只是站在那里，他们就跟叮蛋的苍蝇似的，谁敢玩啊？真要玩起来，不得把我玩死吗？我又不比相爷这么精力旺盛，虎威龙猛的。让你们办的事呢？六姑娘现在是死是活？陆姑娘不让看，她只说六姑娘情况暂时稳定。暂时稳定？谁给她稳定的？陆姑娘不肯说，太医束手无策。说真的，我也没有把握。那位阿汝姑娘若真是挺过难关，那可以说是个奇迹啊！属下办事不力，请主子责罚。莫大夫脸皮厚一点。相爷啊，这也不能怪我们。那陆姑娘能放你进房间，可不放我俩进房间啊。陆姑娘，相爷来了。这相爷亲自来可没那么好糊弄，他要是硬要进房间，谁能拦得住啊？铃铛，去歇着吧。今日我找大夫来，你都不让他进门。我谢谢相爷好意啊，太医都没用，其他大夫又怎么能行呢？来看看会少块肉吗？
我不想让人进我房间。怎么的了？他可不像剑争那样碰他不得，身躯直接无耻的就朝陆瑶压了过来。你人我都能进啊，你房间我怎么不能？是，谁能跟相爷比无耻啊？进来就进来了，反正这狗相又不懂把脉。苏怀走进内室，看了看床上的阿乳，又伸指探了探他的气息，气息虽弱，但人还在。他一被你拒之门外，大夫也不让看，你是想怎么着啊？啊？打算让他自己好起来是吗？谁说不能自己好呢？万一能呢？房里有药味儿。苏怀往窗边的桌案上一扫，就见各种药材和盛药材的器皿。你在给他治？我哪会啊，不过是请了个江湖郎中，郎中吩咐怎么做就怎么做罢了。请了个江湖郎中？哪里请的？从宫里出来的时候总要请大夫呀，所以碰巧在街上遇见了一个。这么巧的吗？就是这么碰巧。阿乳伤得这么重，索性死马当活马医了。这是我平日里的收藏。你喜欢收藏刀具？我喜欢收藏刀具啊。你别骗我，你要是骗我，那天打雷劈，行吧？相爷，这刀片很锋利的，放下吧，小心伤了手。那也不是伤我的手。陆瑶心想也是，这人渣要是伤也伤别人的手，什么时候伤过他自己啊？相爷，天色不早了，还是早点回去睡吧。这几日我看相爷也忙得不可开交，想必是很累。我今晚就在这睡。我这里没睡处，你也看见了，阿乳在我床上睡。你这没睡处是吗？陆瑶看了看那锋利的刀刃，磨了磨牙，最后只好把自己躺的坐榻分一半给他。这2天陆瑶紧着阿主的情况，本身也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实在没心情应付苏怀。可这狗男人一向凭他的心情来，陆瑶越没心情，他心情就越好得很。这坐榻本就不宽敞，现在还有人来跟他挤，就显得更窄了。放着自己家里软和的床不睡，跑来这儿跟人挤坐榻，是没带脑子出门怎么的？睡了挤糟我的床，就晓得我床上软了。他一提，陆瑶想不回忆起他在床上的光景都难，给他气得胸闷气短。再不济，前面的一间间客房也比这儿舒服啊，还有姑娘暖床。你不能暖床吗？我暖你妈！话音一罢，他就冷不防被苏怀给拽住手，一把拽得翻过身来，紧接着身躯一压，那让陆瑶熟悉又嫌弃的气息就变得愈加浓郁。苏怀低头咬他的唇，嘴唇若有若无地剐蹭他的颈子，触感莫名。陆瑶不由得仰头拉长了颈部曲线，异常的纤细优美。苏怀一路往下，又一口咬住他胸口。苏怀抬起头看着他，你不比床软吗？陆瑶瞧见他眼里的神色，蓄着暗潮。要是再刺激他，可能这野狗也不顾及房里还有其他人，就会当场撕他衣裳了。相爷也累了，还是睡吧。最后苏怀还是缓缓俯下身，将头埋进他颈窝里。你倒是起来啊！我就这么睡。就这么睡是怎么睡啊？这坐榻硬，我睡软点的，又能暖床的。后来狗男人还当真压着他不起了。苏怀，你要压死我了！我倒要看看能不能把你压死。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能睡着。相爷，他这睡会压迫到心肺，要是一个不小心就容易睡死过去，那得有多好啊！只是这狗男人一直在他颈窝里呼吸，自己被压死了，他都还活得好好的呢。陆瑶实在被他压得难受，麻木的双手双脚须得动一动，遂趁他睡着了，还轻缓地扭动腰身，试图从他身下滑出来。可人还没能脱困呢，却是把什么东西给磨醒了。本就半睡半醒的家伙一点点苏醒过来，然后斗志昂扬又势头凶狠地紧紧抵着他。陆瑶暗吸了一口气，一动不动了。怎么不扭了？陆瑶翻了个白眼儿，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相爷，能从我身上起来吗？压得我着实难受。压得你难受，以往你没被压过大晚上吗？
从他狗嘴里能听到一句好话。是不是非得做点事情，你才不难受？睡你的觉吧。事实证明，这狗也是真的狗，居然真真实实的压着他睡了一晚上，到天快亮的时候才起身离了他的锦瑟院。皇宫里，皇帝又是一夜失眠，他心情烦闷的起身更衣，正准备去上早朝，旁边太监手捧托盘，托盘里整齐摆放着的龙纹佩就有许多种。皇帝扫视了一眼，发现不见他平日里最常佩的那只白玉飘丽的腰佩，便随口问了一句：皇上恕罪，那只腰佩奴才四下找过了，确实没能找着。去观景台附近找找。他想起夜宴当晚他就是配的那只腰佩。回皇上，观景台里里外外都找过了，奴才无能，没能找到。皇帝沉吟着，当晚六姑娘似乎抓了他的衣裳，难道被他抓掉了？毕竟是皇帝的随身之物，真要是不小心被抓掉了，岂可轻易流落在外呀？公子，是不是我家姑娘情况不好啊？她现在还算稳定。那为什么过去了这么久，姑娘都还不醒过来呢？她太虚弱了，需要时间恢复些元气。铃铛正想问这个时间要得多久，宝妈就从外面进来了。公子，宫里那边来人了，说是来瞧瞧阿如。来的是个太监，嗓子尖细尖细的，应该是。陆瑶便起身走到窗台前，拿着一盒粉质将自己肤色抹暗，便道：请他进来。不多时，宝妈就带着一名锦衣华服的人进了院子。见过公公。姑娘不必多礼，咱是来看看六姑娘怎么样了。还悬着口气儿，但一直没醒。可请大夫了？大夫怎么说的？连太医都没有办法，寻常的大夫又能怎么呢？眼下不过是过一日算一日。哎呀，这六姑娘可真是可惜了，皇上心中一直惦记着，就盼着六姑娘能熬过这一劫呢。随后陆瑶也请太监进屋里看了看，阿汝那极度苍白虚弱之态，任谁见了都惋惜。皇上差咱家来，一呢是他挂念着六姑娘，二是皇上不见了一块龙纹佩。皇上想起当日与六姑娘接触时，六姑娘曾抓了皇上衣裳，咱来问问，姑娘可见过那块龙纹佩？哦，我好像是见到过，我还诧异呢，不记得六姑娘有这样一块玉佩。哦，那玉佩在何处？公公看是这块吗？哎呀，正是啊。陆瑶便交还给太监。先前我还苦恼不知道该找谁呢，眼下公公来得正好。我有个不情之请，想请公公通融。哦，姑娘说说看。这阵子六姑娘承蒙皇上恩宠，如今出了事儿，姑娘的东西还在暖阁里，能不能请公公行个方便，让我进宫去收拾一下姑娘的东西？哦，这个不是难事儿，就是姑娘不提啊，咱本也打算等这阵子空闲下来了，也会着人收拾好了送出宫来。对了，我记得六姑娘出事前还给皇上准备了一件礼物，礼物在暖阁里。如今六姑娘没办法亲自送给皇上，但我还是希望六姑娘的心意能够到得皇上手上，还请公公代为转达。随后陆瑶便轻车熟路地往暖阁的方向去。小乐子这两天还在暖阁里。侍女姑娘可算回来了，六姑娘怎么样了呢？宫里情况如何？宫里这边这两天都闹翻天了，皇上因为这事儿是雷霆大怒，到长喜宫里一巴掌打得常贵妃怀疑人生。到现在长喜宫里的大部分宫人都撤走了，常贵妃身边的亲信也都被处死了，常贵妃被禁锢宫中，不得踏出寝院半步，基本上与冷宫无异了。皇上舍得对常贵妃动手？这侍女姑娘就不知道了，皇上丝毫没有提六姑娘的事儿，问的罪也与六姑娘无关。观景台里推六姑娘下楼的那人是个伪装成太监的男人，
那可是真男人，他身上穿的太监服也是常喜宫的，常喜宫的太监都招了，说是常贵妃给他穿的。这窝藏男人在宫中可是大罪啊，就是常贵妃也避免不了，所以皇上震怒不已，以他淫乱后宫之名，把他给盯得死死的。一听就是你家相爷搞的。那小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相爷是真厉害，这个侍女姑娘也是有体会的。还挺自豪啊。小的还以为侍女姑娘带六姑娘出宫以后就不会再回来了呢，此番侍女姑娘回来也是相爷安排的是不？那当然是让监宁安排。自打监宁知道他进宫是想去藏宝楼找东西以后，那是千方百计的阻挠他达成所愿。如今监宁要是知道他还想进宫，不给他堵死去路就是好的了，还指望着他给安排。所以这种事儿他另想法子干就完了，最好都不要让他知道。侍女姑娘可需要人帮忙？不用。六姑娘的东西都在房里，可没人动过呢。她的琴小的也从观景台那边搬回来了，除了侍女姑娘当天晚上让小的跑回来拿的那把琴以外，六姑娘以往弹的那把小的也捡回来了。在哪儿捡回来的？就在观景台的过道里，上面都沾满了血迹，还断了一根弦。血迹小的没能全部擦去，断弦小的也修不来，索性就摆在那里了。陆瑶看见岸上摆着的琴，拿过来见琴面上还残留着隐隐血痕，一根断弦也横在那儿。房里有备用的弦丝，陆瑶便席地而坐，将琴放在膝上，先将断弦修理好。见到陆瑶低头修琴的模样，倒鲜少见他这般温柔耐心，像对待婴孩一般。等他修理好琴，拿帕子轻轻拭过琴身，小乐子正要开口说话，却见他手上往琴弦上一拨，顿时琴音乍泄，如松声石泉一般，那股子震耳的力量却又沁人心脾一般的动听。随着琴声缓缓从房里传出，小乐子张着的口硬是久久没能发得出声音。他万没有想到，六姑娘不在，这侍女姑娘竟也能弹得出如此美妙绝伦的声音。皇帝找回了自己的腰佩，又听身边太监说亲眼看过六姑娘，至今未醒，奄奄一息，恐怕多半是醒不过来了。好好的一个姑娘，她是眼睁睁地看着人摔在她面前。还没走到暖阁，皇帝就听见暖阁那边隐隐传来琴声。皇帝脚下猛地一顿，驻足听了一会儿。宫中乐师哪弹得出这样的琴声啊，而且还是从暖阁传出的。一时恍惚，还以为是六姑娘回来了，当即快步就往暖阁去。你怎么会弹琴？民女回来见六姑娘的琴坏了，便试着修理一番，一时想起六姑娘抚琴之景，满心伤感，就袭着往日六姑娘所受，也弹了一番。真是天妒红颜，朕又何尝不伤感？这是天妒红颜吗？这是杀人害命。皇上保重龙体，这是六姑娘绣的，是赠给皇上的。她着实有心了。民女跟在六姑娘身边时，六姑娘从不吝啬教授民女。民女愚钝，学得一些琴艺上的东西，如皇上不嫌弃，就让民女再替六姑娘为皇上弹奏一曲吧。皇帝闻言哪有不允的，何况先前他在暖阁外就已经听见了，又岂是一般般的拙劣声音。皇帝也想再听一听琴曲，便坐了下来。你跟着六姑娘学了多久？从民女被卖进招募馆跟在六姑娘身边以后，六姑娘就开始教民女了。那你哪是愚钝，能弹成方才那样，分明是天赋异禀。皇上过奖。陆瑶重新拨动琴弦，曲子再次流泻出来。那曲调缓缓沉沉，余音绵绵不绝，极具魅力。后来贴身太监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皇帝斜斜支着头，似睡着了，并且面上渐渐浮现出快活的神色。直到陆瑶一首曲子终了，皇帝也丝毫不见苏醒的样子。
皇上这几日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想到你这一首情曲颇有六姑娘的风范呢，竟让皇上有个好眠。那是皇上顾念旧情。啊，皇上不是政务繁忙吗？睡在这儿会不会不妥呀？有何不妥？这整个皇宫都是皇上的，皇上想在哪里睡就在哪里睡。可是我还要收拾六姑娘的东西啊。哎呦，我的姑娘哎，急什么呢？等皇上睡醒了，准少不了你的好。那我就等着吧。没想到侍女姑娘居然这么能，没有六姑娘在，你也能把皇上哄睡着。皇上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侍女姑娘回宫的时候来。侍女姑娘是不是就是等着皇上来，好弹琴给她听呀？这一切是不是相爷的安排啊？陆瑶看着小乐子不置可否。侍女姑娘看着小的干嘛呀？小的心里怪发毛的。哼，你还知道发毛啊？嘴贱话多死得快，知道吗？我跟侍女姑娘是一头的，侍女姑娘怎么能害我啊？哼，谁跟你是一头的呀？像你这种小太监，要是出了事儿，就是第一个被拉去顶罪的。你知道相爷的事儿知道的越多，就多一分危险。你还敢探听相爷的大计？好好好，小的什么都不问了，也什么都不知道，行了吧？你是个聪明人。结果皇帝这一觉睡足了2个时辰，等他醒来已经是半下午的时候了。他没召见陆瑶，就先起身匆匆回乾心殿去更衣，只因他睡着过后做了个梦，梦里与阿汝天鸾倒凤，那销魂蚀骨的感觉真实至极。这种事儿当皇帝的哪能宣扬啊，所以先回去再说。这是什么呀？你家姑娘在宫中得的赏赐。他转身去看床上的阿汝，低低又道，后他下半辈子不做花魁，也能衣食无忧的生活。公子今天不在的时候，我都照公子吩咐给姑娘按时服药敷药，擦身更衣。我还以为今儿个公子在宫里不会回来了呢。事情办完了，我当然会回来。这厢苏怀正着人全力追查有关无回门的任何蛛丝马迹，他这回是铁了心要把无回门给搞死。无回门也有心逼他，一夜之间跟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似的。相爷，白天的时候周莫管那六姑娘的侍女进宫了，说是去收拾东西，结果她弹琴使皇上在暖阁睡着了，2个时辰之后方才醒。人出宫了吗？天黑时才出宫。今儿个那姑娘竟然背着主子进宫，即便她是去收拾什么东西，也得要宫里有人同意她才能进得去。也不知道她究竟使的什么法子，方才也没来得及问。要不是主子眼下有别的事忙，暂顾不上她，今晚肯定会去整治她。2位客官想买什么？买10根蜡烛。他没说什么颜色的蜡烛，2号不对，他们果然不是江湖人。没有蜡烛。那就买10把镰刀。这是布庄，也没有镰刀。客官要买镰刀，还是去铁匠铺吧。我只是想来买东西。这里真的没有镰刀。也无意难为你们。建征紧了紧伙计的脖子，带我们去，否则谁都别想好收场。你们到底是谁啊？听说进黑市不必报身份，你是在故意难为我吗？伙计接触到他那眼神，仿佛只要自己再乱问一句，他就会失了耐心痛下杀手了。最终建征说好不闹事儿，2人在伙计的指引下才进了黑市。苏怀和建征走在黑市上，恍若和白天的街市差不多，只是卖的都是寻常市面上见不到的东西。苏怀去到一处地方，那里没有摆着的商品买卖，一进门只见里面墙上挂着许多只牌子，每只牌子上都写着一个名字，并标着价目。也有其他人进来转一圈，看到想接手的目标便摘了那牌子。这里就是地下买卖人命的地方。如果是杀手组织太张扬，那么这里便是很低调，不知上家和下家，只认钱办事儿。有主子的名字。
而且不止一张牌子，标的价格还不菲。不过就在那儿挂着，没人敢接。你想接吗？属下不敢。想在这里挂牌，有什么条件？给得起钱和任务的详细情况。另外，这里不涉及门派纷争，只寻私仇。主子自己能杀，恐怕不会出钱请别人杀。要是请别人杀，主子也不会这么费心费力了。这时，剑征便听主子又问的管理人：“可以寻人吗？”“当然可以，寻人往这边走。”便又有人领着苏怀往隔壁去。“可有画像？”“可以现画。”他抬手执笔蘸墨，而后在纸上勾勒起来。就凭这画像，要是遇到真人，十分好确认。要是各家画师都能像客官这样，怕是寻人能方便得多啊。客官是找一人一鹰？他有一只鹰。客官与画上的人是什么关系？苏怀看着自己描的画像，她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妹妹。神色非常温和，让见者无不深信画上的人就是他的亲妹妹。这一人一鹰特点就比较显眼了，江湖上若是了解些内幕的人，一看便知道这是谁。又不是去杀他，只是帮忙寻个亲，只需要提供信息就能完成，那这任务轻松多了，而且也乐意赚这笔钱。苏怀路过一家药铺门前时，看见橱窗里摆着的鹿皮箱子，脚下支了支。客官要点什么？雄心虎胆狼鞭，封侯断金融师，救人杀人都有。苏怀随意看了看，然后目光又一次落在那鹿皮箱子上。掌柜便把箱子给他取来，他捻着锁扣打开一看，里面清一色的薄如蝉翼，寒意闪闪的尺寸不一的刀刃。这是干什么呢？客官既然不是这行的，何必多问，买来也派不上用场。我买来剥皮挑筋断骨，也派不上用场。看来是其他方面的行家。当然可以，这刀锋刃口锋利，切骨也不在话下。只是这个照一整套卖，一只箱子100两。这一整套是医用的刀械，靠这一套能救垂死之人，亦能使人求生不得。如何救垂死之人？倘若重伤伤及肺腑筋骨，可开膛破肚，剥出筋骨来挽救。一派胡言，开膛破肚活人亦会死，又如何能把濒死之人救活？银针可封周身大小穴，大夫都会。这是麻药，涂抹于刀刃上，下刀时伤者无所觉，再用银针专缝补破损处，起火。伤者若五脏俱损，不及时补救，只会油尽灯枯。唯有下重手用猛药，才是最快的救人之法。客官没听说过吧？江湖流传的医圣一脉最善用这法子，经他们手的又岂止1、2个例子，就是只吊着一口气儿，也能给从鬼门关里拉回来。江湖上非高人不敢用此法，稍有不慎就会损及性命。据剑征以往打探得来的消息，那医圣一脉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但打探的都是药理解毒的方向，还没怎么涉猎这等救人之法。倘若从高楼坠下，用此法能救命吗？从高楼坠下，5脏6腑定无完好，不用此法还真不行。苏海走出铺子时，掌柜还在问：客官，有伤者从高楼坠下，那要不要看看我这儿的药啊？药都是好药，药性来得烈，起症见效快。剑征拿好那只鹿皮箱子跟在后面，也不明白为什么主子突然要买这个，难不成真拿回去审问犯人时抽筋扒皮用的？皇上昨日听了侍女姑娘的琴以后睡着了，所以今日又惦记着。早在姑娘来之前，皇上那边就来人知会小的了。侍女姑娘只是来给皇上弹琴助眠的吧？你想说什么？小的想劝侍女姑娘，这后宫水深得很，侍女姑娘可千万别步六姑娘的后尘啊。再说了，
侍女姑娘前已经有相爷了，就不要想着再去招皇上了。别说后宫里容不下，皇上和相爷肯定也容不下一个女子在他们之间左右逢源，到最后吃亏的还是侍女姑娘自个儿。你以为我是你吗？一边攀着个相爷，一边又想着认干爹呢。要不我跟相爷说说，放你认干爹去？就当小的没说，反正小的也是为姑娘好。以往你家姑娘弹琴时须得以屏风掩着，怎么如今你却是不用了？以往六姑娘是怕面见皇上时乱了心神，你就不会乱了心神？民女样貌丑陋，谁见了都摇头，自然就心宽一些。诚然，以前六姑娘弹琴时，皇帝希望时时能看见她，眼下这侍女弹琴，皇帝只想闭眼听琴。后来他便合着眼不再说话了。随着琴声渐入佳境，他的睡意也慢慢袭来。一时间，皇帝的寝宫内外都飘荡着琴声，悠悠缓缓，引人入梦。他回到房间，把门关起来，转头就又从窗户出去了。去叫皇上来，否则本宫今日就自缢在此。娘娘若是自缢，那是畏罪自缢。不光娘娘身后背负骂名，就连大将军也得进京请罪。陆瑶从怀里取出一只瓷瓶，打开瓷瓶盖子，一股略刺鼻的气味飘上来，里面装的是火油，遇水不灭，附着性强，还耐烧。他打算动手，却又不得不掂量一番，太着急了。今晚才是他重新进宫来的第一晚，他不能这么着急，否则容易落人把柄。所以最终他又将东西收了回去，再看了一眼长启宫的宫墙，转身离去。翌日，皇帝那边的太监就到了暖阁里来，还带着赏，当然是给陆瑶的。皇上昨夜睡得很好，今早起来啊，神清气爽的，只感慨姑娘不愧得了六姑娘亲授情谊，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只要能为皇上分忧就好。这几日姑娘啊，就继续住在暖阁之中，听皇上宣诏吧。可是公公，我得回去看看六姑娘。唉，六姑娘红颜薄命，已是尘埃落定的事情了。可姑娘你啊，还有大好前程，到底是六姑娘重要，还是能决定你往后荣华的皇上重要？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那好吧，民女听从皇上差遣便是。只是过几日，民女还是想要回去看看的。那就过几日再说吧。听小乐子说，这几天狗相着实很忙，朝中也因为常贵妃的事而争执不下，这倒正合陆瑶的意。只要狗相不来掺和，一切便好。不过事实证明啊，这种事儿还真不能庆幸。走火了，走火了！常贵妃在寝院里睡得迷迷糊糊的，听到外面人声杂乱，被惊醒了来。她刚要下床，不晓得被从什么地方飘来的一阵箫笛声钻入脑中，一下子将外面的嘈杂拉得很远，使得她脑仁倏地一激。常贵妃脑子有些发木，那箫声持续不断，时而低沉如泣如诉，时而又高亢尖声咆哮。常贵妃听着听着，突然像是有根银针狠狠地往她脑仁里扎去似的，使她缓缓抱着头，眼前有些发花，好一阵都缓不过来。何人在此吹奏？箫笛声起起伏伏，犹如波涛骇浪，在常贵妃脑海中掀起一层又一层。别吹了，别吹了！她鼻子有些痒，淌出血迹，一滴滴掉在地上。她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可那箫音丝毫没有停歇的架势，还愈演愈烈。我求你啊，别吹了！常贵妃匍匐在地上，面容扭曲，痛苦至极。她感觉自己的耳膜已经被刺破，那声音在脑子里狠狠搅荡。长喜宫里如斯混乱，杂乱声中寻常人听不见这样的箫音，
可苏怀一来就听见了。他抬头往常贵妃寝院的方向看了看，只是越靠近，那箫声听起来就显然不怎么舒服。陆瑶将寝宫里的常贵妃的形容尽收眼底，殊不知她亦被人纳入眼里。陆瑶收了玉骨箫，可他再抬头之际，身形蓦地一顿，这才察觉到附近有人。他猛地转头望去，果真见那方向的公檐屋陵间站着一个人，在漆黑苍茫的夜中似近似远。一看那隐隐的身形轮廓，他就觉得心里堵得慌。他转身便跃下屋檐，毫不耽搁地离去。没想到相爷这深夜了还没出宫，长喜宫着火了，相爷不赶紧去看看吗？我才看完出来，还听了听曲子，现在内息乱得很。哼，相爷真是的，这大半夜的竟还有闲情逸致听曲儿。你再东拉西扯一句我听听。那你当我怒做甚？千方百计瞒着我进宫，现在舒爽了？我不明白相爷在说什么。是皇上身边的太监来请我进宫的，我有什么好瞒着相爷的？请你进宫做什么？当然是收拾阿乳的东西了。收拾收拾，就谈起情了，还恰好让圣上听见。还有，那香囊哪来的？你绣的吗？陆瑶看他的样子，面上也没有怒气冲冠，但他就是莫名感觉，他要是说是自己绣的，他能把自己当场撕了吃了。当然是阿乳绣的。阿乳绣的？我再问一遍，到底谁绣的？是你绣的吗？都说了是阿乳绣的，不是我绣的。你是没长耳朵还是听不懂人话呀？今晚你是舒爽了，我还没有舒爽。我哪里舒爽了？那我们一起舒爽。这畜生人模狗样的，就是话一从他嘴里说出来，就充满了一股子狗畜人渣味儿。哎呀，皇上，长喜宫出事了！陈华，你怎么也在这里？听说这里出了事，我便赶来看看。皇兄还请保重。皇帝也晓得里面情况不妙，但他身为帝王家，还会被这些事儿给惊吓住不成？只见寝宫里一片凌乱，地上柱子上全是血，而常贵妃衣发蓬乱，躺在血泊里，手脚因为过度扭曲还是怎的，姿势十分怪异。找太医来看过了吗？皇兄来之前，我让任何人不得妄动。眼下太医在外候命。皇帝让太医进来，太医初检查过常贵妃，禀道：回皇上，贵妃娘娘这是头部受到重创，脑中血散而亡。今夜长喜宫小厨房那边走了火，工人都赶去救火了，贵妃却在寝宫里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事儿恐怕有蹊跷。着人去小厨房那边查一查，看看究竟是因何走火。听说六姑娘身边的侍女这2日进了宫，为皇上奏曲。她与六姑娘一向主仆情深，六姑娘的事在她心里怕是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便是他话没有说得明白，皇帝一听也明白了。那侍女如今才进宫2天就出了这事儿，她很有动机。可一个小小侍女能干得出这么大动静吗？陈华这话什么意思？怀疑是那侍女做的？我也只是这样说。今晚在得知消息以后，我便着人前往暖阁查看，结果发现那侍女不在暖阁里，也不知去了何处。有这事？皇上不妨找她来问问。皇上，那侍女的确不在暖阁里。这么大个活人总不能在皇宫里消失了。来人，去把她给朕找到，带到朕面前来回话。皇上，相爷来了。不多时，苏怀走进寝院。长公主的意思是，六姑娘这侍女才进宫2天，长喜宫就出了这等事，又加上六姑娘与这侍女主仆情深，故她很有犯案嫌疑和动机。皇兄这话可说得我无从辩驳了。不过既然时间这么凑巧，仔细查问一番也无妨。所以先前事发之时，长公主派人去暖阁那边查看，发现这侍女人不在暖阁之中，没想到她竟与苏青在一起。是民女有话与相爷说，
所以从皇上那离开以后，便与相爷说话，耽搁了些时间，一时没顾得上回暖阁，还请皇上恕罪。你们有话说也无可厚非。今晚上你一直和苏青在一起吗？没来过长喜宫？听宫里的人说，长喜宫宫门紧闭，又有人把守，民女如何进得来长喜宫啊？我家六姑娘是出了事，民女也十分悲痛难过，只是民女不明白，为何这里出了事，民女就有作案嫌疑和动机呢？难道六姑娘出事儿与贵妃娘娘有关吗？那你与相爷在一起有多少话说？又相处了多少？陆瑶抬头看了苏怀一眼，眼底里依稀柔情。既然长公主这么想知道，那她就让她知道个明明白白的。民女与相爷自小许下婚约，又有这么多年未见，彼此坦诚不公说起话来，一时半会儿就忘了时间。长公主看着陆瑶对苏怀眉目传情，面色未改，但眼神却有些阴了下来。去招木馆把准夫人的东西都搬回相府，包括她院子里那个半死不活的人。准夫人这3个字听起来实在是太过刺耳，陆瑶一听就有些炸毛了。搬个锤子，我不搬，阿汝更不搬。听见了吗？锤子也不能落下。不是一直用后脑勺对着我吗？你的后脑勺比你这张发黑发绿的脸好看些。他是黑，在宫里都打扮得比较黑，可脸发绿是他扮的吗？是狗男人给气的。哼，怎么，相爷嫌我脸色不好看啊？那真不好意思啊，还得累相爷今后时常面对我这样的脸色了。陆征本来尽职尽责地驾着马车，嘴角里面左晃一下右晃一下，搞得马车很不平衡，他得比平时更费心力地稳住马车。可刚一稳住吧，这里面的茶几突然又翻地朝他砸过来，结果突然一个力道往一边灌去，马车都差点翻了。陆征不得不硬着头皮建议道：主子，还是回家再打。话没说完，又是一只鞋从里面飞出来，砸在建征头上。两人不干架还好，这一干起来，各自都是兜着一肚子的邪火。还想杀我吗？是你说我后脑勺好看，我专门转过去给你看的，你又转我做啥？倒没想到你这么顾及我的感受。那我说你身子好看，你就专门脱了给我看吗？你不要脸！只是陆瑶刚觉得他火气大时，他又突然低头吻下来。陆瑶紧闭口唇，似乎惹着他了，他一口咬下来，他满是倦狂的气势卷入陆瑶口中，狠狠的撕磨纠缠。这野狗发起疯来实在是有些难招架。他手上也没闲着，探入陆瑶衣里捞的裙子。苏怀，这是在外面马车上，我不是又黑又绿吗？相爷真是不讲究，这也下得去口？我就是下得去口。不等陆瑶开骂，他一口吮住他耳珠，在他脖颈锁骨间亲得甚是激狂。我身上都是药粉，也不怕毒死你。我试试看能不能毒死我。陆瑶不停地骂他，只有这种时候苏怀由得他骂。建征在外面驾车听得都头皮发麻，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骂主子。他内心也很焦灼，恨不能快点到家，又恨不能跳下马车去，省得在这听到点有的没的。马车前面停靠，去把他鞋捡回来。建征如获大赦。是，属下这就去。建征一走，巷子口里马车内的动静大了起来。若有若无的月色从巷子口斜斜照进来，恰好落入了几许镜窗畔。要是这时候有人来刺杀你，肯定能成功。那我们一起死。建征故意拖延了时间，回到巷子口附近，见着车里马车似乎没有动静了，方才慢慢靠近。鞋找到了吗？找到了。陆瑶正要伸手去接，却被苏怀先一步拿了去。一只鞋这狗男人拿去干嘛？拿去吃嘛。结果下一刻却见苏怀将鞋给他穿上，这狗男人从来不吃亏，然后掐力把他的胸口讨回来。走吧。再不久就天亮了，相爷早点休息，我还是回我以前住的那个院子吧。
你以前住的那院子有人住了。啊？谁住了？我的姬妾。那我不能和相爷的姬妾抢，要不我还是先住回招募馆去。不愿自己走是吗？我累了。我也累了，你还想要我抱你走是吗？哼，要点脸，又没人让你这么累，是你自找的。而且我也没想要你抱，你自己回你的后院吧，我另外去话没说完，陆瑶瞪了瞪眼，苏怀已经将他拦腰抱起，大步往自己的后院走。陆玉些个下人见他相爷回来，连忙驻足行礼。陆瑶让人撞见，连忙挣扎着要从他怀里下来，奈何这狗男人不放手，非但不放，他还紧了紧手臂，把他抱好。贱人，让人看见好吗？你放我下来！还这么有力气啊！看来方才在马车里都是敷衍我的。方才是他们看花眼了吗？相爷竟然抱着个女人回来，前不久府里才进来2个美妾，今日又来一个，看来相府以后只会越来越热闹啊！趁着坚影没在房里，他得先去清洗一下身子。他一脸面瘫，从马车下来走几步，他裙下便满是稠腻感。他现在只想迫不及待地去洗澡。陆瑶困倦中感觉到身侧有人躺了下来，还能有谁呀？他嫌弃地往里挪了挪，片刻之后，身后的人亦往里挪了挪，他又往里辗转了一下身，身后的人也跟着往里挪，到最后他都快被疯狗给挤成一块贴墙上了。相爷是不是想睡里面啊？早说呀，我给相爷腾地儿。我不想睡里面。那相爷一个劲的往里挤什么？我喜欢一个劲儿的往里面挤。床都上了，不往里挤有什么趣啊？这玩意儿就不能好好说话吗？什么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莫名有种狗畜味儿。你往后让让，我要翻身。我不让你，你就翻不了身了吗？翻是翻得了，可就这点空间，他也翻身过去，必然就翻进他怀里去了，翻不了。那就别翻身了。贱人，你不去早朝吗？该去早朝了。他就等着苏怀起身，自己也好躺得舒服点，好好睡个觉。我今天不上朝。陆瑶下意识就翻身面向他，可不整个人就是贴在怀里吗？你为什么不上朝？你是一朝丞相百官之首，怎么能不去上朝呢？说不去就不去，这样皇上怎么想你啊？让百官怎么看你啊？听我一句劝，相爷还是要以朝事为重，切莫耽误了正事儿。快去吧。今天我休沐。陆瑶默了默，然后很不给好脸色的背过身去。那我跟你说个锤子呀！相爷还没吃？我吃了，不能再吃。当然能，只要相爷想吃多少吃多少，就是把饭菜连带着碗盘全吃了都没有问题。你把这碗盘吃给我看看。陆瑶饿了，不想跟他一般见识。你下了毒？看看能不能把你毒死。我住哪儿？昨晚我让你没地方住了吗？那我总不能一直跟相爷住主院吧？相爷，我们还没有成亲呢。如若我跟相爷住在这儿，总归是惹人闲话的。就近收拾出院子出来。我就知道相爷是个明事理的人。我明事理，你也明事理一点。招募馆的东西什么时候搬？还是不能搬，等我安顿好他，便把东西搬过来。两人基本达成一致。吃完饭后，陆瑶就去建征安排好的院子里。虽然是换了个院子，可离坚宁的主院不过一条小径的距离，走不了多远就到了。这相府里院落这么多，就不能找个偏僻一点的吗？我喜欢清静一些。主子说了，就近安排，虽然不偏僻，但也不妨碍姑娘清静。姑娘需要几个下人伺候，把以前那位马大娘叫来即可。先前她从主院一出来，府里的下人们就晓得了，这回也看清了她的模样。下人们无不震惊，
相爷亲自抱回来的女人，竟然是以前主动找上门来的那个乡女未婚妻，这才多久啊，便不识得了。这是当初陆瑶在柴房里救的那个哮喘发作的孩子，叫家俊。后脚进院里来的可不就是他娘马的娘吗？见过陆姑娘，这孩子真是的，听说陆姑娘回来了，跑得比谁都快。没想到你这么记挂着我。可不是，陆姑娘不在的时候，她经常问起您去哪儿了，光顾着说话了。我这边来给陆姑娘铺床。姑娘去哪儿了呀？姑娘我被人卖了呀。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和相爷成亲的，可有人对我用迷药，把我迷晕，装进了箱子里，抬出了相府，然后我就被卖去了其他地方当奴婢。是谁对姑娘用迷药啊？我也不知道呀，你娘前一刻还在呢，后来有人敲我房门，我还以为是你娘呢，结果哪晓得一开门就是坏人了。要是我娘在，肯定大声叫人，赶跑坏人。哼哼，那是肯定的。是我有罪，险些害了陆姑娘，我左思右想，良心难安，所以来向姑娘请罪了。请什么罪啊？是，都是我的错，是郡主支开我的，也不让我去通风报信，他用家俊来要挟我实在是。陆姑娘对家俊有恩，照理说我应该尽心尽力的服侍报恩才对，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郡主是要对付我，可也不是你能左右的。起来吧。承蒙姑娘不嫌弃，还愿意召我到这里来伺候，往后我定当为奴为婢，报姑娘大恩大德，也给自己赎罪。谁没有个处事难的时候了？把事情说清楚了就好，以后大家都在同一个屋檐下，也好和睦相处啊。只要陆姑娘不怪罪就好了。他心下还有狐疑，这陆姑娘竟然不准备追究吗？可事实证明，接下来陆瑶还真就不追究，后来也没理过。陆瑶一进房间，抬眼便见床上的人听到动静，正试图撑着手臂起身来。你手臂骨折了，这才几日啊，还这般用力，躺下去。是公子救了我。什么时候醒的？昨个晚上就醒了。公子叫我别怕，会没事的，我相信公子，果真能将我救活。放心，以后你会活得好好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脉象开始稳定，已经度过危险期了，恢复的也比预期的要好。今日开始调整一下方子。陆瑶写好，铃铛便拿着方子欢天喜地的去抓药了。铃铛已经走了，公子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吧。你有身孕了。你说什么？你从高楼摔下，本以为留不住的，但他很顽强，坚持到了现在。怎么会？我每次都会喝避子汤的。就之前我跟你一起喝过的那个避子汤没有问题。宫里的避子汤十分严谨，陆瑶尝过一次，如若每次事后都服用，那有孕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后来汤药有没有变，味道与之前是否相同，陆瑶就不得而知了。后来每次有太监到暖阁送药，小乐子就总是人前人后的殷勤张罗，就没打什么歪主意吗？如若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动手脚了，还能是谁的意思呀？苏怀是见着皇帝宠幸阿乳，所以想拿阿乳当棋子。阿乳出了事，他才会千方百计的来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公子，那现在该怎么办？你想留这个孩子吗？眼下孕脉有些不稳，但如若你想留，也是能保得住的。怎么办？我知道不该留他，但我好像狠不下心。很好笑吧？我一个风尘女子，最渴望的不就是有一个家，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和一个可爱的孩子。不可笑，
谁没有自己的渴望啊？孩子可以有，家也可以有。要是还想要个丈夫，我也能给你整来。公子上哪给我整个丈夫来？世上总有好男人啊，打着灯笼找，还怕找不着吗？等伤养好了，我再安排你出京去。一切都听公子的。相爷怎么来了？躺下去。阿汝立马明白过来，顿时躺下身，闭上眼睛，一副尚未醒来的样子。相爷怎么有空来啊？我抽空来。陆瑶翻了个白眼。苏怀徐徐走到床边，看了看床上毫无反应的阿汝。本来阿汝还算镇定，可没想到相爷竟然就站在他床边，而且他就一直这么站着。阿汝甚至能感觉到有一束目光一直看着他。平时他就不如陆瑶那般老油条的心态，相爷一看他就害怕，更何况如今肚子里还揣着个秘密，他心里也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相爷是不是发现什么了？他为什么站着不走？他在看什么？人活了？许是吧。怎么活的？可能之前的游医郎中开的药奏效，加上阿汝本身求生欲强，所以熬着熬着就活了。然后苏怀就笑了，但就是他一笑，陆瑶就莫名的后背发毛。相爷笑什么？那游医郎中真是好样的。那是吧。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还没有呢，要不相爷先回，等我收拾好了再回去便是。我来替你收拾。然后狗相对外吩咐了一声，陆瑶就瞅见剑征大步走进来，还抱着个箱子进来。陆瑶沉默，连行李箱笼都给他带来了是吗？有你这么收拾衣物的吗？主子还没给人收拾过衣物。阿汝虽然不敢睁开眼睛看，但是听见相爷给陆瑶收拾衣裳，心里是有点好奇又莫名的期待的。不知道堂堂相爷收拾起女人家的衣裳来是个什么样子。不是这样收拾的。然后他就正好拿到陆瑶的贴身肚兜小衣，他便当着陆瑶的面慢条斯理的叠了又叠。那是这样收拾的吗？他又不是没这么干过，但这畜生行径再现，而且房里好几个人呢。苏怀，别人知道你这么不要脸吗？苏怀微微侧头问身后的剑征。别人知道吗？属下不知别人知不知道，主子心中自有分寸。笑话，脸要来有什么用？主子办事是靠脸吗？不要脸又怎么了？又没见主子少块肉。总之，陆姑娘气得慌，剑征心里表示略爽。最后苏怀还将叠好的陆瑶的贴身衣物放到鼻子前闻了闻，很有他身上的味道，然后才丢进香笼里。咦，像他这么无耻的恐怕世间少见。苏怀三下五除二的就给他收拾好了。还有要收拾的吗？哼，相爷亲自动手，能有什么落下的？苏怀看脸岸边靠墙的那只鹿皮箱子。你平日里的收藏不打算带走吗？今日东西多嘛，改天再来拿吧。阿汝在这儿呢，反正我改天还要再来。我拿得走。然他走近了，仔细一看，有点眼熟，然后很快就想起来，不就是跟主子在黑市买的那只？他立马就明白主子当时为什么要买那套刀具了。剑征抱着鹿皮箱子经过陆瑶身边时看了他一眼，那眼神让陆瑶莫名的看出一点幸灾乐祸。陆姑娘，你就等着吧。陆姑娘，相爷来了。相爷冒雨前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来问问什么游医郎中能把一个濒死之人给救活，让他也来给我看看。江湖上的游医郎中究竟所的很难寻觅的，遇到了那是幸运，遇不到也无法强求。相爷现在要找他，
我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找啊。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平日里的收藏都是在哪里收藏的？陆遥想，这狗男人找他秋后算账来了。他不想苏怀过多的了解他的事儿，江湖规矩不能随意牵扯出黑市，就是东收集一点，西收集一点嘛。东收集一点，西收集一点。哼，我正好也搞到点收藏，来给你看看。说着，苏怀就让门外的剑铮把东西拿进来，然后陆遥就眼皮抽抽的看着剑铮也抱进一个鹿皮箱子来，放在桌面上。眼熟不眼熟？啊，相爷去哪儿搞到的？市场上卖的，100两一支香。听说用这个给人开膛破肚，可以起死回生。相爷去过了。市场上不光有这刀具卖，还有一些好药卖。你都买了些什么？熊心、豹子胆，你买来吃了吗？陆遥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苏怀又道：在想怎么继续编什么？这相处久了呀，就这点不好，狗男人也有点了解他了。相爷莫恼啊！他跟外面的电闪雷鸣一样，来的气势猖狂。说来我听听，熊心豹子胆，你也买了几副来吃啊？相爷明鉴，我没买熊心豹子胆，只买了虎胆。虎胆也不小了。又不是我吃了，我都给阿汝吃了。还江湖郎中，还你平日里的收藏，哼，还阿如自己熬着熬着就熬活了。他一把拎着陆遥的衣领，就拖着他往门外走。你一边发着毒咒，一边骗我。今晚我倒要看看你这嘴里究竟有几句真话。这回狗男人疯起来着实气性不小，拖着他的力道也相当大。相爷，冷静，你听我好好说呀。我是要听你好好说。就在屋里说，外面下雨打雷呢。哼，你要是没骗我，怕什么天打雷劈？下一刻，苏怀又提着他，把他弄上了屋顶。不远处闪电哗哗，将屋顶照得一片湿滑黑亮。把他捆在屋顶上以后，苏怀往后退开了一段距离。苏怀，你个渣渣，口中翘楚，社会败类！你自己亲口承认的，你要是骗我，就天打雷劈。现在苍天在上，你可以说了，到底哪句真，哪句假？都骗过我哪些？话音一落，又一道闪电裂空而下，一瞬间将两人都照得雪亮。这大晚上的，下这么大的雨，还让屋顶接受雷电考验，妈的，只有这狗男人才能做得出来。你不也动不动就想要杀我吗？还未婚妻呢，还情深意重的要跟我结婚呢，还不是想要借刀杀人弄死我？相比之下，我只是骗一骗你，可比你善良多了。老天要批，也是批你这种大奸大恶的人。大奸大恶之人，这才是你的真话。什么爱我想我，什么甜言蜜语，都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是不是？相爷洞若观火，谁能在你面前瞒天过海啊？你自己要是不愿意相信，谁能骗得了你？别搞得好像你很受伤似的，你有几个字是信我的？你要是信我，还会怀疑我处处骗你吗？我就是信你，才处处被你骗。现在我就是很受伤。我去你妈的！我要看看你怎么被天打雷劈的。你要是不想别人骗你，你就不要听，你也不要问。就好比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是不是爱我，有没有想我，我也不会问，因为你说的哪怕半个字我都不会信。陆遥见苏怀转身要下屋顶，说道：你我是该坦诚不公的谈一谈了。之前我说我想跟你做交易，这样对你我都好，
等今晚雷劈不死你，再来说其他的。你身上的毒不想解了？哼，你以为我怕这毒啊？而后，陆遥看着他，还真就下了屋顶，到屋檐下躲雨去了。也正是这时，电闪雷鸣欲裂，那闪电突然华光大振，凌空劈下。当时陆遥感觉直就是朝他劈下来了。那一刻，他趴在屋顶上，卯足了劲儿挣脱束缚。真要是劈到他，他再快又怎么快得过闪电呢？当时他只觉黑影一闪，从上而下将他笼罩，立时他身子滚入一个怀抱，一只手臂紧紧箍住他的腰。而那闪电虽没有正劈到屋顶上陆遥所在的地方，却也劈在了相府的其他地方。随后苏怀抱着他大步跨进屋里，两人浑身湿透，衣裳裙角都不住地淌着水。你果然还是怕身上的毒没得解。苏怀看他一眼，说翻脸就翻脸，手里突然把他丢了出去。谁能不怕死啊？要是能好好的活着，谁又想死啊？这都是人之常情，所以相爷也用不着这么恼羞成怒吧。我还是再弄你去遭雷劈一劈吧。僵持了一会儿，苏怀才道：现在可以说说你想跟我做什么交易？你知道我要进藏宝楼，却几次三番的阻止我，让你进去拿了你想要的东西，好转过头来对付我是吗？我也知道你在找人给你解毒。上回莫大夫说了，你身上那毒要是不解，便是你内功深厚能压制一时，也活不过这2年。你能替我解毒？我可以找到医生的嫡传弟子，你帮我找东西，我帮你找人，如何？你若能找到人，我可以帮你进藏宝楼。只帮我进藏宝楼怎么行啊？进去以后变数太大了。你也只说帮我找人，没说找到人就一定能替我解毒。只要相爷能帮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找的人就一定帮相爷解毒。解毒后，你不能再下毒。我得到东西以后，你也不能再抢回去。两人一句一句的把对方话里的坑都排掉，以免对方耍阴的。但是坚定不知道在玩什么心眼儿，他一时还是没有松口。苏怀看他的眼神，试图将他拆穿。医生的嫡传弟子，不用你找，我很快也能找到。找到是一回事儿，让他出手治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可以想办法让他出手治我，比如把他身边人的死活都捏在我手里。他不救你就是不救你，相爷把全天下的人当他面杀了都不管用。方才谈的，相爷硬吗？你若身体恢复，不得对付我？切，那是后面的事儿了，不在这2件事交易的范畴吧？你要是拿不到东西，你就恢复不了，这不是一件事吗？这狗男人还真是会算，什么时候能吃得了亏呀？好，不对付你，替你拿东西助你恢复，我也算是你的恩人。往后你都不可以杀我。我找人替你解毒，难道我不是你的恩人吗？这段恩情相互抵消了，不行吗？行，往后我也不杀你。哼，那谈不拢就谈不拢呗，大不了我等2年，把你耗死了以后，我一样去取东西。在我死之前，我会把藏宝楼烧了，让你取到一捧灰。陆遥感觉自己真被他气得面目全非了。那你也死了，我还活着，活着的人就是赢家。哦，对啊，你倒是提醒到我了。我死的时候得带上你，让你连一捧灰都取不到。陆遥看着桌对面那张脸，要是能干得过他，他立马掀桌过去干他。这个条件你不答应，说明你心里还是想着，等你好了，会反过来恩将仇报要杀我。如此，我又怎能应你？好，我不杀你，你也不杀我，行了吗？不杀他，他可以揍他吧，把他揍得只剩一口气儿，剩下的全看老天成全。你不能动手打我。既然非要扯那么远，那你以后不能碰我。哪种碰？男女之间的那种。可你是我未婚妻。
毕竟还不是你的妻子，婚约也可以解除。明天我就可以跟你成婚，你便是我的妻子了。我不仅要碰你，我还要你给我生儿子。这狗男人干得出来啊！明天成婚上族谱，你便是我的夫人。明晚我就给你洞房，天天都洞房。切，当初是谁说的腻了就不要了？相爷倒是快腻呀！哼，嘴里没有一句真话，就知道骗我。我对你的新鲜劲儿已经过了，回想起来也不过如此。那也好，等事情一了，你我就解除婚约，从此各不相干。我不要的，也不会便宜了别人。以后你要是找到下家，找一个，我便杀一个。陆瑶不跟他扯了，否则越扯越远，没完没了了，自己还一顿气受。那今晚的事就这么定了，从此我与相爷各取所需，互惠互利。相爷明确答复我，可以吗？可以。时间不早了，我要休息了，相爷请回吧。到第二天，府里上下都传开了，说是相爷大发雷霆，硬是把陆姑娘绑去房顶遭天打雷劈。最后陆姑娘是大难不死，但却有闪电劈在了相府的其他院子里，劈在一棵树上，把树干都劈得焦黑。她的一日三餐，相府里的下人们也是看碟下菜，给她扣减了许多。她的餐食由先前的准主母待遇，一下子变得和下人们相差无几了。陆瑶也不在意，她对吃的要求不高，在宫里的美味佳肴她吃得，眼下到了相府粗茶淡饭她也吃得。这厢苏怀从外面回府之后，建征就将影卫对陆瑶的监视成果上报，说道：主子，今日陆姑娘去了招募馆，回来途中又去了一趟药铺，不过她什么都没买，犹豫了一下又出来了。她在犹豫什么？属下不知。这时又有影卫到院里来报了：相爷，陆姑娘去药材库，她想进去。她去那里做什么？她说身体不舒服，想找点药来吃。她还说什么？还说既然身在相府，那相爷就得管她衣食住行和生病吃药。现在知道她在犹豫什么了吗？属下知道了，她想白拿。这个陆姑娘骗了主子不说，还想来打算主子的东西，属下这就去阻止她。只不过还没有走出书房门口，苏怀的声音徐徐传来：让她进。陆姑娘吃主子的，喝主子的，睡主子的，现在还想白拿主子的。她是病入膏肓了，才会想着到我这里来找药吃。不让她吃，怎么知道她的病？给她记账上。建征一听立马应道：是。既然是记账上了，就迟早得还。你们相爷让进的？相爷听说陆姑娘身体不舒服，就让陆姑娘进。没有额外的附加条件？相爷没说。放陆瑶进药材库，这跟放只老鼠进米缸有何区别啊？他晓得里面都是好药，不要白不要，于是就不客气的在里头溜达了好一阵子，取了好些珍贵的药材出来。管他取什么药，影卫一应全让他带走。回头他所取的药材全让建征给他记到小本本上了。陆姑娘从药材库回去以后就没再出房门，晚饭后厨那边送的青菜豆腐。她吃得下吗？说是吃了几口。吃了几口？是几口？后厨那边属下这就去敲打。去敲打什么？属下多事。苏怀看了眼膳食，最后碗筷都没动，便起身出了书房。姑娘从药材库回去以后就没再出房门，晚饭后厨那边送的青菜豆腐。她吃得下吗？说是吃了几口。吃了几口？是几口？后厨那边属下这就去敲打。去敲打什么？属下多事。苏怀看了眼膳食，最后碗筷都没动，便起身出了书房。
相爷怎么来了？苏怀到桌边来落座。许久没见，过来看看。他见桌上的饭菜虽然没有他院里那般精细，但也是有荤有素，不止青菜豆腐。坐下吃饭。平日里你们就吃这些？相爷待我们不薄，这已经很好了。不合胃口吗？没有的事。那怎么还不动筷？两人正准备听话的动筷子，苏怀却吩咐下人：看来是不合胃口，把这些都撤下去，传话下去，往后后院女眷的膳食都一视同仁，按照我的分例来准备。是。两名姬妾还以为自己是听错了，不由得十分受宠若惊。桌上没饭菜吃了，也没法干坐着，苏怀便起身离去。走出院子时，对下人说道：今晚的晚膳重新准备，做好了再送去。这是送错地方了吗？是相爷吩咐的。今晚相爷去了那两位姑娘的院子里，见两位姑娘的膳食过于简单，便心疼两位姑娘，下令后院女眷以后都以相爷的份例准备膳食。陆姑娘这是沾了那两位姑娘的光呢。然陆瑶的思维与这下人全然不在一个频率上。哎呀，你们也是，把那两位姑娘的膳食做得简单了，相爷见着能不心疼吗？幸好是你们相爷没有发脾气，不然把你们全砍了。后厨下人心想，他是不是理解不了自己话中的含义呀？是我们的疏忽，以前没弄明白，相爷竟如此宠爱那两位姑娘。以前没弄明白不打紧，以后弄明白就好啦。下人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晚膳已送到，陆姑娘就慢用吧。然后就转头离去了。后厨送饭菜来，你说句谢谢就是了，何必那么不愉快呢？你没听他说吗？我是沾那两位姑娘的光，又不是沾他的光，要谢也是谢那两位姑娘才是。皇上召陆姑娘进宫，请陆姑娘走一趟吧。随后陆瑶准备了一下，就和建征一道去了。今晚进宫能动手吗？皇帝那完事之后直接去怡真园？你想的就只有这些啊？不然还有哪些啊？今晚不去。为何不去？我累了。大好的机会，他说不去就不去，结果理由就一句我累了。你说这来气不来气啊？哼，还你累了，再过不久你就要死了，等你死了就不累了。那就等我要死的时候再说。大晚上的，陆瑶给他两句话气得神清气爽，睡意全无。事关性命，我劝相爷呢，还是尽早完成的好，这样对你我都好。又不是关你的性命，我都没急。我看那天的交易还是加个时间期限的好。定好的交易，你说想改就改，江湖人都这般儿戏轻诺的，为什么耽搁这么久？弹曲子不需要时间吗？我路上不需要时间吗？你路上来回花掉4曲的时间，给圣上弹了2曲，总共6曲的时间，但我至少等了8曲的时间，剩下的2曲时间你都干嘛去了？曲时有长短，听曲人的心境也不同，有时2曲，有时3曲4曲，皇上才能睡熟，这都是不确定的因素。3曲4曲，你2曲就能把人听死，须得3曲4曲才能把人听睡着。我是疯了吧，居然跟你讲道理。要是我不往这儿绕一趟，此刻我已经出宫门了。我都没说什么，相爷还嫌等久了。你还知道是我在等你。相爷来都来了，择日不如撞日，要不我们去吧。我困了。陆瑶黑下脸，然后就被苏怀拖走了。苏怀一边拽着他的手臂，一边从他怀里单手拿过琴。两人一路上磕磕绊绊，陆瑶没好气道：说好了交易，有相爷这般消极怠工的吗？我看还是得往这交易上加个期限。你加期限，我也加条件。等你我成婚以后，我给你弄。哼，我看是你脑壳昏。你倒是厉害啊，3言2语就看得出我脑壳昏。那你有治我脑壳昏的药吗？你这是疯病引起的，什么药治你啊？没药就回去睡觉。到了宫门，
陆瑶就被苏怀塞进了马车。今晚饭吃饱了吗？哦，说来多亏了你那2位爱妾，让我沾了点光。建征在外听着不由心道：沾什么爱妾的光？明明是那2个女人沾了他的光。既然没少你吃的，以后进宫圣上若是给你宵夜酒茶，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不用我教你吧。夜宵酒茶就是里面掺了蒙汗药、鹤顶红，又哪有他身上这味道来的毒呀？那相爷就不必操心了，我又不是白长这么大的，去藏宝楼也不必相爷跟我一起进去，只要相爷能帮我支开守卫，放我进去，告诉我机关在何处就行了。这对于相爷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吧？你这么能安排人做事儿，那你来当这相爷好了。马车到了府门前，陆瑶抱着秦率先下车，回头瞪他一眼。我要是能当相爷，还有你什么事儿？苏怀后脚下马车，看着陆瑶的身影进自己家门，那段身影即便着素裳拿后脑勺对着他，也乍隐乍现，掩着不尽的风流。主子，剑霜那边有医圣弟子的消息了。说来听听。医圣的嫡传弟子竟是个女的，而且照此人之前途经的路线和方向，她应该是来了京城。建征觉得这个消息委实是很大的进展了，找人找了这么久，眼下就在京城，只要封锁城池，挨个查探，一定能把他给查找出来。把剑霜叫回来，不必再找了。主子不找医圣一脉的人解毒了吗？他到过京城，如今就在天子脚下，唾手可得，主子却要就这么放弃了吗？你觉得剑霜要花多久时间才能找到他？以剑霜的能力，定在花不了2个月时间就能探到他所在。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去打探，人都在他面前晃了几大个月了，结果呢，才只探到人疑似到了京城，还要再花2月时间，最后探着探着就发现目标岂止就在天子脚下，还就在同一个屋檐下，更在眼皮子底下。到时候有趣吗？以剑霜的能力2个月是不是太短了？要不要我再给他加2年？建征一听主子不高兴了，立马应声道：属下这就去把剑霜召回来。怕我？是我娘说不能与姑娘走得近。后来我不在这儿，你还要发病吗？有2次喘不上气，有一次是闻到了花香，还有一次是在灶房烤地瓜的时候。有粉尘的地方要少去，吸进鼻子里了就容易喘不上气儿了，知道吗？这是什么呀？我娘不让我吃姑娘的东西。不是坏东西，吃吧。吃了呢，能改善一下体质，以后尽量少生病，也少发病。苦不苦啊？我加了蜜，应该不是很苦。家俊就接过来，凑到嘴边咬了一口，小脸皱到一起，有点苦。但他发现苦过以后，有一点点蜜糖的甜。吃完以后呢，就把杯里的水给喝了，洗洗嘴，这样你娘就不会知道了。家俊怕他娘发现，吃完了药丸子，赶紧捧起水杯喝干净。陆瑶每日都会给家俊吃1颗药丸子，只可惜才没过几日，有一次呢，就正好被马大娘进屋来撞见了。谁让你乱吃的？给我吐出来！给你什么你都吃，给你药你也吃，你就不怕被人药死？陆瑶就在旁看着马大娘急得不行，后来硬是从家俊嘴里抠出半颗药丸子，家俊也吓得哇哇哭。我自认为平日里对姑娘也算尽心尽力，姑娘为何要给我儿喂药？这不是什么坏药，我儿没病没灾的，好端端的吃什么药？你到底安的什么心？相爷，奴婢也算尽职尽责的服侍陆姑娘，未曾有丝毫的怠慢，可如今她却趁奴婢不在为我儿吃药。家俊是我的命根子，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可叫我还怎么活？还请相爷为我做主。那半颗药马大娘也盛上去了，又道：这还是从家俊嘴里掏出来的，请相爷过目。哎呀，东西是好东西啊。去请莫大夫来。很快莫大夫就来了，得到了那半粒药丸，捏碎开闻了闻，道出一系列药材的名字。这是在玩我吗？什么毒药啊？这分明是调理小儿体虚气浮的药。
还是用的好药材，且炮制方法有些特别，没有很重的火气，也不会虚不受补。小儿若是经此一段时间调理，体质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身体好了以后，病痛就少得多。这药哪里来的？陆姑娘给的。陆姑娘，这方子可否让在下一观啊？不可。陆姑娘哪里来的这药啊？一个江湖郎中给的秘方。马大娘呆若木鸡，一时反应不过来。她盯着那残缺的药丸子，原来那真是好药啊！结果是她自己一惊一乍吗？姑娘对我很好，她没有想害我。这孩子倒是知恩的孩子。是奴婢没弄清楚事情，请相爷责罚。苏怀对家俊招了招手，家俊脚下就不听使唤的走了过去。府里人犯了错，应当如何？会挨板子。恳求相爷让家俊出去，别让他看见。求求相爷，求求相爷不要让他看。陆瑶想，这种时候就不要求苏怀了，你越是求他，他越是得让家俊看。他要是兴致来了，不仅让家俊看，说不定呢还要让家俊凑近看，撑起眼皮看。然后苏怀就将家俊的小身板搬了个转，面向马大娘。管家那边一声令下，板子就一板一板的落在马大娘身上。马大娘死死抓着板凳，痛苦至极。家俊却吓得小身板一哆嗦一哆嗦的。瞧着，这就是过错之人应受之罚，便是至亲至信，也不可避免。陆瑶真是担心啊，这小孩一抽一抽的，要是控制不好，可能会吓得惊厥发病，还不劝劝你家狗主子？到底劝不劝？我不劝，要劝你自己去劝。俩人的这点动作被苏怀看在眼里。要不要多拿2条板凳，都上去躺躺？主子明鉴，属下什么都没做，都是陆姑娘使的动作。相爷就在这儿呢，往那一坐，又俊又好看。我顾着欣赏都还欣赏不过来呢，对你使什么动作？莫大夫拍拍建征肩膀，这陆姑娘他们又不是没见识过，厉害着呢。没想到这当着满厅堂的人，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还得是相爷啊，脸皮厚，面色如常，绷得住。后来马大娘挨完了罚，还坚持到陆瑶院子里来。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还望陆姑娘大人不计小人过，莫要与我一般见识。这里给陆姑娘赔礼道歉。我无妨，大娘还是回去好生养养吧。家俊，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好生服侍陆姑娘，好好听她差遣。家俊点头，相爷没要他的命，管家稍后也请了大夫来给他看看。姑娘，今天我发现有只小狗从墙洞里爬到府里来了，它看起来很饿的样子，都快走不动路了。要是这些吃不完，我可不可以拿点去喂它呀？不愧是狗主子的狗窝子，是狗都想往这边凑。家俊有些不懂，但陆瑶同意让他拿去喂狗了，他十分高兴。陆姑娘，他们是相爷喜欢的，别惹他们。苏海府上有姬妾，还格外得宠，陆瑶又不是没听说过。而且这2名美妾还是当时皇帝当着他的面赐给苏桓的贱人的。陆瑶跟家俊转身便往另一边方向走，府里上下见了他俩都得礼让3分。可这俩人怎么回事啊？见了面竟如此无礼的掉头就走。家俊在府里还是习了些圆滑劲儿的，回过头来软软糯糯道：两位姑娘好。你这小嘴儿倒是甜。然后又睨了睨陆瑶，问道：她是谁？她是陆姑娘。陆姑娘？哦，你就是相爷的未婚妻。2位姑娘逛园子吗？我们给姑娘让道。美妾却毫无趣意。听说你从乡下来啊，原是被卖去的青楼当了花魁的侍女，现在花魁摔楼死了，你便又巴巴的来回来求相爷收留了。是啊，
哼，你知道这2位姑娘是谁吗？知道啊，皇上赏给相爷的姬妾嘛。哼，2位姑娘貌美如花，又才貌双全，相爷最是宠爱她们。她们可是德国相爷亲自召去院里服侍过的，也是唯一沾相爷雨露的。府里上下谁人见了不敬着，偏偏你好生无礼啊！要是有怠慢的地方，给2位姑娘赔礼就是。这是你给相爷做的？不是，这是给狗。话还没说完呢，那丫鬟得了脸色，甚是嚣张，立马上前一把夺过食盒就摔在了地上。陆瑶想，横竖是给狗吃的，狗相也是狗，他便道：你们说是就是吧。到夜里的时候，陆瑶已经睡下了，忽觉床边有气息，陆瑶都不用看清他的脸，只闻到他身上的味道就晓得他是个什么东西了。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要吓死人啊是不是？怎么不见你被吓死？你今日给我做了汤。我做了什么汤？他怎么不知道呀？你不好意思给我送，所以叫家俊一起送。陆瑶冷不防被他一句话给整笑了。相爷真是自作多情了，那不是给你做的。不是给我做的，那是给谁做的？是给狗吃的。给哪条狗吃的？啊，相爷府里有几条狗，相爷还不知道吗？挨个去查一查不就清楚哪条狗吃的了吗？那就去给我做汤。我不去。事实上由不得他去不去，2人扭扭绊绊，陆瑶哪能扭得过他呀？你要是想喝汤，往后厨吩咐一声，还少有人给你做吗？厨子做的汤有什么好喝的？再不济，相爷不是还有2名美妾吗？你去找他们呀，只要他们听说你想喝汤，肯定是洗手做汤，红袖添香，不知道有几多小混滋味呢。你错了。你要是去找他们，我不知道多高兴呢。说哪句话说的有歧义吗？相爷为什么会觉得我醋了？然后他就觉得这狗男人更疯，拽着他就大步往前，手里的力道恨不得拽掉他手臂似的。既然是我的宠妾，我怎么舍得让他们给我洗手做汤？这种事儿不叫你做，叫谁做？等我喝饱了汤，才好去感受一下他们的销魂滋味。既然相爷执意要求，那行吧。相爷喝饱以后就赶紧去你的宠妾那儿好好感受。要是2个都满足不了呢，明儿个就多召几个姬妾回来，天天换着花样搞，最后早点搞死你。相爷要喝什么汤？鱼汤。没有鱼，菜汤行不行？那现在去给我抓鱼。陆瑶回头没好气地瞪他一眼，还是从缸子里弄了条鱼出来。陆瑶简单的把鱼剖了之后就丢进锅里，没过清水，说道：我不会下厨，要是做的汤不好喝，相爷请担待啊。要是做的不好喝，你全部喝了。陆瑶生火的动作顿了顿，考虑再三，还是起身走回锅边，往锅里看了看，然后黑着脸把里面的鱼捞起来，又利落的用刀刮掉鱼鳞。等陆瑶重新清理好以后，才生火熬汤，大火沸腾开，厨间飘散开一股鲜香味。不是不会下厨吗？哼，有相爷这般强人所难，我就是不会，怎么也得弄2下吧。熬汤花了小半个时辰，苏怀静也耐烦的一直等着。相爷自便吧，我回去睡觉了。我还没尝。那相爷倒是尝啊。你先喝一口。相爷到底是怕这汤不好喝，还是怕我下毒毒死你啊？随后陆瑶拿了个调羹过来，舀了一调羹汤汁吃进嘴里，道：现在可以了吗？我真要是毒死你，你让我吃多少口照样毒死你。好喝吗？不好喝你别喝，我替你全喝了。说着他又喝了一口，可这回还没有来得及咽下，突然苏怀一把扯过他，头顶的阴影一笼罩下来，他就被苏怀堵住了嘴。这玩意儿还想从他口里抢吃食不成？陆瑶不过是吞了一口鱼汤，可他那个架势像是要把陆瑶这个人给吞了一般。苏怀抵开他牙齿关，像是饿得久了，
如狼似虎似的，一阵风卷云残的扫荡。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当这什么地方？苏怀一手将人收紧在怀中，臂力大的路遥感觉快要勒断他的腰肢了。他徐徐回头盯着来人。相爷，你问我在干什么？是瞎了吗？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属下这就把人带走。他这双眼，留这是摆设。相爷饶命！相爷饶了小的吧！你疯了！你眨眨眼睛，谁给你宠妾做好吃的？他做饭好吃吗？有一说一，这相府的厨子手艺是不错的。既然是摆设，那就留着继续当摆设吧。见证等了一会儿，还不见主子发话，只好先把这下人领走了。今晚算你运气好，保住了双眼。记着，要是敢对外吐露半个字，你这条命便也别想要了。小的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走吧。相爷还是喝鱼汤吧，喝完不是还得去宠妾那儿吗？就不要浪费时间啦。你一提醒，我还有正事要干。苏怀盯着他红艳的唇说道：你主动亲一亲我。陆遥一听就来气，刚刚还没够啊。他正欲说话，他却又道：亲一下我就放你回去，方才的那双眼睛也保住了。陆遥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把眼睛一闭，略一踮脚就飞快地往他唇上亲了一会儿。相爷亲的两位爱妾也是这样吗？醋了吗？醋倒是没醋，就是想起来有点膈应人。能膈应到你就好，下次我亲完他们再来亲你。下次我便在齿缝里夹毒，你要是不想暴毙身亡，你就来。说完，陆遥头也不回的大步走出了厨间。苏怀看着他背影消失在门外，片刻才回过头来看了看灶台上的鱼汤，他还是端起来吃了个光，就是面上兴致寥寥。这鱼汤哪有他方才的滋味好啊？相爷回来了，想两位姑娘的锦，请姑娘过去伺候。两人一听十分高兴。相爷想见我们，为何不在院中，要来这厅上？近来事务繁忙，没怎么顾得上你们。今夜得闲，想听你们弹曲跳舞，院子里却是摆不开，你们可会些？妾身自是会的，只要相爷想听想看，妾身自当让相爷尽兴。那就一人弹，一人跳。于是不一会儿，厅上就琴声响起，舞姿也展开了。苏怀支着头看了一会儿，一曲还没结束，他就合了合眼。美妾见状，下意识停了琴。不要停！连着弹了几首曲子，美妾一人手都麻了，一人腿也跳酸了。相爷，妾身如此卖力，相爷却没有好好欣赏呢。我希望随时想听想看就能听到看到，所以最好不要停。看这些，琴声停了就多一根手指，舞蹈停了就多一根脚趾，全部剁完为止。消息传到了流盈宫，长公主正亲手点了寝宫里的熏香，那股熟悉的气息漫上来，真是让她又爱又恨。听着工人禀报完情况，长公主问：此前他们都干过些什么事了？听他们的丫鬟说，前一天他们在院子里遇到了相爷的未婚妻，使了些刁难手段。长公主挥手让工人退下。良久，长公主方才对身边的老奴道：所以我才觉得，纵使相府姬妾成群，却也不如那一个来的碍眼。那相爷心狠手辣，未必是良配。只可惜琼玉在前，世间万般皆褴褛。姑娘，我家主人想请姑娘一叙。你家主人？姑娘见过我家主人。见着别人家的随从真是客气有礼貌，陆遥便一步过去见一见。里面是个美人吗？绝对是个大美人。陆遥就抬脚踏进了屋门去。陆遥果然是识得他的，
见过一面，也还有点印象。那晚殿上的祭祀观神曲还历历在目。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位云津作为清贵的靖王竟也来招木馆。陆瑶向他见礼，靖王道：姑娘不必多礼，本是想来碰碰运气，看来我运气不差，果真再见面了。王爷这般倒叫我受宠若惊了。姑娘面上可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方才王爷说来碰碰运气，是想见六姑娘吗？正是。真是不巧，想必王爷也听说了，六姑娘先前在宫中摔成重伤，无法出来相见了。如今见到了姑娘也是一样，只是姑娘与在宫中的时候相比有所不同。是因为我变白了吗？其他姑娘们都这么说，可能是在招木馆没怎么晒太阳的缘故吧。这招木馆在京都城里可是享负盛名的，既然靖王来了，不好好消遣一番，岂不是白来了？要不要叫几个姑娘进来相陪？罢了吧，真美人恩最难消受。不是来找姑娘的，那这招木馆可不适合靖王。靖王还是该换个清静雅致一点的地方更妥。实不相瞒，上次殿中与六姑娘合奏一曲以后，严某至今难忘，总想着若能再听六姑娘一曲，也算无憾了。方才也与靖王说明了情况了，可能靖王真得遗憾而归了。又闻姑娘得六姑娘亲自教授，近来入宫中给皇上奏琴，助皇上安眠。今日得见姑娘也是不虚此行的。听闻姑娘姓陆，陆姑娘与六姑娘听起来也差不多。陆瑶瞅了瞅着靖王，他看似知道了什么，可神情语态之间俨然玩笑，又似什么都不知道。他低头往那弦上素手两三拨，形如其人，自有一种雅而不争的气度。陆瑶听着，又见眼前之人抚琴之景，着实赏心悦目。他不免也想起那晚殿上合奏，虽不是同道中人，却有一种知音难觅之感。姑娘若不嫌弃，以琴会友如何？呵呵，不如何。那天晚上是有屏风遮挡，看不见谁是谁。可像云津质子这等琴中高手，只要眼下陆瑶拨一个音，他立马就能知道与他合奏的人是自己了。能听靖王抚琴，真是三生有幸。只是我就不献丑了，那不得毁了王爷的曲子啊！能助皇上入眠的琴声，又能坏到哪里去？不过姑娘不愿，某也不好强求，那就由某奏一曲赠姑娘，以谢与姑娘德性相识吧。实在担不起，我只是个小小侍女。既然没什么事儿的话，不如我先告辞。靖王不说准陆瑶告辞，也不说不准他告辞，只微微笑着，只端拨琴。小小的侍女也太过自谦。某听闻姑娘如今已经是苏相的未婚妻。既然他要弹，那听就听呗，反正不听白不听。只可惜一首曲子还没有弹完，外面就突然安静了下来。靖王不是有随从守在门口吗？但显然没能拦得住。结果下一刻，陆瑶就看见有人抬脚踏进门口，拂开珠帘走来。倘若靖王是阳春里的一捧梨雪，洁白无瑕，那他就是暗夜里的一簇明火，逮谁烧谁，又烈又狂。陆瑶一见他就心头一崩，不由立脸面瘫。陆瑶再看见他身后的门口处，建征与靖王的随从明刀明剑，差点干起来。雅室里的气氛突然变得说不出的奇怪。陆瑶没想到这狗会来得这么快。相爷怎么到这儿来了？苏怀眼神盯着他。我不能来吗？怕我看见什么？有什么事是我不能看见？陆瑶绷着的面皮不禁抽了抽，莫名的感觉他脸上就写了2个字儿：捉奸，而且还格外的刺眼。苏相公务繁忙，也有闲情逸致来逛这风花雪月之地吗？听闻质子在这里弹琴，我无论如何也得来捧个场。晋王琴艺高超，今难得
在招募馆献艺。今日招募馆的人有耳福了，有福大家享，把门打开些，邀大家共赏。见证便将房门打开。金云经国穆王爷赏面莅临招募馆，靖王琴艺举世无双，能听他抚琴一曲，在场的诸位可谓是此生无憾啊。他这声音夹杂着内力，能保证让招募馆上上下下全都能听得到。最初只是些个姑娘们在附近盘旋，而今一听这话，不光是楼里的姑娘，还有所有的客人们纷纷倾巢而出来凑热闹。现在靖王不怕听众少了，可以继续谈了。相爷这是在报复我与陆姑娘见面一叙吗？你跟她约在这里见面一叙？没有的事，我们纯属偶遇。要不是靖王的腿子叫我都不知道靖王在这儿。陆姑娘才不过坐下听了一会儿琴，苏相便闻讯匆忙赶来，看样子是真的很在乎陆姑娘这位未婚妻。别说，他还真怕坚宁嘴一贱就昧着良心给认了。他要是认了，那哪是在乎他呀，那就是想害他，把他往火坑里推，让他成为他仇家的靶子。哎，靖王误会了，他不是在乎我，他是在乎你。你想啊，他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抓你小辫子吗？要不要让大家都看看品性高洁的质子王爷，却试图勾引别人的未婚妻？要不你们聊，我给你们腾地方。不是要听靖王弹琴吗？好好听听他继续弹。陆瑶就不得不面无表情地坐在那儿。现在人人都竖着耳朵，等着听靖王佳音，怎么不弹了？王爷的琴7个随意弹给旁人听。人都来招募馆了，还在招募馆里抚琴。招募馆里人迹这么混杂，却说不随意弹给旁人听。今日若听不到琴声，这一时半会儿怕是不会散场的了。遂靖王一连弹了2、3首曲子。他弹曲之际，还是他的随从跑回到使馆，叫了兵差队伍过来维持秩序。于是乎呢，众人这才被驱散。靖王在侍从的护送下离开了招募馆。他人一走，这雅室里顷刻变得冷清。你这么看我做甚？真的只是偶遇。曲子好听吗？陆瑶想，有时候也不怪他老是骗他，关键这坚宁总问一些送命题，他能怎么答呀？回答不好听吧，他肯定觉得是口是心非；回答的好听吧，陆瑶肯定也快玩完了。相爷觉得好听吗？是他弹的好听，还是我弹的好听啊？苏怀再看了他一会儿，那眼神让陆瑶觉得他估计是在想让他怎么死。相爷放心，我还没想找下家呢。随后苏怀起身往外走了2步，回头还见陆瑶还坐着。等什么？还等着我走了以后他会回来找你？今日跟质子处得还开心吗？陆瑶就知道，照着坚宁睚眦必报的狗脾气，白天那点事儿他不可能就这么算了。他要等他忙完事情以后再回来找他算账。哎呀，我都跟你说了，今天只是偶遇。偶遇？偶遇你跟他独处一室这么久，偶遇他弹琴给你听。要是偶遇，你进那间屋子做什么？那间屋子怎么了？那间屋子哪里得罪你了？要是你对他没有意思，为什么进去那么久都不出来？哪有很久，就一盏茶的功夫，一首曲子的时间，而且人曲子没有弹完你就来了。你的意思是我还来早了，打扰到你们了？那你来也看见了，我跟他做什么了？我跟他隔着一张桌子呢吧。苏怀看着他的眼神让陆瑶感觉他要把自己皮都扒了，一声低低的。你还怪我喝了他给你倒的茶是吗？我跟你说个蛋，你起来。苏怀反而将他抵得死死的。陆瑶心知这种时候不能跟他来硬的，因为再硬也硬不过他，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这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呢。所以敌不动我不动，能动口的尽量不动手。
好，那就说蛋。你说给我听，蛋怎么了？他跟你今天去私会靖王有何关系？什么叫私会？苏怀，你是上赶着往自己头上戴绿帽子是吧？苏怀听见陆瑶叫他的名字，眼神落在他唇上，神色里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就你跟他还背着我，不是私会是什么？我不过就是坐了一会儿，听了半首曲子，哪儿比得上你苏怀啊？皇上不还赐给你2个美人吗？啊，你当晚就带回来了，我有说过什么吗？就只准你跟你的宠妾恩恩爱爱，就不准我在外面快快活活。你说我与他们恩恩爱爱？怎么不恩爱？全府上下谁不知道你宠爱他们？前2天不是还要去找他们尝尝销魂的滋味吗？夜生消的，哼！别说相爷了，就连我睡在这个院子里都能感受到你们的销魂。销魂是吗？要不你也来跟我夜夜生消，看看你这手弹得了几首曲子，再看看你这脚跳得了几支舞，能不能比他们坚持得久？陆瑶当然晓得那2个美妾的下场，但不晓得他们到底是哪里惹着了这疯狗。哼，你不是还照着他们去你院子里伺候吗？你府上谁人不知啊？他们都是沾过你雨露的，怎么不销魂啊？切，你真应该多找一些美人，每次多换上几个，玩不同的花样，有不同的体验。再来看我，想必是又干瘪又无趣。这样你我除了交易就互不干涉，不是很好吗？苏怀竟然听他说完了，他说的又急又气，苏怀听了也非常不舒坦。他道：你就想早点跟我撇清干系是吗？怎么不是？美人再多再怎么换，横竖未婚妻就只有一个。谁沾过我雨露，府里别人不知，但你知。我要全部一滴不剩的全塞进你肚子里，想跟我撇清，你非但撇不清，你生得跟我在一起，给我生儿育女，给我相夫教子，你死坟前也得称一声苏夫人。后来苏怀欺压上他的唇，便吻他，吻得异常激烈。你再不起来，我真要被你压断气了。紧接着手腕上传来的力道将他一拽，他就被拽起身来，坐在了苏怀怀里。苏怀，你莫不是魔障了？真想让我给你生孩子啊？陆瑶偏开头，苏怀一口就含住了他的耳珠，辗转吮弄。不行吗？我走火入魔了，体内真气乱窜，这样是没法怀孕的。只有等我关系好了，我才能怀孩子。等你好了，你要给我怀？我可以考虑。到时候要是考虑不好就算了，但至少眼下可以把我先稳住，好让我尽快给你找东西是吗？哼，女人在床上没一句真话。那我们下床说。孙想苏怀话头一转，你把阿如弄哪去了？他不是在锦瑟院吗？你还打算再骗我是吧？我说顺口了而已嘛。我给他换了个地方养伤。什么地方？那不能告诉你。除非你永远不去看他，不然你也瞒不了多久。京城各处我会严加看守，他也出不了京，我有的是时间。你一直紧盯着阿汝不放是想干什么？阿汝并不想搅进你们的纷争里来，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养身体不行吗？皇上新欢旧爱何其多，阿汝也只不过能让他惦记一时。相爷能不能不要将他当成棋子去达成你的目的啊？能。真能。你主动亲我，今天你跟靖王的事情就算了，我也不追究阿如在哪儿。当真？趁我没反悔前，拿出诚意来，好好的亲。初中戒指不的就放手，
于绝望之中。拿着希望，随着欢乐的。他仅有的关于男女之间的体验都是拜苏怀所赐，这方面不一定都与男女感情有关，也有可能是苏怀缠他身子的同时，路遥也在白嫖他。说好了，你不得拿阿如当棋子。我棋子多，也不差他一个。够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第二日天明时分，苏怀才从他床上起身，捡起地上的衣裳来穿。属下见过主子，主子将属下召回，不查那神医了吗？这么久过去了，查到了吧？啊，神医虽不见踪迹，可他那嫡传弟子的痕迹，属下却是一路在摸查，一有线索就立刻联络给剑征。莫不是剑征没有禀报给主子？你传回来的任何消息，我都第一时间禀报给主子了。那是何缘故？眼看就要查到了。那神医弟子到过京城，只要再给属下一点时间，就一定能找到人。到时候主子身上的毒就可以解了。你要多少时间？2年够不够？你这是在讽刺我吗？这是主子说的，要讽刺也是主子在讽刺你。主子，那人真的很快就要找到了，属下认为这时候不能放弃啊！我放弃了，你不如努把力去找找无灰门的窝点，要是能够找到，兴许还能让我高兴高兴。哦，另有一事是关于陆姑娘的，属下从她家乡祖籍摸查，她家乡遭瘟疫以后呢，就只有她在死人堆里活了下来，靠吃腐尸维系的命。苏怀执笔的手动作微微一滞。你之前传回的消息可没说他靠吃什么活的。之前没有查得很清楚，后面又找到了了解当年事情的人。他家乡遭遇瘟疫持续了一段时间，田土庄稼都荒了，家家户户粮也绝了，没什么吃的。等人发现他的时候，他把一具尸体都吃过一小半了。之所以要把他烧死，一呢是担心他身上带有瘟疫，二呢是觉得他没有良知。后来他被施以火刑的时候为人所救，而救他的那个人是凌霄。哪个凌霄？江湖上还能有哪个凌霄啊？凌霄？这凌霄呢，曾经是江湖上的邪魔歪道，他武功了得，江湖各大门派啊曾联合绞杀，都铩羽而归。江湖势力呢由此被他搞得四分五散，十分颓靡。他呢行事乖张，随心所欲，平生所遇之敌手从无能胜过他的。但后来呢，有一次他败了，败给了叶藏。叶藏是谁？他只是听说过搅弄风云的凌霄，把江湖掀得腥风血雨，却未曾听过叶藏这个名字。她是个女的，也是个武痴，中年闭关，乃是一个门派里血藏的兵人。后来门派将她请出去对付凌霄，她呢也打不过凌霄，但凌霄却败了。为什么？还能是什么？凌霄爱上她了。后来呢？后来不知怎么的，叶藏就从江湖上销声匿迹了，一夜之间是半点他的消息都没有。后来凌霄杀进了他所在的门派里，又将江湖各派呢搅得个天翻地覆，都没能找到他的踪迹。最后凌霄急火攻心，走火入魔，他便也在江湖上销声匿迹了。听说是去天下各处寻找叶藏的踪迹。他被烧时正好赶上凌霄经过了。正是，可能是因为陆姑娘的经历恰恰对了凌霄的胃口，所以他身上那么高的武功也就不足为奇了。原来是得一代魔头亲自传授啊！没想到陆姑娘还有如此身世背景。如果真是凌霄救了她，难道没教她武功吗？可从来没见过她动用武功啊。真要是她会武功，肯定早就跟主子打起来了，哪里还会处处在主子面前被迫小心做人呢？凌霄救了他之后呢，线索就断了，说不定凌霄只是救了他，就把他丢下不管了。两人呢也没太多的交集，不过这都不重要。主子为什么不让继续查医圣弟子了？我这都快查到门口了，为什么要放弃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主子这么想不开啊？主子他不想活了吗？主子叫你查无回门，你就去查，怎么让主子高兴怎么来。话音一落，身后的书房门冷不防打开，苏怀从门框里出来，房中温黄的灯火溢到了院子里。我想不开不想活了，你要不要另投明主啊？啊，属下不敢，属下誓死追随主子。啊，你是那小哥叫剑什么来着？剑霜。哦，对，剑霜。你被你家狗主子外派出去这么久，舍得回来啦？陆姑娘，你怎么还在啊？对啊，我还活着。瞧把你给失望的。陆姑娘之前不是被卖进招募馆了吗？我出府溜了一圈，你们相爷想我，就把我认回来了呗。哼，相爷怎么可能会想陆姑娘？那谁知道呀？你去问他呀。出去都晒黑了，还是剑征好，天天跟在相爷身边吃香的喝辣的。这时正好剑征跟着苏怀从主院里后一步出来。我什么时候吃香的喝辣的了？陆姑娘不要乱说。陆瑶眯着眼看了那厢走来的狗主子和狗腿子，又对剑霜道：对着剑征那张棺材脸看久了，还是你新鲜些。趁着苏怀走近之前，陆瑶就赶紧转个头往别处散步去了。他方才在对谁吹口哨啊？哦，他在对属下吹。他还骂主子是狗主子，他怎么不对我吹啊？陆姑娘，他骂主子，他怎么就对你吹？主子为什么就是理解不了他话里的重点呀？难道重点不是有人骂他吗？以往骂他的谁能有好下场？属下不知。剑征在旁边来一句：刚刚陆姑娘说她新鲜。今日去打扫马厩吧。去吧。剑霜傻在当场了。等下午剑征驾着马车回马厩时，剑霜还在马厩里扫大粪呢。哼，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跟在主子身边吃香的喝辣的，难怪看着都胖了一圈了。我哪里胖了？我还瘦了。你以为在主子身边鞍前马后容易吗？尤其是主子身边有了陆姑娘以后。主子既然不在乎陆姑娘骂他，等以后你就知道了。你不用对我这么不满，那陆姑娘狡猾得很，一语就能挑拨我们两个人以及主子的关系，你不要受她的挑唆。既然她是这样的人，主子为什么还留着她？以后你就知道了。既然不要受她挑唆，那你来帮我挑马粪。主子那里还有事，我们都在这里了，谁去主子跟前伺候着？说罢安置好车马，就毫不留情地转身走了。虽说是被陆姑娘给挑拨了，但看见剑霜在挑马粪，剑征表示心里还是挺平衡的。剑霜还以为主子突然有闲情逸致出来散步呢，结果他径直就散去了陆姑娘的院子里。剑霜又眼睁睁地看着主子进了陆姑娘的房间里。他听觉灵敏，没多久房间里传出异样的声音，剑霜有些凌乱。两人一夜旖旎，捏了捏他的脸，陆瑶发出了轻哼。只有这种时候与他平时的声音不同，他似乎极喜欢听。剑征跟剑霜说等以后他就明白了。事实上这个以后还没过2天就到来了，剑霜也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剑霜不得不承认，这陆姑娘啊确实有点厉害，竟然能把主子搞到手。尽管后来苏怀走了，陆瑶在床上辗转翻身之时，还是听得见床榻在咯吱作响。他动一下就响一下，就差全部散架了。妈的，狗男人野起来再好的床都不禁他整。后来白天的时候，苏怀的其他随从还真就给他换了一张床。陆瑶一脸麻木地看着他们把床柱子和地板固定起来，问：这是干什么？相爷说给他钉死了。真是不要脸，还让狗腿子给他钉床。他想干什么？还想在床上翻浪呢。
陆瑶虽然平时不怎么探听狗巷那些明争暗斗的事儿，但近来察觉到他的2个狗腿子以及府里的暗卫有所调动，像这种调动肯定是要去干大事儿。陆娘想干什么？要去干什么大业务啊？无可奉告。你们都走了，相爷身边可没人伺候。陆姑娘放心，主子也会走。相爷要走？离京吗？主子有正事儿，陆姑娘，你还是好自为之吧。什么样顶破天的事儿能让相爷亲自出马呀？是，说了你也不懂，但敢行刺相爷对相爷不利的东西，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得将他赶尽杀绝。是无回门啊？你们找到无回门的巢穴了？这不是陆姑娘应该打听的事儿。说罢就大步转身走了。果然还是剑霜这兄弟比剑整好沟通一些。狗巷追查到姬无暇的下落了，这是要亲自去杀他？陆瑶有所不知的是，苏怀发布在黑市的寻人画像终于有了消息，有人去接画了，所以剑征剑霜才第一时间召集人手。这夜苏怀跟郝一正要出门走，怎想陆瑶居然破天荒的主动跑到他院子里来了。相爷正要出门，苏怀与他眼神对视，一句话不说，两人都心里透透亮亮的。他为什么来？他又因为什么要走？有什么事儿？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儿不也来找我吗？陆瑶的手在他后背上轻轻拍着，像是安抚，又像是轻哄。回你自己的院子去，我今日不得空。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呢？相府里有人欺负我。相府里没人欺负你，自有嬷嬷在你院中伺候。那宫里也有人欺负我，长公主想弄死我。也没见你被他弄死啊。还有皇上呢，深更半夜的传我去给他弹曲子，你就不派出什么意外啊？我虽然舍不得相爷，但也架不住身不由己啊。一天不鬼扯，你就浑身难受是吗？我虽然舍不得相爷，但也架不住身不由己啊。一天不鬼扯，你就浑身难受是吗？你走了我很没有安全感的，害怕这些也是正常的。我让你有安全感，听起来倒是新鲜。苏怀，你别走好不好？他自己都觉得起鸡皮疙瘩了，但他能怎么办呀？他们真要是去杀姬无暇的话，只要狗男人本人去不了，他的狗腿子们就干不成这事儿。你是在跟我说笑话吗？要不然，那你带我一起走嘛？可皇上那儿随时传召，你得去解决了。完了，相爷让小妖精给缠住了。主子，诸事已经备妥，就等主子出发。你嫌我耽误了你的时间？剑霜被那眼神看得脑子一木。主子不敢。是属下不敢。主子，属下先去门口等。然后剑征一走，剑霜只好跟着一起走了。陆姑娘肯定听到了什么风声，才来这般缠主子。她有没有向你打听什么？她便是来打听，我也不会说。她还真来了，那你是怎么说的？有没有泄露丁点关于无回门的事？她问起了无回门，但我没有承认。肯定是你透露了，要不然她平白无故问什么无回门？主子要杀之人与她关系匪浅，她当然要来百般阻拦。陆姑娘与无回门勾结，主子居然还能容忍她？主子把她放在身边，总比让她背地里搞些阴谋诡计的好。圣上这几日没空召你，叫你老实点待着，没人找事到你头上。你要么带我一起走，要么你也不要走。哼，你以为说两句软话，我便什么都依着你？不是要安全感吗？不如我把你锁起来，锁进地牢里，谁都找不到你，这样安全得很。切，真是个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畜生。我还忙，
你非要这么胡作非为，想想我那2个姬妾断手断脚，你自己选。我不选，什么胡作非为？我分明是在对你撒娇。你不是说喜欢看我撒娇的吗？苏华，你别走嘛！来人，传话给建征，让他带人先去。是。你打算做多久？再看会儿月亮。不然怎么办呢？又不能轻易放他走，更不能轻易上床睡觉，只有干坐着最安全。最后陆遥跟他坐了半宿，睡意上来了，倚着他合眼就睡了。可哪晓得刚拉下眼帘不久，苏怀就抬手移到他眼睛边，硬是把他的眼帘给撑开了。睡什么睡？给我继续看月亮。没睡，我只是闭一下眼。闭眼干什么？月亮这么好看。结果后来每陆遥要闭眼时，狗男人就给他把眼睛撑开。陆遥有些来气，但他不能发作。早前姬无暇骗了苏怀的钱，出了一口恶气以后，就赶紧的心满意足的销声匿迹了。小的奸贼不会善罢甘休，他也第一时间让自己的无回门上下全都在江湖上遁形。他在外逍遥了一阵子，后来就慢慢的发现，这江湖上好似到处有人在找他。他躲藏了些时，再一打听，他妈的，黑市上居然有人挂了他的画像，他凭空冒出个失散多年的亲哥哥。他爹娘死的时候可没说过在外还有私生子啊。好个奸贼狗相，我日他老娘！瞅了瞅黑虎，便抖着腿忽然道：你目标太大了，捉鸡好吃，奸贼把你也画进画里去了。他们找我不好找，找你却是好找得很。我总不能把你的毛染成白色或者什么其他的颜色。长得又这么黑，想染还不容易，估计只有你二娘能够办到。让她给你弄点药水，你想换什么毛色就换什么毛色。黑虎听见二娘2个字，发出咕咕咕的声音。黑虎，想不想你二娘？我们要回去了吗？我送你去他那里待待，省得我俩终日东躲西藏。就这么办，我把你寄去给你二娘养养。只要没了黑虎，他独自一人好解决得很，别人也没办法再凭借一只黑鹰找到他。只不过前脚才把黑虎送走，后脚找他的人就追踪着来了。双方对阵，揪下一看，果然是狗贼那帮小弟呀。是你们那奸贼去黑市挂老子的画像是不是？只要是主子想找的人，就不怕找不到。哼，还冒充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哥哥，回去告诉他，我亲哥哥早年的时候就得病死了，尸体乌青乌青的，死得又透又硬，给丢粪坑里了。他莫不是又从粪坑里爬出来了？你再告诉他，我哪是他失散多年的亲妹妹啊，老子是他失散多年的亲爹。废话少说，拿命来！说吧，他和剑霜率领一众影卫死士一齐杀过去。见征的人对姬无暇处处下死手，只可惜无回门的门主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她虽是女子，但功夫非常高，这些人联起手来也没能把她拿下。今日你们送上门来也好，把你做了，奸贼也好少2条狗腿，杀我那么多小弟，不还怎么行？陆姑娘，府外有人找。谁找我？是个孩子，说是来给陆姑娘送东西。陆遥便去相府门口一看，果然有个孩子正等在那儿。听说你找我？你就是六姑娘，有人让我把这个东西给你。是什么？不知道。陆遥刚接过来，篮子里的东西突然蹦跶了一下，他挑了挑眉，嘿，还是个活物。小孩交给他以后转头就跑了，陆遥只好提着篮子转头进了府门。在回后院的路上，他掂了掂篮子，
有些好奇，便随手掀开藤篮盖子瞧上一眼，哪晓得才刚掀开一条缝，就有一只黑漆漆的鹰头迫不及待地挤开缝隙钻了出来。路遥一看，不由得脸皮一抽，立马又用盖子给它盖了下去。我的娘，是我啊，我是黑虎啊！路遥四下看了看，连忙快步回院子里。哦，不是傻娘，不是傻娘，不是傻娘，刚刚只是我看走眼了，不是傻娘。做好这样的心理建设以后，路遥再次打开了盖子。这回黑虎直接从篮子里窜了出来，扑腾着翅膀，兴奋地扑了路遥一脸。娘啊，没有想到吧？惊不惊喜？高不高兴？啊，你再晃晃的我眼睛都花了。黑虎蹦跶尽兴了，这才消停了些许。现在监禁到处在追杀你们，你们还敢回来往他眼皮子底下送，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啊，你往我这儿来了。姬无暇呢？他在哪儿？路遥熟忍地在他毛发下面找到隐藏的信筒，取出里面的信来展开看。一看才得知姬无暇没来，而是把黑虎给他寄来要他帮着养了。好家伙，路遥瞅着黑虎道，他居然是把你寄来的，而不是让你飞来的。事实证明姬无暇实在是了解他，在信上都给他解释清楚了。现在江湖上到处都在找黑虎，所以只能托寄。他还以为路遥在宫里混呢，平时养养黑虎不在话下，可如今真是鹰入虎穴呀。你主子什么损招干不出来啊？居然把你托运给我，还让我给你换个色。换什么色啊？让你变成个红毛鹦鹉？你以为变成红毛鹦鹉尖尖就认不出来你了？他一看你这嘴壳子啊，一看你这眼珠子，认不出你才怪了。一段时间不见，你这身毛倒是又养好了啊。黑虎听着路遥念叨，一脸懵地看着他，然后肚子发出饥饿的叫声。哎呀，你别乱跑，我就给你整吃的行了吧？想吃什么？鱼、鸭、鹅、鸽？黑虎没有特别的反应。路遥最后道：鸡。黑虎眼神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不行，暂时先不吃鸡。你要改掉你爱吃鸡的毛病，不能轻易让别人拿捏住你的喜好，知道不？可是它好吃啊。鱼也很好吃啊。今日陆姑娘又去了一趟药材库，她拿的东西属下都给寄上来。还有下午的时候，陆姑娘去了后厨，说腹饥，要了一条鱼回院子里吃。从平时路遥的饮食习惯来看，除了一日三餐饭点上他用餐以外，他可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后厨那边额外加餐。陆姑娘，相爷来了。路遥心累呀，狗男人总是大老远都能闻着味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把黑虎藏哪儿呢？脚步声就在门外，最后路遥一把将他塞桌子底下。我在哪？谁来了？我为什么要躲？我见不得人吗？够抓稳了啊，可别掉下来，也别出声。你在干什么？啊，我簪子掉地上了，正捡簪子呢。相爷怎么来了？我来吃饭。相爷在自己院子里不能吃吗？这院子不是我的吗？是你说你离不开我，我一走你就没有安全感，难道又是骗我的？当然不是。我来这吃饭，那你应该感动。我的意思是，怎敢劳烦相爷大驾亲临到我这儿来呢？要是一起吃，也该是我去相爷院子里陪相爷吃。走吧，我们去相爷院里慢慢吃。你要到哪里去啊？带上我啊，我也想吃。狗男人的狗耳朵灵得很，光是那扑翅的极细微的声音他都能听得去。什么声音啊？风声吧。哪里来的风声？窗户经常有风声传来的。然后等他再回过头来时，看见狗男人已经在桌边坐下了。路遥一见桌上的菜肴，心里就累。今晚的菜里竟然有烧鸡，显然桌子底下那家伙已经闻到味儿了，开始有点躁动不安。路遥得一手按住他，但也免不了他在横梁上动来动去，说话变动快。哎，
先吃块鸡。桌下的黑虎一听这个字眼儿，顿时鹰眼圆睁，精神抖擞。这下怎么得了啊？他在路遥的手下扭来扭去，想摆脱他的钳制。下午的鱼生好吃吗？好吃啊。什么味儿？啊，就是鱼味儿。鱼味是什么味啊？我形容不出来，下次相爷自己吃吃便知道了。话语间，路遥手里一个没抓稳，使得他这边的桌底下突然冒出一个鹰头。鸡在哪里啊？这鸡不错，再吃一块。黑虎快要失去理智了，使出浑身解数想从桌底下钻出来。不光光是鸡，他还对这个夹鸡的人也充满了好奇。路遥怎么会不了解他呀？他能闻到鸡味儿，当然也能闻到狗味儿，肯定是想看看狗男人是不是当初抓他的那个。上次的铁笼子还在吗？属下不知。去重新打制铁笼。黑虎不喜欢家俊，因为他每次来都会刮走自己的吃的。陆姑娘，你屋檐下来了好大一只黑鸟啊！它还会抓耗子，这就是他刚刚扔的。后来家俊就为了他养的那只小奶狗，想着带来给路遥解解乏，还领着小奶狗在院子里溜了一圈。结果后来嬷嬷又来禀报说相爷回来了，待会儿要过来吃饭。路遥不由心想，他这儿是不是要开个动物大会呀？不然怎么对得起他们都往这里来呢？相爷往这里来做甚啊？怎么不去你那两位爱妾那儿吃饭？也不是没去过，去了他们不自在，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到你这来了。怎么会不自在？相爷去了他们那边，他们肯定高兴都还来不及呢。是吗？那他们为什么边哭边抖？肯定也是高兴的颤抖。那你一边高兴一边哭一边颤抖一个给我看看。路遥甩他一个白眼。你怎么不吃啊？路遥抬起头看他，吃今晚的晚饭。这不是天气热喜欢吃鱼生吗？再喜欢吃那也是当下午茶吃的，哪有这样当主食吃的？上次你吃了一条鱼的鱼生都没能吃出什么味儿来，这次好好的吃，今晚就这样当主食吃。你喜欢蘸酱还是不蘸酱的吃啊？要吃你吃，老子不吃。那天的鱼生给谁吃了？我吃了。那为什么今天又不吃了呢？当时喜欢，现在又不喜欢了。哦，是吗？相爷，不好，我吃不下。为什么吃不下呀？我可能是有了，要不叫莫大夫来给我看看。去请莫大夫。近来老是就容易犯恶，是越发不敢闻这些东西了。还是快把他给撤走吧。你不是说你不容易有吗？那也架不住相爷厉害啊。说着他又干呕了2下。把鱼生撤走，换些其他的膳食来。嬷嬷一声不吭的进屋拿走了。随后莫大夫来府，直接被领到了路遥的院子里来，还嘀咕道：相爷这是要换院子住了？还真是，家里大院子多就是不得了啊，今儿换这处，明儿换那处。不过你们相爷高兴就好啊。原来是陆姑娘在这里啊，你们俩谁不好呢？他心头犯恶，你来给他看看。陆姑娘这是有了？还是相爷厉害啊，就算相爷身上的毒找不到人解，能留下个苗子也是好的。然后他给路遥把脉，换了几次手指，把了好一会儿。一个喜脉你需要把这么久吗？莫大夫表示，一个喜脉他把不了很久，关键是他把来把去都没把到喜脉呀。陆姑娘这不是喜脉啊。不会诊错吧？那这几日天气热起来，我确实动不动就会头晕恶心啊。可能是有点中暑。我多想给相爷生个一子半女的，这会有点反应，还以为有了呢，结果没想到
只是有点中暑。别灰心，别灰心，等你俩都调理好身子，孩子会有的。看来还真是得尽快调理好身子才行了。莫大夫感觉气氛怪怪的，也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儿，就赶紧溜了。莫大夫前脚一走，苏怀就走到门边，徐徐把门拴上。陆遥见状，还等他关门捉鸟不成，赶紧趁机让黑虎出来从窗户逃。苏怀将将回身时，黑虎也将将从窗户飞出去，不过他理也没理，直接拎了陆遥往内室走。做什么？我还没有吃饭呢。你又骗我。我骗你什么了？我说我可能有了，我哪知道是有孩子了还是有点中暑啊。不是多想给我生一个一子半女吗？说了得等我养好身体才能有。但架不住我厉害。等后厨那边重新做了晚膳送过来时，房里床上已经亲被衣衫乱作一团。你是畜生吗？饭都没吃，我饿了。我给你吃，直到你吃撑为止。床上晃了晃，差点被陆遥乱抓时给一把扯掉。陆遥身子被他填了个满满当当，熏热了眼角。他想，狗男人这么狠劲塞，岂止是把他吃撑了，是恨不得把他噎死吧。他完全一副咸鱼心态，但狗男人还是折腾得起劲儿。后来苏怀抬了抬头看着他，与他鼻尖相抵，床帐里都是旖旎的气息。你知道叶藏吗？你从哪里听说的？我知道。陆遥顿时将他攀紧。你知道他在哪儿？我还可以带你去找他。苏怀，你真的知道？没骗我吗？你亲我，下次我便带你去找他。下次是多久？要不了多久。你不信，便当我没说。你信了，就别怕我骗你。终于，陆遥勾下他的头，偏头吻上他的唇。他也明知道，只有当陆遥有所求的时候，他才吻得这般认真。但就是这种虚假的认真，能让苏怀感觉到快慰到了骨子里。事实证明，狗男人送来的新床确实十分敦实，管他怎么撒野，这新床都不见摇晃。关于叶藏，你还知道什么？你不说说他是你的谁？相爷既然当面提了这个人，还能没打听到他是我的谁？凌霄也是你师傅。你一共有几个师傅？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他？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生孩子？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全都是问句，但对方都没有一个问题是回答了的。前2天不是才生了吗？堂堂相爷也该一言九鼎。你不是不容易有吗？那今晚继续生。我生你妈！你只能生我儿，生不出我妈。今晚月黑风高，等苏怀带他顺利的进入怡真园时，陆遥还以为得先把怡真园的大内高手给全部引开。你是用什么理由把他们全部支走的？不用我支走，今晚8月15，这里不留人。今晚8月15吗？他虽然不知道8月15对这怡真园来说有什么奇特之处，但陆遥不免想起他师父。每年的8月15，他师父都会去莲花镇上等故人，看他的精神状况。有时候他走火入魔不清醒，一连等过数日；有时候他清醒些便等得更久，一连等过数月。最长的一次，他在那儿一等就是半年。以往都是陆遥去莲花镇把师父找回来，今年没顾得上。但他出来的时候拜托过二师父，如果他赶不回去，就请二师父记得帮他去接人。8月15怡真园竟然没人把守，什么规矩啊？难道要放假过中秋吗？不如我们也回去过中秋。中秋有什么好过的？你是喜欢赏月还是喜欢吃饼啊？他跟着苏怀才往前走几步，突然身后一道气贯长虹之势迅如闪电疾风一般直直逼上来。陆遥刚一回头看向来人，就被苏怀一手扶开。下一瞬，他就见苏怀迎面就接下了对方的杀招，两人立时在这广场上杀斗起来。
眼下跟苏怀打的可不就是姬无暇吗？他前2天就来京了，一直潜伏着，莫不是就为了等待时机偷袭奸佞？明知道他干不过还来，姬无暇浑身戾气暴涨，招招下死手。苏怀也没客气，两人身法移动的极快。你们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什么仇什么怨，等稍后回去再说行不行啊？姬无暇，苏怀，完了，两人打杀起来，浑然忘我，根本没人听他的。姬无暇，香爷，手下留情啊！上次我怎么说？他要再来，我当你面杀了他。陆瑶心头一跳，脚下乘风一般，转瞬已至他跟前儿，伸手就拿住苏怀的手。苏怀眉头动了动，他动作快起来时还当真是不一般。你不能杀他。我为何不能杀他？因为你吗？他跟医圣弟子关系好。医圣弟子？怎么你说的那医圣弟子是别人似的？医圣弟子要是得知相爷今日杀了他，来日就不会帮相爷解毒了。狗贼中了毒？那好样的，离死不远了呀。结果他一笑，苏怀就又要摁死他。哎，冷静，相爷冷静，听我说呀，你也不掂量掂量，相爷也是你能杀的，他是跑你家祖坟了，这么气势汹汹做什么？他要是跑老子祖坟，老子倒好了，他派人搅老子分舵。对于姬无暇来说，这确实是一件比刨他祖坟还要严重的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何必这么冲动啊？何况你现在不能随便杀他了，他是我未婚夫，你杀了他会使我难过的。相爷也别杀他，杀了他会让医圣弟子难过的。大家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原还想你帮我一起弄他，结果你却劝我不要杀他。我现在是劝他不要杀你，才搅你分舵你就受不了了，还敢大张旗鼓的杀上门来。我是看有你在我才敢下手的，只要我俩联手，多半能取他狗头。苏桓，你再不松手，到时候我也求不了人救你了。求他个卵！养儿，我死以后别的不求，就求你替我干死他。苏怀手指终是松了2分。你说你跟医圣弟子熟到什么程度？你说小医圣啊，老子跟他穿一条裙子，吃一碗饭，洗一桶洗澡水，睡一张床。老子小到头疼脑热，大到伤筋动骨，都是他给我治的。我说一，他不说二，他往东我不往西，我们同床共枕，同甘共苦，同生共死。你若非要问我跟他有多熟，除了男人我不跟他共享以外，其他的我们都能共享。陆瑶听着他这张嘴跟开炮似的，一说一大堆，听得眉头跳了跳，是不是说的太多了？他长什么模样？他医术高，自然也是貌美的。似他这般貌美吗？差不多吧。身高几何？也似他这般高吗？女人不都差不多高？你少说2句。模样大致也是他这般模样是吗？你还说你跟他要好，你看你都要死了，他也不敢承认。如此，我留你有什么用？你还不如死了吧。哎呦，我承认行了吧？医圣弟子长得和我一般模样，你快松开嘛！苏怀，你忘了你今晚是来干什么的了？你杀吧，今日你要是敢杀他，你看我治不治你？你以为我怕你不治？我也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尽管姬无暇受了伤，但他明显感觉到狗贼捏在自己脖子上的手顿住了，他突然觉得好刺激，好新鲜。走吧，我们赶紧去拿东西吧，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一会儿真有人来了，今晚可就白忙活了。往后我见你一次杀你一次，我都要看看他是不是回回都能护住你。说罢，他还是松开了姬无暇。现在可以说找什么吗？找兽脚。兽脚在7楼。两人上得2楼3楼，每上一层楼，时不时就有暗箭出其不意的射来。陆瑶发现苏怀对这里了如指掌，每每都能精准的避开。
陆瑶忽然听得楼上响起一声铁锁声，这上面还有活物。他只听小乐子说以前是有斗兽一类的被关在这儿，可没听说如今还有啊。何人擅闯入内，还不速速离去？那不仅仅是活物，这里面竟然还有活人。这里面为什么会有人啊？他是谁啊？吾乃这里的守楼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陆瑶光听这声音就知道，别说苏怀不是他对手，就是自己在恢复10成功力的情况下，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打不过他。你怕我被他打死是吗？一会儿你拖住他，我上去找东西，我会尽量快些的，在你被打死之前下来。狗男人说翻脸就翻脸，一把扯着陆瑶上楼去，说道：一会儿打起来，我会让你挡前面。师傅，请手下留情。陆瑶镇住了，那白发女人也收了手，她竟是坚定的师傅。这等身手，若是放在江湖中，那定是鼎鼎大名。她一头华发，白绫几乎遮住了她上半张脸。陆瑶满腹疑问，蓦然又想起苏怀曾与她说过要带她去见一个人，她便不由自主地抬脚一步步跟着他的方向走。陆瑶看见墙上延伸出好几根铁锁，有粗有细，只不过都是断裂了的。可想而知，这铁锁是用来锁他的，但却没办法将他完全锁住。你带他来干什么？进来取样东西。如无旨意自行来取，那便是道。今日我可以当此事不曾发生，你快带他走吧。陆瑶非但不走，反而又上前2步，缓缓屈膝跪到地上去，微微抬头看着石台上坐着的人。一时间许多思绪直涌上心头，他脑子里想的是他的大师傅这么多年以来疯疯癫癫的满天下去寻找一个人。师傅说那是他见过的最美的冷美人，世上无双。师傅说他就像一把剑一样锋利得很，而他痴舞半生，自是爱极。师傅说一个人哪能没有七情六欲，只不过是没有遇到那个让自己甘愿为七情六欲所负的人。师傅还说他见过他刀剑无眼的模样，亦见过他面无表情却敲红了耳根的模样。冰雪消融过后，就是暖春来临。只是那个暖春，师傅一等就是许多年。那个名字他从小听师傅念叨着长大，他叫叶藏。前辈，难怪他师傅寻觅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原来他竟是被困在这楼中不见天日。陆瑶见着那些锁链，见着他手腕上的锥子，什么守楼人，分明是想将他囚禁于此。陆瑶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单单就这座藏宝楼里设有机关。与其说他是守楼人，不如说他也被视作这珍兽楼里的一员。叶藏前辈，速走！师傅，他没有恶意。陆瑶不及反笑，我师父说的果然不假，叶藏前辈是个冰雪美人，是山上那带刺的蔷薇，是海里那会蜇人的海月，漂亮又厉害。许久不曾听见有人叫她名字了，石台上的人几乎都快忘了自己叫这个名字。直到陆瑶说起，他才恍然想起曾经是有人这样说过他，然后他才反应过来，叶藏前辈是在叫自己，他就是叶藏。你师父？对，我师父，他叫凌霄。他这些年过得好吗？他过得不好，前辈失踪以后，他走火入魔，浑浑噩噩过了20余年。他为魔道，我为正道，我与他势同水火。他日再见，我定会斩尽杀绝，为江湖除一祸患。他一直在等前辈。我不似他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乃门中弟子，奉命镇守此楼，有职责在身，义不容辞。让他无需等我。可师父说前辈答应他了，8月15，莲花镇。
前辈答应的事儿，定然会去赴约的。那是他阴险狡诈，我又何须信守承诺？陆瑶看着叶藏前辈的形容，知晓他并非他语气里听起来的那般冷情无情，不然何故双眼覆白绫，又何故满头青丝做白发？我小的时候是师父从火里捡回来养大的，我从小就听着师父与前辈的故事。即便过去这么多年，师父走火入魔，心中却未曾对前辈有过一丝的怨憎。他只知道此生定要寻到前辈，听听前辈说为何不见他，又为何要让他苦寻这么久。他到处寻觅，每年也都会去各宗各派找一遍，在雪莲花镇等着前辈。他说前辈一定会去的，他只是恰好与前辈错过了。如今我是明白了，不是前辈不肯现身，而是无法现身。陆瑶看着叶藏的手腕，这些年他所受之苦丝毫不比自己的师父少。师父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只是他无门无派，逍遥自逸惯了，江湖不容他罢了。而眼前这位前辈名门正派出身，江湖同样不容他与一个被定义为魔头的人在一起，便用如此残忍之法将他困在这楼中这么多年，直到他在这里枯萎，直到他们的事儿彻底成为过去。师父仍在莲花镇等着前辈，多少年他都会一直等下去的，直到前辈去赴约为止。既然找到前辈在这儿，我们就先想办法离开这儿。等出去以后，前辈的手伤便是我不行，但我二师父定能处理。叶藏前辈，请您跟我去见见我师父，可好？若是见不到前辈，他这一生都不会甘心的。又是一年中秋了，他看不见，也没人跟他说话，他如何知道今日就是中秋的？后陆瑶抬头四下看了看，这才发现墙上布满了一道道密密麻麻的数痕，那应该是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用来记录时间天数的。陆瑶有些心惊，他心里若不是念着，又怎会这层楼上满墙都是这样的印记？前辈，我带您出去见我师父，可好？你们不是要来寻东西的吗？既是凌霄的徒儿，我便不拦你。你们去寻吧。陆瑶想起来还有正事儿，要带前辈出的藏宝楼，也得先拿到灵犀角。所以他敛了敛心绪，不再耽搁时间，先起身跟苏怀一起往楼上走。两人走在楼梯间时，苏怀忽然道：“你带不走他？”陆瑶不是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叶藏是他师父，他没有道理不同意带他离开。可叶藏被困在楼中这么多年，而且他眼下也还功力深厚，却都没能离开过，这其中定然还是有别的隐情。动作快些。陆瑶不明所以，但也片刻没闲着，在一排排陈列架经过，视线飞快地往那些盒子标注上掠过。可还没等他找出个所以然来，突然下方传来冰冷的金属声，在这座楼里听起来显得毛骨悚然。陆瑶忙移步到栏杆外往外看，却见叶藏身法移动得极快，他正试图往楼下去，可触动了机关，无数利刃像是长了眼睛似的全瞅准了叶藏一人，无不精准地射去。叶藏手夺一杆长枪，雷霆万钧，将明气暗气扫拂，一时间楼里全是铿锵激昂的利器声。叶藏抿着唇，一边往下闯，一边出手快如闪电。他挣断了束缚着他的粗沉铁链，他拼命地想去楼外赴一个故人之约。起初头2年还有大内高手涌进楼里来，但被他杀得个满目狼藉。他被从天而降的牢笼困住过，他比斗兽更凶猛，最后是宫里无数齐发的剑弩把他弄得遍体鳞伤。他被楼里的机关伤了双目，他被锋利的明气暗器伤得体无完肤，被折断过双臂，险些被废过双腿，所有能承受的皮肉之苦他都受过。
为了将功力催发到极致，他一夜之间青丝尽如雪。但他每次都拼尽全力，不曾后悔过。叶藏复眼的白绫被染红，顺着脸颊淌下的已经不再是混杂着血色的泪水，而是2行鲜血。他已无泪可哭，尾鱼满身戾气，想冲破这牢笼。他从未有过今日这般玉石俱焚的决绝。他想起从前他将要走火入魔时，是凌霄帮他教他调息之法，他也一直用他的心法保持着清明。可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教他心法的他却走火入魔了？他像来那般厉害，为什么这些年会过得这么潦潦草草？就为了等他赴约？可他20几年没去了，任谁都会觉得他的心意早已改变。他凭何仍旧相信他一定会去？他走火入魔了，那自己为什么还要这么清醒？叶藏嘶喊一声道：凌霄，待我找到你，我定要杀了你！所有的情绪都夹杂在这声嘶喊里，痛苦、寥落，还有满满的想念相思。他握着长枪的手满是鲜血，手腕因为用力过度，剑锥磨着皮肉，伤口鲜血淋漓。但他不知痛，脑海里翻涌的全是他的音容笑貌，挥之不去，年复一年却依然鲜活如昨。他今日若不毁掉这楼里的机括，他还同往日一般，任他拼尽全力都出不去。所至之处，尘嚣遍世，偶有血雾漫开。他硬是靠近了机关洞眼，卯足了力，将手里长枪狠狠插去。那纯铁打制的长枪又坚硬又锋利，带着一股惊人的气势，几乎没进一大半，将墙体贯穿。陆遥听见那机括卡顿的声音，紧接着叶藏低吼一声，手里长枪狠狠下滑，硬是将这藏宝楼的墙体划出一道触目惊心的裂痕。陆遥终于明白为什么苏怀说带不走他了，那些机关全是为他而设，无数明气暗气不是长了眼睛瞅着他射来，而是因为他双手腕上与皮肉长在一起的磁旋铁尖锥。所有机关全都是纯铁打造。对于这些纯铁兵器而言，他身上的磁旋铁磁力惊人，然而他所至之处，机关就会因磁旋铁吸附而开启。所有机关都是连环机关，一旦有一处被诱发，相继所有机关都会开启，然而所有力气都会被他吸引过来。苏怀，你不去帮帮你师父吗？在这里。他耗了这么久，眼下终于找到了。等拿到灵犀，他们就能下去帮叶藏。他们3人一起出这藏宝楼。然而入目之景，陆遥却神色一变，不光是他，苏怀也顿了顿。只见那盒子里竟是空空如也。你替我告诉他，让他无需再等。我说哪能算数啊？前辈又不是不知道，我师父要是认准了一件事，谁劝都不顶用。我若是这么跟师父说，师父肯定会问我是不是见过前辈。你便说你见过我，你把这个还给他，就说我早已与别人结伴，逍遥世间。他说的那些世上好的东西，我全都见过了，不需他带我去见。告诉他，多年前我不去见他，是因为不必相见纠缠。我为正道，他为魔道，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爱上一个魔头。下次如若江湖再见，我定杀他不误。后来叶藏便没再言语了。陆遥回过神来，想将叶藏带出去，可眼下他们自顾不暇。苏怀知他所想，拉着他就往楼下飞掠。明日我来处理。最终陆遥只能手里紧握那只发簪，在楼塌前跟着苏怀左躲右闪，一路往大门处去。
陆瑶感觉腰间的手臂又紧又有力，快要勒断他似的。眼看两人下得1楼，正要从大门出，怎料头顶突然落下一块横梁。照狗男人的属性，莫非又要拿他当人肉盾牌？他几乎是将陆瑶完完全全的嵌在怀中。几乎同时，横梁落在他肩背上，将他身躯压弯了些许。陆瑶动了动眼帘，一脸愕然，有些回不过神来。看来个高有个高的好处嘛，天塌了，个高的先顶。苏怀一张口便倏而溢出一口鲜血，全洒落在陆瑶的颈窝里。那温热感烫得陆瑶微微一颤。还知道问我这多，我欠你的。陆瑶和苏怀才一出门，就看见重重火光正往仪真园汇集过来。苏怀当即带着陆瑶往另一个方向撤。还能走吗？不能走，你背我吗？这种时候相爷就别开玩笑了，我怎能背得起你啊？你到底能不能走？我就叫剑正剑双来。叫他们来干什么？看我笑话？真稀奇，现在晓得要脸了。嘴上如是说着，行动上他还是挽过苏怀的手臂，扶着他点儿。两人回到后院，剑正剑双闻讯第一时间赶到院里来。他们知道主子出去办事儿去了，但万万没想到主子竟然这般形容回来，非常震惊。先去打水来给他洗洗。我去叫莫大夫。你去叫大夫，还不如给我拿个药箱来。去拿药箱。还有，去我房里把岸上的那几瓶药给我拿来。剑双很快提了2桶水过来。你主子背后有伤，你去给他看着点血，如有破损的伤处莫沾水。剑双一听丝毫不敢马虎，煞有介事的准备进盥洗室帮忙。结果冷不防抬头撞见主子的眼神儿，剑双脑子一木，突然感觉要是贸然进去了会遭殃。还是陆姑娘自己去吧。苏怀这才进了盥洗室。以前我没来的时候，相爷受伤是谁看着洗的？以前我没有为救谁而受过伤。盥洗室里光线昏暗，看不太清楚，但陆瑶也见到他背上颜色泛深，陆瑶便拿了湿巾子给他擦拭后背边缘的地方。他头上与自己一样满是灰尘。可陆瑶还没来得及解他发带，突然被苏怀给捉住了手腕，一把扯到自己身前来。还好他没全脱光，下身还穿着裤子，只是衣带全散了，衣裳堆在腰间，露出结实的胸膛。赶紧洗好了进房疗伤，你还想发什么疯啊？你怎么不洗啊？谁说我不洗啊？我一会儿洗。那一起洗。一起洗你个头。那就一起洗个头。说着，苏怀抬手就来解他的发带，顿时青丝流泻下来。你清醒了吗？还要不要治伤了？话音一罢，狗男人动手就扯他衣服。他捂紧腰带不给他扯，苏怀径直扒着他衣领自两边往下一跨，顿时像剥笋子一般将他给剥了，露出大片洁白细腻的笋心子。我们一起洗。苏怀扒着他身上的湿衣裳，将他从头到脚摸了个遍，在确定他身上没伤以后，顺便往他胸口上多抚了几把。陆瑶愤然抓住他的手，却被他一手拿住，双手反剪在腰后。两人直视相对，都淌着水珠。苏怀看着他，空出一只手，有堂而皇之的朝他胸口抚去，看他的神情，压根不知廉耻为何物，就仿佛在说：你能奈我何？你脑子里就只有这些动手动脚的龌龊事儿吗？不止，我不仅动手，我还动口。说着，他便当真一口含了上去。陆瑶倒吸口气，感觉到苏怀轻轻辗转的吮吻，不似以往那般激狂下重口，反而一股莫名的麻意爬上尾椎骨。老色批，你怎么没被那横梁砸死啊？就是没砸死，看你这么失望，我也高兴一二。我便是被砸死，那你也活不了。到了地底下呢，照样如此。盥洗室里又是砰砰砰砰一番。
看寂寞一处看，一场悲欢，那角色无耻！主子真的是被陆姑娘蛊惑的不轻啊，都受了伤还不知收敛，首要的应该是赶紧出来疗伤才对。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有本事你跟主子说。还有，你怎么不去请莫大夫来？陆姑娘说拿药香就行。又是陆姑娘，陆姑娘，陆姑娘，主子被蛊惑了，你脑子也不清醒了吗？正这时，主子抱着人出来，两人立刻垂头噤声，非礼勿视。等房里的灯亮开，两人已经各自穿好衣裳。我看你家狗主子精神的很，想必呢就是点皮肉伤，你给他随便处理一下便是。在盥洗室里，陆瑶的气儿还没消，这狗玩意儿非要作妖，他才懒得管他呢。属下不会，还是陆姑娘来吧。白天的时候，趁着苏怀不在，季无暇轻轻松松地摸进相府里来。瑶儿，怎么样？找到你要的东西了吗？狗贼真不愧是狗贼，你俩一去就把那藏宝楼搞垮了。灵犀长什么模样的？快给我瞧瞧。陆瑶一直不语，季无暇才察觉到不太对劲儿。不会是还没拿到吧？奸贼中途反水了，所以你们俩打起来把楼干塌了。你觉得我现在有能耐把楼干塌吗？那倒也是，可你怎么闷闷不乐的样子啊？是出了什么差错吗？你到底有没有拿到灵犀角啊？哎呀，只找到了个空盒子。什么意思啊？里面没有灵犀角吗？它不翼而飞了？里面没有，云金不可能进过一个空盒子来，应该是后来被谁取走了。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你不是说这是最后一根角吗？要是最后一根都没有了，以后可上哪里去找啊？你啥时候才能好？再想别的方法吧。说着，陆瑶也摸了摸季无暇的手腕。毫无疑问，跟苏怀打了场架，他也伤得不轻。陆瑶只好把昨晚喂给苏怀的药丸子又倒了2粒给他，又道：往后别跟奸佞硬碰硬，你越气愤送上门来他越高兴，缴你分舵算个什么事儿啊？回头你再见一个不就是了？你不知道他有多不要脸，居然谎称是我亲哥哥，满江湖到处找我。若非如此，他绝对找不到我的分舵。我比你更知道他多不要脸。那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啊？咱们走吧，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我就陪你去别处找，天下各处，直到找到为止。当然要走，过2日吧，等这里的事情了了以后。他原想将藏宝楼里发生的事告诉季无暇，可话到嘴边，他还是又咽了下去。算了，这娘们脾气冲，万一到他师傅面前一个嘴不牢说漏了怎么办？成，都听你的。最好走的时候给那狗贼喂个剧毒。过2日我再来接你啊。别忘了啊，这个1天2粒，辅助你调理内息，这2天的我都给你。等我吃完了再来问你要。随后季无暇带着黑虎在相府里溜达，一边骂着狗贼祖宗，一边去后厨偷他家吃的。相爷不在的时候，陆姑娘整日往药材库里跑，一去就拿了许多药材出来，然后又回到自个院里关起门，除了1日3餐会开门以外，其余时间谁也不见。见征正从院外进来，带了2个药瓶子呈给苏怀。刚刚陆姑娘交给属下的，说是主子的伤药，一个外敷一个内服，让主子记得用。你不是说他谁也不见吗？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他为什么就把药给你？主子明鉴，属下只是碰巧遇上。他为什么不亲自给我呢？许是陆姑娘看相爷这2日忙吧。那你是很闲是吗？你自己没手吗？我手能伸到后背吗？哼哼，相爷的手向来伸得很长，还伸不到自己后背。即便是你没手，你还没有狗腿子吗？我是因为你受的伤。是因为我吗？你是因为自己长得比我高，你自己要长这么高的。要不是你，我不会进藏宝楼。又来了，这狗玩意儿能把这事翻来覆去的嚼。陆瑶也不客气，
手里力道可比前2天重得多。前2天没下手报复，今晚补上也不迟啊！让你得罪大夫，活该你痛。我把他落葬了，你想去看吗？陆瑶闻言，连忙手里的动作轻了又轻，前后态度简直天差地别。你这伤好许多了，我刚刚检查看你的骨头没有问题，痛不痛啊？痛，你要帮我吹吹？忍忍啊，到明天就不痛了。我为什么要忍呢？帮我吹。他感觉陆瑶又要炸毛，骂骂咧咧的了，便又道：不然你别想知道他葬在何处。陆瑶觉得他一定是脑子被砸出毛病了。不，他这个人是一直有毛病，只要是让他怎么嫌弃的事儿，他就怎么来。你不妨再用力点啊，把刚才长的心疤崩裂了算了。苏怀拉起衣裳穿好，陆瑶见状连忙十分积极地跟着他一道出门。前辈安心，前辈的话我会一字不漏地转达给我师父，前辈给的信物我也会交还给我师父。就算那些字字戳心的话不是出自于本意，只是想让他师父余生放下，陆瑶也想让师父余生安稳，至少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叶藏前辈竟然是你师父，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你是怎么拜他为师的？以前是我负责往楼里送餐食的。他自是省略了很多事情，比如最初父母因皇权争斗而亡故，他得以苟延残喘，不过是个权势下的小玩宠罢了。他第一次被丢进藏宝楼，原是拿去喂藏宝楼里饥饿的斗兽的，后来为叶藏所救，才得以捡回一条命。从那时苏怀就明白，权势是他这一生必须要得到的东西。就这样？就这样。小时候我爹娘定下婚约的时候，我隐约还记得你爹娘约莫是做官的啊。至于我爹娘是干什么的，我却一直不是很清楚。现在想想，他们应该只是找个好地方悠闲的避世吧。他们应该是江湖游侠一类的人物，但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跟当官的定下子女婚约呢？因是你双亲救过我双亲的命，你父亲与我父亲一见如故。切，你这般性子说你爹与我爹一见如故，还真是让人难以想象。两人就坐在坟前，有一句没一句的聊起来。相识这么久以来，他们哪次不是针尖对麦芒，还从来没有这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过，而且还是聊各自的家事。苏怀先起身，苏怀就一把将他拎起来。我还不想回去。不想回去，是要睡在这里啊？要不相爷先回，我想留下来替我师父再陪陪叶藏前辈。不用替你师父，我明日呢就可以传出消息去，叫你师父亲自来陪你。这件事你不许告诉任何人，尤其是我师父。相爷，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秘密。今晚还睡在这吗？我去睡觉。你这又是什么毛病啊？你是大夫，看不出我是个什么毛病啊？我只能看身体上的，精神和心理上的我不看。那你算个什么大夫呀？你自己人格不健全，你还怪大夫？再说一句，我就把你丢出去。陆淼默了默，只好退而求其次的想，不健全就不健全吧，反正他不用走路也不亏。姬无暇按时出现，来帮陆淼一起收拾行李。瑶儿，你就带一身衣服啊？你的意思是我一身都别带？可出门在外换洗的总要有吧？我是说，只带一身太亏了，反正留着也是留着，全部打包带走。然后他就去给陆淼收衣服了。这些都是相府里裁的。管他在哪儿裁的，反正是你穿的就都是你的，你又没白吃白喝白住白穿他的，你不是还给他留了药吗？你的药千金难求，还值不起这顿破衣服不成？行李太多不方便，还是轻车从简的好。什么方不方便的，我帮你拿。
于是乎都用不着陆遥插手，吉无暇生怕他这也带不走那也带不走，就风风火火地帮他收拾。你还管他死活做甚？等他毒发要死的时候，我就去接杀他的业务，他临死之前还能赚上一笔，我会分你大头的。全给你也行，就当是你男人的丧葬费。你以前可不会这么对他的呀，咱们说好了，等你好了以后要干死他的。那就等我好了以后再来干，我若还没好他就先死了，有什么意思啊？说的也是，须得看你狠弄他一弄才过瘾。可我看他现在生龙活虎的，就这么能打，一时半会儿不像要死的人，你完全可以不给他药的。在藏宝楼的时候他救了我一命的，当时横梁掉落下来的时候是他替我顶着的。那也是因为他长得比你高。陆瑶心想，真不愧是她从小到大的姐妹，和她思想保持高度统一。不过她觉得她给苏怀药不仅仅只是因为藏宝楼里他护着她，也是之前交易的一部分，她该遵守承诺。好吧，瑶儿说的有道理，咱们恩怨分明，也不是不讲理。你是要我扛着这2只箱子出相府吗？生怕我不会被他们发现给抓住？本来他就打算低调走人的，最好趁着坚定不在家的时候走最轻松。可姬无暇这么一搞，根本没法低调好吗？你怕是？我先帮你把箱子扛出去，你只要人轻轻松松出相府不就行了？殊不知陆瑶和姬无暇前脚在房里收拾东西，后脚见双就匆匆忙忙跑去苏怀跟前告状了。主子，陆姑娘勾结无回门的贼女，正在房中收拾细软，准备卷了主子的家财逃跑。就这点东西，等天黑以后我来弄走便是。黑虎还能帮忙叼你这药箱。瑶儿，你人先离开相府，后面的交给我。陆瑶心想，他就是个操心命啊，哪能安心离开相府啊？让姬无暇和黑虎后面来帮他搬行李啊？这要是被监禁逮到，而他又不在，那这一人一鸟不得死路一条吗？也不急，今晚你们先走，我明日再离府。我建议还是一切从简，带走我的药箱，其余的都可以留下。那怎么行？大不了我多跑2趟便是了。等我搬完了东西，不用等明天，今晚就带你一起走。阿汝，你可以玩得好。放心吧，他今日便出城。下午，陆瑶便若无其事地跟家俊玩了一会儿，叮嘱他以后尽量避开花粉尘埃。姑娘叮嘱我那么多，是要离开吗？就是我不走，你也得记住这些，是对你好的。那我记住了。相爷今儿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回来陪你，高不高兴啊？陆瑶嘴角僵了僵，哈哈，他真是好高兴啊。苏怀视线扫了眼他房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你的东西呢？摆在外面太杂乱，所以我都收起来了。是不是看起来清爽整齐多了？收到哪里去了？就是一些犄角旮旯里嘛，杂物而已，相爷不提也罢。哦，我也要收些东西。话语一罢，就有火光在院子外面闪烁。眼熟吗？陆瑶眼皮直跳，这个姬无暇不是说稳妥的很吗？啊，为什么他的行李会在狗男人手上？他就差在房顶上大喊一声：“姬无暇，你给我下来，给我解释解释！”哎，我说好的东西怎么在相爷这儿啊？是见证见双偷去的？你想走？没有。想背着我偷偷走？陆瑶正要否认，他便捻了一只茶杯，突然扬手就朝屋顶上方掷去。狗贼，我去你大爷的！陆瑶都能听见茶杯撞他脸上的闷声，能不痛吗？真是的，他看甚看呢？好奇心害死猫。再骗我一个字，我先去杀了屋顶上那一双，再听你慢慢解释。我是要走。为何？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我本是各取所需，定下了交易才凑在一起的。如今这交易完不成了，我没能找到东西，但我不可能就此放弃。这里没有，
我便去别处想办法。而香爷身上的毒，按照交易约定，须得等我拿到东西以后才能帮你解毒。但东西也不是你故意藏着不给我，所以我也给你留了药，可以助你调理，算是回馈你带我进藏宝楼一场。这2瓶药的用法我都在字条上写明了，另外抽屉里还有几盒伤药，留给你以备不时之需。你今日放我走，等我找到了东西，就算不是相爷助力，这交易仍是算数。到时候我会算着时间回来帮相爷解毒，如何？当初是你主动送上门来，说是我未婚妻的。即便我是你未婚妻，你可有真把我当成你未婚妻过？相爷可别闹了，我是有目的而来，相爷也从来没有纯粹的接纳过我。未婚夫妻不过是逢场作戏，还当真不成？当不得真啊。婚约也是可以解的嘛，我走以后，这婚约就当不存在，我与相爷都自由，怎么样？我这未婚夫，你想认就认，不想认就罢。你当我这么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吗？他妈的，这狗玩意儿狗起来还真是不分地点场合。屋顶上有人，院子里都是人，门还大开敞着，这是要表演给他们看吗？妈的禽兽，放开我家瑶儿！这是恨不得满院子的人都知道吗？事实上，这房门大开着，院子里的狗腿子们想不看见都难。苏怀简直就像是一条被饿了8辈子的恶狗一般，咬着他的下巴，埋头在他颈边乱亲，又一口含住他耳珠。小男人，你忘了你还有内伤了，你身上还有毒没解？有本事啊，你让我内伤复发，让我旧毒爆发。苏寒，你不是说你里只想我弃了吗？如今却又千方百计的留我，是为何？翌日，瑶儿，那狗子有没有把你子？只是怎么样3个字还没说出口，就直接卡在喉咙里了，差点噎着他。原本洁白光滑的皮肤上全是深浅不一、绯红旖旎的痕迹。我呸！真是便宜死那狗贼！你眼睛怎么样了？别提了，痛死老子了！我来找你拿药。药都在我那院子里，你跑这里来拿什么拿？我又不识得你那些瓶瓶罐罐，而且我总得来看看你被那狗贼掳去到底怎么样了嘛？是他睡了你，还是你睡了他？有什么区别吗？当然有，你睡他，那是你高兴想怎么他就怎么他；他睡你，就是他想怎么你就怎么你啊！你还懂这些？江湖人哪能不懂？那先是我睡了他，然后他不服，又睡了我吧。这事儿真要计较起来，陆瑶觉得自己有点亏。他睡狗男人时才没多久就睡完了，可狗男人睡他时却折腾了那么久。我跟那狗贼势不两立，但他又是你未婚夫，真他大爷的是造化弄人。以前我还指望着我俩联手弄死你男人狠赚一笔，可如今看来你俩都睡觉了，这事儿多半是泡汤了。你要是有手段的，你可以弄死他，我不插手。但你要是被他弄死，我帮你。不愧是我的手足好姐妹。不过你若是当真稀罕他，姐妹我也不能让你守贞寡。你真不走了？真要留在这相府里，待在他身边？他昨日说的你不都听见了？他哄你的，甜言蜜语谁不会？迄今为止，只要是他答应过我的事儿，都做到了。如他所说，他权大势大，眼线遍布，连黑市都进得去，还搅得江湖人到处追查你。还有谁能比他的消息更灵通呢？姬无暇不可否认，单凭你我之力，没有他朱莉来得快。话是这么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我问你是怎么想你那狗未婚夫的？能怎么想？你都跟他睡觉了，怎么能不想？昨晚嘛是想了想，
他这身份这皮相，谁都想白嫖，这手不亏。我居然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那狗贼平日里嚣张猖狂的很，你把他睡了，夺他清白，你既享受了，你还赚了。他想，在吸纳他精元气的时候，他确实挺享受的。你以后真要嫁给他吗？我还没想过这个问题。瑶儿，你是不是爱上他了？我爱他，那你肯定也是喜欢他。他想的是，好姐妹要是不喜欢这狗贼，怎么会让他碰呢？又怎么会跟他睡觉呢？我嫌弃他，只是嫌弃归嫌弃，他也明白，苏怀并未对他不起过。如若他是苏怀，心狠手辣惯了的，突然有个香眼丫头登门说是自己未婚妻，自己也不想认。他与苏怀初次见面本没有感情基础，他有他的目的，他也有他的野心，两人互不关心在意对方的死活，这是常情。苏怀没有对他痛下杀手，放任他自生自灭，而他呢，凭自己本事化险为夷，一直以来也无甚怨言，因为苏怀本就不欠他的。难怪主子不让继续找医圣弟子了。据剑霜得回来的消息说，那医圣的嫡传弟子是个女的，而且行迹在京都出现过。剑征再回想起陆姑娘给过他的药，想起陆姑娘在黑市买的那套刀具，再看看房里陆姑娘给主子把脉的光景，大约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吧。但剑霜表示不理解。那陆姑娘居然还给主子把脉，这几次疗伤也是她在做，好好的莫大夫在那里不去请来，怎么让她来啊？万一不靠谱，把主子给弄不好了怎么办？你去问主子。剑霜哪敢去问啊？现在这陆姑娘正得宠，要是被他给挑拨离间，最后吃亏的不还得是自己吗？这毒应该是苗疆那边的东西，苗疆称它为紫蜘蛛，在中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烟华。这毒呢，靠吸附血管汲取养分，会越养越大，待侵入人心脉时便无力回天了。这烟华初时不易察觉，但短短3个月到半年之间，它就会盘踞人周身，颜色越发紫，便能判断这毒的发展阶段。到最后，浑身气血都会干枯殆尽。而你的情况有些特殊，你本身可以运功力压制它的生长蔓延，再加上有真兽血引养着，能撑个3、5载的。现在还要去请莫大夫吗？剑霜冷哼一声，这毒你是怎么弄的？早前往南疆平叛弄的，回来才发现中了毒？当时就发现了，他们拒不交出血药，主子就把苗疆灭了。难怪这些年都不怎么听到那边的消息了。你这个情况毒已经发展到末期了，再撑个1年半载都是多的。还请陆姑娘施以援手，救救主子。我一时半会儿也不能给你全部弄好，先调理吧。相爷真没几个月可活了，我劝相爷还是惜命。你若自身强，他尚且还能受你的压制，可你若自身有损，他立刻就能反弹疯窜。你会让我死吗？你自己要死，谁也拦不住你。你再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看看，看我能不能救得回你。才跟你说了，你就又乱来是不是？我要跟你同床共枕。以前没有我的时候，你是怎么睡过来的？是我求着你来找我的吗？我若是知道你是这么个德行，谁要来认你，我白送。你想把我送给谁？相爷不知道吗？京里想跟你睡一觉的女子排起队来，能让京城、京都3圈呢。那你去挨个问问他们，看他们要不要。你生要跟我睡一张床，死要跟我淌一个血，别人怕是没有你这么耐受。床没睡着，早早的就淌血里了。你一共有几个师傅？你不是已经去查我了吗？还需要我告诉你？凌霄救了你，他应是你第一个师傅。你是医圣的嫡传弟子，又善音律，在音律上唯有行渊的造诣出神入化，能堕人成佛，亦能诱人成魔。你深得他真传。医圣已年过半百，年纪上大过行渊。在藏宝楼的时候，有听你说医圣是你二师傅，那行渊
便是你三师父。我说的对吗，银烛公子？路遥无言，他不得不承认，这狗男人的狗脑子是举一反三转得快呀。就这一碗啊，剩下的你就不能喝了。那是给谁喝的？是给陆姑娘的。近来她对你这么好，娘不知该怎么感谢她，便想请她吃甜水。那一会儿我给陆姑娘送去。这是什么？加些糖粉，更香甜些。方才你也喝过了，如果陆姑娘再邀请你喝，你千万不能再跟她抢了，知道吗？总共就这么1盅，你要是喝了，陆姑娘就没得喝了。我知道了，我不会喝的，都给陆姑娘喝。好孩子，这是娘从后厨拿过来的。陆姑娘若是问起，你便如实说是后厨做好的，可不能骗陆姑娘。你也不能在陆姑娘面前提起娘。之前娘因为你的事误会了她，娘不想惹她不高兴，你可一定要亲眼看见她喝下去，再回来告诉娘，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到了陆遥院子里，家俊就雀跃地喊道：陆姑娘！是什么？给陆姑娘送的甜水，可好喝了，陆姑娘尝尝吧。你尝过？我喝了一小碗。那我且尝尝看，看看究竟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喝。揭开盅盖，那迎面拂来的气味就让他挑了挑眉。这汤谁做的？后厨做的。那是谁让你送来的？我娘之前有事情惹得陆姑娘不高兴，她想感谢娘，但又不让我提她。原来如此，你娘真是有心了。陆姑娘还生我娘的气吗？我生她气做什么？横竖她也没有对我造成什么损害。随着陆咬便咬了2条羹，淡淡吃了2口，说道：味道确实不错。味道不错，那陆姑娘怎么只吃2口就不吃了呀？我吃过晚饭了，你这会儿送来确实不宜多食。不过你娘的好意我收到了。要是陆姑娘实在吃不下的话，我还可以帮一帮忙的。这个你不能吃。为什么呀？吃了要你小命，你信不信啊？这汤里的烈性药，他一个小孩如何能承受啊？这甜食固然美味，可夜间食太多不易消化，还对牙口不好。以后你若蛀牙了，疼起来要命的。家眷也听得进去。那我不吃就是了。时候不早了，回去休息吧。那陆姑娘也早些休息。如何？陆姑娘吃了吗？陆姑娘吃了一些，但是没吃完。管她多少，只要吃了就好。那药可是药性最烈的，别说是人，就是一头马、一头牛，也足以让其发疯发狂。人要是沾上哪怕一点点儿，能有他好受的。马大娘安排家俊回房里睡下，她便匆匆往外去找去后厨。后厨还有人吗？陆姑娘叫去一趟，许是想吩咐做夜宵。启禀相爷，陆姑娘的院子里有动静。什么动静？那人着实没胆，说道：奴才不敢说，还是相爷自己去看看吧。结果还没有踏进院子里，见证见双就先听到了房里的动静，不由神色唰的一变。他们能听见，主子定然比他们听得还清楚，就是没亲眼看见，也晓得里面正在上演什么。把门卸了。两人就听命把房门给卸了。把门卸了。两人就听命把房门给卸了。顿时里面的光景一览无余。这虽是陆姑娘的院子，陆姑娘的房，但床上的一双男女却另有其人。男的背着身儿暂时看不到脸，马大娘的脸却是看得清清楚楚。她听见房里的说话声，冷不防抬起头来，看见苏怀时，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整个人吓得抖如糠筛。相爷救命！相爷救命！是他强迫于我，辱我清白。去叫些人来。不要，相爷不要。去看看，家俊睡了吗？马大娘面无人色，她万万没想到，
今晚本应该是把陆瑶捉奸在床的，结果却变成了他自己。家俊睡意惺忪的被领到这里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结果抬头一看，就看见了他娘跟个男人一起没穿衣服。娘，你为什么在陆姑娘的床上？你们在干什么呀？你别管，你快回去，这是大人的事。相爷，有人欺负我娘。你别过来，滚！你滚啊！过来，看仔细些。你娘是在受欺负吗？你若觉得她是在受欺负，我允许你杀了这个欺负她的人，不怪罪于你。家俊小脸煞白煞白的，呆愣愣的站着。相爷，我求求你，放过他吧，他还只是个孩子。大人做这样的事，让个孩子在跟前看着，这像什么话呀？这么变态啊！确实是相爷才干得出来的事儿啊。莫大夫看了看旺儿的情况，若不加以干涉，再这么放任下去，他恐怕得活活被身体的欲火给烧死。于是乎，莫大夫当即取出银针，往旺儿的后背穴位扎去。是他害我，是他害我。等旺儿慢慢恢复神智以后，才意识到什么情况。相爷饶命！相爷饶命！他不仅睡了陆姑娘的床，竟还和府中妇人在此淫乱，被抓个正着。奴才全然不知道怎么回事，相爷明察，奴才万万不敢冒犯陆姑娘寝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年来我在府上安分守己，从没有传出过与谁有私。即便是我与谁有私，也万不会明目张胆的在这里发生。我何尝不是受人陷害？我一进来就闻到了这房里有异香。对，我也闻到了。可是这香味儿是好香啊，有安神宁心之效，闻之令人安然放松，也不至于激动成你们这样啊。而后莫大夫又去闻了闻桌上的钟，症结恐怕在这里。马大娘不再作声了，旺儿也低直着头，眼神躲闪。旺儿偷吃了钟里的东西，他当然心虚。这种东西谁送的？怎么会在这房里？不知。奴才来的时候他就在了。所以你一时嘴馋全给吃了？奴才在后厨听见有人说陆姑娘要吃夜宵，奴才才来这里听候差遣的，其余的奴才什么都不知道。相爷，看来得弄清楚到底是谁送的这种东西了。这甜水是娘做的。你在胡说什么？娘说想感谢陆姑娘对我的照顾，让我带来给陆姑娘的。陆姑娘只吃了2口，剩下的就放着了。你说她吃了？她吃了，但她不让我吃，说会要我的小命。他明白了，他娘不让说甜汤是谁做的，也不让他在陆姑娘这儿多吃一口。原来他娘不是想感谢陆姑娘，而是想害她。家俊话才说半句，苏怀便转身离去了。主子一走，只好由剑征、剑霜处理后续。你有什么大病啊？你吃了家俊送的甜汤？我吃了。那你怎么没事儿？只有你身上的狗味能让我有事儿。你便只对活物过敏，其余的药物皆对你无效。陆瑶白他一眼，翻身继续睡。毒药奈你不何，往后你若是生病，良药是不是也对你不起作用啊？小爷放心，你病入膏肓了，我都还没病呢。我若病入膏肓了，我会让你天天闻毒活，闻到你不想再毒活了为止。你既知道那汤有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吃2口？家俊他一个小孩懂什么呀？我吃2口是给他面子，反正于他也没什么损失。一个小孩要面子做什么？他是哄你吃喝，还是陪你玩乐了？你要对他这么好，你对我这么好过吗？哪里对你不好啦？
你现在的身体是谁在给你调理啊？家俊才几岁，你又几岁了？要跟一个小孩较真吗？下次你若对他比对我好，我便把他丢出府去，让他自生自灭。家俊满心欢喜的请我吃甜汤，我只不过是考虑一下他心情罢了。我平日对他也不过是顺便关心。现实，你眼下儿心忙啊？我分明对你最好。那你说说，你爱我？相爷是干大事的人，岂能把爱来爱去的挂在嘴边？挂在嘴边就不能干大事儿？我是用嘴干大事吗？哼，只有在床上能用嘴干点事儿。苏怀，你要点脸。你能给家俊面子，为什么不给我面子？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的，爱到你生命尽头，行了吧？为什么不是你的生命尽头？我都走到生命尽头了，我还拿什么爱你啊？那便到天下人的生命尽头。随便他吧，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哼，也不怪我以前骗你，有些贱骨头啊，就是喜欢听那些。有些贱骨头是哪些啊？相爷自己明白。我不明白。说着，苏怀就抓住了他的手。你指给我看看，是哪根骨头贱？下一刻就被他捉住手，摸上他胸膛，当真是一根一根摸上他的骨头处。是这根，这根，还是这根呢？狗男人当真是又野又瘦，居然拿着他的手顺着自己的胸膛一路往下划过小腹。我下面还有骨头，你摸摸看，贱不贱？路遥指尖不小心触碰到毛发杆，立刻就炸了，抬脚就往他腿上踹，手上用力的抽回来，骂道：妈的，你自己无耻没个下限，别带上我！路遥又觉得背后留给他委实不安全，连忙又扭身翻过来，一脸防着他。苏怀顺势就将人搂进怀里。都是长公主让我干的。自打我家那口子为救相爷牺牲以后，长公主就找上了我，让我隔段时间便将相爷府里的情况告知。长公主高高在上，我无法不从。好在长公主只是想更加了解相爷，没有让我做什么加害相爷之事。你是相府的人，因你先夫救相爷有功，相爷一直待你们母子不薄，而你竟是吃里扒外，帮着外人做眼线。你以为相爷不知道吗？长公主金尊玉贵，相爷权势滔天，我以为长公主与相爷迟早是金玉良缘，如此我帮长公主到最后也是帮的主母夫人。可不曾想来了一个陆姑娘，若不是她勾引相爷，长公主也不会要我对她下手。她是如何吩咐你的？药是她给的？长公主让我不管找谁，毁了陆姑娘便是。相爷这般洁身自好，定也不会为了个不干不净的残花败柳而驻足停留的。我勾引相爷？我与他有婚约在身，如今天下皆知，名正言顺，何来勾引？长公主与相爷可有婚约？可有海誓山盟？可有私定终身？别说没有，如若是有，那他也是个后来插足别人婚姻中的第三者。他若心悦相爷，何不早在我来之前便堂堂正正的说出来？何不为自己争取一番？是放不下他的公主身份，还是放不下他的皇家骄傲啊？莫非他还等着相爷来向他表明心迹，求娶他不成？以前我没来的时候，相爷就没表示，现在我都在这儿了，那他还不得等到天荒地老去？他抹不开面子，放不下身段，说到底对相爷的心意还没有他的身份重要。既然他自己要不起，怎么还不允许别人履行婚约了？他心里明明觊觎的要死，面上还得做出一副不甚在意的样子来。可是若想动他觊觎的东西，他就极度扭曲的发狂，要把别人除掉吗？马大娘明白，相爷待他终究是不同的，还没有哪个女子能在他这院子里宿夜，更没有谁能披他的衣裳。原来昨晚他不在自己的院子里，而是跑到相爷这里来了，
害得自己成了全府上下的笑话。既然你与长公主有联络，你不妨替我转达一下，我谢谢他。至于你恨我，完全没有道理。我未曾害过你，也未曾亏待过家俊。哼，他如今待你，却比待我这亲娘还要好。昨晚他为了你，还亲口指认了我这个亲娘。你见不得别人对他好，那你利用他做了什么？你利用他对你的信任去达成你的目的。他到了记事的年纪了，这件事会伴随着他以后，直到他长大成人，他都还会记得。你以为长公主把你当得力助手，那能引起家俊哮喘发作的麝香非寻常人家之物，那香囊的料子乃宫中织造锦缎，只要能嫁祸到我头上，你儿的性命何足挂齿。你骗人！香爷，是他说的这样吗？这事陆瑶后来进宫才弄清楚的，不过他都能弄明白，苏怀又岂会不知道？把他送去流云宫，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好好问问那里的人。出现在相府的那个麝香香囊，险些害得我儿性命，是长公主准备的吗？你说有话来传达，便是来问我这个。说着，长公主挥挥手，让人把她带走。马大娘眼下见她态度，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陆姑娘叫我转告长公主，还要说她谢谢你。长公主顿了顿，马大娘便将陆瑶所说的那些话逐字逐句的道来，听得长公主神情莫名。哼，清晨我被带去相爷院里审话，亲眼看见陆姑娘与相爷同宿一屋，陆姑娘身上还穿着相爷的衣裳。普天之下，恐怕只有陆姑娘一人能得相爷这般对待。他们早就在一起了，相爷一回府便找陆姑娘，两人同进同出，琴瑟和鸣，想必好事将近。到时候相府办喜事，长公主还能去喝杯喜酒。把他弄走，莫要留人口舌。工人一听就明白了，必然是会处理得干净利索一些。只是他知道是一回事儿，听马氏亲口说他二人有多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苏怀把马氏送到他这儿来，就是来打他脸羞辱他的吗？陆姑娘，我娘是不是也死了？相爷只是把她遣走了。那她去哪儿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我娘？你娘呢，把你托付给相爷，让你在府里安身立命，长大成人。等你长大以后，可能会再见吧。是我娘做错了，我代我娘跟陆姑娘道歉，姑娘别生她的气。陆姑娘来了。没想到王爷远赴他国也这么的财大气粗，还包下整层楼啊。特意与陆姑娘一叙，我是十分郑重而有诚意的。之前答应过靖王一曲，靖王带钱了吗？这是我家王爷的钱，除了王爷自身，还从未允许他人谈过。姑娘，你可是第一人呐。你这么说，那我怎么好意思谈啊？既是王爷允许的，我娘就谈吧。这是你家王爷的贵重之物，我怎么碰得？我不谈了。姑娘不谈了，那他家王爷不就听不到曲儿了吗？那岂不是他的错？对付像他这种狗腿子，陆瑶尤其在行。你这情不得了啊，好似碰一下就跟掉你块肉似的，那不碰就是了呗。陆姑娘还是谈吧，王爷专程带来给陆姑娘谈的。哎，我可不想当什么第一人啊，要不你来当？好琴配知音，陆姑娘当的。靖王快别这么说，我若跟靖王都能称得上是知音，你的随从们肯定又觉得我占你便宜了。陆姑娘总归是应该赠严某一曲。我又没说非得弹琴，今天我想弹琵琶。去就近买把琵琶来。随从立马就风风火火去了。上次临终一别，陆姑娘后来还好吗？这话应该我问靖王。靖王身体还好吗？我还好。陆姑娘没被侍卫抓住吧？托靖王的福，要是靖王再晚放我一步的话，可能我就被抓住了。
靖王这清誉也得在我手里了。某的声誉倒是其次，主要是陆姑娘有惊无险就好。不过陆姑娘毕竟是相府的未婚妻，想来苏相也会尽力维护的。我见那晚靖王被药得不轻，也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身体可有受损。我听说中了那种药不及时疏解，以后可能都举不起来。这就不劳陆姑娘费心了，是与苏相相处久了的缘故吗？陆姑娘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呀。王爷真会说笑，不过是话赶话说到这儿罢了。他可知你今日来赴我约？只有他不知道的。估计我前脚刚踏出相府大门，后脚他就收到消息了。他应该正盘算着怎么捉奸呢。质子这是打算向我墙角吗？苏怀刚刚一脚踏上台阶，楼上便传来一段琵琶弦音。苏怀好歹也听了不少他弹奏的曲子，他弹的正常的曲子和诡谲的曲子一听便分明。既有人包场听曲，那就堂上坐。王爷当真要听？当真要听。大王爷可听好了。而后他那琵琶乐声便从他指尖倾泻而出。后来一曲还没完，靖王就感觉到了不适。主子，这琵琶声着实难听啊。这是你们王爷要听的，这曲还没完，才去一半，难听也得忍着。陆姑娘是不满某相邀，所以这一曲才这般让人难以消受。哪里话，我记拙，可王爷非要听，就只能是这个效果了。记拙可弹不出这曲子，让人耳朵难受很容易，可要让人心里难受也是一种本事。弹得不好，在王爷这儿也能被夸是本事，我真是受宠若惊了。献丑了，王爷可还满意？不愧是陆姑娘，让某大开眼界。大家没听够的话，今日我还可再赠一曲。不用了，我们听得够的了。那我就先告辞。王爷这是何意？陆姑娘以曲声待我，我赠玉佩谢之，还请姑娘收下。陆瑶心想，他倒是敢给，可他也不敢收啊。王爷的东西一看便价值不菲，还是不要送我了。陆姑娘当的，礼尚往来，实属平常，收下吧，不然某就心中有愧了。陆瑶明白了，这玩意儿就是要他收他的玉佩，好回去给奸佞看见，误会他俩有奸情。这时楼梯间有脚步声上来，他低头一看，见靖王一只手指居然勾住了他的腰带。靖王，你礼貌吗？真好看。什么真好看啊？你这人真是，相爷，我都说我不要他东西了，他非得系我身上。靖王无语了片刻。陆姑娘太虚张声势，此地无银了些。我与陆姑娘知音难求，约见于此，她赠我佳音，我赠以环佩，也是应当。质子觉得约见有夫之妇很应当。她尚未与苏相成婚。质子这是打算向我墙角吗？苏相此言诧异，婚姻之事讲究你情我愿，一切还以陆姑娘的意思为主。倘若她不愿意跟我，愿意跟质子，我今日就可以原地成全你们。陆瑶听出他话里的意思了，是今日就让他们原地一起死吧。靖王爷，你我并不相熟，只不过见过2回，就别开玩笑了。我是真将陆姑娘视为知音知己。苏相这是何意？质子撬人墙角，勾引人妻，你却问我何意？他对苏相而言就这么重要？当然重要，质子不妨多打打他的主意。重要个屁，他正愁找不到好理由干死你呢。别打了行不行啊？至少别在这儿打，这地方小，伤及无辜多危险啊。苏怀看他一眼，我们不是在为你打架吗？你无辜吗？他抬起头来看着苏怀，火气也是蹭蹭上涨，突然把手里的琵琶直接朝他砸去。为了个奸夫，你要跟我动手？
靖王还不待幸灾乐祸，路遥扯下腰间玉佩，直接朝他那张俊脸砸去。靖王捂了捂额头，路遥将落在桌面的玉佩又一把扫回手里。既然王爷把这玉佩赠我了，那我不收也对不起王爷的一片心意。你们要打要杀继续玩，老子不奉陪。路遥从楼里出来，外面阳光灿烂。结果路遥还没能走到相府呢，后面马车追上来，停也未停，里面直接伸出一只手来把他拎上，拖进了马车。你们背着我私会也就罢了，你给他弹琵琶，还收了他的定情信物。哈哈，我背着你跟他私会，你就跟条狗似的，大老远都能闻着味杀过来，我能背得着你吗？我还以为我前脚刚坐下，你后脚就会来了呢。怎么我们都快私会结束了你才来啊？我们这要是干了什么，你岂不是都错过精彩瞬间了？我在楼下听见你给他弹琵琶了。在楼下听有什么意思啊？你应该上楼来听。你要是还想听的话，等回去我再弹给你听啊。东西给我。什么东西啊？定情信物？这是他赠我的，又不是赠你的，我为何要给你啊？话音一落，苏怀伸手就来硬取，路遥彻底窝火炸毛了，抬腿就踢他。他空出一只手来捉住他的腿，路遥一时挣脱，两人扭缠在一处。剑霜原本驾车驾得娴熟稳当，但也架不住马车里的人搞事情啊，车身是左晃一晃右晃一晃。剑霜终于明白为什么从公署出来的时候剑征不跟他抢差事了，他怀疑陆姑娘在车里跟主子打起来了。不是怀疑，分明就是陆姑娘一直在骂主子，主子也不还口，还从来没人敢说主子是狗的。后来突然剑霜听见啪的一声掌掴声，吓得他拿马鞭的手都抖了一抖。紧接着马车里除了呼吸声是一片诡异的安静。剑霜心里有点复杂，主子终于还是忍无可忍，动手打了陆姑娘。主子可当真下得去手，他就不怕陆姑娘不要他了吗？毕竟上回陆姑娘就想背着他偷偷走呢。结果下一刻剑霜就听主子情绪不明的徐徐道：你敢掌掴我？剑霜害得差点从车辕上栽下去。马车里路遥手心里火辣辣的，见苏怀那张妖孽般的脸上赫然呈现出一个五指印儿，方才一激动他就往他脸上招呼了，一招呼完路遥立马就冷静了。奸佞总归是奸佞，还是不该这么冲动的。你痛不痛啊？要不要我帮你吹吹？吹吹就不痛了。狗男人一时没有动作，他便再接再厉，坐到他怀里去，抱着他顺他的背，又道：别生气别生气嘛，方才是你抓我太紧，我抽回的太用力，才不小心挥到你脸上的。我抓的是你的腿，抽我的却是你的手。别在意那些嘛。狗男人掐他腰上的手用力的恨不能将他掐成两半截。是你先说什么定情信物的，我与谁定情啊？不过就是我弹琴让他不舒服，他才故意塞我这玩意儿让我也不舒服的。你若真是因为此物跟我闹，那才正中他下怀呢。你为什么与他见面？之前在皇宫我答应过他赠他一曲。你为什么要赠他一曲？当时我再不应就该被侍卫捉了。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我身体恢复也不至于这么处处受限。结果话音一落，路遥只觉得眼前光景一转，紧接着他后背往软椅上一撞，就被狗男人给掐着腰压在了身下。你打了我，你以为我这么好哄就算了吗？你不会是要打回来吧？话音一落，苏怀就动手扯掉他的腰带，直到他衣襟散开，狗男人来啃咬他时，他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要逞兽欲。禽兽玩意儿，回家闹行不行啊？剑霜目不斜视的驾车，可也听见了布料撕拉一声被撕碎开的声音，他顿时头皮一紧。剑征，你在哪儿？他心里正愁苦的念叨着，然后就看见
剑征居然真的出现了，正骑马从对面跑来。剑征，你来了，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主子，有紧急军报。马车里又安静下来，路遥被压在下面，裙底裤子都给这畜生撕了，裙摆堆在腰间，衣襟散乱。过了一会儿，苏怀还是从他身上起来，一件件拢好他的衣裳，又理好他裙摆，系好他腰带，送他回去。路遥躺在车里，依稀听见剑征惊疑不定的在问：主子脸怎么了？剑征也是着实吃惊，下意识就脱口而出问了这么一句，结果一问完就后悔了，因为主子脸上的五指印实在是太显眼了，这还用问吗？明显是被人甩了耳光啊！还有谁敢甩主子耳光呢？你看不出来我怎么了吗？冲完澡回来，他一上床便将路遥翻过来，管他睁着眼闭着眼，埋头就吻他。路遥闭着眼也不张嘴，狗男人便捏着他鼻子，看他能憋多久。他压根就没睡着，狗男人也知道他没睡着。睡醒了吗？脸还痛不痛了？你还关心我痛不痛？当然关心了。你打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我痛不痛？哎呀，有时候难免会有点肢体冲突嘛，但我事后感到后悔，真的。事后想起来，他横竖都已经打了，当时就该用力一点，都怪自己前怕狼后怕虎的，哎呀，发挥的不好，怎么能不后悔呢？他再度吻上他，吻得又紧又深，火热缠绵。路遥有些招架不住，路遥竟然去见别的男人，竟然有人想撬他墙角，也不看看他是属于谁的。你觉得那云津质子好吗？他哪里好了？这男人约莫是受了刺激，他能感受到他的情绪有比较大的波动。我没觉得他哪里好。你喜欢他吗？我为何要喜欢他？那你爱我吗？路遥与他对视，眼神动了动，忽然却说不出话了。你若想听我说爱你，倒也容易，以往不是常挂在嘴边吗？你以前张口闭口就想骗我，如今是不是不舍得骗我，所以就不肯轻易说了？路遥勾下他的头，亲亲他嘴角。苏怀反客为主，压着他狠狠撕磨亲吻，又掐着他的细腰极尽深沉的撕磨。路遥感觉他是恨不得把自己给碾碎了。以前他是想弄死自己，如今依旧是这个想法，只不过是手段变了。苏怀，没多久，他就得逞地将苏怀的精气引出，他纳入丹田，顿时神清气爽。也不晓得半夜是什么时候睡的，路遥感觉还没睡一会儿，屋子里就有一抹光亮缓缓亮开。大晚上的点什么灯啊？我看不见。你瞎吗？我瞎，你能起来给我治治吗？路遥睡意惺忪之际，感觉狗男人拿着他的手，然后塞了个什么东西进他手里。他手指动了动，好像是笔，他给他笔作甚了。紧接着他握着他的手，他的手腕处好似接触到了纸。后来总算又睁开了眼，这一看，果不其然，苏怀捉着他的手，他手里被端着笔，床边铺开一本册子，他正手把手带他写字儿，眼下才将将写了个陆字。你在干什么？你看不出来在干什么？路遥飞快地扫一眼册子上的内容，顿时眉头直跳，另一只手又往前翻翻，上面载的是他苏氏族谱。狗男人趁他不备，居然给他添名字，就添在他名字一旁。写了个陆字以后，路遥就不写了。苏怀硬是强横地把着他的手，继续一笔一划地往上面添。路遥使劲地与他争，这个咬字也写得异常的艰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这个意思。
哈，既然你是这个意思，何必偷偷摸摸趁我睡着的时候写啊？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不干，你这样强行写的有什么意义啊？怎么没有意义了？至少让你知道，你是我上了族谱的未婚妻，不管有没有举行婚礼，将来你都是我的妻子。家族在前几代上海人丁兴旺，到了我这辈呢，便只有我一个人。往后靠你与我多开枝散叶，族谱也会越来越厚的。往后你跑到哪儿，你都是我的人，你再与任何人在一起，那都是名不正言不顺。陆瑶，你只能与我在一起。还想开枝散叶呢？我这身体不易受孕你是知道的，你真要与我在一起，你就等着断子绝孙吧。这么说来，让你与我一起，大概是我做的唯一一件善事，免去别人断子绝孙。苏怀将族谱放在一边，掐灭了床头的灯，就重新躺下，把陆瑶拽进怀里抱着。陆瑶心里还盘算着，等狗男人睡着了，他再去把族谱载他名字的那一页给撕了去。是不是激动的睡不着了？我就是换个姿势，你怎么还不睡啊？我激动的睡不着。见证见双以及府里信得过的一些自己人都知道陆瑶是他们相爷亲自上了族谱的女人，往后陆姑娘会是这相府的主母夫人没跑的了。府里上下呀，得罪谁都别得罪陆姑娘。哼，千依百顺善解人意的女人主子不喜欢，偏喜欢骂她扇她巴掌的，是不是以往没人敢这么干，所以主子觉得特别新鲜？你去问主子。像主子这种所向披靡的人，大概多少有点受虐的喜好的。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估计说的就是他这种。瑶儿，你完了，被他给缠上，以后想摆脱都麻烦。你是来给我添堵的吗？瑶儿，你误会我，我明明是来帮你分忧的。可能他以前见惯的都是些扭扭捏捏的大家闺秀，从没见过你这样的江湖女子，所以你才让他感到新鲜又刺激。我也觉得事情的发展是越来越新鲜又刺激啦。啊，你这是给我分忧的样子吗？我是真想看看那狗像爱你爱得肝肠寸断，而你又对他不屑一顾的样子。瑶儿，你可千万别爱他，就让他爱你，让他不顾一切飞蛾扑火的爱你。等他爱入骨髓的时候，你再狠狠无情的将他抛弃，让他痛彻心扉，爱而不得，真是想想就很爽。哼，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吧？虽然我恨不得摘了那狗贼的脑袋，但不可否认，瑶儿你若能征服那种有钱有权、脸好心狠的男人，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没有成就感。我有。苏怀看着这蹲在地上的宫女儿，模样倒是比其他宫女生得好，有几分当初花魁的形似。不过花魁的楚楚温柔她没有，倒是天真的很。你在换洗丝还习惯吗？阿焕回过神来，目露感激，点了点头。往后想一直在这里洗衣服倒也不难。他抬眸看了看远处，如果想走得更远，可以选择再努力努力。没等苏怀抬脚走开，阿焕便急切地抓住他的衣角，仰头望着他，满眼都是渴望，一直用力点头。他想努力，他也会努力，他不想留在这里洗一辈子的衣服。傍晚斜晖洒满院子，阿汝在铃铛的搀扶下，一手捧着隆起的肚子，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跨出门口，到院里来透透气。姑娘小心些。再有几个月，她便能生下这个孩子了。到时候带着孩子离开京都，往别处过安宁日子去。姑娘先靠一会儿啊，姑娘的汤炖好了，我去给姑娘拿过来。这时，突然有人叩响了院门。阿汝想当然的以为是陆瑶来了，因为只有陆瑶知道他的住处，再者就是他的朋友知道。但那位朋友通常不走出门的，都是翻墙进出。等等啊，马上就来。他从躺椅上起身，扶着自己的肚子走到门边，拨了门栓，打开了院门，抬头就笑道：
陆姑，日子倒是过得快啊。相爷，他蓦然明白，就算是瞒得过天下人，也终是瞒不过眼前这位。他或许一直都知晓，只是一直没出现罢了。白天的时候，陆瑶出了一趟相府，回来的时候神色不定。他一直在等苏怀回来，可今日他晚归，比以往都要晚。苏相怎有空到我这里来？找你要样东西。找我要东西？苏相想要什么东西？灵犀角，刻在你手上。难怪我听说，这些日苏相在查内务府的记录，原来是在找灵犀角。苏相要那东西有何用？你只说有还是无？当初我母亲心事，我夜里惊觉难安，身子也虚弱，便听太医说，灵犀乃世间良药，可稳心安神，最宜调治我的情况。我想起仪真园倒是有只灵犀角，便取来用了。灵犀珍贵，当时我听说是最后一只了，便也没舍得用完，还剩了一半。灵犀珍贵，当时我听说是最后一只了，便也没舍得用完，还剩了一半。怎么，苏相也须得用到那东西吗？在何处？这珍贵之物，我自然不会随意存放。苏相想要，你如何肯给？这是你这些年来暗设朝政，拉拢朝党，如今又勾结长标的政务，换你那半只灵犀。长公主看着那锦盒，她知道苏怀说里面是她的罪证，那便不会有假。我若不肯换，苏相打算把这些交给我皇兄吗？皇兄知道后固然生气，可我总归是他在这皇宫里的最后一位胞妹，大不了皇兄将我关几年禁闭，还会要了我的命不成？而苏相要灵犀，我猜应当不是为了你自己。此前仪真园几次三番有贼子闯入，如今我倒是明白过来了，恐怕多半也是为了灵犀而来的，是为了陆姑娘。似乎每每都是苏相在替他收尾，他才能这般肆无忌惮，次次都能化险为夷。这陆姑娘倒是好福气啊！如今你为了她，竟肯深夜来找我。我原以为苏相从不肯对世间哪个女子多顾一眼，却不想还是有个陆姑娘让你上了心。不知是不是见惯了京里诸多名门闺秀，所以眼光有些奇特，青睐上了她。你不愿换什么？愿意，怎么不愿？苏相与我做交易，我岂有不给面子的理？只是苏相这条件，还须得更有诚意一些。你想要何条件？2个条件，苏相可二择其一。一，苏相像当年助我皇兄平定天下那般助我。2，娶我。苏相如何选择？我若因你，灵犀何时交予我？第1个条件，自是待我大业所成之日交付于你。第2个条件，便当是我的嫁妆。你我新婚之夜，我自会与你。那第1个条件，等他大业所成，还不知道要等多久。那便等你我大婚。说罢，他就将锦盒收回袖中，转身离开，徐徐道：但愿这是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开出的条件，而不会反悔。他万没有想到，他竟想也不想就答应要娶她。你把阿勇弄哪去了？你不先问我，却开口就是问他。问你什么？问你为什么这么晚回来？还是问你又去搞了一些什么事情？我若问你，你会把你的筹谋计划都告诉我吗？苏怀突然起身过来，一手扣住他后脑，也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就疯狂地吻他。他吻得陆咬舌头唇瓣发麻，漫开一股腥甜的味道。他很久没像这般疯起来，恨不得一口血一口肉的把他咬了吃下。我再问你一遍，阿汝在哪？我会让他很安全。我以为你这人只是狗了一些，但至少重诺践行。
答应我的事从未实现过。你说过你妻子很多，也不差他一个。你说过你会放过他的，只是骗我玩的。我骗你？那你可有对我隐瞒？你可以与我说清楚，他腹中有皇嗣。皇嗣不过是睡了个渣渣，意外有孕罢了。他没名没分，哪来的皇嗣？我因过你不拿他如何，但没因过你不动他腹中的孩子，如此算是骗你吗？母子本一体，你答应过我不动阿汝，就是答应我连带他的一切都不动。有本事那孩子他一直揣在肚子里不生出来，我也不是不能承认母子本一体。你别嚼字眼，那是阿汝的孩子，你动那孩子就是动阿汝，那你便是背了诺言。那是他一个人的孩子吗？他自己吃口饭喝口水就能把他怀上了，孩子的父亲没有权利知道他的存在吗？你打算告诉孩子的父亲？我若上报，别说那腹中子，那花魁往后也不会再有安宁的日子。别说如今我这不算骗你，即便骗你一次又怎样？以往你骗我多少次，你自己数得过来吗？打从他决定生下腹中子的那一刻开始，往后的命运就不由他自己做主了，眼下还只是我知晓罢了。倘若被别人知晓，你还指望他们能活命？他们唯有在我的手上，我才能保证他们周全。在你手上，你就不可能会放他们自由。哼，想要自由，就不该留下腹中子。难不成你还以为带着皇嗣，还能到处逍遥快活吗？睡觉。林夕有些眉目了。你找到他下落了？你等我2月，我给你弄来。既然你只要那个孩子，等阿汝生产以后，你可以放阿汝回来，是吗？可以，只要他愿意，随他离开。瑶儿都跟我说好了，若是你劫杀我，我便放焰火，第一时间让他知道，看他以后还会不会跟你好。我不劫杀你。你不劫杀我，那你和你小弟前后夺我做甚？我来跟你冰释前嫌。你来干什么？冰释前嫌。你要跟谁冰释前嫌？哼，我还是杀了你吧。你想怎么冰释前嫌？你派人行刺我，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你骗我钱，我也可以算了。和你搅了我一个分舵。你也杀了我不少人，去派出将你组织的人手，我会让他们全部回来，不再查探你总舵分舵的位置。你无回门，也不必再躲躲藏藏，可以像以往一样继续接生意。你打的什么算盘？这不是冰释前嫌吗？你说的都是对我的好处，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是他好友，他既然上了我族谱，往后便是我的人，我可以为了他姑且放了你。就这样？替我杀个人？切，什么我是瑶儿好友，你为了他放过我，都是狗屁，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你亲自去，免费。要我亲自去替你杀人，还免费？你是怎么想的？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你？不然你无回门就继续躲躲藏藏，再过不了多久，躲着躲着就可以从江湖上彻底消失了。就只是要我替你杀个人？待你得手以后，前情旧怨可以一笔勾销。你无回门与我井水不犯河水，来日若有需要，看在他的份上，我还可以借你3分情面。你把他情况给我，这单我接。哎，瑶儿，我得离京一阵子。你接了业务？啊，你想不到我接了谁的业务啊？谁的？难不成是鉴定的？你怎么知道的？我瞎猜的。他能给你什么业务啊？你竟然还答应了？去帮他杀个人呗。我本就是干这行的，不是多大的难事。目标也不复杂，只不过他不在京城，在地方城郡，我得去跑一趟。他给你多大好处啊？我免费替他杀这一回，之前的种种恩怨就一笔勾销。以后我无回门不用躲躲藏藏了，他也不会追着脚了，彼此互不相犯。你觉得他是个恩怨互销的人吗？那狗男人只会冤冤相报，不死不休吧？我也觉得不像。他还说看在你的份上，以后行走江湖要是有需要，还会借我3分情面。他还说你是上了他族谱的，以后就是他的人，而我是你的好姐妹，他可以为了你姑且放了我。放屁！
我也觉着是，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你不是说他言出必行的吗？你将他的话从头到尾说给我听听，万一他话里有坑呢？结果陆瑶一番听下来，也没听出有任何不妥，也就唯一一个问题问鸠侠道：他自己眼线遍布，狗腿子众多，杀个人对他来说何等轻松啊？为何需要让你亲自去？可能是涉及朝廷命官，他不好沾手。死在他手上的朝廷命官一大堆，不然他奸相的名声怎么得来的？可能是真看在你的面子上，总不能以后见面就打打杀杀，所以他先给他自己铺个台阶下。后来苏怀回来了，陆瑶便直接问了他：你为什么要让他帮你去杀人啊？看着烦，想让他有多远走多远。莫名的陆瑶觉得他的这个答案就靠谱多了，毕竟这阵子鸠侠毫不见外，在府里吃吃喝喝，就差把这儿当他自个儿地盘了。到下午的时候，皇帝旨意便传到了流云宫，因苏相主动请旨求娶长公主，皇帝同意这门亲事。即日招钦天监，则良辰吉日，使二人完婚。直到皇帝身边的太监离开了，长公主还有些失神。他苏怀向来说一不二，竟当真去向皇上求娶她了。你终究还是属于我的。消息传到相府时，苏怀人并不在府上，也不在宫署。上哪儿去啊？带你出去散散心。我为什么要出去散散心啊？我想。你想你自己去不就是了？我不曾带你一起出去玩过。陆瑶一听这个玩字就莫名的发毛，这狗男人平时是个会玩的人吗？说他会玩吧，他平日里公务繁忙，哪比那些闲散子弟东游西逛啊？他还嫌耽误他搞阴谋诡计呢。可要说他不会玩吧，这狗玩意儿在房里时花样又挺多，是正经的散心玩吗？不管正不正经，你也上我的车。相爷怎么有空带我到这城郊来游山玩水啊？这手憋着什么坏呢？等忙完了眼前事呢，我会比现在有空，我再多带你出来游山玩水，让你好好看看我都憋着什么坏。都是成年人，又不是3岁小孩，为何非得手拉手？你能先把手松开吗？成年人为何不能手拉手？我是第一次跟你手拉手吗？在床上的时候我拉你怎么不说呀？苏华，你要死啊！你这张嘴可以不用说话的，你要是控制不住，我也可以发善心帮你缝上。长夜风轻轻，窥明月如梦呀，眸光落心上，如何不思量？路上眼看月，总是亏欠的。贱骨头，莫不是亲一下手指就让你记住受孕了？你难道不想我，对我没有反应吗？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只是单纯的受不了你身上的气味。苏怀顿了顿，俯下身将他狠狠碾压着。是吗？已经很久没用毒火了。苏怀也比以往有些反常，
恨不能将它弄碎碾成汁儿，再一点点吞下去。这里屋前是山谷，屋后是山泉，山谷水潭里有鱼，山后林子里可猎走兽。白日里阳光照得到院子，夜间月色能进窗户，衣食样样不缺。那真是个可以常住的好地方。要常住？路遥反应非常平静，只道：我一人。路遥知道苏怀不可能在这里常住，京城里的事儿怎么可能少得了他？他今日花半天的时间，大费周章地带他来此，这处地方，这房里的摆设用度全都是给他准备的。你一人？住多久？1个月后我来接你。为何？这月不太平。你怕我跟着你不安全，还是怕我跟着你碍事啊？都有。你知道，我最怕跟着你不安全。我也懒得去碍你的事。我可以暂时听你安排。我等了这么久，无非就是想要那一样东西，也不在乎多这1个月。我来接你的时候，会弄到你想要的东西。那就有郎相爷了。你故意把姬无暇引出京城，莫不是就是为了把我藏于此处？要不要去看看星辰？有何好看的？那就睡觉。剑针我留给你，你若不想亲自动手，想要什么猎物呢？让他去弄。确定不是让他看着我吗？庄子附近还有人手，有需要就唤他们出来。剑针我就不要了，你非要留个人在这儿的话，就留剑霜吧。我才不要跟着他呢，这陆姑娘狡猾如丝，我应付不来。剑针做事利索些。我在这儿闲散度日，要那么利索做甚？做事利索的留在这儿不是浪费人才吗？他是相爷的得力腿子，他留下了，叫我怎么忍心相爷身边没个好使唤的呢？陆姑娘放心，主子身边不管是剑针还是我，都一样的。是吗？那你就留下吧，让剑针跟在你主子身边，反正都一样。苏怀还是不打算改变主意，抬脚就往外走。要不然2个你都带走，否则我便天天让剑针漫山遍野去打猎，累死他。随你。他打猎回来，我再烤东西给他吃，熬鱼汤给他喝。苏怀冷不防顿住脚，剑针要炸了。陆姑娘，不要乱说，主子，属下绝不会吃的。以往的经验告诉他，陆姑娘挑唆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了。最后苏怀再回头看了他一眼，还是依了他。剑霜留下。是。长公主明知相爷不是真心想娶，只是为了得到这东西，又何必执着于此？该早些清醒了才好啊。他娶便是了，我又岂会在乎他是真心还是假意？只要他能名正言顺地与苏怀同进同出，只要别的女人再难将他占据不就行了？剩下的可以等他嫁过去以后再慢慢筹谋。长公主自顾自又道：这些日我一直在想，他要这灵犀究竟是要干什么？他那人虽然让我难以捉摸，可我直觉向来很准。如若是他本人需要，我尚且还要考虑2分。如若是别人，我又怎会让他拿去喂别人？老嬷嬷惊呼一声，来不及阻止，只见他手一松，灵犀角就落入了火炉里。顷刻火苗就窜了上来，烧得十分热烈。长公主烧了此物，回头要是相爷知道了怎么办？照那位的脾气，定然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长公主漫不经心道：他见过灵犀角吗？内务府里类似的半只兽角多的是，去将暗室里的东西都搬来烧了吧。往后他不住在这流萤宫，且日日都会见到他，也用不上了。老嬷嬷奉命进内室，一进暗室门，只见四面墙壁上挂着全是那人的画像。老嬷嬷一幅一幅取下来，全好抱去炉子前烧了。就在婚礼前3天，
长公主派出去的人终于有了消息。属下等搜寻城外方圆100里之地，于城西山谷之中发现一处私宅。可有什么异常？属下等照长公主吩咐，未曾打草惊蛇，只暗中观察了1日，距离有些远，白日发现不了什么异常，但夜间私宅里有点灯，显示有人出入居住。如何确定那是苏巷私宅？属下等一一筛查，就那处地方较为可疑，且附近可能有守卫，属下等不敢贸然接近，只发现路上有车辙和马蹄印通往那处私宅。先留守观察，莫轻举妄动。到了婚期这一日，长公主起身沐浴更衣，梳妆挽发，按照出嫁礼的步骤一步一步来。临行出宫前，长公主一袭嫁衣红妆，端的是美艳逼人，仪仗队浩浩荡荡。长公主在轿子里吩咐走在身旁的嬷嬷，说道：叫他们动手吧。今日她和苏相大婚，百官不管情愿不情愿的都会前往相府贺喜，到时候人来人往，苏怀必然无暇分身去顾及其他。既然他与她成婚了，那么那位陆姑娘是必然不能够再留在这世上的。你主子把我安排在这儿住上1个月，原因为何？剑霜心下一沉，他答不上来。果然那些贼子亦不在意硬闯，而是想给陆姑娘传信儿。苏怀今日与长公主成婚，是吗？是也不是。陆姑娘，此事属下也不知。我也信你是不知，不然那狗男人也不会放心让这狗腿子留在这儿。要是让他在剑霜这儿套走了话，那他岂不是白忙活一场？既然现在有了这大喜事，岂能不去恭贺相爷新婚呢？不说别的，咱们去喝杯喜酒，说不定这会儿还赶得及呢。剑霜杵着没动，你不想去？陆姑娘，这事儿主子自有分寸，陆姑娘还是在这里等主子回来亲自跟你说吧。以前他觉得苏怀这人狗是狗的些，但至少他答应他的事儿他都能做到，而他虽然时常骗他，但也都是嘴上骗骗。他倒没想到这狗玩意儿不做人的时候会这么的不是人，都这么大个圈子费这么多心思，就是为了把他骗到此处，他好回去跟其他人结婚。冷不防身后远方的夜空里升起了一枚焰火。主子，定是剑霜那边出了状况。苏怀连夜出城，打马往那城郊旷野飞奔。主子，陆姑娘她……只见这断崖前的空地上满目尸血横陈，以往不曾细看，今日你着红衣倒是好看。今日你结婚，我原想去喝杯喜酒，不料却在这里耽搁了，何必大费周章呢？你只需告诉我，你娶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都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你过来，我们回去说。确定要我过来？相爷兜了个好大的圈子骗我，天下人皆知你要娶妻结婚，便唯独我不知，他有些慌了。陆瑶，你过来，你想划我脖子，你就来。你当我稀罕吗？相爷不愧是相爷，玩弄所有人于股掌之中。他笑着，却是再也不留一点情面。他身后是断崖，崖下云雾弥漫，望不到底。你既已与他人成婚，那你我的婚约也就作废了。我也不是死缠烂打的人，我成全你，从今往后，你我各自安生，互不相扰。苏怀，你我就此别过。话音一落，苏怀脚下猛地一灌，动作飞快地朝他掠去。他伸手试图想抓住陆瑶，那一刻，他看见陆瑶就站在悬崖边，手上伸开双手。就在他碰到了陆瑶指尖之瞬，他当真犹如咸鱼羽鹤一般，毫不留恋的斜身便往断崖外倒去。他没能抓住。看着他衣裙飘飘，整个人急速往下坠，苏怀当即便纵身也朝崖下跳去。他休想以后跟他各自安生，就是死，他也会拉他一起。一个自由散漫，一个卯足了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想要去抓住。两人没坠下多远，苏怀终于是追上他，一把将他抓住。
脚下恰恰有一块可以落脚借力的凸石，只是另一只手来不及抓住岩壁上生长的藤蔓，陆瑶便说翻脸就翻脸，于半空中一掌将他击向崖壁，尚未脱手的剑更是被他反手就毫不留情地刺穿他肩膀。那剑锋夹杂着内力，锋利至极，深深没入崖壁之中，几乎是将苏怀整个人钉在崖壁上，鲜血瞬间染开了他的衣裳。我说与你就此别过，但你若要上赶着就此永别，我现在也可以成全你。灵犀角，你不要了吗？就不劳你了。我说过，迟早要弄死你。今日这一剑，就当是还你以往对我的种种，从此你我两清。苏怀，我差点就信你往后是真想与我在一起的，我一差点就想着往后与你试试看，往后你再也骗不了我了。你敢走？你待如何？陆瑶推了推他胸膛里借力，拉开与他的距离的同时，整个人再度仰身往崖下坠落。最终苏怀手里只来得及抓住他一抹裙角，连裙角都从他手里滑走，手里空空如也。苏怀眼看着陆瑶坠入茫茫山雾云海，顷刻消失不见，此刻才真是万籁俱寂，徒留天边一盏月。剑刃从皮肉里一寸寸刮过，发出犀利的声音。他盯着下方云山雾海，一边拔一边自顾自地说道：树平是太医之女，今日你才有这般能耐要跟我决裂。彼此都知道，他今夜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没有灵犀角，全是靠他平里任的才。最终苏怀硬是将剑从自己肩头拔了出来，他身体也从崖壁松脱，意识直直地往下坠去。苏怀功夫好，即便是他受了伤的情况下，这危崖峭壁也没能将他摔死。怎么回事？还是先去看看主子吧，主子伤的比我重多了。主子在哪儿？在那一带找陆姑娘，这崖底我们已经摸查3遍了。剑正立刻往他指的方向去，还没走近，远远就看见一抹绯色背影。他发丝有些乱了，手里拿着剑，在茂密的草木植被中翻找着。光是那背影，他时不时踉踉跄跄，剑正看着就觉得他似乎要找得有些癫狂了，浑身透着一股疯狂仇恨的味道，仿佛找的不是朝夕相处的陆姑娘，而是找一个与他有着血海深仇的人一般，只等着把他找出来碎尸万段。主子，你找到人了？主子伤势不轻，须得尽快处理。没有别的要说了吗？剑正知道这个时候劝是劝不动的，他要是再待下去，主子手里的剑可能就会冲他使来了。剑正只好无声的退下去问剑霜了解情况，然后才得知剑霜和主子的伤居然都是陆姑娘弄的，山上那些人也都是他杀的。陆姑娘应该是走火入魔了。谁也没想到陆瑶竟会那般厉害，就连主子和他打起来的时候也不是他的对手。
要是陆姑娘真在这崖底，这么仔细的寻找，怎么也该找到了。她不在这崖底，又有那般厉害的功夫，主子又怎么可能追得上呢？他们都知道的事儿，主子心里必然也清楚，只是主子不肯罢休罢了。苏怀终于也似渐渐恢复了清醒，他回身抬头看了眼天色，默然道：回城。长公主，相爷回来了。长公主，相爷他怎么了？他在前院大开杀戒，长公主所有的宫中侍卫都被他屠戮于前院。相爷他真是疯了吗？长公主的人他竟然也敢杀！不多时，院外便有脚步声响起，满是鲜血的红衣黑靴一步踏进了院子里。苏香，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苏怀，你住手！如何？你别忘了，我是长公主，你也要杀我吗？你如何向皇上交代？我不杀你。他眼睛一转，盯着长公主身边的老奴。灵犀角呢？老奴这就去给相爷拿来。他转身就去嫁妆箱子里找到那半只兽脚，双手捧着回来，有些发颤的呈到苏怀眼前。那半件假物来糊弄我是吗？我糊弄苏相做甚？既答应苏相大婚之日以此物相赠，便会相赠。真的灵犀角在哪？这就是真的。是一开始就没有吗？这回没等老奴回答，苏怀一手把他揪了过来。长公主低低咆哮道：还请你及时收手。苏怀径直将老嬷嬷对着长公主，当着她的面儿将剑刃一点点卡进她的脖子里。你什么时候见过糊弄我的人还能有个好下场的？我以为你懂，至少会收敛些。长公主浑身猛颤，院子里一片死寂。你敢如此以下犯上，皇上定不会饶恕你。不是我要娶你，拿灵犀交换，而今却是你先失信于我。但我既应了你，这婚礼就该进行到底，令你满意。昨晚我有事耽搁了，洞房里现在补上也不迟。这时剑征进了院子里，对满院惨状视若无睹，径直走到屋檐下，恭敬呈上一只药瓶。这是什么？你给马氏的东西还不知道这是什么？长公主闻言，在他靠近之前试图夺门而出，却被苏怀一手揪住长发，将他逮了回来。苏怀，你放肆！苏怀手上再用力一拽，他痛得不禁张口喘气。苏怀便将一瓶如白霜一样的药粉全部倒进他嘴里，他不肯吞咽。取他这老奴一盏血过来，给他送符。长公主眼眶通红，死死瞪着苏怀。直至今时今日，他才算彻底认清苏怀的真面目。剑征还当真去拿了一只杯盏来，接了一杯老嬷嬷的血。苏怀随手接过，一手拽着长公主的头发，一手徐徐给她喂进了嘴里去。随后有5、6名男子进了院里来。这是我从牢里提出来的人，给长公主助兴。你这个疯子，苏怀，你这个疯子！疯子？长公主第一天认识我是吗？还不进前来？那些人只好瑟瑟发抖的上前，而后苏怀便跨出了门口，让他们进屋里去。你既然要跟我做交易，就不要怪我骗你。灵犀角不管我是有还是没有，是你自己要信，用得着我何？我有真的灵犀角又如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给他鹿咬球的吗？如此，我又怎会让你如愿？真的灵犀角被我亲手给烧了。他终于看见苏怀停下了。怎么，你去崖底没能找到他吗？那他大抵也是摔个尸骨无存了。你我已结为夫妻，说到底是你负了他，他怕是也毫不留恋的选择离你而去。他又抬脚走了回来，进了屋子里。几名被他从牢狱里提来的刑犯霎时又不敢轻举妄动了。还不动吗？再不动，
就永远别动了。几人一听，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像院子里那么多死人一样，内心的恐惧使得他们不得不挪动脚步。滚开！全都滚开！他们时不时回头看相爷眼色，发现相爷只是支着头在欣赏，除此以外没有半点要阻止的意思。他们也就渐渐卖力起来，得让相爷满意才行。苏怀，你这个畜生，你禽兽不如！再后来，他身上唯一蔽体的衣衫也都被撕烂了去。那些个人在药力的作用下再也无暇思考，更顾不上恐惧了，只想先疏解身体的渴求。苏怀不为所动，始终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支着头，欣赏着床上的那一幕。长公主服下不少的药，那药劲儿上来，使得她浑身皮肤都变得绯红，身体的热浪却一浪一浪的冲上来，身上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到最后她骂也骂不出来，全程只是承受。她也终于明白，难怪苏相这么爽快的就答应与她成婚。原来马氏的事情他并没有算了，以前的诸多种种他也没有算了，他就等着他亲自送上门来，送到他眼皮子底下，他再举刀宰他，连着他身边所有人一块儿宰。到了这相府，便不再像是在他流萤宫里那般，为所欲为的人不是他，而是苏怀。怎么回事啊？怎么弄成这个样子？我是多少年没见过相爷这般了，他是受了什么刺激，又被谁给刺了这一剑？因为陆姑娘。也对，一直没看见陆姑娘，相爷不是抛弃了她，与长公主成婚了吗？我要是陆姑娘，我也得刺相爷一剑。主子并非真的要娶长公主。那我能不知道？他结了几次婚，你见他哪次是真心想娶的？婚姻对相爷而言，不就是个手段吗？陆姑娘的性子，就她敢跟相爷对着来，一看就是个不好惹的。相爷真若惹毛了他，他不好过，能让相爷好过？相爷也是马失前蹄，到最后居然栽到个女人手里，还心甘情愿的让人刺一剑。剑霜也被他打成内伤了，他这么厉害了吗？以前我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厉害。这个新婚夜过得还算满意吗？我未曾害过你，不过就是想往后与你并肩而行。以往别人都说你人面兽心，我却不以为意。如今倒是看清楚了，这些年来我心悦的是怎样一个东西。你该早些看清，我拿条件与你谈的时候，你若好好将东西交给我，倒也罢了。这是你提的条件，我是照着你的要求娶了你。倘若我真交给了你，你便会放过我。苏怀看着他，一时并未言语，长公主便知晓了答案。我若是真的交给了你，也是一样的结果。我给你提条件的时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只是那时候他不要，却还想反过来让他答应自己的条件。以往他在流萤宫时到底是长公主，他明面上不便对他做个什么，可如今他自己要求嫁出宫，把自己送到他手上来，苏怀还会客气不成？你我新婚燕尔，当如胶似漆一番才行啊。今晚继续。苏怀，你不得好死，死后你也得下地狱。那我会先让你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的，将他伺候舒服。后来婚后没过3、5日，长公主便提出要搬去公主府，外面的人就不由得纷纷揣测，不是才成婚几日吗？怎么长公主就要住去她公主府了？莫非两人婚后不和？不过很快苏怀就打破了这种不和的谣言，因为即便是长公主去了公主府，苏怀还是隔三差五的带着人上门，好好的伺候她。长公主每每看见苏怀，就仿若是看见了鬼一般，可偏偏外人都觉得苏相对长公主甚是温柔体贴，公务繁忙之余还能抽出时间去公主府陪陪长公主，不知让多少京中女子们羡慕。
药谷，床上的人黑发如早一般，衬得那脸色极度苍白，但始终却是安安静静的。瑶儿，乖乖喝药，喝完了药就能快下好了。等陆瑶缓缓睁开眼睛时，一双瞳仁冷清如幽泉，清透似琥珀。瑶儿，你终于醒了，他们都说你昏睡大半个月了，如今我才回来喂你第一次药，你便醒了，可见你我当真是心有灵犀的。你确定是心有灵犀，而不是想烫死我吗？把你烫醒也总好过你这么睡下去。姬无暇，我上辈子欠你的是不是啊？我这才醒来，你就又想把我压昏过去啊？对不住，是我太激动了，意识失控。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睡了一个好觉。很快，屋门外掀起一阵风，姬无暇只感觉自己被往边上一挤，等再定睛一看时，床边就已经坐了一个人，他便是曾掀翻江湖的大魔头凌霄。陆瑶见着了师傅，弯眼一笑，可笑着笑着，眼角却红了。他想起了藏宝楼里的叶藏前辈，他师傅找了那么多年的人，以后永远都找不到了，但他却不能说。凌霄也就这么一个徒儿，而且还是要跟其他人共有的，可见不得他这般面目一沉。谁惹你了？要不要为师去把他的狗头揪回来踩着耍啊？我觉得这可以。就是许久不见师傅了，以往师傅一走就是个1年半载的，很难得见到你回来。随之又有一人走了进来，一身药气，板板正正，用鼻子发出一声哼哧。要不是听说徒儿出事了，他都恨不得在莲花镇生根，哪舍得回来。二师傅医术了得，便是江湖人称的医圣。你还记得当日是怎么回来的吗？没什么印象。你差点就跟你大师傅一样了，你知不知道？要是疯癫了去，这一个老的一个小的，我看你师徒二人以后怎么办？幸亏我们赶回来的及时，让你睡上一睡，才不至于酿成大祸。好好的一个女娃，让你教成了这样。你看看，大魔头教出了小魔头，都说了那些邪门的功夫别教给他，你偏不信。收徒儿不教他武功，教什么？那你收他不也还教他学了医？我可没在自个发疯发狂的时候教他识脉扎针，而有些人呢，却在自个发疯发狂的时候教他武功心法。学生，你这就没意思了。你是不曾发疯发狂教他识脉扎针，你却在喝醉的时候把个男的脱光了绑台上教他认学。也就你这种成天想着女人的人，才惦记着男女之分。我绑给他的是男人吗？分明是个病人。陆瑶才醒，脑子嗡嗡的，看看大师傅，又看看二师傅。这时姬无暇终于说了句人话：大师傅二师傅，瑶儿他才刚醒呢。醒了就好，你这副身子，师傅我呢先替你镇着，等歇好了再说。你不是去找灵犀了吗？灵犀呢？没找着。唉，可以治你走火入魔的东西没找着，结果你却走火入魔的更厉害了。也罢，这事儿也不是没有转机，那灵犀暂找不到就算了，师傅给你想别的办法。谢谢二师傅。到底怎么回事？谁人让你失控成这样？遇到个阴险狡诈背信弃义的狗东西，遭了他算计。人呢？弄死了没有？徒儿把他钉崖上了。若没死，回头再定他一次，定死了作数。好。两位师傅多加叮嘱，陆瑶该吃药吃药，该用膳用膳。二师傅亲自提炼的药自是极好的，只是眼下陆瑶心脉受损，真气被封，他完完全全是个伤患了。你不是去杀人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提起来我就一肚子的气。我当那狗贼是真想与我冰释前嫌，以便以后跟你好好相处来着。结果他白老子一道，他就是想把我引走，好让你孤立无援。丧心病狂，真不是个东西。亏你还对他那么好，又给他弄药，又给他调理身体的，他非但不知感恩，他还忘恩负义。他要娶别的贱货就娶吧，只要跟咱说一声，咱要是拖泥带水纠缠，就跟他姓。这种狗东西最是恶心人，又想你继续给他治疗，又想对你始乱终弃，什么便宜好处他都占了。我呸，什么玩意儿！就让他跟那狗屁长公主结婚吧，他俩一个做作一个坏，还真是狗屎与猪粪，臭味相投。你把那4钉牙上，你怎么不把它弄断气儿再钉牙上？他不过就是背信弃义而已，还没到杀我全家那种仇恨程度，我何必那么激愤？他要你帮他杀的人，你杀成了吗？怎么没杀成？气死我了！才给他干完事儿，就听说他结婚，但新娘子不是你的事儿，我马不停蹄的赶回来，才得知你已经回谷了。这事儿不能白干，以后有机会，我定要让那孙子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先前你师傅们来问你情况，你干嘛不把狗贼给供出来啊？凌霄师傅肯定给你出气，把那狗贼玩着花样的弄死。我被个贱人给算计骗了，说出来你不觉得丢脸吗？是有点。他算计我一回，我还他一剑，也算公平。往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若是不幸江湖遇见，再算算旧账也不迟。见他一回，弄他一回。那你们的婚约怎么办？信物一回，哪还来的婚约啊？那贱人谁要谁领去呗。不愧是江湖我咬儿，爽快。咬儿，灵犀角有消息了，你没听明白是不是？灵犀角啊，灵犀角在南怀出现了。南怀？可不是嘛。这么巧，靠谱吗？听说灵犀还没有绝种，与云津交界的南怀地带就有人发现过灵犀出没。要不是这次打仗惊扰了那玩意儿，谁也不知道它居然还没有绝种。这消息是从南怀那边传来的，现在江湖众人都想过去猎那灵犀，应该靠谱。瑶儿，咱们也去南怀吧，管它真假，去看看便知。真若是有灵犀，江湖上人人都去争而抢之，就由他们去抢吧。最后灵犀落到谁人手上，我们再去找那冤大头便是了。别呀，谁知道他们抢来抢去会怎么样？万一中途出什么变故怎么办啊？万一灵犀角被毁了怎么办啊？我们先去拿回来，给你治身体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姐妹，夜长梦多，还是得尽快弄到手。再说了，你整人闷在这里有什么趣儿啊？我带你去江湖上走走，散散心去。外面世道这么乱，散什么心啊？吉武侠摸了摸，不懂就问：瑶儿，你是不是担心出去会遇见狗贼啊？呵呵，你也是真会提。那你大可放心，我打听过了，这次南怀带兵的是什么广宁侯，不是狗贼。狗贼人在京都，抽身不开。虽然他活着外面了污染的空气，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放弃了外面的大好天地啊。咱们江湖人干就是了，难不成还前怕狼后怕虎的吗？瑶儿，听姐妹的，你别为了那种渣渣将自己封闭在这里一辈子，不值得。我上次出谷去找灵犀之前，不也天天待在谷里吗？可以前你好歹隔三差五要跟我出去一回。你也不看看我现在这情况，能跟你出去瞎转吗？我不管，你就是不能再想那个烂王八羔子。唉，说真的，我还真有点怕。要是出门不幸遇到狗贼，以现在的情况，你我加起来都干不过他，还可能落到他手上。那东西睚眦必报，又疯又狠的，我捅了他一剑，要是落在他手上，必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啊，避避没有坏处。再有了，南怀那地方太敏感了，又打仗又江湖人士云集的，且那狗东西诡计多端。你瞧着他今天在京城，可能明天他就跑到苏怀去了，不得不防。就先让他们去争的争，抢的抢吧。灵犀若是真的，咱们再动手也不迟。为什么我总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
南怀的消息都传得如何了？现在江湖各道都知道南怀出了灵犀角，正赶着去一探究竟。江湖黑市也将灵犀角的价格炒至了10万两银子以上。这样一来，寻找灵犀角的人还不蜂拥而去？谁都想趁此机会发这么大笔横财。只是主子这样撒网，引来无数鱼虾，能引来他真正想要的那条吗？那陆姑娘可不是轻易会上钩吃饵的。江湖上该放的消息，该找的线索，这阵子全力去找了，可是陆姑娘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杳无音讯。你说她会去吗？属下不知。她不会去，她怕这是个陷阱，怕我会逮到她。那主子为何还这般大费周章？但不排除他身边的朋友或者他那几个师傅会为他去。属下明白了。果真没几日，剑霜那边就传回了消息。主子，之前无回门销声匿迹，难以探查，但2日前有人发现了那只黑鹰出来走动了。往什么方向走动的？往南怀方向。整顿一下，准备出发。南怀还是得去一趟，灵犀角早日拿到，徒儿便能早日免我同等之苦。陆遥听来心头一暖，师傅不着急，那消息是真是假还未可知呢，而且南怀情况究竟怎么样也还不清楚。这有何难的？是真是假，是什么情况，等去了不就知道了。你这身板眼下是不能随便往外跑了，这一趟为师去瞧瞧。师傅，南怀正战乱呢，还是等等再说吧。那一带我熟，横竖也是要出门的。他要去就让他去，管他打仗也好，江湖纷争也罢，那些虾兵蟹将的还能把他吃了不成？这老小子以往瞎教你的心法功夫，害得你走火入魔，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看看这些年哪点把你当女娃子养的，这次去给你找灵犀角也是他该做的。瑶儿，不如我们也去吧，有凌霄师傅在，还怕个铲铲，咱们出去都能横着走。可结果师傅是个行动派，才说完这件事儿，等到吃晚饭的时候，陆遥就发现师傅不见了。瑶儿，怎么了？收拾东西，只有我师傅去。姬无暇一听，顿时精神一振，睡意全无了，二话不说爬起来就跟着他一起收拾，贼激动道：下午还说不动你，怎么突然就改主意了？我不放心。不放心什么？你师傅那么厉害的人，你还不放心他吗？要是他遇到狗贼，情况会不妙。你是怕你师傅打不过狗贼，还是怕狗贼被你师傅打死啊？不是，我是怕他耍阴谋诡计。像他那种专门玩阴谋诡计的人，恐怕绝大多数江湖人都应付不来，是应该当心。只是陆遥想的和他想的又不一样，他哪是怕狗贼的手段呢？他是怕他那张狗嘴。他师傅如今好不容易稍稍释怀了，若要是真遇到了那狗贼，万一在他师傅面前提一嘴叶藏前辈的事儿，那才是糟糕透顶。所以他是真怕，生怕那两人在南怀遇到一堆儿去了，那后果是难以预料的。为谨慎起见，陆遥和姬无暇乔装出行。这个姬无暇最在行了，他行走江湖，一手易容术已经练就的炉火纯青。于是乎，两人俨然就乔装成了兄弟俩，一身寻常的江湖侠士行头。放心，我乔装的，别说是奸佞狗贼，就是亲爹亲妈都不一定认得出来。接下来你应该担心的是，等我们找到凌霄师傅了，他认不认得出我们？还得是你。还是先找我师傅吧。两人进山不久，黑虎就自那山林的高高上空翱翔而过。这厢剑征剑霜跟着苏怀进这老傲山以后就分散开了，别人都是进来找宝的，而他们是进来找人的。这老傲山里也有飞鸟猛禽，黑虎混在其中，又是在上空盘旋，有密林做挡的，所以应该少有人能注意到他。后来又遇到别的鹰，大约是有领地意识，别的鹰跟黑虎打架，
最后黑虎成功的把对方打趴下。别的鹰被黑虎抓着揍时发出惨痛的笑声，没坚持多久，那鹰就直接从上空坠落，啪的掉在地上。你听，是不是无会门那只鹰在叫？叫得那么惨，你觉得是吗？剑霜觉得也对，那只海东青被关笼子、被套锁链，还有被主子拔毛时都没叫这么凄惨过。而且仔细一听，叫声也不尽相同。两人回头望去，见那是一只毛发凌乱的死鹰，显然是才被干死的，浑身血迹，身体还轻微的抽搐两下。两人不约而同的抬头，恰恰就看见另一只黑色雄鹰自头顶上空盘旋而过，那张开的纯黑翅膀有种空中王者君临的威风。看到了那抹一闪而过的黑影以后，这下剑争剑霜对视一眼都不说话了。下一刻，两人立马折身就去找主子。之前我们是盲目的寻找，但现在基本可以确定了，主子要找的人必然是在这老傲山里。现在不用着急了，主子在这里，一定不会让他逃掉的。人难免有三急。后来两人途中找了个树丛茂密的地方去方便。正这时，陆咬和鸠侠转到了附近，那上半身鸠侠只一眼，不由得呲了一声，对陆咬嘀咕道：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眼熟啊？可正是鸠侠这一出声，尽管隔了一段距离听不太清楚，但剑争和剑霜还是第一时间发现有人来了。两人解决完以后，立马提好裤子就转过身来，恰恰跟陆咬和鸠侠面面相对。陆咬和鸠侠顿时面无表情，浑如雕塑。鸠侠表示，他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这两个孙子呀！还好他们俩是乔装过的，这种时候不能慌，更加不能躲，不然你越是心虚，对方就越是觉得你可疑。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下来！好像是你们在看我们啊！还狡辩！你们要是没看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看你们？剑霜一听冷声道：我等在此方便，生态直赖赖的在后面看，非礼勿视的道理不懂吗？我说是哪两个孙子在此随地大小便呢？你们自个儿德行不检点，还怪别人非礼勿视，真是笑话。再说了，就你俩那两根小豆芽菜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花钱请老子看，老子都不看。剑争听得异常无语，剑霜则听得异常来气。怎么这个江湖人嘴如此歹毒，简直跟无会门那妖女一模一样。剑争表示他也有同感，说江湖人都与你这般见人就骂，逮人就咬，岂不是一团乌烟瘴气？我劝你还是别出来替江湖人抹黑。就你也配称江湖人？剑争无意与对方骂架，看这架势，他和剑霜加起来都骂不过对面的一个，而且他们又不闲得发慌。算了，正事要紧。罢了，不与他们一般见识。最后双方各自一走，鸠侠还时不时回头看了两人一眼，低低跟陆咬说道：还是先把他俩灭口了吧。等双方都远的再也看不见彼此背影了，鸠侠和陆咬方才唰的拉下了脸，一脸面瘫。你不是都打探清楚了吗？啊，不是说狗子在京里不会来南怀吗？还得是你了解他，那贼子果真是阴险狡诈，诡计多端。昨儿个还在京里，今儿个就突然出现在南怀了。呸！只能说我没他那么多心眼子。啊，果然是怕什么就来什么。那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啊？看来让你乔装出门真是太明智不过了，就是为了以防这样的万一。那两个傻子居然一点都没认出来，看样子你我乔装的也真是很成功。陆咬万万没想到，才到下午的时候，他越想避开着点儿，那瘟神就越往他跟前凑。当陆咬和姬无暇在某处林中遇到另一个方向走来的苏怀时，两人就麻木的像两根木头。苏怀身后还跟着剑争剑霜，有一阵没见，那厮顶着这么一副皮囊，还是走哪都招摇。陆咬姬无暇面上稳了一批，但整个心态都炸了，这得有多倒霉啊！
上午才遇见那俩狗腿子，紧接着下午就遇见了这狗主子。怎么着？掉头跑还是左右跑？你逗过狗没有啊？你若是一见到狗就跑，它肯定以为你怕它，必定是撒开鸭子追着你咬。那怎么办？稳住。于是两人继续跟个木头似的与苏怀遥遥相对。怎么又是你们？一天见2回，咱们真是有缘呐。你们见过？姬无暇一口豪爽侠气的声音说道：他们撒尿的时候我们见过，还请阁下慎言。这有什么好遮掩的？你有的大家都有。大家萍水相逢，都是来寻找灵犀角的，无意交敌，只是我兄弟心直口快，与有冒犯，还请见谅。说着就抱拳一道一声告辞，他和姬无暇便4平8稳的转身准备往回走。等等！苏怀出声叫住他俩。陆遥感觉头皮一麻，他可不能给这狗东西认出来。阁下还有何事？可见过一位姑娘进山。姑娘？哦，我们沿途走来可没见过什么姑娘，姑娘不会进山来寻宝。阁下若是寻人，是不是寻错地方了？但我觉得她会来。既然阁下问起，回头我若是遇到了，会帮阁下留意的。告辞。你们方才不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吗？怎么又走回头路？啊哈哈，这边看样子是没有什么可寻的，只能倒回一小段路，再往别的方向去看看。快走，快走！狗还盯着走那么快做甚啊？想死吗？慢点走。哎呦，刚刚真是太险了。啊，你的乔装易容术确实能扛。要不是裹了胸垫了肩，腰带里夹了棉絮，鞋里还做了增高，说不定就会被那狗贼给认出来了。乔装嘛，当然是要整全套的。确实，他俩扮起哥俩来，扎堆一站，那就是膀大腰圆的汉子。而且姬无暇张口闭口又粗鲁，男人方面的时候他也不避讳，谁能把他俩往娇滴滴的姑娘上面联想呢？还没找到凌霄师傅啊？黑虎咕咕2声。你肯定是自己去玩了，压根忘了帮我们找人是不是？不，我有找的。你还说你有找？我都听见你跟别的鹰打架了，那鹰叫的可惨了。黑虎木着一只鹰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平时在城里你还小的收敛一些，可一到荒野，你就知道跟别的鸟打架抢地盘。真不知道你这德行是跟谁学的。还能跟谁啊？我顶多就是杀杀人搞搞钱，我可没他这么争强好斗乱占地盘。还有，你打赢了就打赢了，你把别的鹰打得哇哇叫也就算了，你怎么能乱叫呢？要是有人听见你的叫声认出了你怎么办？你一时太爽没忍住。找到我师父了吗？找到了。是不是还撞见了其他的？好家伙，黑虎直接在姬无暇手臂上蹦起来了。你以为你很轻吗？敢这么跳，老子手断了你接吗？陆遥见他炸毛的样子，他也就只对一个人这么炸毛过。别问他，是之前关过你锁过你的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他。陆遥和姬无暇对视一眼。那狗现在在山里到处瞎转，黑虎发现他也是迟早的事儿。只是让人忧心的是，黑虎发现他的同时，他有没有发现黑虎？你是先发现我师父，还是先发现那狗东西的？黑虎整个处于亢奋状态，又蹦又跳又炸毛。陆遥心头不妙，还是说你是同时发现他们的？离得不远了。黑虎带路去找我师父。他就知道来南怀找什么灵犀角这事儿不太靠谱，他一直怀疑这灵犀角的消息是怎么来的，莫不果真是个套？随之黑虎在前带路，陆遥和姬无暇立马加快速度往前去，两人毫不耽搁的一追赶就是1-2个时辰。
后来终于听见前面依稀有人声了。路遥一脚蹬在一棵树干上，身影顿时如影掠出老远。路遥卯足力往前飞快地移动身形，一时间姬无暇都快赶不上了。瑶儿，你师父说你不能动用功力。话音刚一落，姬无暇就见路遥在前面突然停了下来。只见前面不远处站的确实是路遥的师父凌霄，可与他站在一起的可不就是苏怀吗？他着一身黑衣，在这苍冷寂寥的雪天里显得身量出奇的笔挺修长，黑发与他的衣色融合在一起。那朝路遥看过来的一双眉眼，没有了往昔故作的情深意重，也没有了往昔伪善起来的温柔和善。路遥本还想装一装的，可奈何方才姬无暇喊了他的名字，定是被这狗东西给听见了，所以他眼神才变了。别相遇，我身共身万丈，不如夜月长，望去江河天共楼，幻影梦荒凉。伤我今生，心中怎么不掉头就走了？怎么不继续骗我？你找我干什么？报仇吗？你过来。所以这灵犀角的消息一开始就是你放出来的。什么灵犀角？这里根本就没有。我耐心快耗光了，你再不出现，我还有其他办法，总能让你主动来见我。路遥，你过来。你叫他过来，他就过来啊！你算个什么鸟？也不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有凌霄师傅在，还怕个卵蛋！姬无暇底气足的不能再足了，他要是不服，干他就是了。不来，诺必与你师父聊一聊。我也不知道我能说出些什么事情，但总有些事你师父会感兴趣的。你我本来形同陌路也就算了，你非得要搞成你死我活的仇人是吗？你少威胁吓唬人！你有什么破事是瑶儿师傅感兴趣的？有种说来听听。凌霄前辈，关于我师父的事，与前辈一说。你师父？我师父是叶。话没说完，路遥立马出声打断：“师父。”你师父是谁？师父，就是他害得我走火入魔，是他背信弃义，算计于我。而后林中安静的就只剩下风声了。凌霄再次看向苏怀，顿时气场就变了。是吗？话语一罢，压根儿不需要听苏怀的回答，凌霄就突然出手一掌击向苏怀。苏怀不得已抽身后退，可凌霄身法瞬息一变，倏地自他身后袭来。苏怀侧身躲开，虽避开了强劲的攻势，却也被他拂袖挥开，险些撞在树干上。亏的是苏怀反应快，一脚往那树干一蹬，翻腾两下，方才有些狼狈的落地。下一刻，凌霄又倚至他面前，一边跟他过招，一边道：“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只可惜你敢伤我徒儿。”凌霄师傅被封了功力，光是拳脚功夫就打得狗叫还不了手啊，真是太厉害了。他能让师傅干这狗男人，但他的嘴又没废，他随时都有可能张口道出实情。而面对这种情况，路遥既插不上手，也阻止不了。但不知是不是狗男人被他师傅打惨了，打得应接不暇，根本没有闲工夫说点别的话，所以整个过程中他都是闭着嘴没吭声。凌霄师傅，弄他，狠狠弄！他天天欺负瑶儿，不是个好东西。凌霄下手自然是不带留情的。瑶儿，快好好看看，这个平日里要上天的狗贼，眼下是怎么被干的？有没有很解气？苏怀被打得很惨，至少路遥觉得比自己下手时惨多了。路遥揍他时喜欢快很准的揍，捅他时也喜欢干脆直接的捅。可他师傅凌霄揍他不一样，毕竟实力摆在那儿，而且还是个晚辈后生，要是3两下就揍完了，岂不是不道德？所以师傅下手又让他痛，又不那么快痛过头，
苏怀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被凌霄给揍趴在地上了，一身黑衣全是血渍。到后来，他单膝跪在地上，嘴里吐出的血滴滴在雪地上，尤其妖冶，看得我有些热血沸腾的。要不是情况不允许，我也想上去来2下。我收拾一下欺负我徒儿的孽障，你2人莫要凑热闹给我送人头。苏怀动了动嘴，抬起头来，仍是直直看着陆瑶。徒儿可解气，要不要为师摘他狗头？算了，师傅，我们走吧。他要是再追上来，就请师傅帮我杀了他。我师傅是叶藏。此话一出，刚刚转身的凌霄猛然一震。你说的可当真？真不真，他最知道。说罢，他便又溢出一口鲜血，随即整个人倒在了地上。我还有事问他，他想死也得等跟我说了以后再死。我大老远来这里找灵犀角，结果都是这小子的圈套。这里要是真有灵犀角，我跟他姓。师傅审审他的2个狗腿子不就知道了？我徒儿说的是真的吗？没有灵犀角，都是你们这主子的算计。还是等主子醒来，由主子跟前辈说吧。苏怀靠着树一直没醒。他还有旧伤，正是为陆姑娘所伤。说着也不耽搁，将随身携带的伤药取出，给苏怀上药包扎。不就是被捅了一剑，这都1、2个月过去了，还没好。自打陆姑娘离开以后，这2个月里，主子一边要忙朝廷里的事儿，一边呢又要想尽办法打探陆姑娘的消息，整天都在外面忙碌，伤口是反反复复崩开，一直都不见痊愈。看到这狗贼那么惨，那我就放心了。瑶儿，狗贼伤得好重啊，你快来看看，也高兴高兴。看不看我都很高兴。到半夜的时候，苏怀仍是没醒，还发起了烧。还请陆姑娘施以援手，救救主子。陆瑶似睡着了一般，没反应。还请陆姑娘救救主子。你主子不惜命爱折腾，他要死了便死了，与我何干？还请陆姑娘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哼，可我这人最不念旧情。要不我先去江湖上接个杀他的任务，回来他再死，这样他也可以发挥最后一点用处。你这妖女，主子几次3番饶恕你，你居然将仇报。你主子搅我分舵，还骗老子去给他做事，要不是我信他，瑶儿也不会被他骗得那么惨。老子还没说什么呢，你却好意思说我恩将仇报。瑶儿，你可千万别管，就让他死了干净。求前辈出手相助，救救主子。我又不会医术。但剑正知道，这位可是陆姑娘的师傅，只要他开口，陆姑娘多半会动手的。我家主子是叶藏前辈的弟子，一身武功都是为叶藏前辈所授。若是主子就此丧命，前辈也不会得知那些前情了。前辈之所以一路带着主子，不就是想弄清楚吗？徒儿，你怎么看？师傅莫要听信他一面之词，那都是他骗师傅的，不足以为信。徒儿见到叶藏前辈时，叶藏前辈可没说他收了这个徒弟。颠倒是非的是陆姑娘才对。陆姑娘与主子朝夕相处了这么久，怎会不知？朝夕相处？陆姑娘是我主子的未婚妻。当初是陆姑娘亲自找上门，来找我家主子兑现这门婚事的。还有这事儿？他满口胡言，师傅别信。那狗主子和他的狗腿子都是谎话连篇的东西。我谎话连篇？我骗你的次数加起来还没有你骗我的多。陆瑶眉头动了动，睁开眼侧目看去，见苏怀竟醒了过来。他还发着高烧，双眸被烧得通红，火光闪烁也掩不住他的虚弱脸色，嘴角血迹未逝，他直勾勾地盯着陆瑶，眼神里的那股子偏执疯狂的病娇味儿，让陆瑶只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你以为你毁了信物，就不是我未婚妻了？我相府上下满朝文武，皆知你陆姑娘是我未婚妻。他盯着陆瑶，又继续说道：叶藏是我师父，凌霄前辈若不信，大可等我伤好转之后，我会亲自带着前辈去找我师父。亲
贱人，你住口！苏怀就笑，笑得肆意妖媚。到时候务必让凌霄前辈了解师傅的前情始末。说罢，他又缓缓耷拉下头去，没再有反应。我且先吊着他口气儿，等我问清楚了以后，你要杀要剐也不迟。他若骗为师，不等你动手，为师也会解决了他。一直到走出老傲山，苏怀的情况都不怎么乐观。苏怀的伤势在南怀一般的大夫还处理不来，何况眼下有医圣弟子在，剑争剑霜还去找别的大夫做什么？于是剑争剑霜脸都不要了，堵在陆遥门前不走人，请他救人。陆遥不理他，剑霜就在门外冷冷地对剑争说道：算了，别求他。他说的对，有点骨气的啊，别来烦我。我们去求他师傅，他总不能不听他师傅的。隔壁不远，他师傅的房里依稀响起了两个狗腿子的话语声。陆遥探出头去一看，就见姬无暇比他还积极地躲在门外听墙角。瑶儿，你快来，他们在讲你跟狗贼相处的事情啊！我都没想到，你们俩居然发生过那么多事啊！陆遥黑着脸也去那门外一听，两个狗腿子还当真是不要脸，差点把他们狗主子形容成一个情深根重至死不渝的大善人了。房门又没关，凌霄当然知道他们在外面偷听，陆遥也就忍无可忍地走了进去。你们还要点脸吗？把逢场作戏说得这么动听的，切！你们俩怎么不去茶楼里说书呢？我等也没有胡说，当初的确是陆姑娘主动来认与主子的这门亲事的。后来在皇宫里，陆姑娘频频惹事，哪次不是主子替陆姑娘善后？我都不止一次听见陆姑娘说爱主子，主子嘴上虽然没说，可她却处处为陆姑娘摆平了多少事。主子以往身边可从来没有哪个女子能近她的身，她身边也就只有陆姑娘一人，否则她也不会让陆姑娘与她同住主院，与她同进同出。现在说这些有毛用？那狗贼三心二意，不是娶了破长公主为妻吗？识相的就不要再来纠缠我瑶儿。我都说了，主子并非真心想娶长公主的。那还不是娶了？别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可打听到了。听说他跟长公主如胶似漆的很，长公主搬去公主府，他还天天上门去看呢。哼，你懂个屁！我不仅懂屁，我还懂屎，不就是你现在这副样子？剑霜，算了，毕竟这妖女的嘴就是开过光的，你骂得过她吗？陆姑娘有所不知，主子那日在衙下没能找到你，回去便疯了一般，关起门来，将长公主手下的100-200宫人尽数屠戮。长公主在主子手上也没能讨到丝毫的便宜。确实是疯了，听起来也确实够薄情寡义，这很符合他的性子。你到底想表达个什么鬼啊？是想说那奸贼够狠，嫁给他不会有好果子吃吗？主子之所以答应娶长公主是有条件的，灵犀角在长公主手上，这是主子与长公主做的交易。起初我等并不知主子找灵犀角是要做什么，而今确实知道了，大抵是因为陆姑娘需要。真要如你所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感动一下？你主子为了帮我找东西，不惜牺牲自己的终身幸福。你不先来给我看看脉？你脉也就那样，有什么好看的？疗伤的药大致都一样。可我不光有外伤，我还有内伤。药方都一样。我突然觉得我又能说话了。紧张，去请凌霄前辈。我麻烦你给我睁大狗眼看清楚，现在你的命是捏在谁手上？你还想要捏死我是吗？你再这样试试看呢？你以为我下不去手怎的？那我的伤你看是不看？药方你写是不写？你若不看不写，我也好早早的跟你师父交代遗言。陆遥还是在床边坐下，手指搭在了他的手腕上。他不知道这玩意儿哪来的精力折腾。关于我师父，你是怎么与你师父说的？总要先对对口。叶藏前辈云游，我在京中有幸遇上，他身边也有良人相伴，便将信物托我还给师父。
你最好是照着这个说，如若你敢透露半点风声，让我师父受到影响，我也不会让你有好下场。我没跟其他人好过。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说，女人玩几次就腻了，对此你应该也是相当有经验的。那必然是有经验的，不然你怎么干得出来骗着一个又去迎娶另外一个的龌龊事来？我娶旁人，并非真娶。结婚只是相爷用的手段，你都跟我订婚结婚2次了，我还能不知道吗？婚事只是交易。这我知道，不就是为了换取灵犀角吗？见证见双都跟我说了，我是不是应该佩服相爷忍辱负重啊？又不仅仅是交易。这我也知道。听说你把长公主身边的人全屠了，让她生不如死，你只有先把她骗出宫才好下手啊。不管是交易还是手段，你苏怀想干就去干，哪怕杀尽天下人，你既一开始就将我置身事外，那这些与我何干？我现如今知道这些，是不是还得感恩戴德一下？你千方百计找我，还是想报我那一箭之仇？你说的，我骗你一场，你还我一箭，以我护体。那你为何还紧咬着不放？因为你是我的老相好，因为我爱你，爱得要死。这狗东西就跟吃饭喝水一样，把这么恶心肉麻的话张口就说了出来。陆瑶猝不及防，给恶心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偏偏这一次毫无自觉，病得都快死了，但他那张嘴还真的是有毒。你走了以后，我茶不思饭不想，天天只想找到你。是你先惹了我，现在你想走，怕是不行的。我每天睁眼闭眼想的都是你，你越想逃，我就越想要找。我每天想你，想的都发疯了。我每天想你，想的都发疯了。你发什么癫啊？能别恶心我吗？跟旁人是差了点意思，我就只想跟你一起，直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生生世世永不分离。等我们将来……满是寂静，陆瑶耳根子也静了。瑶儿，你怎么样了？等我们将来有了孩子。话没说完，陆瑶手上一抽，反手又往他另一边脸甩了一耳光。那打脸声，见证见双还有金无暇都是耳力好的，听得个清清楚楚。他大爷的，你敢对瑶儿动手，老子跟你拼了！谁打谁还不一定。果真，下一刻房里就响起了苏怀的声音：你打我，打上瘾了吗？门外金无暇停顿了一下，然后将撸起的袖管又放了下来。你这么恶心，我不打你打谁啊？女人不都喜欢听这些吗？你竟觉得恶心？还得是我家瑶儿有胆魄，敢打那奸贼的脸。打他，打肿他！你放开我家瑶儿，你要是敢动他，我现在立马就杀了你。你要是敢杀主子，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上回在林中，你们是撒尿遇到的吗？要是不提这茬，大家估计都忘了。事实上，所有人都忘了，这奸佞还记在心里。是又怎么样？我和瑶儿走得好好的，就遇到你这2个小弟正随处撒尿呢。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光天化日之下的，竟如此的不检点。你们亲眼看见了？怎么没亲眼看见？要是没亲眼看见，那是怎么认出来这俩蠢货的？你满口胡言，说话能不能有点真凭实据？什么你亲眼看见了？你什么都没看见。主子明察，属下敢对天发誓，没让任何人看见。就是让这妖女看见了有什么要紧的呀？可关键是陆姑娘与她同行，她信口雌黄这么一说，是想害死他们吗？看了就看了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又不是没看过。还有，不过就是被人看了一下，你也不用这么着急忙慌的跟你主子表清白吧？难不成你们被人看了一下，狗贼就不要你们了？
这世上怎会有你这般不知廉耻的妖女？主子，千万不要信她，属下两人绝对没让入姑娘看。我看了，嘴上这么说着，他还是走到桌边提笔开始写方子，又道：无非就是那么个样子嘛。见真见双已经无法为自己辩驳什么了，这陆姑娘是真的坑啊，坑得他们毫无反击之力。陆瑶只留下支药方，便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哟，你们这是犯什么错了？说出来让我高兴高兴啊！两人挨完打以后，若无其事的穿好衣服，又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等南怀的事了，回京以后，我便送你们进宫吧。在宫里当差也不错。怎么，你们不满意啊？属下知错，随主子责罚，只要别遣走属下。宫里当差哪里不错？再不错，那也是个太监，好吧？不是要把心窝子掏出来给我看看吗？我现在来了，你掏出来给我看。你过来，我给你掏。我嫌脏了我的手。你以往骗我那么多次，也不见我把你捅个半死。是不是觉得很亏啊？你扪心自问，我骗你那么多次，与你骗我这一次一样吗？我可有联合其他男人来骗你。你这么生气，还是因为你心里在意，见不得我娶别人是吗？这些事还当真是过不去了。过去，在我这里，除非人死了，才算是过去了。那就不妨再聊聊，人死不成心死总可以吧？现在想来，之所以这么生气，一是你大费周章的设下一个骗局来骗我，二是你要娶之人是几次三番要置我于死地的女人，三是你说我在意，我也确实有那么些在意，越在意就会越计较，会变得眼里容不得沙子，身心受不了背叛。但我确实不是纠缠不休的人，江湖人快意恩仇，有仇当日报，有恨当日消，往后江湖再见也是各不相欠。陆瑶眼里明净坦然，似乎再也不会因他起秋波艳恋，因他斩桃夭灼华，只有曾相识一场而已，再无其他。往日云烟，现在他甚至连骗都懒得再骗他。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要娶别人，你不曾告知过我，我也不曾因此得到你什么好，所以这个锅我不背。以后再听到你狗腿子说什么是为了我，那嘴也别要了，我会让他们一辈子都说不了话。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千方百计的想找我，是为了什么？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江湖人，我也不快意恩仇，惹我的人让我不好过，我也绝不会让他好过。我要让他无处藏身，我要跟他纠缠到底，直到他做鬼都得跟我在一起。我要是死了，你会怎么样？我会来做个席，随个礼。你要是来随礼，我就让我的人把你按进我的棺材里。那我叫人帮我随个礼。你喜欢听甜言蜜语吗？你少恶心人。我很爱你，你过来，我把真心给你看。呸，真恶心。苏怀有些不满意了，盯着他说道：真心就真心，恶心就恶心，你为什么要说真恶心呢？你恶心人的本事还小吗？话已至此，我对你已毫无兴趣，你我婚约也随着你另许作废，以后我不饶你，你也别在我这儿兴风作浪，彼此相安无事最好。我不舒服，你过来给我看看。陆瑶头都没回。下一刻，苏怀侧身在床边吐了一口血，他伸手试了试嘴角，大抵也是装不下去了，恢复了他该有的那般猖狂劲儿，低头看着手指上的嫣红，说道：我若死了，也有办法搅得你不安宁，搅得你师父不安宁。我活着的时候，可能怕你会恨我，做事会留点余地，可我死了以后，还有什么顾忌？陆瑶顿住脚，他又走回来，苏怀的眼神始终就粘在他身上，他一手就粗暴直接垮了苏怀的衣裳，一手将针碾入他背上大穴，
过程中冷静而不掺杂私情。就你眼下这情况，叫你死得快也是便宜了你。待他扎入最后一根针后，将将收手，不想苏怀却忽然动手，一把扣住他的腰，将他收进怀里，根本不容得他挣脱。这东西看起来虚虚弱弱的，但唯有在纠缠陆瑶的这件事上，他出奇的卖力。陆瑶突然有感，你就像一条被人抛弃的狗，真可怜。那你就可怜可怜我，陆瑶，我抱你抱顺了，换不了旁人。香爷不是说过吗？女人嘛，大抵都一样，有什么顺不顺的？外面想让你抱的女人排着大长队，让你每天换一个都能换到你七老八十。香爷早前也说过，很快便会对我腻了。如今倒正好，你可以多去尝试一下其他的人，找找其他新鲜的感觉，就不会觉得我这儿过不去了。再者，苏怀，我对有妇之夫没有兴趣。完成拜堂礼，完成夫妻礼，那才叫婚姻礼成。我既没与旁人拜堂，又没与旁人洞房，我足谱上的名字是你的名字，与我行夫妻礼的人也是你陆瑶。我若是有妇之夫，你说说，谁是我的夫？你与我说这些有何用啊？天下人皆知你已娶妻，你跟你的新婚夫人琴瑟和鸣，如胶似漆。是时凌霄和姬无暇的声音响在门外。陆瑶回了回神，立刻正了正身子，再不松手，我还叫我师父收拾你。现在你既然醒着，我见你说话也顺畅，不妨就说说你师父的事。你师父当真是业障？正是。他何时收你为徒的？17年前。他素来清冷孤傲，为何会收你做徒弟？以前我弱小受欺凌，被人投以兽口，是师父救下了我。此后我便与师父作伴，他授我武功，使我强身健体，不至于再受人欺凌。让你强身健体，可没叫你作恶多端。那后来呢？后来师父云游四海，数年我才得以见上一面。再见师父时，他身边也有结伴而行之人。凌霄沉默许久，还是又问：那是个怎样的人呢？是个逍遥剑客，性情豪爽，正直善良，且仗义助人，与师父极是情投意合，对师父呢也无微不至，极是关心体贴。陆瑶见他描述着，听来不由微怔。他面上似在回忆，叙说的自然而然，就好似他真的有遇到过那么一个人，能完完整整的将那个人形容出来。你师父他可有跟你提起过我？有。他怎么跟你说我的？师父说此生遇一挚友，虽道不同，却一心相交。师父还说虽正邪不两立，但他知道前辈至纯至善，至情至性，只是他学的一直是世间正道，终与前辈殊途，便希望此后莫再遇前辈。他这人认死理儿，就是倔，什么正道邪道，不过都是世人妄自评判罢了。师父有前辈赠予的一信物，之不宜再与前辈相见，但一直想将信物归还，这次恰与师父云游归来。他看了陆瑶一眼，继续道：正好碰上了他，得知他是前辈的徒弟，便托他将信物交还，我想前辈应该已经收到了。凌霄点点头，可身边既有良人，确实不应该再留着这等旧物了。现在的情况他终于听明白了，这狗贼居然是凌霄师傅心上人的徒弟，难怪凌霄师傅这么关心这狗贼的死活呢。姬无暇又心想，凌霄师傅爱着叶藏前辈，而叶藏前辈的徒弟却对凌霄师傅的徒弟死缠烂打，这是个什么轮回啊？你们当真从小有婚约？你们从小就认识吗？凌霄师傅和叶藏前辈一人收你们一个徒弟，也是早就商量好了的吗？我与他自小有婚约，是父母辈在世的时候定下的，只是我与他从小不相识，在拜师傅的时候
也不知师傅还有一挚友，挚友说的徒弟竟是我未婚妻。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凌霄师傅，你信吗？我收徒儿的时候，他家破人亡，是我把他从火堆里捞出来的。师傅收我之时，我亦家破人亡，孤生无依。我与你师傅多少年未见了，我徒儿也瞒得紧，我更不知我徒儿竟还有个未婚夫。此事也断不可能是我与你师傅商量好才各自收一个徒儿的。可要说这是巧合，也着实太过巧合。大抵是老天爷的安排。徒儿，以往你可没说你有这么个未婚夫啊。以往这未婚夫拿来也没什么用，徒儿便没说。后来因为要去找灵犀角，才到京城里认的。不过现在也没什么用了，定下婚约的信物已毁，他也已经另娶，我们当日便说清了，婚约就此作废。我们当日说清了吗？怎么没说清？瑶儿捅你一剑，你就该知道，你们已经亲得不能再亲了。你是叶藏的徒儿，与我徒儿又有婚约在身，这原本是大好的缘分和姻缘，可如今弄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可惜呀。前辈，我心意不变。你少在这儿不同情。前辈，我心意不变。你少在这儿不同情。这辈子还真非他不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总归是你骗我徒儿在先，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是你有负他在先。我徒儿就是这性子，恩怨分明，谁对他好，他便对谁好，谁敢欺负他，他便加倍奉还。别说他，江湖上都这样。所以有今天这局面，多半是你自找的。凌霄师傅说的对，我徒儿脾气还算好的，不似其他江湖上嫉恶如仇的姑娘，因爱生恨，得不到就要毁掉。他不会，他得不到只会把你弄个半死再丢掉，谁爱要谁要。就是，我就是个薄情寡义的臭男人，有什么值得我瑶儿要的？陆瑶摊着脸，就默默地看着自家师傅和姬无暇一唱一和。说来我有很大的责任，他是从小看着我过来的，有我的前车之鉴，我徒儿不会轻易自寻烦恼。师傅跟他说这些做甚？你莫看他父母双亡，但他的师傅个个将他当成宝，你自己掂量着看。我师傅的事和你师傅的事就此告一段落吧。为什么要告一段落？以后你若是再消失，我找不到你，还可以去找你师傅。我还以为你总算要做个人呢，看来还是对你期望太高了。你不憎我，我相信你是该报的仇报了，该泄的愤也泄了。你我前情过往，就此两清了，是吗？你若也能这么想，当然最好。我可以这么想。既然如此，彼此都轻松，你千里迢迢来南怀，恐怕也不仅仅是来找我的，你应该还有别的事要忙吧？你若不再作妖，我可以助你尽快把身体调养好一些，然后各自去做各自的事儿。我会继续找你要的东西。每月2例。那我们重新开始。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听不懂人话吗？我也听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没听你说不可以重新开始啊。那我现在说，不可以。跟我不可以？那你想跟谁开始啊？你但凡要说得出一个名字，说一个我杀一双，除非你往后都不再有别人，我有的是耐心跟你耗着。是你这妖女！我妖你爹的女！你家那狗贼当真没有与长公主拜堂和洞房？废话，那是当然。主子一心向着陆姑娘，别人女人他碰都不会碰一下的。那长公主几次三番给陆姑娘下套，别说主子碰她了，就只会让她好过。可外面都传他们俩关系好得很。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何况有的时候眼见都不一定是真的。不然你以为长公主为什么3、5日的搬去公主府？为什么？自是怕惨了主子，即便是她搬去公主府，主子也不会轻饶她，每次都带人去好好伺候她。就她之前试图给陆姑娘下那种药，主子没少喂给她吃。伺候？怎么伺候？你不懂就算了。是男女的那种伺候？建州没否认，
你家狗贼变态起来的时候也是真变态。主子瞒陆姑娘时候你骂，主子给陆姑娘报仇的时候你也骂，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爽他，就连他呼吸都是错的，我不骂他骂谁？骂你吗？就你这骂架没能力、打架又没本事的，爷爷我骂你都嫌浪费口水。去钱庄支些银票出来。主子要支多少？10万两。县城一听，虽说不知道主子用这么多银票来干些什么，但还是第一时间去照办。到晚上的时候，钱庄就来敲姬无暇的房门。你要约架吗？哼，你跟我来。你叫我来我就来。要是错过了好事，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句话就成功的勾起了姬无暇的好奇心，所以姬无暇出门跟他去了，径直去了苏怀屋子。你找老子做甚？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想收买我？上次你替我跑了一趟，你我冰释前嫌，此事作数。如今给你钱，只是有生意请你做。你又想干什么龌龊事啊？我仇家多，又有伤在身，以防万一呢，须得保命。这10万两由你来保我的命，如何？也是，想杀你的人肯定成堆成堆的，可你自己小弟众多，用得着花大价钱请我吗？因为你是他好友。果然啊，你想叫我护你的命，你还试图想收买我，你以为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啊？你当我什么人啊？那你是干还是不干啊？干就干，不过我无回门向来是做杀人的生意，还没做过保命的生意。你的命在黑市也至少值10万两，我现在保你比杀你难多了。事成后，你得再给我2万两。我从未见过你这么贪得无厌的妖女。谁叫我是他的好友呢？可以。姬无暇见他答应的如此爽快，突然有点后悔了。不行，再加5万两。你当钱庄是我开的？也是往后姬无暇才知道，他妈的钱庄还真是他开的。看在我无回门许久没开张的份上，今儿是这么久来做的第一笔生意，我就给你打个折扣，12万就12万吧。你若是时常跟他说我的好，我可以考虑再加3万。妥，不过我说归我说，我咬儿念不念你的好，那可就不关我的事啦。但这3万两，你还是得照旧付我。丑话先说在前头，欠债不还，天打雷劈。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捡钱啊？嘿嘿，算是吧，我接了笔大生意。果然这乱世就是好发财。关于什么生意，除非姬无暇主动与他说，陆瑶平时并不多过问。上次你帮他杀人，以前的恩怨两消还算数吗？怎么不算数？我都替他干完了事情，他怎么地也该兑现诺言。你接生意，只要他别再追杀你无回门就好了。放心吧，他现在自身都难保，还想追杀我门中。我门中要是杀手出动，眼下绝对是取他狗命的最佳时机。不过碍于凌霄师傅的面子，我才没动他。不碍事。随着他都走下楼了，那年轻人还在回头看他。这一幕姬无暇在楼下大堂里看得一清二楚。待陆瑶过来坐下之后，他眉飞色舞道：瑶儿，刚刚那小生一直看你。你也一直看着人家。他要是不看你，我又怎会看他呀？长得倒是眉清目秀，有点俊朗的，可我总觉得就是差了那么点意思。也不晓得是不是看狗贼那张脸看多了，再来看这些江湖儿郎，都觉得寡素寡素的。你不是恨他恨得紧吗？我现在又觉得他没那么可恨了，怎么办？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没原则。他但凡要是对你好点儿，我就觉得他可以稍稍顺眼一点。我问他小弟打听了，你不知道，他对那长公主也是真的狠。我没兴趣知道。到如今我也算是看明白了，就他那种人，行事毒辣，对男的赶尽杀绝，对女的也辣手摧花。好像他确实就只对你好。你是被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能有什么迷魂汤？还不都是金钱的力量？有钱能使鬼推磨吗？我这不是有一说一吗？发生了这么多事儿，
他也就对你一再忍让。换个人你试试，他还不把他整的爹妈都不认识。外面都传他和长公主如胶似漆是假的，长公主见了他，怕得跟见了鬼一样。所以你是被他收买了？你昨晚跟我说你接了一笔大生意，莫不是接的他的？瑶儿，你别瞎想，姐妹我是绝对不可能背叛你的。便是你接他生意也无妨，有钱不赚是蠢蛋。你门中那么大群人要养活，总不能一直不开张啊。瑶儿，有时我就佩服你，看得比谁都明白，恩是恩，怨是怨，你也分得清楚得很。但有一点我不是很明白，我观前想后，其实狗贼也没有搞过实质性的背叛和伤害，他现在又这么惨，瑶儿，你就一点都不心软吗？一开始你接了一笔生意是要取代狗头，可结果没能成，事实上也没能对他本人造成一点伤害，那他为何后来一直调查你追杀你啊？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是不是这样？两人用完了饭回房以后，姬无暇又道：那两个狗腿子说他娶长公主是为了给你弄灵犀角，瑶儿你心里有没有一些感动啊？感动？为什么要感动啊？他做了一件我不喜的事儿，为此计划周全的困住我，结果却被人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为了我便要感动了？旁人喜欢置身事外纵观全局，总以为自己看透了，清醒得很，所以就可以审判对错了。你喜酒，我喜茶，你觉得茶涩，我觉得酒苦，那到底是茶不好还是酒不好啊？可往往事实上是你觉得酒干，我觉得茶香，我评判不了你的酒，你也评判不了我的茶。我居然听明白了，只有身在其中，只有自己才觉得好与不好，是吧？从前我骗他，是因为我得在他手上谋生存，无非就是嘴上哄来爱去的，他验真的不是谎言。你若与人交心，你还会骗他吗？那当然不会，除非有什么生死有关的大事，万不得已。我也不会，后来我都避免再骗他，但他会。他这个人无所不用其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若是与我说一声他要娶那长公主换灵犀角，我怎会阻碍他娶？婚姻在他这儿无非就是儿戏，他不当真，我自也不会当真。想象一下，要是我知道你三师父要娶别的女人，管他真的假的，我肯定也难过死。你呀，还是换个人想象吧。要是换个人，管他娶谁不娶谁，我都没任何感觉。像我师父那样用情至深，很有善果。虽然姬无暇觉得那狗贼不值得被原谅，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只负责通个气儿，其他的事儿他可不干。于是一趁着陆瑶不在跟前儿，姬无暇就偷偷跑去苏怀屋里，把陆瑶说过的话给过一遍。反正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吧，说完了，不用谢我。都是他的原话吗？怎么可能？你觉得他原话我能一字不差的全记下吗？你下次可以试着记一记。狗贼，我奉劝你还是别那么多要求，瑶儿的大概意思你听听就行了。还不是你们俩说什么狗贼都是为了瑶儿才娶那破长公主，搞得好像是我瑶儿的错似的。你们还是去挨打吧。遇到陆姑娘挑拨离间也就罢了，眼下这妖女居然也会这招。当时情非得已，主子重伤，我等只是想让陆姑娘知道主子用心，请陆姑娘施救，才多说了几句。你们那叫多说了几句吗？我瑶儿根本不吃你们这套，现在傻眼了吧？留下这话，姬无暇就出去了。片刻，苏怀道：去领罚吧。后来姬无暇就坐在自个儿房里的窗棂上，又一边剥着花生米儿，一边欣赏庭院里两人挨打，还帮两人数数都挨了多少棍儿。倩霜气得不行：哼，妖女，你别得意。等你挨完打还没挨够的话，再上来跟我打呀。黑虎虽然没在房里乱飞乱窜，但他一直在。他看见姬无暇往苏怀房里来，他也就跟着来，蹲在苏怀的窗棂上凶神恶煞的样子。两相对峙了一会儿，
去弄只鸡来。黑虎看了看那鸡，眼神闪烁，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只鸡被交到苏怀的手上。你想干什么？你拿鸡干什么？想不想吃？黑虎一脸抗拒。鸡有什么好吃的？又不是没吃过，我绝不会为了区区一只鸡而低头。接着，苏怀扬手就把一只鸡朝他抛来。我干了什么？他为什么要向我抛鸡？我为什么要接啊？主子，陆姑娘与别的男子共进午餐。苏怀披衣出房来，一脸病容，头发随意拢在脑后，往走廊便凭栏而立，俯眼就能看见整个大堂的光景。他确实看见与陆瑶同桌的有一个年轻人，甚是爽朗健谈。只是他站在楼上看别人，不成想他也成了客栈里的一道风景。我雅儿长得美，那些个江湖儿郎都想上前搭讪。就眼下这个，昨天不小心撞了雅儿一下，今儿个就借着赔罪之名，非要请雅儿吃饭呢。没想到你这长相在江湖上也十分吃香啊。桌上饭菜是陆瑶点的，只是没想到这个江湖兄弟过来争抢着替他付了钱，他也就跟人聊了两句。随后凌霄下了楼来，那兄弟也就识趣的走开了，姬无暇便也跑下去一起吃饭。后来到了晚上的时候，陆瑶打开房门，就正好见到白天请他吃饭的那兄弟正从门前匆匆走过。只不过他看见是陆瑶，立马把头垂下，抬手遮挡着脸，甚是不想让陆瑶认出他来。瑶兄这是怎么了？没怎么，姑娘晚上好啊。陆瑶依稀见到了他眼角的淤青。你这脸是怎么回事啊？姑娘再会。啊，你且等等，这个兴许能对你有帮助。多谢姑娘。可他刚要伸手来接，隔壁2间开外的客房房门突然打开。你要是敢给他，我就杀了他。那兄弟稍稍抬了抬脸，循声看去，陆瑶便得以见到他的脸。原本多俊朗潇洒的一个模样啊，硬是给人揍得五颜六色。陆瑶转头看脸那边的苏怀，这种猪狗不如的事儿，除了他还能是谁干的？最后陆瑶没再把药给那兄弟了，他再小的不过，照那狗男人的后劲儿，他既然说得出就做得到。你是什么毛病又犯了吗？他是吃你粮了还是欠你钱了？你把人打成这样。看不出来吗？我嫉妒。姬无暇就坐在上下楼梯间的栏杆上，一边啃地瓜一边看戏。你嫉妒？你嫉哪门子的妒啊？你竟敢对他有说有笑，我想杀了他的心都有了。别以为就只你在京都里受欢迎，我雅儿在江湖上也是很受欢迎的。以往行走江湖想搭讪的小伙子多了去了，你要是都去嫉妒，不得把自己妒疯了。你要是闲得发癫，你就透个风声出去，有的是人赶着来给你杀。说罢，他就转身回房，砰地关上了房门。姬无暇走上楼来，看了苏怀一眼。堂堂一代奸臣，你真该回房照照镜子，看看你这妒妇的样子。苏怀浑不觉自己这样有什么不妥。下次有人搭讪他，你告知我。那得加钱。雅儿，狗贼去找你师傅了。他找我师傅干什么？谁知道他又去干什么？进去好一会儿都不见出来，我这不就来告诉你吗？这种情况陆瑶是没办法不管不理的，放下手里东西就去找他师傅门前了。敲门进去一看，果真那狗男人和他师傅正坐在窗边的鸡案上两旁。他看着苏怀，这东西这些天要是养得快，前几天还卧床要死不活的，现在好不容易好点了，他就不安分的到处出来作妖。之前胡乱揍人也就罢了，眼下还来霍霍他师傅。你看那狗贼，气质这块真是拿捏得死死的，一半病一半疯，一半仙一半魔啊。你这是夸还是骂？咱得有一说一，人坏就是坏，皮好就是好，一半一半吧。徒儿有失。
没想到师傅与他在一处，徒儿只是过来看看，不知师傅跟他在聊什么。你想进来听吗？也没什么，就是随便聊聊。你们忙你们的去吧。摆明了就是他俩想进来听，凌霄也不想让他俩听。他只是想向苏怀多了解一下故人情况，这事儿恐怕没人能比苏怀知道的更清楚。当然，他自己想打听的事儿，用不着那么多人掺和进来。姬无暇还想听听墙角的，结果被陆瑶拉走了。你让我听听。你以为我师父会不知道吗？哪怕是你屏住呼吸，但只要你还是个能出气儿的，你就别想听我师父的墙角。以往只是听师父提起，不成想如今能得信与前辈相见一谈。我也没想到，找了许多年没找到他人，到最后却找到了他徒儿。瑶儿，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狗贼奸猾得很，他见你这里没处下手，他就往你身边的人下手，而且投其所好，一下一个准儿。他又是叶藏前辈的徒弟，我用脚趾头都能想到，他跟你师父肯定是聊不完的话题，最后再借着叶藏前辈的师徒关系，拉近与你师父的关系，从而博取你师父的同情。越是这样，陆瑶才越不安心呢。狗男人上回特地跟他对了对口，他应该还不会丧心病狂的把实情抖出去吧？但陆瑶就是担心他师父会从言谈中觉出什么端倪来。徒儿，你对他可还有怨恨？要是有，一会儿饭后为师再帮你收拾他一顿。陆瑶看了眼桌对面的苏怀，他不受影响的吃他的饭。我跟他的恩怨早就两清了，没有怨恨一说。徒儿这阵子对他的态度，不是因为恨他吗？是因为他为了个人私心，骗我和师父白来南怀一趟。早与师父说过了，此人诡计多端的很。虽说如此，但此行也不是全无收获，我也得知了更多有关他师父的事情。徒儿，你就当是陪为师这一趟吧。徒儿，就算你跟他已经没有了感情，但他师父与为师的情分还在，为师将他视作半个师侄后辈。你们做不成夫妻，就做个普通朋友，见面打声招呼，友好客气为主，如何？只要他不作妖不作怪，我也不会这么不待见他。苏怀不作声，莫名搞得好像陆瑶是始作俑者一般。他蛮横不讲理，又狭隘爱报复。上次一个江湖友人并没有犯着他，就被他给打得面目全非了。就是昨日请你吃饭的那个。结果逼得人昨天晚上就连夜退房离开了。试想一下，要是为师喜欢的人被别的男人蓄意接近，为师也会想打人。而识相点的最好自己走，不识相的揍一顿也无妨。前辈说的有理。姬无暇都惊呆了，嘴里还叼着根菜，和陆瑶面面相觑。姬无暇眼神表示，这才是真正的迷魂汤吧？这才多久啊？才半天而已，你师父就被他搞到他那边去了。这也是陆瑶没有想到的。他瞒着你娶别人，这事儿确实是他不对。徒儿你捅他一剑，与他恩断义绝也是他该的。他能有今天，也全是他自找的，这个没得说啊。师父说的有理。不过话又说回来，咱们江湖人不拘小节，只要没拜堂没洞房，这婚姻就不算有效，不然江湖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抢婚的事发生呢？前辈说的有理。可事情已经发生，错在他自己，后果他也自行承担了。以后且看他还会不会再拿婚姻一事做筹码去交易。如若再有，为师替徒儿打死了了事。不用了，师父，往后他与谁结婚随便他，与我无关。我要跟你结，也随便我吗？师父，你到时候还是替我打死了事吧。既然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徒儿，看在你叶藏师父的面子上，
就多照看照看他的伤势吧。你跟我师傅都说了些什么呀？不先过来给我换药吗？你先说了，我再给你换。我不着急。僵持了一会儿，陆瑶还是黑着脸先过来给他换药，结果这狗男人就跟个大爷们似的，靠在床头动也不动。脱衣服要我教你吗？你帮我。你自己没手吗？上一回夸我衣服不是挺粗鲁野蛮吗？我喜欢让你夸。苏环，你要不要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呀？你倘若对我温柔些，我兴许还不习惯；你对我越粗暴，我越喜欢。这贱骨头真是病得不轻。大抵是以前从来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一旦有人给他2巴掌，他还觉得挺新鲜的。随后趁着陆瑶分神不备，苏怀忽然就捉住了他的手。陆瑶怔了怔，结果这狗玩意儿却抓住他的手移到他腰带处，恬不知耻的带着他的手把手的开始解自己的腰带。明明是换个伤，偏偏这狗玩意儿给玩出了新花样。苏环，脸是个好东西，你是怎么蛊惑我师傅的？只是聊了一些我师傅的旧事，你师傅听得起兴。你就不怕说的越多漏洞越多？说全都是谎言才担心漏洞。陆瑶心想也是，再者就算全都是谎言，只要从他这嘴里说出来，假的也跟真的一样。陆瑶手里插完他的绷带，见伤口愈合的程度在预估范围内，就他这情况，反反复复的旧伤总算开始恢复。我师父不会因为听了你师父的旧事，态度就发生这么大的转变。大概我是我师父唯一的徒弟，你师父爱屋及乌，你不信？哼，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啊？连这种屁话都会信？我说我师父得知我未婚妻是凌霄前辈的徒弟，感到非常高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见我们最终能走到一起，尽他们当年未尽之缘。你师父听后也十分感慨。陆瑶又动手解他的绷带。啊？为什么又解啊？药还没换好吗？我想把我的药抠下来，给你这种人委实是浪费。你打算怎么处理你那没拜过堂动过房但却天下人皆知的新婚妻子？等回京以后，婚事会作废的。不管你怎么处理，这始终是你身上的一大污点，也是瑶儿的一大耻辱。就算你处理好了，你也是个二婚男。我们江湖上称颂从一而终，最不稀罕二婚男。确实，虽然我顾念于你师父的旧情，但我不能委屈了我徒儿。这事儿不管怎么着，始终以我徒儿的感受为首要。该说的也说了，他要是仍嫌弃你，那也没办法。我看这里越来越不太平了，还是尽快往太平的地方去比较好。至于你应该还有大事要做，这几日伤势恢复的也算正常。要不吃了这顿我们就各走各的，就此别过吧。师父，我们明日便走吧。这时陆瑶听见有人踩着周遭的屋檐，正从四面八方往客栈这边涌来。陆瑶能听见，苏怀必然也能听见，两人耳力自是比剑争剑双厉害，能从外面的兵戈铁马之声中清楚地分辨出来。去我门外守着。两人也不想处在门外听到点什么异常的动静，主子遣他们过来守着，想必也是不想让他们听吧。陆姑娘这是又愿意跟主子好了？别斗嘴。只不过这样的疑惑并没能持续多久。随着有十分清晰的脚步声第一脚踩在客栈的屋顶上时，两人神色不由一凛，总算察觉了去。这说明主子的行踪还是暴露了，但这是迟早难免的。陆瑶房里一片昏暗，隐隐淡淡的光线下，陆瑶与苏怀四目相对，谁都没有动作。陆瑶不由心里骂娘，他都说了，这狗东西身边才是最不安全的，结果他不去找苏怀，他还往自己身边来凑，是觉得就他自个儿被刺杀太孤单了吗？所以下地狱也得拉个伴儿。为了安全起见，就不该来这儿。怎么不该啊？你房间现在就很安全啊。
可我不安全。我安全你就安全，我不安全你也别想安全。陆瑶，我就是死，要和你死在一起。我去你妈的！他真想现在就把苏怀推出去，让外面那些人要打要杀随便。就在那杀手一脚踹开房门闯进来时，苏怀身影一掠，杀手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他扭断了脖子。与此同时，另一名杀手被陆瑶从暗处突然现身，手里匕首自其后背一刀捅进了心窝子。还能动我吗？托你的福，我现在是废人一个，还嫌拖累我不够。那你我可以凑一双。他现在也是半个废人。陆瑶想，他这身体情况多半也是被自己所伤才变成这样的，而自己亦是因为他的事儿才走火入魔，愈加严重，导致现在功力尽封不能动。当这时，苏怀忽朝陆瑶伸手，一把拉住他的手。陆瑶身子一栽，紧接着与他一起往地上滚了几圈，一起滚进了床底下。陆瑶只觉得这狭小的空间实在叫人难受，有些喘不过气儿来。随之他回过神，发现喘不过气儿的原因不是空间问题，而是这狗男人将他实实在在地压在身下。屋顶上下来的杀手见屋里空荡荡的，只有地上躺着几具杀手尸体，见床上并未藏人，外头有杀声正酣，他们顾不上查看床底下，便又转头杀出了门外去。起开！陆瑶怔了怔，他手臂箍在他腰上，收紧，将他死死地锁在怀里。后来他缓缓低下头去，把头埋在陆瑶肩窝里，再没有别的动作。是要我把床掀了你才肯起是吗？把床掀了，让他们都来杀你我。哼，也好，你我泉下也能做夫妻。谁要跟你做夫妻啊？我们做了很多回。从他的狗嘴里总能听出其他的意味来，只听他那张狗嘴又道：房里做，房外做，林中做，水里做，还没在床下做。陆瑶与他僵持着，但始终没有再动身试图挣脱出去。一是外面的情况确实不易出去凑热闹，二是照以往对他的了解，他若是再有动作，他可能说发疯就发疯了，不管不顾的在这床底下乱来都有可能。所以两人一直是敌不动我不动的状态，继续僵持着。小儿，你还在屋里吗？我在。狗贼呢？与你在一起没？他也在。还有气儿吗？没气到好了。姬无暇便放心的又杀了出去，便用道：没气儿好什么好？回头我找谁要钱去？他也兜着一股子火气。陆瑶听见他边杀还边骂骂咧咧的：老子才走一会儿，贼孙子们就赶着来送死，送死是吧？难得你们的一片孝心，爷爷我照单全收。转眼间，这2楼的回廊蓄起了血泊，粘稠的血液顺着2楼的木地板缝隙间一片一片的往下淌，像从木板缝隙里拉开一片片红绸，很快又散去。姬无暇回来以后，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见争见双的压力。两人平时总是视她为妖女，相互很不对盘。见争见双眼见着这无回门的门主虽然比他们主子差些，但武功也十分高强，他下手又快又狠，这些杀手在他的手上就像砍白菜似的，手起刀落，血光四溅。杀手见今晚死伤太多了，别说是得手了，甚至连目标的面都没能见到，再杀下去无疑是全军覆没，无一人生还。所以杀手得到头领的命令，立刻撤退。今晚你是要在这床底下睡一晚吗？我要在床底下睡也有个垫的。主子怎么样了？他要死了。主子受伤了？他脑子里进了个东西。进了什么东西啊？用我朋友的话说，应该是进了猪粪吧。陆姑娘，你怎么骂人呢？我骂的是人吗？我骂的应该是猪粪吧。瑶儿，你怎么样？我被卡在床底下了。既然这狗东西都不怕，那他怕个甚呢？虽说姬无暇是拿钱办事儿，但要是让姬无暇看见狗东西欺压他，不得当场弄他呀？
姬无暇撸了撸袖子，俩傻子愣着做甚，还不快进去把床抬走？主子也在下面。姬无暇看他俩的眼神更像是在看白痴。你主子也在下面，你们还不赶紧动手？不过你们两个这么废，老子一个人也能把这床掀了。结果还不等姬无暇掀床，床底下就先钻出来一人。不是卡着了吗？怎么又能出来了？你们怎么在床底待了这么久啊？我人都杀光了，怎么还不出来？你们在底下干什么？面对姬无暇的八卦连环问，陆遥无力回答。胸口被压得太久了，突然轻松了，他就咳了2声，成功转移了姬无暇的注意力。你受伤了吗？为什么咳啊？伤到肺腑了吗？我操他祖宗的，这群该死的渣渣！只是床底尘多而已。随后陆遥和苏怀出门看看情况。陆遥他们原本也是计划天亮之后就走的，只是临到离开之际被苏怀挡住了去路。要去哪儿？还能去哪儿？当然是跟瑶儿一起回去喽。你剩下的账先记着，等回头我空了再来取。可你不是接了我的活，负责我的安危吗？老子今晚没负责你死活吗？现在你的人手来也来了，你的死活也用不着我操心了。我们不走，难道还留下来过年吗？你接这生意的时候可没说你只负责到我的人来啊。姬无暇沉默，陆遥看了看他，也沉默。上次说的那镜花明月湖，前辈打算何时启程啊？这里没什么事了，择日不如撞日，我随后就走。哦，眼下也正是观赏好时节。狗贼还跟你师父聊了哪个地方的美景了呀？你师父喜欢云游，他可真是处心积虑的支走你师父啊。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拉扯清楚，徒儿没事就不回瑶谷了，四处走走。无暇，你得护好我徒儿。凌霄师父放心去吧，瑶儿交给我。凌霄逍遥惯了，往往离谷一趟会数月不知所踪，也没有归期。对此陆遥和姬无暇都已经习惯的不能再习惯了。师父出游在外，应多加小心。凌霄头也不回，摆摆手。这个为师知道，徒儿莫操心，多操心你自己。你接他生意的时候就没问期限啊？主要是他一次性砸的钱太多了，我一时竟大意了。没加期限怎么了？你的要求无非是保你的命，现在你的命我保也保了，你身边那么多小弟在，以后还用得着我再保吗？你不会以为就给区区10万两，便要我保你的命保一辈子吧？那你觉得区区让你打一架，替我杀几个人，一晚上就挣10万两，你当钱这么好赚的？那你想怎么地？难不成我还要退你钱？你见过吃进去的肉还要再吐出来的吗？不妨折中一下。怎么折中？期限到我的伤势痊愈为止。你还欠我5万两，你要我给瑶儿说你的好，我也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结账？到他肯重新接纳我的时候。这比要我保你一辈子的命还要不靠谱好吗？谁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接纳你？要是这辈子都不接纳你，那我岂不是这辈子都结不了账了？他要是下辈子、下下辈子都不接纳你，我岂不是下辈子、下下辈子也拿不回钱了？你怎么不想想，他明天或者下个月就能接纳我了呢？切，你可真敢想，我都不敢这么想。何况之前约定好的，我只管说你的好，我瑶儿念不念那是他的事，所以他接不接纳你，不是你我交易完成的必要条件。那就同样到我伤势痊愈的时候吧。可说好了啊，你把钱准备着。要是有他在，我想我的伤势也会痊愈得更快一些。姬无暇给陆遥拿了馒头，陆遥洗漱后吃馒头时，姬无暇就去洗。瑶儿，你是怎么打算的？还能怎么打算啊？算是回谷喽。明天就回啊？你有事忙你的去，我自行回谷便是。那怎么行？你师父走的时候把你交给我，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回？你叫我怎么放心啊？怎么不放心啊？以前我不也经常一个人出来走动吗？也一个人回去啊。现在能跟以前一样吗？你现在可是一点功力都不能用。这世上没有功力的人多了去了。
人家是不是就不用出家门了？姬无暇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反驳他，好像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也不是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了，江湖规矩都懂，江湖套路也明白，但是遇到事情不能动武力，用拳脚功夫应该也能应付过去。何况我三师傅交给我的我没有还回去。诚然，就算没有姬无暇保护，现在的陆瑶也完全可以独自行走江湖。你走了，叫我一个人留在狗贼这里，那怎么行啊？我要是保了他的命，等他伤全好了以后，他卸磨杀驴怎么办啊？等我保护完了他，到时候他杀了我，泄他以前的仇恨，还把付给我的钱拿了回去，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箭三雕的事儿。你觉得他干不干得出来？那你借他生意的时候没想过这些吗？有你在的时候，他不敢这么干。你要是走了，他疯病一犯，什么坏事都干。不如这样吧，瑶儿，你随我一道，暂且再忍受那狗贼2天，等他伤也好，完事儿了，咱们就立马离开。是他叫你来游说我的？这倒没有，他只是说如果有你在，他的伤会好得更快些，这样大家都省事儿。我就问你，等他的伤彻底养好之后，我想走还走得了吗？我靠，我差点忘了这茬了，到时候咱俩都不是他的对手。狗贼，如意算盘打得真好。也罢，瑶儿你不去也罢，我自己去，要是见势不对，我一个人也好跑路些。毕竟这姬无暇是拿钱应下的事儿，陆瑶也不再多说什么。唉，横竖你已经拿到了钱，你虽然打不过他，但是从他手上跑路应该还是没问题的。还有一部分尾款没结。多少？姬无暇对他伸出5个手指头，陆瑶摸了摸，可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觉得狗贼现在应该还是不会再像以前那么极端了吧？你方才不是还说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吗？是这么说，可我不是你姐妹吗？关于你的事儿，我觉得他至少得悠着来。陆瑶只短暂的眯了一会儿，就起身准备离开这儿。他放心姬无暇的办事能力，姬无暇也不必太担心他的处事能力。然而出了房门，一走下大堂，陆瑶和姬无暇就看见大堂里里外外都守满了骑兵，而苏怀正坐在大堂上一张桌前。相爷，后方的队伍已经抵达，先休息整顿，随后出发。既然已经起了，就过来吃早饭，吃完好上路。吃饭就不必了，我先走一步，路上自会解决。你要走？去哪儿？自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姬无暇走到桌边坐下，不客气地端起一碗粥嘬2口，拿了个馒头来吃。狗贼面前有碗粥，另外还有一碗，显然是给陆瑶准备的。你几个意思啊？我还没准你走。哼，这客栈是你开的，这路是你修的，我要走还得经过你同意吗？那你能走出去试试？狗贼，你这就过分了。我留下来保你，这是生意，可我瑶儿要走要留，那是他的自由。大胆，竟敢辱骂相爷！我不仅辱骂相爷，我还辱骂你爷爷姑爷2代爷祖师爷。咋的了？要来干架？居然还有辱骂相爷到至今还活着的人。是他的自由，我不让他走也是我的自由。你这就有点强词夺理了。你见他什么时候正常讲理过？你师父不在，我理应确保你的安全，不会让你独自回去的。你若非要走，等我得了空，我再送你回去。你当真会放瑶儿走？你什么时候得空过？我可以抽空。就问你什么时候可以抽空吧。凡事好商量，等这里的事了了，你要走，我便送你回去。一会儿把这个换上，随军出发。你若不换呢，我可以给你换。还好商量？你这是好商量的样子吗？这狗东西从来就是想什么做什么，他分明就是计划好了必须要带他上路，哪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啊？我还以为我正在改过自新，你却不领情。要以往，别说亲自送你回去了，你但凡要敢走，我就打断你的腿。真他妈是谢谢你！满堂都是骑兵，严防死守，就是姬无暇帮他，想从这儿全身而退也是够呛。他等你伤势痊愈，你们的交易就算完，到时候无需你送，
他与我同行而返，也能保证我的安全，如何？可以。听起来像是他退了一步，可实际上陆咬蓦地觉得他的基本目标就是这样。陆咬儿，快别气了，过来吃饭，吃饱了再气。陆咬不得不摆正心态，不然迟早得气炸了。饭后，鸠侠一把从剑征手里拿过2身盔甲就上楼去了。两人在房里乔装了一阵儿，等乔装好出门之时，剑征剑双完全都认不出来人。两人膀大腰圆，身高也往上提了不少，等混在骑兵队伍中就是彻彻底底的普通士兵2个，甚至普通的还有点丑陋。鸠侠还好一些，尤其是陆咬，怎么丑怎么来，他就不信膈应不了那狗东西。剑双对着比较丑的那一个不确定道：妖女。结果旁边的鸠侠突然抬脚踹他一脚：你爷爷在这儿。苏怀在堂上等着，闻声回眸看了一眼，眼神就直直落在陆咬身上，也没说什么。出发吧。好看吗？丑极了。那你看上？丑就不能看了吗？哼，也是，相爷口味一向非常人所能理解。陆咬手上动作利索，给他包扎好以后系上个结，正要起身，苏怀问他哪去？你的伤已经处理好了，我自是回去睡觉啊。这里难道不比外面舒服些？就在这睡。实话实说，这里还真没有外面舒服。外面可以挡风吗？有软和的垫子吗？可以给你躺着卧着睡吗？外面没有你。马车里蓦然安静了片刻，就连陆咬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真是强有力道，无可辩驳。他没话说了，陆咬才满意的下车。殊不料江江才一脚踏出去，身后狗男人又突然起身靠上前来，又一把将他拽了回来。两人都有些被对方惹毛了。陆咬见着他莫名就像个穷途末路之徒一般，逮着什么就狠狠拽住，要么就破罐子破摔。苏怀终是没有对着他那时刻引诱着他的唇瓣狠狠亲下去，要是以往他定是毫不犹豫的掠夺，可如今越是进了心里，便越是有了顾忌。你这个样子越发让我觉得你可怜的像条丧家之犬。苏怀笑，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我最可怜最可笑的样子全都让你瞧去了，你以为还能让你独善其身的离开吗？他视线落在陆咬唇上，眼底里分明漫上丝丝欲念，但就是没动弹。我咬儿，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见马车晃得厉害，你们是不是打架了？咬儿，你要不要我帮忙啊？那是主子和陆姑娘之间的事，你还是不要管了。这种情况他们见得多了，有多远走多远才是最明智的。我姐妹的事我怎么不管？你俩给我滚开！我劝你啊，不该听的你还是别听的好，又不是3岁小孩，连这点事都不懂吗？你以为你们很懂吗？你以为狗贼和我咬儿在干什么？在马车里睡觉吗？我呸！就狗贼那样自身情况不清不楚的，还想指望我咬儿在这档口跟他睡觉？我去你祖宗的！给我千两银子干不干？他们绝对在打架。我要出行节日，你可要跟我？不跟。苏怀跟好衣几步走过来，拎着他后颈就往外走。啊！信任，既然你非要我去，还问我做甚？我就问一句，万一你答应了呢？你提这个男人进进出出的，你好意思吗？放老子下来！我走哪儿都得带上你，留你在这儿，我不放心。哼，不放心？原本你要是让我回去，你大可不必不放心的。让你回去，那我还怎么天天见到你呢？相爷婚姻在世，还有脸说这些，不嫌恶心吗？我像吞了只苍蝇一般恶心。像吞了只苍蝇一般恶心啊！你吞过苍蝇？光想想就够了。光想想怎么够？要不要吞只苍蝇试试，看看到底有多恶心啊？那婚事没成，怎么算婚姻在世啊？没成？别人可不知道没成。
别人很快就会知道没成。在那之前呢，我不动你。尽管我每天看着你都想亲你，但我一次都没有亲过。我最多也只是抱抱你，那是因为你急着要逃离我，我才抱你的。要不要给你个大喇叭到处宣扬宣扬啊？恰逢剑争剑霜和姬无暇正往这边来，两人这才就此打住。随后陆瑶和姬无暇跟着他们一同离去。昨晚陆姑娘睡了，我等是想替主子上药，但主子不上。他为什么不上？他说等陆姑娘醒了上。你狗主子以前有这么作吗？以前没有，也是近来才有。等苏怀处理完事情，安排一队士兵护送棺椁离营回京以后，再回到营帐中，正好赶上陆瑶、姬无暇一同用早饭。我伤口裂开了，一会儿呢给我上药。我昨晚给你药了，让剑真帮你上。我就只让你上。正喝粥的姬无暇闻言，冷不防呛着了一口，粥渍从鼻子里流了出来。陆瑶一脸面瘫，姬无暇擦擦鼻子说道：可能是我思路不对劲，你们继续。他三下五除二喝完了粥，叼着个馒头就出了营帐去，自顾自又道：一大早都听到的是些什么虎狼之词啊？好玩吗？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觉得好玩吗？哼，你还知道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昨晚叫剑真跟你上药，会要你狗命吗？就是因为知道昨晚要不了我的命，拖到今天也无妨。那你不妨再多拖几天好了，看看你会不会死。昨晚是你睡了，我不想叫醒你。现在你睡醒了，我为什么还要拖呢？你当我真的想死吗？你都还活着，我为什么要想死呢？陆瑶面无表情的解完绷带，又十分熟练的给他上了药。你这伤若是再反复难愈，可能情况不会比之前好到哪里去。没有医圣弟子处理不来的情况，对吗？我一天好不了，你就得一天待在我身边。你们江湖儿女最是重诺。他明白苏怀的心思，这狗东西素来无所不用其极，他哪怕把自己折腾到一直这么半死不活的样子，也要留住陆瑶。你迟早把自己玩死。那人要是活着不如意，浑浑噩噩过一生，有什么趣啊？我与他们不同，哪怕我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与其缩在角落里恐惧的等死，我今天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想要的弄到手。陆瑶，我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你弄到手。那你就继续作。说真的，若非你纠缠，看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我也不愿看你英年早逝。我到底与你有过一段风月，你舍不得我死？哼，你也就这副皮囊不错。只是皮囊不错吗？难道我功夫不好吗？这狗东西的嘴也是他一项本事，至少什么话从他狗嘴里吐出来都能显得不对劲儿。相爷请接旨。苏怀位极人臣，接旨免跪，他便起身迎旨，众将纷纷下跪。圣旨内容大致是相爷与长公主的婚事，成婚当日颇为坎坷，既没有赶上行拜堂之礼，又没有在没拜堂的情况下而逾矩履夫妻之实，因而这段婚姻关系有名无实。相爷担忧前方战事激烈，生死未知，忧不能忠义两全，唯有负长公主，而长公主愿舍小为大，免去相爷后顾之忧，使相爷心安。前方战士主动请愿解除两人婚事，两人相互为对方，皇帝深感动容，遂予以成全。圣旨下达2日，两人的婚姻便由此解除。苏怀伸手接了圣旨，问太监：此事可宣扬开了？怎么没宣扬开呀？长公主公然向皇上提出结婚，随着圣旨一出，臣民皆知。只可惜了相爷一片赤诚之心，与长公主原本良配，结果却还是难成眷属啊！瑶儿，
经理来太监宣旨了。陆瑶头也不抬，随口道：“是狗贼和那臭娘们的婚姻一事。现在大家伙都知道了，皇帝废掉了狗贼和长公主的婚姻，这事儿还是长公主主动提出来的。听他们说，狗贼搞死那么多世家子弟，朝臣发难起来，他可能要遭殃了，所以长公主审时度势，主动解了婚约。这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还真是。谁说他遭殃了？长公主对他朝思暮想了多久，才终于如愿以偿的嫁给了他？岂会因为这点事儿就结婚？这话你信吗？朝思暮想了多久我又不知道，但我觉得吧，以前有多朝思暮想，估计现在就有多后悔莫及吧。所以这女人找男人，爱人爱得死去活来，结果都还没弄清楚男人是人是畜，是神是鬼，真是爱他个祖宗哦。哼，你好像很懂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江湖上这事儿多了去了，光是看脸就想着要嫁给他，等嫁给他以后才发现，我呸，这都什么人面兽心的玩意儿。唉，可这世道就是这样，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什么妖魔鬼怪，要是遇到个降妖除魔的，你看他是受降还是不受降？不得不说，做他这笔生意让你委实感悟良多。钱确实使人进步，至少在思想上能上去一个高度。那也得是遇到你这样难解决的事情才能有收获。姬无暇还以为那狗贼拿到结婚的圣旨以后，一定第一时间跑来跟他姐妹解释呢，没想到那狗贼迟迟没有出现。圣旨，你要看吗？我看不看有什么关系啊？今天的药丸我还没吃呢。说完起身就朝他走来。我要呢。哎，你站着别动，我可以丢给你。丢给我？我要你喂给我。喂给你？哼，我看吃什么药都治不好你。最后苏怀还是抓住了他的手，非得要拿着他的手喂自己吃药。你放手，我可以给到你手上。我没洗手。那就等你洗了手再来拿，不然就别吃了。陆瑶正着身，被他反手一把拽进怀里，坐在他腿上，还来不及反应，他对着陆瑶的手指骨是又亲又咬。他唇上的温热感顺着手指传来，要是以往，他咬陆瑶的力道恨不得把他半截手指头都咬下来，可如今不同，他轻轻咬咬的力道不大，却能让陆瑶瞬时背上汗毛立起，整个头皮发麻，都快炸了。苏怀，你还要脸吗？在你这里我还要什么脸啊？你他妈住口，我可以喂给你。苏怀就真打住了，直勾勾地把他盯着，还不等他把碎药丸像往常那样一把拍进他嘴里，他就先一步低下头来舔他手心。后来陆瑶索性放宽心态，等苏怀抬头时，见他一脸坦然。你是在享受吗？我拒绝不了就不能享受吗？打开思路，想象着是一条狗在舔我的手，我也就不那么难受了。苏怀没有多言，一手将他紧紧扣在怀里，扳过他的身子，使他后背毫无间隙地贴着他胸膛，也不管他身上还穿着盔甲是否会硌得慌。那你就继续想成是那条狗在抱你，也就没那么难受了。你可别侮辱狗了。在你心里，我是连狗都不如吗？哼，你明白就好。那在你心中，还有谁连狗都不如啊？论狗畜程度，舍你其谁啊？苏怀低头，就将下巴抵在陆瑶肩上，将他完完全全地镶嵌进自己怀里。总归是在你心里独一份的。现在看清楚了吗？今时今日起，我再无所谓的婚姻在世，甚至于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不曾成立过。这不仅是你知我知，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儿。这消息白天的时候姬无暇已经告诉过他了，当时他心里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没有说话的时候，苏怀就将他抱得死紧，一直没有说话。这么久以来，约莫这是让他抱得最尽兴的时候。还能放开我好好说话吗？我又没捂你的嘴。贱人，老子差点一口气提不上来，你干脆把我掐成两半截好了呀。
苏怀这才稍稍松了一点力道。两军正交战，为什么皇上会在这个时候下旨结婚？为什么长公主会主动请旨结婚？是因为那些官二代全部战死一事吗？即便是他离京以后的这段时日里，苏怀也没能让长公主好过过。只有长公主听得出来，待他更甚从前是个什么含义。但他也明白，这也是他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可以逃离他的机会。他只有逃离了苏怀，他的人生才会有新的转折，否则他这一辈子只能这么暗无天日的活下去。长公主沉着了几日，方才进宫请旨废婚。小儿，你跟狗贼和好了呀？什么叫和好啊？放下旧事，破镜重圆，再续前缘，那才叫和好。那你们这叫什么？我跟他信物已毁，前情两清，最多只能叫和解。狗贼作天作地，计算来计算去，万万没想到把未婚妻给做算没了吧？切，也是他自找的。在陆瑶的关照下，苏怀肩头下方最严重的箭伤已经完全结痂了。他背上那毒，他也暂用银针和药帮他调理控制了一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苏怀的伤愈痊愈，姬无暇结了账就能和陆瑶一起离开这军营了。可没想到狗男人脸皮是厚得多呀，后来每次出战的时候他都去，回来之后呢就总得挂上点彩。今天不是手划了道口子，明天就是腿破了点皮。陆瑶一看见他的伤，脸色就一瞬间黑了下来。眼看着这儿的伤要好了吧，逢休战时他去教练场上操练士兵也能带点红回来。我受伤了。那一刻，陆瑶想用纱布缠死他的心都有了。香爷素来厉害，如今重伤好的七七八八了，功夫也能使了，身边还有狗腿子护着，谁还能伤得着你啊？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是不小心吗？应该是太小心了吧，生怕自己伤不了吧。我可以亲一下你吗？滚！吃饭的时候，姬无暇看着苏怀不是这只手包着绷带，就是那只手缠着，不由啧啧道：切，为了留住我咬儿，真是脸都不要。你不如干脆把你这双手锯了，这样伤口肯定好得慢，也省得你天天换着花样的来。你负责我的安危，却使我时常受伤，你赚钱赚的良心吗？你这狗贼最会颠倒是非，这是我的问题吗？上次有个小兵挥刀砍你，你不躲闪，你还拿手去捏他刀刃，我可是亲眼所见。那你为何让小兵有机会挥刀砍我呢？我是保护你安危，但我只负责保你狗命，又不是处处为你鞍前马后。还有，你又没残废，你躲不了吗？我躲不了。那以往我杀你的时候，你怎么躲那么快？今非昔比。那有些人去教练场，我可亲眼瞧见了，拿个长枪还要用手去擦枪头。枪头脏了，我擦擦怎么了？切，瑶儿还是你了解他，这狗贼确实挺无耻的。这有什么可说的？他无耻起来能让别人无地自容。随后苏怀要去议事帐，姬无暇也去外边溜达了，两人冤家路窄。狗贼，就你这拙劣的伎俩，我瑶儿一眼看穿。就是你那手上的疤都多得连成蜘蛛网了，我瑶儿顶多也只会惋惜废了一双好看的手，而不会对你有多怜悯动容。我是要他的怜悯动容吗？我知道，你只想把他留下就好了嘛。可你越是这样，他越是烦你。你有何良策？尾款明天结一下。明日去把尾款结来。姬无暇不得不承认，这狗贼现在变得这么爽快好说话，大家都很省事儿。你跟别的娘们的婚事虽然吹了，但我瑶儿还是不待见你吧？你知道为什么吗？洗耳恭听。你以为你使些心机手段就能抱得美人归啊？女人当然是要哄的，你不能跟她清旧账，也不能跟她讲道理，哄就完了。笑话，主子堂堂相爷，多少女子趋之若鹜，就要主子去哄女人，你这是存心给主子找难堪是不是？切，就你这觉悟，
这辈子不当老光棍算我说。剑霜气不过，当着主子的面又不好发作。姬无暇看了看苏怀神情，一看便知道这狗贼从前肯定没哄过女人。你可能不知道，我咬儿吃软不吃硬，言尽于此啊，多了要收费的。然后姬无暇就自顾自溜达去了，苏怀则去了议事帐，在议事帐中与诸将议完的事，诸将还不待退下，苏怀突然来了一句：哄女人如何哄啊？在议事帐中与诸将议完的事，诸将还不待退下，苏怀突然来了一句：哄女人如何哄啊？诸将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说相爷瞌睡来了，说了句梦话。没人知道吗？将领们连忙献言献策。回相爷，可以夸她长得美，脾气好又温柔，女人通常听了都很受用。还可以亲亲抱抱黏着她。女人通常都是口是心非的，嘴上说不喜欢，那心里还是喜欢的。不然就是给她买珠钗首饰，买零嘴美食，没哪个女人不爱。实在不行就强势索吻。女人通常都对霸道的男人没多少抵抗力的。这些都是你们经验之谈是吗？正是。正是。是不是相爷对长公主余情未了？长公主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相爷想把人哄回来啊。哎呀，以前竟不知相爷还是这般痴情的人呢。苏怀回到营帐里，看见陆瑶正在弄药材。他回来，陆瑶甚至都不抬一下头看上一眼。你长得很美，脾气也好，待人也温柔，是个不错的女人。陆瑶虎躯一震，终于抬起头来，像看外来物种一样看着他。你脑子被黑虎叼走了？他竟然会开口跟他道歉，是陆瑶万万没想到的。你跟我道歉，就只是要我原谅你？你以为这么简单就完了吗？自是要你跟我好啊，你只能跟我好。相爷就是相爷，从不做没有回报的事儿。任何事情都会有回报，区别只是没在期望之中。我只是按照我想要的结果去办事儿。姬无暇按时来找苏怀结尾款，结果苏怀说：你说他吃软不吃硬，但他软硬都不吃啊。那怎么可能？肯定是你不够软。眼看钱就要快到手了，他也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呀，便又道：你不妨放下你的身份架子，去好好讨咬儿开心。他要是不领情，你就求他，软磨硬泡，反正你也够不要脸的，这点事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把钱收回去。姬无暇不干了：狗贼，老子帮你出谋划策了，你竟然反悔？你起什么作用了？出没出主意那是我的事，可怎么做的起没起作用，那就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己不会哄女人，还来怪我？你最近有跟他说我的好话吗？姬无暇翻了个白眼儿：狗贼，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说，你最近又凶残又暴虐，咬儿把你的本性看得清清的，几句好话管用吗？他怎么看是一回事儿，你说不说是一回事儿。说，我今儿个就去说，行了吧？结账。从今天起你至少每天都要说2句我的好话。好像我多说2句，我咬儿就会被我说动了似的。于是后来陆瑶跟姬无暇在一起的时候，就总是莫名其妙的听到他说一些怪糟糟的话。比如苏怀去教练场点兵，姬无暇和陆瑶在教场外面观看，姬无暇便指着那高台上的苏怀说道：瑶儿，你看那狗贼逞威风，今天是不是特别好看？陆瑶原本看着场上的黑压压壮阔的将士们，闻言便收回视线来，不明所以的看了眼姬无暇，又循着姬无暇所指转头往那高台上看去。与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确实是一样。又比如苏怀自帐前走过，姬无暇又指给陆瑶：瑶儿，你仔细看那狗贼，像狗还是像贼？又像狗又像贼。苏怀听见了，驻足转头看来。姬无暇又道：不过皮相还是没得挑的，属于瑶儿你好的那口。姬无暇对着苏怀又道：看什么看？
我这不是在夸你吗？哼，有你这么夸的吗？先抑后扬，你懂个球啊！他先抑后扬上瘾了，陆瑶动不动就听见他先把狗男人骂一顿，然后又补上一句，也就长得好看点。哼，他应该是要叫你说他的好，除了他的皮相，你就说不出点别的了？除了他的皮相，他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吗？竟然没有。那不就得了，我随口说说，你就象征性的听听。军医见相爷身边的随侍来帮忙，正缺人手，便没有拒绝。可哪晓得他一出手，军医们都傻眼了，止血上药包扎动作极其利落，根据伤口情况，剑伤拔剑，刀伤缝口，所有伤势经他一手都能第一时间做出最合适的处理办法，并且将后续感染的几率降到最小。于是乎，跟陆瑶打过交道的一些军中将士们这才渐渐领悟到，为什么他长得这么丑，相爷却要时刻把他带在身边了。能得相爷青睐的，定然是有他过人之处的。现在大家伙明白了，原来是他医术了得。可苏怀不满意了，他一会儿功夫不在，回来就找不到陆瑶了。问起剑争剑霜，才得知他去了伤兵营。苏怀就亲自到伤兵营去一趟，结果伤兵将士们见到他来，十分惶恐，气氛都变得不一样了。你再动试试，这腿不想要了可以跟我说，我替你锯了它。相爷。苏怀就站在陆瑶身后，看着他一手按着那副将的腿，一手利索的缠绷带。相爷难得来伤兵营里亲察慰问，陆瑶这儿才处理好，其他就又有人快不行了。军医连忙叫他快去。狗东西，别挡道！忽觉脚下一轻，还以为产生幻觉了，结果低头一看，好家伙，他双脚果然离地了。狗男人居然直接提着他就走了。他看起来一个5大3粗的爷们儿，竟然像个木偶一样的挂在苏怀手上，而苏怀抬着手臂，那臂力提着他就跟提着只猴似的。让看着好看吗？放下来！你敢无视我？你怎么还不原谅我？我为什么要原谅你？我道歉了。哼，你道歉了我就得原谅你吗？你不原谅我，那我还道什么歉啊？你道歉难道不是因为你错了吗？错就错了，你见我跟谁道过歉？你贱人，你放开老子！苏怀非但不放，还亲亲他的鬓间和耳朵。是不是要我求你，你才愿意原谅我？相爷倒是求求我看啊！怎料这狗男人全无底线，真是张口即来。那我求你，求你原谅我，求你跟我好，求你爱我，求你永远别离开我。听着那句句低语，陆瑶感觉像中了蛊似的，蛊虫一路往他心头里钻，钻得他整个人发麻。那股麻意又从心间蔓延进了骨子里。狗东西，你够了！那怎么够啊？我要继续求你，求到你满意为止。我求你眼里心里只有我，求你只有我一人，求你跟我白头到老。陆瑶实在有些招架不了了，你能活到白头吗？那就求你跟我一生一世，我的一生也好，你的一生也行。老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苏怀手就摸进了陆瑶的袖管里。是吗？我数数起了多少了？我求你跟我生同寝，死同穴，求你活着的时候跟我做夫妻，死了以后呢，也要跟我做鬼夫妻。你他妈到底是在求我还是在咒我？你没听见我说了求你吗？我喜欢丑话说在前头，我怕寂寞。有本事你别埋头杵在我耳边求啊，你当着我的面求，尚有几分可信。苏怀也就依他所言，稍稍放开了他，站直了身体。我求你把这副丑样子卸了好吗？果然呢，再好听的情话，面对一张丑陋的脸，还不是一竿子给打回原形了。陆瑶冷笑两声，这下子瞬间耳朵不痒了，心也不麻了，骨头也不酥了。哼，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话音刚刚一落，怎料这狗男人突然欺下来，陆瑶猝不及防，只觉得眼前光影照得更浓一些，下一瞬苏怀就吻住了他的唇瓣。这回苏怀动作比他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般，一手掌着他的头，得逞以后开始吻他。这一吻才真是原形毕露，将这么久以来憋着的压着的顷刻全部释放。他吻得又激又狂，又深又火热，死死纠缠，又生生把他吞了的架势。他一边步步紧逼，一边手里愈加没闲着，手指寸寸捋过陆瑶脸边的轮廓边缘，来来回回的摸索，终于叫他捋到了一丝端倪，然后一点点的将他面上的人皮面具给揭了下来。霎时，陆瑶原本的模样便清晰的呈现在他眼前。那是一张素净的脸，肌肤却是细细白白，在灯火下有种温温腻腻的光泽。他的眼角里都是非议，微微挑着，又是温柔又是含情。可看向陆瑶的眼神里，竟让陆瑶恍惚觉得皆是卑微的渴求。你这么关心别人，怎么不见你多关心关心我呀？他们都要死了，你是不是要死啦？我之前要死的时候，你也不闻不问，你为什么对别人这么好心啊？哼，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妨找人练练手也不行啊。你为什么不找我练练手？等你要死的时候，我肯定找你练手。那就等我要死的时候再放。我看你不光脸不想要了，名声也不要了。哼，我有什么好名声吗？哼，也是，你臭名昭著，到明天再加上一条，跟男人纠缠不清，你还很得意是不是？你是男人吗？在别人眼中我不是吗？我自己眼中都看不过来，我还管别人眼中啊？他直勾勾地盯着陆瑶的唇瓣，陆瑶被他看得有些头皮发麻，试图拉回他的神智。我现在的样子丑吗？很丑。那你不怕倒胃口啊？我倒要看看你能让我怎么倒胃口。话语间，苏怀越亲越近，唇沿若有若无地挨上了他的，两人的呼吸瞬时纠缠在了一起。你起开！现在还感觉到恶心吗？我现在是一个人了。你现在是一个人了吗？那你说说，你怎么做人的？做人便是要既想既干，不留遗憾。我现在想的便是你。苏怀也不像之前那般克制着了，心里想的全从他如狼似虎的眼神里流露出来。他想吻他，下一瞬突然就欺身吻来。陆瑶心下一顿，就在苏怀碰到他的那一刹那，他极快地偏开了头。他的唇自陆瑶唇瓣上轻轻摩挲过，亲到了他的脸上。你以为你想什么就是什么吗？你要娶别人就娶别人，你要回来就回来，你要亲我就亲我吗？谁稀罕？那要如何你才肯跟我好？只要你说，我就去办。没等陆瑶回答，这时营帐外响起了厚重的脚步声，就停在门前。相爷可在里面？你正声来了，许是情况紧急，还是赶紧去吧。苏怀没答应，严将军是个急性子，又道：相爷，我有十分重要的军情，想与相爷商议，还请相爷一见。苏怀哪理他呀，更见不得陆瑶一脸松了口气的样子，于是趁他毫无防备，突然一手托住他的头，斧头便欺压而来。唇齿四磨间，苏怀将他狠狠扣在怀里，看似干柴烈火，可陆瑶嘴上却是毫不客气的用力咬他。相爷没在里面吗？可他分明听说相爷才回营帐来啊，而且还是带着他那个随侍一起回来的。相爷，里头还是没人答应。外头的严将军迟迟等不到回应，就想着确认一下相爷到底是不是在里面，如果不在，他也好去别的地儿再找找。于是乎，他两步近前，先连就往里瞧去。结果这一眼，直就瞧见相爷和他的随侍。陆瑶被这狗男人毫无间隙地抵在桌案边，在严将军的视角来看，就是陆瑶双腿还挽在苏怀的腰侧，以一种绝对惹人遐想的姿势纠缠不清。这画面简直太刺激了，严将军直接给吓傻眼了。相爷竟然跟个男人这样。陆瑶哪还顾得上跟这贱人拉扯呀，只想表示把我原地埋了吧。他下嘴可不轻啊，
咬苏怀咬得两人满口都是血腥味儿。苏怀终于肯放开他，转头就朝严将军看来。末将有罪，这就……他边说边立马退出去，结果告退二字还没说得出口，大约是太过凌乱慌张，自己就把自己给绊了一跤，在营帐门口摔了个结实。陆瑶，你能不能重新好好看看我，让我入你的眼里去？你睁开眼，好好看看我。两相对视，没片刻，苏怀不管他答应不答应，就将他摁在怀里，再度斧头堵上他唇瓣。却在那同时，陆瑶一仰了仰下巴，伸手就勾住了他的头。他承认，最终他还是被他这张脸给勾引了去。得到陆瑶回应的那一刻，哪怕是他一个微小的举动，狗男人就开始撒野发狂了。他一手掐着陆瑶的细腰，一手托着他的头，当真是恨不得一口一口把他啃了吃了一般，比方才更凶。陆瑶实在消受不来，捶了他两捶，他的吻便从嘴角溢出，顺着他的鬓尖一路亲到耳朵和脖颈上。陆瑶吸了口气，照着狗东西亲他的力道，等明天恐怕自己满脖子上都是痕迹了。陆瑶刚想骂两句，身子就是一轻，然后他就被苏怀抱起，几步压到了床上。他手里也不闲着，褪去陆瑶的衣裳，凉意袭来，陆瑶神志清醒2分，伸手就抓住苏怀的手。老色批，你叫老子看你，你却只顾着埋头啃我。你看着我亲，这矛盾吗？陆瑶与他身体相贴，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苏怀身体在绷紧发烫。你身上毒未解，是不是想早点死啊？我想早点欲仙欲死。你不是想跟我重新开始吗？想。有你这样重新开始的吗？那应该如何？至少应该一步步循序渐进，而不是像你这样什么都干。应该怎么循序渐进啊？从相识相知开始循序渐进吗？你我不相识吗？你不知我，我不知你吗？你可以循序渐进着来，但我要一次性全部得到你。他低头去亲他颈子，像舔舐着失而复得的幼兽一般，再道：我日夜都想着亲你抱你要你，我还能不动你？你真当我是圣人吗？这里是军营。苏怀堵住了他的嘴，辗转反侧的亲吻他。陆瑶恍然间想，这野男人什么时候管过这些啊？他喜欢换着地方来，告诉他这里是军营，他好像还更兴奋一些。没多久，营中也有些匆忙慌乱之声，紧接着号角声响起，有人高呼：敌兵来犯！有敌兵来犯！陆瑶惊了惊，推了推身上的苏怀，可狗男人岿然不动。他压着陆瑶继续撕磨亲吻，仿佛就是外面天塌了都跟他没有关系。贱人，你聋了吗？敌人都打到军营里来了。苏怀从陆瑶身上起身时看得出他很不爽。敌兵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坏他的事儿。你先收拾一下，收拾好了出来找我。整个营地里也就狗贼这地方最为奢华了。这处地势四周以山为屏障，营前是道山隘，地形易守难攻。这地方怕不是临时决定的大营之地，应该是苏怀一早就定下的营地，所以眼下伐木建营，打算长久驻扎。所以这地上铺着的地毯才这么快能够从后方城池运送上来用上是吧？还有那床上才能备上松软崭新的被褥是吧？你俩好上了？陆瑶一脸麻木。你嘴这么红，我都没顾上问。瑶啊，跟男人亲嘴儿是什么感觉啊？你找个男人亲亲不就知道了？我倒是想，可你三师傅肯定不愿意。哼，你换个人他肯定愿意，他要是不愿意，你也能绰绰有余的摁着人家头上亲，让他愿意。唉，老子虽然见惯了猪跑，还真是一次都没有尝到过猪肉味儿。可一般的江湖小猪，看着又没瘾。不过你这样挺好的。你以往不是最看不惯他吗？怎么，他几个臭钱就把你给收买了？你我是从小到大的姐妹，我能是区几个钱就能收买得了的吗？我虽然看不惯他，但也不妨碍他有些自身的优点，是江湖上别的二郎比不上的。虽然狗贼人格有点问题，但好歹也是有权有势的，还有钱，长得也对你胃口。他就是对所有人都不好，但对你好，这总比那些对所有人都好，还称之为是仁义善良，并且劝你心胸不要那么狭隘的玩意儿要靠谱吧？你说江湖上的二郎，你又不感兴趣，姐妹我又不忍心看着你孤独一生，也觉着狗贼可以给你玩玩，
消遣消遣。以后你要是腻了，咱们再说。腻了还能再说吗？你觉得他咬紧了能松口？等你身子好了，你真要是腻了，还怕弄不掉他？不过你这人吧，轻易看不上野男人，看上了吧，轻易不会腻的。陆瑶不置可否。管他大爷的，你怎么高兴怎么来。你想跟他好，你就跟他好；你不想跟他好，咱们就撤。以前我跟他好的时候，你还算不垃圾的。那时候我毫无防备，姐妹突然被男人给拐了，那狗贼还是我的人头，我心里能舒服吗？横竖现在狗贼的人头钱我已经挣回来了，你跟他好就好呗。这最后一句才是你真心话吧？旁人哪做得了主，主要还是姐妹你喜欢。好姐妹，我都这么帮你搞男人了，以后我要是搞男人的时候，你也帮帮我呗。我三师傅除外。别呀，我就只好他那口。说真的，我劝你换个人。嘘，叫你换个别的，你不也没瘾吗？不听我的，最后苦的是你自己。苏怀重新接手军中以后，这2天很忙，基本是早出晚归。白天的时候，陆瑶很少能见到他。等他晚上回来时，他就已经睡下了。苏怀夜里只歇了2个时辰。他上床搂着陆瑶时，陆瑶通常都会醒一醒，只是不太爱搭理他。然后狗男人就自己玩自己的，自得其乐。好不容易有点休息时间，你不赶紧睡，稍休息吗？诚然，这几天连轴转。苏怀重掌军中，又忙着整顿部署，休息对他来说确实十分奢侈。休息也是我跟你双休。他揉着他的腰肢，陆瑶几乎毫不费力就感觉到这畜生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他没有轻举妄动，大概是晓得这狗男人只是过干瘾，要不然他还按那个什么劲儿啊，早就成兽性了。事实证明，还是陆瑶了解他。等苏怀捏过瘾了之后，就抽回自己的爪子，牵好他的衣裳，好好的把他抱在怀里。就这点时间都不够他撒野的，要是真折腾起来了，一时半会儿又收不住，又弄得个匆匆忙忙的。这几天你好好睡，睡个够，养足精神。堂堂相爷，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没想到竟然跟个男人混在了一起。要是那个漂亮男人也就罢了，想不通那还是个丑陋的侍卫。还记得不？早前相爷询问我等怎么哄女人，我等还以为他是想去哄长公主回心转意，结果竟然是把那丑侍卫当女人哄吗？然后这些个将领纷纷摇头，表示不可思议。又有人说道：嗨，相爷是受不了长公主的刺激，所以这才行为偏激，美人不要，偏要丑人。严将军路过听见了，表示他比谁都清楚，他还亲眼看见了呢。但小命要紧，他就是不能说。相爷私事，我等还是不要去探究了，否则被相爷知道，他追究起来，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真是越看越整不明白，相爷怎么就好上这口了呢？相爷这贴身侍卫除了样貌丑点儿，实在没什么奇特之处了。外面都喜庆洋溢的，从战场上捡回来不少战死的马，都削肉剔骨的，等着晚上有肉吃，让我感觉像过年杀猪似的。刚刚我路过，听到那些个领兵的在说你家男人心狠手辣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是吗？不然便像他们之前那样迟迟拿不下来。瑶儿，大概只有你这么理解狗贼了。你虽然跟他性情不同，手段不同，但着实算是同路人。姐妹，我先去前面吃肉了啊。你可以拿些进来一起吃。我倒是想跟你一起吃，可你野男人到底是个心胸狭隘的心狠手辣之徒。陆瑶无言。苏怀坐下后，一把就将他拉了过来。陆瑶踹他2下，他捉住陆瑶的腿就抬起来放在自己膝上。哪想姬无暇去门口出去之前，鬼使神差的又回头瞅了一眼，结果正好瞅见苏怀把陆瑶抱起来坐在他腿上，整个人被迫靠在他怀里。陆瑶抬头就跟姬无暇四目相对，姬无暇一脸唏嘘：好歹等我出去了再来啊，真是虐杀我也。你有病吧？让人看见了好吗？我叫他看了吗？要不把他眼睛挖了吧？怎么不把你一手砍了？你不动手动脚的，他能看见吗？你这样叫我怎么出去走啊？外面天那么黑，那么冷，你哪条腿想出去走啊？就算我不出去，你也用不着全给我扒了呀。我全给你扒了吗？你身上的衣服
一会儿上了床再全扒了。至于你那副丑样子，此时不扒，难不成还留着过夜呀？我不喜欢熄灯跟你过夜，但对着你那副样子，也会影响兴致的。哼，你这狗脑子里就只有这些事儿了是吗？不止，你要详细听听吗？陆瑶感觉再跟他说下去，他这畜生什么话都能张口即来。陆瑶基本上是进了营房以后就甚少再出去走动了，主要是狗男人把他的乔装给扒没了。可这在军中将领们眼中就又变了味道，不愧是相爷的男宠啊，在营房里时时刻刻等着相爷宠幸。将领们都知道相爷对他男宠是很明显的偏爱，还是相爷厉害啊，男女通吃，现在都开始豢养男宠了。相爷行事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嚣张，丝毫不避讳，也不怕天下人说你是断袖。那我是吗？那是我吗？大概他们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找到这么丑的男宠。你不好看吗？我觉得你最好看。陆瑶愣了愣，在床上也是一流。哼，我看你是下流，你想点别的正经事会死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想着你，还想什么别的正经事儿啊？我想你自是想跟你好，想抱你亲你，想跟你睡觉。难不成我要跟你一起想天下大业吗？那些事儿跟谁不能想，非得要跟你想？陆瑶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他不要脸起来的时候向来是无所顾忌，谁能说得过他那张狗嘴啊？瑶儿，现在你们这营房是我能进来的吗？你们是不是在烤肉吃啊？我在外面都闻到香味了。进来吧。姬无暇进来，看见苏怀和陆瑶坐在火炉边儿，真是难得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居然还能规规矩矩的坐着烤肉吃啊。你不吃饱哪有力气啊？你是怕自己没力气，还是怕瑶儿没力气啊？他没力气对我有什么影响吗？也是，只有累坏的牛哪有耕坏的地啊？牛都是越累越瘦，地都是越耕越肥。陆瑶手杵着额头，揉了揉眉心，也就这两个厚脸皮凑在一起能面不改色的这样聊下去。再者说，猪拱白菜也不需要白菜有力气啊，白菜只要在地里躺平就可以了。也不是所有白菜都能躺平的，一些烂白菜躺平了就烂在地里。是，也就一些又水又嫩的白菜尽遭畜生，是吧，瑶儿？烂白菜就是烂白菜，唯一的作用呢，大抵就是肥沃土地。肥沃土地能养出我瑶儿这样的好白菜，也是我的功劳之一，不然猪能拱着吗？哼，说到底还是一颗无人问津的烂白菜。关你屁事！我说过了，烂白菜与我屁事都不关。狗贼，你他妈说谁是烂白菜？陆瑶也表示有点懵啊，这俩货聊天实在是跳跃的太快了，前两句颇有些臭味相投，可后两句就能互骂起来，骂不痛快还打算要干上一架的架势。算了，你还真把脖子往他绳子里套是不是啊？我说你了吗？这么激动？不要以为老子听不懂你的含沙射影。那我就是在说你，是不是心里舒坦多了？姬无暇要拿火棍揍苏怀，被陆瑶抱住。你不也先骂他是猪了吗？算了啊，就当扯平了。你不是进来吃肉的吗？还想不想吃肉了？瑶儿，你是怎么看上这种嘴巴有毒的野男人的？你嘴巴也不差，这不算是遇到敌手了吧？呸！他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是值得瑶儿你喜欢的？你有什么脸说出这种话的啊？意思是他至少还有这张脸，而他连脸都没有。哎呀，都少说两句吧。肉快烤好了吧？随后苏怀将嫩的一部分先切给陆瑶，剩下的他和姬无暇分。骂归骂，苏怀还是给姬无暇烤鹿肉的，
秋霞也还是毫无压力的接过来就啃。相爷真诚带我到这儿来看风景的吗？风景有什么可看的？我找个地方好好看看你。陆遥愣了愣，随即嗤地笑开来。他回眸看他一眼，那桃花眼里笑意盎然，比那山岳风光，比那人间欢闹好看。陆遥心头是一跳两下，正要张口说话时，他冷不防的斧头七进，吻住他的唇。与此同时，手扶着他的后脑，火热的加深这个吻。哼，长标的府邸，你打算什么时候抄了？把该分的分给秋霞。我抄了长府，分给他以后呢？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这样大家都不浪费时间。那你呢？两人之间蓦地就陷入了沉默，那种暧昧的气氛也似乎淡了不少。我自是与他一起回我该回的地方去。你不随我回京？我现在的情况连之前都不如，跟你回去好被你连累受你的敌人打击报复吗？我还想多活2年。我自有办法保全你。你此番回去，朝中不知多少人想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呀先保全自己就行了。我是疯了吗？要随你去冒险？你不跟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我享你什么福了？你想我的时候难道不舒服吗？那就当我是享了你的福，但绝不当你的难。长标的家产那就等回京以后再分吧。苏怀，一码归一码。不然就放他走，你跟着我，只要你别离开我，我什么都好谈。可你说你要走，我手里有什么我就用什么，让你走不了。陆遥觉得这张脸好看的时候是真好看，可恨的时候也是真可恨。我要是恢复成以前那样，你此刻已经被我摔下这城楼去了。那你现在要不要摔我一个试试了？果然啊，你还是随时都想着怎么杀我。可惜你今非昔比，而我要是想摔你，立马就能把你摔下去。你要是摔我，我做鬼也要拉你垫背。陆遥，你爱我吗？像我情深陆遥，你爱我吗？我要是不爱你，你就会杀了我吗？以前动不动就骗我说爱我，而今骗我一下都嫌废嘴皮子是吗？哼，堂堂相爷，岂用得着这么卑微的求别人骗你？要是以前你不爱我，我可能杀了你也无妨。可如今……苏怀激狂的在他唇齿间厮磨辗转，陆遥有些提不上气儿，他却又蓦然放开他的嘴唇，又道：“我确实爱你的很。”陆遥仰头望着他，有些失神，以至于他再吻下来，他都没有来得及躲闪或是迎合。等他反应过来时，苏怀已经越吻越深，吻得越紧越狂乱火热。苏怀，你够了！怎么够啊？哪里够？什么够啊？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回应着的是彼此的纠缠，起伏不定的呼吸声。你是不是忘了，你答应过我，等你伤好，若要我走，你便放我走的。你记性是被狗吃了吗？我答应过你，我亲自送你回。那你还想食言不认？苏海不答了，只是反反复复的亲吻着他。他想，大抵是有些醉了酒的缘故，明明这么不爽他，却还是想与他接触。苏怀又与他厮磨了许久，反反复复轻咬唇瓣，将他鼻尖磨得通红。那双桃花眼里如烟水含露，似月里寻芳，眉蕊素娇，艳不可拟。你再陪我些月，我送你回，等我事情忙完了，我便送你回去。陪你到何时？过完元宵。那便陪你到过完元宵。你说句你爱我，如何？不如何？相爷也会想听这等不着边际的话吗？苏怀，
你再这样看我。话没说完，他倏儿一把抓住苏怀，反身就将他抵在墙上。他靠近苏怀的唇，却在碰到他唇沿的时候停了下来。陆瑶手里拨开他的衣襟，他也没有阻拦。你不是想让我摸你吗？说着，他的手便抚上他的胸膛。苏怀手臂勾着他的腰肢，将他狠狠往怀里压。陆瑶一路轻轻咬咬，还不待他绵绵辗转，苏怀终于忍无可忍，反客为主，重新将他压回在墙上。他衣襟散乱，顾不上，堵住他唇时狂野极了，手上几乎是撕扯他的衣裳和腰带。陆瑶依稀听见大营那边的喧闹声由鼎沸渐渐变得零星，又听见城楼底下的将军们打马回城。再后来，哨房里的炭火由通红渐渐冷却成灰。即便这样，空气里依然蔓延着火热，还有过分暧昧旖旎的气息，丝毫不觉得冷。我瑶儿，你醒了吗？没醒。你现在方便吗？我可以进来吗？不方便。我给你带了包子，听说这是南怀城里最出名的老字号包子，我排了1个时辰的队才买来的。我尝了2个，味道确实不错，你吃不吃？不吃。你自己吃吧。我自己吃有什么趣？那叫黑虎一起吃。别提了，黑虎一早上就吃了1只鸡，把他肚皮吃得圆鼓鼓的，他哪还瞧得上包子？这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陆瑶示意淡了去。吉无暇道：眼下陆瑶房里就他一人，苏怀一早便起身了，床外侧空空的，只剩亲被里的余温带着些他身上的味道，他就叫吉无暇进来了。哟，我瞧着都移不开眼，更别说狗贼了。瑶儿，起来吃包子吗？不吃。哎呀，果然啊，这好气色都是靠男人滋养出来的，而且还是瑶儿你这种专门需要吸男人精气来调理自身的，效果最是明显。那野狗昨天晚上是撒野发疯到了极致，浑身到处都不得好，腿间更是不适。陆瑶觉得但凡自己要是个柔弱女子，估计真得被他弄死。黑虎一大早上的哪儿去弄来的鸡翅啊？瑶儿，你不打紧吗？怎么嗓子哑得这么厉害？只是有点干罢了。那你要喝水吗？不喝。一会儿我给你泡壶润喉茶。你说黑虎吃的鸡啊，那还能哪儿去弄的？狗贼给他的呗。看得出来，今天狗贼心情不错。真是什么都比不上瑶儿你的枕边风好使，只要你一出马，狗贼就什么都好说。他今早上不光喂黑虎吃鸡，还说下午要开始抄长标的家，我这不赶紧来谢谢姐妹你吗？瑶儿，你教教我呗，这遇难之道都有个什么诀窍啊？我要是有你这功力，能把3师傅拿下吗？你觉得3师傅跟苏怀能一样吗？吉无暇叹口气。也是，你男人沾权色，就好你这口。可3师傅就是个不沾人间烟火的神仙。昨晚庆功宴，你们才待了一会儿，狗贼就带你们走了。后来你们去什么地方了？找了个地方看了风景。大晚上看什么风景啊？陆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嘴上说道：看看南怀城里的夜景啊，整个大营的篝火也尽收眼底。要是以前，你肯定是觉得平平无奇的，毕竟你跟你师傅走过大江南北那么多地方，什么风景没见过。可要是跟野男人一起看风景，那应该又是另一番体会了吧？说的好像你最懂似的。那不然怎么说风花雪月是人间最好的风景呢？谁这一生没听过风，没看过花，没赏过雪，没观过月呀？最重要的还是身边的人，因为和身边人一起，这风花雪月才被赋予了多情的意义。切，你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他回想起昨晚，他看见雪花从哨房的小窗口边轻飘飘的落下时，好像与平素相同，又似不同。当时他觉得落雪都是苏怀身上的味道。昨晚上面具被狗男人给揭了，难不成走的时候他没有带走？可他分明记得苏怀当时帮他把衣裳整理好，又将面具捡起来收走了的呀。这屋子一目了然，一看就没有面具。那你还有多的吗？有倒是有的，就之前我混在南怀大营里扮的林将军用的那张，
你敢要吗？真要带那个出去，那不是挑事儿吗？现在又不是在军营里了，不戴面具也没什么，快别耽搁了。再耽搁下去，等去长标府里，狗些东西都抄完了。瑶儿，我们快走。说着就拉着他一道出门。剑霜已在府门外备好了马车等着，两人上了马车以后，他便驾车前往长标府邸。陆瑶在马车里也找了一遍，想着是不是昨晚回来的路上落在车里了，结果也没有，便只好作罢了。此时长府府门大开，有不少人影在里头走动。姬无暇跟一阵风似的掠进大门去，就见士兵们正来来去去的搬挪府里的东西，正从后院和库房那边搬出来，堆放在偌大的前院空地上。苏怀正站在院中，听底下的人清点汇报名目。姬无暇一进来就挨个去看看抄出来些什么宝贝。苏怀见着他来了，便回头看去，恰恰见得陆咬后一步跨进府门，缓缓走来。他虽穿着普通男子的衣裳，但没有盔甲，头发高高竖着，十分的干净利落。可那模样在萧肃的天气里显得眸睁春水，唇若艳水，极是容色逼人。他是见过陆咬唇红齿白，或嗔或骂，眼里娇媚滴水，勾人勾魂的光景的。眼下陆咬一来，他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陆咬低眉看着路，进了这府邸以后，冷不防抬眼就与苏怀视线撞个正着。或许是他的眼神太过无所顾忌，搞得陆咬心头蓦地跳漏了2拍。他面无表情，觉得这狗东西看他的眼神定又是在回味什么龌龊下流的东西。哪儿来的人呢？竟也敢擅闯此地？当是什么人都能来这儿吗？将军正要出声呵斥，却见相爷回过头来对他说道：继续。不愧是板贼，左右南怀这么多年，那库房里都是宝贝，还有后院里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看上什么了可以跟我说，我都给你。陆咬愣了愣，抬头看他，他也看着他。陆咬见他神色寻常，可他的话语声钻进耳朵里，莫名有一种抓心挠肺的意味。陆咬就感觉管他什么，只要自己开口想要，这狗什么都肯给。陆咬就笑，平日里他素来也少笑，也不知为何就笑，他只知道大抵这一刻自己心里是好受的。陆咬得了长标府里的那些珍稀药材以后，基本上可以成日待在房里足不出户了。他当天晚上就用了他几味药材，给苏怀泡了个药浴，又施针封他的气海。今日起，你也同我一样，不得动用真气。在军营的时候，条件有限，只能暂且帮他压制着，没办法持续性的帮他做治疗。还有，记房事。急什么？说着，苏怀便要回头看他。陆咬一手扶着他的后背，下手极快，一针就扎入他后背大穴。别乱动，耳聋也不是你这样聋的。记房事，不在房里不就没事了吗？你要是还想活着的话，就得记男女之事。早前莫大夫说，这并不影响我的私生活。早前什么情况？你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啊？早前尚能控制，可如今你再不节制，你活着的日子可以论天算了。我不动真气，还不能动体力吗？动体力也能使气血加快运行。再者呢，只要你一泄精元气，此消彼长，它就会趁着你空虚之际尽染。我不屑。切，你要是想英年早逝，你就作吧。你是不是怕我比你早死啊？你说什么混账话呢？你要是怕，我就不早死。哼，怎么听都像是在咒我会比你早死。早死不好吗？等你7老8十，死了还有我给你埋。我死了，你还能从棺材里爬起来给我埋吗？趁我手里有银针，我给你顺便把你哑穴封了吧。有药效和陆咬银针加持的双重作用，当晚苏怀睡得很沉。到第二天，他出门做事去了。这是什么？是主子给陆姑娘准备的。是什么宝贝啊？陆咬打开箱子一瞧，然后沉默了，连带着姬无暇也发出嫌弃的一声。咦，里面竟全是一身身姑娘家的衣裙。这2箱是想我咬儿这10天半个月的都不重样的换着穿吧？主子心里惦记着陆姑娘，前2天一进城呢，就叫店家抓紧做了。这哪是给我咬儿准备的，
这分明是给他自己准备的。你们主子可真能想。主子又不穿女人衣服，但不妨碍他想女人穿给他看。眼下，苏怀回到宅子里，一进院中，房里的灯还亮着，暖黄的光透过门扉溢了出来，将院子都衬得十分的朦胧静谧。他推门进去，见着陆淼还没睡，还在弄他那些药材。今晚应酬的开心吗？开心我这么早回来吗？你为什么没穿裙子？睡觉穿什么裙子啊？睡觉为什么不能穿裙子？你不妨去把你身上的狗味洗一洗。天色已经不早了，邹怀这才没有再缠他，自行先去冲澡洗漱。等他回房里后，关上门，拨上栓，就去箱子里随手捡了一身衣裙丢在床上。换衣服？不需要，老子就穿这身。狗男人刚扒了他的外衣，他滑如泥鳅一般飞快地从他手里脱出，翻地就爬上床去，接了被子钻进去，把自己裹得死死的，习惯性地用后脑勺对着他。他躺下时，把陆瑶的头发往被窝里拨了拨，以免压着，而后伸手就摸到他，硬是将他拽到怀里来了。两人在被窝里也不安生，时不时就东拱一下又西拱一下。狗东西，你再动，冷风只往被子里钻，什么时候才能暖和呀？我怀里暖和。他说着就把陆瑶扯进他怀里，把他搂得死死的。陆瑶踹他两脚，又被他给压住了腿。这玩意儿还不罢休，继续一手抱着他，一手泼他身上的衣服。一时间，陆瑶放弃抵抗了，狗男人反而显得兴致缺缺。怎么不动了？陆瑶表示，就他这狗性，他要是再动，他能更兴奋，到时候恐怕什么医嘱啊，这玩意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累了。但很快陆瑶就发现自己真是天真了，他以为自己挺尸，狗男人就没什么兴趣了，可事实上他自己也能玩得兴起。我才怎么跟你说的啊？跟你说的那些都被狗吃了吗？苏怀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盯着他。我没动你，就摸几下亲几下不行吗？没等陆瑶回答，他自顾自的又继续忙他的。陆瑶浑身上下都能让他给摸个遍，还不厌其烦。女人的身体也就那样，但你的怎么让我这么想啊？还记得你以前说的什么话吗？脸都打肿了。苏怀拿着他的手就往自己脸上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你摸摸看，肿不肿？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穿这个能治好我。昨个姬无暇所说的话，此刻陆瑶真的是感同身受了。这狗男人哪是为了他买这些衣裙啊，分明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后来陆瑶穿了他买的衣裳，到下午狗男人又拿来一套给他换。需要换这么勤吗？你身上这身昨晚换的，今天再换一身给我看，不行吗？我信你个头啊！结果两人为换衣服这事儿又差点打起来。陆瑶发现这狗男人执着得很，今天下午才换的，到明天上午又换，好像他不把箱子里的新衣服都穿完，他是不会罢休的。这狗东西忙的时候在外面忙，只要一回来就想看他换裙子穿。哪个女人不喜欢新衣裳啊？为什么你不喜欢？再喜欢经得住你天天这样换吗？啊？而且还没到一天12个时辰，大半天就得换。我就是能治病也治不了你这样的。原本可是穿1个月的衣裳，可如今还有10天不到你就要走了，那我不得抓紧了，让你都穿给我看吗？陆瑶顿了顿，这狗男人抓住的点总是这么清奇，总能堵住他满腔邪火。别整得跟个被人抛弃的流浪狗似的。说着他就2步上前，有些粗暴直接的从他手上扫过衣裙，便去屏风后面更换。只要是在这屋里，他在他眼皮子底下走动，这玩意儿就总是直勾勾的盯着他。我把你弄瞎吧好吗？我还要进多久啊？至少得等你情况稳定了。我若不进，这10天就会死吗？那还不至于，但他能这么说吗？就不能等你走了以后再进吗？陆瑶发现跟他简直是没法聊，到后来索性他就得寸进尺。我不让气血运行得快，我不动，你来。
你说让我进，没说你也要进啊？有什么区别吗？你可以为所欲为。老子不想为所欲为。瑶儿，你先别急，先边上等着，我排队给你买啊。彼时，陆瑶在街边等姬无暇时，转头街角这边，靖王就坐在马车里，微微掀帘，远远看着。靖王看了片刻，便放下车帘，吩咐了随车的侍从几句，侍从立即就去办了。这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一群小孩，个个手里捏着铜板，兴高采烈地拥上来买零嘴。我要他这样的糖人儿！关键是还堵了姬无暇的去路，叽叽喳喳个不停。姬无暇烦都烦死了，却不能跟这群小孩一般见识，否则但凡要是成年人敢跟他这样，早就被他掀飞了。陆瑶看着有些不对，怎么这群孩子不去挡别人，偏偏都围在姬无暇转呢？江江这样一想，冷不防一把匕首从身后冰凉刺骨地贴上了他的颈边。陆姑娘，请进一步说话。姬无暇被一群小破孩缠得烦躁不已，又给街上行人挡了视线。等他抬起头来一看，方才陆瑶站的地方空空如也，哪儿还有他的影子？一群瘪犊子，滚一边去！说着，就一把掀开这群孩子。瑶儿！姬无暇动作快，很快就追到了陆瑶。陆瑶还未来得及被带上马车，姬无暇气势汹汹一来，一步步地走进小巷，眼里就溢出了一股子森意。你们要是现在放了他，爷爷还能考虑留你们全尸。若是不想他有事，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他有事儿？他要是掉了根头发，别说你们几个今天想走出这城了，他男人能把你们剁成肉泥，信不信？他们也只是想借我顺利出城，你莫激怒他们。话虽如此，可两人的眼神交流却另有一番深意。先安抚再打击，别急，找准时机再下手。是这样吗，靖王？车里的人终于温声开口：我本无意伤害陆姑娘。伤害他？也不看看伤害他了，你们今儿个走得了吗？然后姬无暇又用一副粗嗓门声音说道：靖王，咱们别来无恙啊。随从一听这声音就来气，靖王一听就沉默。靖王，你不会是忘了老子吧？某怎敢忘？你那胸膛又紧又有弹性，你那小腰又细又有劲儿呢。无耻之徒，你休要满口胡言，侮辱我主人清白。那我亲手摸的还能有假吗？还有他那脸蛋啊，看起来冰清玉洁的，摸起来那手感甚好啊，让老子至今啊回味无穷啊。他话的尾音还没落，突然就身形极轻快的出招，直朝挟持陆瑶的那随从逼来。之前说什么都是虚的，就是为了抓准空档，说干就干。先别打了。姬无暇一听，收拾随从的动作就是一顿。我没事儿，我与靖王聊聊啊。某一直将陆姑娘视作为知己，如不是形势所迫，也万不会用这等办法，还请陆姑娘见谅。废什么话！你今天到底放不放人？你要不放人，老子捶爆你的狗头！他说他有灵犀角，打打杀杀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要是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聊，那是最好。就好像刚刚那个随从不是他杀的一样。不知陆姑娘寻灵犀角有何用处？这就不劳靖王操心了。靖王只需要确认是否当真有此物。我若没有，又怎会与陆姑娘在此一叙呢？某被逼至如此狼狈之境，让陆姑娘看笑话了。灵犀角在哪？苏相在南怀放出灵犀角的消息，某原只是揣测，不想当真是陆姑娘需要。早知如此，又何须兜这么大个圈子？兜圈子的是你吧，小白脸！你再磨磨唧唧，等苏怀来了，我看你怎么搞。灵犀是我云津特有的珍兽，早几十上百年前想要灵犀角不是难事，后来泛滥捕杀，才导致灵犀绝迹。灵犀角有其用，能使濒死之人续命，亦能使疯癫魔障之人回醒。只是我云津已经多年未曾见过灵犀现世。那靖王何故说你有？在最后一头灵犀被捕获时，身边曾有一幼犀。幼犀在靖王手上？我不才已养了它些许年月，不知这灵犀可能使陆姑娘感兴趣。你愿意把灵犀角给我吗？若是旁人，我自是不愿，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打他的主意。可若是陆姑娘本身非他不可的话，某可以考虑。当真给我？陆瑶闻之有些诧异，自认为跟着靖王不过就是几面之缘，实在算不上是有交情。
就看陆姑娘愿不愿意长途跋涉随某去一趟云津。只是交换，你情我愿，何来的欺骗？主人养了那么久的小白，疼惜的很，谁敢打小白的主意？现如今主人愿意割舍灵犀角给这位陆姑娘，这还不叫有诚意吗？我主人既然这么说了，就一定会做到。如有虚言，天可诛地可灭，陆姑娘可愿信某一次？我若跟你去云津，恐怕这一路上靖王都休想太平了。只要陆姑娘愿意，某定当舍命陪姑娘。王爷别说笑了，这要是舍得舍命陪我，何须在这周旋？陆姑娘是聪明人，远的不提，那就提近的，先与某一起出城可行？你就是想让我放你出城，救你一命，以灵犀角作为交换，我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意思吗？还有附加条件，这灵犀角须得陆姑娘亲自到云津去。如若你亲自来，我便应你亲自交到你手上，如何？姬无暇在外面难得安静，就等陆瑶一句话。陆瑶思索片刻，对姬无暇说道：上车，出城。陆姑娘随我同行，真的不用跟苏相打声招呼吗？这样悄悄的走，我们能自由出入城门，没有相爷追来，不是挺省事儿的吗？还是说不告知相爷就达不到靖王的预期了？我只是怕陆姑娘不辞而别，苏相知道了会担心。你既然这么怕苏怀会担心，那要不别出声了，我们直接去找苏怀。我在与陆姑娘说话。所以我就不爱听你们这种心机男说话，表里表气的，明明心里乐翻天了，嘴上还一副为他人着想的样子，虚不虚伪？回头坚定得给你加鸡腿。加鸡腿有什么意思啊？得加钱。真不跟狗贼说一声，我叫黑虎来，他跑腿最快，保准狗贼立马能知道。急什么？就算不告知苏怀，他就不会知道了吗？何况现在得到了灵犀角的消息，他私心里并不想靖王死得那么快。横竖现在咱们知道云津还有灵犀角了，要不要把这靖王搞死了先？咱们再慢慢去找就是了。你们在商量计划要先搞死我的时候，都不用回避我一下吗？要怎么回避啊？那要不让我俩下车去商量？只是我若死了，恐怕你们就取不到灵犀角了。这话怎么讲？难不成你死了，你养的那灵犀角也跟着灰飞烟灭了吗？你可知我的小白养在何处，是何秉性？别说你不知，便是云津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我就不信没人知。关于灵犀角的用处，世人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愿闻其详。灵犀角的珍稀药用之处，其实非灵犀角本身，而是灵犀角中的角中精血。即便是拿到了灵犀角，却没有角中精血，那也不过是得了个空壳子，效用也会大大损耗。最多灵犀角的角身能够强身健体、蓄养精神罢了。单单是兽角能起到的作用，用许多其他药材也可替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灵犀角必须得随取随用，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靖王一番话，着实受教。那就把他那头灵犀弄到手了，再去角啊，不费事儿。小白只让主人一人靠近，也只有主人一人能给他取角。别说你们轻易找不到他，便是找到他了，让他感觉到了有危险，他也会立马撞断自己的脚，让你们什么都得不到。小白纯真且聪明，他只是不会说话，但他知道人们想要的就是他的那只脚，所以他会好好保护他的脚。如果实在保护不了，他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让人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这么说，想要取到效用最大的灵犀角，还非靖王不可了。只要陆姑娘想要，某愿尽绵薄之力。陆姑娘要随我走，当真不打算知会苏相一声吗？靖王一定要把事情闹大吗？到时候恐怕靖王走不了，只能让相爷送遗体归国了。某还是想看看陆姑娘与我在一起时，苏相那气急败坏的样子。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都没有见到过。也罢，如若苏相不在意陆姑娘，也不值得陆姑娘留恋。陆姑娘便随某去云津，陆姑娘在这里有的，某在云津也能让陆姑娘有，某只会让陆姑娘拥有的更多。靖王这是演着演着还当真了？你怎知某是在演，而不是一开始就当真了？难道这位朋友没有告诉陆姑娘，某一心爱慕陆姑娘吗？我可说了啊，你这王爷虽然是云津第一美人儿，可我养儿不好你这口，那也就没有办法。不如你跟我玩玩呗。听说你手上有几个矿？是有。那能分2个给我吗？
朋友未免胃口太大。我在云津干1年，能每月给我10万两不？朋友这是在趁火打劫吗？是你要许我锦绣荣华之路的。即便是高官厚禄，也不是朋友这般狮子大开口的。那还去什么云津效什么力？我做事都是明码标价，至少10万两起的好吧？苏相给了你多少？行业秘密，这点操守还是要有的。不过下回靖王你要是有什么业务，也可以叫我。苏相的命值多少钱？靖王可真是不避讳啊。又没外人。要是以前吧，你给我20万，我可能会接，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他是我养儿的男人，我不能让他守寡，除非我养儿点头，这人头钱我就赚。马车出城以后没驶多远，前方蕉林里便有风声响起。就到这儿吧。驾车的进士只听靖王问，靖王没开口，进士也就没停。路遥给了姬无暇一个眼神儿，姬无暇动作也快，立马窜出车厢去，一把擒住进士的脖子，一手挽着马缰，便利索的迅猛一收。马匹受到强劲的拉拽之力，嘶鸣一声，不得不停了下来。仔细着点，他要是破了皮，老子会扒了你的皮。靖王想出城，现在已经顺利出了城。至于那灵犀角，待过后我会亲自到云津去取，你我就此别过吧。过后到云津去取，多久过后？择日不如撞日。既然今日走到了一起，与我同行前往云津又何妨？路遥看着靖王云淡风轻的神情，突然明白为何这靖王几次3番的提醒他要通知苏怀。挟持他出城只是其一，出城以后能顺利离开这南怀才是最关键的。他只是需要他来破这个局。靖王树大招风，我便是去也不会与靖王同去。陆姑娘还是一如既往擅长保全自己。某让陆姑娘知会苏相，便是因为前路凶险，某私心里并不想陆姑娘身涉险境。话语间，前方风声袭来，越来越近，空气里都一片凝寒肃杀。那股子杀气，习武之人最是能够感知，来势汹汹，绝非一般的小打小闹。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告辞。山高水远，后会有期。只是靖王没松口，他的随从自然不会松手。只是箭在弦上，还请陆姑娘恕某不得不发。话说的这么好听，说到底还不是要我养儿和你一起。我们就赌，看看苏相会不会来。你敢伤我的人，我便削了他的脑袋，提出去给来的人，想必他们一定会欣然接纳。不得轻举妄动，伤害陆姑娘。现在要不要一命换一命？这破王爷老子还给你，你把他还给我。虽万分不愿，也情非得已。倘若今日我身死在此，且邀陆姑娘与我共赴黄泉，如此家人相伴，也是风雅事一桩。狗屁也能让你说成是风雅，是不是吃饭也能让你说成是情趣啊？他话里的意思十分明白了，换人是不可能会换的。今日如果他死了，就让陆遥与他一同死。难怪你希望我将我被你挟持的消息通知给苏怀，你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挟持我以顺利出城，你的目的是以我引苏怀出城，好替你破这进退维谷的杀局。可他没想到还有一股势力想千方百计地置他于死地，外面的厮杀变得更加凶狠惨烈。说是我对苏怀而言有2分重要性的话，靖王挟我出城，苏怀得知必定追出城来。只要我在靖王手上，他便不会放任要杀你的人连我一起杀了。是以靖王就能以敌制敌，坐收渔利，解除这危机。靖王是这么打算的吗？陆姑娘不仅琴艺高超，心思也这般细腻周全。如今只有苏怀能替他对付这股势力，他想逼苏怀出手，就只能将陆遥挟在手里。瑶儿，你先撤！陆遥突然动手，快如闪电，迅如雷霆，一把拿住进士的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扭脱他的手腕，便从他手上夺过了长剑。那动作行云流水，顿时鲜血涌出，湿透了衣裳。只可惜我没有料到这城外有对你的伏杀，你也估错了时间。我与朋友上街是偷偷出来的，别说苏怀不知道，就连他放在宅子里看护我的随从都不知道。你想等他来替你解决，真等他来的时候，只能替你收尸了。替我们2个一起收尸吗？我现在把你交出去，兴许还能活命，是你自己出去，还是我用剑把你挑出去？靖王没有开口，陆遥不再耽搁，十分决绝，手上稍稍用力，那剑锋就没入他胸膛。
灵犀角你不想要了吗？陆姑娘非等闲之辈，却甘愿化身成一名小侍婢进宫侍候，不就是宫中的云金曾进献的灵犀角？现今我手中有最后一只，陆姑娘是想功亏一篑吗？姬无暇眼看着靖王的3名随从伤势过重，快防不住了。他趁此空档，倏地一剑扎在马屁股上，马匹吃痛，顿时红了眼，撒蹄儿的就往前狂奔。以前靖王只是对他有几分对知音的欣赏和仰慕，而今时今日，他突然明白，他为何目中无人的苏相独独对他青睐有加。今日陆姑娘真是让某大开眼界，原来陆姑娘也是高人呢。你放心，一会儿要是跑不了了，我会把你交出去的。那我只有死路一条。死你一人，总比死2人的强。怎么苏相还没来？我猜他应该快到了。你若是提前跟我说城外有埋伏要杀你，可能我们还能商量出个解决办法来。你要和我要灵犀角，也不是不能两全其美。可现在，我兴许还能撑到等他来，你就不一定了。能不能活，还得看缘分，是吗？陆瑶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这林子里一片昏黑，他对这地形又不熟，和靖王一起只能漫无目的的前行。可实际上，那些杀手比想象中折回来的更快。靖王也不知道是怕和他走散了还是怎么的，突然就牵住了他的手。是要我废了你这只手吗？你我相依为命，我只是想与陆姑娘携手前行而已。陆姑娘若不愿就罢了。我不喜与人拉拉扯扯的，身后动静也越来越近了，连靖王都能听见了。如若实在无出路，一会儿陆姑娘就躲起来，把我交给他们即可。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别跑了，我现在就把你交给他们，怎么样？就不能再挣扎一下吗？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再那么做好吗？可再后来跑着跑着，陆瑶突然出手猛地拉了靖王一把，两人及时停了下来。他试着再抬脚往前探一步，却发现是虚的，前面没有路了。就在离他俩咫尺的前方，赫然是一片往下蔓延的斜坡。方才要不是陆瑶拉住他，恐怕他已经滚下去了，下面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光景。他呢？我叫他先撤了，他在马车里，但也有人追上去了。话音一罢，就见苏怀往有马车车辙的方向追了过去。剑征见状立马跟上，让剑霜和部位影卫留下来和姬无暇一起收尾。你们是乌龟吗？来的这么慢，老子都杀过半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偷偷带着陆姑娘出门，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跟你说了还叫偷偷骂？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理不饶人？这厢，陆瑶见着后面的杀手把距离越拉越近，再这样下去，被追上也是迟早的事儿。再这样下去，被追上也是迟早的事儿。杀手终于追到了目标，岂有手软之理？隐约见得前方立着2道黑影，当即就杀了上来。我说闪的时候，你就往边上闪。靖王明白，等这些杀手距离足够近了，千钧一发之际，他俩再往边上一闪，这些杀手来不及停下，只得冲下身后这斜坡去。然而不等他们走近，林中劲风穿梭，携着一股子萧萧寒意而来，忽有举刀的杀手闷哼一声就倒了地。陆瑶定睛一看，不由愣了愣，依稀见得那杀手脖子上和身上是一簇穿透的枝桠，当即把杀手给刺死了去。陆瑶心头锐跳2下，寻常树枝如身后的内力，又怎能如利剑般杀人？他抬头循着枝桠飞来的方向看去，但见夜中有影如魅，身法快极了，转眼便至，与那些杀手斗了起来。陆瑶看见一个个杀手倒地，没人是他的对手，他缓缓平下气息不说话，却听得靖王在身边说道：可惜今日陆姑娘不会与某长眠于此了。最后他还是赌对了，靖王知道是苏怀来了，陆姑娘于他果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见苏怀竟舍得为了一个姑娘而单枪匹马的杀过来。许是他并非单枪匹马一人，只不过他的人被他远远落在了后面，因为他太着急了。苏怀终于出声，低低唤道：陆瑶，我在这里。他仿佛终于放下了心，转而又跟剩下的这些杀手干了起来。他气势炫狂，下手狠辣，满地都是尸首。严永基，我去你妈的！对不住了，陆姑娘，当真不是故意的。随之一道黑影极快地顺着他所滚落的方向掠来，陆瑶知道是他追着下来了。他刚刚闻到时，他就被倏地拉了一把，
下一瞬就被直接拉进怀里，被一只手臂紧紧拥住。与此同时，陆瑶一时伸手将他抱住。苏怀终于追到了人，也成功的把人抱进了怀里。只是斜坡陡峭，他也无法阻止两人继续往下冲的冲势，便抱着陆瑶颇有些杂乱潦草的继续往下冲。陆瑶能够感知到苏怀气息十分的混乱，他极力克制着，却也没能坚持多久，凌乱的脚步跟不上两人下冲的速度，到最后他只得抱着陆瑶跌在斜坡上，两人一路往下滚去。他一手紧紧箍着他的腰肢，一手稳稳护住他的头。陆瑶一时下意识勾着他的头，亦将他的头护得牢牢的。两人不住的翻转，一上一下，又相互调换位置。他被压在下面，苏怀俯身扶着他。苏怀缓缓撑起身来，终于能够看清楚彼此。苏怀抬手，动作缓慢地拂开陆瑶脸颊散乱的发丝，又将他脸上的泥土开了开。陆瑶就这样望着他，见着他也如此狼狈，同样是头发散乱从鬓边垂下，将他的一张脸掩映得愈加如妖如媚。堂堂相爷，怕是所有狼狈的事情都跟他脱不了关系。你是不是要跟着他走？我不跟他走。伤哪了吗？应该都还好。苏怀侧目就看见他手臂袖角滑下来，那原本白皙光滑的皮肤上满是刮伤的痕迹。他又从头到脚的把他摸了一遍，摸到小腿肚子时，他的手一顿，有种黏湿感。苏怀起身拨开他裙角，见那裤腿上除了泥渍，依稀还满是血迹。陆瑶自己无所察觉，接着就被他撕了裙角一层布料，将他的小腿缠住。陆瑶大抵也知道自己腿肚子上应该是被刮开了口子，不过一点皮外伤不打紧。而后苏怀抱着他缓缓起身，放我下来，我自己走。苏怀也没放。苏怀停顿片刻后继续迈脚往前走，才走2步，终于再是压制不住，一缕血色蓦地从他嘴角溢出，顺着下巴低躺在了陆瑶衣襟上。那温热感顺着他衣襟传到他皮肤，进入了他骨子里。我叫你放我下来，你没听见吗？苏怀微微弯着身，依然将他稳稳地抱在怀里。苏怀！他正身就要下来，苏怀将他身子扣得死死的。他垂眼看着他，那眼神就像野兽一般，又狠又有股子疯劲儿，仿佛他就是块肉，是他的野餐，他恨不得把他撕了。可他偏生又护食的很，始终如一地把他紧紧护着。你再闹，我就把你丢出去。那你丢吧。把你丢那野沟里去。陆瑶素来知道他这德行，不管是人还是物，但凡是他想要的，只要他沾上手了，就别想让他放下。陆瑶见拗不过他，只好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找药。护心救命的药他有随身常带，他慌忙抖出2粒药丸就喂进苏怀嘴里。而后陆瑶发现，他不是要带他出这片地方，而是往山路里边走。你干什么去啊？杀人。你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你还想着去杀人吗？我现在什么样子都不妨碍我杀人。苏怀，等你死了，我就去找别的男人，逢年过节连张纸都不会烧给你。那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现在立马回去，否则等你一脚进了鬼门关，我也拉不回来你。你我就无婚姻，各不相干，总不能你短命我还替你守寡吧。正这时，上方夜空中响起了黑虎的笑声。陆瑶闻声立马捏了一声口哨，黑虎耳聪目明的立马就听见了，在上空兴奋的嗷嗷直叫。那清越的笑声传得老远。姬无暇和剑正剑霜正往山谷里摸，后来听见黑虎传讯，姬无暇心头一松，看样子黑虎找到人了。剑正剑霜见状连忙跟上，等姬无暇和剑正剑霜第一时间找到2人时，就看见清寒的月下，苏怀抱着他一步一步地从山路里走出来。瑶儿，你怎么样？没事儿，现在可以把我放下了吧？苏怀这才肯把陆瑶放下，对姬无暇说道：你背他。姬无暇二话不说，转身就把陆瑶捞在了背上。伤哪儿了？只是些皮外伤，不碍事。姬无暇正想问竟往内撕呢，就听苏怀吩咐道：搜山，找到人以后把尸体带回来见我。哎，留活口吧。当然得留活口，不然老子找谁结账去？
见征见霜十分担心主子的伤势，又不知该不该听陆姑娘的。正迟疑时，苏怀手捂着嘴，只见鲜血淋漓从指缝间溢出。陆瑶神色大变，还愣着干什么？立刻送他回城。山脚下有现成的马可以用，之前的马车也被拉了回来，重新套上2匹马。苏怀路上还勉强能支撑，可一上马车以后，他便有些坐不住了。陆瑶能感觉到持续有温热的液体在他腿上晕染开，他的情况来不及等进城了。他背上的紫金张牙舞爪地盘桓着，根根像是引饱了鲜血一般，紫得深红发黑，甚至肉眼可见的在蠕动生长，形容十分可怖。陆瑶咬咬牙，飞快地拔出黑簪，取出里面银针，在火上烤过，便动作精准利落地刺入他后背上。这种情况马车没法前行，只能默默等待。整个过程中，苏怀不吭声，但他的手却悄然环上了陆瑶的腰，一点点收拢，将他抱得死紧。陆瑶有些喘不过气儿，叫了苏怀2声，他没答应，但他的手却悄然环上了陆瑶的腰，一点点收拢，将他抱得死紧。陆瑶有些喘不过气儿，叫了苏怀2声，他没答应。陆瑶手里依然有条不紊，冷静极了，只是声音有些沙哑：“苏怀，你死了吗？”他仍是没答。“你要是死了，我也省得再费力气了。”“我死了，好像你去找别的野男人吗？”“那样的话，你只能做个鬼，眼睁睁看着了。你说你做鬼不放过我，那也简单啊，我找个道士来把你镇住，让你从今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才是你男人。”“你要是死了，就不是。”“你都没死，我死什么死啊？你要死在我前头，我得把你埋了我再死。”“苏涵。”“醒着，别睡，知道吗？马上回城。”见征见霜随时准备着，只等他这儿告一段落，立马就驱车前行。陆瑶帮苏怀把衣裳拢好，又怕他冷似的，俯身抱着他。隔了一会儿，陆瑶就会叫他，让他保持清醒。刚开始他尚还有些神智，陆瑶与他说话，他都会应上1-2句。到后来，渐渐他意识便有些模糊了起来，但他也确确实实的把陆瑶的话记在心上。即便陆瑶没有叫他的时候，他也迷迷糊糊的答应。他时不时就一声，就仿佛是陆瑶在唤他一般。他也似将睡未睡，有些惺忪的回应2句。他说：“我还没死。”他说：“你休想去找别人。”他说：“你是不是喜欢他？”他说：“我去杀了他。”苏涵，你不是想听我骗一骗你，说我爱你吗？他又胡乱的了一声。等你醒了，我就骗一骗你。以前他总觉得这狗男人命硬得很，他又这么能折腾，哪怕是只剩最后一口气儿，他也必须要折腾到底。所以陆瑶从来不担心他说死就死。但现在似乎不一样了，他心脉是被强行护住了，可毒发进展情况一时还很难控制下来。苏怀嘴角有血丝滑出，陆瑶见状咬咬牙，手里操着一把薄刃，便往他背上紫金伸去。见征见霜不由大惊，见征一把指住了陆瑶的手。“莫大夫说了，主子背上这些不能动刀，否则这毒根一旦裂损，主子便会血崩不可收拾啊。”“那就让他毒发攻心吗？”见征抿唇不语。“你现在要不要回去找莫大夫来救他的命啊？”见征闻言还是松开了手，就等于是把主子的命全然交到了他的手上。陆瑶当然知道他的毒根轻易动不得，可眼下非常时期，再不动命都会没有的，他得给他放毒血。可这样危险性很大，除非将他的血都放干，否则他这毒彻底解不了。所以要么毒入心脉而亡，要么血崩而亡。眼下最好的状态则是陆瑶能够控制住他的出血量，虽说无法彻底解毒，但至少能达到缓解他毒势的效果。到了差不多的时候，陆瑶让见征、见霜把他转移到床上，他又迅速动手给他止血。两人是眼睁睁地看着陆瑶将那细小的紫金毒根上的创口用银针调拢，而后用烧红的刀刃一点点烙烫。
因为伤口太小，他用的只是薄刃的刃尖儿，烙深了伤及心脉，烙浅了无法止血。两人意识到，别的大夫或许不行，但如果是陆瑶就不一定了。陆瑶起身又去开药方，叫两人去抓药煎药。等见证见霜从房里出来时，天色都已经有些发白了。陆瑶没合眼，一直守着他。他背上的银针什么时候拔，什么时候又扎，他都毫不含糊。姬无暇进来房间时，看见陆瑶守在床前。他命捡回来了吧？我听见证他们说，这狗贼止血了，由你出手，情况应该稳定了吧？应该是吧。那我来替你守着，你赶紧去洗血。你身上的伤还没处理呢，处理好以后得吃点东西休息一下。老傻坐在这里怎么行啊？陆瑶在屏风后面洗漱，把自己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庆王找到了吗？还提呢，营卫搜山搜了一晚上，连根毛都没找到。这结果陆瑶也不奇怪，如果一晚上都没找到人的话，他多半是已经逃脱了。帮我把药箱拿来。姬无暇连忙起身去拿。陆瑶过来，亦是坐在脚踏上，缓缓捞起裤脚。只见他小腿肚上有一道大约3寸来长的口子，口子有些深。你怎么弄成这样的？许世魂下山的时候被哪根枯枝给划的。回来。陆瑶就交给了他。姬无暇也是顺手的，毕竟常在江湖走，处理伤势谁不是家常便饭呀？你忍着点啊，别怕，很快就好了。我不怕，你大胆点就行。以往你给我洗伤，我心态哪次不是稳如老狗？现在轮到我给你洗，我他妈紧张的像第一次似的。现在咋整啊？缝合，只是找遍了药箱，没有找到镇痛的麻药。算了，就这样弄吧。姬无暇见他拿了针线。你这样行吗？我不行，你行吗？你都不行，那我就更不行了。我是问，要不要给你找个大夫来弄？陆瑶低着头捋着伤口，一针就穿了下去。我就是大夫。哪有大夫自己给自己整的？姬无暇瞅了瞅一同躺着的陆瑶和苏怀，一时间也不晓得这狗贼和他好姐妹之间到底是谁拖累谁更多一点。别的他做不来，反正守着就行了。以往他对苏怀这狗贼是1000个1万个不满的，可如今他这人别的不好说，但对他姐妹是真的没得说，连他都不得不服。这狗贼本身身中奇毒，是不能太过放肆用功力的，可他浑然不顾忌，为了救他姐妹疯狂杀人，导致真气运行全身，极大的加快毒发速度。陆瑶在哪儿他就往哪儿去，自己都搞得半死不活的了，也要拽紧了陆瑶不放手。这他妈就是所谓的爱情吗？怎么这世上的爱情都是不动则已，一动则伤啊？前有凌霄师傅，现有养儿，要么走火入魔孤独终老，要么两败俱伤一睡一双。如此看来，这男女情爱委实是个损人不利己的东西。陆瑶一觉睡到半下午。瑶儿，你别太累了。我不累，动作快一些，他这2天用得上。行吧，我这就去。看到这里口渴了，他走在院子里，边喝边探更。又在院子里刚在冰商城沙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紫6瓶不到9块钱，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希望先得药，谁在这里更不会离开。秒杀频道，用不着你废话，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不错，还知道自己是蠢蛋。夜深人静了，他便解了衣裳上床，揭被躺进被窝里，侧身看了看苏怀，然后又钻进他怀里，伸手抱住他，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只要彼此靠近，总归是多多少少有暖意在的。起初他没有反应，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般，无知无觉。陆瑶睁着眼，安静地看了他许久。以往他哪会容忍他看他这么久啊？但凡他要是这般看着他，他定然又会作威作福。他这张脸病态中也难掩妖媚之色，眉梢眼尾都很长，合着眼帘，睫毛拉开一抹好看的弧度。到后半夜的时候，陆瑶感觉有些勒质感，不由醒转，动了动身才发现，此前一直没有反应的男人不知何时手臂就搭在了他的腰侧上，并且越收越紧，将他毫无间隙地拥在怀中。两人都是侧卧着面对面的，陆瑶睁眼就看见面前这张睡颜，苏怀分明又没醒。陆瑶轻轻怔了怔，这家伙也如往常一样，搂着就搂着，压根就不撒手。他也就由着苏怀去了。后来陆瑶又辗转醒了2次，
无一例外都是被苏怀手臂上的力道给硌醒的。瑶儿，你吃过了没啊？要不要一起吃点？吃过了。成吧，你不吃我自己吃。你好歹也歇会儿啊。我不累。唉，真是好多年没见过你为谁这么着急了。陆瑶手里的动作顿了顿，若无其事道：“是吗？可不是。细细想来，好像除了凌霄师傅走火入魔失控的时候以外，你还从来没这么着急过。这些年你素来都是不慌不忙、从容有度的，结果为了这男人，你慌成这个样子。”陆瑶一时没有说话，姬无暇就自顾自的津津有味的啃着他的肉骨头。啃着啃着，姬无暇无意间一掀眼皮儿，动作就是一停。姬无暇见着床上的苏怀居然睁开了眼，像一觉睡醒了似的，空气都似乎凝滞了一瞬。接着姬无暇又收回视线，压根像是没看见似的继续啃他的骨头，而苏怀也像压根没醒似的继续躺着，各不相干，也各不打扰。我是慌了。姬无暇不由自主地瞥了苏怀一眼，我都没来得及细想，上次这么慌是什么时候？我大师傅失控时，至少还有二师傅在身旁，我不至于失了主心骨。上次这么慌，应是我年少时，在遇到我师傅之前，眼看着我双亲在我面前相继倒下的时候，往后没有依靠，没有支撑，剩下的只有孤独。我没把它当做我往后的依靠和支撑，但我也确确实实感到了孤独，所以我慌了。以往你说像凌霄师傅那般用情至深，到最后也是伤人伤己。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去碰这玩意儿，选个男人，大不了涂涂他的美色和功法就得了，至少别陷得那么深。唉，可谁又能想到以后是什么样的？姐妹，你怕不是一头陷进去了而不自知啊？你怎知我不知啊？也是，你想要什么，你一直都清楚得很。说着，他就看着苏怀。这狗贼吧，虽然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但他有权有钱有颜，还对你好啊。咱们找男人又不是找男菩萨，非得他正直善良又心怀天下不可。再说了，要是女人都去找正直善良仁义的男人，那些大奸大恶的男人岂不是要没媳妇儿了？他们没媳妇儿就得去抢民女当媳妇儿，这样搞下去啊，岂不是恶性循环？所以你说了狗贼这样的，也算是怀柔安抚之策，为这世道尽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吧。苏华又给你多少钱了？你放心，这钱我会找他要的。本来我想着这男欢女爱估摸着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前有你师父那么惨，后有你们这么惨，总之就是惨。现在想想，其实你们和你们的师父又不一样，至少你们两情相悦啊。可凌霄师父却是爱而不得，而那位素未谋面的叶藏前辈又不知作何感想。他们错过了大半辈子，可你们又不会那样。他觑着苏怀继续道：狗贼命硬得很，虽然之前要死不活的吧，但睡一觉不就行了？等瑶儿你拿到了灵犀角，恢复了功力，你也把狗贼的毒解了，你们俩你情我愿，如鱼得水的，那可不就双宿双栖了？虽然过程有点坎坷，但总归结局是好的，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吧？像那些无望的爱情，那是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结果，你们可比他们强多了。在理论这块你就没输过谁？趁着大家都年轻气盛，他要是喜欢你，就好好搞他呗。以后他要是负你，在桥归桥路归路之前，你先把他阉了，再把他家底儿掏干，用他的钱去采别的花，岂不是很香？陆瑶不置可否，将药备好放在托盘里，而后转身朝床边走来了。当他甫一抬眼，猝不及防撞进苏怀的眼里时，他整个人都停顿住了。你只剩下半条命了，还这么无所顾忌吗？我嘴里苦，想找点甜，怎么了？你想要甜，我可以给你喂糖啊。你嘴就很甜，何况我就亲一下会死吗？陆瑶被他一噎，一时竟然答不上来。他也不知是气的还是怎么，被他吻得红艳艳的嘴唇轻轻一勾就笑了出来。他这一笑，把苏怀也一并勾去了。就在他再度吻下来之际，陆瑶也彻底失了自制力，伸手就搂上他的脖颈，便仰着下巴迎上他。两相缠绵，耳鬓厮磨。他听见他时不时清晰的呢喃两声，那声音如胶似魅，能钻进人骨子里。罢了，亲一亲确实不会死。这样想着，他便放纵着自己，一时有些无所顾忌的亲吻他。
到后来，他下意识地叫出了苏怀的名字，他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竟情动得厉害。亲一下就够了，你才行，不宜做这些与你不利的事儿。那什么是有利的事儿？静心修养。如今这一遭，你以为你还能像以前那么折腾吗？我封了你的功力，在你好起来之前都不可妄动。再者，你这身体损耗极大，元气大伤，养起来也需得一阵日子了。你既然不喜欢他，为什么被他挟持出城，不肯第一时间通知我？还不等陆瑶解答呢，苏怀又问：你是不是想掩护他出城？你是不是舍不得他死？我确实是打算掩护他出城，也确实舍不得他死。你高兴了？我去把他弄来，当你面把他弄死，看看你有多舍不得。你厉害，争着抢着往自己头上戴绿帽子，你最厉害了。我刚刚说的话都被狗吃了吗？还有灵犀角，他身边养有一头幼犀，少有人知。我若掩护他出城，以死为交换，他愿意割脚于我。如此，你还不让他出城吗？你若提早通知我，他便是挟持你出不了城，我可以放他走，但你不能跟他一起走。我见他似乎很想让我通知你，一时摸不透他是怎么打算的，就没有如他的意。只是我没有想到城外还有埋伏要对付他。我原想着让他出城就算了，结果他却是想挟我诱你出城去帮他对付那帮人。便是我没有告知你，你还是会来的。等拿到了灵犀角，随你把他怎么着，行不行？你说你喜欢我，你再说一遍。你不是听清楚了吗？说你爱我，不是说了要骗一骗我的吗？哎呀，都是成年人了，不要成天把这些情啊爱啊的挂在嘴边好吗？是我求你骗我的吗？是你求着我要骗一骗我的。我已经不骗你了。那你爱我吗？苏怀已经坐起了身，正靠在床头，一身血衣，如墨的头发渲染在肩上，整个又病又弱的美人模样。可他那双眼睛却是跟病弱毫不沾边，一如既往直勾勾地盯着陆瑶。得了，你们俩慢慢搞吧。他什么时候醒了？你为何不说？你也没问呢。在短暂的对视当中，苏怀先开了口，说道：我好不容易醒了，你为什么不扑到怀里来？切，我是不是还该喜极而泣的扑过来啊？可以，我还没见过你哭呢。才醒就要作妖吗？他两步走来，递给他一碗调好的汤药，他伸手接过来喝了，冷不防就被他捉住了手腕，往他那边一扯，陆瑶顿时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往他怀里栽去。这回他没正没扭，入他怀便不再乱动了，他只是安静地靠着他，额头抵着他胸膛，埋头在他衣襟间，呼吸很轻，双手抱住了他的腰，确保他的伤处不会被床头磕蹭到。何时醒的？是害怕我听到那些话吗？切，你以为我不知道即便你睡着也能听得见吗？本就是说给你听的。你为什么偷偷上街不说一声？为什么被挟持出城，不第一时间让你的婴儿子报信？是把他撕下来找你，你心软了，就故意放他出城去的。一连三问，陆瑶一听就晓得，这狗男人才醒就顾着跟他秋后算账了。结果还是没等他回答，苏怀一手捉着他后颈，冷不防翻身就将他压在下面了。陆瑶抬头与他直视相对，陆瑶呼吸一滞，他再问：你是不是打算跟他私奔到云津去？陆瑶莫名觉得他是醋疯了，连看他的眼神里都带着一股子酸劲儿。然后他手就又开始在他身上摸索，先看看那两只手臂都是一片红色的擦伤，他皱着眉头一路顺着往下摸。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才醒过来就又不得消停了吗？苏怀摸到他腿时，动作忽然就轻了下来，寸寸往下捋，碰到了他小腿上裹着的绷带，方才停了下来。你是不是喜欢他？你是不是有病啊？成天盼着我喜欢别人，我不是喜欢你吗？苏怀顿了顿，他见着苏怀眼神都变了，方才还像条野狼狗一般紧迫，转而有一点点伸了下来，
你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吗？你知道你现在很虚弱吗？你毒发了，情况危急，所以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被苏怀堵住了嘴唇。苏怀辗转亲他的唇瓣，陆瑶唇上触感传来，不由深呼吸，又勉力维持平静说道：所以我给你放了血，你现在失血过多，你知不知道？话又一出，他便侵入他口中，手扶着他后颈越吻越深。他口里都是苦涩的药味，陆瑶却是有些架不住他，还想说什么都被他堵进了喉咙里。你这样的人很难让人不爱吧？你爱吗？即便陆瑶不回答，苏怀仿佛也知晓了答案。你说不出口，那我说给你听。陆瑶，我爱你。陆瑶的每一分微妙反应都是对苏怀无声的回应。陆瑶，我爱几年了，我爱你爱到死，我死了也要继续爱你。我最怕你离开我，我想日日都能见到你，我想走到哪儿都能带着你。你不能离开我，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怎会护你，我把全天下最好的都给你。你要我的命，我也给你。我比你更害怕孤独，你跟别人走了，我也会慌。你跟谁走，我就恨不得杀谁。他知道这男人什么肉麻话都能说得出来，他也知道句句都是发自他真心的。真是变态的人说变态的情话，可是很难让人不爱。你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对你的好？你要是爱我对你的好，我一直对你好，你就会一直爱我，是不是？我就不能爱你这脸好看吗？不能爱你功夫不错吗？不能爱你有仇必报的手段？不能爱你不沾花惹草的作风？不能爱你言出必行的狗性子吗？你真是坏虽坏，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嘛。没办法呀，我只能在你一堆坏里挑点你的好。所幸还能挑出些东西来。苏怀眼含钩子看着他问：你爱我功夫好，是指哪方面？床上的功夫好吗？你在床上也让我很销魂。这虎狼之词能一本正经的从他狗嘴里吐出，陆瑶感觉人都麻了。狗东西，该扎人上药了。不得了了，朝廷也在贴狗贼的画像了。画得有8、9分相似了。用的是宫中御用画师。皇帝可真是担心你啊，生怕你不能早点死。平时太狂，又要兵权又要敛财，连我都看不惯他。我要是皇帝，看着大家伙都想卸磨杀驴，我也想分块驴肉吃吃。谁是磨，谁是驴？当然躺着赚的是磨，出力气的是驴。那你现在在给谁出力啊？你他娘的骂谁是驴呢？你骂我，我生气了吗？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该放在这画像上啊？切，他这么狂，让他自己解决去呗。我保准他一走出这客栈大门，很快就会被乱刀砍死。他要是被砍死了，你账本上的账谁结啊？以后谁带你去抄家呀？你摇钱树都没了，你还不管？确实啊，账本上的账没结，以后也没人带他抄家了。还有狗贼，到底有哪些家底儿他还没有套出来呢？你给我等着！然后他就大摇大摆的出门去了。这一去了老久，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来。鸠侠拎了2个包袱回来，一进门就把包袱扔桌上。你让我买的药材。这个包袱里是什么？打开看看。陆瑶打开一看，沉默了片刻。谁穿啊？你觉得呢？还是一身女人的新衣裳。现在她画像满天飞，不乔装一下是不可能的了。妖女，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主子堂堂一国之下，岂止男儿之身，岂能装扮成一个女人？怎么有你家族分裂啦？这时苏怀正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房里原本还闹哄哄的，一下子就没声了，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好家伙，还真是男女不羁啊！见证见装，简直是傻眼了。但凡有点自尊和骨气的男人都不会想要穿女人的衣服的。可他们意识到，不能用常态来衡量主子。主子不仅穿了，还穿得这般心甘情愿。关键是，
竟然没有什么违和感。明儿你就和他互换一下，他当你的病媳妇儿，你当他的痴汉相公吧。为什么要上街？主子还像之前那样待在客栈里足不出门，等要启程出发的时候再下楼不就行了吗？要是不出来转一转，怎么对得起你们主子精心打扮一番呀？再者，给你们主子买鲜艳好看的裙子，你们知道怎么买吗？见征见霜是提心吊胆的，他们巴不得主子闭门不出，生怕被人给认出来。你现在都不顾及我的身体了吗？顾及你什么身体啊？我现在很虚弱。在客栈的时候，不还挺有劲儿的吗？什么有劲儿啊？瑶儿，你不妨展开说说，我爱听这个。当然是走路有劲儿，不然你以为是怎么有劲儿啊？瑶儿，男人有没有劲儿，你不能看他走路怎么样，你得看他尿尿怎么样。这是镇上刘寡妇说的。你有事没事去听那些做啥？这都是人的经验之谈。不知羞。谁都尿尿的好吧？你知羞，你知羞还随处尿。我何时？话没有说完，猛然想起来，上回在南怀丛林里，他跟建征两个人方便的时候，不就被这妖女给撞见了吗？你们小时候难道没有站排排，比一比谁尿得更远吗？切，两只缩头巴脑的鹌鹑。七姑娘，我没有惹你啊。那你跟人比过吗？建征也沉默，还是当他没说话吧。明儿你随我回谷，他们暂留客栈等候。建征见霜自知，这个他们当然是指的他俩，主子都听他的，自然轮不到他俩反驳。狗贼不是送你回来以后就完事儿了吗？瑶儿，你还带他进谷去啊？带去给二师傅看一看。明日去备一份礼。备礼做什么？第一次见长辈。我只是让我二师傅给你看看你的身体情况。二师傅不是长辈吗？阿汝生了，运气不错，是个儿子。你打算如何？我会保他们母子周全。这一点陆瑶知道，只要他开了这口，必然就会做到。只是以后的路如何，却不是阿汝母子能够左右的。可我答应过阿汝，往后让他自由的生活。这不矛盾，往后他可以自由的生活。他若想跟孩子在一起，我应允；他若想从此海阔天空，我也答应。也罢，相爷的条件于他们母子而言，也是一道保护屏障。倘若阿汝生的是个女孩呢？她不会生女儿。陆瑶心下明了，不管阿汝生的是男是女，最后都会变成儿子。既然如此，你为何不一开始就找个男婴做阿汝的孩子？有现成的，为何要冒着风险找个假冒的？冒充皇嗣，一出漏子便是功亏一篑。既然不能冒充，那阿汝真的生女儿，你又当如何？只能当皇子。好家伙，他不是要冒充，而是阿汝不管生男生女都会被当作儿子来养。瑶儿，你吃好了吗？咱们可以回家了。你是想我把你弄晕了，还是用银针封闭你的感知啊？所以基本上禁蛊的人都有这两个选择可选。像他这样的，如若在他清醒的情况下不封去他的感知的话，即便是蒙住他的双眼，他也能靠听靠记来判断马车大概行了有多远，靠身体的平衡来判断是向左还是向右转等等。我不记录。切，你嘴巴说不记顶什么用？他能管你的脑子吗？你的脑子只会管你的嘴巴。要他说鬼话哄骗我瑶儿，每一个想进蛊的都这么说，老子见多了。瑶儿，我看你还是把他弄晕的靠谱。万一他中途醒了装晕呢？你还是用银针封他，最好封了他以后再把他弄晕。你跟我好了这么久，还是不想我知道你住哪里？这是药蛊的规矩，相爷也得入乡随俗。这是对外人的规矩，你把我当外人。就目前而言，你本就是个外人。说着就再入一根银针，这根银针恰恰封的就是他的耳石。苏怀不满意道：你我日日同床共枕，水乳交融，我自己心里还只是个外人，那什么才不是外人？那自是等成为内人以后就不再是外人了。主子一路保重。省省吧，狗贼他现在就是个聋子，搞得像两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似的。说罢，秋霞一扬鞭，马车便驶了出去。两人只得目送着马车渐行渐远。你既用对付别人的法子来对付我，用来对付你的法子，我可没对付过别人。苏怀听不见，身体的感觉也是麻木的，只是陆瑶的气息入他耳时，他有所察觉。在说什么？没什么，即使回应了，他也听不见。陆瑶下意识盯着他嘴唇看，
苏怀仿佛有所感似的，微微往前一倾，鼻尖就抵上了他的。他一侧头，就顺利亲上了陆瑶的唇瓣。有些东西啊，就像是刻进骨子里的，即使感知被封，他也亲得娴熟自然。陆瑶儿，狗贼不说话，怎么你也不说话？你嘴巴不得空吗？说什么？这香苏怀舔了舔嘴唇，说道：是麻的，过来，我再亲一下。鸠侠甩着马鞭：哎，瑶儿，你都跟着狗贼学坏了。过了一会儿，苏怀就来一句：我眼不能视，耳不能闻，还不能抱抱你吗？你不要说话行吗？我没别的东西可看可听可感，我只有你。呸！以前就不知廉耻，现在没感知了，更是完全不知道把老脸丢哪儿了。我眼前一片黑。你眼前再黑，能有你心黑吗？我怕黑，我现在很没有安全感。哎呀，瑶儿，你要不还是把他给整哑了吧？你不要闹，我就给你抱。苏怀抱着他，后来果然消停了不少。瑶儿，你把他弄哑了？只要他不说话就行了。瑶儿，你别管他，干脆出来和我做。他虽然蒙着眼，但若是没人看着，你当他不会摘吗？哎呀，把他弄瞎多好。狗男人抱着他就不撒手了，寻着去亲他的唇瓣。有时候陆瑶仰头躲开不给他亲，他便咬咬他的下巴，蹭蹭他脖子，再吸他耳珠玩。一路上有怀里的人吸引他的注意力，他也就不在乎自己有没有赶时了。姬大侠，我家姑娘跟你一起回来了吗？哈，你这不废话吗？当然是我在哪儿，他就在哪儿。那我赶紧告诉大夫去。我们到了。二师傅。丫头，就你二人回来了吗？你大师傅呢？大师傅往别处去了。说是去那个什么镜花明月湖去了。那灵犀角找到了吗？逐渐有最新的下落了，只是暂时还没有动身去取。这个凌霄，方着正事他不干，跑去看什么湖？师傅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灵犀角的下落。还没得到下落，他居然就中途抛下你们走了？南海起了战事，天下不太平，也没有办法找下去。那你们怎么也耽搁这么久呢？一去就是几……他是谁？嘿嘿，他当然是雅儿带回来的。二师傅，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薛胜看向姬无暇，丫头的相好，那可得有好长的话说。见过二师傅。姬无暇一听唏嘘道：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是丫头的相好。此话一出，陆瑶一脸面瘫，薛胜也沉默了。姬丫头，刚刚他说他是谁？雅儿带回来的男人呗。丫头几时带过男人回来？可不就今时啊。二师傅，此事说来话长，我们先回去慢慢说吧。长着倒是可以，体格也不差，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不是有大病就是有重伤。阿瑶，你是带的男人还是带的病人？带的男病人。相好的男病人。这狗男人疯狂给自己安名分，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二师傅，先回去再说吧。姬无暇一声吆喝，谷中小童都闻声而来。姬无暇就将马车里的礼物拿出来，一一交给他们，抱着回去。姬大侠，这是你买的礼物吗？我买的。小童天真的看着他。你是谁？我是你家姑娘的相好。什么是相好啊？我是她男人。你是他什么男人啊？叫姑爷，这些都是买给你们的。姬无暇有些抓狂的表示，陆瑶这是带了个什么不要脸的东西回来啊？要不是有二师傅和童子们在，他早就开骂了。小童哪儿懂得人情世故啊，脆生生的唤道：姑爷。你们在外面成婚了？还没有。这般理直气壮的人倒是少见。你大师傅见过他了吗？见过了。大师傅同意他吗？师傅他让我自行处理。苏怀来了一句：凌霄前辈与我说，若最后我能与他成就姻缘，前辈也是乐见其成的。
你少说两句会死吗？会死。进了谷中小屋，小童放下东西就赶紧去煮茶。你家里有几口人？你们的事你爹娘知道吗？家中只有我一人，双亲已故，但殷氏知道我跟他的事，我们的婚约也是双亲早年间定下的。莫非他就是你那个从小定下的未婚夫？陆瑶点点头。早年间他行走江湖时也见过不少的青年才俊，眼前这个单看外形样貌着实是万里挑一，还是他徒儿的未婚夫，名正言顺的，也难怪他徒儿会把人带进谷里来。他徒儿啊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了，要是有相好的，做师傅的还能拦着不成？我与凌霄前辈也有些渊源，我师从叶藏，我师父与凌霄前辈是故识。学生恍然大悟。哦，难怪凌霄那老小子不管不问丢下你们就跑了，莫不是怕打扰到你们二位发展感情？我不怕前辈打扰，只是凌霄前辈素来自在惯了，在南怀没多久，听闻那处地方风景甚好，便忍不住先去一睹为快了。陆瑶看向他那张嘴可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时就跟嘴巴有毒似的，跟他两位师傅说话却是一副温驯谦和之态。那他见着你师傅了吗？此事又说来话长了。家师亦是云游在外，与凌霄前辈此生已是有缘无分。学生哦了一声，倍感遗憾。二师傅，此次我带他回来，想让二师傅看看他身上的毒，二师傅应该会感兴趣的。把手伸来。得凌霄首肯，又是他徒儿亲自带回来的人，还是他未来的徒婿，学生没道理置之不管呢。苗疆的这毒，你这情况能支撑这么些时候，已是不易，精气血耗的也差不多了，你已经给他处理过了？当时毒发迫不得已，给他放的毒血。再养下去，身体好的同时，他也会跟着旺盛。徒儿请师傅相助。你们今日才回来，先歇一晚，我想想解毒之法。我养啊，你留狗贼单独和你二师傅在一处，靠谱吗？要不你去听听。鸠侠就指示两个小童，你们去，偷偷趴门外听听，看看薛大夫他们都在说什么呀。小童有板有眼。三公子说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陆瑶的三位师傅就属三师傅最年轻，故而小童们称呼陆瑶的三师傅做三公子。三公子说的那肯定是对的，他讲的都是真道理，你们得听。唉，三公子都出谷几个月了，走了得有6、7、8个月了吧。鸠侠叹口老气，小童又兴冲冲道：不过我听薛大夫说了，三公子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当真？当真，这次三公子去的可远，他去了蓬莱呢。黑虎，再给我打个几十只鼠仔，这点都不够塞牙缝的。陆瑶回头就看见鸠侠这货高兴的在药田里差点蹦起来。瑶儿，你刚刚听见了吗？你三师傅要回来了。我听见了。你牙缝得多大呀？需要几十只鼠仔才塞得下？陆瑶见他兴高采烈的模样，以往每次只要是跟三师傅有关的，他就比自己还要高兴。我徒儿从小过的是苦，但他一直十分坚强。别家女娃娃遇到风就是雨，娇娇气气，可他不会。从小那性子就是这样，不哭不闹，也不活泼撒娇，也不能拿他跟别家那些有爹娘呵护长大的女娃娃比。别家的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他这样的。薛胜循着他的眼神也回头看见了陆瑶。二师傅，有晚饭了。苏怀给薛胜买了镇上的杏花酒，薛胜十分高兴。镇上唯有一家杏花酒是他最爱，便道：丫头的大师傅不在，贤侄，你跟我喝2杯。二师傅他不宜饮酒。喝2杯怎么了？有我在，有喝他不死。然后苏怀就开始斟酒了。这都叫上贤侄了。老一辈的有缘无分，小一辈的能圆满了也行。那老小子见着你啊，总算能够彻底放下了吧？可见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强求不来。姬大侠，给我们讲讲江湖吧。他们向往江湖，鸠侠每回来就与他们讲，
讲过以后，就使得他们更加向往了。他们立志以后长大了就要像姬大侠和陆姑娘一样出去闯荡江湖。小童们也拆了买来的礼物，个个兴高采烈地跑去门口道谢。姑爷那是叫的一声比一声脆甜。乖徒儿，今晚你就领着你未婚夫去你大师傅那边歇歇吧，反正你大师傅也不在，有的是屋子歇。姬无暇不在这里常住，因而他每回都是跟陆瑶一起睡。于是乎，陆瑶刚一打开小院的院门，姬无暇就一个箭步冲进去，直奔房间了。陆瑶太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了，不慌不忙地带着苏怀去了另一个房间，盥洗室在外面，洗漱后你就在这屋里歇吧。你呢？这是我师傅的房间，我当然是回我自己的房间了。免我睡你师傅的房间，你睡你自己的房间。他也明白过来姬无暇为什么那么急冲冲了。下一刻他转身就往外走，陆瑶连忙拉住他。啊，你哪儿去啊？我去睡你的房间。你现在来者是客，我师傅在这儿，你最好还是顾忌一点。你师傅说了，以后都是自家人，自家人不必这么客气。是我家，你到了我的地方就得听我的，你不许闹。那你也在这睡？我瑶儿，你什么时候过来睡啊？哦，你的床可真香，我好久都没有跟你一起睡了。今晚、明晚、后晚，我们都要一起睡。狗男人不干了，这回陆瑶拉他都拉不住，他转头就也进了陆瑶的房间。刚刚你说你要跟谁睡？还能有谁？我瑶儿呗，我从小就跟他一起睡，肩并肩，脚挨脚。要不是你横插一刀，我们能一起睡到天荒地老。这床我走的时候就这样，几个月没换，想什么想？哎呀，这床上又脏又灰的，都没有来得及换，有什么好抢的？哪里脏了？就算几个月没换，那也是干净净香喷喷的。我大师傅房里的床褥都是干净的，这也是为你好，先安心静养几日，我二师傅才好为你医治啊。你不想想你自己，难道也不想想朝中的摊子还等你回去收拾的事儿吗？难不成你要一直耗在这儿归隐山园？你出来，我带你去洗漱。苏怀后脚随他一进去，将门一关，一句话也不说，反身就将他压在门上，低头吻他。他啃痒陆瑶唇瓣，又顺着鬓边轻吮他的耳珠，吻过他的脖颈，磨蹭着他的下巴。陆瑶晓得，要是不给这狗男人点甜头，他是不会听话的。示意陆瑶伸手就勾住他的头，他握着他腰身往上一提，他下意识的便将悬着的双腿缠在他腰上。想要彻底解除，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先断了他的养分。如果他没有发毒的情况下，你一开始的路子没有错，加以一段时间的调制，把毒控制住，没有养分供给之后，他自行便会萎缩。可如今他身体熬不住，如果想用点非常办法，这3-5日应可见成效。如果不能，那他这身体只能在保命的前提下慢慢调，毕竟这毒在他体内已经盘桓的根深蒂固了。前辈，放手一试便是。你可要想清楚，这风险极大，稍有不慎，你可能就废了。如果选择慢慢调的话，至少命还是能保下来。无妨。这苗疆的毒，我虽有了解，可像你这等毒况，的确是第一次接手。要换作是旁人，通常还没找来我要蛊，命就已经没了。我这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你可想好了吗？要是没有想好，我来此地又是为何？倘若保命的情况下慢慢调，我等得了，别人等不了；他等得了，我又等不了。陆瑶对他这样的决定毫不诧异，他就是这样，要做就做绝，要下手就下狠手，要折腾就往死里折腾，半死不活的折腾不是他的作风。既然如此，今日就着手准备。不光陆瑶帮着他二师傅准备所有用材，小童们也煮药的煮药，烧水的烧水，制药的制药。小童都了解薛大夫的，大夫都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那是因为得了个新鲜的病人，又是一种新鲜的病。大夫手痒了，大夫是拿姑爷当实验了。姑爷真可怜。
姑爷真可怜。他可怜，有薛大夫给他治就不错了。你们还小，是不知道，外头有多少人想要薛大夫出手的，就是给薛大夫当实验人，也尚有几分生还痊愈之机。上回大夫手痒，就打了几只田鼠，整齐的排在台上，开膛破肚，摘了这只的内脏安在那只的肚子里，那只的内脏又安在另一只的肚子里，把他们的内脏都移了个遍。结果呢，刚开始都活了，但后来陆续又死掉了，只有一只活到了现在，被薛大夫养在了后院里。咦，大夫真可怕，以后你们记着了啊，出门在外惹谁都别惹大夫。苏华感觉后背一片发麻，紧接着几针下去，他便失去了意识。屋子里有师徒2个操作，不管是小童还是姬无暇，都不得往屋里走动。师傅，如若种上东西不幸的话，后果会如何？我没吓唬你，有可能会遭到反噬，那他真的会废。虽然兵行险招，可这也是最快的解毒办法。得亏是以前接过一个中了苗疆蛊的病人，才有了这东西，这也是他的时运和机遇，我手里正好有。这百足虫同样是苗疆的东西，作用在他一个人身上，可以试试看效果，否则往他身上这烟华要结起来也费劲儿。但他不能废。看来这小子还当真虏获了你的心呢。我喜欢他。薛胜手上动作毫无停滞。能叫徒儿说这样的话，那必然是真喜欢得紧了。放心，要是这一毒一蛊打起来，师父先救他的命。多谢师父。先观察3日，看看百族的活动情况。这百族只能顺着紫金蔓延的方向活动，如果他往其他地方钻，那则要坏事。百族会挥散毒性，所至之处血肉坏死枯竭如朽木。只要用它的毒性将这些紫金给坏死，就能阻断烟华持续吸收养分。可如果百族打不过烟华，就会被烟华给吞噬，到时候毒势只会有增无减。3日观察期，苏怀都没有醒，陆瑶就随时守在屋子里观察情况。后来小童也进来帮忙守着，如此陆瑶可以有时间打个盹儿。姑爷的背上好精彩啊，像是一幅蜈蚣画一般。还真是，有百足爬过的地方，毒素蔓延，紫金都成了紫黑色。尽管这样除毒最快，但是也需要一个过程。紫金全部坏死到彻底枯竭，得花一段时间。薛胜时间掐算的刚刚好，到3日过后，苏怀满背的紫金都被百足的毒给浸染成了黑紫色。百足开始不安分，继续往其他地方拓宽自己的领地。薛胜见时机已经成熟，在他们四处乱窜之前，便将其一条条从苏怀背上捏了出来。薛胜手法快，将游走的百足一一捉了回来。只是那不是1条2条，便是动作再快，但也只有1双手。这时有一条百足趁机往苏怀肩头窜走，一旦过他肩头，那便是离心口不远了。你这般讲，他会断体。一旦断体，那胀鼓鼓的身体里则全是毒液。夹头。只是已经来不及了，那长长的虫身一断，就在他断裂的前一瞬，陆瑶飞快的动作直接将整条百足粘住，毫不拖泥带水的往上一提，同时手心朝下拖住虫身。那毒液从他身体里洒出来之际，全部洒在了他的手心里。他心细如尘，一滴都没落在苏怀的身上。那百足的足处又尖又利，顿时扎进陆瑶的手心皮肤，他手心便是一团乌黑，正迅速往血肉里渗。一只手不想要了。即便陆瑶的体质已经是百毒不侵，可这并非是一般的毒。准确来说，它的毒性在于它的杀伤性很强，所碰触之处，血肉如花草树木枯萎一般坏死。他血肉之躯又岂能避免？薛胜一把抓住他的手，在手心划了一道口子，就带着他把手往药汤里泡。一刻功夫以后，手心里的乌黑消了一半。陆瑶自己知道怎么处理，又伸手往灯火上烤去。姬无暇在外面听见薛胜气急败坏的声音，一听就是在呵斥陆瑶的，连忙跑进门口来看，就见到火苗直直地灼在他手心上。湿润的药汤被灼成一道水雾消散，
火苗将他手心的皮肤烙化，只有这样焚去百足之毒，他这手才不至于枯死，还能长出新的皮肉来。鸠侠只能干着急，却无法上前阻止。他慌忙环顾屋中，立即去找创伤药和绷带。等陆瑶收回手时，手心都已经灼得不忍直视了。别慌，过几天就好了。为了个臭男人，你疯了吗？陆瑶回头看了看内乡沉睡的苏怀，他心里感到庆幸，还好虫毒没落在他身上，否则就酿成大错了。他这点程度能受得住，可对苏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师父，他这情况暂时是稳住了吧？你都不惜自损而阻他毒势蔓延，他要是不稳定还能咋的？接下来他背上的2种毒需要沉寂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他背上那紫金约莫也坏死硬化了，到时候再剥离出来便基本无碍了。薛胜心里有气，想骂这个徒儿的，可话到嘴边终究还是咽了回去。可从来没见过他为了哪个这般不管不顾的。到底他跟他的大师傅一个德行，看起来挺清醒机灵的，实际上也是个糊涂种。那徒儿先回去歇息一下。去吧，这里有的是人看着。他在这儿给苏怀守了3天，都没能睡个安稳觉。鸠侠给他提了热水，让他洗洗再换身衣裳好好睡一觉。陆瑶饭都顾不上吃，一觉是到第2天天色敞亮。他睡思渐渐淡去，动了动眉头，终于睡醒了，睁开眼时，哪想一睁眼就猝不及防地撞见床边杵着个东西，正直勾勾地把他盯着。你想吓死我吗？床边守着的除了苏怀还能有谁？吓死你我有什么好处？你醒了第一眼看见我，不应该感到欣喜吗？两人都是一副苍白模样，苏怀气色还更差一些，仿佛又回到他上次重伤毒发刚醒来的时候。可莫名的，两人凑在一起总能碰撞出几分精气神来。你这副鬼样子还能怎么让人欣喜啊？你不是应该滚回去好好卧床静养吗？杵在这儿做甚？当男菩萨呀？听说你守了我3天，我很感动。可我现在不敢动。那就别动，我现在又困了。我们在一起睡一觉。我现在要起了。苏怀眼神一下就落在他里侧那只裹着绷带的手上，瞳色有些暗了下来。怎么弄的？哦，不小心摸到了烧水的壶，给烫了一下。为什么不小心摸到？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看看究竟是怎么不小心烫了一下，效果成这样。诚然，若只是浅浅烫一下，他完全用不着这么包扎，或者就算是不小心烫了，人本能反应立马就会弹开，哪至于如此？你想怎么看？打开看。都包好了，还怎么打开看？打开看了再包好。狗东西，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为什么不小心？我守了你3天，困意大极了，脑子也不清醒，原想是去提壶的，结果稀里糊涂的摸到正烧水的壶，满意了吧？下一刻，陆瑶蓦地一愣，只见他拿着他那只绷带手，虚虚的贴上自己的脸，轻轻的摩挲着。一时间，彼此都没有再言语。胡爷，你为什么拿着我家姑娘的手贴自己的脸啊？陆瑶回了回神，立即把手抽走了。还不是因为喜欢？喜欢就要这样吗？喜欢还可以亲她的手，亲她的脸，亲她的嘴，亲她的所有地方。陆瑶脸都黑了，很想给他那张一本正经又混账的脸上甩一瓜子。苏怀，你别乱教坏小孩子。长大了我不教你也能懂。苏怀接过粥，用调羹舀了喂陆瑶。我自己来吧。你自己怎么来？我虽然伤了只手，但还没有废。我若非要喂你呢？陆瑶知道这狗东西逮住了就没有要放手的，这个要是不让他喂这粥，他可能都不会让他下床。没吃几口，陆瑶就瞟见门口叠了好几个小脑袋，全都惊奇的往屋里瞅。我也在喂姑娘吃粥。姑娘以前从不让人喂。是姑娘的手受伤了。可姑娘伤的是左手，吃饭用的是右手，不相称。是姑爷硬要喂。
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姑爷，喜欢就要喂他吗？那恨不得抱在怀里喂，就像喂婴儿一样吗？不尽一样，只有把他喂饱了，他才能让我饱。路遥冷不防一口粥呛在了喉咙里，你再胡说八道，你就出去。姑娘对姑爷好凶啊！为什么姑娘吃饱了，姑爷就能饱呢？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从来没听说过。纪晓彤摇摇头，表示都没听说过。有句话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饱我就饱，他好我就好。小童恍然大悟，说道：哦，姑爷的意思是不是把好的都留给姑娘，因为姑爷喜欢我们姑娘？姑爷就真的不会饿吗？大家都会饿的呀。还有一句话叫有情饮水饱，不饿的时候就喝2口水。小童们不禁流露出同情之色。姑爷都让姑娘吃了，姑爷是真的很喜欢姑娘。姑爷真可怜。他一个大人，还记得要你们来同情可怜他吗？你们真以为他会饿着自己吗？饿着全天下的人都不会饿着他，好吧？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在薛胜这儿接受后续调治。他身体虚弱，背上的伤痛无疑是消耗着他的精气血。听说姑爷得补身体，上午小童们就带了渔网往潭里网鱼去。要不要整2杯我新酿的蛇酒？师傅，你那东西又毒又补的，他能受得住吗？受不受得住我还不知道吗？放心，我控制着量给他，活络气血，养精固元，对他总归是有益无害的。听二师傅的。听我的当然没错，准贤婿，以后你要是想生龙活虎，虎虎生威，你还得听我的。晚饭后，姬无暇都是第一时间跑回小院里抢占房间。现在狗贼醒了，不是在药屋了，极有可能还是会跟他抢睡的地儿，所以他一点都不能放松大意。瑶儿，我困了，先回去睡吧。哎，你之前睡了很久，眼下应该还不困吧？我们附近走走。苏怀这才跟陆瑶一起散步。木屋里的灯火溢出来，将周遭映照的影影绰绰。陆瑶顾及着他的身体，两人走得不远，就又转头往回走。姑娘，姑爷，你们在散步啊？陆瑶下意识地把手往苏怀手里抽出，只是这狗男人捉得更紧。他不仅捉得紧，他还当着小童的面将自己的手指穿进他的手指间，十指紧扣。大抵是在药谷里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牵手的。小童眨巴着眼，看得仔细又认真。姑爷，喜欢还可以手拉着手吗？不仅可以手拉手，还可以脚勾脚。怎么能在手拉手的同时在脚勾脚呢？睡觉的时候。姑爷，是不是挨着睡觉的时候拉左手就只能勾右脚啦？不一定，你可以拉右手，也可以勾左脚。这能同时完成吗？你还可以拉双手，勾双脚。陆瑶黑着脸，拽着苏怀就转身往小院那边走。姑爷，你是怎么办到的？苏怀，我教了吗？是他要问的。话音一落，身后小童还十分应景的，而且执着的问：姑爷，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他一问，你就非要说的那么清楚吗？朝堂百官怎么不知堂堂相爷竟然这么喜欢给人答疑解惑呀？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知啊？我通常都会让他们死个明白。那你要不要回去跟他们睡一屋啊？再好好的言传身教一下。言传身教？我不压着除你以外的别人睡，也不让除你以外的人压着我睡。狗男人什么时候跟人比下限比输过呀？陆瑶也就不说了。我背上伤口裂了。陆瑶脚步一顿，回头看他，我看看。结果还没走到他背后，就被他一把拽住，直接拉在怀里抱住。陆瑶呼吸一滞，箍在他腰间的手臂紧实又有力。你先放开。我凭本事抱的，你说放就放。你不想管你背上的伤了吗？狗东西就当是没听见。陆瑶没办法，只好伸手往他衣里探去，绕过他的腰，往他后背抚去。手指刚碰到他皮肤，他便听见他呼吸沉紧了一下。很痛吗？你摸得我很爽。陆瑶萦绕心头的复杂情感顿时烟消云散。禽兽就是禽兽，他担心他痛不痛时，他只在乎自己爽不爽。你二师傅跟我说起你的过往，我都知道。他什么都跟你说啊？你竟然还看了许多男人的身体，对他们了如指掌。陆瑶头皮都麻了。
关键是一听他那要翻天的语气，陆淼就感觉他指不定突然就发疯了。那都是病人，我二师傅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他内心也不禁唏嘘，二师傅是不是在这药谷里封闭的太久了，以至于遇到个可以说话的，都还没弄清楚对方是人是鬼，就把他的事儿哗啦啦的往外全倒了。你都没好好看过我，被人看光这种事儿，你也要抢着干吗？下次我给你看，你要一寸一寸的好好看我。算了，跟个变态争论这些有什么意义？你二师傅说叫你好好爱我，我二师傅不会那么说。他叫我好好爱你，他不说我也会好好爱你。陆淼怔了怔，突然又觉得什么他二师傅说的全都是他编的，只是为了跟他说这最后一句。你喜欢什么我就去拿来给你，你不喜欢谁我就去帮你杀掉他。你想过前呼后拥的生活，我便让你受世人敬仰；你要想自由自在，我便给你世上最桀骜不驯的马。你苏某人不就是那世上最桀骜不驯的马吗？他蓦然想起，好像与他曾经说过这个话题，而且还是在床上，不怎么正经。我力气好，给你骑，让你骑得下不来地。于是那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狗男人脑子里估计又进了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开始在他颈窝里亲亲蹭蹭，舔咬他的脖子、耳珠和锁骨，箍着他腰肢的手也不安分的想要往他衣底里钻。你别乱来，这是我师傅的房间。去你房间就可以来了是吗？你不是说他过2天就走吗？他到底什么时候走啊？我这就回去帮你问问可行？你若是安分守己一点，用我师傅的药，几天背上的伤口就能结痂了。你要是还不管不顾，胡乱撒野，怕是得更多时间才能好。我背上痛，你再给我摸摸，摸摸我就放你走。陆淼知道他定是痛的，难免有些心软。以后在床上你也要这么摸我。切，不正经的东西。走出房门，顺手给他带上房门时，他略略抬眼一看，见他还半倚半靠在椅子上，似乎在回味方才温香软玉在怀的感觉，真是又懒散又浪荡。他一抬眸与他对上，眼里满满都是对他的念头，从来都是赤裸裸明目张胆的，还莫名勾人。男人就是麻烦，缠人磨人又烦人，还浪费时间。还是你三师傅好，清贵自持又克己。难道我三师傅不是男人吗？你三师傅那才不是男人，他是男神仙好吧。一日用早饭时，鸠霞和苏怀两人一坐在饭桌上就很不对付。你不是要问问他什么时候走吗？他怎么还没走？鸠霞一听大早上的就毛了，这里是我家，我为什么要走？要走也是你走。无回门才是你的家。我知道，你无非就是盼着我早点走，好去霸占我咬儿呗。老子偏不如你的意，我就要继续住在这里，直到你走。陆淼一脸麻木，幸亏是在他这小院里用早饭，二师傅没过来，不然这话是他能听的吗？你俩赶紧把嘴堵上吧。季大侠，你这次回来怎么待这么久啊？小崽子，你要赶我走了是吗？没有，就是往日你来不了几日就走的。我知道，季大侠肯定是在等三公子回来。那当然，我还要保护好我养儿，不叫他被人霸占。季大侠放心，姑爷会保护姑娘的，姑爷才是那头狼好吗？小头们听得似懂非懂，转眼间就见那一人一鹰的潇洒背影已经远去。小头们做完了自己的事儿，就在屋檐下做排排，唉声叹气，颇有点少年愁绪。季大侠上山去了，这么久都不回来，他不在都没得故事听。唉，好想做季大侠。姑爷会讲江湖故事吗？不会，可以讲点别的。别的也行。薛苏怀就稍作停留，不疾不徐地讲说起来。讲的当然不是热血昂扬、打打杀杀的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而是讲官场上的明争暗斗，虽不见血却能要命的事儿，而且动不动就是死全家的那种。苏怀讲完一个朝党斗争的故事，借刀杀人、栽赃嫁祸，那玩的都是阴谋诡计。过程中，小头们都听得聚精会神，一言不发。最后斗输了的官员无非就是全家下大狱，没多久，在他的抵挡操作下，那官员三族被灭，通通斩首于菜市场。肯定是那个当官的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结下了血海深仇，才会被他的敌人杀全家。官场上没有对错，只有输赢。
那他的敌人下手也太狠了呀！我就是他的敌人。小童们风中凌乱。福爷，你唬我们的吧？我这还有许多故事，听还是不听啊？他气色仍旧不是很好，但好歹在药谷里能够行走自如，身体力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有所好转。待他身体恢复到一定程度，才会体现在整个人的精气神上。陆遥的手过2天得换一次药，基本他都是背着苏怀换的。第一次换药时，换下来的绷带连带着他手心里的一层残破的皮肉给拉扯下来，里头血肉猩红，不忍直视。瑶儿，你是个狠人。彼时苏怀正在薛胜屋子里说话，陆遥有他师傅做掩护，倒不担心他会发现。可后来小童们跟他很熟了，一天姑爷长姑爷短的，那就是苏怀的小耳目啊。陆遥这儿一有风吹草动，小报告第一时间就能打到苏怀那儿。比如这厢。怎么了？姑娘在换药，季大侠说她的手都烂成什么样子了，但是那个样子我没看清。去陪一下。薛胜虽不多舌，但既然药童偷偷来通风报信了，他也没有阻拦隐瞒的道理。去吧。这厢姬霞每次和陆遥解开绷带时都胆战心惊的，因为第一次粘着皮肉了，导致第2次、第3次他更加畏手畏脚，所以这次还是陆遥拿着镊子，一边压着点儿，姬霞一边小心翼翼地揭开。你平常杀人的时候也这么手抖吗？这能跟杀人一样吗？你也不看看你的手都烂成什么样子了。苏怀过来时走路没有声音，可坏就坏在小童看见他太热情，在外面脆生生地叫他一声姑爷。我操，狗贼来了，咋整啊？陆遥不慌不忙，伸手拿起药盘里新的绷带就往手上裹。你都还没上药呢。陆遥不管，动作依然是有条不紊，往手心里缠了一圈又一圈。等苏怀一脚踏进屋里来时，抬眸就看见陆遥手里的绷带已经缠到收尾了。你我师傅聊完了？这就包好了吗？包好了。不是还没上药吗？就包好了？真是，他是不露马脚了，可他队友的蹄子露出来了。狗大人二话不说，拿住他的手就开始解绷带。陆遥不给他解，陆遥来气道：我才包好，你发什么疯啊？换药不就是要包了拆，拆了包吗？你还愣着做甚，还不帮忙啊？那我是帮忙拆还是帮忙包啊？最后无疑是扭不过他的，他随手拿过案台上的剪子，就将绷带从他手背处剪断。瑶儿算了，我看狗贼现在这样有点不好惹。管他好不好惹，反正这一刻他私心里并不那么想阻止，让他看就看呗，好叫他知道有人为了他都弄成什么样子了。你最好动作轻点，疼死人的。不需要他提醒，苏怀手里的动作就已经轻得不行了。他揭开最后一层绷带，看清他手心里的伤况之后，便没有再言语。这就是你所谓的不小心烫了一下？他这哪是烫了一下，分明是烧了一下。你知道瑶儿这手为什么烧伤吗？要不是他自个儿往火上凑，火都挨不着他，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什么？横竖都已经被他看见了，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你就让我说，我不说他自己也会去弄清楚的，不是吗？于是姬无暇一股脑全道来。你背上的情况是二师傅中蛊给你以毒攻毒，你自己知道的吧？就在给你取蛊的时候，有条蛊虫它突然有点自己的想法，瑶儿给你取出来的时候它就断体了。为了不让毒液沾到你身上，瑶儿就用手托着，结果毒液全都洒在了他的手上。姬无暇，你话太多了。姬无暇才不管呢，继续道。他的手心又被那蛊虫的触角给扎穿了，当时要是不焚化蛊毒，他的手就得废了，所以他就自个儿烧了自个儿。你说要是烫一下还好，也就痛那么一下，可他是生生用火烧了那么久，人说那皮肉被焚烧的滋味，你可以想象有多痛。他处理完自己，他还要来继续给你缝合伤口，等你醒了，他还瞒着不告诉你。这下陆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两人都沉默着。瑶儿，我以往都听你的，我话也不是回回都多，这次我觉得该跟他说，要说的我都说完了，你们自便吧。你现在看见了，满意了？你知道又能怎么地啊？你知道他就能好得快一些吗？你当时要是不伸手去接又如何？我还能死了不成？我要是不接，你的情况只会比之前更严重，
你有可能会死。最终，苏怀没再与他争辩什么。原以为你又要撒火发疯了。你知晓轻重，为我受累，难道还要找你吵一架吗？后来，苏怀就蹲在他面前，拿着他的那只手，捧着自己的脸，叫着他的名字。你就像一条发情求偶的狗。我是发情求偶的狗，我只求你。你倒是生冷不忌啊，堂堂相爷真是什么话你都敢认。也只你敢这么说。再后来，陆遥走哪儿做什么，身后都跟着苏怀这条大尾巴。但凡是陆遥需要动手的，他都来不及动手，苏怀就帮他做了，搞得姬无暇非常之郁闷。妈的臭男人，之前就已经那么残忍了，现在恨不得一天12个时辰都跟我咬儿粘在一起，狗皮膏药都没他这么来劲的。陆遥去如厕的时候，姬无暇终于抓住机会凑过来。瑶儿，我们一起。你跟什么跟？用不着你，我自会给他捞裙子脱裤子。难道我不会吗？我谢谢你们啊，我自己也会。然后就转头往那边去了。姬无暇连忙抬脚跟上。瑶儿，你等等我。自打薛胜说苏怀可以动用功力运气调息之后，他恢复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肉眼可见的好转。伤口结痂之后，连绷带都不用暂缠，只要他动作幅度不过大，基本无碍。成了，再待3-5月后，时机成熟，再将坏死的毒根剥离出来就行了。这期间痛是痛点，实在痛得不能忍的话，就叫我徒儿给您弄点止疼药吃。多谢师傅。这3-5月里有什么限制吗？无他，不过就是眼下还有一些体虚，再养2个月就是了。姬无暇有些犯愁，他上山打猎也打了，药谷里溜达也溜达了，这些天过去还不见人回来。蓬莱离这里岂止千里啊，便是知我三师傅在回来途中，是这1-2天就能到得了的嘛。那我还要等多久啊？便是再等10天半个月也不足为奇啊。唉，那我可在这儿待不住了，我得出去找事做。等你三师傅回来，你再第一时间通知我。相爷也会铺床？我不会，你还站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来教我？陆遥进屋来，他却不让他上手，只让他动口说该怎么弄。这些说起来简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还需要我说吗？我喜欢你对我指手画脚。相爷莫不是个受虐狂？而后陆遥先叫他铺床褥，再铺床单，看着他将床榻铺得整整齐齐，大抵他真是太闲了，将一丝一毫的褶皱都捋得十分平整。陆遥先一步出门去，将小院里的花都浇过一遍。苏怀随后出来，只见暮色四合，山谷外的天边镀着一层淡淡的霞光，那2分霞色将院里浇水的人影也映衬得绮丽温柔。照你这身体情况，应是在要不了2日便可出谷了，抓紧时间回去做你自己的事儿去。你赶我走？你本就不属于这里，我不赶你走，难不成还留你种田耕地？你呢？我当然是要留下来了。外面世道这么乱，我又这般情况，要是随你回去，不是往人刀口上送吗？等哪天太平些了，我再去寻你也不迟。早年间秦渊之名冠行天下，人皆称其公子世无双。他如今也是。早年间是指早20-30年以前？也就20年前吧。那时我三师父还是少年呢，便是天下最顶级的琴师。而今三师父也不过正值英年，世人对他的评价只有谦虚的，没有夸大其词的。你很喜欢他吗？他是我师父，我不喜欢他，难不成还讨厌他吗？这下狗男人哪还散得下去步啊？抓着他就往小院回。他对你如此上心，你一提起他也如此来劲儿，你们朝夕相处，感情深厚是吗？我们是师徒。狗东西，你想哪里去了？进了小院，男人就试图把他往房里拖。陆遥冷不防嘶了一声，又道：“这苏怀，我手痛。”狗男人一听，手上力道立马就松了。陆遥连忙往后拉开距离。苏怀回头见他一双桃花眼在月下熠熠生辉，似乎才反应过来，刚刚捉的是他的右手，而他受伤的是左手。什么醋你都吃，自己把自己酸掉牙了，还要找我撒野。他不同。陆遥吃了吃，早前在靖王那场上，你难道不是这样吗？他比云金质子更早名满天下，更胜一筹，我是不是该更紧张一些啊？
你以为我对三师傅的喜欢是什么喜欢啊？啊，难不成跟你一样吗？我还不至于以下犯上，欺师灭祖。再者说了，我真要是喜欢我三师傅，早还有你什么事儿啊？不是手痛吗？过来我看看。现在又好多了。时候不早了，洗洗睡吧。然后他就眼见着狗男人转身往他的房间走。你要不还是先回你之前的房间？你不想我跟你睡？这里是药谷，不比外面，还是收敛着点好。还有，你伤还没好，我伤也没好，磕磕碰碰的，不和谐。苏怀看了他两眼，竟然没有与他辩驳两句，就转而回他自己的房间了。这么容易是陆遥完全没想到的。直到他进屋以后关上了门，又点上了灯，陆遥回过神来，赶紧也回屋把门关上。他总觉得这狗男人憋着什么坏，可一直警惕到他洗漱完上床就寝都相安无事。后来陆遥睡了一觉，时至半夜，被窝倏而一撇，他身子一凉，整个人顿时惊醒。下一刻身上又一沉，就被人压在了身下去。熟悉的气息迎面拂来，陆遥都来不及说一句话，便被人堵住了唇，像多日不食肉滋味一般，一沾上他的身就要命了。陆遥被他一番激吻，又紧又深，呼吸率先就乱了。你怎么进来的？敲门进来的。他就知道这狗男人怎么可能轻易被他劝回去啊。你的床是很香。你毒还没解，身体还没好呢，你不要不当回事儿。我都能运真气了，你觉得还不能跟你好吗？苏怀，你这混账东西！你骂，我喜欢听你骂。后来随着苏怀的动作，陆遥时不时的颤一颤，他终是难忍又要蹭他。那一刻陆遥有些窒息，却所有感官里都是淋漓尽致的快意。他本能的抬腰缠了上去，紧紧抱住他的头，一时有些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地。苏怀是恨不得一口一口将他吞下，他舔咬的有力而不痛，却足以让陆遥遍体生麻。在床上，我想你用尽力气爱我，跟我狠狠纠缠，让我想你想得发疯。在其他方面，你可以不用那么爱我。以后遇事，先保全你自己。陆遥反应了一会儿，才应他道：“我会在权衡利弊之下保全我自己的。”他抬起头来，他眉间眼尾染着炽烈的情潮，要将陆遥吞噬。后来不知怎的，就天亮了。白天的时候，陆遥无甚事就回房补觉。他二师父才解决完苏怀的毒，又兴致勃勃地给自己找其他的事儿干。只要逮着个活物，就能让他试试刀。到晚上，陆遥睡到半夜，狗男人又摸上他的床。陆遥没好气地骂道：“苏怀，你上辈子是色鬼投胎是不是啊？你知不知道自己才大病初愈啊？”我明日便走了，你不在我跟前，我有的是时间慢慢养身体。等过了今晚，下次又是多久？陆遥想，他就是遭了这畜生的邪，也就迟疑了那么一刻，便被他逮着空子就钻。一晚上至少有大半晚都在被他断断续续翻来覆去的折腾。转眼间2日已过，陆遥通知姬无暇回来送苏怀出谷一趟。小童们得知姑爷要走，全都恋恋不舍。苏怀向薛胜辞行，薛胜摆摆手道：“去吧，准贤婿下次有空再来啊。”而后陆遥领着苏怀往药田间的田埂上走，身后就跟了一群小尾巴。姑爷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啊？端午节吧，端午节来吃粽子。要是端午节赶不上，最迟中秋节得来。好啦，他事情忙，归期未定，你们呀也别盼着了啊。春光明媚，陆遥肤色被阳光照得雪白，光线有些睁不开眼，一双桃花眼仿佛比这人间芳菲还要1厘2分。黑虎，你吸热知不知道？别把自个儿晒糊了。等太平了，等不及你来寻我，我会来找你。解渴。加衣，我替你备。陆遥愣了愣，转头看向远处青山，眉眼间笑意犹在。也行。走了。要我再送香叶半程吗？
他既然都开了口，苏怀当然是要。瑶儿，我闻一下你三师傅的被子呗。往常你都骂奸佞不要脸，你脸呢？忙活这半天，一点甜头都不给吗？不行。哼，我猜三师傅不是明天，肯定就是后天，必回。没过2日后，这日午后，一辆马车缓缓驶进了山谷。瑶儿回来了。陆瑶同姬无暇出门去看，果真。瑶儿，你走快点啊！陆瑶挑眉，你走得比我快，你先去呗。姬无暇狂挠头，我不能坏了我的形象。什么你三师傅觉得我毛毛躁躁，咋咋呼呼？可喜可贺，终于晓得注意自己形象了。公子，姑娘也已回谷了。里头传来一道清清淡淡的声音，了一声：“三师傅。”片刻，一人扶帘探身而出，踩着车凳缓步而下。陆瑶不由想，姬无暇总在他面前说三师傅世上无双，是最好看的男子，这话确实不假。他一回来，满山谷的春意都诧然失了颜色。他着一身竹青色衣裳，脑后挽着半髻，一切寻常，仿若他不是远道陌上缓缓归，而是一脚踏入凡尘来。一切可好？徒儿一切都好。修渊笑了笑，伸手摸摸他的头，一如从前，也是师徒许久未见的见面礼。此时姬无暇哪儿还有平时的半分张牙舞爪啊？他规矩的像只小鸡，还呆呆的。修渊对此也习以为常。姬无暇回过神来，紧张兮兮的跟着陆瑶唤他三师傅。修渊点了点头，三公子回来了。这一走就是半年多去了，总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还以为你要在蓬莱落地生根了。是耽搁了些时日。你家公子的屋子是我打扫的，干净吗？有劳姬姑娘，姬姑娘打扫的，可有不干净之理？那你回头隐晦的跟你家公子提一嘴吧。一定。这趟去蓬莱可有收获？你兴许感兴趣，但阿瑶不一定能用。废话这么多，快给我瞅瞅。薛胜打开盒子一看，不由叹了一声：“这是什么东西啊？以前我从未见过。瑶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这是银蛇花。”“你了解这银蛇花吗？”“我从古籍上了解一二，它和助练功者伐经通脉，使其功力大增；走火入魔者亦可冲平伐乱之气。只是书上有载，此药引有副作用，却未详细记载是什么副作用，只能后续观察。”“它虽能暂解走火入魔，却是有时效性的，你知道吗？”“这个确实不曾得知。”“此物作药引，并不能一劳永逸，而是阶段性的。它的药效仅能维持一段时间，随着药效慢慢消散，原先的情况不会有所改善，一切照旧。”“还有这说法？”“此物是蓬莱之物，蓬莱人对它的了解更为透彻详尽一些。”“那三师傅所说的一段时间是指多久啊？”“长则能维系1-2月，短则只能维系半月。”“有1-2个月能够恢复正常，那也总比没有强啊。大不了等1-2个月后又变回原样呗，又没什么损失。”“诚如阿瑶所言，世上大多看似美好的东西，都不只是单纯的美好，而是都有其相应的代价。这银蛇花有毒，要是服下会怎么样？”“按照薛大夫的想法，它或许能暂缓走火入魔，可随着毒性入体，亦会蒙蔽人视听感官。”“三师傅，就是会变成瞎子聋子的意思吗？”“或许会眼不能视，或许会耳不能听，或许两者皆有，因人而异。更有甚者会失去味觉嗅觉，这些都是不可预测的。”“恢复功力的同时，真要是瞎了聋了，那恢复来有何用？咱们习武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和听，好吧？”“我还以为你此行回来会有点转机呢。得，经你这么一说，还有个啥好说的？这东西珍贵是珍贵，只是眼下没有万全的把握，还不能拿它做药引用。也罢，还是等我再钻研钻研再说吧。”薛胜起身去把这宝贝仔细存放，邢渊则也起身回自己院落。
门前的光淬在他身上，宛如松下月、月下霜一般，清淡又柔和。这段时日可有练乐？徒儿惭愧。随我来。姬无暇心头一喜，只要陆瑶跟着去，他就有理由跟着去了。以往每回他跟在陆瑶左右，行渊见了也没说什么，算是默许了。奏曲我听。房中有2把琴，一把是行渊的琴，一把是陆瑶的。陆瑶坐在琴前奏了一曲，在姬无暇听来，那曲声是赏心悦耳至极。琴声传出屋子，在药骨里绵延，所至之处犹如清冽甘泉一般沁人心脾。近来心事多了许多。姬无暇不由暗叹，这三师傅也太厉害了，光是听一段音就能听出心境。他索性停下，调整心境，而后再重新奏。最后陆瑶在行渊这里温习了2个时辰的功课，同以往的10年如一日一般。不管是习武还是习乐，都是不可荒废懈怠的。即便已得其精髓，若不勤加上手练习，时间一长也会生疏了去。这是公子带回给姑娘的礼物，可喜欢？师傅所赠，自是喜欢。这是公子特意给姑娘挑的。姑娘出行在外时不宜带琴，但此物小巧，却能随身携带。多谢师傅。这是给我的？不是给你的，还能是给谁的？总不能咱们2人都在，三师傅备了2份礼物，却都只给我一个人吧？也是，要是都给你的话，肯定就偷偷给你了。姬无暇看了看手里的匕首，简直欣喜若狂。所以这个真的是给我的。瑶儿，你真是我的福相，沾了你的光，我也有你三师傅送的礼物。谢谢三师傅。说罢就大笑着一溜烟跑远了。手怎么了？他之前便看见了，他手上有斑痕，甚是显眼。哦，之前不慎烫着了。什么不慎烫得这么严重？你离谷太久了，谷里有了新鲜事，你也不知。有何新鲜事？徒儿长大了。他之前没长大吗？那不一样。我的意思是，徒儿终归是个姑娘家，姑娘家到了嫁人的年纪了。徒儿有意中人了。这话一出，行渊的筷子便顿了一顿。行渊继续用饭，后来饭桌上再无一人说话，整个过程安静的有些憋闷，谁都不知道他得知此事以后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你小子就不表个态吗？表什么态？我若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吗？先生一时答不上来，陆瑶和姬无暇也闷不作声，行渊便转身走掉了。三师傅这是不同意啊？他总归是没见到人，等见到人了，说不定就不是这个态度。不急，往后有的是机会。陆瑶心想，等见到了人，就苏怀那抢着戴绿帽子的性子，说不定他三师傅态度还更差一些。瑶儿，你先回吧，我今晚吃太饱，随处走动些，你别管我，回去吧啊！别扰了三师傅清静。我又不去偷看他，我就是走走。陆瑶晓得他盼了这么久，也晓得他可以对所有人胡来，唯有对药谷里的长辈和小辈们敬爱有加。姬无暇在附近胡乱走了一圈，鬼使神差的就摸去了行渊的院子里。顺便再看看三师傅在干什么。就看一眼，看完关窗就走。只是姬无暇刚躲身在窗边，还没来得及探头往里看，彼时行渊坐在案前拿布巾试弦，试完后随手放在那弦上，手儿指尖一挑，一声琴乍然而现，琴声霎时荡出室外，回旋于山谷。顷刻间仿若山泉无声，万物静止。陆瑶在自己院子里用银签拨了拨灯芯，闻声顿了顿，心上一时精神一振。三公子的琴好生吓人。姬无暇离得最近，他在窗外何尝不是心神俱震呢？别说山谷里的飞禽走兽，毫无基础的小童们，就是他有功力护体，也觉得摄人心魄。三师傅的琴，和煦时如同仙乐，迅疾时如同雷霆，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了只看一眼，可他看着看着什么都忘了，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只要没眨眼，应该也算是一眼吧。姬霞平时隐蔽工作做得很好，只要他不想让谁发现，旁人就轻易发现不了。不过这一点在邢渊这儿完全不奏效，眼下就连阿随都发现他了。当邢渊指尖拨着几弦尾音，忽然抬起头来，目光直看着窗边，冷不防与姬无暇四目相对时，姬无暇犹如遭闪电过体，从头皮麻到脚心。下一瞬，姬无暇脑子还没开始转，脚底就先抹油溜了。你干什么坏事了？我能干什么坏事啊？还不是见你三师傅没关窗，怕蚊虫去咬他，又怕他着凉来着，所以去帮他关窗。哪晓得被你师傅突然抬头看个正着，我这不就跑回来了。你平时不是挺机灵的吗？哎，兴奋过头了。随后两人洗漱完躺床上，姬无暇忽然说道：你三师傅那第一声琴是不是心情不好啊？路遥不言语，姬无暇又道：是不是你跟狗贼的事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所以他生气了呀？不过要换作是我也生气。好不容易教个徒儿吧，出门一趟，徒儿竟然被人给拐了。要是我得知我女儿跟个男人在一起了，我也怒血上头，恨不得把那狗畜生给杀了。女儿？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对你三师傅来说，可不就把你当女儿？哼，你这发散思维，委实无懈可击。路遥的手已经开始用祛疤的药膏了。白天他在薛胜这儿抹药的时候，不想邢渊过来了，他起身相迎。邢渊让他坐下，他几步走过来，脸衣倚在他身旁落座，看了看他手一眼，然后朝路遥伸手。路遥顿了顿，就把手里的木片递给他：三师傅，我自己也行。是什么样的人，竟让你动了心，还把自己伤成这样？就一普通人。那你中意他什么？中意他普通吗？路遥突然明白，昨晚三师傅大概生气，正如当日他伤手之时，二师傅吼他时的心境差不多吧。也没有那么普通，我看也是一表人才，谈吐不凡，还过得去。你见过了？上回徒儿带回来给他解毒疗伤，也就前不久的事儿。你还给他解毒了？徒儿的宝贝疙瘩，徒儿求我施救，那我能不救吗？要是二师傅不绕这么一圈，他感觉三师傅都没有这么生气。他也是因为救徒儿才毒发的，徒儿不能袖手旁观，所以才想让师傅施救。这厢凌霄自打离开南怀以后，一路去往那镜花明月湖。镜花明月湖，湖如其名，如镜中花，一行如月。他并非留恋着人间美景，只是想多记住一些，将某个人的份儿一起看了。此生不能天地同在，逍遥四方，他也不再强求。只是将来若说起这个地方，他多看两眼，至少有能说到的。这江湖上的事儿，孰是孰非，谁又说得准呢？你看那些江湖大派，皆是仁义凛然，而那些江湖上的大魔头，皆是十恶不赦。可当真是这样吗？只不过是因为哪方人多嘴多，由得他说。我就知道一件事儿，当年的江湖大魔头凌霄，各大门派为了巧他，汇聚在一起，排兵布阵，设下陷阱。看见他们为了把魔头诛灭，无所不用其极啊！什么正义仁善都不值得一提，为了达到目的呢，甚至是卑鄙阴险。哦，兄台竟知道的这般详尽。那可不，当年我就在场，当时是个门中的小卒，亲眼观了那场大杀。详情到底如何？凌霄哪有传言的十恶不赦呀？他只是为寻一人罢了。寻谁？好像是寻一横派的兵人叶藏，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那叶藏曾与他在衡山之巅大战了3天3夜，是唯一打败他的人。是有这回事。而那叶藏是名女子，而凌霄呢，爱慕那女子。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魔头也不能幸免。可一横派掌门呢，得知此事以后呢，召叶藏回门派，叶藏就此人间蒸发，不知身在何处。一横派掌门一口咬定说叶藏已经离开门派，凌霄呢也不是大开杀戒的，只是为了到处寻找他的踪迹。后来呢？后来江湖各大门派就联合起来，在凌霄出没的莲花镇布下天罗地网，处处要置他于死地。
那时凌霄为了寻人，已经走火入魔了。他们耍了阴招，诓骗了他，说得到叶藏下落，诱他入杀阵之中，才将那魔头重伤。这委实卑鄙了些。毕竟是魔头，对付魔头总得用一些非常的办法，这无可厚非。可什么是魔头啊？魔头的标准是什么？又是由谁来判定的？他杀过很多人。那总没有战场上的将军杀的人多啊。他不是无缘无故就大开杀戒之人。起初各派围攻之时，他并没有乱杀人，只是将他们打倒。可后来他们骗他，重伤他，他方才开始致命反击，最后才变成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凌霄喝着酒，仿佛也听得入了神。桌上的饭菜再也没动一块。好歹也是当年轰动江湖的大事儿，眼下大家全当听个热闹。于是乎，大堂上又闹哄哄的，大家伙开着玩笑，把酒言欢，不在话下。江湖上多得道貌岸然、衣冠禽兽之辈，玩到也不过是见了冰山一角，可我却是见得个透透彻彻。你们说的魔头凌霄，我没见过，可我见过他的女人。方才是你胡乱编造的一个故事，是不是？什么胡编乱造？什么故事啊？叶藏，你讲的叶藏。叶藏，他惨得很，他被关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永远都出不去。那要让你失望了，他没在你说的地方，他也没像你说的被锁起来，他逍遥世间，自在的很。他还觅得良人，待他呵护备至，陪他游历四方。那你说的一定不是叶藏。我走的时候，他被锁在里面，眼睛都瞎了，武功也被玄铁废了。他要是能出来，当我漠视机关术都是玩嘛。他那副样子，不可能还出得来。我以我性命担保，他一定是叶藏。他念着的人就叫凌霄。我在里面寻了无数遍，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哪个在哄他，又哪个在骗他？在哪儿？他被锁在哪儿？全天下封锁最严密的地方，就是那重重的宫城啊；最机关算尽的地方，就是那藏宝阁。苏怀忙完了事务，将将回府，却在自己府门中遇袭，来者如漏夜前锋，让人察觉不到一丝一毫他本来的气息。别说见真见双了，就连苏怀都无所察觉。两道黑影在夜色里颤抖，方位变幻莫测。凌霄前辈这么快就从明月湖回来了，我还以为这来去一趟不赶时间的话，至少得大半年了。你胆敢骗我？你到底是不是叶藏徒弟？可你使的又确确实实是他的招法。我是他徒弟。那我再问你一次，他在哪儿？前辈是从哪里听说了什么吗？他没有去游历四海，是不是？他也没有觅得良人，是不是？他甚至没能出得去，被锁起来暗无天日，是也不是？他被关在了藏宝阁，我去寻了，寻不见他。听说有座藏宝阁塌了，你说他现在到底在哪儿？苏怀被他扼住脖子说不出话，凌霄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松了手。你说他在哪儿？我现在便要见他。苏怀看着他眼底的疯狂和绝望之色，好像自己也曾心有体会过，心里支撑着他的东西将要塌了。如今他有些明白了路遥的用意，眼下他是真切地感受到，如果凌霄知道了全部，心里最后一点信念和希望都崩塌了，那他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个男人曾是路遥仰仗着的光。他当真云游去了？你还敢骗我？有前辈与我师父的信物为证，又有你徒弟与我为证，怎么骗？前辈若不信，我即刻去信，换马送信不过数日，行程若快，回来也不过10天半月。前辈再等过些日子，且看我师父是否愿意相见，如何？当真？他当真在外云游？天地之广，他自由自在，无人能妨碍。当天晚上，苏怀的信就快马加鞭送出去。他写信之时，凌霄就在旁站着看。信上大致内容是：凌霄外出一趟，听说些关于他师父叶藏的事儿，怀疑师父被锁镇宫中暗无天日，遂满腹疑惑，想请他师父出面为凌霄解惑。只不过信送出城以后，却是800里加急送往药谷所在的方向。我见过女人叶藏，那真是个可怜的女人。前辈当年真见过叶藏，
在哪里见到他？他人在何处？为何凌霄到处都找不到他？想找到他？他永远都找不到他，这是为何？因为他被他的掌门骗去了全天下封锁最严密的地方，他被封锁在那里，周身都套着锁链，像锁一头野兽一样。这不可能吧？你是不是胡编乱造骗我们的？我骗谁？谁又骗我？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赶紧说呀！掌门骗他说，他走火入魔，杀害不少门中弟子，叫他在那里闭门思过。他果真就信了，心甘情愿的被锁着，在那面壁思过。他那掌门说什么他都信，傻不傻呀？你说他傻不傻？你是不懂这冰人的含义。所谓冰人，便是门中最厉害的兵器。他不该有自己的意识和想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绝对服从掌门的命令，歼灭敌人，按照门派培养兵人的理念。他不与外界接触，他不懂得人心诡谲善恶，门派让他了解了正义即是正义，他绝对忠诚。掌门说他错，他定是会认为自己错。说起来也是个可怜之人呐。后来他想出去，他说他要去赴一个很重要的约，莫不就是去寻那魔头凌霄？可他把自己折腾的伤痕累累，屡试屡败，屡败屡试，都没能出得去。他坐在窗下一动未动，仿佛连呼吸都静止了去，俨然一座雕塑一般。叶藏可是打败过凌霄的人啊，他的武功在江湖上恐怕无人能敌。他真要是想走，谁能拦得住啊？你忘了他先前说了，他被锁起来了，浑身都套着锁链子。不光是锁链，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精密的牢固机关，那里有世代研习机关术的术师负责改造机关。渐渐，所有的机关改造都是为他设的，就是为了让他无法脱身，要将他永远锁在里面。为此，他遍体鳞伤，瞎了双眼，被穿过琵琶骨，也被机关磁神铁钉穿过手脚。窗下那个一动不动的雕塑，周身仿佛凝了一层冰冷的血光。每年的8月15，他都要发一次疯。他只说还要去赴约，只可惜每年他都失败了，除去那一天，一年的其他时间，他便像被抽干了力气，只顾在墙上凿痕，记着时日，等待着来年。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京都城800里加急送出的信件，夜以继日，马不停蹄，送到镇上果真也就花了3-5日时间。信送到了镇上的客栈，由掌柜的代为接收。掌柜的一看是要蛊的信，他得收好，等姬无暇再来就交给他。可哪晓得当天晚上，客栈伙计从外边回来，把灯笼放在柜台上忘熄了，就匆忙去做其他的事儿。门外风一阵吹来，便将那灯笼给吹翻了。等伙计回来发现的时候，那柜台上都烧起火来了。隔日，掌柜的把信交给姬无暇时，战战兢兢的。这信都这样了，还怎么看？该死的伙计，昨儿个险些把我客栈烧起来，那伙计我已狠狠打过了，还请姑娘海涵。你等着吧，我回去问问，看看怎么收拾你。姑娘啊，这真不是有意的，我这都多少年了，也没出过这样的岔子呀。您给行行好，说2句好话成不成？下回免你酒钱。我有你的信，好像是从京城寄来的。你是不是眼下没空啊？没空我帮你拆来念给你听啊。姬姑娘，是谁寄信给姑娘的呢？那你们姑娘相识的人可多了，虽然没我多吧，不过也要拆开了看看才知道是谁写的。陆瑶从薛胜那儿出来，拉着姬无暇回自己的院里。信呢？这信可能有点他自己的坎坷命运，瑶儿你也得接受哈。陆瑶一看就沉默了，信封上的字迹还糊了，这信怎么看啊？
要不打开看看？从京城寄来的，多半是狗贼寄的。陆瑶接过半只信封，打开抽出里面的半张信纸。要不咱看一半猜一半？实在不行，我就去把那掌柜揍一顿。都一把年纪了，还做事这么不沉稳。还好还有几个字能认，不过认了等于没认呐。光靠这几个字儿，压根猜不出信上的全部内容啊。不过陆瑶看出是苏怀的笔锋，他在信上提了他师傅凌霄。他仔细看了又看，试图多认出几个字儿，却实在拼凑不出完整的信息了。他好端端的替凌霄师傅做事，是不是凌霄师傅去监里找他了？这个我问谁啊？那你要不要也去监里找他呀？陆瑶回了房里，点了灯火，将信纸拷了一遍，又变出些个字儿。我师傅应该是去京城了，在苏怀那儿，但不知所谓何事。后来他思虑半晌，决定天亮就启程。如果他师傅真在京都，如无必要的话，苏怀不至于给他写信，必然是有什么事儿，而且是与他师傅有关的。与他师傅有关的，他最放心不下的也就那一件事儿。第二天天亮，陆瑶就去向薛胜和行辕辞行。要去京？是，大师傅似乎在那儿，我得去一趟。你大师傅多大的人了，还用得着你操心？他独自一人走遍天下都没问题，你怎么好像怕他独自进京似的？徒儿，莫非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没有说？等徒儿先去把大师傅带回来，再与两位师傅详说。去吧去吧。将笛带上。陆瑶行囊简单，一身换洗衣裳，一把玉笛。转眼间，凌霄在苏怀府上也住了几日。凌霄问苏怀：给你师傅的信他收到了吗？他什么时候回来？信送出去了，理应是收到了，只是他赶回来再快也需要时间。凌霄前辈，他请再等候些日子。前一刻，凌霄还与苏怀讲起他去西江沿途的景况，可怎知后一刻，他神情就倏地一变，手里拿着的酒杯随着他手指蓦地一收，碎成了几粉。电光火石之间，桌上酒菜哗啦啦碎了一地。门口的剑争剑双压根来不及反应，凌霜便已经跟苏怀动起手来。他10招之内战胜了苏怀，擒住他脖子。叶藏在哪儿？他到底在哪儿？前辈不若再等等。他在哪儿？我去寻他。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今日你若不说，我便杀了你。杀了我，你爱人会难过，我的爱人也会难过。他若难过，尽管来找我。可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们从来都只顾着自己会不会难过，从来没人问过我会不会难过。他已经在路上。他在哪条路上？你到底说不说？凌霄眼露杀机，最后一点耐心都被磨了个干净。当时时，剑争剑双突然从背后发动攻击，凌霄单手单脚就把两人狠灌摔在墙上。凌霄又将苏怀压制住，嘴角鲜血淋漓。就在凌霄痛下杀手之际，剑双脸色煞白，脱口就吼道：司慕远！此声一出，屋中风雨雷霆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下一瞬，只见房中一道影窜出，已然不见了凌霄的影子。房里的危机顿时解除，可那股子压迫感却没有消除，反而愈加令人窒息。在苏怀侧身看来之际，两人双双跪在地上。倘若凌霄那是雷霆之怒，那苏怀现在的眼神便是恶鬼之冤。转眼间，苏怀已走到剑双面前，接着苏怀抬脚，一脚将他踹翻在地，脚碾在他的胸口之上。剑双仰面，就见着主子低垂着的眼里满是碾死一只蝼蚁一般的无动于衷。我让你说话了吗？属下管不了那么多，能接主子之位，属下不愿无悔。恳求主子饶剑双一命。眼看着剑双命悬一线，终于苏怀还是松了脚，转身踏出了门外，徒留满是狼藉混乱。苏怀还没有走出院子，迎面便看见凌霄去而复返。不知方才走得急，忘了问墓园在何处？方才走得急，忘了问墓园在何处？在路上的又是谁？你说他在路上，那墓园里的又是谁？我可以带你去，作为条件，你须得留下，等你的徒弟来。原来你写信不是写给他，你是写给我徒儿，叫我徒儿赶着来。我可以给你讲他的事。他是谁？是我徒儿还是你师傅？我师傅。他有很多故事吗？有，很多。凌霄眼眶红得吓人，直直盯着苏怀。我听你讲。眨眼间，
两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色中。彼时，凌霄站在半山腰，面对着眼前的一座坟茔，再不言语。良久，他伸手轻轻抚上那面无名碑，一遍一遍地摩挲着，仿佛抚摸着他最爱的人。猜忌了很久，怀疑了很久，当他终于站在这里，所有的疑虑都烟消云散，也没有力气再去怀疑了。冥冥之中就是有种感觉，他终于找到他了。心霜午夜月长，望去江河天宫楼，幻影梦黄粱。想我今生。一滴，两滴，三滴，凌霄缓缓弯下身，把头抵着墓碑，仿若温柔的与情人笔额触碰。湿痕从下巴淌过，又在那碑面上淌过，一道又一道。后来，凌霄身体紧绷着，终于压制不住，张口涌出一大口血，洒在那墓碑上，滚烫刺红。你的故事从哪里开始？从开始的时候开始，到哪里结束？到他来的时候结束。凌霄明白，苏怀是在等他的徒儿来，所以要用故事把他套住。可这是我的故事，不是你们的故事。凌霄终究是没能等下去。他听苏怀讲了一些，他要走的时候，苏怀却拦他不住。前辈想食言，食言又何妨？我是魔头。那日苍白月光下，他扬长而去。彼时，陆遥和姬无暇还在去往京都的路途，还没到京城，陆遥就又收到了一封信。然陆遥看过信之后，神色立马就变了，当即勒马掉头便狂奔。姬无暇不明所以，赶紧驱马去追。瑶儿，咱们不去京城了吗？两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的赶路。药谷，一只鸽子飞进药谷，稳稳停靠在小院里。公子出事了！今日出卜。转眼间，由义衡派主持的武林大会如期展开了。可后来武林大会开始还没多久，各大门派正侃侃而谈。这时，有人上气不接下气的从山下跑上来，神情无比慌乱。不好了，有人杀上山来了！江湖之众听闻，无不循声看去。今儿个是武林大会，但凡江湖同道，皆能自由上山来，何须用得着杀上山来？你说的却是何人杀上山来？是，他说他是凌霄。他是魔头凌霄啊！魔头凌霄，这是个多少年没在江湖上响过的名字了。休得胡言，究竟怎么回事？这真的是真的，他自己亲口说的。20年匆匆，晃眼一过，好歹也曾与诸位一同浴血奋战，这就忘了林某了吗？但林某可还记得诸位？别来无恙否？那声音浑厚，穿透力极强，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又像是近在耳边，震得人耳膜汩汩生疼。是凌霄的声音。不管他是与不是，光是传音就能有这般功力，已足够叫人胆寒。魔头凌霄，今日乃我武林正道齐聚共商大祭之，而岂敢公然擅闯？你武林正道与我无关，今日来有一事要解决。叶藏被你当兵人武器，被你生囚20年，你心可安？当年他到处找叶藏的下落，西衡派都说叶藏下落不明，所以才引发了一场血雨腥风，死伤无数。却原来居然是叶衡派自己把人藏了起来，囚了20年，是真的假的？一派胡言！他自知与你这魔头为伍，无颜面试，所以隐匿踪迹，你将我门中弟子误入歧途。如今你还有脸在这说？如今凌霄重出江湖，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到底是谁告诉他的？今日你既然敢来，那就别怪我武林同盟出魔未到，大家齐心协力，共诛魔头。起初各门各派全副戒备，但是却没有哪个敢轻举妄动。第一个冲上去的弟子都没能出招，就被凌霄捏断了脖子。他像个罗刹，无人能阻止他脚步。凌霄一步一步走，一边想，原来那个酒鬼没有骗他，他说的都是真的，没有什么云游四海逍遥自在。
他的姑娘从来都没有拥有过自由，他所有的只是永无天日的囚锁禁锢。他从未想要失约，他也念着他，如同他想念着他一般。他为了挣脱枷锁与他相见，一次又一次的拼尽全力，而他却天涯海角满世界的寻他。掌门先前就吩咐门中弟子即刻上后山请一人来。就在凌霄刚刚踏上2步，一横派掌门眼角的视线里有一道白衣惊鸿影翩翩而来。那白衣影转瞬便掠至凌霄身前，手里利剑寒光一现，与凌霄打个满招。凌霄招法烈，眼下的他下手丝毫不留余地，2招便将那白衣影逼入绝境。然当他抬眼看向对方形容时，手里的动作停滞了一瞬。月子，白衣影顿了一顿。月子，你回来了。你答应他。白衣影只好冷冷淡淡的嗯了一声。顷刻间，他哪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他卸下了满身杀机，朝他走来。月子，月子。他的世界里一片血红，唯独那抹如霜花一样的身影那般纯净无瑕。他满心欢喜，找了他这么多年，终于夙愿得偿了。广场上那么多双眼睛都静静地看着这个疯癫入了魔的人。他不是为武入了魔，他是为情入了魔。凌霄终于走至他面前，看不清他面容，但终于看清露在面纱外的眉眼。虽然像，但却终究不是他记忆中的模样。凌霄神情一寸寸化作死灰。你不是。他只是固执地看着他，眼神灰冷。你不是他。他记得他的姑娘，面上看起来冷冷的，可心里却一片赤诚。他会因为伤了他而内疚，他舍不得杀他的。凌霄张口，鲜血大股大股地涌出来。你这魔头杀人无数，在场亡于你手的这些门派弟子何果？为了减小伤亡，将你斩于剑下，我不得不用。你怎配应？一横派掌门大舒一口气，一时大喜，面上都快掩藏不住喜悦的神色。魔头已伏诛，诸位还愣着做什么？各门各派反应过来，全都围了上去，将包围圈越缩越小，越缩越小，直至最后将凌霄困于方丈之间。陆遥翻身下马，卯足劲儿往山上跑。正当他使出全力时，姬无暇的轻功都慢他一步。他心急如焚，这10几20年来，姬无暇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他怎会不着急呢？那是他师父，是救他于炼狱火海，免他于人间疾苦，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师父。姬无暇心下一凛，他们还是来慢了一步。这般情况，山上多半已经出事儿了。陆遥一言不发，如山间的风，所至之处只余下薄雾茫茫，而顷刻他人已走远。当陆遥卯足一口气儿登上最后一级台阶，堪堪一抬头，焦灼的目光还来不及去寻他师父的影子，猛地就看见那广场上周遭一片血色，一重又一重的人将广场中央很小的一个地方围拢了来，围得水泄不通，看不见一丝里头的光景。紧接着，那些围拢的各门各派又如惊弓之鸟一般迅速地弹开。陆遥终于看清楚了，那一片猩红血色中躬身立着的正是他的师父凌霄。他将贯穿身体的剑一点点拔了出来，鲜血淋漓。周遭的人终是太过忌惮，见他有此举动，吓得纷纷后退。陆遥拔腿就朝那边狂奔去，却看见师父站也站不住，
而有的人不死心，眼露狠光，突然从师傅空虚的后背一剑刺了过去。陆瑶追赶不上，眼睁睁地看着那剑贯穿了师傅的身体。陆瑶如一缕烟雾一般飞扫而过，却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群名门正派手里拿着自己的武器，争先恐后的想从他师傅身上剜下一块属于自己的肉来，以彰显自己的千秋功德。广场上打得激烈，姬无暇一边大骂一边下手狠辣。陆瑶上前拖住凌霄的身体，脸色煞白：“师傅，师傅，是徒儿来晚了，没事的，没事的，师傅，我们回药谷去。师傅受多重的伤，都能治好回来的。”他不敢动插在凌霄身上的刀剑。师傅，不可，不可！无妨，这玩意儿扎在为师身上也走不远。那些名门正派又岂会让他们走远？一时间，各派弟子全部举剑杀过来。姬无暇和陆瑶护着凌霄，杀得双眼通红。姬无暇时不时回头留意着陆瑶，见他同人都开始被凶烈的杀性一点点染红，心道不妙。再这样下去，他也会走火入魔的。小儿，你带着大师傅先走，我来恫吓。公子，明生师佛姑娘、姬姑娘都在那里。只是他们被围攻，形势很不利。行渊在最后一级台阶边的石柱边席地而坐，各门派众人正前赴后继的围攻纠缠。双儿一道琴声荡来，仿若一记重如千钧的鼓钟，猝不及防狠狠敲击在众人心头。那些运气的武林中人忽觉真气也跟着一荡，那琴声旷古绵厚，宛如穿过了山岳，越过了五湖四海，在天地间缓缓而来，却带着一股压倒性的磅礴气势。去接应吧。阿嘴应了声是，立刻抬步往那边走。行渊低着头，一直专注于弦上，仿若世上一切都与他无关。明生师傅撑住！守门，山下来了许多官兵。江湖众人惊了又惊，今日魔头重现，闹得不可收拾也就罢了，怎么官府的人也来凑热闹？朝廷和江湖可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那些官兵身着铠甲，正如潮水一般涌上来。陆瑶满是鲜血的手颤着，一人走在最后，踩上最后一步石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里。原本今日天气晴朗，说起风就起风了。他携着阴冷的山风而来，身后山景一重又一重，皆笼罩着苍白而厚重的雾气。这狗贼总归是来了。这些官兵的到来，他好似没有任何反应。他只是听他三师傅的话，三师傅说可以了，他便颤颤地停了下来。给我。姑娘，还是我撑着吧。陆瑶没作声，已然走到了凌霄身前，先哆嗦着手为他吃了好些护心丸，而后一弯身把他背了起来。他背着师傅一步一步地往回走。师傅，我们回家。经过苏怀身边时，他也没再抬头看一眼，仿若他不曾来过，而他也不曾见过。凌霄这辈子没有让人背过，大抵他也没有想到，最后竟然是自己的徒儿背着他走完这最后一程。师傅，你院子里种的花开了，除了那个双兰种子，我就说师傅被江湖骗子给骗了吧。那是石头，而是花种啊，石头是不会开花的。我不擅长花草，师傅弄来的那些花花草草，还是自己回去照料吧。后来凌霄突然开口，回光返照一般，声音悬浮着：你这逆徒竟敢哄我！是徒儿不孝，是徒儿不孝。罢了，我总归是找着你师娘了，以后她也不至于再孤孤单单一个人。徒儿，你要记得把我带去她那里。后来他便睡在陆瑶的肩头，再也没有说话。陆瑶一边走着，一边还与他说着话，叫着他师傅，就如同他还能听见一般。我路过莲花镇的时候，发现那儿的莲花开了，莲花一直会陆陆续续开到中秋的吧。师傅，那镜花明月湖好看吗？师傅，
师傅，师傅您醒醒啊！师傅您醒醒啊！师傅您醒醒啊！他这一生新的开始是师傅背着他走的，到如今结束的时候，他却是与师傅掉了个个儿，世界都是安静的。他背着师傅一边艰难地往山下走，一边大哭，像个被遗弃了的孩子。师傅您醒醒啊！他们回了药谷，回了家。陆瑶带着凌霄回到小院里，陆瑶跪在床前，给师傅擦身、更衣、梳头、洗脸，帮师傅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如从前模样，只不过是睡着了。先生在屋里没待多久，便抹着眼泪转身出去了，嘴里骂道：“这群天杀的王八羔子！”小童们坐在屋檐下，尽管努力忍着，还是发出了细微的呜呜声，顶着两只红红肿肿的眼泡子。阿瑶，送你大师傅走吧。良久，陆瑶才似回过神来，轻飘飘地应了一声。他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他向来都知道。瑶儿，外头我准备好了。凌霄被送出来，平躺在上面。姬无暇往那树枝上泼了好几坛子酒，绷着嘴角，色声含泪。凌霄师傅，都是好酒，您尝尝，好走。陆瑶拿着火把上前，一点即燃。很快，熊熊大火燃烧起来。他眼睁睁看着他师傅被吞没在火海里，慢慢的化作飞烟，化作灰烬。这老小子一生为情所困，早就提醒过他，用情至深能落着个什么好。恍惚间，他还以为是在跟凌霄那老小子对说，最后每每总是他不胜酒力的先醉倒。他仿佛还听见凌霄的大笑声，与他道：“学生，就你这点酒量，你还叫得最凶？喝酒讲个什么输赢？你能喝就多喝点，不能喝就喝少点，喝高兴不就好了？我现在就很高兴，瑶儿，你都没说过话，你说句话吧。说什么？不管说什么，你说就是了。暂时没想起要说什么。对不起，是我没用，没能救下凌霄师傅，对不起。别哭了，你莫不是还想让我安慰你吧？可我现在可能安慰不了你。是我想安慰你，可我不会。走啦，回屋睡觉了。翌日一早，二师傅，上回三师傅带回来的银蛇花，给我用吧。上回你三师傅说了，那副作用很强，有可能会失去视觉和听觉，后患无穷。你不是听清楚了吗？就算一段时间以后药效散去了，你受损的觉识也不一定能恢复得了。陆瑶只是看着薛胜，他什么都没有说。薛胜已然明白了他的态度，他决定要做的事儿就一定要做了。他执意如此，给他用吧。薛胜看了邢渊一眼，又气又无奈。唉，就你们一个两个，竟知道纵容着他。可嘴上这么说着，他还是去捧了装银蛇花的琉璃瓶出来，然后开始配药。谁都知道他为什么要用这药，但谁都没说。姬无暇只是陪在陆瑶身边，天涯海角，刀山火海，他都与他同去。再说朝廷的兵马，自那日上山以后，直接就驻扎上了。用朝廷的话说，当日若非有官府的兵马上山，只怕会闹得武林大乱，最后不可收场。这也是朝廷不想看见的局面。重回此地，他抬脚一步一步不慌不忙地往前走。他们是魔头凌霄的徒弟。此声一出，那些弟子纷纷惊慌后退。报掌门，那两个魔头凌霄的弟子上山来了。如此甚好，一来一双，也省得他费力去找呢。今日就将那魔头凌霄的爪牙彻底的连根拔起，永绝后患。两人一路杀上去，转眼间
石阶两边散倒着的都是一横派弟子的尸体。一横派弟子无人能阻挡两人脚步，陆遥和姬无暇每往街上踏一步，那些弟子拿着剑就不得不往后退一步，直至最后两人重新回到了这片广场。掌门依然站在那高台上。尔等乃魔头凌霄之徒，杀人无数，乃江湖之害。今日我一横派就要……然话还没有说完，陆遥和姬无暇两人突然自两边分开，身形极快，手里的剑更是随着招法寒光毕现。不需废话，直接大开杀戒。是你捅了我师父。一介魔头，人人都要诛之。魔头应该是这样的，头颅滚地，快得连眼睛都没来得及闭上。一横派掌门眼看着这偌大的广场上满地血泊尸骸，而他满门弟子尽被屠戮于此。前一刻还喧嚣的一横派，转眼间一派死寂。我是妖女，你当如何？你伤天害理，你不得好死！那你来杀我呀！当日师父所受有多没少，那一横派掌门前胸后背把把长剑贯穿，已然像个刺猬。陆遥一言不发，说而他折身就朝侧边攻去，哪还有人？他一招攻来，对方不得不接下，两人皆是气势张狂，一个往死里攻，一个狠命守，缠斗得不可开交。那攻势又猛，动作又快，就连姬无暇在旁看着都插不进手。呀！姬无暇不是狠不下心来看着陆遥杀他，他是不想陆遥在杀眼未退的情况下杀他。姬无暇只能干瞪着眼。这两人相爱的时候是真相爱，打起架来的时候也是招招要命。哪怕是陆遥方才经过2场激战，苏怀静还是打不过他。他侧目看着，他视线早已模糊不清了。那片红色里依稀有一道身影，便是不能看，他尚且还能听，还能变。现在能动武了吗？不会再走火入魔了吧？我师父，是你告诉他的吗？是他在外得知了情况。他在外得知的。你师父的死，他也是在外得知的。你师父葬在何处，他也是在外得知的。此事世人皆不知，唯你知，我知。以往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总归是他和他之间2个人的事儿。而如今不同，他看他的眼神，每一个字眼里都是对他的又恨又憎。是要杀了我，为你师父报仇吗？那你来，我要死，也只死在你手上。从前你师父就不是我师父的对手，而今你能打得过我吗？说罢，他揪着苏怀便狠狠又摔在一根石柱上。苏怀再难忍住，张口溢出一大口血来。此刻我杀你，比杀条狗、宰头牛还容易。两人一个疯魔，一个癫狂。苏怀不管不顾，伸手就想拉他入怀。陆遥一掌击在他胸膛上，极快的抽身而退。正苏怀抱入个空，怀里空空如也。苏怀缓缓抬起头来，直直看着陆遥。你要么就把我杀了，否则你休想，我就这么算了。
苏怀，你再上前一步，我当真杀了你。我若做不到，我便去九泉之下面见我师父。最终，广场上萧萧风声掀起了陆瑶血红的衣摆。苏怀看着他毫不留恋的转身，刚走2步，脚下踩着了什么东西，发出清脆的碎裂声。陆瑶抬脚继续前行，而方才他踩到的正是一枚龙纹玉佩，是方才打得激烈时不慎落下的。那青透的玉身一时染了鲜血，已4分5裂。陆瑶却半分未曾停留，仿佛只是踩碎了一片瓦一块石。他踏着满地鲜血扬长而去。陆瑶洗澡时，姬无暇就枕着双手躺在床上说道：以前没能顶着凌霄师傅徒弟的名头行走江湖，没想到现如今却能借着这名头风光一把。片刻，浴斗那边传来哐当一声，姬无暇惊了惊，连忙翻身而起，几步过去一看，见陆瑶洗完澡更完衣，竟撞翻了屏风，和屏风一起倒在地上。他立马过去把人扶起来。陆瑶伸手摸摸四周，姬无暇心里极不是滋味。你跟着我走。姬无暇把陆瑶扶去了床边坐下，看了他许久，赶紧去洗了。现在已经一点都看不见了吗？原本是能见到些影的，只是房里光线暗了一些。他的视觉随着功力的恢复而迅速退化，这是必然的。在上山的时候，他尚还能视物，而今确实有些勉强了。我再去天上盏灯。天灯做甚？晚上不是该睡觉了吗？白天的时候，两人离开了客栈，出行带着斗笠。白天光线明亮，又有姬无暇在旁引导，陆瑶基本行走无碍。江湖上随处可听见一横派被灭派一事。所谓树倒猢狲散，大家讨论的不仅仅是那2个魔头妖女上山杀敌有多么的风云变色，还有这些年来一横派所作所为之种种。那日凌霄被一横派女兵人一剑穿身以后，第一个争着抢着从后面补上一剑的就是明安堂。以往陆瑶从不踏入这些武林门派，而今第一次来，就如同进了自家大门一般。彼时明安堂的人甫一看见2个戴斗笠的女子出现，就大惊失色。他手里的剑快极了，即便双眼看不见，但他的剑就是他的眼，剑锋所至，皆一剑毙命，血雾弥漫在空中，荼蘼妖娆。相爷，还请下令，让各路官兵速速增援。彼时苏怀就坐在那台上的首座太师椅上，单手支着头，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一道身影，温声道：急什么？还不动手？你还在等什么？将你们召来，本就是给他杀，也省得他挨个挨个去找。你堂堂朝廷中人，竟与妖女魔头为伍，而诱我等入此局，你会遭报应。这场血洗厮杀，速战速决，到最后整个场地一片死寂。陆瑶觉得耳中着实有些安静，渐渐的周遭的呼吸都淡了下去。这里的莲花开得多了吗？比上回路过时开得多了，颜色深浅不一，粉得很粉，红得很红。陆瑶恍若未闻，姬无暇又道：不过这大片大片的莲花湖，花期可长得很，等你们看见了，咱们再来看一会儿。得到的回应却是陆瑶连唤了2遍姬无暇的名字。姬无暇愣了愣，应道：我在这儿呢，瑶儿，我在这儿呢。话一出口，他心里有些揪着痛，连忙抓住陆瑶的手：你是不是听不见我了？陆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安静多了。姬姑娘。姬无暇抬头循声看去，见那树荫底下停靠着一辆马车，马低头吃着树脚下的青草，惬意地甩了甩马尾巴。他拉着陆瑶就往那边去，尽管陆瑶听不见，还是便道：瑶儿，阿随来接我们了。陆瑶乖乖跟着他走便是了。他打那阳光下走过，阳光落在他血迹斑斑的脸上，
他眼上依然还蒙着那条黑绸，苍白的肤色，艳红的血，还有纯黑的绸子，在他脸上呈现出一种别样凄惨而又绮丽的美感。阿随下车来，搀扶着陆瑶上车。三师傅也来了。邢渊点了点头。姬无暇忽然有些无所适从，他和陆瑶两个是才从人间炼狱里出来的，与他不同，他是纤尘不染的神仙一样，而他们却是满身血污狼藉，天差地别。他自惭形秽，甚至有些害怕这浑身血气会染脏了他。或许内心里更害怕的是，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坏？怎么了？姬无暇下意识答道：你三师傅也在。而后又反应过来他听不见，便在他手心里写了。邢渊看着陆瑶：已经不能听了。姬无暇点了点头。邢渊将一个包裹递给姬无暇，姬无暇打开一看，是2身他俩的衣裳，是他从谷里带来的。随后邢渊便先出去在马车外面等。姬无暇连忙给陆瑶换好衣服，又换了自己的，才鼓起勇气道：三师傅，我们好了。邢渊重新坐进车里来，吩咐阿随：回吧。马车便缓缓地驶向那镇外青山远道处。陆瑶睁眼就看见一片血红，再感受不到光，也再看不见影，所以多数时候他都是闭着双眼。诚然，这半个月里日日奔波，未曾有片刻闲歇下来过。马车里摇摇晃晃着，没多久就将他给摇睡着了。他靠着姬无暇突然安睡。姬无暇偷偷瞟了瞟邢渊，见马车行走间窗帘轻漾，不想邢渊忽然抬眼迎上他的视线。姬无暇心头猛地跳了2下，一时间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傻愣愣地看着他，整个人直接就呆住了。两厢就这样安静地对视了一会儿，仿佛空气凝滞，时间静止。看我怎的？我在看你吗？话一出，姬无暇就想抽自己，他这不是明摆着在看他吗？还有什么好杠的？所幸三师傅没有与他计较。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邢渊也十分大度，清清淡淡的嗯了一声，但他眼尾的余光还是忍不住时时留意着他。天黑之前，阿随驾车到了一家客栈，姬无暇扶着陆瑶下车，两人一起上楼回房。阿随，你在吗？我在。姑娘，可是陆姑娘有什么事？我有事就不能叫你吗？当然能。这样，你去给我找个姑娘来。找姑娘干什么？给我上个药。西姑娘受伤了？一点皮肉伤，小意思。我带了药，寻思着不上白不上，上了好的更快些。你赶紧帮我去找人吧。西姑娘请稍等。姬无暇在房里总共没等多久，阿随就来敲门。我问过掌柜了，第2个客栈里入住人不多，基本都是男子，没有姑娘。西姑娘再等一会儿，我叫人去请位大夫。请什么大夫啊？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受伤了吗？况且这里有女大夫吗？还是这大晚上的，去请大夫的功夫，还不如随便找个人来省事呢。那你来吧。什么？你来帮我啊，反正咱们也认识好多年了，我把你当兄弟，不是外人。阿随吓得连忙后退一步，汗颜道：西姑娘，男女有别。你怎么这么迂腐啊？以往瑶儿给治人的时候，那都是以救人为先，哪管什么男女有别。何况我伤在背上，你就给我弄点药，包扎一下便是了。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负责的。阿随感觉他要是再不答应，姬无暇就得来把他活生生拖进屋里了。那姬姑娘稍等，容我去准备一下。去吧，赶紧的。不一会儿，阿随就去而复返。推开房门，姬无暇回头草草看了一眼，见他拿着个托盘，托盘里备了绷带、药酒之类的物事。快进来吧，记得把门关上。姬无暇将头发拢至胸前，把衣衫一宽，露出半个后背来。你还弄了药酒来啊？那你快点整，整完上药包扎就妥了。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诉瑶儿三师傅啊！行走江湖哪有不挨刀的？你一说了，就显得我不厉害似的。在别人面前丢脸没什么，反正要么他脸皮够厚，要么别人也不认识他。但普天之下，他最不想在其面前丢脸的那个人，就只有邢渊了。他循规蹈矩，时时刻刻都想在他面前保持个好形象。忍着些。这道声音一出，原本还放松的姬无暇突然身躯一震，恍若一道闪电直从他天灵盖劈过，把他劈得个焦焦透透的，身体也绷得紧紧的。他身后的不是阿随，那分明是邢渊的声音。姬无暇满心慌乱，
又想要印证自己的猜想，他顾不得痛，转身就试图往身后看。那一刻，另一只手拢过他肩上的衣衫，隔着衣衫料子按住他肩头，说道：“别乱动。”鸠侠十分焦灼，仿佛背上的痛感都消失了不少。身后之人却是有条不紊地给他擦去血水，上药包扎。好了。怎么是三师傅过来？阿随不知怎么处理，故告知了我，药谷素以治病救人为先。我知道，有劳三师傅。我平时很少受伤的，我平时还是很厉害的，这次只是稍微有点大意而已。所幸伤口不是很深，尚能做上药包扎处理。那多谢三师傅，我可以对三师傅负责的。负什么责？鸠侠想，毕竟三师傅不得已看了他嘛，那他负责也是应该的呀。他本人肯定是愿意负责的，可话一出口，似乎又显得格外轻浮。好生休息。而后他便出门去了。伤都处理好了吗？鸠侠愣了愣，在他手上写道：“瑶儿，你怎么知道？”察觉到你和另一个人坐在桌那边，我闻到了药酒和血的味道。嘿，不愧是我瑶儿。伤得可重？不重，就是点点皮外伤。那你同我说这一遭。跟我说这些。他出现的毫无征兆，就如同尘间的一缕雾，一阵风，说来就会来。苏怀没有第一时间就将他狠狠擒入怀里抱住，也没紧紧抓住他的手腕，他只是稳稳扶着他，动作不重，却足以给他支撑。他低头紧紧地把路遥看着。不是不想将他据为己有，而是他但凡有一点像以往那般为所欲为，他便知道是他。情缘得知此人便是路遥的意中人，只可惜阴差阳错，凌霄自他那儿知晓了叶藏的情况，使得如今这般局面。他便再是路遥的意中人，两人之间也撕开了不可抹平的裂痕。苏怀自然也知道，行渊之名名冠天下，那是胜过天下绝大多数人的风华绝代。那日山上一会，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路遥有这样一位三师傅，他警惕排斥是再正常不过的。行渊虽不喜他，但也没因此惊扰到路遥。三师傅，苏怀一面盯着行渊，一面在他手上写道：“我送你上马车。”路遥愣了愣，大抵是觉得让三师傅照看他到如此地步实属不该。可当他想说什么时，他已经将他的脚放稳妥了，也不催促，扶着他手腕，安静地等着他登车去。行渊公子名满天下，既是他三师傅，我便也当即为长辈，待往后我再正式登门拜会。他今时今日拜谁所赐？他说是我的错，那便是我的错，错了我就改，但他仍旧是我的人。他说你是个普通人，而今看来你不仅普通，还很自信。错了你就改，那你可能让他师傅死而复生，既不能，他何以原谅？不如就此作罢，也免伤人伤己。这个心，我虽不会，就是就此作罢。以往他都是又野又肆无忌惮的，要多猖狂就有多猖狂。而今再看来，他只身站着青石铺就的路上，街上暂无一个行人，却显得萧索了几分。瑶儿他虽然看不见听不见，可他感觉灵敏，屋里有几个人他都能察觉到，而且嗅觉也极好，不至于将一个人的气息辨认错啊。行渊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微微探身，忽然拿起路遥的手写道：“路有酒家，可有闻到酒香？”我正要说，不想三师傅就先问我了。鸠侠惊了一惊，二师傅最是喜欢，要不带下回谷里去吧。他面上滴水不漏，便是鸠侠从小与他一块长大，也看不出他神色里有一丝的异色。可是他在说谎啊，哪有酒家，哪有酒香，只不过是三师傅随口一提，他并不想让他们为他担心。他已经没有了嗅觉，难怪他会把人认错。行渊顿了顿，在他手心又写道：“还早，等到了回谷的镇上再买个车。”都听师傅的。薛胜在药谷里左盼右盼，终于把人给盼了回来。彼时薛胜一看见路遥，见他那双眼睛，又唤他一声：“徒儿回来了，一切还顺利吗？”路遥没有答应，薛胜就知道
他已经看不见也听不见了。薛胜痛心的叹息一声：“二师傅。”片刻后，薛胜引他在屋中坐下，又给他吃了些药丸，然后再诊。姬无暇在旁等了心焦。终于等薛胜收手之际，姬无暇忙问：“二师傅，他情况怎么样啊？”银石花在他体内发挥了几成作用，一路跟他在一处，你应该最为清楚他的功力恢复的如何了。那是恢复了10成10，甚至比以往还要彪悍些。啊，那不就是了？功力恢复了10成10，银石花的作用也发挥了10成10，相应的毒性呢也是10成10。那二师傅有没有什么法子给瑶儿解毒啊？这毒性与药性本是一体，与其说是毒，不如说是药性的反噬，有益即有损。眼下绝食退步，损伤已经造成，怎么能减？可银蛇花的药性已经慢慢散了呀，怎么他还不见好呢？啊，有些损伤可以通过时间慢慢恢复，而有些损伤可能无法复原。什么意思啊？意思是他复原不了了吗？这不是外伤，也不是内伤，而是他的感知出了问题。每个人不同，此前行渊也说了，有的只是丧失1种2种绝食，有的却是全部丧失，有的慢慢能恢复，有的却不能。陆遥缝好了衣裳，打了结，低头咬断了线头，却突然手指一挑，手里的针倏儿被他弹了出去，细微的荧光一现，一下钉在身侧的木石柱上。姬无暇不明所以，连忙起身去找那根绣花针，却震惊地发现绣花针钉死了一只蚊子。小儿，连只蚊子你都能发现吗？他想，定是蚊子扇动着翅膀引起了空气的颤动，而他咬儿虽然视觉听觉暂被蒙蔽，可心细如尘，感觉异常灵敏，所以这才小小的蚊子才逃脱不了的。废话，他嗡嗡嗡的，能不发现吗？小儿，你们听见了吗？你的声音倒是比蚊子大。二师傅，徐大夫，小儿能听见了。薛胜第一时间给陆遥检查一番，照他的话说，眼下他的绝食能恢复一样就是一样，其他的何时恢复都是没有办法预计的。你大师父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所爱，到最后他应是如愿以偿了。你给他报了仇，雪了恨，心里可痛快了？我以为我应该会感到痛快的，只是如今仇也报了，辱我师父、杀我师父的人，我全都亲手将他们杀了，心里却还是觉得空荡荡的。报仇雪恨只能使你感到一时的快意，却不能驱使你往后的大半生。恩怨情仇该报时则报，该消时则消。以后的生活还要继续，师父不可能陪我走完这一生的。师父定是怨我。你怎么想？当师父的岂能不知？他怨你何？我只想他好好活着，却顾不上他心中所想。等他将来老了，我给他做饭，我给他洗衣裳，我给他养老送终。邢渊没再说什么，师徒俩只是安静地坐着。后来他拈着树叶又吹了一首曲子。陆遥终归不如他根基深厚，最后无知无觉的就被他引入了梦去。他站起身，又探身过去将陆遥揽过，把他抱了起来，转身以脚尖轻轻扣开房门，抱着他进了屋。姬无暇还在房里睡着，邢渊把陆遥放在床榻外侧，随手盖好被子。略略一掀眼时，就见姬无暇正面朝外侧躺着，一张脸半埋在枕头与被角之间，与白日里的张扬不同，倒显得乖巧至极。邢渊只淡淡看了一眼，随手将他那边的被角也牵了一下，盖住他的肩膀，而后便转身去了。对了，你昨晚做梦了没有？做了，梦见这药谷里的日常。我也做了，我梦见了你三师父。你梦见三师父什么了？梦见他对我有说有笑，还会夸我，像平时摸你头一样摸我。陆遥光听他的语气就晓得他不是一般的飘。姬无暇正飘飘然地沉浸在其中，突然身后传来一阵轻咳。姬无暇虎躯一震，回头看去，就见阿随一脸似笑非笑的模样，走在阿随后面的还有邢渊。当即姬无暇吓得差点跳起来。阿随听见了，那他后面的那位
是不是也听见了？当行员抬眸看来之际，神色如常，但抬手点了点自己的鼻子，向他示意。可姬无暇显然是脑子不够用，没能领会到，反倒是直接就跳起来，转头就跑开了，便道：瑶儿，我去帮你倒杯水啊。阿随还在他身后好意提醒道：西姑娘，你鼻子上都是泥巴。姬无暇一溜烟跑去水缸边上一照，可不就是一鼻子泥吗？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糊上的，难怪方才那群崽子们笑得那般贼，也不告诉他。他这才明白行员的举止是什么意思。这下好了，丑样子都叫他瞧完了。行员进屋去找薛胜了，阿随就绕去侧边，看见姬无暇那气急败坏的样子，蓦然想起黑虎咋咋呼呼起来，简直跟他主子是一模一样。姬姑娘还是去陪着姑娘吧，我来烧水煮茶。方才你都听见什么了？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听见。你都听见了，你家公子是不是也听见了？我家公子有没有听见，那我就不知道了。姬无暇一脸挫败地走开了。可能你还得陪我走一趟了。你想去哪？要去一趟京都城。姬无暇顿了顿，他晓得他必然是要去的。大师傅的遗愿和后事还没有全部完成。你现在就要动身去吗？明天吧。那怎么行？你现在身子都还没好。现在也还行，只不过是行动没之前那么便利了。慢些就慢些吧。再怎么也得等你眼睛好了再去吧。眼下能恢复听觉已然算不错了，要恢复视觉，等到何时啊？1个月，2个月，还是1年2年，或者永远都好不了。瑶儿，你一定会好的。只是我不能将时间浪费在这不确定的等待里。这样吧，你在谷里养着，我替你去。我来回一趟很快的，不管什么事我都替你办妥。该我做的事儿得我自己去做，尽管没有以前那么方便，说不然我在这谷里不就真成了个废物了吗？到了用晚饭的时候，陆瑶将此事提了出来。行员丝毫不觉诧异，薛胜却是放心不下的。现在怎么能成？过些时日再去，你大师傅能够谅解的。过些时日我就能好了吗？二师傅放心，我会一路陪他到京的，等办完了事我们再回来。你不劝劝？可要我随同？薛胜气得抖胡子。你就知道纵容他。不用，三师傅，我们快去快回便是。姬无暇小声嘀咕。也不是不可以呀。我现在比以前耳背。你说什么？我是说外面世道乱，三师傅还是留在谷里的好。阿随，我有件事想问你，就是凌霄师傅去武林大会的那天，要不是三师傅及时赶到，我和瑶儿可能还不易脱身。我想问你，三师傅怎么会去的？凌霄师傅与姑娘有险，公子怎么会不去？我的意思是，凌霄师傅这事儿吧，应该就只有狗贼那边和我跟瑶儿这边知道吧？你公子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狗贼？这你就别问了，反正你们也不熟。你需要打岔，回答我的问题啊。公子自有公子的法子，姬姑娘问，我也是不能回答你的。姬无暇挠头，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瑶儿，你说你三师傅是怎么知道的？这还用我说吗？啊？我想了这么久都没整明白的事儿，你不用说就明白了。我三师傅的消息网本就遍布天下，他想知道些什么事儿不难。可关键是凌霄师傅来去行踪不定，他去京都这事儿也十分隐蔽，只有那谁和咱们知道吧。可此前三师傅与那谁没有过半分交集，都互不相识，连面都没见过吧？那谁怎么可能会把消息泄露给你师傅啊？所以呢，还剩下谁了？就剩下咱们了呀。可我全程都跟你在一起，是绝没时间也没机会递信给三师傅的。我们收到的信哪里传来的？当然是我门中传的呀。你三师傅在我门中安插了眼线。早先说了，三师傅的消息网遍布天下，不过我也没想到你门中也有他的人。这么说来，我在门中做了什么没做什么他都知道。这么说，我跟兄弟们一个锅抢饭吃他知道，兄弟们搓澡时我在旁放风他也知道，兄弟们执行完任务回来在我堂上哐哐睡倒一屋他也知道。完了，这下完犊子了。或许也用不着这么绝望吧。你三师傅肯定没把我当女人，
我在他面前什么形象都没了，这还不够让人绝望的吗？你把你自己当成女人了吗？也是。唉，说句不见外的，可我明明想把他搞到手啊。你是不是也太不见外了？或许三师傅安插眼线也只是以备不时之需，并不会多打探你在门中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姬无暇更哀怨了，你三师傅要是真不闻不问，说明我一丢丢机会都不会有。瑶儿，你还不如不安慰我呢。第二天一早，两人就起身。陆瑶坐进了马车里，姬无暇在前面驾着车，一路缓缓地驶出药谷。等姬无暇驾车出谷以后，还没走多远呢，就有门中小弟送信儿来了。这是客栈掌柜托属下无论如何也要把信带到给门主。谁写来的？掌柜写的。老王这是搞什么？然展开信纸一看，姬无暇表情就木了。这信上内容确实跟药谷没什么关系，纯属是掌柜的唏嘘牢骚。大抵内容是：姬姑娘，上回，也就是2-3个月以前的上回，跟着你们一起住客栈的那主仆3人，眼下又住我客栈里了。他们已经一住大半个月了，一天啥事儿也不干，天天逼着我给姬姑娘写信，说是有什么事儿非要见面不可。我不写，那2个木头人就天天跟着我。我睡觉时有人杵我床头，我如厕时有人尾随而至，神出鬼没，甩都甩不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吓死。这不，我实在是惹不起了，只得书信一封，等姬姑娘出谷时再交由姬姑娘之手。如若此3人来路不正，心思不纯，就请姬姑娘快想办法把人打发掉吧。姬无暇看完了信，把信纸揉成一团，骂不咧咧地啐了一声。怎么了？没事，就是我门中出了2个不要脸的东西，我回头就把人收拾了去。回去转告老王，多下几次就习惯了。去茅房要是有人跟，大不了就请他一起呗，这有什么？又不是娘们儿，你有我有大家有。真要是个娘们儿，那俩怂包反而还不敢呢。是。姬无暇摆摆手，小弟很快就去了。他则走回到马车那边，继续驾车前行。瑶儿，京城毕竟是那狗贼的地方，咱们去京城要跟他打照面吗？不用。可咱们要去的不是他家墓园吗？我知道在哪儿。哦，咱们是要偷偷去刨他师傅的坟，是吧？陆瑶沉默。这厢离药谷最近的那镇上客栈里，苏怀正坐在堂上吃茶，掌柜的站在柜台后边，一边拨着算盘，一边时不时的苦哈哈的瞅两眼。自打这尊大佛来了这儿之后，真把这客栈当成他自己地盘了。外边送来的文书折子都由他的随从递到他面前去，有时候他在房里批阅，有时候直接就坐在堂上处理了。烦人的是，这不柜台边上还立着个木头人呢，也是他身边的随从之一。这位少侠，你别这样行不行啊？这账目可都是我这客栈的机密啊。机密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被烧个精光。都说了，我对天发誓，那绝对是意外，我也不想的。原来自苏怀入住此客栈以后，就问了掌柜信件的事儿。那是他快马寄给陆瑶的信，信上原委始末都写得清楚明白。如若是他看过了信，便是怨他憎他，至少也不该是眼下这番局面。结果一盘问，果不其然，信送到客栈的当天晚上就遭火烧去了一半，又遭水泡得个湿透。这信嘛，最后虽然是成功送去了药谷，可还有个什么看头啊？于是乎，苏怀就住在这客栈，见证见双就轮流逼着掌柜往药谷送信的同时，又时时刻刻守着他，直到他崩溃为止。正这当口，见证大步从外面跨了进来，径直走去苏怀身边，翻身在他耳边细细禀报了几句。苏怀放下茶盏，起身离开了客栈。他是进不了药谷，他也不会擅闯，他还不能原地等他们出来吗？掌柜的也没想到，紧接着主仆3人就退了房，离开客栈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掌柜的都有些反应不过来，这就走了。我们出发吧。只是两人刚一站起身，冷不防就听到有急促的马蹄声从他们后方传来。陆瑶和姬无暇自然都听见了。瑶儿，先上车去。姬无暇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有驾车上路的意思。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马蹄声也越来越响。姬无暇坐在车辕上，眯着眼，还没见到马影呢，他已然听出路上跑的是2匹马，
紧接着，姬无暇远远的就把人给认出来了，他神色不由一变，果然是狗贼带着剑征的蠢货，两人两马。他作的，哪他都能闻着味儿找来。他们不是在客栈吗？掌柜老王暴露了行踪。苏怀一身胡色长袍，满身风尘，一双眼睛却是直勾勾地盯着马车，仿若透过马车盯着车里的人。你认识他们吗？认识。是谁？苏怀听着马车里的声音一如从前，他守着等了这么久，又追了这么久，这声音让他魂牵梦萦，终于在这一刻踏实了。而且通过与姬无暇的简短对话，他似乎能听见了。是我。陆遥愣了愣，那语调平定，可简短的2个字儿却好似掺杂了太多的东西，仿若阔别已久，冲破重重阻碍，终于得见。只是姬无暇来不及细品，一听的声音差点当场翻脸跟狗贼干起来，因为他用的不是本来的声音，而是行冤的声音。他扮谁都行啊，就是不能扮他心目中的男神仙。姬无暇气疯了。瑶儿，他是三师傅如何来了？我放心不下。操你妈的黑心狗！苏怀想上车，姬无暇拦着不让上。可照他的行事作风，今日要是不让他上，那谁都别走了。既干不掉又甩不掉，还让陆遥知道以后心里该恼火吗？姬无暇知道陆遥非常喜欢这狗贼，如果没有凌霄师傅这件事儿，他都愿意带狗贼回药谷了，便是此生都认定了他的。他这人就是再丧心病狂、狼心狗肺，也会把全部的好的都捧给陆遥，甚至于连陆遥身边的人，他也会尝试着去爱屋及乌。这一路可还好？一路挺好。三师傅追过来，可是有什么嘱咐？无他，只是我有些事也要往这边走一趟，既赶上了，就一起吧。他大爷的，这狗贼学谁不好？之前没听三师傅说要进京办事啊？才来的事儿。如若我可以帮三师傅做的，三师傅只需要吩咐我们进京顺便就办了，也可免三师傅长途跋涉。无妨，这一路也好有个照应。这厮什么时候学的这么像？他甚至都没与三师傅打过2回照面吧？姬无暇也算是明白了，难怪这狗贼身边只带了1个人来呢，可不就正好伪装成三师傅和阿随主仆2人吗？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自在。陆遥似乎没有起疑，因为只要有他三师傅在的时候，姬无暇基本都自在不了。随我下车去走走，让他们把马牵去喂水吧。陆遥点点头。苏怀先下了车，站在马车边接应他。那边有树荫，去树荫下等候。姬无暇便眼看着苏怀引着他的养儿一步一步地往那树荫底下去。有你这么喂的吗？你看他总共喝了几口水，都顾着吃别人家稻秧了，你瞎吗？这稻秧就在他嘴边，我能怎么办啊？你手残吗？不知道拉一拉吗？你以为我没拉吗？废物，喂个水都喂不好，还指望你什么？那你行你来。我行都让我干了，那你干什么？留你有什么用啊？你干脆回去挑大粪得了。这下你满意了？姬无暇突然一脚把剑征踹进了水田里，剑征猝不及防，甚至还有点猛。这下爷爷我满意了。出了什么事儿吗？没事，就是阿随被马一不小心挤下了田而已。要紧吗？无妨，回头清理一下即可。热吗？是三师傅在煽风吗？怎能让三师傅为我打伤？我是你师傅，照顾你应当，你好生坐着便是。这一趟去了过后，打算怎么办？等完成大师傅遗愿，我便回药谷释放二师傅和三师傅，也好生钻研医术和琴艺。就这样吗？这样不好吗？二师傅和三师傅都能在谷中几十年如一日，我也可以。你那未婚夫也在京城，你打算与他如何？不如何？依然那般恨他。三师傅说的是，那天我就该杀了他。你便是要杀了他，也应把话讲清楚，好叫他死个明白。但徒儿没杀他，下不去手吗？徒儿知道，非他刻意为之，他答应过我的事就不会出尔反尔。他知道我不想让我大师傅知道他师傅的事儿，他就一定会守口如瓶的。你还当真是了解他？可大师傅还是从他那儿得知了叶藏前辈的埋骨之地，若非如此，大师傅不会去武林大会，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大师傅惨死于人手。不管他与我说论多少，能改变这个事实吗？我只要一看见他，就会想起这件事儿。此事是他做的不妥，你要打要杀也都合当。之前三师傅还不喜他，今日却像是在为他说辞。我喜不喜有何重要？那你是打算与他斩去前尘，一刀两断吗？
那厢建庄从田里上了田埂，正拂去满身的泥，却有一对农人夫妇远远瞧见过来了，质问建征和姬无暇为什么弄坏他们的稻田。陆瑶也听见了那吆喝话语声，被吸引了注意力，两人的对话便由此打住。这稻子才长这么高点儿，都还没来得及结穗，咱家1年的收成可都指着这块田，你们怎么能如此乱来？三师傅，还是我来吧。无妨，这路窄，倒不好更换。咱们这乡下是这样的，水田与水田之间就这一条田坎儿，可以容人通过干活就是了。3位可担待着点儿。可三师傅脚都快踩到田里了，都快打脏鞋了。我自己也能行，苏华也不勉强。那我走前面带着你，你跟着就好。说着，他便先一步走在陆瑶前面，而后不紧不松地拿着陆瑶的手腕带着他。2位可真是感情深厚啊！夫人误会了。可不就误会了，大姐，我才是他家这口子，前面牵着我媳妇儿的是他爹。可这位爷看着着实年轻啊。男人保养的好就是显年轻啊。大姐，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快40了吧？老二，你别误会，我这可千万不是对行源师傅不敬啊，我这都是为了出行方便的权宜之计，不然平白惹人误会。你倒是说的坦然顺口。就是平时在外编得太顺口了，一时没把持住，脱口就说出来了。幸亏是你三师傅走在前面，没空回头看我，他要是回头看我，我吓都要吓死。一会儿要是你三师傅怪罪，老二你得帮我解释啊。哎呦，当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从未见过如此显年轻的爷，不知道的还以为爷只有20几岁呢。但你是不是编得有些过于离奇了？他是你三师傅，师傅本就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三师傅扮作瑶儿你父亲，那是合情又合理，再合适不过了。何况咱们出门在外有所乔装，这不是必须的吗？人物关系当然也是乔装的一种啊。这样一来，谁还能误会你和三师傅啊？要是让人误会你和三师傅，你心里肯定也不好受吧？可三师傅确实很年轻吧？看起来像我父亲吗？你前边那位，实际上可比你心目中的三师傅还要年轻呢。不过他能说吗？他嘴上只睁眼瞎宽慰道：“你也很显年轻。再说，三师傅这年纪当爹，实在不足为奇。瑶儿，你宽心，你三师傅什么都没说，他应该是默认了你们这段关系吧？”陆瑶若有所思，苏怀字字句句都听得很分明，又圆了一遭，问道：“以往你们在外便是这么行走的吗？”“大多时候是。”“无妨，且按照你们的来。他常在外走动，应是惯了的。既是便宜行事，我尽量配合，不会与他计较。”“我瞧着，当然是这个更好。这才貌是万里挑一，相比之下，那位小哥总归是秀气了些。”“大姐们，我是跟他没得比的，毕竟年纪和阅历在这里，他可是我媳妇儿的爹呢。”见证一出来就听见这话，面无表情的脸都黑了2分。主子看起来哪里像是陆姑娘的爹啊？这妖女要编也编得太离谱了些。怎有这般年轻的爹呀？闺女都这么大了，而且还嫁人了。怎么没有啊？我媳妇儿她爹平时过得悠然惬意，本来就保养得宜，不显老。你们不知道，城里有些男人保养起来啊，那叫一个驻颜有术，40几岁还擦这抹粉呢，看起来就跟20出头似的。那岂不是比女人还能捯饬？男人爱美，驻颜起来啊，可比女人精致多了。大姐们要是不信，回头去那大城市里溜一圈就知道了。再加上早年得女，这实属平常，在大城市里这都不稀奇。真是啊，这么离奇又离谱的一件事儿，从姬无暇嘴里说出来，就莫名的变得有凭有据的，还有几分可信性。那得多早啊！哎呦，我看怕是10几岁就当爹了吧？怕是12、13岁的时候就有那事儿了。也不是没有12、13岁就当爹的，这要懂得早，那茬也就会了。男人哪，别的学不会，就学这学的最快的，有的还无师自通呢。那也得他够厉害，才能让这姑娘他娘给怀上啊。乡里不比城里，少了许多遮掩，说话也更直白。好了，大姐们讨论这些也不害臊。我看我们处在这里都挡人门口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啊，对，先回来。几个妇人簇拥着一哄而散。都说女人30如狼，40如虎，可真不是瞎吹的。
多谢三师傅。瑶儿，你得改口了呀，怎么还能叫三师傅呢？该叫爹了呀。你认真的吗？这话都放出来了，当然认真的呀。咱们在来的路上，那农家大姐不都听见了吗？等大姐回来，你还不改口，就叫人怀疑了不是？咱们出门在外，戏就要做的逼真嘛。何况以往你叫师傅师傅的，如今去师存父也不算犯规。你说的也是。既然如此，为方便行事，徒儿便暂先改口叫父亲吧。苏海紧紧看着他。你认真的吗？姬无暇咧着嘴，笑又不敢笑出声。还请您多担待。苏海看了姬无暇这幸灾乐祸的样子，来一句：你既是他相公，他叫我爹，你叫我什么？我当然还是叫您三师傅啊。你既娶无女子，不是应该随他叫吗？属实大意了，这一点他竟然没想到。瑶儿，你帮我说，从来只有别人叫他爷爷的份儿，不可能他叫别人爹。事已至此，您别与他计较。我与他计较什么？不过是话赶话说到此处罢了。在聊什么呢？聊起些家常，比如无女子嫁给此子，子却不肯叫我一声父亲。不过看在无女子面上，就不与他计较了。小兄弟，这可就是你不对了。怎么说你娶了这位爷的女儿，他也是你的老丈人，你叫他一声也是该的。就我家这口子，每逢随我回娘家，那不也得叫我爹娘做爹娘？这夫妻本是一体，媳妇儿怎么叫你就得怎么叫。大姐，我们家的情况有点复杂，你就别掺和了，我们都饿了。那且等着，饭一会儿就好。路遥也觉得诧异，以他三师傅的性子，以往可不会这般计较。你说为方便行事而改口，以往倒是没体会过。我方才置身其中那样答应，何来合适？他这一问，那股子不合理的怪异感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路遥不禁想，三师傅竟也会因为这样的身份角色扮演而感到新鲜有趣。瑶儿，你先睡，好像是阿穗找我有事，我出去看看。他一溜烟就出去了，把门关好，抬头就看见剑征站在院子里。有屁快放！那凌霄前辈去京城找主子的事儿，有必要说清楚。当时主子写了信给陆姑娘，信上说明了原委，可后来我等去那客栈一盘问才得知，信被烧毁了一大半。是有这事儿。凌霄前辈找到主子的时候就已经走火入魔了，要杀主子，主子打不过他，只得想法子拖住他，一边给你们快马去信。凌霄前辈有一圣师真镇住功法，只要他不乱来，情况就不会恶化的。可他去西江的时候，偶然在那里遇到一个东陵末世的族人，此人当年参与皇宫藏宝楼的机关改造，那时候叶藏前辈就被锁在楼中，他知道详情，透露给了凌霄前辈。凌霄前辈大受刺激，又火速从西江赶到了京都，所以有些不受控制。他一到相府的当天晚上，就与主子大打出手。而后剑征便将整个事件的详情始末一一讲给姬无暇听。主子对陆姑娘如何，你我有目共睹。陆姑娘在乎他师傅，主子便想尽办法的周全，便是命悬一线之际，也没想要透露半个字。只是闹成如今这局面，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那凌霄师傅南下去找一横派的时候，你们哪儿去了？为什么不一路上跟着？倘若当时有狗贼跟着，定也不会是现在的局面。说到底，还不是你们自找的。姬姑娘讲点道理，主子当时向皇上请命都没亲自进宫，只派人传了道信，便连夜跟着去了。可凌霄前辈何等的速度，我们如何能跟得上？再加上主子身上有伤，又须得沿途调派兵马，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山上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不管你和陆姑娘去到何处，主子一路上都在。你们回了药谷这大半个月，他也一直守在外面的镇子上。他知道我瑶儿要出来，万一瑶儿一直不出来呢？主子知道他会出来，想来凌霄前辈的遗愿应当是与叶藏前辈合葬，所以陆姑娘应当还会去京城的。那你们在京城等不就得了？可主子说了，他放心不下。早干什么去了？不管他怎么想怎么做的，事情的源头就是从你们那里起的。即便是他的狗乱叫，那也该是他这个当主子的管教不力，他横竖跑不脱。我瑶儿揍他一顿也是他该的。现如今再来争论这些也没用了，今日只是想把事情说清楚。你跟我说清楚有什么用？我又不可能说给瑶儿听。别忘了，你们现在可是假冒的三师傅主仆。相应的，主子也想请姬姑娘透露一二，陆姑娘如今是怎么个情况？为了给凌霄师傅报仇，服用了暂且可以恢复功力的银蛇花。银蛇花有毒性，会损伤人的绝食。如今瑶儿除了能听能感触，不能看不能闻，也尝不出味道。那可有解决之法？
医生都没有办法，你们能有什么法？要是运气好，他的绝世能慢慢恢复，就是不知道是何时。如果运气不好，一直恢复不了，也有可能。翌日，大家起身，在农家里用过早饭，便动身上路了。阿随，从昨日到今日，你未曾说过一句话呀？姑娘，我最近嗓子不好，薛大夫说我应少说话。一听的声音与阿随的声音已有8、9分相似，加上嗓子不好，那1、2分的不似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幸好昨个晚上他和妖女要回去时，妖女突然良心发现叫住他，见证态度也良好，跟着学了一阵儿，才勉强有今日的这样的效果。等进了城以后，见证便十分明确地把车驾去了客栈。客栈里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饭食和热水也很快就送上了楼来，也像是提前有人早就打点好的。后来姬无暇把陆遥安顿在房里，就出去逮人，结果那人影刚转过客栈的回廊转角，慢了一步，就被姬无暇给逮住了。偷偷摸摸的做事，是做贼心虚吗？你知不知道你真该死？我是该死，如果死了能帮主子挽回局面的话，那我肯定毫不犹豫一命偿之。狗贼是不是太久没有作恶，所以心慈手软呢？你犯了这么大的错，他竟然没弄死你，那也被主子弄了个半死。蠢东西，你知不知道那句话害死了凌霄师傅？我当时不知道凌霄前辈在得知此事以后会不能承受，我只知道凌霄前辈要杀我主子。你没在场，所以你不知道，凌霄前辈一点都没手下留情，将我主子打成重伤，是当真要杀了我主子。我不为你和陆姑娘办事，我也不为凌霄前辈办事，我只听命于我主子。我只知道主子有危，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保护主子安危，那是我的职责所在。你们心疼于凌霄前辈的死，可主子命悬一线的时候，你们又可曾知道？我知道我不该冲动坏了主子的事儿，主子要打死我无话可说。我也知道我犯了大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在我心里，主子的安危大过天，这点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你的意思是你知道错了，但你不后悔，也不会改，是这意思吗？你非要这么理解，我也没办法。还挺硬气啊，哼！姬无暇顿住脚听他说完，然后大步离去。这次还是妇女吗？哪能一成不变？咱们换个地方，身份也得跟着换一换。那这次是什么？三师傅就做我咬儿的兄长吧。这不是乱了辈分吗？权宜之计，权宜之计。既是权宜之计，倒也无妨。我是他亲兄还是表兄？当然是亲表兄。要是他当咬儿的亲兄，那他不也得当他是亲兄了吗？真是想想都恶心。那应怎样换我？是换我哥哥吗？看样子你这三师傅这是有些扮上瘾了。角色扮演能有几个不上瘾的？而且你三师傅以往应该还没有怎么像咱们这样行走江湖，所以他才能的配合。陆遥不置可否，而后苏怀又道：既然到了这个地方，身份就得一换。你们还是夫妻吗？当然是，我们走哪里都住在一起，这样我才能方便照顾瑶儿。如此，只有夫妻的身份才能符合这一点。他定又是在盘算着怎么把他和陆遥分开，好取而代之。别忘了，你现在可是瑶儿的三师傅，就算我跟他不在一起，也绝轮不到你们在一起。这样也好。姬无暇也没兴冲冲的给陆遥盛饭夹菜，苏怀坐在他身边帮他布置，并且他每给他夹一样菜时，都告诉他这是什么菜，是甜的还是咸的，香的还是辣的。哥哥说的果然不假。听他叫一声哥哥，苏怀拿筷的手顿了一顿。你刚刚叫我什么？不是哥哥吗？姬无暇不由露出嫌弃的眼神，这狗贼绝对十分享受，所以又哄咬儿多叫了他几声。你应该叫表兄。叫哥哥也无妨，自小就听你这么叫，也听习惯了。你们兄妹可当真是感情深厚，当哥哥的对妹妹真是细心周到。尽管苏怀大多数时候言行举止都是与行云十分相符合的，可偶尔也有极少的时候会表露出他一两分他自己的想法。陆遥心细如尘，每当苏怀觉得他可能会发现有什么不妥时，便会以行烟的口吻来一句：方才我那么说那么做，可是符合此行乔装的身份？陆遥听后也没说什么。这日在车里，陆遥忽然问到苏怀：
三师父出行没带琴吗？走得急，且没带。以往三师父走哪都会带上的。三师父是骑马来的，看样子真的是不方便携带。以往三师父都叫我出行须得带件乐器，而今三师父自己却不带，确实少见。我虽忠于琴，却不一定非得是琴。这清风是乐，鸟鸣犬吠是乐，我折竹是乐，我摘叶也是乐。说的什么玩意儿？不过狗贼就是狗贼，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的样子。是徒儿狭隘了。晋升，他这一出生，几人心里就是再装傻也不行了。他都认出来了，他是何等心思？说是杀了我，能解陆姑娘心头之恨，那陆姑娘就动手吧。杀了你，就能解我心头之恨？你算什么东西？说罢，他抬手拎起他，就无比干脆果决地把他掀下栏杆，摔下楼梯。剑霜直直摔在堂上的一张桌上。你真该死啊！玩够了吗？没玩够，你要让我继续玩吗？上回说的话，你当我是说着玩的？不就是要杀我？要不要我给你递把刀，把你佩剑解来？剑征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由看向姬无暇。狗贼发疯受虐想被砍，你也跟着发疯不成？这里又不是武林，还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呢，以后上当了怎么办？然而算了，他疯归他疯，咱们不为他疯。最终他便抬脚从身边经过，进了房门。姬无暇见状赶紧也跟了上去，砰的一下关上门。瑶儿，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我只是没想到你竟会帮他们一起瞒我。起初想揭发狗贼来着，但想着你并不想见到他，怕影响你一路的心情，我也就忍下了。后来听剑征说了一些，才知你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我们之间没有误会。这次你收他钱了吗？天地日月可见，这次我可好礼未收。我不是那种为了钱就毫无原则的出卖姐妹的人。为什么不收啊？白帮他瞒我这么久吗？关键是狗贼也没提出给钱啊。这事儿吧，要是还用钱衡量的话，那也不像话呀。不能用钱衡量，还能用什么衡量？情分，那是最不实在的东西。听你这么一说，顿如醍醐灌顶，老子白给他干了。妈的，实在是亏。你是不是老早就开始怀疑啦？言行举止、声色语态便是再小，朝夕相处多少也会有蛛丝马迹可循的。但你知道最让人怀疑的地方在哪儿吗？在哪里啊？在你这儿。纵然是出门在外为了行事方便，可你对三师父的态度不是这么随便的。我已经尽量收敛，表现得和睦友善一些了。你对三师父那是和睦友善吗？还有满脑子的邪念。你别生我气嘛。没生气，睡吧。咱们现在出城去吗？现在出，城门若是把守严密，我们便弃车翻城出。就那点高度的城墙，那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两人都已经做好了弃车翻城的准备了，可到了城门口一看，把守的城兵就零星2个，还坐在地上靠着城墙打瞌睡。他倒回来就驾车驶出了城门。出了城外，姬无暇还有些纳闷呢。有这么容易吗？你以为会这么容易吗？必然是有人暗中打点。我若是没猜错的话，此刻城墙上还站着一个，正欣赏着他自己的杰作。只见那月下确实有人临风而立。姬无暇不由唏嘘道：瑶儿，你还真说准了，有个人。用脚趾头都能想到那人是谁。苏怀站在城墙上，一直目视着马车走远。咱们是直接去刨狗贼家的坟，还是先进城准备准备？直接去墓地须得穿城而过，顺便买2把铁锹。既然都遇上了，那这事儿还需要知会狗贼一声吗？何须多此一举？他要是不知道，也不会早早就在药谷外面等着。你再睡会儿，咱们趁着晚上凉快多赶着路，等天亮了日头晒了，再找个好地儿停靠休息。这会儿睡不着了。反正睡不着，不如你听我说说话呗。其实吧，剑征与我说了挺多的，这也是我愿意配合他们的原因之一吧。我估摸着，不管你们能不能和解，
有没有误会，你都应该知道。这还得从寄到客栈的那封被烧个乱七八糟的信说起，上面写着家师的名头，是这个吧？是。那就动手吧。叶桑前辈，我带我师父来与您团聚，如有不敬，还请见谅。这事儿我也是第一次干，该从哪里下手好啊？从坟尾开始吧。是要将整个棺椁都刨出来吗？露出棺盖即可。只是两人才铲了几铲子，就有动静从山下传来。苏怀今日回京进宫复命，又去公署忙了半日，晚上才不慌不忙地出城来。吃晚饭了吗？你来了也好。你们要挖我师父的坟，开我师父的棺，容不得我不来。既然如此，就把话说清楚，也省得以后扯皮了。我带了我师父的骨灰前来，完成师父的遗愿，与叶藏前辈合葬。两人生前便情谊深重，却彼此错过，过后理应让他们团圆重聚，你觉得呢？我觉得没有问题。那便动手吧。可不是今日。不是今日，那应是何日？开棺动土是大事，若弄得妥了，则必因后事，福泽绵延；若弄得不妥，则流年不利，诸事不顺。这事你不知道吗？所以需要找个阴阳先生来看详细的日子和详细的时辰，一定细节做足准备以后方可动土。狗贼真是狗贼，我听起来又好他妈有道理的样子。你堂堂相爷，向来我命由我不由天，也向来谋事在人，成败也在人，你会信这些？当官的哪个不信？正因为越身在高位，越不想失去，才越想靠自家的坟壁有，而我也难免于此。当初找先生看过，我有今日之地位，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祖坟埋得好。苏寒，你大可不必这样。我哪样？你嘴上说没有问题，实际上还是不准我师父与你师父合葬，是吗？合葬想必也是家师的遗愿，我为什么不准呢？可你要动的是我家的坟，里面葬的是我的先辈，难道不该按照我的规矩来吗？要是你今日贸然开棺合葬，回头我时运不济，流年不利，你负责吗？你要是说你负责，那么今晚立马可以行动，如何？说是说不过他的，这狗东西以前就狗，现如今只会变本加厉。那何时请阴阳先生看？今日我便去打听打听，请全京城最好的阴阳先生来看。何时能看好？这就要问阴阳先生。那好，就如你所言，这日子要是耽搁太久，你就是个横插两位师父姻缘的不孝徒，师父泉下有知，定要找你算账的。最后陆遥和姬无暇放了铁锹，把带来的纸烛和酒肉在坟前和凌霄师父的骨灰盒前祭奠了。家里准备了晚饭，回去吃饭吧。那相爷就早些回，免得误了饭点。等相爷找好阴阳先生，调好时日，再派人知会我一下就可。我希望尽快。你知道我是吗？没有人提醒我的话，我忙起来经常容易忘事儿。你让我找好人，定好时间再知会你，那你就慢慢等着吧。你这不仁不孝的狗东西！苏怀也不躲，一脚上登时就是个脚印子。小儿，你还是推脚下留情些。要是我，一脚不踹断他的腿。不过没事没事，住哪里不是住？反正你眼下也看不见他，眼不见心不烦。你要是为他烦，他见了反倒高兴。咱们不能让他高兴。自我麻痹是吗？咱们不向来是走到哪儿歇到哪儿吗？以往你比我还随遇而安，现在更不能因为个狗贼而乱了心性。他既然非要这么整的话，咱们就使劲吃他的，喝他的，揍他的。所有下车，半月内就能办到这事。苏环，我师父的事，你非要这么做，是吗？不然你说，我还能怎么做？我怎么做，你才能留下来？我磕头谢罪，我知错就改，你能不能留下？先前一路上，我应该是与你说的很清楚，你我回不去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时候了。回不去？你没试试，怎么知道回不去？怎么是让死人复生吗？你以为磕头谢罪知错就改就能把一切抹平吗？苏怀，我告诉过你，我们没有误会，我也知你是个怎样的人，但我师父之死，我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姬无暇和剑争都不知何时撤了，我知你非故意为之，我也知你一直在极力挽回，可我依然忍不住想，
苏怀，你说我要怎么抹过去？你可知我师父于我意味着什么？那你知不知我师父于我又意味着什么？他救我于兽口，教我武功，我建功立业，重获新生，皆是受他所赐。没有他，就没有今日的我。你非要跟我算这些，那倘若当初你不对我师父道破往事，我师父就不会死。我师父不死，你师父也就不会死。你明知我师父是凌霄，你还带我去见他。我一旦见到他，必然会转达我师父的心意。若不想进去，我就不会带你去，你也就见不到我师父。我师父也不会死，你师父也不会死。你若不千方百计阻止我进，我即便不知他是你师父，我也会尽全力保全我自己。怎么保全？第一次闯进去没了大半条命，你就是那么保全的吗？你若不是千方百计的引我注意，对我巧舌如簧，欺骗成性，我也不会千方百计的阻止你。若不对我步步紧逼，我也不会骗你。你若不对我虚情假意，我也不会对你步步紧逼。你若不自称是我的未婚妻，送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你若不是对我欲擒故纵，我也不会追上你。你若没有让我追上你，我也不会被你迷了心智。你若没有迷我心智，我也不会什么都满足你。两人极限拉扯，把素日的旧账翻了个遍，翻到最后，陆瑶鬼火直窜，却到底没这狗畜生会掰扯。照你这意思，从一开始就错了呗。一开始我就不该来找你，我们就不该相识，这样也就没有后来所发生的这一切，是这个意思吗？若现在就答应我留下，我今晚便将你师父和我师父合葬，如何？若不答应，那就且看我心情。我若不高兴，他也休想如愿。话音一落，陆瑶冷不防给他一拳。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你师父拿着我的命逼问我的时候，你可曾有想过，我不说还会杀了我，说了便会与你就此离心？他可有为我考虑过？看来是没法好好谈了，至少揍你使我痛快得多。既然没有，如今我又何须要考虑他？他想与我师父在一起，至少得让我先高兴。凭什么他能与他爱的人长相厮守，而我却不能？我师父走火入魔本就不稳定，再加上关心则乱，这事是过火了些。可他若是清醒的，必不会对你下狠手，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你莫怪我师父，我向你道歉。你先年若半月之内把事办了，我便在你这里留半月，行吗？苏怀也答应下来。可以。放开我，我自己能走。你不是在自己走吗？你要是想我抱你走背你走，我也能抱能背。不必，你放手便是。放手，你可能走不回后院。尽管嘴上这么说，他还是依他松开了他的手，让他自己走走。你走我看看。陆瑶没理会他，自顾自地往前走。没几步，苏怀说道：前面是树。陆瑶伸手摸了摸，果真是棵树。他便侧身往另一边走。没走多远，耳畔又传来苏怀的声音：那边是湖。陆瑶在湖边2步开外停下，他再转身换个方向时，身旁有风拂来。下一刻，他陡然身子一轻，苏怀抱起他就大步往前走。陆瑶正身时，他边走边道：你若配合，我走得快，片刻就到；你若不配合，我就走得慢，再多抱你半个时辰。我有1晚上的时间跟你耗。这半个月给我单独的院子。好，先洗手，一会儿准备吃饭。这是哪个院子？西边的院子，离我主院最远。结果陆瑶在房里摸索着，苏怀就一边擦手一边看着他摸索。渐渐的，他脸色就冷了。这里是西边的院子吗？是。这里分明是你的主院，你的卧房。你睁眼说瞎话，真当我瞎吗？你不瞎吗？也只有他敢把这话直拉拉的从他的狗嘴里吐出来。陆瑶气的脸都青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我的主院？这房中摆设陈列，还用我说吗？这西院房中摆设陈列与我主院房中一模一样，有什么不同吗？苏怀，你就狡辩！我没狡辩，我在跟你讲道理。横竖苏怀一口咬定这里就是西院，不是他的主院。陆瑶走到衣橱那边，打开橱门，摸到里面的男子衣裳还有女子裙长，他冷笑道：西院里有你的衣裳？
你又怎么证明那是我的衣裳？那既然这里已经有人住了，我还住什么住？先吃饭。吃你个头！你想吃我的头，一会儿我洗干净给你吃个够。苏环，你就是欺负老子瞎是吧？你既看不见，那住哪里对你来说都一样。这里你熟悉，做什么还方便些，不至于磕磕碰碰。住别处我亦能很快熟悉起来，我虽看不见，但还不至于这么废。住别处对你有什么好处？至少看不见你。你现在本就看不见我，至少不必面对你。你觉得可能吗？那他这么费尽心机的把陆瑶弄来相府作甚呢？陆瑶一时语塞。你便是住到别的院子，哪怕住到柴房茅房，我一回来还是会到你那去。我要跟你一起吃饭，跟你一起睡觉。去洗，想早些睡。苏怀把陆瑶的换洗衣物拿去了盥洗室放着。需要我伺候你洗吗？不用。而后苏怀就转身走开了，关上了盥洗室的门。等陆瑶准备解衣裳时，刚一动手，动作就停了停。你以为你假意关个门，我就听不见你在里面吗？果不其然，苏怀哪是出去了呀？他分明站在门里边，正把陆瑶那边看着呢。见他发现了，他方才打开门，这回是真出去了，便道：地上湿滑，当心些，若摔了就叫我。陆瑶摸索着洗完，擦干了头发，便回房休息去了。等苏怀洗完出来，想进他的卧室时，一推门发现门已经被拴死了，而后里头的灯火也毫不留情的呲溜一下熄灭了去。这时节天色早早的就亮开，苏怀起身拿了片薄刃，把厨房的门栓给拨开了，堂而皇之的走进去。他动静极小，进房更衣着官袍。他穿上衣裳，一步几步走到床边，一边系腰带一边看了看床上的人。他见陆瑶睡容安然，只不过还不等他多看两眼，床上的人就一脸平静的转身面朝里，背对着他去了。今日看，今日便定下个准确时候。瑶，你跟狗贼把话说清楚了？说清楚了。你俩和好了？在他找到阴阳先生定好时日之前，我们先在这里住下，等事情办完了再离开。昨晚你睡得还好吗？他想着两人要是没彻底解决矛盾，就又同床共枕的话，估计得一肚子气。昨晚我睡这屋，他睡的书房，倒是你一进那大门就没影了。那不是见着你们有事要解决吗？我也不能那么煞风景啊。不过住在这里也好，换个地儿我还不习惯。这里的厨子手艺是真不错，还不用花钱。他和黑虎在这偌大的相府里，就跟自己的地盘似的，吃饱了随处溜达，横着走都没人管。大时这半下午，苏怀就回来了。这会儿就回来了？这会儿我不能回来吗？你不是忙吗？哦，我中暑了。主子稍作休息，属下这就去准备解暑汤。今日去请阴阳先生了吗？没有。没有？你好意思回来这么早吗？说了，我中暑了。你把手伸来。陆瑶摸索到他的手，不慎碰到了他的手指，他那修长微曲的手指就大胆又狂浪的勾了勾他的。指尖在他手腕上停下，听了听他的脉，结果这一听，脸色更不好了。堂堂相爷，用得着玩中暑这种小把戏？那我怎么头晕啊？还装是吗？头是我的，我觉得他昏，你说他不昏就不昏了？这狗玩意儿何时变得如此强词夺理且不可理喻的？你主子说他中暑头昏，这点解暑汤怕是不够用的，还得再给他煮个3、4壶来，还不快去！眼下这中暑轻症还只是头昏，说是掉以轻心，拖重了就会惊汗虚脱，晕厥痉挛，再则5脏6腑皆衰竭而死。喝吧，一会儿管够。既然你说我没有中暑，那我还喝什么解暑汤？可你不是头昏吗？你是大夫，难道你不应该查查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头昏吗？你把手伸来，我再诊。苏怀扬扬眉，把手伸给他。这回他不光是勾他的手指了，而是明目张胆的捉了他的手，在手心里捏了捏。陆瑶一把拖开，方才诊错了，你这就是中暑，一会儿多喝点解暑汤，
4壶不够，就再来2壶。到了晚饭点，吉武侠兴冲冲的过来，手里拎了4壶解暑汤，幸灾乐祸道：听说狗贼中暑了，这个见证真是有个敷衍了事的。小儿让熬4壶解暑汤，他还妄图偷工减料，还好有我看着，这4壶熬个满满当当的。喝吧，这下喝个够。把这些拿去，陆姑娘赏的，给底下人喝了，去暑气。见证立马应下，赶紧把几壶解暑汤提走。瑶儿，这贼子诓你呢。无妨，他今日有本事中暑，明日就有本事中风，后日还有可能中邪。横竖都没盼着点自己好，与我们又没有什么损失。晚间，陆瑶要去盥洗室洗漱时，苏怀照例给他备好了换洗衣裳。你要是关心我，你要什么我都依你。什么都依我？那今晚去动你师傅的坟也依我吗？要看你关心我到什么程度。你想到什么程度？一会儿洗好了进房间等我，我洗好了再去慢慢告诉你。结果陆瑶舀起一瓢水，冲着门缝就泼了出去，没好气道：洗脑子！你要是喜欢家俊，可以收他做义子。哼，你又打的什么主意啊？你我都没有当过父母，没有经验，可以拿他先练练手。要是教好了，就照着这路子来；要是教废了，就换个义子。想的还挺多嘛。我有想的更多的，要是家俊养废了，就把阿如的儿子给他当义子养，如何？陆瑶没再说话，盥洗室里只有清脆的水声。可没片刻，突然就传来一道闷咚声。苏怀一顿，下一瞬便转身推门：“你不许进来！”只是苏怀哪里肯听啊？这种时候，不管陆瑶说任何话，都对他毫无威慑力。紧接着，盥洗室的门栓就被他给震断了。陆瑶半个身子都火辣辣的，脚下一片湿滑。他这才想起白天的时候黑虎跟灰灰打架，窜进这里面打得个人仰马翻，那皂荚粉洒了满地。陆瑶想，他妈的，真是他这辈子最窝囊的时候全都交代在了苏怀这个狗男人这儿。苏怀，你出去！陆瑶哪能由得他跟自己共处一室啊？你聋了吗？我叫你出去！你摔了跤，我如何出去？我摔了跤又不是你摔了一跤，你怎么进来的不知道怎么出去吗？我不放心。我为什么要考虑你放不放心啊？我不需要你在这里。你不要我，那你要谁？你去把姬无暇叫来。你要他不要我吗？他突然换了一副姬无暇的声音。这样行吗？陆瑶震了震，下意识扭头躲开。这样你还满意吗？你这个疯子，我要的是姬无暇。现在我就是姬无暇。瑶儿，你想我给你洗，我可以天天帮你洗。我不仅帮你洗，我还可以跟你一个碗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反正我们也是从小到大一起同吃同住的，你说是吗？你还想要谁来？你说一声，你都可以把我当成你想要的任何人。要你祖宗！我祖宗？我祖宗声音应该和我差不多，你把我当成我祖宗也无妨，反正你现在也看不见。苏怀解了身上的衣袍裹在他身上，起身就把他抱起走出了盥洗室，又大步进了卧房。苏怀将他放在床上，放下之际顺手就剥了他身上的湿衣裳，先将陆瑶的湿头发拭干，而后来查看他有没有摔伤。陆瑶不准他看，结果被他摁在床上仔仔细细检查了个遍。怎么不动了？你很得意是吧？我瞎了，什么都看不见，现在也打不过你了，你便可以为所欲为的欺我辱我。苏怀见着他半边身子都被摔磨得红了，手肘腿上还有些地方破了皮，尤其是脚踝。我要是为所欲为的欺你辱你，我便先跟你做了事，让我舒服了来，还用这么麻烦费劲吗？现在我这般横说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你不光扮三师傅骗我，你还满口谎言骗我，你怕是恨不得我永远这般窝囊下去，才好将你掌控，是吗？苏怀没再说话，他给陆瑶破皮的地方抹药时，还给他轻轻吹了吹。看不见只是暂时的，以后定会好。不仅眼睛能好，鼻子也能好，等去银金拿到灵犀角，你的身子也能全好。陆瑶微微怔了怔，你就不怕我好了以后，要是想大杀你，就能轻而易举了？要是想打杀我，且等你好了以后再说。陆瑶不再说话，也没有任何动作。有时候不是我非要打你，而是你自己讨打。
你打一巴掌给我摸一下吗？他要是答应，他能再给他多扇几巴掌。你觉得我会陪你发疯吗？手打得痛吗？要不要我给你上点药？不必，这点痛算什么？心里痛快了。痛快如何？不痛快又如何？要是不痛快，再给你打2下。不痛快，打你多少下都不会痛快。他手里匀了舒筋活骨的药油，就裹在他的脚脖子上。可是揉着揉着，陆瑶就觉得不对味儿了。你在干什么？我在给你揉药。你揉药揉到我脚背上吗？这狗东西得寸进尺，分明揉他脚脖子，揉着揉着就开始摸他的脚了。不行吗？他把玩着有些爱不释手。你堂堂相爷偷摸人脚，恶不恶心啊？恶心。没等陆瑶说话，下一刻他便明显感觉到有温热的触感落在他脚背上。苏华，你有病吧？你是1天2天才知道我有病吗？你浑身上下我都亲过舔过。今时不同往日，你到底是有多不要脸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觉得不同，但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呢。我还是同往日一般爱你。哼，也不知道朝堂文武百官还有天下人知道堂堂一代奸相竟做这等下作之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还能是什么反应啊？用脚趾头想也能知道。要是外面的人见到狗相竟亲吻一个女人的脚背，肯定嫌弃到又不可思议。咦，没想到他居然是这种人。要是想邀请他们来看，也不是不可。你气我亲你，还是气我做下作之事？你但凡要是做个人，我们都能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好谈。我做个人，你就愿意跟着我吗？瑶儿，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还伤了脚呢？你来的正好，今晚我搬去和你住吧。瑶儿，是不是狗在欺负你啊？看来我住在这儿才是诸事不顺。你以前也住这儿，那时候怎么顺？现在不顺了，不可以吗？你去了他那里就能顺了。你扶我过去。瑶儿，你别急啊，这到底是什么不顺呢？该不会是黑虎和灰灰白天在里头打架的时候搞了一地吧？属下今晚送水进去时，里面确实东倒西歪，一片凌乱。肯定是他俩。瑶儿，要不把那2只东西拎过来打一顿，给你出出气。算了，横竖已经这样了，打一顿又能如何？瑶儿，我住那院离这里可有点远呢，你要好生休息2天，这只脚万不能使力。那你背我过去吧。你这脚最好垫高些，以免血气下坠。我要是背着你，你的腿可不都垂着了。我看要不然就先在这里将就2天吧，等你能走了咱们再搬。瑶儿，瑶儿，我发誓我绝对不是不想跟你一起住，我真的只是担心你的脚。你放心，你在这儿住着，我将黑虎盯梢，绝不让这狗贼摸到你睡的这间房来。等过2天你脚好些了，我再来背你过去。说着他转身就往外走。不行，我现在就去把黑虎弄来揍一顿，害得他娘受伤，太不像话了。瑶儿，你歇着，我明天再来看你。说话间他人影就已经出了屋子，屋子里又只剩下陆瑶和苏怀。你给了他多少钱啊？你看给多少合适啊？今晚我宿这屋里。是要换我去睡书房的意思吗？我睡卧榻，不与你同床，你仍旧睡床。半夜你若是起夜，我帮你去。老子不起夜。你要是存心不想我安生，就使劲折腾我吧。那晚上有事就扣墙叫我。陆瑶没再回话。苏怀出门时将房门关好，后来果真再没有进来。陆瑶在院子里走动了一会儿，伸手去摸索边上花坛里栽种的有半人高的花枝，忽觉身后有异，他猛地转过身来。不是应酬吗？怎能回来这么早？想我了吗？我想你回来太早了。他正欲转身走开，倏儿被苏怀一把捉住手臂，下一刻猛地往自己这边一拽。陆瑶呼吸一滞，腰上瞬时就被他手臂紧实有力地勾住。一个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便是他苏怀也难免于此。苏怀，你发什么疯啊？我醉了。你醉个鬼！只有装醉的人才说自己醉了。那我没醉，我就是喝了许多酒而已。你堂堂相爷，向来众人皆醉你独醒，你会喝那么多酒？我情场失意，我不能喝那么多酒吗？你既情场失意，那必然官场得意，你就该一鼓作气把那些人全部干翻。把他们干翻了以后，你就回到我身边吗？奈何苏怀身体的重量都往陆瑶身上压，他只得后退，不知不觉竟退回了屋檐下。苏怀欺着他就进了屋子，最后将他压倒在那坐榻上。
少在这借酒发疯。你要是醉了，我跟你姓。叫苏路遥吗？你入了我的族谱，便是我的人，理应冠我的姓。我真的是醉了，今夜被灌了许多酒，我的头好晕啊！只是可惜你看不见我醉了，也闻不到我身上的酒气否则你定会相信我是醉了。外面街道我金屋藏娇，路遥啊路遥，如若造作金屋，能否请你给我藏一藏？路遥无言。我想藏的也就你一人。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从未想过让你为难，路遥，我会好好爱你。我真的爱极你了，你信我好不好？路遥终是颤了颤眼帘。苏怀，你是相爷，你权倾朝野，万人之上，不必这样。不必哪样啊？我说过，只要你肯重新与我好，我会给你磕头认错。我不要你磕头认错。你舍不得吗？路遥动了动喉，不答。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路遥，我只需你一人之下。我错了，只要你肯回心转意，我什么都依你。窗外清风颤颤，虫鸣蝉叫，他一声声一句句却尽是往他耳中钻。苏怀，你知道你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吗？他知道苏怀向来如此，外人不敢犯他，他也从不低声下气的求谁，却只有在他面前，他毫无下限，什么样的话他都说得出来，哪怕再卑微的话，他也能张口即来。我何须去想我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我要你跟我好，你要是不跟我了，我要怎么办才好？我要怎么办才好？你原谅我吧，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可你没错，错的是我，我不知道这一夜会造就这果。路遥，你还爱我吗？路遥没有回答。你还爱我，对吗？听起来似糊里糊涂患得患失，可他埋头在路遥肩窝里蹭着他的头发，他那张脸那张眼自始至终都清醒得很，哪有半分醉意。他也知道路遥已经对他一人心软了，他心里若是不爱着他，早就杀了他了。苏寒，你住口。怎么住口？我就是要叫你，笑到你答应我为止。你压痛我了。哪里痛？我给你捶捶。我有些喘不上气。你骗我，以往压你一晚上都没事儿。你抱得太紧了。你便是想我松开，然后你好逃走。你看得我这么紧，我怎么逃啊？等你眼睛好了，你是不是就会想着逃？我不信你，除非你抱我，我就相信你。两人谁都没有动作，谁都没有说话，就这样僵持了许久，久到苏怀都放缓了呼吸。陆遥都以为他已经安然地睡了过去，可他却没法入睡，心口积压着的东西比他的身体更重，才是真正让他喘不过气的原因。已经不爱他了吗？怎么可能？他爱呀，不管苏怀是什么样子，不管他有错没错，也不管他做过些什么没做过什么，他都爱啊。只是他没有苏怀这般行事张狂，无所顾忌，相反，他思虑的太多。苏怀已经睡着了，这样想着，陆遥终是没忍住，动了动手，一点点抬起来，在他腰侧还没有碰到的时候，蓦地又停顿下来。他又停顿了一会儿，伸手抱上他腰的那一刻，他闭上了眼，眼角顷刻染上动人的飞印。他的手环着苏怀的腰，攀上他的后背，可还不待他的手安抚性的轻拍拍他，
却在他抱上他之际，苏怀义是猛地收起手臂，将他狠狠往怀里收。他的怀抱紧热又有力。苏怀，你果真在骗我，你根本就没有罪。你为什么这么说？你刚才闭眼的时候，睫毛都扫在我颈上了。陆瑶，你再抱抱我。你起来。苏怀没起，陆瑶便一边试图脱身，一边来气的抬脚蹬他。你动，我也动。陆瑶闻言顿时停住了，这狗东西能吐出什么好话来？他太了解他了，他说的动，那绝对不是简单的动。不热吗？热。要脱吗？老子要被你给压死了。陆瑶本以为照他的狗性定然不为所动，以至于后来他突然将他揽身而起的时候，陆瑶猝不及防掐着他的腰，让他坐在他腰上了。陆瑶霎时便又扭身试图挣脱苏怀，结果狗男人把着他的腰肢重重往下压，与他隔着衣料接触。老色狗！我已经很久没跟你好了，我很想，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等你像从前一样没有顾虑的与我厮混，我才跟你好。只是我忍得辛苦，你坐在我身上的时候不要乱扭乱动的勾引我。有本事你放开我，你看我会不会坐在你身上乱扭乱动。后来苏怀抱着陆瑶没放，陆瑶也安静的再没有任何动作。也不知过了多久，更不知深夜到什么时候，陆瑶闭着眼趴在他怀里，抵不住困意来袭，最后睡了过去。他睡着以后没有了满身刺，特别乖顺。出其意外的，陆瑶在他的怀里反而睡得更沉，之前屋里有点动静他就会醒，而眼下苏怀动作轻缓地盘着他，他却没有醒。傍晚苏怀回来，一时两人都没有说话。苏怀洗手更衣，而后见蒸送了果子来，他剥了皮，一半一半地捏着喂他嘴里。昨晚睡得好吗？昨晚喝了多少酒？不记得了。你若不来烦我，我睡得更好。彼此都知道这话是口是心非，只是没有拆穿。吃这些与喝白水无异，有什么可吃的？人光吃这些死不了，但光喝白水能活吗？怎么叫无异啊？你倒是会偷换概念。我是一天到晚的光喝白水了吗？他刚一说完，苏怀便将果肉堵进他嘴里。甜的。陆瑶摸了摸，还是嚼了两下。我又吃不出来。慢慢会吃出来的。檐下的风轻轻流转着，苏怀有一块没一块的喂进陆瑶嘴里，不知不觉就吃去了一半。你们相府是不是有个账房？在哪里？带我去。你找账房干什么？除了之前，你觉得我还能干什么？你现在吃喝住都在相府，你还想去账房之前？那狗贼既然要我们住在这里，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他不得全包啊？你要是有意见，我和瑶儿住外面去，那肯定不会要你们掏一文钱。剑霜想了想，只好说道：等主子回来，我去请示主子。于是姬无暇干脆就在前院候着了。等苏怀一回相府，便见着穿堂上放着一把独椅，姬无暇正歪在椅子上，一边吃瓜一边纳凉。穿堂内处有风前呼后走，十分凉快。主子，我想去账房之前干什么？除了花还能干什么？难不成支来吃啊？找我拿钱花，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人在京城干什么都得花钱，又不是我们非得住在这儿。你要是不想管，你可以放我们走呗。我又没要你非得住在这里，你可以走。我打街上路过，看见这上京铺子里卖的女子衣裳可真好看，想给我瑶儿买来着。你不给就不给呗。买最好看的。苏怀说着就抬脚走上穿堂，又吩咐剑霜：去给他支钱。快去快回啊，300-500两不嫌多。苏怀从他身旁经过时停了停脚步。这时节穿多了闷热，最好是轻薄透气的。要求这么多，你到底是要轻薄透气的，还是要好看的？就没有轻薄透气又好看的。你是巴不得买那种透颅薄纱又若隐若现的吧？苏怀向来不知廉耻为何物，甚至还隐隐有点期待。
有那种吗？他走过穿堂，竟往后院去，又道：有就买2升。切，狗贼是真狗贼，禽兽也是真禽兽啊！新裁的夏衣送了过来，洗净晾干了，一会你试试。衣裳还少吗？天气热，送了些更轻薄透气的。相爷倒也不必如此费心，我不热衷于衣裳首饰、胭脂绫罗。我热衷。陆遥蓦然回想起在南怀的时候，这狗东西喜欢玩看人换装的游戏。你热衷，那你自己穿吧。是照着你的尺寸来的，我穿不了。午后，苏怀果真拿着一叠夏衣给陆遥试试。你若是嫌麻烦，我可以帮你，既不要你脱，也不要你穿。你出去我就换。苏怀也配合地踏出了房门去。陆遥利索地啪地关上了房门，苏怀便站在屋檐下的阴凉处，微微眯着眼。结果还没等一会儿，房门就应声而开。苏怀俯一回身，冷不防一堆衣裳就直接摔在他脸上。怎么没换？那你怎么不问问你给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这不是衣服吗？轻薄透气，还好看。哼，所谓轻薄透气就是一层薄纱是吗？薄纱不行吗？要是不行，那为何市面上会卖？我倒要问问了，你说的市面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市面？现在正值盛夏，外面都这么穿，凉爽轻便。秋社，你说说，穿了和没穿有什么区别？苏怀打量着他，似乎在遐想。穿了比没穿更有感觉。陆遥算是明白过来了，什么给他裁的夏衣呀？这分明是他自己准备的，就是为了满足他的兽欲。还有吗？还有，那就一并全销毁了。这得为你的好姐妹了。我一天这么忙，没有时间去逛铺子，否则铺子里的衣裳全给你买来。这身你不喜欢就穿那身，便是给你撕着玩，也够你撕2日，撕到手软。陆遥想，确实，单就买1-2身衣裳，确实不是这狗男人的作风，他都是一箱一箱的买。晚间，吉无暇在外浪够了，踩着饭点回来。人都齐了，吃饭吧。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是你给他买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衣服啊？啊，瑶儿，你说新衣服啊？怎么样，试了没？还合适吗？好不好看？衣不蔽体，你觉得能好看吗？怎么是衣不蔽体呢？分明是若隐若现，在屋子里穿飘飘若仙，还凉快好看。瑶儿，我这可完全是按照狗贼的要求买来的，是他要求透如薄纱，若隐若现的效果。这狗贼一向如此龌龊。我要的是轻薄透气且好看，透如薄纱，若隐若现，不是你提的吗？那你是不是强烈要求我给你买2身回来？你既提了，我为何不要？老子照着给你买了，是你自己没能哄瑶儿穿上，现在倒还要倒打一耙，让老子给你背锅。瑶儿，他就是想你穿的暴露，好给他看。我是求你给我买衣裳了啊！你别找我值钱。我又没求你值钱，还不是你听说我要给瑶儿买衣服，动了歪心思才肯给我钱。说到底，为了骗我2个钱花，连好姐妹都不惜出卖啊！他一边说着，一边给陆遥舀了汤，放到他手边。陆遥是听明白了，一个想花另一个的钱，另一个呢又想让这一个给买那些乱七八糟的衣服，所以达成了一致。现在闹掰了，事情摆到了台面上，2个厚脸皮全然不觉有什么羞耻的，反倒以此相互撕扯对方脸面。你们要不要再找人来评评理，看看谁更不要脸一些？你还要抱多久？你给我抱多久？你放开！你干脆把我掐成2半得了。我可以亲你一下吗？不可以。那你亲我一下。狗东西惯会得寸进尺。陆遥黑着脸抬脚就走出房门，懒得理他。不知不觉还有2-3日就快到了阴阳先生定下的动土之日。阴阳先生要的东西，剑庄也都一丝不苟地去准备齐当。等过2天把凌霄师傅的事儿一办妥，我和瑶儿就要离开京城了。在此之前，麻烦你先把账结一下。苏怀在廊下一边洗手一边听他念账目。剑庄一脸麻木。你真当主子是开钱庄的，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是吗？难道他不是开钱庄的吗？那要不要我送个钱庄给你？认真。你进来。吉无暇以为这狗贼又在耍什么花样，
可是当建征把一只沉甸甸的盒子交到他手上时，他还以为是银票呢。什么玩意儿？这是万顺钱庄的装契和印章。姬无暇一听，赶紧把纸契和印章都拿出来看，果真全刻有万顺钱庄的字样。你什么意思？送给你。真送我了？随你怎么打理。真的随我？你不想要，不想要就放下。姬无暇把盒子抱在怀里，死死的。但凡到了他手里的东西，哪是说放就放的？何况这他妈还是整整一个钱庄啊！狗仔，你不会是给我挖坑吧？是不是钱庄里的钱已经被你掏空了？你留个空壳子给我。账簿在钱庄里，近些年一直都是盈利的。你若不信，自己去查查账簿便是。真的给我？这装契和印章都已经在你手上了。带他去钱庄交接一下。是。你到底还有几个钱庄啊？你还想要几个？姬无暇也晓得，一个钱庄算是这狗贼的极限了。现在就带我去瞅瞅那万顺钱庄，要是敢弄个亏空的窟窿壳子来糊弄我，过2天我就带着瑶儿远走高飞，让你们一根头发丝都找不到。瑶儿，你家狗贼果真送了我一个钱庄。我去看了，那门面是气派，迎来送往的，看起来生意不差。他这个时候送你一个钱庄？今儿下午我是来找他结账的，你知道吧？可我也没想到，这狗贼这回居然出手如此阔绰，居然拿个钱庄砸我。妈的，狗贼真是太有钱了。事出反常必有妖，你不知道吗？我当然知道啊，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提前把那钱庄掏空了，拿个空壳子来糊弄我。于是我就赶着去视察钱庄了。我去看了，那库里可都是钱，所以我已经跟他们做好交接了，正式接手了万顺钱庄。哈哈，从今天起我就是他们东家了。我看钱庄经营的挺好的，各地方也都有分号，我要是把钱搬空了，就不能钱生钱了，所以还得继续经营着走。你会经营吗？不就是做生意嘛，谁还不会了？我之前不也是做生意的，只不过做的是杀人的生意罢了。不过这钱庄的账本是真的多，堆起来好几大摞。要想了解钱庄的经营情况，我必须得先吃透他们的账本。从明天起，我就是个大忙人了。这时苏怀从书房出来，进了隔壁这屋子，闻言说道：忙些才会有钱进。我忙起来顾不上，瑶儿就交给你照顾了。他在我这横竖不会少他吃穿，也不会让他劳心费力。这一点我确实放心。先祝你财源广进，多多益善。这个好说，来，吃吧，再搞点酒来，吃喝2杯。说好的事出反常必有妖呢？没事的，瑶儿，你不用慌，反正他跑不了。要是那钱庄真有问题，等我弄清了账，我再跟他好好清算清算。苏怀斟了2杯酒，然后2人就喝上了。这酒好喝吗？好喝。瑶儿，你要不要来2杯？那就给我来2杯。这酒劲大。有你劲儿大吗？往后这2日，姬无暇几乎不见人影。他当然是去盘他的钱庄了。就那些账簿，他想要彻底吃透，怕是得耗个3-5月吧。2日后便是动土日了。今日2位师傅合操，是好事。他说这话时红着眼，只是他再也没有大师傅了，一丝念想都没有了。不管生前与身后，能同寝而眠当然是好事。所谓盖棺成局，尘埃落定，阴阳有别，此后生者有生路，亡者过黄泉，两不相交，各自安好。凌霄师傅，叶藏前辈，这下你们算是彻底重聚团圆了。你们好好过日子，阴间应该也有江湖的吧？你们也可以去云游阴间，惩戒恶鬼。要是钱不够了，就给狗贼托梦，让他烧钱来。等做完了这些，坟前还燃着香烛没灭，大家伙就坐下来歇口气儿，等明火燃完以后再行下山。瑶儿，要不你再在这里住些时日，等我把我那钱庄的账理清楚，咱们再走，成不？好。瑶儿，你不会生我气吧？不会，旁人处心积虑也不是你能抵挡得了的，只能说这钱庄来的是时候。姬无暇去了眼苏怀，就是要气也是气那个旁人，钱庄是无辜的呀，他既然凭着缘分到来了，总不能不要他吧？人怎么能为了点坚持操守连钱都不要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姬无暇想得开，路遥也想得开。横竖已经在这儿待了大半个月了，
再多一阵子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雅儿，你放心，等我忙完，咱们就往下个地方去。你早点休息啊，明儿个一早我还要去钱庄转转，先走了。接下来的日子，秋霞确实没有时间来找陆瑶消遣。她有时候一天连影都没有。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这回主子肯下血本把个钱庄拱手送人，无非就是想留住陆姑娘。陆姑娘这等心思的人又怎会不明白？只是连剑庄都没有想到陆姑娘会这般容易就答应留下来。明明之前陆姑娘都是恨不得早日离开的，如今她和主子也没有先前那般针锋相对。我现在这个样子对你来说是最好应付的，只要我进了你这门，你便有法子让我出不去。我若是一直不好，永远不好，你打算要把我圈养在这一辈子吗？我是有此打算，但你的功力和绝世总有一样会好。我要去云津，你会放我去云津吗？眼下不会，两国不太平，你若去了，他们便可挟持我。等我拿下云津，再带你去。在这之前呢，你便安心留在这里。我想回妖谷。你若回去了，我便找不着你，想见你一面都难。你以为我会答应吗？那你就继续把我圈在这儿。你想去哪儿，我抽空陪你去。去街上逛铺子，还是去城郊避暑，亦或是去找阿如聊天解闷？陆瑶突然觉得胸口痛，跟他聊到最后总能一肚子气。是不是家里待烦闷了，想出去走走是吗？要不要去逛逛衣裳首饰铺子，可以买新衣裳新首饰来穿戴。穿戴给谁看啊？穿戴给我看啊。那还不是为了满足你自己？那你想我如何满足你？我做梦都想要满足你。你要不要看看你有多浪荡？你说说看，我有多浪荡？事实，剑霜走到屋门外，房门都没有关，但他哪敢进去啊？主子，喜铺送了衣裳来了，是绝前主子给陆姑娘定下的嫁衣，绣娘花了几个月的功夫，终于绣好了，今日送了过来，看看是否合身。眼下正在前厅候着呢，把衣裳送进来。是。不一会儿，剑霜就去而复返，可见一叠火红的嫁衣叠得整整齐齐，可见衣上绣满了栩栩如生的金羽凤凰和七彩牡丹，与那金凤牡丹相得益彰，极尽华美。丹凤呈祥，白首嫁约，这件衣裳倒也能看。我都是请的京中最好的绣娘，绣上几个月，成果与宫中内造相差无几。试试。我不是。不是怎么知道合不合身呢？合不合身又如何？你觉得眼下我会穿着它跟你结婚吗？不结婚就不能穿了吗？这是嫁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嫁衣？嫁衣便是结婚穿的衣裳。不结婚就不能穿了吗？这是嫁衣，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嫁衣？嫁衣便是结婚穿的衣裳。那不结婚穿了它会怎样？会死吗？他的狗逻辑一向是让他无力辩驳。这嫁衣是下了毒还是下了咒啊？我倒要看看你不跟我结婚，穿了它会不会死。说着便亲自动手来剥他衣裳。陆瑶捂得紧紧的，一手抓住他的手，邪火一下窜上来。狗东西，你非要这么不讲理是吗？你不肯跟我结婚，我不逼你，我就只要你穿给我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又不是没有看过。你别忘了，以前跟你订过婚结过婚，也不是没有穿过。以前是以前，如今不同。然而在药谷，你亲口答应过要嫁给我，我给你准备嫁衣也是你亲自点了头的。正是因为你应了，我才寻遍全京城最好的绣娘，花足了时间和功夫在这上面。既然你应了，便是你不跟我结婚，这衣裳你也得穿，不然我钱白花了。你是自己穿还是我替你穿？没等陆瑶开口，他便脱开他的手，手指转而便扯了他的衣带。陆瑶手忙脚乱的来抓他的手，老子自己穿。就在我怀里，你自己穿，我看着你穿。滚你妈的！他翻身就要下地去，结果苏怀长臂一捞，就又把他捞了回来。夏日的裙长本就单薄，他直接给他撕扯了去。陆瑶越骂他，他越来劲，但这种时候他已经气得没法不骂他了。苏怀，混账玩意儿！
我是混账玩意儿。最后他衣衫都给他扯落了，丢在了地上，身上只剩下一件肚兜。苏怀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肚兜，陆瑶就是再瞎也能感觉到他的眼神。他只得随手飞快地抓过那身火红的新衣裳，胡乱地往身上套。他自己不知，好好的一身嫁衣，此时此刻在他身上硬是穿出一股子雨过天晴、花落满青的凌乱美。看你这样，我火都起来了。陆瑶正恼着，扬手就要打他，可手在半空中蓦地停顿住，又没能打得下去。我给你打，你舍不了了吗？苏怀，你是不是有受虐的毛病啊？到最后他硬是被他带着，最后只能蜷着手指碰到他脸上去。你要是舍不得打，你就摸摸我。陆瑶手指碰到他脸上的那一刻，神色就有些怔忪。你看不见我，摸也摸不出是我。他都未曾去想，那确实已经很久了，不曾见过他的样子。他手指流连的在他脸上，摸到他的眉骨，摸到他的睫毛和眼角，竟又将记忆深藏的模样一笔笔全然勾勒了出来。猝不及防的，竟如此清晰。摸清楚了吗？陆瑶这才猛然回神，又钻了他的套子，打是打不过去了。两相僵持了许久，陆瑶抿了抿唇，实在忍不下今日这口恶气。后来他头脑一热，俯身就朝他扑过去，埋头在他肩膀上狠咬了他一口。在他咬他之际，苏怀顺势就勾住他的腰，将他狠狠收紧在怀里，仿佛陆瑶咬的不是他，他丝毫不知痛一般。他竟还在笑，似许久没有这般让他高兴的事情。那眉眼间皆是如妖似魅的笑意，勾人的很。只要他高兴，哪怕是陆瑶咬掉他一块肉，他也是由着他的。你方才在笑，你知道我在笑吗？你的嘴角上扬了，有那么好笑吗？一定要好笑才能笑吗？高兴不能笑，快活不能笑，想笑不能笑。苏怀，你是我见过最奸诈狡猾之人，没有之一。苏怀将他腰身往上提了提，与他贴得更紧更近。陆瑶一下子就能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僵着动也不动。你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女人，没有之一。想跟他骂一架，这要怎么骂呀？两人便一人靠着床，一人伏在他怀里，两相静静地依偎着，直到落日西沉，洒了满屋子流金的余晖。陆瑶歪在他怀里，居然一时大意就睡着了过去。他甫一下地，就赶紧拉开同他的距离，生怕苏怀又拽他回来似的，连鞋都顾不上穿。他紧紧拢着衣裳，赤脚转身就往衣橱那边走去。嫁衣被他这样一裹，反倒裹出了身姿的曲线。苏怀之所以不阻他下地，或许就是想看一看这般光景。他眼神如狼似虎，恨不能将那身段捉回来把在手里玩，但他又心知得步步为营，急不来。需要我帮你吗？不需要。他摸索到一身衣裳，拿去屏风后面换。你没拿肚兜，肚兜不换吗？陆瑶没理他，他自顾自道：一会儿反正也要洗漱，眼下换了，洗漱时还得再换。陆瑶还是没理他。你穿这身嫁衣很好看，要不以后多做几身，你在房里穿给我看。在房里换着嫁衣给你看，香云可真是会想，夜夜都娶新娘子吗？那我夜夜都入洞房。你胸口没以前那么鼓了，是吃得少的缘故吗？口东西，你闭嘴！跟个臭不要脸的东西计较什么呀？还不是自己气自己。这身衣裳还是不算试出效果来，改天再好好穿一遍给我看。怎么不算？你方才试的只是在洞房时勾引我的样子，在堂上拜堂迎客时的样子还没有出来。难不成你打算跟我拜堂迎客时也穿着件肚兜套件嫁衣吗？是哪个畜生扒了我的衣服，让我只能套件外衣啊？我是畜生，下次正经再试一次。下次就等我眼睛好了再试吧。你是用眼睛试的吗？既是给我准备的嫁衣，我若不能亲眼看一看，岂不遗憾？也枉费了你的一番心意，香烟说是吗？只是穿在你身上就不算浪费我的心意。你想亲眼看一看，往后再找人治，你不光能日日看，还能日日穿。
治的再多，嫁衣也始终是与婚姻相系的。这难道不是两个人的事吗？要是相爷一个人看了就作数，那你自己跟自己结婚去吧。只要你肯结，等你能见了再试也无妨。陆瑶愣了愣，只顾着跟他争辩，一时话没有多想。听狗男人这么一说，他蓦地才反应过来，他答应了要试，在他的理解上便是没有反悔与他的婚事了。陆瑶还想说什么，一时半会儿却说不出来。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账本？说是从去年开始的账，钱庄账房那里还没搬完呢。听掌柜说，钱庄去年进行了一次革新，要想要了解到钱庄切实的经营情况，还得从去年开始看。而且自我接受之日开始，那之前的营收都得给狗贼，之后的才是我的，那我不得算个清清楚楚啊？他休想从我这里多分走1厘钱。他伸手摸了摸那些算盘珠子，一顺溜扶整齐，而后姬无暇拿起一本账册开始念，那算盘珠子就生生脆脆的在他指下游走，整个珠子都是算盘珠子敲打个不停的声音。剑霜在廊下听着，那算盘声都不带停顿的，除非姬无暇念账目的声音停下了，算盘声音才会停下。唉，瑶儿，我得花1-2个时辰才能理清的一本，你这才花多久啊？两个人便是2双手，自是比你一个人又看又算的强，有陆瑶相帮快得多了。陆瑶负责算，姬无暇负责念和计数核对。苏怀站在门边看了一会儿他拨算盘的模样，才徐徐出声道：算盘打得不错，我方才一进院里就听见了。你的算盘也打得不错，算盘珠子都快崩人脸上了。还从去年的账开始算，就凭姬无暇这骂骂咧咧毛躁掀桌的性子，怕是他算到年底都算不完。你俩能不能别出声打岔？他妈的，老子又不知道刚刚念到哪儿了。还是陆瑶给他提了个数，他才找到方才念断的地方。你呀，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要不还是把钱庄的钱搬空算了。不行，再多的钱也总有花完的一天，只有钱生钱才能无穷尽，将来还能留给子子孙孙花。子子孙孙，你不会想得太远了吗？切，人嘛，当然要为长远做打算。苏怀站在木架子旁洗手，蓦然来一句：不妨先想想，谁会愿意跟你生儿子？哼，与其来担心我，还是不妨先担心你自己吧。你问问瑶儿，她愿意跟你生儿子吗？那你问问那位，他愿意跟你生儿子吗？哪位？非要我指名道姓？狗贼，我要你狗命！姬无暇直接在屋里就跟他干起来了，桌上的账本也不分是整理过的还是没整理过的，一时间乱作一气。就连陆瑶手里的算盘也被姬无暇拿去，算盘珠子一颗颗抠来当暗器，射他狗日！你敢侮辱他，看我不杀了你！你们俩要不要出去打个鱼死网破，斗个你死我活呀？瑶儿，你头痛吗？换你来试试看痛不痛啊？是不是刚刚被算盘珠子给崩到了呀？他有说是谁吗？你就这么火急火燎的？都是这狗贼，他狂妄至极，目无尊长。尊长，原间还存有这般念想？你放屁！你再说一句，老子跟你没完！苏怀也不再激他了，施施然走出了房门。诚然，苏怀之前好歹也扮演了一路的行冤，照他那洞察力，要是看不出姬无暇那点心思，才奇了怪了。陆姑娘，阿叔，许久不见。是许久不见了。之前相爷说你不在京，眼下总算得以再与姑娘相见。阿乳心思细腻，很快便发觉陆瑶有些不同寻常。相爷，我能请陆姑娘屋中叙话吗？苏怀点了点头。陆姑娘，我们屋里说话。陆姑娘，姑娘的眼睛无甚大碍，之前试了一种药，眼下这是后遗症，暂时无法施物，过阵子就好了。那就好。你呢？一切可好？我也一切都好。那日我还以为是陆姑娘找来了，结果一开门才发现竟是相爷找来了。我以为我和孩子这下都保不住了，结果相爷只是把我转移了个地方，却没有伤害我和我肚里的孩子。他如何舍得伤你肚子里的孩子呀？以前阿乳不懂得那些利害关系，如今他却是再明白不过了。而今他和相爷是一条船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对不住啊，原计划让你和孩子远走高飞，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而今却深陷其中难以脱身了。这关姑娘什么事呢？
姑娘已经帮了我许多了，若非姑娘，我与我儿早已一尸两命了，又哪有我们今日？如今我也想明白了，那终究是皇嗣，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他能得相爷庇佑，至少能够安安稳稳的长大成人。不然若是换个人来，我们娘俩没有依仗，恐怕早就没有糊头了。你能这样想也好，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只要我的孩子能够健健康康、安安稳稳的活着，只不过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随时随地见到他，抱抱他。孩子一出生便被抱走了吗？人是一出生，相爷就叫人来抱走的。后来我苦苦哀求，相爷才答应让我自己养了1月。相爷也答应我，他会护孩子周全，将来如若我愿意进宫陪伴孩子，他也会给我设法。我相信相爷一诺千金，一定会说到做到，否则他何须答应我呢？我一介无足轻重之人，对他来说，留着我还有可能会使事情暴露，杀了我才能永绝后患。他之所以留下我，还答应我，我想应该是看在姑娘的面上吧。陆瑶当然知道，照苏怀以往的行事做派，待阿汝生产以后就杀了阿汝，绝对是一劳永逸的法子。姑娘与相爷还好吗？好不好就那样。之前以为姑娘与相爷缘分已尽，今日见姑娘与相爷一起，可见到底是好事多磨的。这还当真是应了之前说过的话，相爷如今一心都在姑娘身上，哪里个舍得下？男人一旦动了真心，就会想方设法的把你占为己有，更何况像相爷那般的人。你这是给他当说客了？没有的事，我早前便说想看看相爷那等人物爱上个女子是何等光景，如今我是看见了。不过不瞒姑娘，相爷确实交代过我，好好陪姑娘聊聊天，散散心。不知不觉时间就渐晚，两人坐在马车里，马车行走于熙熙攘攘的街上。这京都城里的夜市是灯火如昼，行人如潮。要不要下去走走？有什么可走的？我又看不见。街边有美食，要不要尝尝？有什么可尝的？我又吃不出。那你想听什么？听戏还是听曲？你唱给我听。我说给你听，我说的比唱的好听。这话确实不假。你想听什么我说什么，是我给你的感情呢，还是说我给你的感情啊？你不尴尬吗？我不尴尬。敢问相爷可在车里？主子，是阮侍郎。何事？这阮侍郎一见苏怀，不由满脸唏嘘。终于得见相爷了。相爷有所不知，今儿个下官往公署跑了好几趟，都说相爷不在，没想到眼下在半路上遇到相爷，真是老天有眼了。相爷明鉴，下官也不敢扰了相爷休沐，只是当下着实有些紧急要务得需相爷处理，若是没有相爷示下，我等不敢擅作主张啊，还望相爷恕罪恕罪。这事儿耽搁下去，下官也怕皇上若是追责起来，我等吃罪不起啊。街上人来人往，人声鼎沸，行人们也不知道阮侍郎在说些什么。苏怀接了文书，吩咐见征。走。就在窗帘落下之际，他鬼使神差地往车里瞅了一眼。这一瞅，好像除了相爷，马车里还另有其人呢。只不过这里面光线昏暗，看不真切，只隐隐看见个身形轮廓。等马车都走远了，侍郎边往回走边回味着，随之扶着心灵脚下一顿，自言自语道：那好像是个女子啊。他再一回想，越加笃定，没错，那分明就是个女子轮廓。相爷车里怎么会有女子？于是乎没过2日，这风就私底下传开了。15月圆夜，相爷竟携神秘女子游街赏灯。他不爱吃这个，这么久了，你连他爱吃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在喂猪吗？这么多，他吃得完吗？陆瑶拿筷子碰了碰，碗里果真已经堆起了一个小山丘，只不过他已经见怪不怪了。吉无暇不在时，基本上每顿都是这样的，但他嘴皮子都说破了，已经懒得再说了。喂猪至少还知道长2两肉，你见他长了吗？吉无暇瞅了瞅陆瑶，确实不见长。后来苏怀又给陆瑶舀了一碗汤。多喝。喝那么多酸笋汤干什么？苏怀闻言，拿着汤勺的手顿了一顿。开胃，碗里的能吃完就吃完。你觉得我是有多大个胃啊？还开胃？
要不要我开膛把胃切开，或许更直接一些啊？他都能吃2碗饭，你不能吃？正在干第2碗饭的姬无暇从碗里抬起头来，咽了嘴里的饭。狗贼，你什么意思啊？老子是干力气活的，吃2碗饭怎么了？你要不要也干点力气活？你想他干什么力气活啊？吃你的饭吧。吃着吃着，姬无暇突然又猛地从碗里抬起头来问：雅儿，你怎么知道这是酸笋汤？你告诉他这是酸笋汤了吗？苏怀没有答，姬无暇这才反应过来，突然回想起方才他听陆瑶说这酸笋汤时停顿的动作，就晓得他当时就明白了，只是他后知后觉。姬无暇顿时大喜过望。雅儿，你能吃出味道了？这汤酸。酸笋汤不酸，难道还要辣吗？喝这么多酸汤，是往碗上冒酸水吗？开胃多吃饭，好长点肉。说着，眼神就肆无忌惮地往他胸口看了一眼。姬无暇瞅见了，传授经验似的来一句：你想他那儿长肉，光吃怎么行？光吃都是长其他地方的好吧？得多揉才能长肉。是男人一双手，可是世上最好的催长法子。你哪来的这些歪理邪说呀？真少刘寡妇说的，这怎么能是歪理邪说呀？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好吧？我看他整日容光焕发的，别提多滋润了。这饭还能好好吃吗？随后姬无暇继续干饭，酒足饭饱以后，他就美滋滋的回去了。你要睡了吗？你没见我熄灯了吗？你熄不熄灯有什么区别啊？吃宵夜吗？晚饭没吃多少，晚上做了夜宵，有酸的、甜的、咸的、辣的，你想吃哪样？我不吃。嘴里这么久没味道，而今能吃出味了，不尝尝吗？我陪你一块吃，挨个尝一口便是。陆瑶本没有宵夜的习惯，相持了一会儿，他终于还是就着他的手张口咬了一小口。味道如何？甜的。苏怀又喂给他一个煎小包，一口酒酿元宵，咸香的味道和一口淡淡甜酒味在口里流转，确实是已经很久没有过的滋味了。好吃吗？好不好吃你自己吃吃不就知道了。今天晚上他一次性把之前欠下的各种味道都找补回来了，便是以往他也甚少一次性有这么丰富的味觉体验。最后陆瑶硬是给他斜着每样都尝了一点，他也不能自己一个人撑啊，于是把剩下的都塞给苏怀，两个不好吃的人全给分食了个干净，以至于到了该就寝的时间，陆瑶睡不着，他不得不跟苏怀在院子里走动走动消消食。托你的福，要不是你，此刻我应该已经睡下了。偶尔一次睡晚一些也无妨，之前不是也熬过夜吗？有时候熬到天亮将明时才睡。我有味觉了，你便恨不得一次性撑死我，等我有嗅觉了，你是不是也打算一次性熏死我？药材库里有诸多药材，等你能闻到了，都弄来给你闻一闻。那要是我能看见了，你又打算怎么？在你面前让你睁眼闭眼都能看见我，看我个3天3夜。这种事儿狗男人还真做得出来。怎么让我长眼睛怎么来是吗？我总不能让你去看别的男人吧。消食完后又草草的洗漱了一遍，陆瑶才回房上床睡觉。可是他刚一躺下，冷不防身子一僵，蹙了蹙眉头，吁了口气。陆瑶下意识侧了侧身，苏怀就摸到了2颗圆溜溜的算盘珠子。便是苏怀没说，他也晓得是算盘珠子，毕竟白天的时候那玩意儿满屋子乱飞。你们干的好事儿。苏怀将他揽过来，我看看。你看什么看啊？睡觉。结果狗男人硬是固执他身子，一手解了他衣带，将一段腰肢露了出来。轻了。过2日就好了。苏怀见着那细腰在他眼皮子底下轻扭，他嘴上荤素无忌。素在床上睡的时候，你这腰一动能缠走我的命。陆瑶黑着脸不再动了。苏怀一手圈着陆瑶，一手打开床头边的抽屉，取出药油来淋在掌心，而后附在他的淤青处。那药油凉凉的，顿时便能消痛。随着他手指缓缓地打着转，还泛着丝丝痒意，脑子也似开始跟着打转，有了些舒缓的倦意。苏怀本是轻轻给他揉着腰，可揉着揉着又不对味儿了。狗男人目光略略上移，还是不满足，手又顺着衣底往上去，果真还往上游走2分，立马被陆瑶按住了手。不是睡着了吗？你觉得我能安心睡着吗？说着就将他的狗爪子从衣裳底下扯了出来。苏怀捻了捻手指，
似还在回味方才那温腻又细滑的触感。妈的，这2天钱庄的账怎么越对越多啊？照这样下去，老子对到年底这都对不完。那把近几个月的算清楚了就是。近几个月的我昨儿才弄清楚，这东家可真不是人当的。剩下的等我回来再有时间弄。你要走？我收到门中消息，说是界兰镇上出了一批来路不明的陌生人，似在打探咱们的药谷所在。是冲着二师父去的？不是，好像是冲着你三师父去的。是江湖中人吗？听我的人说，那些人不属于江湖任意门派，也没有江湖气，不像是江湖人。不管是什么人，三师父已经许多年未曾在江湖上留名，能打探到镇上，并且得知三师父与药谷的关系者，确实不简单。所以我是来跟你辞行的。无论如何，我得回去一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去吧，不必担心我暂留此地不会怎么样的。他心知，要是这个时候跟着姬无暇回去，反倒还拖他后腿，拉慢行程。也好，反正你在这里，我也放心。你要记得，凡事莫冲动。回去以后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传信给我。还有，见到我三师父以后，这事儿你可以先跟他说，他让你怎么做，你便听他的。放心吧，平时你三师父说什么，在我这里那就是圣旨啊。那我一会儿就动身走了，你在这里好生照顾你自己。姬无暇，一切当心。妥得很，你安心在这儿养着，一切交给我。苏怀回来时，已经知道了姬无暇离京的消息了。需要我派人过去吗？暂时不用，先等消息。他想着药谷的事儿，尤其是他与三师父相关的事儿，苏怀不易插手进来，苏怀便没再提。回头他进了书房，将剑征召进书房里。将要去那镇上，非必要不必露面动手，先摸清楚那伙人的来历。是。行渊师父，那些人是不是来追债的？何以见得？你上回不是带了很多银蛇花回来吗？他们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来找你的呀？行渊师父，我还有些积蓄。然后呢？我可以去给行渊师父解决那银蛇花的事。你那点积蓄可能不足以让他们满意。那我就使些江湖手段。你那点江湖手段也不足以让他们知难而退。这次行渊师父惹了个很大的麻烦吗？我惹了个很大的麻烦啊，那瑶儿也叮嘱我了，叫我凡事都听三师父你的。三师父说这事要怎么弄，我去弄就是，绝对不让三师父把麻烦惹上身。先静观其变。反正有我在，是不会让那些人欺负到行渊师父头上的。清理一切还顺利吗？顺利啊，在我回来之前，凌霄师父已经与叶藏前辈葬在一处了。那为何迟迟不归？他那未婚夫不放人，天天变着法子留他在那里休养。这里无事，你不如取经一趟，把他接了回来。其实除了凌霄师父的死这件事，瑶儿有些难以释怀以外，他那未婚夫别的也都挺好的。其实那件事儿也不能全怪他，瑶儿最是通情达理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他是朝中人。行渊师父，朝中人不好吗？他在朝一日，阿瑶与他在一起，可有安生之日？瑶儿肯定是知道这些的，但他还是不忍服行渊的意，回头写的信去给陆瑶说明了行渊的意思，再问问陆瑶想不想回谷。若是想回，他即刻就去接他回来。结果信传到陆瑶那儿，陆瑶拆开的信还是得交给苏怀帮他念。苏怀眼神浏览了一遍信上内容，与陆瑶说道：他说药谷一切都好，叫你帮他看好他的钱庄。我都看不见，怎么帮他看钱庄啊？你只要哄好我，就是帮他看好钱庄。需要帮你回信吗？你回他，叫他安心看好药谷便是。随后苏怀当真铺纸提笔回信，信上用的是他自己的笔记，以陆瑶的口吻对姬无暇回道：眼下三师父事儿多，就不必操心他了，还是先处理好他自己的事儿，药谷一切无恙，才好叫他放心。姬无暇收到信以后，一看是这么回事儿，赶紧就拿去给行渊看了。他哪里懂字里行间的阴阳怪气啊？行渊师父，我就说瑶儿有他自己的考虑吧，等药谷的事处理好，我再去接他吧。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双眼未好，不能自己回信。这信再明显不过是他那未婚夫回的，并且生怕他看不出来一般，连字迹都懒得隐藏一下。至于他徒弟知不知道姬无暇写去的信里究竟是何内容，恐怕都还是个未知数呢。不过行渊看后没说什么，只是把信移到灯火边就烧了。
那信上的言外之意，姬无暇没看明白，他却是看得明白。大致意思无非就是管好你自己。出事前，我国君就已有结两国之好的念头，万望陛下准予，两国友好往来。每年云金也按照往年的例份继续向一朝运送岁贡，往后数十年都再无隔阂与争端，更加不会有战火，两国太平实乃天下百姓之福啊！往后数十年无战火，我云京的靖王殿下亲口许诺，于他登基在位之年定无战火。更何况我云京国书亦有国主的玺印在此，岂能有假？朝臣们的眼神都若有若无地瞟向殿首站着的苏怀，想看看他是何反应。两国联姻确是结两国之好的极佳法子。朕宫中有适龄待嫁的公主，无论如何也能成就一番美满的姻缘。可靖王偏偏却只要一个丫鬟了。承我靖王爷的话，想当初他在陛下这里做质子的时候，得幸偶遇一位六姑娘，在公宴上与那位六姑娘合作了一曲观神曲。靖王爷每每思之，感念至深呢，说平生从未与人合作有这般酣畅淋漓过。那位六姑娘情意了得，举世无双，靖王爷赞叹至今呢。怎么不是？那六姑娘是位难得的才女佳人，只可惜靖王爷也十分遗憾，天妒红颜，薄命如斯。后靖王爷又说，六姑娘身边有一个丫鬟，习得六姑娘一二本事。靖王爷别无他求，就只求那丫鬟去往云津与靖王爷联姻，以传靖王爷的爱才怜惜之心呢。皇帝看了看苏怀，靖王恐怕有所不知，那六姑娘身边的丫鬟实际可不是丫鬟。哦，那她究竟是何方神圣？她原是我朝苏相的未婚妻，阴差阳错去了六姑娘身边侍奉些了日子，如今她人可养在相府里。原来竟是苏相的未婚妻。哎呀，我等可真是闻所未闻呐。可此前苏相不是与一朝的长公主成婚了吗？如此看来，这未婚妻怕也是名不副实啊。两国联姻乃是为国计民生着想，若是苏相肯割爱，那便是为黎民百姓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想必苏相为国为民，以天下为重，也不会为了一个女子所耽误吧。云津靖王也是以天下为己任之人，横竖联姻也只是为了两国之大计，又何须只执着于一人？你不妨回去劝劝他，换个女子联姻看看。我云津国书已然在此，靖王爷的情意我等也传达到了，两国友好邦交，全望陛下定夺。这陆姑娘是苏青的未婚妻不说，实不相瞒，她还出了些状况。是何状况？她害了怪症，但凡接触之人都会被传染上。这确实是个难题。不过苏相敢将此女养在相府之中，我们靖王也定能妥善安置。我云津也有名医大夫，陛下请放心，他联姻去往云津以后，靖王爷定当悉心照料。靖王爷与那姑娘联姻也并非是贪图美色，只不过是感念她是六姑娘身边的，又会情谊，哪怕她如今是病者，只要双手还在，她便依然是靖王爷选中之人。陆瑶人在家中坐，嚯，就自个儿熟门熟路的找上门来了。陆姑娘，你现在可出名了？上回府里就有个人因为多说了一句话，就被主子拔了舌头喂给灰灰吃了。有什么好事吗？没有，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这儿有一个治疗头风的方子。莫大夫一听，两眼炯炯有神。陆姑娘不妨拿来我见识见识。哎呀，算了，当我什么都没说吧。陆姑娘，回头相爷要是拔我舌头，你可得保我呀。放心，他要是不想让我知道，这院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更别说你了。云津来使臣下国书了，说是靖王要娶陆姑娘你。谁要娶谁？云津的靖王要娶你。他倒还敢来。现在外面人尽皆知，聘礼都送到宫里去了。聘礼要送也是该送到这里来吧。现在外面人都在说，相爷应以大局为重，把陆姑娘你嫁过去。
主子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这左手相爷右手靖王的，基本上走上人生巅峰了。听你这么说，我还怪心动的嘞。也不怪陆姑娘心动，满京城的女子们哪个不心动啊？莫大夫慎言，这话要是主子听到了，恐怕你得吃不了兜着走。不过相爷这人，想必陆姑娘比我更清楚。要么你就别招惹他，要么你招惹了就别想中途换人，否则他发起狂来，大家都得死，一死死一霸。敢撬主子墙角，还没有能活到过年的。所以这看起来虽像是冲着我来的，实则没我什么事儿，无非就是两条狗打架，一个呢拼命想激怒另一个，另一个呢正准备逮住机会一口咬死这一个，有他什么事儿啊？他只是个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好吧。经路咬这一点，莫大夫和剑霜顿如醍醐灌顶，居然好像是这么回事啊。晚上苏怀回来一进门开口就道：听说靖王想娶你，有点心动。听谁说的？剑霜说的吗？剑霜在门外立马回道：天地良心，日月可见，属下一个字都没有说过。我也没说过，不知道是哪个进的谗言啊，真该拖出来打一顿的。苏怀就吩咐剑霜，真让人把人弄去打一顿了。主子让打你一顿。我错哪儿了？陆姑娘说你进谗言。我没有啊，我都是实话实说。影卫被锤的时候十分迷茫，听话要挨打，不听话也要挨打，那应该怎么办呢？听陆姑娘的就不会被挨打。你不在外面跟他们狗咬狗，回来这么早做什么？他有钱，不出意外将来还会是云津的皇帝，又弹得一手好琴，可以密作知音，现在对你念念不忘，还想娶你，所以你有想法了吗？他有钱，不出意外将来还会是云津的皇帝，又弹得一手好琴，可以密作知音，现在对你念念不忘，还想娶你，所以你有想法了吗？你没钱吗？你不是位高权重到连皇帝都怕你吗？还知音呢？一个曲中高山流水，一个曲中阴阳两隔，知什么音啊？相爷再接再厉。再接再厉什么？在你的辛勤耕耘下，你头顶的那片绿啊，一定会长成一片绿森林。他前景虽好，但横竖他命不长。哼，是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谁能有你命长啊？想娶她的不止那靖王一个，他早晚都是要归到他房中的。敢来撬他的墙角，命都不会太长。我可能等不了你收服云姬那么久了。苏怀不应他，又顺着他的颈项一路亲吻他。陆咬手抵着他的肩膀推他，被他舔着颈子又一路往上。他不由得仰着头，一直微乱的呼吸，被他亲着下巴，将原本白皙细腻的皮肤都磨得有2分绯红。苏青啊，也不是朕要强人所难，而是他云津就认定了苏姑娘一人。苏姑娘身染怪疾，实非良配，而苏青又是朝之栋梁，以国家天下为己任。现如今宫里宫外都盼着苏青顾全大局，这也着实是难办得很呢。圣上为国为民，无可挑剔。可若君臣离心，朕也十分不愿见到。苏青，倘若朕为了大局考虑不得不为之，你可会怨朕呢？圣上多虑了，希望你能明白朕的难处啊。臣明白。皇帝一时也分不清他到底有没有不满。说到底，还是那云津的靖王做的欠妥，明知那是你的未婚妻，却还要以两国之名夺了去。以苏青之才貌，寻常女儿家哪配得上啊？来日，朕定当为苏青寻一门当户对、方方面面都优秀的女子，才能与苏青相配。臣先谢过圣上。朕念着你与那陆姑娘虽有缘无分，但也算是情分一场。如若苏青你愿意去送嫁，那朕便任命你为和亲大臣，一同前往云津，如何？臣谢圣上体恤。苏怀离去时，皇帝还有些回不过神来，问道：他这就同意了？目前来看是的呢。这个苏怀，他又打的什么主意啊？可他既然答应了，皇帝也不能再犹豫了，当即任命苏怀为和亲大使，
苏怀回到院里，将屋门开着。行李都收拾好了吗？还没顾得上，你来帮我写封信给鸠侠。写什么？告诉他我们离京去云津的事儿，免得他担心。苏怀一边落笔写着，那笔走龙蛇，游刃有余，看起来轻松自在。他担心？哼，他现在有空担心你吗？那告诉他我们去云津了，省得他空闲下来往这儿白跑一趟总行吧？我没说不行。那你最好什么都别说。苏怀将信封好，交给了剑正送出去。然后苏怀又来帮陆遥收拾衣裳行李。用得着带这么多衣裳吗？天气热，一天换2-3套，多吗？你以为游山玩水啊？还一天换2-3套？我只带3-2套便是了。肚兜要不得都带，还有底裤，出汗了可以换。这是什么？买的新衣，穿着凉快。要穿你自己穿吧。看这个架势，这狗男人哪是送他去联姻啊，分明就是送他去游山玩水的。离京的时候，两国的使臣队伍合在一起，一辆辆马车也满载，浩浩荡荡的出城去。听说这次相爷亲自送人去云津联姻，百姓们都感到十分好奇。他跟苏怀也都一副坦然之态，今天走到哪儿就歇到哪儿。毕竟从大业到云津路途这么遥远，那些想杀苏怀的人，等他们入了云津以后再动手也不迟。陆遥在半路上收到了鸠侠的信。白天的时候，陆遥就察觉着黑虎跟着了。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黑虎才鬼鬼祟祟地飞进驿站的房间里，鼓动着脖子咕咕咕地叫唤。陆遥摸摸他，从他脚脖子上取出信件。去云津的事他也知晓，让你一路小心。然后呢？他暂时没空陪你一道去云津。可有说起镇上那些人？那些蓬莱人摸到药谷的位置，但没有擅闯，只在谷外囚禁三师傅。看样子三师傅与蓬莱渊源甚深，这样的情况鸠侠也确实不能轻易离开。3张信纸就这点内容？让你帮他要账。他这一提，陆遥才想起来，靖王还欠了鸠侠一屁股账呢，都是当初在城外遇袭时鸠侠赚的人头钱。关于钱的事儿，鸠侠什么时候落下过呀？还有别的吗？他让你鸟儿子跟着你，他让黑虎低调行事。故而白天的时候，黑虎基本上不会露面，也不会乱叫。还不去睡吗？我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你是不是走了就不打算回来了？会回来。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处理完事情就回来。那你什么时候处理完事情？我说了，时间不定。我知道，行院师傅家在那边，家人都在那边。你回去以后处理完家事，有可能还会继承家业，不一定能回来得了。行云看着他不说话。我是替养儿问的，我答应过他要看好这里的，总不能等他回来以后发现三师傅走了再也不回来了，那他就只有一个师傅了。他应该还不会追着我问什么时候处理完事情回来。养儿他嘴上不追着问，可他心里一定会担心，我得帮他弄明白了。你是在帮他弄明白吗？我就是在帮他弄明白啊。该回来的时候我会回来。不早了，回去睡觉。回到房里躺下，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没多久，他又听见了行渊的琴。这回他琴里与先前的意味不同。倘若先前是徐徐诱人入梦，而眼下就是强行催人安眠，很有股子难以抗拒的感觉。在彻底陷入梦乡之时，他仅剩的意识还挣扎着想，一定不要睡过头，一定不要，否则他明天走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你这不声不响的走，就不跟金丫头说一声？该说的昨天已经说清，还有何事可说？啊，你爸爸的事要是迟迟不归，那丫头一根筋拧不过来，说不定还得去蓬莱寻你。邢渊没再说什么，转身上了马车。西姑娘，你怎么会在这里？金远，快进来吧。横竖已经被发现了，鸠侠也就没啥再好遮掩的，一跃身就翻进了窗户里。行渊师傅是怎么发现我的？我说这2天怎么老有人盯着，就连把公子盯得这么紧，我都有所察觉了。我那是怕有人图谋不轨，他会不安全。跟到这里来做什么？既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还会不会回来，我索性跟着你，还可以一路保护你。你怎么保护我？要是遇到歹徒，打架我再好。他想，从小到大，他不都立志要保护他吗？他什么性子，行渊岂会不知？
若是不让他跟着，他自己也会想方设法变成其他人的样子继续跟着。陆瑶收到姬无暇的信时，他跟苏怀已然抵达南怀，正要入云津国境。姬无暇信上说，他三师父要同那些人一起去蓬莱，而他也一路上跟着了。虽然苏怀念的不带情绪，可陆瑶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姬无暇那股的兴奋，听着听着便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姬无暇说，他从来没和三师父一道出行过，而且还是渡海远行，可见他有多么激动了。照姬无暇的性子，恐怕这一趟能让他往后回味很久。需要回信吗？算了，眼下回信送过去，他们也已经出海了。苏怀在南怀连夜处理完各方送来的军报，而后带着陆瑶当夜便快马入了云津境内。云津的使臣队伍等第二天准备动身之时，才发现两人都不见了。使臣也知情况糟糕，连忙迅速回云津报信。苏相若是肯安心把他送来嫁我，倒不像是他的作风啊。这样也好，既然坏了两国联姻，叶朝悔诺在先，以为儿戏，失信我云际，两国的盟约便也就此作废。传令下去，整顿三军以备。还有多久的路？这2月。到目的地时，两人纵马进了一片林子，头顶黑虎痛快的翱翔，展翅掠过林木上空，远远传来一声鹰啸。我起初以为我们去的是云津的都城，离都城也不远，你若想逛都城，等办完了事再去城中逛。现在满天下的人都在追杀你，我们来取灵犀角也就罢了，还有那闲情逸致去贼窝里逛，你胆子不要太大。那这是哪儿？皇陵。把守的人可多？靖王养的那头灵犀就放在这老林子里吗？皇宫和他的府邸里都没有，灵犀又系山林之地，离京最近的便是这里。云津的皇宫和靖王的府邸你还都去查了？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要探出点眉目。当初他确实收养一头灵犀幼崽，小时候养在他身边，大了些以后呢就送走了。后来每一年里他会以尽孝之名去皇陵数次。你能想到这个地方，靖王必定也能猜到你会想到这个地方。他若确定我们要来，会不会提前转移了？那他更应该把灵犀放在这里，否则我也不会来。我们动作快些，兴许能在他赶来之前得手。明知这是靖王做的一个局，你竟还来？局中有我要的东西，来一趟又何妨？苏怀，你疯了吗？不管我们得手与否，靖王一旦把这个地方围起来，势必是不会让你全身而退的。方圆数百里之地，要想全部围住，得数万兵力。难道他京中没有区数万兵力？那京畿数位无论如何都有这个数的。你这是在担心我吗？你个疯子！你送上门来给靖王杀，可老子还想活。他不会杀你，要杀只杀我。你既然知道，我们先出去，等他带人来把这地儿搜了个空之后，我们再下手也不迟啊。我没那么多的时间。我是着急要那东西，但既然已经开战了，也不过就是再多等几个月的时间而已。那我大老远来一趟是来玩的吗？不先弄到灵犀角在他手上就是筹码。他知道我一定要那东西，便是开战我也得受他2分挟制。你的身体是我唯一的后顾之忧。我也就为你一人冒这样的险。黑虎，这地方大，须得靠你帮忙看看，有什么异常就来告知我。这事儿以往黑虎也常做，以前在药谷里时，陆瑶上山采药时会带他，他就负责在上空巡逻。这里有灵犀的图像。你什么时候准备的图？路上有空的时候画。看来在路上就盘算着让黑虎帮他看图找物了。你觉得以黑虎的脑子能看懂吗？争宠偷吃他这么在行，结果办事不行，那养他来干什么？说着，他就将画纸拈到了黑虎面前，让他辨认。果真，黑虎把头都看歪了，也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照这画上东西，看明白了吗？去吧。他振翅就往上空飞了去。他大概晓得他是要去找某个东西的。陆瑶也不指望一时半会儿就能有消息。他和苏怀在林中辗转了半日。到下半日的时候，陆瑶就听见黑虎的笑声了，他应该是有发现了。两人循着黑虎的声音走，又靠着笑声与黑虎联络。你这么快就找到了？找到了，带我们去。
于是乎，黑虎不大意的在前面引着路，陆遥和苏怀则跟在他身后。陆遥虽看不见周遭景致，可在林中的久了，那朦朦胧胧、昏昏暗暗的天光，像是正极力穿破重重迷雾和阴霾，总有那么一丝丝从目之所及的缝隙里照透了进来，当真有灵犀。说真的，这话问出口时，连他自己都充满了怀疑，费了这么多周折和力气，居然这么轻易就找到了吗？还灵犀？你养了个好大儿啊！陆遥人都麻了，太阳穴突突的跳，对上方的黑虎道：“这就是你乐呵呵找到的东西？不是他吗？”只见林中哪是什么灵犀呀，那分明是一头花白的壮硕的大黄虎。晚上的时候，陆遥和苏怀找了个地方生了火，火上烤着虎肉，马也找回来了，拴在树脚下吃草。陆遥和黑虎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火堆的方向，只不过陆遥是看着一团灰蒙蒙的火光，好像在他眼前闪烁，而黑虎则是盯着那烤肉。陆遥瞧着那火光，暗淡到不像是一团光，而像一团月色，一团星辉，一团雾。干什么？烤火。冷吗？冷的话，过来我抱着。不冷。好了吗？可以吃了吗？办事办不好，吃倒是能吃。你画的那灵犀的像，就他那么大点脑子，应该是笼统的理解错为野兽了。毕竟是禽兽嘛，你也不能对他太过指望，指望太大，失望就大。你以前对我失望，也是因为心里指望着我吗？现在不是在说黑虎吗？你往自己头上套什么？不是在说禽兽吗？往后不要对他太好，最好摸都不要摸他，更别让他沾你的身。你对他好，他容易失宠而骄，一失宠而骄呢，就忘了本。这个人绝对是在假公济私。天色已晚，今天又走了一天，陆遥靠着树脚便睡了去。苏怀直到等他睡了，方才动了动身，解了一边衣裳，露出肩膀和一方胸背。他侧头看了一眼，只见肩头有2-3道血痕，从他肩上直往后背延伸了几许。苏怀这才收回眼神儿，看了看手里的烧火棍，而后竟用那通红的部分往自己的伤处捞去。只是那火棍还没来得及挨到他的身，苏怀的手冷不防就被抓住了。你在干什么？烧火。你受伤了？受伤了如何？没受伤又如何？他二话不说，伸手就来抓那烧火棍。苏怀不可能让那烧火棍伤到他，抬臂便躲开，让他抓了个空。你下就不要乱碰。别以为我眼下看不见，鼻子闻不到，就察觉不到。你果然受伤了。伤哪儿了？他顺着苏怀光着的胸膛往上摸。苏怀道：你把我摸出火来了。苏怀，你不说混账话你就不得劲儿是不是？你到底伤哪儿了？你自己摸，摸到哪儿就伤哪儿。陆遥没空与他吵嘴，摸到他肩头时才知道他伤处。陆遥从自己的里衣袖口扯下一块布料，到溪边浸湿了水，而后回来给他清理伤处。他极力想看清楚他的伤，睁眼闭眼了好几次，可眼前仿若还是蒙着一层雾气一般。痛吗？你亲我一下就不痛。这2日都没有水源，眼下有了溪水，两人便先就水草草洗漱了一番。要不是碍着有苏怀在旁，他都想解了衣裳泡水里去洗一洗了。苏怀默然又道：你虽然没有再离开我，一直留在我身边，却再也没有亲过我。你心里并未真的放下过，也未曾真的原谅我。陆遥一眼不眨地盯着溪水，听他说道：要怎么样才让你真的释怀？怎样才能让你待我如从前呢？是不是倘若我死了，最后你我落得像你师父同我师父那般的结局，你方才满意？陆遥闭眼又睁开眼，看见了下巴的水滴滴在溪水里溅开的极小的涟漪，却转瞬即逝，恍若只是他眼花了一般。这回他清晰地看见了，他甚至看见溪面上倒映着2个人的影子。陆遥终于抬起头来，缓缓转过去，看向身侧的苏怀。他先看见他的手，看见他微低的衣角，再顺着一点点往上，看见他下巴同样有水滴，下巴再往上，最终看清了他的模样。
与这段时日以来脑海中的他汇聚重合。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混账话？你会死吗？我怎么不会死啊？前天我要是慢了一步，那虎爪抓穿我的心肺，我就会死。今日我要是慢了一步，那野猪獠牙将我拱穿，我会死。那残肢断树将我扎穿，我也会死。到明日指不定。苏怀直直看着他，见他眼里泛起了涟漪，再不似先前那般风过无痕。说是你师父还在，他应该是乐意见到你跟我好的，不然要像他们那样的过往，最后像他们那样的结局，再来后悔吗？陆淼缓缓垂下头，又看着溪水里浮动着的自己。他从小听着师父的故事长大，在那20年的错过里惋惜着，遗憾着。今日听他这么说，原来在他看来，他们正在走着师父们的老路吗？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像他们那样的过往，又凭什么会断定会像他们那样的结局？两相对视，苏怀渐渐察觉到了什么，叫他清晰地看见他眼里有波动。我不亲近你，是因为我放不下，我释怀不了，我没法原谅。你是不是就满意了？但有没有可能，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看不见？说罢，他歪头就亲到了他的唇上。在碰到他嘴唇的那一刻，柔软的触感，他温热的气息，还有他看他的眼神都勾得陆淼心口发酥发麻。苏怀，但我现在能看见你了。他只感觉自己浑身的骨头都要被他亲得酥软了。苏怀，他恍惚间似有些意乱情迷的含糊呢喃着他的名字。后来他便被苏怀一反身就按在了溪边草地上激吻。他并没有因为苏怀这般又狂又野的架势而懊恼，反倒是轻轻勾了勾嘴角，那抹弧度真是明艳芳菲。两人都试图把这么久以来空缺下的全都找补上。苏怀一遍一遍吻着他。你看见的我是什么样的？你还有伤。他将陆淼狠狠压着，又要开始动手动脚。别忘了还有正事。白天干白天的正事，晚上干晚上的正事。眼下是在深山老林里，条件十分有限。他伤的虽然不重，但也不轻。陆淼哪能让他胡来啊？你光会得寸进尺是不是？那下次你想都不要想我会像今天这么对你。还有下次吗？你别乱来。就还有，下次是什么时候？从这里出去以后。你看见的我是什么样的？狗样子。你多看看我。他看着看着，一时脑子一热，忽然又蹭上前去搂着他亲亲他。火堆里的木棍被烧得轻轻爆破了一下，几许火星渐开，两人也似干柴着了烈火。陆淼分坐在他怀里，与他勾勾缠缠的亲吻。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这么想要亲他，大抵是之前一直压抑着，他终于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可以把对他的隐忍全部狠狠地宣泄出来。哪个狗说的？一步一步来。我就摸摸。摸你个头啊！那你摸摸。说罢，真是猖狂。他反手拿着陆瑶的手，趁他毫无防备之际，就往自己腹下按了去。当晚在溪边歇了一晚，天亮以后，两人又继续在丛林里穿梭。你这眼神是欲求不满吗？哼，欲求不满的恐怕不是我。但我感觉尚可，也没有很满意。苏怀，你还要不要点狗脸？苏怀自回味了一下，又道：你的手又软又嫩。他这一提，陆瑶不得不回想起，蓦地感觉自己手心就又开始发热冒汗。昨个晚上，他是没不管不顾自己身上有伤而乱来，以至于今早醒来，陆瑶第一感觉就是手酸，像是抽筋了似的，比练武抽筋还酸。他现在动一动手指，那股子酸软感就十分明显。陆瑶简直不能想，一想整个人都麻了。算了，人都不做，还指望点什么狗脸？这么久没有沾你的身了，有手用总比没有的好。你怎么不用自己的手？
用自己的手有什么趣啊？哼，堂堂相爷，运筹帷幄、翻云覆雨、以天下为局的相爷，竟是这么个色欲熏心、浪起来没边的狗东西。他就是靖王养的小白，整个云津最后一头成年的灵犀。陆瑶需要将他那灵犀角里的精血，这是他复原的最后机会了。两人趁着那灵犀正安逸自在的在晒太阳挠痒痒，便动静极小的往那边摸去。就在离他不远的时候，陆瑶想着他应该是跑不掉了，可怎知他突然撒蹄儿就往另一个方向狂奔而来。虽然没有猛虎野猪那么敏捷，但也是卯足了劲的往前跑。苏怀当即就自陆瑶身边一掠而过，追了上去。陆瑶落后一步，也拔腿跟上。那灵犀惊恐非常，哞哞叫唤。前方有棵树，他也不知道长那儿，直直愣愣的就往前撞。以前听靖王那头提过的，这小白聪明，脾气又很犟，若是察觉到有人是冲着他的脚来的，他定是第一时间要撞回了去，也不会让人得逞。靖王还说过，灵犀角的稀有金贵之处在于角中精血，而非角壳子。不能让他撞，他叫小白，只跟靖王亲。小白，不要胡来。别说那灵犀听了这声音要猛，就连陆瑶听起来也简直天衣无缝，跟靖王本人一模一样。只见灵犀一听那声音，哞叫一声，也极力收住了四蹄儿。身体的惯性使得他再往前冲了好几步，但好在是撞到树之前停了下来。他回头朝苏怀看来，起初他眼里是热切，可是随着苏怀一步步朝他走去时，他果然又开始发懵。苏怀继续用靖王的声音说话，越说这灵犀越茫然不安，大抵是搞不懂为什么这声音跟模样对不上啊。苏怀索性站定，对他招手说道：过我这来。苏怀一摆在风中一荡，人就翻上了灵犀的后背。他一手撑在他背上，一手探身往前拿住他那只脚。灵犀叫个不停，一头毫不犹豫的就撞向那棵树。苏怀收拢手指，先左右使力晃了晃那脚，他猛地收紧手臂，使力往后一扳，临了他发出凄惶的嚎叫，叫声响彻整个谷地。最后苏怀亲手将那灵犀角生生摘了下来。他转身朝陆瑶走来，到得陆瑶跟前儿，苏怀问他现在怎么弄。陆瑶取出3枚瓷瓶，将瓶塞打开，把血清出。苏怀便将里头的精血一滴不洒的全灌注进他的瓷瓶里。瓷瓶里早就有配置好的药，只需这最后一味药引子。现在就能服用了吗？不能，这药需得1个时辰方可完全与血融合。好在是才打了一场胜仗，又抢回了相爷的未婚妻。今日议到这里，散了吧。相爷，今晚的庆功宴宫中已经准备妥了。这次的胜仗与之前不同，这次是打得云津战线全面溃败。我有事，你们请。相爷不跟我们一起吗？瞧我这嘴，末将岂能耽误相爷忙正事啊？正事，相爷忙着，我等这便去营中看看。姑娘正在房中烘头发。苏怀到盥洗室里冲洗了一番，换了身衣服，擦了2把头发，推门进了屋子。屋里烧着炉子，颇有几分暖和。你不去那庆功宴吗？他们去他们的，我来赴我的宴。他眼神太过直白，从不掩饰对他的想法。还有什么可说的呀？苏怀过来抱他，正好现成的炉子，把你头发先烘一烘。这狗男人哪儿听啊？抱着他便往他脖颈耳边嗅，先烘你狗毛。烘哪处？头上这处。哪个头？这狗东西太恬不知耻了。陆瑶不再跟他废话，苏怀进来小巧的耳朵，手里也不闲着，将他揉揉捏捏，他又亲他舔他。陆瑶被他舔的身子骨都软了。苏怀垮开他的衣襟，长着他的腰，一路吮咬。陆瑶眉心轻攒，双腿便紧紧缠住他。贱人，先把头发弄干。苏怀来得更凶了。你弄你的，我干我的。苏怀，
很舒服吗？欲仙欲死的舒服，以后我死也要死在你身上。陆瑶眼角飞然，笑道：“只怕那时候你都已经老得不行了。”狗男人野得发疯，陆瑶晃晃荡荡，依稀听苏怀咬着他耳朵说道：“我不行吗？哪里不行啊？怎么不行？我有说你不行吗？我是说你老得不行，别咬着半截就跑。”那我行不行？行不行？你行，你天下第一行。陆瑶听着那摇晃的床榻之声，感觉这床也不禁这狗男人造的。陆姑娘，不知严某此生还有机会与陆姑娘合作一局。大敌当前，靖王却有这执念吗？若是能长愿，严某死也瞑目。还是继续打吧。以一城换陆姑娘一曲，行吗？靖王何以如此慷慨？只要苏相的军队不滥杀我云金无辜，我云金归降者皆可得到善待，我慷慨些又何妨？陆姑娘，可还能再与严某合奏一曲？说是能以一曲换一城，就能免去两军厮杀，免去血流成河。他不想云金士兵再被赶尽杀绝，以此也可避免叶军攻城之艰辛。于双方来说，其实都不是坏事。奏什么？叶朝的祭祀观神曲，如何？事到如今，你可心服口服？只还差姑娘这最后一曲，让某心服口服。话语一罢，城楼上率先响起了琴声。那琴声孤旷又清寂，听来萧瑟。靖王奏了一段以后，陆瑶忽而合琴而上，这道琴声却是厚积薄发，款款而来，像旧友陌上重逢，又似山水亘古流转。琴声果真空灵浑厚极了，身后万千将士们听来也无不心神一荡，仿佛看见了闲云野鹤任意舒展，看见了老舟星河荡荡悠悠。靖王手指在弦上翻飞捻动，袖摆迎风鼓动，他醉心其中，酣畅淋漓，嘴角不自觉浮出一抹微笑。那是一知音时才有的愉悦，不再附加任何条件和筹码。曲是就是曲，意已不是就是意。观神曲已毕，便到此为止。能得今日陆姑娘这一曲，某如偿所愿，再无遗憾。说罢，他抱琴自那城墙一跃而下，叶军将士们无不哗然震惊，唯独陆瑶和苏怀无所表示。他的决绝之意已在琴声里，这是他的选择。陆瑶见着那白衣身影，像一捧白雪，又像一簇白梅，虽不染尘埃，却也有股清雅的烈性。他在想，很多事儿是不是只要拼尽全力，哪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论结果如何，都不会有遗憾了吗？不是的，依然会有充满遗憾。因为当结果不如意的时候，回想过程，人总是会想着，要是当初不这样做，又或者是当初那么做的话，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说到底，大抵还是因为遗憾自己做的不够好，太有顾虑。他想，要是像苏怀这样猖狂无忌，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折腾，定是没什么可遗憾的。可世上又有几人能活成他这般模样？砰的一下，水声渐开，靖王摔落在护城河里。他愿以身殉国，来护身后的黎民百姓。对他来说，死在自己云金的城楼下，总比死在苏怀的刀下好。有一说一啊，这靖王最后还算干了件人事，让大家伙省点力。此人也算是个未雨绸缪、十分能耐之人，只可惜他的对手是相爷。败在相爷手上啊，也不算冤枉他。这时，背后冷不防响起一声做作的咳嗽。将领们一听，立马心神一紧，纷纷转身过来，就头皮发麻的看见相爷跟鬼似的，一点响动都没有的站在他们身后。都这么同情他是吗？那要不要下去陪陪他呀？云金靖王率先挑起战端，也杀我大业无数将士，此人罪大恶极，罪有应得，丝毫不值得同情。都去护城河里捞人吧。于是乎，下半日，这些个将领们就捞着衣袖，卷着裤腿儿，苦哈哈的出现在了护城河上了。靖王失手，相爷是一定要找到的。照相爷这脾气，要是人还没死透，他还得再补上2刀。相爷是不是心情不好啊？我看是有点。会不会是因为陆姑娘与靖王弹了琴，
相爷才不高兴呢。此话一出，将领们顿时如醍醐灌顶，纷纷赞成。我看这个原因最靠谱。现在我算是明白了，能叫相爷和靖王都惦记着的女人，那真是非一般般的女人呢。可不是，相爷真是好福气啊。哎呀，别忘了，相爷在房里也挨揍呢。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嗨，这种福气还是只有相爷能享受，我等凡夫俗子哪能受得起啊？于是护城河上传来阵阵爽朗的笑声。天色已晚，让大家都歇歇，明日再捞不行吗？你很关心他吗？哼，好像是相爷比较关心吧。明天打捞不行，非得黑灯瞎火的打捞吗？我等不及明天了。多等一晚会怎么样？会睡不着觉。也是，这狗东西睡不着，但谁都别想睡了。不知道的还以为相爷着急想救他呢。你想救他吗？他已然跳了城楼，如果护城河没有其他河道口的话，他绝大可能已经沉了河底了。这是想不想的问题吗？你果然还是想，那我就更要把他捞起来鞭尸了。你跟他弹琴弹得尽兴吗？一般，但是以一曲换一城，绝对是有利无害的一件事儿。又或者彼此心里都清楚，当靖王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时，说明他去意已决。传令下去，把河水放干，捞不到人谁都别休息。放什么干啊？你叫他们都去休息，等明天再说。见证一时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不过短暂的踟蹰过后，他很快就有了答案。听陆姑娘的，准没错。你跟他有那么惺惺相惜吗？狗东西，他都跳河了。他不就是想以此来让你记住他吗？要让我记住他，那以后我们生个儿子，取他的名，叫他做你儿子还不行啊？今晚就生。陆表默了默，有点后悔一时嘴快。来日方长嘛。我不日方长。这话陆表一听就觉得很狗。于是乎，当晚护城河上没折腾，屋子里倒是尽折腾了。蓬莱，他都已经数不清他到底杀了多少人了。有侍卫趁他左右难顾的时候偷袭，虽然有些被阿随给挡了回去，可他身上负的伤也是在逐渐累积增多的。混战间，他刚想回头去看他一眼，却只转头转到一半，整个人冷不防停顿了下来，身前露出破绽，突然就被人捅了一剑。七姑娘，有人上前一步，将他稳稳接住。他心里还想着他不能倒的，他要是倒了，行渊师傅怎么办？他仰头看去，这眼总算看清了一直仰慕着的这个人，这张容颜从未离他如此近过。他侧耳贴着他的胸膛，一只手伸来附住了他的另一只耳朵。立刻，什么刀光剑影好像都消失了，他的世界变得安静又宁和。就在行渊一手捂住姬无暇耳朵之际，他面前摆着那架琴，另一只手陡然往弦上一拨，一串弦音自那指下蹦出，飓风乍起，月色消隐。姬无暇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梦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有。他每天都能听见有琴声，有时候琴声是从山泉那边传来的，有时候是从杏花树下传来的。姬无暇到处找，始终都找不到弹琴的人。他每每都在一段琴声里把山谷里里外外都找了个遍，唯有找到弹琴的人时，他不知疲惫。喂，你在哪儿啊？你躲起来算什么？有本事你出来呀！他明明都扯开喉咙叫喊了，但是发现自己不论如何都发不出声音。房中窗明几净，外头下着大雪，雪如鹅毛一般纷纷扬扬落下。院中的一束红梅却开得极好，颜色明艳鲜活，这是宿冬里一抹绝好的风景。就如同姬无暇这个人，不管什么环境下都永远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只是眼下这个人却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无血色，合着眉眼，唇也苍白，一睡就是许多日子。公子，那位姑娘的伤势虽然是在好转，可她的意识却沉得太深，如此下去也不知何时才会醒来，甚至有可能就一直这么睡过去了。
恕我直言，用了宫中续命的秘药，能保住这姑娘的命，也能使她的伤渐渐痊愈，但却不能唤醒她的意识。公子恕罪，我等为医者，只能保全她的性命和治愈她的伤势，却无法掌控她的意识。行院不言，只是看着院中盛开的荼蘼的树梅。这姑娘对什么都没反应，唯独对公子的情深敏感，也只有照旧让她多听听，说不定哪天就醒了。大夫没说，可若哪天这姑娘对他的琴声也没反应了，那便是硬谁也唤她不醒了。阿随回来时正好听见大夫说的这番话，诚然，医者只能医身。他想，倘若这世上连公子都唤不醒姬姑娘的话，就没人能够唤醒她了。大夫退下以后，阿随走到屋檐下，行院问道：学生那里有消息了吗？收到薛大夫的回话，薛大夫说姬姑娘的性命和伤情已经稳下了，已是邢大夫之能事。要想姬姑娘醒，一是她的元气得到足够的修养，二是她的精神得到足够的刺激。薛大夫还说，掌控心神还是公子比较在行，而且姬姑娘什么都听公子的。当初姬无暇伤得重，尽管行院后来捂住了他的耳朵，可还是不能完全阻绝，他无法避免的二次受创于他的琴声。当时来不及回去请薛胜过来，蓬莱最好的大夫都被行院召来了，又用了蓬莱宫中延续多年的秘药给他续命，能在短时间内将他的身体所有生命力都激发出来，才使他熬过了难关。还有一事，二王爷家的世子锁定那海船沉没的位置，集结了他王府的船队，要把沉船打捞起来。之前穆二爷带着满船的人去寻行员回蓬莱，结果穆二爷和他满船的护卫却没能顺利回来，此事难免有疑虑。蓬莱皇帝已经驾崩了，朝中势力本就分崩离析，行渊这一归朝更加是暗潮汹涌。行渊说船在海上遭遇了风暴，其实大家大抵都心知肚明，但唯有穆二爷王府的世子及其党羽不服，一口咬定是受行渊所害，定要找出证据。梦境里，姬无暇在药谷找了好久，那弹琴的人都一无所获。在他的记忆中，那人应该是经常坐在杏花树下的。他弹琴时，头顶的杏花经风一吹，稀稀疏疏的落了他满身。他第一次见时就觉得那画面简直好看的不像在人间，而他应该是天上的神仙，可现在神仙不见了，他是回天上了吗？姬无暇苦守在树下等了很久也没个人影。薛大夫，弹琴的神仙哪去了呀？怎么就只听得见他的琴声，却见不到他的人呢？去，别来烦我。薛大夫，你告诉我了我就走。你找行渊是吧？行渊？对，行渊，就是行渊，他叫行渊，他就叫行渊。怎么之前就老是想不起这个名字呢？明明他就在心里的。那行渊到哪儿去了呢？他不在，他走了。他走哪里去了？走了就是走了，不会再回来了。他怎么不在了？他怎么会不在了？他是不是死了？他死了吗？他怎么会死了？这2日大夫几乎不离这院子，姬无暇的情况不太对。这2日他的生机明显不如之前，就像一朵花一样，随着生命力的流逝正迅速的枯萎。要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是醒不过来的。就连行渊奏琴给他听，他的眼珠子也动得不如之前那么活跃了。为何会这样？姑娘的伤情和身体都没有恶化，唯一可能变化的便是她的意识和心境。行渊师傅呢？他是不是死了？小童们畏畏缩缩的跑了。行渊师傅呢？他真的死了吗？姬无暇，往后的路还很长。他真的死了呀？姬无暇漫无目的的在药谷里走着，陆遥说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他低头看了看脚下，说没路就没路了。那沟壑悬崖正往他脚下这边蔓延过来，黄色泥土簌簌的往下掉。他往悬崖里看了看，望不到底，
他试着抬起一只脚，悬空在那悬崖上。公子，他受不住的，再这样下去，以他的精神情况，不等他醒来，他就会死的。邢渊的眼角有些不同寻常的红。睡下去会死，听下去会死，有何区别？我可以让他受伤的时候忘了疼，我也可以让他入眠的时候做好梦。可他若要死，别想死得安稳。公子你，人人都有魔障，凌霄师傅有，薛胜师傅有，陆姑娘有，姬姑娘也有，只当他家公子就不会有吗？姬无暇站在悬崖边上四下张望，只要他抬脚踏出去，他便就此坠下去了。他怎么能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就在他往那深渊里伸出脚去时，冷不防有一道声音在唤他。姬无暇，你回来。是他熟悉又万分想念的声音。他竟抬起头到处寻他。你在哪儿？那声音一直在叫他的名字。姬无暇声声回应，可他似乎听不见自己。他妈的都没路，你叫我回来，我到底要怎么回来啊？后来他循着他声音传来的方向，想着之前他在山谷里不是都能飞的吗？于是提了一口气，脚下一蹬，运起轻功，果然就飞了出去。就在他快要落下去之时，惊奇地发现下面竟然又有路了。他心头一喜，顿觉轻松，脚往那地上一停，又借力一点，便跃出许远。床上姬无暇闭着的双眼又开始活跃，可见眼皮下的眼珠子转得十分勤，那眉头紧蹙着，显然琴声让他极不好受。可行渊没停，嘴角都溢出血色，一滴一滴的血顺着那下巴滴在了颤动不休的琴弦上。到最后，琴意积攒到顶点，仿若暴风雨汇聚于风雨之间，顷刻将兜头而下。就在那股势头陡然碾压下来的瞬间，床上的姬无暇猛地睁开了双眼，而那琴声也猛地戛然而止。他觉得喉咙里压抑得慌，不由闷咳两声，一口鲜血兜不住，顿时从嘴里溢出来。你睡了许久，醒来了便好。行渊，他鼻子嘴边都是鲜血，趴在床边将淤血吐出，否则呛得他都快难以呼吸了。大夫给他把脉，他看见阿随站在床边，张了张口。阿随仿佛知道他想什么，稍稍往旁移了移，叫他眼神能够看见房里的行渊。我以为你死了。我没死。没死就好了，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姑娘，先莫要说话。姑娘虽内里紊乱，可也好过之前那般死水无波，眼下醒来便算是熬过一关了。外伤内乱，需要好好调养一阵子就可痊愈了。我做了好长的梦，姬姑娘睡了许多日，难免梦会多些。方才是行渊师傅在弹琴吗？我听见了。是我在弹。为什么弹得那么激烈啊？他现在胸口还在火烧火燎的，内心混乱，显然是听他琴听的。大夫说你的情况需要来点刺激的。原来如此，那确实够激烈的，我听得心都要跳出来了。我们现在在哪儿啊？蓬莱，京都。已经到京都了呀。那行渊师傅你没受伤吧？没受伤，为什么会以为我死了？梦里他们说你死了。哪个他们？就是妖谷的凌霄师傅、薛大夫他们啊，还有瑶儿。他现在明白了，他的记忆还留存在他与他一同经历的那场九死一生的厮杀里。所以你便自暴自弃，不愿醒来了？我肯定会醒过来的，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他当然不知道，他意识沉睡之际，要是万念俱灰，就醒不过来了。他只知道，当他在梦里得知他已经不在了的消息时，真真有种穷途末路的感觉，好像这世界一下子就变得无趣了。都做了些什么梦？你想听吗？听听无妨。姬无暇向来是很乐意与身边人分享的，以前有陆瑶在身边的时候，他基本都兜不住什么秘密。现在行渊主动问起，他就把他记得的从头到尾的讲给他听。他也小心翼翼地留意着他的神色，怕他觉得枯燥无聊，但似乎他从头到尾都听得很认真，
偶尔还与他聊说两句。后来药熬好了，鸠侠就见他帮自己滤药。鸠侠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一时间都忘了反应，只是睁大眼睛把他看着。晚上想吃什么？鸠侠顺口就答：鸡。邢渊转眸看他，约摸他自己也晓得，才醒来就大鱼大肉的，委实不妥当，便又改口道：要是不行的话，那大夫说吃什么就吃什么吧。配粥行不行？啊，可以吃鸡吗？邢渊便叫了侍女来，吩咐去准备晚膳，烧鸡配粥。这倒把鸠侠给整不会了。以前邢渊师傅都是这不准那不准的，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了？我自己来。他没轻没重的坐起身，拉手到了伤口，嘶了一声，痛得整张脸都皱了起来。邢渊一手扶着他后肩，垫了个软枕。伤还没痊愈，这么急匆匆做什么？等到口里发苦，他才回过味儿来。邢渊给他喂药，他下意识就张口喝了。是不是因为我救邢渊师傅受了伤，邢渊师傅心怀感激，所以对我这么好啊？其实不用的，我不用邢渊师傅这么感谢我。不用还是不要？他脑子不够用，被他带着话顺口就答道：我不用也不要。那你想要我什么？还有2口，喝了你可以慢慢想。还没起吗？姑娘起了，只是夜间起了汗，眼下正湿身更衣。鸠侠一听，汗毛唰的都立起来了，连忙就去抓衣服来往身上套。嗨，姑娘你慢点儿。慢什么慢，赶快点，邢渊师傅都在门口了。结果伸手穿衣的时候动作太大，又拉到了伤口。邢渊进来时见他正微微弯着身捧着肚子，问道：疼了？没有，我就是饿了。邢渊看了看他，叫人去拿早膳。鸠侠有点小小的期待。邢渊师傅也在这里用早膳吗？可以。记得拿2人份的。哦对了，还有阿水，拿3个人的。多谢姬姑娘，我就不用了。谢什么谢，反正这是邢渊师傅家里的，都不是外人。期间又有侍女捧来洗漱用水，鸠侠漱了口又洗了把脸。好家伙，他洗脸是拿着个金子往自己脸上上上下下来回的搓。怎么了吗？你以往都是这样洗脸的？是啊。倒不怕把脸洗掉皮了？那不会，我脸皮厚。厚吗？我们行走江湖的都是这样的，灰头土脸满身脏的得用力洗，我习惯了。眼下没在江湖，也不见灰头土脸，不必如此用力。哦，那下次我记得轻点。邢渊师傅，一会儿我能出去走走吗？等大夫来看，说可以便是可以。大夫已然在外候着了，只等鸠侠用完早膳便进来给他看诊。问起他能不能下床走动，大夫道：姑娘身子尚弱，还是在卧床休养几日比较好。再卧下去腿都要长毛了。这要不要给你拔拔毛？鸠侠不敢回嘴。姑娘还是再忍忍吧。过2日，邢渊去鸠侠院子里时给他带了些书，鸠侠翻开来看，居然都是蓬莱这边的江湖异闻，顿时鸠侠就来兴趣了，看得津津有味的。邢渊便也在窗边坐了一会儿，手里翻着本书看，一时间房中十分安静，互不打扰。有事吗？是有点事儿，外头的人去哪儿了呢？可以跟我说。我急也能跟你说吗？邢渊顿了顿，鸠侠心里也有点抓狂，心想看吧，这种烦人的事儿果然不能跟他说吧。邢渊师傅帮我把那个莲房叫来吧，他晓得。不是要如厕吗？慢点下床穿鞋。你扶我去吗？我扶你去。邢渊师傅，你去帮我叫个人来就好了吧，不用你亲自来。他们有他们的事做，我去叫不知要何时，你忍得住吗？鸠侠下意识就被他指引着来了。邢渊师傅对我这么好，我算是沾了雅儿的光吧。你不是沾阿瑶的光。鸠侠愣了愣，一时没想好怎么接话。你无论如何要随我往蓬莱，是因为我是阿瑶的师傅吗？当然不是，我以前就说了，我要保护邢渊师傅的。你以前倒是说了不少豪言壮语。鸠侠当然记得，以前他不知天高地厚的时候，还真是童言无忌，什么话都敢对他说。嘿，小时候是不懂事儿，邢渊师傅别跟我一般见识。
包括你说你喜欢我。鸠霞身体一僵，陈年往事突然像一根针似的往他心头扎，扎得他心口抽着疼了一下。行愿师傅可别说了，再说我都要无地自容了。那个时候是我年少轻狂，口无遮拦，行愿师傅就当我是童言无忌吧，忘了吧，忘了。也确是少年心性啊。是的，是我少不更事。既然都是戏言，说要保护我之类的话，又何必贯穿始终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有个大侠梦吧。再后来两人都没有再言语，房里异常安静。到傍晚的时候，阿随来找行渊，行渊方才起身离去了。喜欢他吗？当然喜欢。说要保护他是贯穿始终，说喜欢他也是贯穿始终。他又怎么会忘那年杏花树下他满心热忱换来的是他字字诛心。那时候鸠霞趁着树下没人，只放着一把琴，他便一时兴起偷弹了行渊的琴，自我陶醉弹一气，结果被行渊抓了个现场。好玩吗？行渊师傅弹得不错，下次不要弹了。果然还是只有行渊师傅才弹的又好看又好听。行渊师傅你别生我气。我没有生气。嘿，弹琴还是行渊师傅在行，我还是好好练武才能保护你。他挺着小胸脯，小小年纪就有股子爽快劲儿。有我在，以后你就只管弹琴，做你喜欢的事。你想如何保护我？当然是成为天下第一，谁欺负你我就打谁。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就要保护你，这样我才能长长久久的喜欢你。你知道什么是喜欢吗？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心里就是喜欢你。那是什么样的喜欢？就是很喜欢很喜欢，就是我爹保护我娘那样的喜欢。等以后我要像我爹娶我娘那样，也娶你做我的妻子，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两人站在树下，清风拂起一摆，一高一矮，一淡若晨雾，一灿若夏花。鸠霞在外头晃悠了一整日，把这京都城逛了个大半儿，到天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走到什么地方去了。京都夜不闭市，条条街道点起了灯笼。让让，都让让！鸠霞在前头自顾自走着，置若罔闻，也没往边上让。眼看着那马车离得越来越近了，就在咫尺了，他方才身形灵活的随意往边上一闪，堪堪避开。人就在他避身之时，边上行人里同时也窜出一人来，把他往边上拽了一把。不过那人发现鸠霞已经成功避让了，立刻就想缩手退走，可鸠霞反手就将其拽住，动作快且有力，他想走都走不了。鸠霞回头一看，不由一震，满脸都是震惊色。老大。鸠霞将他上下打量，一再确认，没错，这家伙就是他无回门的二把手，替他管理无回门的各个分舵事务的，名叫素七。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要是在别的地儿看见他，倒是丝毫不足为奇，可在蓬莱看见他，就奇得不能再奇了。他无回门的人，他可没传讯让他们往这儿来啊，而且隔着汪洋大海，他初来乍到都还没摸熟路子呢。所以在这儿看见素七，震惊程度跟他觉得看见鬼了没什么两样。听说门主渡海往蓬莱，所以我就跟着来了，以便为门主所用。少跟我放屁啊！你我多少年了？你说半个字我都分得出真假。门主冷静。到底怎么到这儿的？素七是他在无回门里最信任之人，不仅仅是无回门的二把手，更是他患难与共的兄弟。打从无回门建门之初，他就已经在了。想当初他行走江湖时遇到素七被人到处追杀，还是他给他救回来的呢。所以后来哥俩就一同在江湖上谋事，素七一直替他卖命至今。鸠霞一直觉得他与阿随的性子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只不过他为人处事江湖气更浓2分。就是得知门主去往蓬莱，久不见门主归，故而找到这里来的。还跟我扯是吧？再给你一次机会，挨揍和老实说选一样。你要是选挨揍，揍完你还是得老实说。他想着行渊师傅的消息遍布天下，他又想着以往他无回门的事儿他总是能够知道，关键时候还能靠他门中的渠道传线于他。
是不是行渊叫你来的？是不是行渊叫你来的？是公子担心门主安危，不传讯让我等暗随门主。还有谁来了？门主主辖的主舵兄弟们也来了。门主千里迢迢来蓬莱，也不知会兄弟们一声。若是有什么事，只要门主一句话，兄弟们自然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方才那么危险，门主怎么不知道躲啊？谁不知道躲啊？你当我很傻吗？难不成还要任由那马车从我身上压过去？只要门主没事就好。既然如此，我便先退下了。门主有事再唤我。走那么快做什么？你闭嘴啊，少跟我打岔。你以为你噼里啪啦说一通就能糊弄过去了吗？门主哪里话？我问你，是不是行渊师傅叫你来的？你说是，那么你是我无回门的人，是我忠心不二的兄弟，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鸠侠见他不吭声，他就一手亮出匕首，说道：“说不说？不说，我今晚就阉了你。”门主冷静，冷静。那你就好生交代，你是不是行渊的人？你跟我是多年的兄弟，过命的交情，你是从什么时候听命于他的？素汐还是沉默。鸠侠吸口气，觉得有些不妙。难不成从一开始你就是他的人？当年我救你于江湖仇杀，都是你们合起伙来骗我的。素汐依然不吭声。鸠侠突然就炸了，匕首是收起来了，但在巷子里扒着素汐锤。老子把你当兄弟，你这个叛徒！叛徒！难怪他把我无回门的事知道的一清二楚，原来都是你在从中作怪。门主别打，有话好说啊，别打呀。结果他被鸠侠锤得爆头，鸠侠边锤边道：“什么你都跟他说是吧？一群兄弟累塌了，水就污你说了吧？兄弟们去撒尿，我给芳芳你也说了吧？兄弟们偷看女人洗澡，我偷看男人洗澡你也说了吧？我不弄你弄谁？叛徒！”没有，这些都没说。那你都说了些什么？就是门里的一些事，以及门主的一些事情。我的事不就是以上说的那些吗？门主冷静，真的冷静。冷静，你要我怎么冷静？老子要废了你！两人在巷子里掐，当然素汐是完全被掐的那个。原来这些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行渊的眼皮子底下，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困苦窘迫，他都了如指掌。可这些年他总是报喜不报忧，他向来都是给自己树立着江湖大侠的光辉形象，想必在他的眼中都是笑话。门主也不用这么沮丧。要是有个女的把你当下几根毛都知道的清清楚楚，你试试。也不是事事都事无巨细的汇报，公子对门主的事过问的也不多。不多是多少？也就是门内的一些事务。门主遇到了什么敌人，受伤与否，有时候门主几个月不回谷里，公子也会问上一问。公子因是十分担心门主的安危，若是接了重要的目标任务，须得汇报给他。鸠侠摸摸鼻子，鼻头一直有些酸。公子一直在为门主铺路，今日被门主发现了，说真的，瞒了门主这么久，我亦有些不吐为快。回头公子要是罚我，我也认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来？回去了，下次不要这么晚回。行渊什么都没问，鸠侠也什么都没说，但是心里又都很清楚。你今天这副乔装不太适合南国。鸠侠一边心想，完犊子了，真是什么丑态都让他看见了，一边又忍不住抬头问他，有那么丑吗？话音一落，他就愣在了当场。行渊伸手来拭去了他眼角湿痕，这一拭不得了，他泪如泉涌似的。鸠侠晓得他算是玩完了，这辈子都没这么凄惨过。哭什么？你不是已经把人打了一顿了？行渊师傅，你之前不是说我救了你，可以慢慢想我要什么，还作数吗？想好了吗？等我要的时候，我会跟你提的。可以。我这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乔装出门视为必要。鸠侠心想，行渊以往从来都是正面回答他的问题的，可现在他竟然回避了，说明他此刻的样子确实特别丑。行渊又道一句，不是特别，是有点难看，但无妨。鸠侠一听，他还不如回避他的问题呢。他是第一次见到他挥剑杀人。我功夫没你好，
不是要保护我，发什么乐？鸠侠体力有些透支，人也开始迷糊，感觉自己轻飘飘的，又在继续往前移动。他醒了醒神，才发现竟然是邢渊在背着他前行。他脑子机灵了一下，立马就要蹭起身来。邢渊手臂将他腿捉着，说道：别乱动，要是累了就睡一觉。我怎么睡得着？那就闭目养养神。我浑身都是血，会弄脏了你的衣裳。弄脏了是要你负责好，还是不要你负责好？我会负责。那你还担心什么？这里是哪里啊？应是山中猎户打猎暂居之地。鸠侠迷迷糊糊的应了一声：邢渊，邢渊。他浑浑噩噩的，也不晓得邢渊答应了没有，只是他在一歪头的时候就靠近了一个怀抱里。他后知后觉才发现他已经在自己身边了。我在，你说。我是不是给你惹了麻烦？对不起。你给我惹什么麻烦？要不是我，也不至于让你落到这般境地。和我在此处藏身，神仙就应该高高在天上的，打架斗争那都是凡人间的事。你是被我硬生生拖下凡尘来的。你若不随我来，便不会被盯上。如此说来，是谁给谁的麻烦？可我不觉得你的事是麻烦，我太害怕以后都见不着了。你便是远在天上也没关系啊，只要我抬头偶尔能看得见你就好了。可你若是远在大海的尽头，不论我怎么抬头看都看不见，那可怎么办呢？我以后肯定都觉得无趣死了。不会，我说会回来就会回来。好在是我跟着去了，不然船上那么凶险，要是有个差池怎么办呢？邢渊，我想要什么，我现在可以提的吧？可以提。我怕我不提，万一我半路死了，就没有机会了。不会死，你只是精疲力尽，受了几道轻伤，不会死。等天亮以后回城，严华会给你处理。邢渊师傅，我要开始提了啊，我能不能碰你一下呀？话音一落，简陋的木屋子里便是一派寂静，一时间谁都没有动。他既然答应他可以提要求，那他先谋一点小小的福利总可以吧？看来果然不太合理，要是邢渊师傅觉得太离谱，就……话没有说完，邢渊倏尔手臂拦过他的腰肢，将他拥进怀里，紧紧抱住他。他从未被谁这样拥抱过，从未想过可以被他抱。他头埋在邢渊衣襟间，睁着眼，感受到他手臂卷在自己腰间，感受到他怀里的温度，还有他低头时蹭着他的头发。他的呼吸都尽数落在他的颈边。那一刻，鸠侠感觉不累了，不疼了，他脑子里都热烘烘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他身子越来越软，力气都被他吸走了，只能这般依偎着他。两人都没再说话。邢渊师傅，我想好答案了。我以前不敢认真想，但我最近有认真想过的，我不敢说。可要是不说的话，今晚又怕以后是不是永远都没机会了，那样又觉得多少有点不甘心。不会没有机会，我可以等你慢慢了解，等你想清楚。我想得很清楚啊，要是我的答案不是你想要的，那可不可以就当我没说过？以前还像从前那样，我以前说喜欢你，
不是说着玩的，你叫我想清楚，你是瑶儿的师傅，又不是我的师傅。我与瑶儿是年纪相当，情同姐妹，可我们又没有血缘关系，我为什么一定要将你看作尊长来对待啊？可我又不能叫玄元师傅厌恶我不知天高地厚，不敬兄长，被你狂妄，我只能循规蹈矩着。可过了那么多年，我自己很清楚啊，我一直是像我爹对我娘那样的喜欢啊，不是对师父，不是对兄长，就是我爹对我娘那样，想名正言顺的永远跟你在一起，想保护你，想跟你住在一个屋檐下，想日日都能看见你，就是有好的我都想着你。要实在不行，其他的我都不要，就偶尔能看见你，跟你说两句话，吃一顿饭，也是好的。这些年都这样过来了，我觉得也是好的。我觉得不好。哪里不好？操的心多。那你以后少操心好不好啊？我没想到你的过往会那么辛苦和艰难，我都要心疼死了。以后我会对你好，我会呵护你，关心你，才不让别人逼迫你，欺负你。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喜欢做的事。你可知道你自己在说些什么？我知道啊，我太知道了。我就是因为很喜欢你，所以才愿意对你好的。心愿，你别讨厌我，我最怕你讨厌我。我没说过，你当什么都没说过。我晓得，外面的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要是让你做师傅，那我肯定是个欺师灭祖的人。心愿。难怪他什么都说得出口，他是烧起来了，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既然这么喜欢我，那以后打算如何？我打算娶你。我年长于你9岁。9岁算什么？我爹也长于我娘好几岁呢。那江湖上很多男的都想娶年轻的小女子。你说的是男子娶女子，这是稀疏平常。那世上可有女子娶男子的先例？管他的，镇上刘寡妇说喜欢就冲，再磨磨唧唧，男人都跑了。好的不学。我学，你教的我都学。心愿，你会跑吗？我不跑。那我能冲吗？等天亮以后，你若还记得，可以再来问我。心愿师傅，我说的答案是你想要的答案吗？是我想要的答案。秋霞脑子停止转动了，人也傻了，好像真的到这一天来的时候，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你想要的一直都是这个答案吗？从来都没有变过吗？不曾变过。那你以前为什么要说你是我尊长？为什么不准我喜欢你？那时你几岁？你可懂什么是喜欢？你可打算喜欢以后要怎么办？我让你想清楚。我怎么不懂？我就是打算好了才跟你说的呀，我又不会骗你。打算好了？打算好以后娶我吗？谁娶谁，你搞清楚了吗？
可这么些年，我都不敢靠近你，我生怕你厌恶我。我靠近你就是了。鸠霞以前不知道，但现在知道了。他一直都在自己身边，从未远离过。他已经默默地朝自己走了99步，就一直在等鸠霞向他踏出这最后一步。怎么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现在是不是梦都无妨。该等的他已经等到了。鸠霞在他怀里深吸着气，还是压不下满腔的酸涩。行渊，我可以这样喊你吧？换来的是行渊的默不作声，他只是手臂从鸠霞腰际穿过，倏儿将她搂着了。鸠霞惊了惊，呼吸都提了起来，在整个人被他勾进怀里时，不由颤颤地换了一口气。行渊，他能感觉到腰间的手在听到他的轻唤时紧了一紧，这辈子他都没有被谁这么拥抱过。我觉得自己要死了。不停歇。实在睡不着，他就又爬起来去铺纸背笔，开始给陆淼回信。他把在蓬莱发生的种种都写了上去，包括他感情上的心路历程，写得密密麻麻，事无巨细，恨不得出一本书给陆淼捎过去。他写着写着就趴在了桌上，想到什么又补充什么。这信写了将近1个时辰，最后还不忘叮嘱陆淼2句。别的不说，这矿一定要帮他弄到手。还有，这信属于私密信，旁人不得偷看。彼时，陆淼在行馆里都能听见那隔得不远的皇宫方向传来无数惊恐的尖叫声。他又在整什么幺蛾子啊？陆姑娘，是宫里的那些女人，还有宫女太监们想跑路，被拦了下来。跑就跑了，又不影响什么。难不成他要全屠了？跑可以，但不能带走宫里的一块布、一颗石子，否则就把人头留下。等宫里的局面都控制下来了，苏怀回来也不管院子里有人没人，进屋一看见陆淼就跟狗见了狗骨头似的往上贴。今天宫里鬼哭狼嚎的，怎么回事啊？一些人想跑，无关紧要的人你留着做什么？我又不是没让他们跑。你一个子儿都不让他们带走，更不要说自己行囊积蓄了，全都得留下。我倒想听听啊，你让他们往哪儿跑啊？新会上岛到这里，我不捞点儿，别个空壳子给我，往哪干什么？是了，看他这心安理得又厚颜无耻的样子，谁能比得上啊？是，谁不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奸臣令相啊？你捞归捞，那些宫女太监后宫嫔妃自己行头能有多少啊？能把皇宫搬空吗？我都让他们把命带走。你跟姬无暇怕不是一个妈生的，只要是能弄进自己口袋里的东西，就休想让他们吐出来。就这德行，要说他们不是亲兄妹，都不太有人信。3宫6院每年新选秀的都是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因而那些个嫔妃哪个不是水灵灵的呀？苏怀让自己麾下的将士们去选，说是有看得上的可以领回去。那些女人见着自己可以重新有个依靠，总比流落街头强啊，故而基本上也都是愿意的。你们主子怎么没给你们2个分2个啊？我们不需要。我们不需要。我去宫里时看见了，那些可都是娇滴滴的美人啊，是皇帝的女人，什么时候轮得到他们？他们都是山猪儿，哪里吃得来细糠啊？靖王还欠姬无暇13万两银子呢，你得剔出来给他。我不知道有这事。陆淼一见他那一脸平淡的神情，就晓得这狗东西不认。你当然不知道，这是靖王和姬无暇之间的生意。那就叫他俩来跟我说。他俩现在一个在蓬莱，一个人生死未卜，怎么跟他说呀？有靖王立下的字据为证。字据呢？陆淼找来字据给他看，结果苏怀伸手接过来，看都不展开看一眼，直接就撕了。你撕的是张白纸。你留着他的字据干什么？哼，留着当纪念。靖王好歹也是让天下女子心驰神往的人，他现在人虽然不在了，可他的亲笔手迹留着总不会亏啊。
把字据给我。按照他的狗性子，他怎么可能让陆瑶留着别人的手迹呢？一个字儿都不行。拿13万两来换。正当陆瑶帮姬无暇要账之际，姬无暇的回信就到了。陆瑶拿到厚厚的信封时沉默了，就他这回信的厚度，再装订装订就是一本书了。陆瑶在屋里展现看，姬无暇信上提笔就是叫陆瑶别忘了要账。虽然靖王跳楼了，但是他的家产还在，必须让狗贼分给他。他要的不多，最好折合成一个矿给他。然后讲的是他去往蓬莱所发生的诸多事，也是十分凶险。最后讲的才是他和三师傅的事儿。姬无暇花了很长很长的篇幅来讲。陆瑶看着那字迹，他面上虽然没有一点表示，但脑子里都能浮现出姬无暇讲的紧张又兴奋的神情来。至于姬无暇信上说起他和三师傅的事情来，陆瑶不诧异是不可能的。陆瑶回想了一番，尽管三师傅对姬无暇十分照顾，对他无回门的事儿也了如指掌，但他一直以为是长辈对晚辈的照拂，因为他不曾流露出丝毫别样的感情来。这么多年连他都没能看出端倪来，可见他三师傅隐藏的有多好。眼下姬无暇桩桩件件一列出来，陆瑶才全部连成一线，感叹于三师傅用心之深呢。陆瑶把信纸一张张翻看到了结尾，姬无暇还特意叮嘱该要的账千万不要忘了要，还有以上回信内容属于绝密，只有他一个人能看，绝对不能再给第二个人看。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他说的第二个人除了苏怀还能有谁啊？结果陆瑶将将看完这最后的叮嘱，突然心有所感，回过头去就看见苏怀没声没息地站在他身后，不知道盯了多久。陆瑶顿时就有点面瘫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好一个为人师表。陆瑶晓得三师傅看不惯他，他也看不惯三师傅，眼下被他逮到点东西，他岂有不落井下石的？关为人师表什么事啊？三师傅又不是姬无暇的师傅，他做我师傅的时候也无半分有被师德的地方。姬无暇和你不是好姐妹吗？他也下得去手？我们是血脉相连还是一结金兰了？反正我没问题，以后他要是我三师娘，那也是你的。你能脱离师门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是不能哦。该要的账，陆瑶还是继续帮姬无暇要，甚至还真帮姬无暇要了一个矿。起初苏怀不给，陆瑶就单方面吩咐秋葵去城里找个装裱师傅来，我有一幅字据啊，需要装裱来天天欣赏。去把城里所有的装裱师傅都杀了。建征和秋葵大眼瞪小眼，要不还是等相爷和陆姑娘打一架再说吧，谁赢了听谁的。结果没一会儿就有茶杯瓷器从屋门里飞出来，建征建双已经非常有经验的避开了去。黑虎出去溜达完，正兴冲冲的飞回来，正准备进屋呢，就遭一个蜜饯碟子摔出来。亏的是黑虎动作快，当即旋身挥翅躲开，嗷叫一声，接着房门就被一股内力给挥闭上了。你狗东西，打架就打架，你脱什么衣服啊？我脱了慢慢跟你打。再后来两人打架的动静越来越小。苏怀，现在是大白天。我不想。你这个畜生。那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小畜生啊？打归打，骂归骂，可真当这狗男人沾上他身的时候，陆瑶便整个人都觉得软了。他一边着力往里挺，一边咬着他的耳朵又道：陆瑶，给我生个小畜生。到傍晚的时候，房门吱呀一声打开，苏怀衣着整齐地站在门框里，看见黑虎在廊下正把头缩翅膀里挠痒痒。往后他吃的鸡都记在账上。是。房里又传来陆瑶的声音懒懒的，回头都去找他爹姐。哪个是他爹啊？你想哪个是他爹就哪个是他爹啊，反正我是他娘。苏怀看着黑虎，一时不语。主子让都记账上，回头找主子结账，然后结来的钱又归主子库里，是这意思吗？别问我，我不知道。尽管苏怀嘴上这不肯那不愿的，最后他还是剔了一个矿出来给姬无暇留着。皇帝传了道密旨下去，不管用什么办法召集些什么人，一定要将苏怀奸臣狙杀于半途中。
江湖上拿钱办事的亡命之徒很多，故而打从苏怀从云津出发，就注定一路上不甚太平。陆遥都不知道帮着料理了多少了，以至于后来他再看见刺客杀手时都一脸麻木。陆遥看着苏怀这态度，他哪是班师回朝啊，不晓得的还以为他在游山玩水呢，所以陆遥就来气啊。像之前那样避人耳目回朝，安全方便又快捷，不好吗？非得要这么大张旗鼓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上哪搞你是不是啊？我为什么要避人耳目啊？这么多人要杀你，你看不见吗？你会让我死吗？不得不说，有时候你真该死。你把打我这么厉害的劲儿用去打别人，别人还怎么打我？哼，厉害劲儿，就这两脚就能把想杀你的人踹趴下是吗？他还是得像在一横派的时候揍得你要死不活的程度才行。你都厉害完了，我这么脆弱，没有你怎么能行呢？下次你自己打。他还真是说到做到。等下回路上遇袭的时候，他和苏怀正在马车里，外头打得正激烈。当时陆遥闪身避开，苏怀全然事不关己的样子，仿佛来刺杀的不是他，而是陆遥似的。陆遥一来气，抓着苏怀手臂，在那剑再度劈来之际，提着他的手臂就去挡，一扭就把人断了脖子。他松了松手，那人就软哒哒的倒在了马车边上。苏怀直勾勾的盯着他。你刚刚想用我去挡剑？陆遥松开他，他手里把着剑，反手往窗外一掷，正中一名杀手，像穿萝卜似的扑哧一声堪堪穿透那杀手的脖子。正打杀的剑争剑双见状，尽管已经亲眼见过许多次，可再见此情形，还是忍不住见一次心里就惊叹一回，可见这功力之深厚啊，是他们望尘莫及的。我便是拿你去挡剑，伤着你了吗？让你掉一滴血了吗？伤着我了。伤你哪儿了？伤我的心了。不信你摸，隔着衣服摸不到是不是？那你伸进去摸。说的好像你没拿我去挡过刀似的，你怎么不说呀？我伤你心了吗？我来摸摸。摸个锤子！以前我没有爱上你，你没爱上我，生死各有命。而今我爱着你，你爱着我，你还拿我去挡，你觉得你做的对吗？你觉得你这眼神青天白日的正常吗？你亲我一下，这事儿就算了。你最好别闹，一会儿打起来这马车搞坏了，你我都得晒着太阳骑马走。一会儿打起来，外面人都以为你在为我做些额外的事情。陆遥也知道这狗东西不要脸起来的时候是毫无下限的，眼下在路上确实不宜过多的引人注目，示意他稍作权衡，便飞快地往他脸上亲了一下。主子，还是一切小心为上。还请主子验过以后再用。毕竟现在这么多人想要他的命，朝廷更是巴不得他早点完，怎么还能这么松懈大意呢？他们说的很对。那你是什么？我百毒不侵，你是吗？我不是。那你狂个什么劲儿啊？我有一个能解百毒的女人。陆遥翻了个白眼儿，现在这狗男人之所以这么狂，全赖着有他在是吧？苏怀一路招摇，陆遥知道他是想把那些朝野江湖上想杀他的人全都引来一趟解决，看以后谁还敢轻易接他的人头任务。至于陆遥帮不帮，全然看心情，心情好的时候帮他杀几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个劲儿的往他背后躲。还是相爷厉害啊，天下想杀他的人数不胜数，他还找了个凶悍的媳妇儿，时不时趁他不备就会把他推出去挨刀啊。还是相爷命够硬，消受得起这美人恩啊。但凡要是换个男人，你试试能活几天呢？相爷没事吧？你刚刚为什么推我？我有推你吗？你懂傻吗？那总不能我们两个人都躲吧，总得有个人挺身而出嘛。我不喜欢挺身而出，我只喜欢挺身而入。这畜生满嘴虎狼之词，陆遥人都麻了。我让你当个哑巴吧。我喜欢坏女人，你越坏我越兴奋。哼，那是因为相爷嫌日子过得太舒坦，需要找点虐。你说出去谁相信相爷还是个受虐狂啊？一个人的日子有什么舒坦的？可你的每一日才叫舒坦。反正再好的话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莫名就透着一股畜生味儿。这厢蓬莱的春日来得迟了一些，但凛冽的寒冬已经过去了。为什么挨着睡就不容易睡着呢？情愿不言语。
那要是以后挨着你睡都睡不着觉，可怎么好啊？眼下不是在慢慢习惯，要是习惯不了呢？多接触就能习惯。他说还要多接触，怎么叫多接触？牵牵手，抱抱腰，还有亲亲嘴。使不得，使不得。什么使不得？没什么。调戏良家妇女的时候，动不动就把人就地正法；说起儿女情长的时候，满嘴都是镇上刘寡妇说。现在倒是使不得了。姬无暇简直想找个床缝钻进去。那些都是说着玩的，你别提了，我都无地自容了。好的不学，坏的也不见怎么学得会。星渊师傅，你可以质疑我学的好坏，但你不能质疑我的学习能力。你想，当年凌霄师傅可都没正式收我为徒，我如今都成江湖大侠了。你很聪明，那你在纠结什么？姬无暇沉默了一会儿，莫名其妙的被他引导着说了出来。我在想你说的多接触是怎么个接触法？我可没多想啊。你不妨展开联想。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天都要亮了。百官相继有序的进入朝殿等候，宗室亲王也都在列，就连小皇子长景也从寝宫里出来了，被带到了朝殿上。诸位请起。百官这才起身，结果就看见大殿下站在皇椅一侧，而那皇椅上坐的人竟然变成了小殿下。敢问大殿下，这是怎么回事啊？遗诏上理应是大殿下继承大统，为何又是小殿下坐于龙椅之上？我奉遗诏成大统，只游散在外多年，不善国事，今禅位于穆长景。我为长兄，会辅他成年，接掌朝政，待他能治国安邦、勤政爱民为止。百官面面相觑，全然没了主意。诸位可有异议？事已至此，那皇椅上的人都已经坐定了。于是朝臣们短暂持熟片刻以后，陆陆续续的下跪跪拜新皇。大殿下虽不承袭大统，但会辅佐新皇成年掌政，这也等同于是大殿下亲理国事。只是他终究是无心皇位，朝中百官们又还有何可说的？最后文武百官全都跪地行参拜大礼。典礼完成之时，新皇便也顺利即位。同时消息也传往了宫外，翘首以待的百姓们无不哗然。消息灵通的各茶楼酒肆、街坊市井都炸开锅了。我听说今日登基的不是大殿下，而是小殿下。真的假的？千真万确，现在坊间都传开了。那遗诏不是留给大殿下的吗？怎么变成小殿下继位了？是大殿下禅位，往后大殿下便是摄政王了，专门辅佐新皇打理朝政。他听着旁人讨论的内容，又听着窗外忽远忽近的浪涛声，他不由自主地缓缓扬起嘴角，眼神比阳光还璀璨。你们这里的果子酒，哪样都给我来一壶。他到了官衙楼，径上2楼，一眼就看见姬无暇坐在那靠窗的桌边，桌上摆满了许多只酒壶，还有许多只酒杯。我还以为是我产生幻觉了呢。你忙完了？忙完。来，吃酒。当心吃醉了。呀，我酒量好，这点可吃不醉我。这酒有后劲儿，且像你这么混着吃，不难吃醉。我很少醉过，不过吃醉了也不怕。你不是来了吗？也罢，我来了可以随你吃。你是不是嫌我喝得多，是个酒鬼？打了一整夜。我没说你是个酒鬼。那你是不是嫌我？我也没嫌你。我也不是天天喝，我高兴的时候才这么喝的。今天很高兴吗？今天很高兴啊。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因为你疼我，我感觉到你疼我。行渊低垂着眉眼，一时不语。行渊，你身上好香啊。行渊，行渊，你好好闻啊。行渊，行渊，我真的好喜欢你啊。他直直地盯着他的唇，那时从眼神到神情里皆充满了可怕的占有欲。
我非圣人。姬无暇有些不懂他为什么这么说，但却能感受到他将自己抱得极紧，随即他话语一落，唇便附在了他的唇上。那一瞬间，他猛地睁大了眼睛，呼吸也静止了。这下陆遥收到姬无暇的信，看过一遭之后，脸上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鉴于上回他看信时苏怀在背后偷窥一事，后来陆遥看信前都会确保那狗男人不在，看完以后第一时间就收起来放在某个角落里。哪晓得等苏怀回来，总会闻着味儿找到那信。有时候陆遥没注意，去洗漱更衣的空档，回来就发现他倚在桌边，手里捏着那信纸，正看得起劲儿。偷看别人私信，你还有没有点做人底线啊？做人需要什么底线啊？你不是经常叫我畜生吗？哼，你还挺适应啊。那我都是畜生了，我看点信有什么不对？我若不叫你畜生，你就不偷看了是吗？我这是偷看吗？你这还光明正大的看是吧？原本是姐妹之间的信件往来，又不是什么机密。陆遥呢，又没有销毁的习惯。你三师父当了蓬莱的摄政王，不用说，这也是狗男人偷窥信件的最主要的原因。你还想打蓬莱的主意吗？我劝你不要动那个念头，我三师父不是好惹的。那世代鼎立朝堂的蓬莱荣家惹到了三师父，三师父都能给人一锅端了，那还是他母族外戚呢，更别说是你，他更加不会手下留情的。他叫你教他怎么搞男人？这信上无非就2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蓬莱新皇登基，他三师父当了摄政王；第二件事就是姬无暇问他怎么搞男人。这千里迢迢传个事儿就问他这个，约莫也只有姬无暇能干得出来。不用你提醒，信我已经看过了。你打算怎么教啊？我教不了。怎么教不了？你搞我的时候呢，像拿我挡刀挡枪这种，你可以传授给你的好姐妹，我可以替你回信，对此我心得颇多。苏怀，你少整这些有的没的。就算姬无暇没认出了你这字来，你以为你能诓得了我三师父吗？怎么才能让你三师父和你好姐妹黄了？姬无暇信里不止一次提到要我跟你好好过日子，凡是有商有量不离不弃，你就盼着他黄了？你以为我不知啊？他让你我好好过日子，便是好在将来指着我随你换他一声三师娘。诚然，姬无暇就想占狗男人的便宜，狗男人呢又最不会让别人有机会占他便宜。哼，就你跟姬无暇这路子，要说你们不是一个妈生的，谁信啊？苏怀手里的笔锋一挑，直接就往陆遥脸上挥来，在他脸上一撇一捺的划了2道。陆遥是全然没有料到，在墨汁上脸的瞬间就反应过来了，这狗男人哪是要写信啊，分明就是搞了个障眼法来拿他的脸泄愤。与此同时，他一手揪住苏怀，反身就一把将他按在书桌上，他拈着笔头就往他脸上招呼。这时候剑霜送来了膳食来，屋门开着又没有关，便先送进门去，只要房门没关便是没什么事儿。结果进去放下饭食以后，剑霜抬头就看见自家主子竟然被陆姑娘按在桌上为所欲为，别提心里有多震惊了。剑霜前脚一退，剑生后脚就大步的也进院儿里来，看见剑霜才从房里出来，就问了一句：主子在屋里吗？在。诸位将军那边请主子。话没说完，他抬头也看见主子被陆姑娘按着，简直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家主子从来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何曾受过这般欺凌啊？他俩双双盯着他时，剑征就只觉得头皮一紧，内心凌乱。打扰了。相爷，若是分不清哪个才是长公主，那还要将他们全部厚葬入公主陵。全部厚葬入陵，是要让他们下去抢长公主的风光吗？奴才不敢。苏怀看了眼这些教师，然后随手指了指其中一句：将长公主葬入陵寝，其余的送乱葬岗。除了送去陵寝的教师以外，其余的当天就被丢去了乱葬岗。纵长公主再怎么金尊玉贵，临到头却是死得嫩的落魄凄凉。
最后好歹也是葬入了公主陵的。葬入公主陵的能是长公主吗？怎么不是？相爷亲手指认的，岂会有假？可相爷指的分明是具男尸啊！真正的长公主尸体却是混在那些工人尸体中，才被他们抛到了乱葬岗。小皇子抱药，静妃不着急吗？姑娘也说了别急，有那么多太医在，我孩子不会有事的。大家都顾着孩子去了，可孩子的父皇还在这里。眼下我若是也跟着去了，那谁来照看皇上呢？孩子的情况确实不紧急，只是旁人不急尚能理解。静妃身为孩子的母亲也不急，倒让人意外了。孩子以后还能慢慢弥补，可皇上这里便是来一次就少一次，待一会儿就少一会儿。约莫这是这殿上不通风的缘故，空气十分沉闷。陆瑶在这儿待了一会儿便觉闷热，背上隐隐起了汗意。你不着急，是因为量控制得好，虽有损伤，但不会损伤过度。静妃神色异常安静，安静的甚至有些阴森，比划道：姑娘精通医理吗？陆瑶不再耽搁，转身便往外走。可这时身后的静妃突然怪叫一声，陆瑶回头一看，就看见先前还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皇帝竟然自己坐直了身体。他似乎极力着忍耐着某种冲动，下一刻就直接冲着陆瑶扑过来。连他自己都感觉自己仿佛重新活过来了，精力充沛，浑身都是力气，已经很久都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这一刻他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也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自己部位的强烈反应。他需要女人，要是没有女人，会让他比死还难受。他是苏怀那贼子的未婚妻，苏怀窃他的国，那他便要他的未婚妻。他倒要尝尝那贼子千不舍万不舍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滋味。屏风的框架摔断成好几截，也正是这一提气，那股子力不从心之感陡然从陆瑶丹田里升起。他回眸，眼神就落在了静妃身上，只见那香案上的香炉里正青烟袅袅。他走过去揭开香炉盖子一看，果真是独活。陆瑶操起一边的茶壶就浇在了香炉里。你给他喝的那碗药是什么？能让一个只剩一口气的人还能这么挣扎？静妃只是摇头。话又一落，皇帝已然从屏风那边爬起来，拼着一股劲儿又冲着陆瑶踉跄扑来。陆瑶扬手就将手里的水壶掷出去，水壶砰的一下击在窗棂上。陆瑶另一手操起手边的香炉，转头就砸在皇帝的头颅上，顿时砸得他头破血流。独活这事儿是谁告诉你的？长公主吗？长公主不是说此女子最怕独活的气味，一闻到这气味便失去一切抵抗能力，只能任人为所欲为吗？只是长公主没有告诉你吗？我虽对独活难以耐受，但并不妨碍我处理两个东西。然而他手上的黑簪都还没有用得上，殿门轰然而开，一道风灌进来，转瞬而至。一只手按住了陆瑶握着黑簪的手，继而那人影自他身侧一掠而过，那速度极快。皇帝再没机会往前一步，便被一只手捏住了脖子。你敢？眼看着他在自己手上慢慢的死去，皇帝也终于停止了挣扎。孩子不在我这里，今晚我是命人去把小皇子带过来，可我的人回来却说，他去的时候孩子的床上已然是空的了，孩子早就被藏起来了，我也没找到。一直以来你都是苏怀的人吧？他在你宫里安插人手，美其名曰是处处照拂你，实则是时时监视你。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孩子在哪，你觉得谁最有可能知道？你觉得又是谁将计就计，把孩子藏起来了，目的就是为了引你来与我相斗？静妃，你我都被他骗了，成为他玩弄于股掌的棋子，被人牵着鼻子走，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吗？静妃啊啊地发出两声粗叫，一脸无所谓的表情。棋子就是棋子，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一开始就是他的棋子。若是没有相爷，我被你毒哑了嗓子，早就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了。是他让我活了下来，他让我等待时机，他教我如何把握机会，才有我的今日。否则我永远都没有机会找你报仇，没有机会撕烂你的肉。可他从头到尾只是想利用你。
静妃动着口型嘶声叫喊道：“你要我又如何？总比你要杀了我的孩子强！我说了，我没动你的孩子。我的孩子在我肚里才几个月，你这毒妇就狠心害了他，我要你不得好死！”长公主听来，就是这静妃再失心疯，这其中也必有什么缘由。不管什么缘由，定然少不了苏怀在中间安排。只是什么才在他肚子里几个月？他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吗？那现在的小皇子又是怎么回事？静妃拔出发簪，又冲他胸口用力扎下去。静妃胡乱的扎刺，全然是泄愤一般，不管中不中要害，是恨不得把他扎得千疮百孔。长公主看着静妃的疯态，心里突然静如死水。你之所以那么心甘情愿地被苏怀利用，是因为你爱上他了，是吗？那是因为你不知道爱上他的下场有多凄惨。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要苏怀有他未婚妻在身边，他永远不可能注意得到你。可我知道他未婚妻怕什么。说着，他手里突然扒住静妃的手，用尽力气将她拽下来。同时，静妃手里的发簪再次毫不留情地送进他的心窝里。长公主眼眶一瞪，嘴唇在静妃耳边一张一翕说了什么。再后来，静妃人也像是入了魔一般，只管把这个发簪往长公主胸口里扎去，取出又扎去，循环往复。她死了，死不瞑目。当天晚上，这长公主的宫里引发了一场大火，火势接连烧了后宫2个地方，一直烧到了天亮。圣上驾崩，敲丧钟吧。皇上驾崩！苏怀转身向路遥走来，还有事忙吗？苏怀没有说话，只是弯下身来，一手揽过他的腰背，一手超过他的腿弯，将他抱起来往殿外走去。放我下来吧。狗男人置若罔闻，公务要紧，相爷先放我下来歇歇。我出力的都没说要歇歇，你却要歇歇啊？是躺我怀里躺累了吗？这么多人看着呢，相爷请自重。苏怀便看向士兵队伍，你们都看见了什么？属下等什么都没有看见。路遥沉默，就当他死了吧，不然他就算他人没死，也快要被这狗东西的骚操作给尴尬死了。苏怀抱着他又继续部署安排，包括今晚皇帝殿前的守卫、文武百官连夜进宫事的事宜。安排完以后，禁卫军这才散开，各行其事去了。苏怀又继续往前走。中了毒火，你不是浑身发热、瘫软无力吗？哪来的力气跟我狡辩啊？这次是因为没闻到是毒火，疏忽过一次，下次不会再发生了。你的身体不是已经恢复了吗？怎么还是受不得那东西啊？我对毒火过敏，不是因为走火入魔，是因为以往跟着二师傅的时候药尝的太多了，体质才发生了变化。既然反应与中了春药差不多，我可以给你减。就去前面那个树林里如何？陆遥突然觉得这狗男人还是继续安安静静的自己生闷气的好，省得张口闭口都是这些混账话。我还可以打一架，你要试试吗？我要试试。你想在哪里打？前面的树林里行不行啊？回家打。陆遥一被苏怀带回房里，关起门来，都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喘口气儿，就直接往床上滚。他身上的衣裳被他一件件剥了，丢下床。他本就浑身发热，没几下折腾，热汗便从毛孔里蒸腾出来。屋门外丧钟荡荡，帐子里却是天雷滚滚。一场大汗过后，体内残留的毒活药效便随之被排了出来。宫里一堆事等着你去收拾呢，你就不怕文武百官趁你不在连夜进宫搞出什么事情来？他们先有胆子出家门再说。你跟我在床上，脑子里不想着我，却想着别的人。苏怀，他缓缓俯下头去，在他颈边闻了闻，又凑到他下巴闻了闻，与他呼吸混在一起。好闻吗？好闻。而今阿汝就是静妃，至于阿汝，他
他现在替了静妃的身份，方方面面都得符合静妃的日常行为，人前只能打手语，不能开口说话。但这也不是问题。后来请室外名医进宫给他诊治，走个过场，他便能慢慢的恢复声音了。皇帝的棺椁没停多久，苏怀便就近指了日期发往皇陵。后妃该发散的都发散出宫了，膝下有皇子公主的则赐为太妃，携公主皇子于宫外安宅。短短几日时间内，宫里的这些事儿就被安置得妥妥当当。奸相不是向来心狠手辣、做事做绝的吗？怎么这次却像是中了邪似的，变得如此心慈手软了？居然一个给皇帝陪葬的都没有，还特别慷慨地把妃嫔们全都放出了宫。皇帝的丧事一毕，接着又是新帝登基。苏怀还像模像样的弄来了一封传位诏书，诏书上是死去皇帝的笔记，盖的也是国玺章印。诏书上将皇位传于皇帝的幺子，才年仅1岁的小皇子。奸贼就是奸贼啊！这皇位他明明可以随心所欲，想给谁就给谁的，但好歹却还搞了个继位诏书。小皇子胆怯，被阿乳紧握着小手，给他力量，陪他一起走向那张金灿灿的龙椅。而今他是大业唯一的太后。朝堂上，阿乳口口声声称苏相是辅国大臣，孩子尚年幼，一切还得由相爷多多教导，因而国务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苏怀手上，并且朝廷各部也由苏怀定夺。群臣们私下里说道，奸相除了没关在宫里，除了没亲自称帝，实际上他手握实权，把持朝政，与皇帝有何区别？新皇都还在吃奶呢，打理个球的朝政。相府里的下人们嘛，都十分的谨守本分，但就是这相爷和陆姑娘之间有分歧争议。相爷着急结婚呢，恨不得下个月就结婚，但陆姑娘呢，要求年底结婚，为此两人是隔三差五的干起来。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你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了？八字先生都算过了，最近的日子是年底，那就年底。我等不到年底。难不成你还活不到年底？这婚我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下个月就可以。那怎么能行啊？当官的哪个不信这些啊？当然要按照核算的日子来咯。苏怀满脸写着我要结婚。眼下你朝中不是在科举五考选拔人才吗？朝廷不也一堆的事儿吗？你有那空闲来结婚吗？结个婚需要多少空闲？是要结3-5个月吗？那总得告知我长辈吧。我已经派人去药谷提亲下聘，顺便接你二师傅来京吃席。那我三师傅呢？我也派人送信去了蓬莱，通知了他。那去往一趟，少说也得2-3个月啊。更何况我三师傅可没二师傅那么好说话。你三师傅要是不答应，我就搅黄他和你的那个好姐妹。我不好过，他也休想好过。薛大夫，有信送来了。薛尚向来是对外来信件不感兴趣的，而且他隐姓埋名这么多年来，也没人给他写过信。小童怎么叫喊都喊不出来。于是吉小童3-5扎堆的一起坐在屋檐下，眼巴巴的盯着那封信。以前来信都是姬大侠拆开来看的。可是姬大侠很久都没回来了。那会不会就是姬大侠写来的？反正薛大夫又不看，那他们就拆开来看看吧。结果拆开以后，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几只小脑袋凑到一堆儿去，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看得十分的认真。你们都看明白上面写什么了吗？我好像不识字，我识的字也不多。然后就指着某些字儿，这个是经，还有这个是女和婚。之后小童们连蒙带猜的抓住了重点，回头扬声对屋里的薛胜说道：薛大夫，陆姑娘要在京及女婚了。过了一会儿，薛胜才开门出来，手上还沾着药泥。他伸手来拿过信纸看了一遍，说道：什么及女婚？是结婚。平时阿随都是怎么教你们的？他徒儿总算是功德圆满，这一趟出去找到了灵犀角，武功全然恢复了，还捡了个未婚夫，而今都要成婚了。凌霄啊，你徒弟跟你相好的徒弟成婚了，你要是见了，怕是高兴得紧呢。陆姑娘要和谁结婚？
当然是姑爷。还是上次的那个姑爷吗？那不然还有哪个姑爷？薛胜就负责叫联络药谷的人来问问情况。得知徒儿未婚夫那边聘礼都一并送过来了，那就让男方那边的人把聘礼抬到药谷外面指定的某个地方，然后再由药谷这边的人负责搬回到谷里。结婚要送这么多的东西吗？那当然，这叫聘礼。那我以后也要结婚，让对方送这么多东西来。你倒是想得美啊！这聘礼都是男方送给女方的，你得送这么多东西出去才能娶到媳妇儿。那我不结婚了。薛大夫，我们能和你一起去京城吗？我们都没去过京城。京城又不好玩。和姬大侠说，京城又大又好玩，还有很多好吃的。薛胜不松口，小童们却早早地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等到薛胜要启程离谷这天，小童们就来拽他的手，抱他的腿，非得跟他一起去。最后薛胜实在无法，将这些小童们一一拎起来，塞进马车里，启程出发。我丑话可说在前头啊，跟我出门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就把你们丢在半路上。你们又没个一技之长，一旦流落在外面，就只能去要饭当叫花子了。他到底什么来头啊？这么胆大包天，竟连太后都不放在眼里。还能有什么来头？看他的言行举止，不过就是小门小户的民女，还不是仗着有摄政王袒护他。这样的人惯会得寸进尺的。结果没多久，这赵姑娘的身世来头就揭开了。缘由是蓬莱收到一封国书，是从大业寄来的，而且还是由大业的相爷亲笔所书的。国书上的内容说是他流落在外的亲妹妹到了蓬莱，听说是养在摄政王府的，并特意嘱咐要照顾好他的妹妹，否则要是有个什么差池，大业是要向蓬莱问责的。大业的相爷臭名昭著，谁不知道啊？万万没想到，而今摄政王身边的赵姑娘居然是相爷的妹妹，这下还有什么可说的？谁敢得罪大业宰相的妹妹啊？要是惹到了大业宰相的头上，还能有活头吗？不过大家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听说这夜朝的宰相姓苏啊，怎么他的妹妹却姓赵呢？大家思来想去，得出一个揣测，有可能是因为他妹妹贪玩好耍，所以才用了个假名字。说不定妹妹还为了躲这个变态的哥哥呢，不然他千里迢迢的跑到蓬莱这干什么呀？那狗贼如意算盘打得响，谁要当他妹妹？别以为我不晓得，他定然是还想着提前先犟一句，将来行元师傅才好当他的妹夫。呸，不要脸！委实过于厚颜无耻了些。当个锤子妹妹，将来我跟行元师傅在一起，他跟瑶儿在一起，狗贼是要当我的晚辈的。看来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盘嘛，恨不得把自己的算盘珠子全崩对方脸上，是一点亏都不能吃。后不久，叶京又来了信，这回不是以国书的形式了，而是以私人信件传给邢渊。信上告诉了苏怀与陆瑶年底婚期一事。年底的久啊，那我得抓紧时间给我瑶儿准备嫁妆了。邢渊嘴上没说什么，但还是给苏怀回了信。他二师傅答应了吗？苏怀亦回了信。少操心，这是他二师傅的事。邢渊再回信。他但凡嫁个正常人，我也不至于操心。苏怀再回信。他嫁个正常人，还轮得着你操心啊？邢渊再回信。他嫁个正常人，还有你什么事？苏怀再回信。我叫你少管闲事。邢渊再回信。多积德行善，少异想天开。这阵子两人之间的信件往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能不能写多一点啊？你们你一句我一句的这么整，有考虑过送信人的感受吗？跟他多说一个字都是多余。哼，等年底结不了婚，到时候你就知道多余不多余了。妈的狗贼是什么意思？居然趁我出门在外半道劫我！陆瑶直截了当的去问苏怀，你与我三师傅不和便不和，你去接姬无暇做什么？我要是劫到了他，
他还能畅通无阻的和你来信吗？他没能被你截住，只能说明他功夫够好，而不是你大发慈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三师父暗中联络了你，他要是不这么干，我也不至于朝你好姐妹下手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这狗男人要是不如意，搅黄别人他比谁都积极。在和陆瑶的有效沟通以后，姬无暇也就弄清楚了为什么狗贼要半道劫他了。原来是想以他来对付邢渊，因为邢渊不同意他和陆瑶的婚事。狗贼就是狗贼啊，别人坏他的事儿，他就要不择手段搞别人。姬无暇虽然极其不满狗贼的行径，但还是要有大局观。为此，他和陆瑶分头行动。陆瑶负责按住狗贼别乱来，他负责去劝住邢渊。要不是姬无暇及时去劝住邢渊，就冲苏怀半路对姬无暇下手劫他，邢渊就打算新账旧账一起算。邢渊师傅，那狗贼就是这德行，一急眼就乱咬人，咱们大人有大量，不跟他一般见识。乱咬人还不能与他一般见识？这要是换做别人，不许邢渊师傅动手，我就先去把他给料理了。可这人不是别人，他不是瑶儿的心头好吗？阿瑶喜欢他什么？喜欢他动不动就乱咬人。狗贼嚣张是嚣张了点，但他也还忠心护短。这次肯定是瑶儿没把狗链子拴紧，他才敢翻到邢渊师傅头上来。别气别气，回头我写封信让瑶儿痛揍他。其实别看狗贼对别人怎么样，但他对瑶儿是真的好。对他是真的好，会让他负伤回骨，会让他伤心难过吗？唉，一开始的时候难免要经历一些磨难，才会明白自己的心意嘛。狗贼那样的人以前肯定从没栽在女人手上过，所以没有经验，才会干出那些混账事。像他那样的奸贼权臣，向来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可他后来爱护瑶儿，为了护瑶儿也是差点命都丢了，这一点我是看到的。在他心里，瑶儿比什么都要重要。再后来他不是又陪着瑶儿去云津找灵犀角，助他恢复功力吗？听说也是危险重重，九死一生。邢渊师傅，虽然咱们看不惯他，但他跟瑶儿的感情也是真的，不然瑶儿那么看得透的人，怎么也愿意同他在一起，还要嫁给他，与他过一辈子呢？说别人的事实，你倒是说的头头是道。瑶儿嘴上不说，但我知道，要是能得到邢渊师傅你的同意和祝福，他一定会很开心。他们成亲，你也挺开心啊？我当然开心，将来他生的孩子，我是要当他干娘的。当干娘？还有，邢渊师傅，你换个角度想想，你是瑶儿的师傅，不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吗？那以后狗贼是不是得随着瑶儿也唤你一声师傅？你看不惯他，你就当他长辈，想想是不是就很解气？到时候他们俩结婚，咱们去吃酒，邢渊师傅你往那堂上一坐，他还得低声下气的敬你的茶。你既想当阿瑶孩子的干娘，又想当阿瑶夫婿的长辈，怕是不行。你可以当他孩子的干奶奶。那我岂不是占了瑶儿好大一个便宜啊？那你想当他夫婿的长辈吗？想。那便是了。外人只知道蓬莱给相爷送了很多贺礼来，只有相府里的人知道，这些都是陆姑娘的娘家人送来的，都是给陆姑娘的嫁妆。这笔嫁妆数目极其可观，都够买下好几座相府了。只不过因为陆姑娘素来低调，才没有往外张扬。中秋的时候，宫里宫外都十分热闹。今日中秋，两位师傅定然是结伴出游去了。年底回来吃酒就行。说着，他将蒸好的酒反手倒在粉营前，空气里酒香弥漫。酒是他准备的，一闻便是难得的好酒。陆瑶很多时候都是沉默，基本都是苏怀在说。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南怀之地的客栈里的时候，他也是能与他大师傅聊得起来。以前他大师傅就希望他俩能有个好结果，而今算是共同历经磨难，终于功德圆满了。他想，大师傅知道他们的婚讯一定会很高兴的。两位师傅吃到这酒就保佑我，让他早日给我生个儿子。陆瑶脸一黑，冷不防踹他一脚。下山回城的时候，城里的灯会夜市还没有散。陆瑶透过车窗，看见街上的姑娘们笑颜如花，
几乎人手提着一盏灯，有的是花灯，有的是托尔灯，形态各异，十分漂亮。想去逛吗？我今日闲，可以陪你。我不闲。你哪里不闲了？七无暇送了我一批蓬莱的药材，我得回去收拾规整。他与七无暇不同，他向来不怎么去凑热闹。苏怀正是了解他这一点，所以没有强求，只吩咐见征见霜去路边买几只灯来，各种样式的都买一盏。你买灯做什么？你刚刚不是在看吗？我看了就要买吗？又不是买不起，买回来慢慢看。于是没一会儿，见霜就两手各提着几只灯回来了。不仅他回来了，卖灯的那个摊主还帮忙两手也各提着灯跟着过来了。老爷要的灯都在这里，多谢老爷惠顾，多谢多谢。主子，灯来了。陆遥见着那一个个的花灯塞进来，把车厢里的空余地方都塞满了，而且个个都点得亮晃晃的，顿时整个车里才真是闪瞎眼。陆遥人都麻了。爹爹，你看，这里有马驮着一只大灯，灯里还坐着2个人。我也要坐进花灯里。你喜欢吗？你觉得我喜欢吗？没听见你很惹人羡慕吗？我觉得你喜欢。哼，让个3岁小孩羡慕，我还沾沾自喜不成啊？那你还让谁羡慕？让全城人都羡慕？你嫁给我就能做到。你信不信我把你连人带灯全扔出去？车里塞了这么多花灯，实在是拥挤。陆遥要求把这些灯全灭了，但苏怀道：灭了还赏什么灯啊？今天不就是专门赏灯的日子吗？苏怀，我劝你不要想一出是一出。结果见征见霜驾车还没走出多远，车里主子和陆姑娘就因为意见不合打起来了。那灯一歪，火苗就烧穿了灯笼纸窜了出来，车里的褥子、垫子、帘子都是一点即燃的东西。于是没一会儿，车里的火苗就越窜越大。等陆遥和苏怀从车棚顶破顶而出，落在街边时，再回头看去，整个马车都已经烧起来了。见征见霜见势不对，第一时间紧了马。最后陆遥还是得跟苏怀走路回去，见征见霜则像2块木头似的默不作声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苏怀忽然牵住了陆遥的手，这人来人往的，陆遥下意识地脱开，狗男人抓得更紧，一根根穿过他的手指，与他十指紧扣。两人都不是好逛街赏灯的人，可今晚却也难得这么逛着走回家一次。街上喧嚣，摊铺货品繁多，人间处处繁华，头顶的夜空静静悬着一轮满月。薛胜在药谷收到婚讯后不久，没半个月就带着一堆孩童动身去往京都，路上走了差不多快2个月。结果路上今儿不是这个屎尿多，就是那个腿脚疼，再不然就是晕车趴在车窗上吐得个天翻地覆。反正这一路上啊，都得是走走停停无数次。薛大夫，我想屙尿。薛大夫，我快要屙进裤裆里了。薛胜深吸一口气，最后不得不在林荫下停好马车，把那小童拎出来往树丛后面丢去。小童就手忙脚乱的连忙脱裤子蹲下，然后发出一道解脱一样的喟叹声。薛胜愁的眉毛和8字胡都在抖。哪来那么多傻尿的？薛大夫，昨天那馆子里的菜，我只是一不小心多吃了一点儿，那多吃一点儿就难免要多饿一点嘛。出门在外，你怎么就不克制一点呢？因为它好吃啊。那你快点啊。就快好了。等这个小童解决完，薛胜把人拎回马车里，还没走多久，那个小童又要尿尿，薛胜就让他们集体尿，否则这个停一下那个停一下的，天都要黑了。总之啊，薛胜整天都在为小童们的吃喝拉撒而忙碌着，还有小童腿子痒起了疹子，薛胜一看，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薛大夫，要是没有你，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留在药谷里才最好。要是没有薛大夫，我们都不能出来见识见识姬大侠说的这江湖。什么江湖？现在只是在赶路，连江湖的边儿都没摸到呢。那还有更大的江湖吗？没有，
薛大夫，我胸口不舒服。不舒服就自己揉揉。那好吧。结果他揉着揉着，没一会儿就成功的把自己给揉吐了。我的亲娘啊，上辈子是造了什么孽，才带了这么群东西。小童扒着车窗吐得哇哇的。啊，薛大夫，他吐了！薛胜的脑瓜子突突突的。我听见了。不要紧，不要紧，薛大夫听见了，他不会不管你的。你吃的什么呀？这个味怎么这么臭？对，我们吃的都是一样的呀，吃的鸡蛋葱花饼。可是这也太臭了呀！车厢里都是这股味儿。没多久，又有2个小童趴在另一边车窗上也吐了。马车驶到京城城门的脚下，他抬头看见城楼牌匾，心中是感慨万千，差点落下泪来。薛大夫以前是不是来过这里啊？肯定是。薛大夫在谷里避世太多年了，现在终于重回故地，所以有些触景伤情。哼，你们都闭嘴！剑征、剑霜、文逊早就在城门处候着了，他们一次都没有见过传说中的剑圣。不过据陆姑娘吩咐，如果看见一个差不多40、50岁模样的人烧着一群小童子，基本就没差了。前辈便是陆姑娘的二师傅吧？我们是来吃陆姑娘喜酒的。我等奉命在此候迎前辈，负责送前辈到府。还是贤侄考虑的周到啊。等到了相府，陆瑶在门前等着他们。陆姑娘，陆姑娘，我们来了！一路上可还顺利？有薛大夫带着我们，顺利的很。长途跋涉累吗？不累。不累就好，快进去吧。二师傅，先请进厅里歇息吧。早前听镇上的消息说，二师傅2个多月前就出发了，这路上倒是耽搁的久。我倒是想快，你看看这群小崽子，能快到哪去？上次一别，二师傅好似比之前沧桑了些。他说的算是委婉的，岂止是沧桑啊，简直就是老了好几岁。哎呀，也不用讲什么上次一别了，直接说在路上这2个多月就行了。随之苏怀回来了。如今你俩该恢复的身体恢复了，该解的毒也解了，也该是成好事了。徒儿，你三师傅知道吗？三师傅已经知晓。让他同意吗？三师傅送了贺仪来。他同意了就好，只要他同意了，你们俩的事就好办多了。那你三师傅什么时候来啊？应该是在路上了，再过些时日就该到了。贤侄啊，以他三师傅自居的人，很难不打照面。那你觉得他那人好相处吗？要是好相处，还用得着问这个问题吗？他大师傅和我都好说话，唯独就是他那三师傅性情冷淡，油盐不进，天生还谁都敢惹。你们的事啊，需要我们3个当师傅的都同意了才最好。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儿就还有的磨了。他三师傅前阵子有事去了蓬莱，一直没回药谷，这次应该是直接从蓬莱出发吧？正是。也不知道他在蓬莱是怎么个情况。他现在在蓬莱当了摄政王。哦，他不是不喜欢那些纷争吗？结果躲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懒自个儿肩上了。年前你三师傅还给我去过一次信，说是无暇那丫头伤得重，你可知道？听无暇信里说了，现在他们都挺好的。相府里已经开始张灯结彩，慢慢筹备起来。现在薛胜和小童们一来，相府里又更添了几分热闹。姑爷，这么多菜怎么吃得完呢？对呀，平时我们吃3、5个菜就够了呀。只要饭馆够就行了呀。不是来吃席吗？可以天天吃。这日，陆瑶正在花园里同薛胜一起钻研他的那些苗姜花药，远远就听见有人在唤他。瑶儿！不出片刻，果真就瞧见一道黑影飞檐走壁的兴冲冲而来。不走正门是这家伙的习惯。转眼间，姬无暇就冲到陆瑶面前，二话不说，动手就朝他出招。陆瑶脚下一掠，身影瞬时移至花园空中，姬无暇迎步追上，两人就在树下过招。那内力在拳脚之间散发出来，将树叶拂得婆娑作响。10招之后，姬无暇便及时收手。不错不错，你这功力确实恢复了10成10。不过你的内力好像比之前更强了些。瑶儿，
你是怎么修炼的？也教教我呗。就是打坐、调理那些。托狗男人的福，他自己是能感觉到内力有所精进。可是他怎么能给鸠侠传授法子呢？难不成要告诉他，让他去采阳补阴，让他去采三师傅吗？我也打坐调息啊，可没有瑶儿你进步的这么明显啊。兴许是之前灵犀角的功效吧。鸠侠一听丝毫不怀疑，就你一人吗？三师傅呢？嘿嘿，他跟蓬莱的使臣队伍一起啊，眼下正会见夜朝那群当官的呢。贤侄也是当官的吧？他要是和行渊见了面，会不会闹出不愉快来呀？薛大夫也来了，放心吧，狗贼和三师傅早就很不愉快了。那可有的好看的了。不过照行渊的性子，应该不至于跟一个晚辈一般见识吧？行渊师傅是专门来参加瑶儿婚礼的，他们应该不会打起来，除非狗贼这婚不想结了。我怎么觉得才1年不见，薛大夫好像沧桑了不少？这一提就戳到了学生痛处了。就你会说话。二师傅是被小崽子们给磨的。鸡大侠！鸠侠顿时笑眯眯的转头一看，就见小头们欢天喜地的跑来了。鸠侠瞬间就明白了，肯定是薛大夫带他们一起来京城的。现在他带着他们来京城，路上肯定经不起耗。相府里，到了晚上的时候，苏怀正好赶着点儿回来。行渊师傅呢？他应该在宫里参加宫宴，宫里山珍海味，歌舞伎成群，你不用担心他吃不好玩不好。切，狗贼，你少乱嚼舌根！行渊师傅哪里好这些？什么宫宴，他根本不感兴趣，好吧？宫宴上很多吃的玩的吗？歌舞伎是什么？就是有人唱歌，有人跳舞。哇，有好吃的，还有人唱歌跳舞，那岂不是好生快活？是好生快活，只不过公子不是个会享受的人，他肯定适应不了那种快活。那你们是喜欢药谷里的生活，还是喜欢这里的生活？虽然这里的生活也很好，每天都有好吃的好玩的，但我们是一直生活在药谷里的呀。我们又不是住在这里的，我们是来吃陆姑娘的席的，等吃完了席还要回药谷里去的。就是，有饭就干，莫听王八念经，免得被他带入歧途。照行渊的性子，想他也不会吃到这里的饭的。晚上三师傅住行馆吗？他看不上。陆遥想，要不不是三师傅看不上，而是不想接受苏怀的安排吧。那行渊师傅住哪儿？我一会儿上哪儿找他去？他以往也时不时在外走动，10天半个月不回来是常事。你找他做什么？他又不用你操心，倒是这群崽子们更不让人省心啊。眼下听薛胜这么一说，鸠侠也不好辩驳，更加不好挑明他现在跟行渊的关系。唉，说了薛大夫也不懂。你倒是说，看看他懂不懂。有什么是我不懂的？放心吧，三师傅自有安顿之处，等他安顿好，不需要你去找他，他自然会来找你的。瑶儿，你说的对。你跟行渊是不是有进展了？鸠侠冷不防一噎，噎得个捶胸顿足。陆遥连忙给他倒一杯水，顺顺后背，总算是顺过气儿来了。薛胜见状了然了。哦，看样子是8、9不离10了。这事儿是事实，鸠侠无从辩驳。哎呀，难怪之前提到你跟行渊、徒儿和贤侄2个藏着掖着，你们俩除了这事儿还能有什么事？你喜欢行渊，那是全药谷都知道的事，又不是什么秘密。不信你问问小崽子们，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姬大侠，我们都知道的呀。鸠侠向来丰富的表情此时已经摊成了一块了。我不要面子的嘛！从我到药谷来的第1天，姬大侠就一直追随着公子。只要公子一回谷，姬大侠后脚必回来。回谷以后，姬大侠还想方设法的跑去偷看他。后来你们懂什么？我还知道，姬大侠从来不打扫院子的，但只给公子打扫院子。哦，还有，姬大侠很少下厨的，但回来要下厨的话，只做给公子吃的，虽然做的都很难吃。
姬无暇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有一天被这群质子给挨个揭了老底儿。你们再说，明天我不带你们玩了啊！那我们不说了。要不是上回姬丫头重伤，邢渊那小子恐怕不会这么着急。这么多年来，能让他着急的事情还真不多。当时我就知道了，这事儿多半是有戏。现在事情挑明了，也算是因祸得福。邢渊虽是阿瑶的三师傅，是年长些岁，但也不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子，他还风华正茂。再说男未婚女未嫁，这都没什么。只不过你们一个是阿瑶最好的朋友，一个是他的三师傅，只要他不介意就好。他把你当好姐妹，你却一心想当他三师娘，怎么会不介意？哼，你挑拨也没用，我看更介意的人是你。不过你越是这样，我就越高兴。就你那点心思，全天下人都知道，你还以为藏得紧，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狗贼，关你屁事！那倒不必，你的屁事与我何干？正这时，剑州来禀道：主子，摄政王来接人了。今晚你去参加宫宴了吗？没去。那你吃饭了没有啊？吃过了。你小子一走就是1年，这一走怕是就不会回药谷了。短时间兴许回不去。哎呀，别怕，个人有个人的造化。你倒是难得出谷一趟，还拖家带口，看起来是不容易，人也苍老憔悴了些。真是，人人见了他都非得提这么一嘴。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群崽子留在药谷不放心，带出来不省心。换你们来试试，看看你们会不会苍老憔悴。平日里操心的少，到了时候自然都得还回来。诚然，以往在药谷里，薛胜从来没有如此操心过。小童们有时候是阿随在教管，有时候是陆瑶和姬无暇在带，有时候是自己照料自己，他们甚至还给薛胜做饭吃呢。三师傅，邢渊看了看他，想好了吗？想好了。邢渊是不喜欢苏怀这个人，但最终却还是赶在他婚礼前来了。2位师傅都来参加婚礼，这徒儿才会嫁得安心高兴。多谢三师傅此前替我置办的东西。那不是我一个人的，还有你大师傅二师傅的。早前你的嫁妆，你大师傅二师傅都已经开始逐年替你存着了。不过你大师傅常年游离在外，你二师傅又不擅长打理这些，所以都交由我保管。咱们药谷里就属邢渊会打理，他身边的阿随更是礼账的一把好手，给你置办嫁妆的钱交由他来安排，再合适不过了。再说了，邢渊处事周到，由他置办嫁妆，我们放心的很。乖徒儿，这嫁妆里你大师傅可占了大头啊，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交给邢渊了。听说你的未婚夫婿是你大师傅爱人之徒，既得到了你大师傅的认可，那他应该会感到欣慰。多谢三师傅告知我这些。三师傅进去喝杯茶吧。我就不进去了，我来接人，改日再续。你可要留在这里陪阿瑶，还是随我走？你跟三师傅去吧，后边我们有的是时间聊。成，那我明天再来找你。这么快就到了吗？马上没走一会儿，这里离相府应该也不是很远。这里是邢渊师傅顾下的地方吗？今日才到，洗漱了早些休息，养好精神。我们终于要睡一屋了吗？终于？我不是想占你便宜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们睡一屋吗？想睡一屋吗？这不妥吧？也不是没共处一室过。邢渊身形微微往后倚，靠着门框，就看着姬无暇做思想斗争。他觉得倒也是件有趣的事儿，只不过约梦不想过分捉弄他。看了一会儿以后，邢渊便又说道：你睡这屋，我睡隔壁。隔壁？看起来有点失望。没有的事。我的意思是，隔壁屋子也是寝房吗？可以睡觉吗？不是寝房，是书房，但收拾出来也可以睡觉。那怎么行？怎么能你睡书房，我睡寝房呢？要睡也是我睡书房，邢渊师傅你睡寝房啊？是一样的。怎么能一样？书房不是专门用来睡觉的，当然没有寝房舒服。
我在哪里都能睡，便是给我一块板子，我也照样能睡着。行源师傅，你睡这边，我去睡书房。睡书房是为了方便处理一些事情，若是夜间有事要在书房处理，你睡得正好，我进来你可还睡得着？行源师傅，要是你有什么事就叫我啊。你把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让我说什么？嘿，那我保护你是应当的嘛。你也承认了，让我以后好好保护你啊。你要是有什么事，我当然得在嘛。你若有事也可以叫我。等姬无暇回了隔壁寝房，洗漱完躺下之后，却一时无睡意。他很想行渊，尽管他就在隔壁。白天的时候，姬无暇在这边宅子里熟悉熟悉，然后他就发现在花园里走着走着，这布局还真有点莫名的熟悉。围墙的另一边圈的是别人家的宅邸后院，姬无暇就蹲在墙头多看了几眼。他觉得不光是行渊这边的花园地形有点眼熟，就连这别人家的花园地形也分外眼熟。正这时，花园那头就叽叽喳喳的出现稚嫩的孩童声音，紧接着那些个孩童你追我赶的跑到花园里玩耍。小童们很快也发现了墙头上蹲着个人，纷纷跑过来立在院墙底下。姬大侠，你蹲在墙上干什么呀？你怎么来了也不找我们玩啊？我也不知道我来了呀。姬大侠，眼下你蹲在这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呀，你自己却不知道吗？瑶儿，你知道我刚刚从哪里来吗？不是从三师傅那儿来吗？那你知道行渊师傅的住处在哪里吗？你快猜猜看。就在隔壁。啊，瑶儿，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叫我猜猜吗？我就随便猜猜。我说行渊师傅那宅子怎么跟这边的有点像？我站高处一看，居然两边就是挨着的，中间只隔了一堵墙。这事儿意外是有些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而相府里的喜事一些事项，苏怀不在家时，管家则来请示陆瑶。嫁衣是此前早就准备好了的，当天的首饰头面铺子里也按时送了过来。一只只红色托盘里装着的凤冠霞钗，足足装了8只托盘。这些都是相爷给准夫人准备用来成婚当日所用的首饰，准夫人可以随意挑选，全都是请京都城里最好的匠人花费数月时间精心打造的，且每一样都是独一份，在京中再无他人能重样。既然都是相爷的心意，哪能随便挑着来呢？当然是全部照收了。成婚当天戴不完的，婚后还可以戴嘛。等管事一走，姬无暇就欣赏着这些首饰，唏嘘道：哎呀，这财大气粗就是不一样。不过行渊师傅也让蓬莱的宫中匠人打造了这些，到时候你要戴哪一副啊？都行。确实都行。虽然你平常不好这些，但到了派上用场的时候，咱不能没有。咱不光有，而且还得要多的挑花眼，让别人羡慕去。嘿，马上你就要结婚了，我感觉比我自己结婚还要高兴。等你自己结婚的时候，便又是另外一种心境了。应该等不了多久就会有的。陆姑娘会生孩子吗？那当然了，结了婚自然而然就会怀孩子嘛。那姬大侠有什么喜事啊？你们还小，不懂。姬大侠也会和公子结婚吗？那我们是不是要再吃一次喜了？那是当然了，结婚自然而然就会办喜啊。但是结婚很费钱的，像姑爷就买了好多好多东西送到药谷里去了。听薛大夫说，这个是男人送给女人的，到时候公子就得送姬大侠很多很多东西。那是聘礼，是婚嫁之仪。可是公子住在药谷里，哪有姑爷这里这么大呀？公子看起来不像是很有钱的样子，到时候他买得起吗？那你们就是井中小蛙，只看得见那巴掌大点的地方。三师傅可不比你们姑爷穷，好吧？好吧，反正结婚真的很费钱，像我们这样的是结不起婚的。你们才多大点啊？要是女方家很有钱，压根儿不缺这点东西，还必须要买东西给他才能结婚吗？
那不一定啊。要是女方高兴，女方甚至还可以给你买很多很多东西。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小童们又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晚膳过后，就各回各院了。到就寝时，苏怀一洗漱回到房，就把陆遥往床上拖。一上床，这狗男人就把他压住，剥他衣裳。哎呀，你闹什么呀？单子还没看完呢。我还不能要点奖励吗？没厮磨多久，陆遥就被他磨软了身子。他一边往里抵去，那力道大的直往深处钻，一边咬着他的耳朵道：明天叫你儿媳妇给你看看。看什么？看看什么时候给我生儿子。照理说他身体恢复了，这狗男人又时时播撒雨露，理应是好受孕的。可陆遥这肚子迟迟没有消息，要不要叫儿媳妇给你看看？有没有可能是你的问题啊？你觉得我不行？你真觉得我不行？我什么时候说你不行了？你说我有问题，那我说你不行了吗？这跟说我不行有什么区别？我最不能忍受你说我不行。你以为我后悔都让你踩吗？陆遥有些难消受，忽而勾着他的脖子唤了一声：相公。你叫我什么？陆遥一半意乱情迷，一半清醒，感受到腰间掐着他的手又紧又热，他一连又唤了2声。后来陆遥就掌握住了要领，狗男人虽狗，但只要找对了方法，还是能够精准打击的。听说今晚城里有民间灯会，就是为了赶着姑爷结婚准备的。你们听谁说的？听莫大夫说的。薛大夫，我们帮你除草，你带我们去灯会吧。让姬大侠带你们去。可姬大侠今晚不得空，说陆姑娘要试新娘妆。薛胜对什么上街逛灯会是万万不感兴趣的，只要一想起要带这么多只拖油瓶上街，他瞬间就觉得自己又老了10岁。说着好玩吗？姑爷结婚，这路面要干干净净的才好。姑爷，你看我们刷得干净吗？看不出来，要不舔舔看？要不是这一幕正好被陆咬出来撞见，小童们可能当真会被苏怀蛊惑着舔舔那些鹅卵石。苏怀，都他妈好玩吗？看起来很干净，你们干得很好。姑爷，今晚我们不在这边吃。薛大夫今天晚上带我们去看灯会。我们今天晚上要在外面的酒楼里去吃。可以，那现在可以出发了。小童们就连忙放下刷地的家伙，转头往后院跑了。苏怀，做人还是积点德吧，不要连小孩都整。我已经很久不做人了，等有了儿子，我逗我自己儿子去。等有了儿子，最好别跟他老子学，否则我打断他的狗腿。真是草率了，不该跟他们说今晚街上有灯会的。这才哪跟哪啊，他们才开始呢。薛大夫、莫大夫，你们快来看！薛大夫，我可以买这个小圆吗？薛大夫，那里有喷火的。我想要那个灯。2位大夫头都大了，买了这个买那个，掏钱的速度完全赶不上他们看中下一样东西的速度。自己要买什么东西必须得自己拿，我们是不会帮你们拿的，等你们拿不下的时候就不要再买了。拿不下的时候可以先拿去放车里吗？我们走了很远了，要拿回去的话还得走回头路，这样就很耽搁你们继续后面玩的。小童们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大好的一个灯会，他们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不停的走回头路上面呀。于是那些个小童啊就浅商议了一下，遇到好吃的好玩的不要再随便买了，除非是非常想要的。小童们一路忘我的往前走逛逛，薛胜在后面喉咙都快吼破了。这时小童们张望到前面街边有杂耍表演，全都一股脑的往前涌，结果没看见迎面来的人，一下子就撞倒了人。是我们撞到了姑娘，实在对不住。我无妨，这个就当是我们的赔礼吧。给我了，你们吃什么？没关系的，我们还可以叫薛大夫再给我们买。薛大夫，好一个薛大夫啊！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找到这里来？不可能，一定是我的错觉。薛大夫，你们认识吗？薛尚哪儿顾得上回答呀？就见对面的女子抬手缓缓摘了木梨。多年未见，薛大夫别来无恙。他转眼就看见薛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掉头就跑。借过，都借过一下。莫大夫和小童们以至于那个女子一时间立在原地都沉默了。随之那女子和她的随从也离开了，留下莫大夫和小童面面相觑。薛尚跑了，他那么大个人还不至于让人担心，只是留下这堆小童，莫大夫感到头疼。我们先送你们回家吧。可薛大夫怎么办呢？他是大人，不会有事的。别担心，大人遇到事情通常都知道怎么办的。唉，我以前一直觉得我才是一直陪着你，是你心里最喜欢的人。当然我也有设想过，假如哪天你要是遇到个不错的男人，你也要考虑一下。可真等你有了男人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受，觉得我要失去你了。真是个傻子。嗨，后来我不是就慢慢想开了吗？主要是苏华那贼人对你是真不错，不然你换个人来试试，但凡他要是对你丁点儿不好，这婚就休想结。不过今日过后，你就算是真正的有妇之夫了，往后咱们俩哪还能像从前在药谷一样啊？人都是往前走的，有时候生活的地方会变，但是人不会变的。我知道，我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等你回蓬莱，也很快就要筹备着嫁人了。本来昨个还想着，今天你结婚了，昨天晚上我们就该出去喝一场，再痛快痛快。只是又想着，你本来就不好这口，就算了。要平时也能陪上你喝上2杯，但是现在不行。怎么现在不行了？你过来，我跟你说。姬无暇就起身走到陆瑶身边。什么秘密还要这么悄悄地跟我说？陆瑶就与他细说了2句。姬无暇听的是虎躯一震，双目圆瞪。当真？我骗你做甚？姬无暇反应了一下，然后震惊又兴奋，差点跳起来。太好了！现在还难受吗？现在还难受个屁！我可太高兴了。瑶儿，这事还有谁知道吗？眼下就你知道。连狗贼都不知道吗？上海不知。连他都不知。瑶儿，你怎么瞒得这么紧？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知道了，我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哎呀，当时我居然没有察觉到是因为这个。恭喜陆姑娘新婚大喜。阿若，自己坐。前日嬷嬷回宫来与我说起陆姑娘的新娘妆，真说的再美丽绝伦，都不如眼下亲眼看一眼来得撼动人心。他人呢？在屋里。打扮好了吗？打扮好了。好看吗？当然好看的呀。还没到时辰，新郎是不能见新娘的，这是规矩，大家都晓得。哪个定的规矩？民间都是这样兴的，结婚当然要遵循结婚的习俗，不信你问嬷嬷还有阿汝。是这样吗？民间是这样，只是相爷若非要进来，他们拦得住吗？这时阿汝便道：还有2个时辰就是吉时了，还请相爷再等等吧。照民间的婚仪，拜堂前新人确实是不宜见面的。吃饭了吗？吃了。吃饱了吗？吃饱了。都吃了些什么菜啊？有没有吃肉？吃了。吃的什么肉？屋里嬷嬷们无不惊奇，都说相爷冷酷残暴，动不动就要杀人全家。没想到他跟夫人说起话来却这么啰嗦。吃了鱼肉。吃了几口？你猜。然后苏怀就问姬无暇，陆瑶中午吃了多少饭多少菜，非得知道个一清二楚。你要是闲得慌就出去陪客人。什么样的客人是我陪啊？也是，今日来的客人哪个不得看他的脸色呀？除了他的三师傅。不过他三师傅不稀罕他陪。眼下还没到时候，一会儿该你来接的时候你再来接，快走吧。后来喜堂那边已经布置好了，吉时也快到了。
相府门前的鞭炮声响个不停。苏怀这回就是堂而皇之的到后院来接人去拜堂。你小心点，他现在可不一般，你走慢点，千万别让他磕着绊着。以至于后来拜完堂，苏怀直接把陆瑶拦腰抱起时，姬无暇都快炸了，在旁呼喝道：“狗贼，你最好悠着点，不要太用力勒着我瑶儿的腰，不然到时候有你哭的。”你一直盯着我看干什么？我不看你看谁？看洛。他比你好看吗？尽管看了他无数遍，可这行走人间的妖孽不光横行无忌，今日更添几分春风得意。与他眼神撞上时，依然让他心头悸动。到了喜堂上，宾客们都等着，堂上安置了3方上座，所以大家明面上虽不敢问，但都等着看究竟是何人能坐到那个位置上。宾客们看见那位上落座的人时，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大家没看错的话，坐下的这位是蓬莱的摄政王吧？相爷拜堂成亲，与他有什么关系呢？摄政王是不是蓬莱的礼制不一样啊？在咱们大业，这喜堂上的位置是给新人的长辈准备的嘞。就这一点，两国没有什么不同。在蓬莱这位置也是给长辈准备的。那摄政王是不是做错了？摄政王的尊位应该是设在喜堂外的。你要是不坐这里，我可以给你另设个位置，装这喜堂你坐屋顶上都可以。不去上屋顶，若不是坐这里等喝杯茶，我大老远从蓬莱来做什么？看见原本给他二师傅准备的位置也是空空的，看样子二师傅是真的赶不回来吃他敬的茶了。而旁边3师傅已经就坐，姬无暇跟在他身边站着。敢问阁下尊姓啊？免贵姓袁，从乐山来，路过京城，听闻这贵府上有喜事，特来讨杯喜酒喝。这是给贵府新夫人的一份见面礼，希望她喜欢。人都送了礼来，哪有不请进门的道理啊？只不过管家仍是十分谨慎。既是夫人的客，还请阁下进门稍后，我这边去通禀夫人。那是谁啊？那位客人说他姓袁，乐山来的，路过京城，今日便来观礼，还送了一份贺礼给夫人。陆瑶一听，心下顺势朗然，乐山袁氏极善制香。之前小童从灯会回来给他的那唐人纸包上的余香就能解释了，二师傅那晚在街上遇到的人就是他。请那位客人上座。管家应下，连忙转身去请那女子过来前院观礼上座。上宾座设在喜堂外，那女子的位置设在阿汝边上。前辈远道而来，承蒙送此大礼，不胜感激。你既称我一声前辈，我也没有空手来吃喜酒的道理，送点小东西聊表贺意。只不过送的小玩意儿虽于姑娘家有好处，我却是事先不知道你这情况。这东西多少行气活血，眼下不适合你用。多谢前辈提醒，我会仔细收好的。他虽应答的从容，却也难免吃惊。可以肯定，这位袁氏前辈是看出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了。此人当真是好生厉害。薛胜还没回来吗？自上次灯会以后，便一直未回。这很薛胜，但愿我来没有打扰到你们的婚礼。前辈哪里话？随之婚礼继续。师傅请喝茶。此话一出，喜堂内外一派寂静。陆瑶知道，他今日不仅仅是以辈分压苏怀一头吃他一杯敬茶，更是以尊长师门的身份给他撑腰。众目睽睽之下，邢渊伸手接了茶，饮了一口。一时间，宾客们心头恍然大悟，难怪相爷成个婚，蓬莱的摄政王竟还亲自来贺。原来他是来参加自己徒弟的婚礼的。以往人人都在谈论，不是说相爷的未婚妻是个平平无奇的乡女吗？万万没想到竟然还有如此身份。这样一来，他既有相爷护着，又有蓬莱的摄政王罩着，哪个敢惹呀？苏怀一时没动，茶没敬完就没能得到长辈的认可，这一章程就没完。
这一章程没完，堂就没办完，堂没办完，算什么真正的夫妻？哎呀，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勉强，不敬就不敬吧。喝茶。邢渊也没说什么，照例接了过来，饮了一口。既结为夫妻，那便是同船共度，患难与共。愿你二人初心不改，相携白首。常朝朝暮暮不相忘，岁月长，我只与你。你干什么？我要洞房。现在才什么时辰，你就要洞房？婚结成了，我为什么不能洞房？你不去前面，我确实要去。你没课陪，我有。今日来的那位袁氏前辈是二师傅的故人，二师傅没回来，我总不能冷待了去。你非要这会儿洞房，那你就留守在这儿吧，等我回来再说。说着，他正要走，被苏怀一把给拽了回来，坐在他腿上。陆瑶一句话来不及说，扶着他的头就吻了下来，一番耳鬓厮磨，将他的口汁吃得干干净净。只不过狗男人要继续解他衣带时，他回了回神，阻他的动作还是很强硬。他反身就把他按在细床上，不过下一瞬，他自己却动作极快地抽身而起，看了看他，然后转身去更衣。晚上回来洞房的时候，把这一身再穿给我看看。晚上再说吧。换了身轻便的衣裳出来，陆瑶对镜将大部分的繁杂首饰都摘了。不是让你在房里休息吗？你怎么还出来了呢？在房里待一天了。也是，那咱们就一起好好的吃席。方才一问才得知，他当真是来找薛大夫的，并且上回灯会上，薛大夫遇到的人就是他。袁前辈脾气温和，又这么好相处，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薛大夫见了他就躲得没人影了。前辈还请见谅，家师性情不定，我们也不知他在何处，前辈怕是要白跑一趟了。无妨，今日倒不是专程来找他的，主要是过来吃喜酒的。我与薛胜有些旧时渊源，他既是你师父，你称我一声师祖也不为过。薛大夫怎么会有这么年轻的师父呢？怎么，我与他看起来不像师徒？像啊，只不过看起来薛大夫更像是师父，前辈像是徒弟，前辈可比薛大夫年轻多了。我对师父的过往知之甚少，以往也不曾听师父提及过他师从何处。前辈此番来找薛大夫，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等薛大夫回来，我们也好替前辈转达一下。不他，叙旧而已。这话说来，大抵只有桌上的小童们会信了。真要是叙旧，能把薛大夫怕成那样吗？算了算了，横竖眼下薛大夫不在，前辈与他也叙不了旧，不如吃饭喝酒。前辈能喝吗？倒也可以来2杯。姬无暇完全没想到，他一个长辈和晚辈相处起来毫无架子。姬无暇说的什么他都能接上2句，就像平辈一般，甚至于还能跟姬无暇划2下拳。我这是怎么了？喝醉了吗？好，我知道了。刚刚袁前辈点了我的额头，我闻到他手上好香啊。心愿，我好喜欢你啊，我好想亲你啊，我可以亲亲你吗？邢渊没顾得上打他，将弯身把他放在床上，他就搂下他的头，迎面亲了上去。你方才闻到的那香，应该叫归真。什么叫归真啊？回归本真。姬无暇还在迷迷糊糊的想什么是回归本真，但他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他人就已经遵循本能的、不受控制的、更加热烈的抱抱亲亲。邢渊双手扶着床沿，终归是没能自持多久，手里松了床沿，转而便握住了那段腰肢。他反客为主。我知道了。知道什么？就是我心里想什么，我就忍不住要做什么，这叫归真。没等邢渊回答，他又仰着下巴去咬他的嘴唇，心里一边想着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东西。邢渊，我可以摸摸你吗？当真要摸？
也不是我非要摸，主要是我现在很想摸。所谓归真，你可清醒？你在干些什么？我清醒，清醒极了。那好。说罢，他一边吻着她，一边拿着她的手伸进自己的衣底里。后院新房里红烛红笼，氤氲朦胧，别有一番旖旎况味。说好的穿嫁衣给我看呢？今天太晚了，洗洗睡吧。晚吗？以往后半夜才睡的时候少吗？这些天你不说累了就是说困了，我都不跟你计较，就当你之前在休养生息，趁留在今天等我。结果你跟我说今天太晚了，洞房夜不洞房，你觉得这像话吗？我们聊聊，床上慢慢聊。事实上他等不及去床上，一把搂过陆瑶，就一边吻他一边剥他衣裳，一沾他的身，他就跟条野狗似的，恨不得将他浑身都啃个彻底。哎呀，老子真有话跟你聊，苏怀，你不想要你儿子了吗？一句话成功的压住了苏怀所有的动作。所以饭不好好吃，你师祖送的行气活血的东西你也不能用。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饭不是我不好好吃，是他折腾你吗？这是正常反应。话音一落，苏怀就把他抱起，转身放到喜床上去。他抱他时抱得很紧，可放下时动作又轻极了。尽管没有热烈的言语，仿佛一切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可陆瑶能感觉到他所有的心绪都在他的一举一动里。你好姐妹说你如今不一般，他已经知道这事，你却没有先告诉我。这狗男人，给他一根藤，他就能摸出藤下所有的瓜。本就打算今晚告诉你的，当时给你的新婚礼物。给我的新婚礼物？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礼物分享给你的好姐妹呢？孩子是你的，又不是他的。苏怀，惊不惊喜？我这么行，这不是必然的吗？让你承认一下你惊喜，这很困难吗？这很困难。哼，相爷也有死鸭子嘴硬的时候啊。鸭子只有死了才嘴硬吗？它活着的时候不也硬吗？去盥洗室洗吧。这屋里不能洗吗？没想到相爷新婚之夜却要干这种伺候人的事儿啊。你以为你不用还吗？我还什么还？要还也是你儿子还。欠我的新婚洞房夜，儿子怎么还啊？苏怀，你变不变态？我动不得你，我还不能亲一亲了吗？苏怀把他脚捞起塞被窝里，然后他自己才去盥洗室洗漱。你既知道，现在同我去他那里走一趟。我不想知道，你也别想知道。我是他爹，我为什么不能知道？还没到时候呢，你是他祖宗都没用。是儿子是女儿对你来说很重要吗？要是女儿，难不成你还不想要了？我希望是儿子。你希望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不去菩萨面前许愿呢？儿子女儿不一样吗？那都是从瑶儿肚子里出来的。你想要儿子，你家是有家财万贯，还是有皇位要继承啊？我没有吗？姬无暇一想，还真是，家财万贯肯定是有，皇位的话想要也可以有。但生儿生女是由得你选的吗？瑶儿怀胎10月这么辛苦，管他儿子女儿，那都是宝好吧？要是生个女儿，肯定像瑶儿这么聪慧美丽，你还不乐意吗？我已经有了个聪慧美丽的，为什么还要再来一个像她这么聪慧美丽的？这话没毛病，但一个是你夫人，一个是你女儿，能一样吗？要是生个女儿，你高兴吗？我当然高兴啊。细皮嫩肉的，打不得骂不得。
女儿当然要疼着宠着呵护着。是得宠着，天天找爹爹，爹爹一回来就要爬爹爹身上去坐着要抱抱，高兴了找爹爹，哭了也找爹爹，吃饭要喂喂，喝水要吹吹，玩要一起玩，睡要一起睡。第二天醒来继续找爹爹。瑶儿，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我鸡皮疙瘩都掉地上了。昨天袁前辈给瑶儿把脉了，袁前辈能看出瑶儿怀的是男是女，你就不想知道吗？既然能看出，他为什么没告诉你？袁前辈当然首先是问瑶儿的意思，要是瑶儿想知道，他才会说的。昨日你夫人说，还是顺其自然的好，等到了时候该知道，便自然会知道。有这条件能提前知道，何须要等到了时候才知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不如这样，我若告知你，不管是男是女，你送他到我山门修习我袁氏香道，如何？不是我一个人的孩子，得问他娘。这便对了，还是得回去与你夫人商量一下。若是你们夫妻二人都想知道，我再告知无妨。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吗？我是觉得你这么爱你夫人，应该会考虑你夫人的想法。我会跟他商量。不是出去逛逛吗？这么快就回来了？莫不是只逛到了大门口？袁家主，看出你怀的是儿子女儿了？看出了。他要跟你说，你为什么不听啊？眼下着急知道有何用啊？他就能立刻生出来吗？你现在去跟他说你想知道。我不想知道。我想知道。袁前辈没有告诉你，让你回来问我的意思。我若想知道，他再告诉你，是吗？你既知道，是来同我去他那里走一趟。有了爹爹，还要什么娘啊？吃饭的时候恨不得跟爹爹一个碗，睡觉的时候得跟爹爹一个被窝，还不许娘来抢。你这也太夸张了。夸张吗？我朝不少朝臣家中的女儿，都是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哪顾得上多看自己夫人一眼？你休要危言耸听。只要是个儿子，皮糙肉厚，上树下堂，不听话就打。他不仅不跟你抢男人抢被窝，长大以后呢，还多个男人保护你。女儿能吗？含辛茹苦的养大的女儿，以后会被别人惦记。只要一想到有人来下手，我就会想杀了他。你难道不想吗？确实，我也想杀了他。什么歪理邪说呀？苏华，你自己这么想也就罢了，你别影响别人。但也不是全天下的女儿都这么喜欢爹爹，也有喜欢娘的，并且长大以后乖巧又孝顺。坊间都说女儿是爹娘的贴心小棉袄。贴心小棉袄得看什么时候穿，要是夏天穿，你不嫌热得慌吗？你蠢吗？当然是冬天穿。那一年有几个冬天？春夏秋，你试试看小棉袄还贴心吗？狗贼，你休要强词夺理。你跟他有什么好争的？那我瑶儿也是女儿长大的，她难道不好吗？像他这样的世上有几个呀？再说了，女儿就不能上树下堂，就不能皮糙肉厚了吗？儿子能学的，女儿照样能学。就我的武功，也能打发天下绝大多数男子，好吧？更别说瑶儿了，她能把人打死了，还能医活过来。那你生个女儿？不，我要生儿子。瑶儿，要是你生的是儿子，就让他们当结拜兄弟吧。要是你生的是女儿，咱们就定娃娃亲。你婚都还没结呢。也就这几天的事。我记得以往你入江湖时，有一阵子喜着红衣，那时候便觉得这红衣少年走到哪儿都是一抹世间少有鲜活灵动的颜色。而今亲眼看着你着嫁妆，神采风华，只增不减。如今总算是夙愿得偿了，我得好好恭喜你。想法总得有，因为说不定哪天就实现了，是吧？也不会无缘无故就实现，至少要有你这般10年如一日的执着。起初我劝你莫要深陷，是怕你一堵南墙撞破头，最后苦的还是你自己。我怕什么苦啊？我又不是没吃过苦。后来我也没有想到，三师傅竟然藏了这么多年的心思，如此倒也是两情相悦，皆大欢喜啦。谁心里不惦记着一两个人呢？只有惦记着，才有前进的动力嘛。这倒也是。就算三师傅没有回应你，
照你这性子呀，也会一条道走到黑，不会回头的。说不定行渊就喜欢我这性子。要是不喜欢，能有今日吗？你与三师父一动一静，十分互不登对。三师父那样的人有你在旁，可见比往日更明朗几分。这便是你们彼此最好的状态了。这时前院闹哄哄的，似有不少人来。他俩到前院一看，果真不少人进出，都抬着大只大只的红色香笼，门边还有人专门唱报礼单的。秋霞心花怒放，这礼委实也不轻啊，主要是能够让苏怀心甘情愿的大出血，真是不容易。蓬莱的礼官报完礼单以后，就将礼单帖子双手奉上。此乃贺摄政王与相爷妹妹的新婚贺仪，想着明日贵府定然人多顾不上，所以今日先将贺仪奉上，还请摄政王与姑娘笑纳。真是的，来就来，还带这么多礼，下次还能再多带点，我全都笑纳。带史官们进厅看茶。大家伙都在前院，是时袁空清道：借这方便，我也有一礼。只见8只白玉瓷瓶，每只瓷瓶上都贴了8个名字，全是8大箱。霍萧也有些震惊，江湖上千金难求其一，这一次都给整齐了。这都给我啊！贺你新婚，自然是都给你。祝愿你与你的郎君恩爱不移，相携白首。多谢袁前辈。这莫非就是在江湖黑市流通的黑鱼？姑娘还识得这个？当然识得，黑市上总共才6条黑鱼，谁要是得到它，就能在黑市上横着走。只要是在江湖上能找到的东西，各大黑市都能集江湖之力帮你弄到手。没想到护掌门竟然也有1条黑鱼，护掌门是怎么得到的？早年间一次偶然际遇得到的，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我没什么追求志向，这牌子用不上，权且用来贺2位新婚。多谢霍掌门，霍掌门这是轻易不出手，一出手就是如此豪气。恭喜恭喜，早生贵子啊！行员伸手接过，打开了盒子。是什么？我就知道薛大夫会送药。你们怎么知道啊？因为薛大夫就会这个呀，我们都知道。薛大夫，你送药丸子是什么意思呢？这又不是给你的，是给行渊的。我用不着，你拿回去。怎么用不着？你现在多少岁？他才多少岁啊？男人上了年纪，总会有力不从心的时候。这药能给你补身体，能让你更强盛威猛一些，这还不好吗？我这药在江湖上，好歹也是人人求之不得的，你还不要？话说到这儿，在场的除了一头雾水的小童们之外，傻子都晓得这药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好歹是薛大夫的一片心意，收下吧，收下吧。陆瑶又适时的道：我们也有一礼，及时的在化解了尴尬。方才不是已经送了那么多礼了吗？还有吗？那是2国渔工的贺仪，于丝还有一份嫁妆。这是什么？云京九郡地处南边的一个矿，既然是给你准备的嫁妆，你又是我流落在外的亲妹妹，你难道不应该谢我吗？我谢谢你。谢谁？你没听见吗？谢你。我是谁？这矿你还要不要？你要是不要，那我就撕了它。你敢撕了它，我就撕了你。你叫都不叫我一声，我凭什么给你准备嫁妆啊？这是瑶儿给我准备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今日我叫你一声哥，明日给你敬杯茶，这些我都没问题。但是行渊是你媳妇儿的三师傅，他是不可能给你一个晚辈敬茶的。无妨，反正天下人皆知他娶的是我妹妹。我的好兄长。苏华满意了，这才把盒子交给他。下午的时候，消息很快就往外传开了。贤侄，你跟着我干什么？他放心不下，让我来送你回去。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有什么不放心的？倒是我徒儿他自个儿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小徒孙呢，你不去紧着他，倒来跟着我了。他已经回去歇着。他是让你来监视我的吗？不是，他让我来问问，今天送你出去那种药
不行的人吃了能行，能行的人吃了更行吗？他让你问这个干什么？啊，他有个朋友想知道。他哪个朋友？他还能有哪个朋友？哦，你说的是吴霞呀？哎呀，你叫他放心，那种药只要吃了都很行。我有个朋友也想要，能有吗？你哪个朋友啊？我还能有哪个朋友啊？我确实不知你还能有哪个朋友。你觉得我是在无中生有吗？他怀胎10月，我碰都碰不得，我要那药有何用？我徒儿现在怀有身孕，贤侄，你确实不能乱用药，否则不知轻重，容易伤了他和胎儿。不过怀胎10月是10月，是谁跟你说10个月碰都碰不得的？意思是碰的？这夫妻房事乃是夫妻生活里最平常不过的事，适当房事有益于调节夫妻双方的状态，更能增进彼此的感情。也不是说女子怀胎10月就不能行房了，只要避开前3个月后3个月，在胎儿稳健母体安康的情况下，那也是可以的。只不过切记莫要莽撞，动作轻缓些就行了。苏怀听了这话，都顾不上给他那所谓的朋友求药了。贤侄啊，你那朋友还要药吗？那个不行，可以以后再说。苏怀回到院子里时，陆瑶正在一边对照香谱，一边配置香材。哎呀，你等把这点配置完嘛。配什么配啊？你不睡觉吗？很快就好。我要睡觉了。要睡你自己睡。谁结了婚还自己睡啊？我要跟你睡觉。他想着睡就睡吧，明日得早起去姬无暇那儿。结果这一躺下，狗男人就从身后贴了上来，埋头进陆瑶的颈窝耳窝。他一路亲亲咬咬，吻是又湿又热。不是睡觉吗？你发什么浪啊？你再扭，怎么不扭了？狗东西，你浪起来连儿子都不顾了吗？你我夫妻一场，你为何要把我当傻子？我怎么把你当傻子了？你二师傅说了，除去前3月后3月，中间的日子可以行房。你却跟我说这也动不得，那也动不得。陆瑶沉默。这狗男人说的好骗吧，有时候也好骗，但就是中途容易穿帮，你最好知道点分寸。我的分寸你还不知道吗？你比谁都知道的清楚。陆瑶人都麻了，此分寸非彼分寸，在钻字眼这事儿上他什么时候输过？测量成几时着红纱，对铜镜素手描眉妆。趁微凉，鞭炮声声和清唱。月照红灯笼轻轻晃，对白入洞房。只怕今夕只是鸳鸯不见兮。一枝根手落笔，白首不分离。盼此生与君共朝夕，一觉天长皆恋。一双送双骑，心相。听西去，常朝朝暮暮不相忘。岁月长，我只与你共守望。人海枯石，万人风霜，伴君在身旁。
地老天荒，如君上岛绿水长。一枝槐树落地，来生不分离。盼此生与清风朝夕，地久天长结连理。双宿双栖心相。一枝槐树落地，爱手不分离。小乖乖，我的外甥女儿，等你出来后，你师傅可多，到时候由得你挑选。外甥女？你听谁说的？他跟你说她是外甥女的吗？我就知道是我的外甥女儿，怎么了？你怎么知道？你钻这肚子里看见的？我还知道她不仅仅是我外甥女儿，将来还是我家的儿媳妇。你等着吧，你辛辛苦苦把她养大一场，到时候迟早是要去我家的。你确定你生的就是儿子？为了这个儿媳妇，我生的必须要是儿子。那要是个女儿，你打算把她塞回去吗？那也不是你操心的事。当你儿媳妇也不是不行，到时候你要生的是女儿，我这个是儿子，我也可以送给你当儿媳妇。当然，我这个是儿子，你那个也是儿子的话，你不介意也可以给你当儿媳妇。横竖也是要去你家继承你的家财。狗仔，你的如意算盘打得老子在棚外都听得到了，你这辈子都休想觊觎我一文钱。这两个人的争强好胜心就像是从一个娘胎里带出来的似的。这日午后，他人就开始发作。破了，快点，羊水破了！相爷快些把夫人送进屋里来。你就别进来了。我为什么不能进来？这姑娘还未生过孩子吧？还是在外边等着吧。房里一干人等，都出去等。没生过孩子就不能进来吗？这什么道理啊？难不成你们都生过孩子？这也是为姑娘着想。姑娘尚未生育，却见了这等场面，以后恐会害怕生孩子。我什么时候怕过？你别闹，就在外等。苏怀把陆瑶放在床上，嬷嬷就道：“相爷也出去吧，好好接生。”稳婆和嬷嬷们无不心头瑟瑟，这话在他们听来完全就是另外一层意思。夫人要是不能顺利生下孩子，母子平安，今天谁都休想从这扇门走出去。陆瑶是很能忍痛的，她手紧紧握住苏怀的手，手上都是汗，额头和衣裳都被汗湿了。她只用力的时候发出闷哼声，稳婆说放松时，她便放松深呼吸，接着又下一轮用力。薛大夫放心，眼下夫人那边还顺利着。顺利着？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这也是要个过程的。你急也没用，且等着。终于待到子时的时候，稳婆道：“快了，夫人，再用点力啊！”哎呀，出来了！啊，生了吗？生了！我养儿怎么样？母子平安，恭喜相爷，恭喜夫人，喜得贵子。刚刚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是儿子还是女儿？哎呀，是位小公子。我没听错吗？是小公主还是小公子？当然是小公子了。你们确定？都检查过了，怎么会不确定呢？居然是个儿子，怎么能是个儿子呢？在眼前。